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降临蓝星，传说中的巨兽即将踏平此地。有炎魔自火山爬出，张口喷出遮天烈焰，导致整个南半球火烧半年。有惊天巨鸟遮蔽天穹，双翅一扇便引动超大龙卷风。而一切的翻盘点却寄托在一台能预言巨兽入侵的笔记本，以及一个神奇的男人身上。一座数百平的空旷金属大厅，只有中心放着这张单人电脑桌，一个普通的臭打游戏的普通电脑，键盘斜着摆放，无人掌控，也能看到键盘上的键位在自己跳动。一旁的鼠标像是职业选手，飞速在小范围内腾挪。屏幕上像素极低的游戏画面里飘着一行字：世界 BOSS 即将降临。下面还有一个倒计时：3:0 1:47分。封闭大厅的外面，一群人面色肃穆，看着监视器里的画面。画面上方标记着007号末日电脑。找到线索了吗？没有任何线索。两句对话之后，死一般的沉默，一群人死死地盯着监控。等到监控里的倒计时变成了3:0冒号0:0的时候，倒计时上面像素构成的文字闪烁了一下：世界 BOSS 噬魂兽即将降临端州。噬魂兽特性1：吞噬灵魂。特性2：免疫物理伤害、元素伤害、环境伤害、精神伤害、持续性伤害、毒素伤害、免疫。等到牛皮纸上都快被写满的时候，依然没有写完。最后所有的字迹都随之消失，噬魂兽那3个字下面重新浮现出几个字：唯一词条，无敌。下一刻，牛皮纸自行引燃，转瞬便化为灰烬。等到俩人将那昏迷的年轻人带出去，房间里只剩下机器的低鸣，所有人都是脸色难看。沉默中，有人低声问了句：立刻组织撤离吗？3天后，温言手握一次性筷子，脊梁挺直，瞪大着眼睛，指着桌子上的菜，一脸不可思议：你说这就是水煮牛肉改良版？对面穿着围裙的胖厨子眉毛微跳，本就强忍着不耐，听到这句话便再也忍不住了：有撒子问题？这是最正宗的做法。温言夹了一块牛肉，切得不薄不厚，纹理被切断，肉浆的也恰到好处，火候刚刚好，滑嫩不柴，底味足却也没抢味，牛肉的鲜香很是突出，绝对当天最新鲜最好的牛肉。但问题是，一大碗菜上面只有零星一点点油花。出锅之后不是应该加刀口辣椒、蒜末，再泼油吗？这个季节再加点青花椒最合适。算了，哪怕再怎么改良，也要泼油吧。温言再也忍不住了，没有这一步，这不真成了字面意思上的水煮菜吗？当然，要是便宜的话，怎么样他都能忍了。他刚找到个不错的工作，才敢奢侈的来下馆子庆祝一下，点了一份68的水煮牛肉。没想到就这也敢收他68，这没法忍。打包带走。68呢，浪费是不可能浪费的。这一天天的都什么鬼啊？他一觉睡醒，世界变了。吃早饭的时候，熟悉的早餐小店里，豆腐脑没了炉子，没有了辣油香菜，只有不甜的甜豆腐脑。老板听说他要把胡辣汤加在豆腐脑里，还颇有些诧异。隔壁30年老店的灌油包子没有了秘制辣油，但是他的招牌还是写着灌油包子。那油酥牛肉饼的店里，牛肉饼没了表层一圈如同伞子一样焦香酥脆的蚊香圈。一天时间，世界就变得他不认识了。灵魂。想到这个，温言脑海中便浮现出昨天晚上做的梦，越来越清晰。他梦到一片怪异碑林，有些石碑风化到自己都消失了。他在触碰到一座石碑的时候，脑海中便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一些信息，让他选择一个。他接触的第一座石碑是一座风化严重、字迹却很清晰、侧面缺了一个角的石碑，正面阴刻着一个一字。他恍惚之间看到一个个人影，有穿着长袍的古人装扮，也有穿着白大褂的人，但无一例外都是他们死去时的画面。他继续接触其他石碑，无一例外的全部是这石碑对应职业的人死去时的画面。他看到了倒是被扭曲的怪物撕碎，看到了有人手持白帆，浑身冒着黑气，七窍流血，死在夜晚的街头，看到了身穿蟒袍的髯须大汉被闪烁着血光的箭矢射成了刺猬。有道是立于法坛前，引动天雷坠落，湮灭他立身之地的一切。越往后，画面里的人死得越惨，大部分都是在战斗中死去，有些死在床榻之上的也是饱受折磨，生不如死之后悲惨咽气。作为一个今天才刚入编，第一个月工资都还没拿到手的人，他当然没有选那些一看就危险性极高的职业。他觉得每月工资4800，双休5险2金，奖金另算，有餐补，有交通补，通讯补，已经非常好了。然而现在不选，他也不知道怎么离开这里，大概可能是相当于卡在了选择职业界面了。那所谓的职业介绍，有些字迹都模糊了，没模糊的他也是一个字都不信，吹得多牛逼。然后一看，人均横死。直到他发现了一座风化到字迹都几乎完全消失的石碑。这一次他没有再看到大量惨死的画面，只有一个老者枯坐在一座山洞里的石台上，手握一卷兽皮，神情平静，缓缓闭上了眼睛。这是他找到的唯一一座选择这个职业的人死得没那么惨，还能寿终正寝的职业，就这个了。他念头浮起的瞬间，便见那石碑骤然崩碎，化作一道流光没入他的体内。他感觉到碑林在远去，他在不断的坠落，即将醒来。这个时候他才忽然在梦中清醒，大量回忆浮现。他记起来了，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了，他来过很多次了，可是他一直没有选，直到今天不得不选。坠落之中，周围的一切都化作了流光与虚无，碑林彻底消失不见。而流光中，一个光点从后方急速飞来，等到那流光靠近，温言才看清楚，那是一只比一座山还要庞大的水母，水母散发着幽蓝色的荧光，拖着至少10几里长的触手和口腕。只是被那荧光晃了一下眼睛，他便一阵失神，双目变得空洞。
他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些信息：噬魂兽，无天敌。幽蓝色的光辉照耀他的身体，刚刚没入他体内的10倍光芒便被搅乱。你遭遇了可以吞噬所有生灵灵魂，免疫一切伤害的无敌噬魂兽。刚看完无数职业、无数生灵临终画面的你，觉得无敌是纯属扯淡，绝对不存在完全无敌的存在。说的好有道理，完美契合你的职业天敌，契合你的想法。你似乎找到了属于你的天敌之路。现在拿出你最强的气势，喊出我是你爹，激活你的第一个固定能力吧。温言没有犹豫，甚至来不及去多想，因为他清晰地感觉到，也能莫名的清晰认知到，他的灵魂在被撕扯，还未接触到，他便感觉到他在被禁食。只要一个犹豫，他连喊出来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了。于是他对着那只散发着幽蓝色荧光，至少10几里长的庞然大物喊出了那句话：我是嫩爹。一句话之后，他看到了那庞然大物身上爆发出刺目的光华，而后便什么都看不到了，甚至都没来得及弄明白这有什么效果。转瞬他便从床上惊醒，梦中的一切在他醒来之后便开始如同往日一样，渐渐模糊，渐渐沉淀了下去。可是经历了一天的古怪变化，此刻一些记忆便不由自主地慢慢浮了上来。这些变化总是有原因的，总不至于是所有人都在演他吧。他能想到的不太正常的事情，第一是昨天晚上那个异常真实的梦。等到消失差不多了，整理了一堆文件，做好了明天的准备后，他活动了下身子，拿出点饲料给鱼缸里的金鱼喂食。看着那条金鱼吞完饲料重新沉入水面下，温言忍不住对着金鱼念叨一句：我是嫩爹。金鱼毫无反应，继续在鱼缸里游曳，游到水面之后，噗呲一声激起一道小水花，水滴溅到温言的脸上。温言摸了摸脸，好像没什么用啊。德城殡仪馆，这是他入职的地方。小温啊，这么早就来了。温言转身就见一个头发半白，顶着个将军肚，大夏天还穿着一件不太合身黑西装外套，面容和善的中年人拎着早餐走来。这是他的顶头上司馆长何健。馆长好。跟着馆长进入大门，一路深入，空气里便好像有那么一丝似有似无的灼烧味道，不停地往鼻子里钻。小温啊，你刚来，没什么经验，就不给你安排太繁琐的工作了，有什么地方需要人手了，你就先跟着学习学习。好，我明白。进入小楼，入眼的便是一面足有2米多宽，正对着大门的镜子。一开门就先看到镜子里不太清晰的人影，温言被吓了一跳。那镜子距离大门也就2-3米远，但不知为何他被吓了一跳，看着镜子里他也被吓了一跳，他却感觉这镜子里的倒影好像有延迟似的。这边是员工守则，你记好了。馆长的声音将温言的注意力拉回来，指了指侧面挂在墙上的员工守则。温言还以为是类似用户协议之类的东西，没想到看到第一条，他的神情就有些古怪。1. 禁止在单位讲鬼故事，不准提鬼字，违者满3次辞退。鬼字还是被 X 替代的。员工守则也要和谐。再看后面。2. 禁止燃放任何烟花爆竹，有家属私自燃放时，立刻以就近的阻燃装置倒扣，然后立刻通知保卫科处理。3. 禁止任何没有钥匙的人进入老办公楼，违者辞退。温言看着密密麻麻的员工守则，这也太严厉了吧，动辄辞退。温言面色一肃，老老实实的将员工守则重新看了2遍，记在心里。看了10几分钟，馆长才重新露出笑容。走，我再带你认认其他地方。馆长前面带路，带着他继续往里走。快走到走廊尽头的时候，馆长的脸色忽然一变，向着地下看了一眼，脱口而出：拉我回去。喊完这几个字，就见馆长身子一软，直接倒在了地上。上班第一天，馆长就在他面前打出了 GG。温言以前可从没想过会遇到这种情况，他先伸出手摸了摸馆场景动脉，确认馆长没挂，稍稍松了口气。而后他弯下腰，架在馆长腋下，倒着将馆长向外拉，一边歪着脑袋夹着手机打电话。后退了不到2米，他便听到身后有人喊了一声：温言。他回头望去，什么人都没有，但是跟着他就看到长长的走廊尽头，入口处的双面镜子里倒映出一个浑身疯了蜡的骨架，正在急速向他扑来。眨眼间，他隐约已经看到那干尸已经跟他脸贴脸了，顿时感觉到一阵寒意从头贯穿到脚底板，而后便看着那干尸如同幻影穿过他的身体。干尸顿了顿，转过身便顺势扑向昏迷的馆长。馆长身上一缕微光一闪，身上不太合身的西装裂开了几道口子，露出里面一张张老旧的大钞。看到这种诡异的场景，温言心跳疯狂加速，心里却莫名有一种我懂了的恍然，与遇到诡异后的惊恐相融合的感觉。至少看着馆长西装夹层里无缝铺满的大钞时，他能明白馆长肯定不是为了藏私房钱。难怪员工守则第一条就是不准讲鬼故事，原来真有啊！原来有钱还有这作用。在那干尸幻影再次扑向馆长的时候，温言想到了他的梦，眼前这一幕都出现了，那么他那个什么能力应该也不是假的吧？想了一下，他指着干尸幻影喊了出来：我是嫩爹。下一刻，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信息：第一固有能力我是你爹，当前进度1%。同一时间，干尸幻影停顿了下来，缓缓转身看向温言。那闪烁模糊的幻影在温言眼中飞速的变得凝实，化作一尊狰狞恐怖的蜡干尸。干尸干瘪的眼眶里骤然燃起2道红光，僵硬的脸都在微微抖动，化作了暴怒的狰狞。伴随着呵呵的低吼声，干尸幻影的速度再次攀升，直接撞到温言身上。一回头便见到那干尸幻影似是失去了理智，眼眶里冒着红光，如同野兽一般不断的撞入，不断的撕扯。温言摸不到那干尸幻影，干尸幻影也摸不到温言。他站在原地，就这么看着疯狂的干尸幻影持续的发狂，他不停的打冷战。
我又不是你杀父仇人，冤有头债有主。你听到关键词后，干尸幻影愈发疯狂，一副不把温言撕碎绝不罢休的架势。温言想跑，可身体像是冻僵了一般，有些麻木，脸都变得煞白。几分钟之后，馆长悠悠转醒，睁开眼便看到温言脸色惨白，眼窝发黑，冻得直打哆嗦。那干尸幻影正在对着温言疯狂攻击，只是全程连温言的毛都没摸到，甚至连馆长苏醒了，那干尸幻影都没有看一眼馆长。馆长微微睁开一点眼睛，机警地向着周围扫了一眼，他看着眼前这种古怪的情况，唉声叹气。阴沟里翻船，丢人了。他低头看了一眼身上裂开的西装，将西装脱掉，在那干尸幻影再次冲出的时候，将西装抛出。西装旋转着，将那干尸包裹住，微弱的光华在西装上频繁闪耀，干尸身形扭动着，颤抖着，如同触电。可是他的眼睛却还是一直盯着温言，根本理都没理馆长。眼看西装上闪耀的光晕飞速减弱，馆长沉着脸，引他到里面，快！馆长一开口，温言瞬间就想到了刚才馆长扑街的事，里面有什么东西让馆长扑街，也能让这个干尸扑街吗？他倒是想跑，可是他感觉已经冷到手脚麻木，压根跑不起来。馆长走到干尸身后，大手一挥，抽在西装上，让西装裹着干尸幻影向温言飞去。温言看着裹着西装的干尸飞来，一咬牙，伸出双臂，将被裹着干尸的西装抱在怀里。而馆长紧随其后，迈步上前，一脚踹在温言的屁股上。温言借力就地一滚，抱着西装往里面翻滚而去。但只是滚出去2米，便见那发狂的干尸幻影化作一道青烟消失不见，只剩下西装落在地上。温言捡起了馆长的西装，馆长盯着地面，看着温言越过线也毫无反应，不禁露出一丝笑容。拿回了西装，馆长也不穿了，将其折起藏起来露出的大钞。阴沟里翻船了，我也没想到这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的，还会这种以假乱真的幻术。本来准备等等再给你说这些的，毕竟是工作需要。这条线后面就是老兵库，除了守夜的老王，谁都不准进去，不然越过线就会昏死过去。你们年轻人接受能力强，应该能听明白我说什么吧？你是不是还想问你为什么不会昏迷？用老话说，你是无魂之人，却还是活人，但这个是传说故事里的说法。按照那些记载来说，应该是你的灵魂完全与身体融为一体，无法分离，大概等于天生没有魂的座位，所以就不会被抢座了。你懂了吧？温言心里还有那么一点失望，他大概明白为什么昨天只是跟几个人见了一面，随便问了点问题，就立刻被人带着签了一堆文件，火速入编。原来不是他履历好，也不是这里太缺人，什么人都要。温言哆嗦着离开老楼，外面太阳已经彻底升起，他坐在院中的椅子上晒着太阳，渐渐感觉到一点暖意。他琢磨着馆长口中的无魂之人，想到了他的梦，他是无魂之人，他的魂被那个噬魂兽吞噬了吗？温言回到家，立刻开始搜索各种不正常的事情，可惜他找了半晌，都只是一些一言假的只言片语。好不容易找到个看起来很真的，看到最后的时候，发现了一行字：想看后续，请登录中点中文网搜索。温言有些无语，他放弃了找这些不靠谱的，转而开始搜索跟德城殡仪馆有关的东西，至少人员配置这些都是可以直接找到的。馆长叫何健，已经在这里干了大半辈子。温言找了找馆长口中的老王，目前是没有一个姓王的，找到去年的历史记录时才找到一个姓王的，但已经去世了。至于其他的能找到的资料，有价值的不多，比如标注了逃生通道的消防疏散地图，确认了现在的德城殡仪馆扩建过2次，他遇到鬼的那栋楼是最早的办公楼，如今的办公楼已经是新建的。温言想找到一些不正常的事情，却只有一点点没头没尾的传闻。温言关了电脑，摇了摇头，算了，还不如以后直接问馆长。他现在可以确定，他在梦里回来的路上的确遇到了噬魂兽，而且的确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于他当天不选一个职业就没法离开，8成也跟噬魂兽出现有关。只不过神州内外各地都没有大量死亡的情况出现，各种新闻也好，自媒体也好，不断寻找，能寻找到的也是某地山洪爆发，某地小地震，某地化工厂泄漏等等，但都没有个位数以上的人员伤亡。偏偏他熟悉的不少美味佳肴却都失去了灵魂，而且所有人都没觉得不正常，而他自己也成了无魂之人，因为之前他真切感受到过他的灵魂被吸取，他肯定不是天生的无魂之人，所以噬魂兽肯定有，而且那家伙对于灵魂的定义出了点偏差，每时失去了灵魂，起码还能加回来，人死了可就什么都没了。要是这么算的话，温言倒是还能接受，世界变得不一样，可能早就变得不一样，只是他以前一直不知道。仔细回忆一下，的确有不少蛛丝马迹，但以前他从来没向着那方面想过。第二天，温言照常上班，跟个混子一样，到处溜达，到处学习适应，更多的时间其实还是找个地方晒太阳。馆长依然没给他安排活，其他2个副馆长也没人管他，他也只在第1天见过其中一个主管行政办公作的副馆长。温言就这么熟悉环境，熟悉同事，过去了3天，曾经梦想的摸鱼班，只是3天他就觉得不得劲了。他没忍住好奇，来到了馆长办公室，他想问问那天在老办公楼遇到的那个是什么，后续是什么。而且他更好奇，老办公楼里的员工守则如此严厉，还有些怪异，以他的经验来判断，恐怕每一条守则都代表着发生过一些事情。可惜在单位混了3天，跟同事都算熟悉了，也没听说过一点相关的东西。唯一听说过的与规定相关的事，便是有个火化部的同事收了家属塞进兜里的红包，被副馆长叫到办公室喷了一顿，给他放了假，让他回家反省去了。温言敲响了馆长办公室的大门，馆长依然穿着那件不太合身的黑西装，在办公室里也不脱。
而且破损的地方也已经看不到了。只是大夏天的，不热吗？温言余光扫了一眼，空调开到了19度。馆长一脸和煦，对温言招了招手：“随便坐吧，正好我有事跟你说。你不是想知道有关那天那个家伙的事吗？正好老王忙别的事，你去老兵库找到89号柜，里面就是我们遇到的那家伙的尸体。他可能是为了他自己的身体，你去把他推到火化部，正好有个豪华炉空闲着。然后下午跟我一起去吃个饭，有个老朋友来了，需要招待下。”温言听着馆长的话，张了张嘴，想说什么，馆长便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放轻松点，那家伙越过了线，已经无了，再按照规定把尸体烧了，走完程序。”温言还想说什么，馆长又笑了起来：“你们年轻人不会还害怕吧？要不我陪你一起。”离开馆长办公室，温言叹了口气，馆长还真的只是客气一下，他其实真的挺想让馆长给带路。他当然也知道馆长越过线就会扑街，上次亲眼看到了。走到楼下的时候，馆长打开窗户，又不放心地叮嘱了一句：“记得先看员工守则。”温言一路来到老办公楼，穿过长长的走廊，跨过了走廊尽头的线，才看到尽头还有一个向下的电梯，一个向下的楼梯。他犹豫了一下，顺着楼梯走了下去，一路来到地下。地下一层的大门旁边有编号1-50，继续向下走，到了地下2层，编号51-100。大门紧锁，他拿出馆长给的钥匙，插入钥匙孔之后，果然打开了大门。森寒之气扑面来，里面除了几个简易推床，就只有一排不锈钢柜子，每个柜门上都印刻着编号，再以红漆描了一遍，很普通，跟以前见过的没多大区别。温言刚想客套一句打扰了，脑海中就浮现出刚看了好几遍的员工守则，禁止在有遗体的工作间说话。温言戴好口罩，穿好手套，一路来到89号柜，将里面的遗体拉出来，确认文字信息，再看打开尸袋，就看到里面一具已经蜡封的干尸，这是至少已经在这里存放了10年以上了。蜡尸跟他前几天遇到的那个幻影一模一样，只是没那么狰狞。好了，彻底确认身份了。他拉好尸袋，推着平板床离开老兵库，锁好门，乘坐电梯上来，一路安稳，什么情况都没有，甚至心里也并没有太大压力，也没感觉到恐惧。他非常确定这里躺着的绝对只是尸体而已。等到看着蜡干尸被推进了那个所谓豪华炉，温言才莫名松了口气。这个时候才恍惚间想起来，这好像是他进单位之后亲自送走的第一个客户，应该算是吧。过了好半天，有人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才回过神。来人50多岁，面容黝黑，穿着蓝工服，手握烟盒递到他面前。习惯就好。温言犹豫了一下，抽出一支，跟着一起来到外面。看着对方吞云吐雾，温言没头没脑地问了句：“张叔，这里很常见吗？”“不常见。”张矿很自然回了句，他知道温言想问什么。“你要是觉得不习惯，就来火化部吧。到了这，从家属到领导都很好说话。万一遇到那种不太安静的客户呢？”张矿抽了口烟，呵呵笑着：“那就开猛火。”又混了一天，温言觉得挺爽，总共上了没几天班，基本都是在摸鱼。下了班，温言刚走到前院，便看到馆长从办公楼上走了下来。“走，我一位老朋友调到了隔壁端州，以后说不定有业务上的来往，顺便给他接个风。”“馆长。”温言其实想找个借口说不去。“一起去，这家店的菜有温补阳气、祛阴退邪的功效，能帮助你恢复。你这几天晒太阳有出汗吗？”温言无言以对，他这3天闲的没事，跟个混子一样，天天除了去同事那混脸熟，就是坐在院中晒太阳。晒太阳的时候，的确只是感觉到暖暖的很舒服，一点都没觉得热。要知道现在可是8月天，他当然知道这不正常。馆长自己开着一辆老旧的手动挡，开车前还绕着车巡视了3圈，一边巡视一边轻轻拍了拍车辆后盖。开车上路，车速也全程都在40到60之间。“小温，几天时间，我看你似乎接受能力挺强的，也没打算辞职。那我就跟你说一下你，咱们单位目前就你一个人能进老兵库，后面要是有需要，就只能你进去一趟。不过那地方可能1-2年都不需要去一次。等你熟悉的差不多了，你想要去哪个部门，可以看你的意见。你要是不想整天待在单位，那跟着出外勤也行，听馆长安排。”温言当然不会真的把这话完全当真，再说了，他才刚来几天，都还不太熟悉。你最近最好小心点，这边差不多查清楚了，之前那家伙应该是趁着1年前出现的空档潜入进来的，已经在老办公楼潜伏了1年以上了。但那家伙怎么潜入进来的，现在还没查清楚。后座上是你的工服，刚做好的，你平时可以穿上，算是员工福利。温言到了声谢，也没好意思现在就拆开看看，只是看样式跟其他同事的工服差不多。一路从偏僻的郊区来到城里，车辆在一家路边的私房菜馆停下。温言抬头望去，模模糊糊能看到菜馆的招牌上隐隐有一层微光闪耀，再看那灯带，融合那微光变成了一道符箓的形状。走吧，我那老朋友已经到了，你尽管吃就行，都是老熟人，不用客套，也不兴劝酒那一套，时代变了，你放轻松点。馆长贴心地安抚了一下温言，笑呵呵地迈步进入菜馆。温言走出2步，忽然感觉到后背生寒，那一丝寒意让他特别熟悉，就是前几天被干尸幻影穿体而过时所产生的寒意。他回头望去，马路上稀稀拉拉的车辆不断穿梭，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一个人也没有。他环顾一周，看向马路对面公交站上的广告，他盯着广告上的人像，忽然就见那人像缓缓地露出微笑，而后笑容越来越夸张，嘴角缓缓咧到了耳朵根，让2侧脸颊都随之撕裂。下一刻，他一眨眼，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温言沉默了一下，快步追上了前面的馆长。馆长，他压低了声音，飞速将自己刚才看到的事情说了一遍。馆长，我这是不是幻觉？馆长面色一肃，走到门前，
望向马路对面的广告牌，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就在德城北老菜馆对面的公交站。挂了电话，馆长拍了拍温言的肩膀，颇为赞许，做得很好，下次也要及时说，不要当成自己的错觉。一般遇到这种事，自认为是眼花的、错觉的，很多都没什么好结果。你记住了，这种事没有幻觉，一般情况下能毁掉的就不是幻觉。走吧，我们先去吃饭，你最近阳气是有点弱，得好好补补了。跟着馆长上了2楼包厢，里面已经有个中年男人在里面。俩中年男人一顿中年男人式的寒暄，馆长才给介绍了一下，这是我们单位新来的小温言，而后又给温言引荐，这位是老蔡启东，现在调到我们郡工作了，现在是本郡烈阳部的新部长。我们平时也会配合烈阳部处理点事件收尾的工作。一番寒暄，这边刚开始上菜，就听外面砰的一声闷响，火光紧随其后。三人立刻站起身，来到窗边向外望去。一辆小轿车撞到了对面公交站的广告牌上，大火已经引燃。温言一脸愕然地看向馆长，心里震惊不已。好家伙，处理得这么快吗？还是以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然而馆长面沉似水，飞速地给蔡启东说了一下刚才的事。真是找死！蔡启东冷笑一声，从2楼一跃而下，3两步便冲到燃烧的车旁，一拳打碎了驾驶室玻璃，单手将里面不知生死的司机拎了出来。过了几分钟，消防车赶来，扑灭已经彻底燃起的大火，又有救护车带走了司机。蔡启东重新回到菜馆，应该是意外，后面有人会处理，不用管了。哈，馆长笑出了声，对，吃饭，再不吃菜就凉了。温言倒是想问一下，现在他再傻也明白，这压根不是哪个部门来处理的。他有些不安，感觉上了贼船。他想到了前几天遇到的那个干尸幻影。馆长说，那家伙是为了去老兵库拿到他自己的尸身，而现在能进老兵库的就只有温言这个新人。再联系了一下，馆长说现在还没查清楚那家伙怎么混进去的，今天又遇到了广告牌上的人对他笑。温言就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还有别的家伙想要从老兵库里带出来什么？是不是他能进老兵库的事已经被某些家伙知道了？满心这种问题，以至于他都没心思在意这顿饭菜极为美味，吃了之后能让他微微发汗，腹中暖暖的。吃完饭，馆长顺路把他送回家。回到家，他打开塑料袋，拿出新的工服，一件黑色的马甲，一件黑色的外套。他用手一摸，一种熟悉的触感传来。他将马甲翻过来，用手电照了一下内衬，隐约看到里面一张张就大钞。温言想了想，立刻将这件丑了吧唧的马甲穿在身上。馆长还真没说错，这真是福利。穿上工服，多少有点安全感了。他可是亲眼见过馆长的西装外套的神效。几个小时之后，温言退出游戏，关了电脑，正准备洗漱睡的时候，看到鱼缸里的金鱼贴着水面吐泡泡。他给金鱼喂了点鱼粮，刚准备将鱼粮放下，就听到一声，就这，我都饿一天了。温言微微一顿，看向鱼缸，金鱼游在水面附近吐着水泡。看什么看，我还没吃饱。金鱼再次抱怨了一声，便见温言忽然拿起小抄网，将金鱼捞出来丢在地上，一脚踩死。他这人特别听人劝，谨记着馆长今天的教诲，所有你觉得是幻觉的东西，最好都别当作幻觉，能被弄死的那就绝不是幻觉。看着被踩扁的金鱼一动不动了，再也不说话了，温言微微松了口气。这时他的电话响起，馆长打来的。喂，馆长，小温啊，你没事吧？你出现幻觉没？你最好来一趟医院，今天下午吃的菌子没做熟，有毒。什么呀？谁也没想到一个做菌子30年没出过问题的大厨会没做熟，这翻车翻的，他还嘴硬得很，非说自己30年都这么做的，肯定不是他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吃别的东西中毒了。挂了电话，温言有些懵，低头看了看地上被踩扁的金鱼，竟然倔强地昂起半个脑袋，歪着嘴嘲讽：老弟，菌子好吃不？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温言面无表情地看着床尾的小桌板，上面3个3寸高的小人正在欢快地起舞。跳着，其中一个小人在侧面一拉，又有一个小人凭空出现，4个小人手拉手继续跳舞。温言盯着新出来的小人，我是嫩爹。小人没有理他，继续跳舞。温言心说，不理我，肯定又是个幻觉。一旁的小护士拿着新的吊瓶给温言换瓶，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相比之下，温言这症状已经算非常轻了。温言的旁边，何健和蔡启东一人一张病床，也在这挂水。当护士离开，关上门之后，蔡启东立刻一脸晦气的长叹一声：我就不该跟你一起吃饭，我就知道你这么帅，肯定要连累我，这事也能赖我？查清楚了吗？到底什么情况？何健拍着大腿大声反驳，就是那语气多少有点底气不足。已经在查了，现在可以确定的是，那位老师傅肯定不是故意要给我们下毒，要是想下毒，往里面加点剧毒菌子不是更好？那什么情况？这边的人基本确定他是真觉得他的烹饪没问题，肯定是有什么东西影响到他了，但我们的人测试到现在也没发现他有被影响到的痕迹，而且菜馆里所有的东西也都没有异样。正说着，蔡启东的电话响了，他接了电话之后眉头紧锁。几分钟之后，出事了，现在可以完全确定我们中毒是意外，没有人要针对我们。出什么事了？何健立刻坐起身。目前为止，周围3州之地已经有6家滇菜馆里出现了中毒事件，而且不是个例。做菜的厨师都是做菌子至少20年的老师傅，他们也都不认为自己出错了，而且我们也没有找到他们被什么东西影响到的痕迹。可他们的认知却都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偏差，让他们重新去做，做出来的依然是没有完全去除毒性的。事实摆在眼前，让他们重新看指南，重新调整，重新炒，他们却又能根据经验迅速调整，炒出来无毒的。
事后他们纵然知道这样做才能无毒，却依然会陷入到纠结和自我怀疑之中，依然会认为之前的烹饪方法才正统。温言在旁边听着，越听越觉得有种熟悉感。这种失去了却还能补回来的特征，一如那位天府菜馆的胖厨子。那家天府菜馆，温言又去了2次，老板看在钱的份上，让厨子按照他说的方法做了1次。再次去时，菜馆里就多出来一个颇油版本的水煮牛肉，让顾客自己选。温言越想越觉得就是噬魂兽。他之前还觉得噬魂兽不吞噬人的灵魂了，只是吞噬点美食的灵魂，那是真的能接受。但现在看来，只是吞噬美食的灵魂也是有可能会出事的。幸好这次中毒不深，也没去吃河豚之类的东西。温言心里琢磨着该怎么把他知道的一些事情，以比较合适的方式告诉蔡启东。蔡启东是本郡烈阳部的头头，按照馆长的说法，烈阳部便是处理所有异常情况的部门，例如上次在德城殡仪馆里遇到的那个干尸幻影，就是烈阳部管辖范围内。而德城殡仪馆除了承接普通人的业务，也会辅助烈阳部来处理一些需要焚化的异常，包括但不限于各种有实体的尸体、可以被焚毁的物品、封印着无实体异常的封印物等等。只是要怎么说就有点麻烦，他又不想说我做了个隐梦，梦到个噬魂兽，也不想万一因为他的隐瞒让不少无辜的人死去。正琢磨着呢，蔡启东看着眉头紧锁的温言，温言，你觉得呢？啊，温言抬起头看向蔡启东，在他眼里，蔡启东的脸上像是被七彩霓虹灯照耀着，2个小人蹲在他的额头上拉着七彩的屎。温言有些不忍直视，表情便秘。蔡启东也不问温言看到了什么幻觉，继续问，你觉得现在这情况可能是什么？随便说，集思广益，没有什么对错。温言看向馆长，馆长对着床尾点了点头。小温，你尽管说你的想法，年轻人的想法跟我们这些老家伙肯定不一样。我感觉像是失去了灵魂。馆长和蔡启东俩中老年一头问号。就是年轻人的说法，就比如最近网上很火的那首歌，主唱都唱破音了，但这个破音才是这首歌的灵魂。再具体点我也说不清楚了，就这么个感觉。蔡启东其实还是没有完全理解，只是他看着何健若有所思地盯着床尾，一脸严肃。蔡启东也点了点头，先把温言的想法记下来。当天晚上，蔡启东确认了问题不是太大，便出院离开，太多事情等着他处理。回到了总部，蔡启东坐在办公室部署安排工作。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里就会有吃菌子中毒的新闻出现，然后会附带如何烹饪才不会中毒的方法。本郡所有人也都会接到短信提醒，明天早上也会有相关的部门进行线下巡查。等到开完会，蔡启东看着日程，还有待处理、待跟进的事项。第一优先级的便是噬魂兽，下面还详细标注着当时的借助奇物得到的提示。特性1：吞噬灵魂。蔡启东看着这行字，对自己的新秘书招了招手。小宋，网上的年轻人经常说的那个灵魂是什么意思？蔡启东照着温言的说法解释了一下。年轻些的秘书果然秒懂，给他找到一个视频，是一个乐队的歌。他一听，果然主唱都破音了，但是弹幕上却刷出一堆破音才是灵魂。蔡启东这下彻底理解了，唱副歌的时候，为了表现出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破音反而不是缺点，而是非常契合的点睛之笔。他看着桌上文件第一页的内容，手指在灵魂2字上轻轻敲击。小宋，你说这个灵魂是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灵魂？部长，您是说？秘书有些愕然，结合蔡启东刚才说的是，他能理解蔡启东指的是什么。蔡启东面沉似水，似是在自言自语。噬魂兽肯定已经降临，我们绝对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如今还没有找到，也没有发现异样，只可能是我们没有找到异常情况。我们没有如同当年南半球的人那般轻敌大意，依然没找到任何痕迹，那肯定是我们的方向错了。无论如何，任何有可能的方向都不能随意略过。通知下去，开会，让部里的那几个年轻人都来，不准缺席。半个小时之后，蔡启东都没出会议室，在这里继续挂水，跟总部的人视频会议。等到其他被叫来开会的人看到这一幕，也没人敢抱怨了。蔡启东面色肃穆，敲了敲桌子：“你们都知道我来到这里的任务是什么，我也豁出去老脸，去其他部门那打过招呼，必要的时候会有助力。现在看看你们面前的资料，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我们理解的灵魂是不是与提示里的灵魂的意思完全一致？畅所欲言，想到什么就说。”1个小时的会议结束，被打开了思维限制的众人重新查看那份提示，各种思维碰撞，得到推测方向就越来越多。会议结束，蔡启东敲了敲桌子，结合今天预定好的行动，将其扩大，优先对其他厨师也展开调查，看看他们有没有出现类似今天那几个厨师的情况。至于其他几个方向，都同时安排人追查，有任何异样，第一时间汇报。温言被那些不知疲倦，在他面前跳了一晚上舞的小人吵得一晚上睡不着，也不知是拉了几次，挂了水，稍微好点了，还是中毒不深，症状减轻了。天亮的时候，跳舞跳到腿都断了的小人们，手拉着手，唱着百感感红伞伞，退入了那看不到的大幕里，消失不见。他闭上眼睛，迷迷糊糊的睡着。这一觉睡到被尿憋醒，睁开眼睛，外面的天都黑了。旁边的何健也已经离开，隔壁俩病床上已经有一张来了新病人，正在睡觉。温言琢磨着，应该是何健和蔡启东蘑菇吃的少，这俩在那酗酒吹牛逼，要不是蔡启东说不喝酒，这俩中老年8成得喝高兴了。3个人里，只有温言是真去吃饭了，一盘蘑菇，他一个人吃的比其他来人加起来还多。他在枕头下摸了摸，手机已经没电，外面漆黑一片，透过房门上的玻璃看向外面，走廊上也已经关了大灯，只剩下夜灯。温言摸了摸自己的空荡荡的肚子，拿着没电的手机，准备先去护士站借个充电器。推开病房的门，外面非常安静，隐约能听到什么机器的滴滴声，还有一种似有似无的嗡嗡声。
温言握着手机，一路来到护士站，抬头看了眼上面的灯牌，上面显示的时间已经到了半夜2点。温言摸着肚子，心说难怪他被饿醒了，这一觉从天亮睡到天黑，又睡到了半夜。护士站里只有一个穿着粉色工服的护士，正趴在工作台后面的桌子上休息。温言四处张望了一下，也没看到第二个护士，他伸出手轻轻敲了敲工作台。他轻轻的敲击，声音却远比预想的要响得多，咚咚的声音在寂静的走廊里回荡。那个趴在桌子上休息的护士被惊醒，缓缓的抬起头，温言顿时被吓了一跳。那护士的左边脸画着精致的妆容，眉毛精修描绘，眼皮上似乎还贴着双眼皮贴，微微泛着自然红润的腮红，唇彩也是水润自然的颜色。只是他右边的脸的上半部焦黑一片，如同已经碳化，从嘴唇右边到苹果肌后方的位置，碳化的皮肉开裂，泛着暗红色的血肉翻卷开。随着护士自然而然地露出笑容，他脸颊上快要贯穿到耳朵的伤口持续裂开，笑得露出了后槽牙。只看左边脸的话，笑得还挺甜的。温言眼皮跳了跳，就镇定了下来。他从昨天开始什么没见过，跳舞跳到腿都断了，却还是不知疲倦，能继续唱歌跳舞的诡异小人。别说半边脸不正常了，蔡启东的霓虹灯七彩脸他都见过，还有墙上浮现出的大嘴，足有半米多高，嘴里的牙齿在打架，其中一个后槽牙还把一颗智齿给打歪了。窗外比楼还要高的巨型蘑菇，还有一个飘在窗外，看着那巨型蘑菇唉声叹气了一会就消失的老大爷。开始的时候他还在不停地以我是你爹试探是不是幻觉，时间长了他都懒得再试了，嘴皮子都酸了。而且在外人看起来脑子多少有点问题，万一遇到真人等于开了嘲讽技能，强行拉仇恨。如今再看到这个也就被吓了一跳而已。温言面色如常，甚至还多看了2眼，看到护士的一颗智齿似乎是被蛀了。他的胸前挂着胸牌，上面写着王鑫，看他的工服颜色应该是来实习的。美女，能借我个充电器用一下吗？我手机没电了。蛀牙小护士跟温言对视，看着温言眼神似乎有些奇怪，他伸出一只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手指在娇滑的脸颊上划过，一缕缕黑粉不断飘落。他的另一只手随手在旁边扯出一个3头的充电器放到工作台上，然后微微昂着头，带着一丝微笑看向温言。我的脸上有什么问题吗？你的妆有点蹭掉了，世上大白加一个大叶，时间长了吧？我看你皮肤挺好的，也看不出黑眼圈痕迹，其实上一点清爽的妆就挺好。蛀牙小护士听到这话微微一怔，立刻露出一个惊讶的笑容，那笑容明显跟刚才公式化的笑容不一样。呀，你还懂化妆啊？啊，温言没来上班之前就了解学习过，到了单位也跟遗体处理部的同事讨论过，尤其是入殓间，各姐姐很是热情，还送了他一管自制的润唇膏。此时此刻温言多少有些理解入殓间那个同事了，他8成是很久都没跟活人讨论过给活人化妆的事情了。温言此刻也不好意思说，我了解最多的其实是给死人化妆，还是稍稍了解过一些的，只是嘴上说说，上手不行。蛀牙小护士带着露出后槽牙的甜甜笑容给温言道谢，然后又继续问，那戴口罩老是容易脱妆怎么办啊？补妆喽？哦，估计你们不太方便，那就换成质地轻薄点遮瑕强的粉底液，用粉底刷清扫，加上用带珠光颗粒的底妆气垫代替散粉定妆，就算脱妆了，痕迹其实也不明显。温言琢磨了一下，继续认真打量着蛀牙小护士。其实我还是觉得你看起来是那种天生黑眼圈不明显的人，皮肤也好，也年轻，做好保养就行，平时稍微点个淡妆，补个唇彩，不用像其他人那么麻烦，就有非常好的效果。哪有啦？蛀牙小护士又笑得露出智齿，眼睛都笑弯了，脸上碳化的粉末随着笑声噗噗的往下落。正逗着蛀牙小护士呢，温言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索性直接借护士站的插座，直接冲上了电。我先充个电，叫个外卖，1天了。哎呀，叫什么外卖啊？我这有吃的，你先垫一垫，现在都关楼门了，外面人进不来的。蛀牙小护士在工作台下拿出2碟子，一个上面摆着几个小面包，一个摆着几块绿豆饼。这是别人送我的，你先垫垫吧，我不喜欢吃甜食，会长肉，你吃了吧，正好别浪费了。那多不好意思，吃吧，吃完赶紧去休息吧，晚上不要乱跑了。那就谢谢了。温言饿了一天，又拉了半天，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拿起一块绿豆饼就吃了起来。他在这边吃，蛀牙小护士还贴心的用一次性杯子给他倒了杯纯净水，一边聊一边吃，不一会儿绿豆饼就被他吃完了，小面包也只剩下一个了。蛀牙小护士看着温言吃得开心，聊得开心，把最后一个小面包也给温言，赶紧回去吧，一会儿巡查该来了。小护士似乎有些怕他的领导，温言琢磨着，要是被医院领导看到他在这跟小护士又吃又喝的闲扯淡，估计这实习小护士后面会被骂。他只能带着充电器和手机回到了自己的病房，将手机充上电。他心里还琢磨着，明天早上7点多出门去买点吃的。那时候蛀牙小护士的大爷正好快下班了，请人家吃个早餐，算是礼尚往来。他估计还得在医院住几天才能出院，弄不好他现在觉得精神，只是还没到严重的时候，以后再也不吃菌子了。他躺在病床上，看隔壁病床上的病人睡得呼呼，他也没好意思开灯，手机充了一会儿电了，也还没自动开机。他躺着躺着就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到了半夜3点，病房外阴冷的气息浮现，凝聚出一丝丝薄雾。这一层的楼门打开，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女人走进了这一层。她微微低着头，表情僵硬，眼神阴冷，左手捧一个夹板，右手握着一支笔。她路过一个病房，就透过病房门上的玻璃向里面看了一眼，然后在夹板上看了一眼，继续看下一个病房。她就这么一路走过去，路过护士站的时候，扫了一眼护士站里端坐着一脸严肃、目不斜视的蛀牙小护士。下一刻，便见蛀牙小护士倒飞了出去，挂在墙上。她的右脸上仿佛有火焰在灼烧，
让他半个脑袋都有些变形。炽烈的痛苦袭来，蛀牙小护士却还是咬着牙，强忍着没喊出声。片刻之后，蛀牙小护士跌落下来，脸色清白，一点红润都找不到了。中年女人伸出一根手指，在工作台上轻轻一抹，一点点绿豆饼的碎渣沾染在她的手指上。工作时间不准进食。知道了，主任，以后不敢了。蛀牙小护士低着头，畏畏缩缩地应了句。那中年女人冷着脸，继续往前走。一路走到温言病房时，她透过门上的玻璃，盯着沉睡的温言看了良久，一只手不停地搓着笔，最后一言不发，继续向着后面走去。当她走到走廊里最后一间病房的时候，她的脸顿时变得扭曲，一颗眼珠子从眼眶里掉出来，挂在脸颊上，眼中血丝侵染，难以掩饰的恶意不断溢出。她看着病房里的一张没有人的病床，病床上只有被子散落在那里。她拿出笔，狠狠地在夹板上的文件里打了个勾，转身消失在走廊的尾部。一觉睡到6点多，天蒙蒙亮，温言再次醒来。睡太多，睡不着了。她拿出手机看了看，再看了看周围，没有再次看到什么幻觉，也没感觉到不舒服。她起身活动了一下，准备出去买早饭。走廊上已经有起得早的家属在接热水，也有人已经买了早餐回来。路过护士站的时候，里面也看到了3个白衣护士在忙碌。温言将充电器还回去，道了声谢，顺便还问了句：王鑫护士提早下班了吗？啊，坐在工作台后边的小护士一愣，摇了摇头，我们科室没有叫王鑫的护士啊。倒是后面一个看起来年纪大几岁的护士，听到这个名字之后，转身看向温言，他死死地握住手里的东西，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惊惧，什么都没说。温言也察觉到不对劲了，坏了，不会是一堆幻觉里混进来真的吧？他昨天晚上遇到的那个蛀牙小护士，不会真的不是人吧？难怪他脸上的细节如此清晰真实，跟蔡启东的七彩霓虹灯脸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仔细回想了一下，温言还想再问什么，那个脸色煞白的护士已经快步进入操作间。这时他的余光看到楼层入口的地方，何健带着几个人进来，有俩熟面孔，温言见过2次，是收尸的临时工，还有俩倒是从未见过。几人走到护士站这，何健对温言招了招手：你怎么样了？好点了没？好多了，今天起来已经没幻觉了。温言看着那几人没有停留，继续向着深处走去，不由得问了句：馆长，这是？何健没说，只是带着温言走到走廊的尽头，看着管理的俩临时工进入病房，轻车熟路的在病床边做准备，病床上的人影已经用白布盖住了脸。另外俩生面孔则拿出俩不知道什么用的仪器，进入病房里到处探索。馆长静静地看着这一幕，然后问温言：你昨天晚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温言也没什么犹豫，就把他半夜饿醒后遇到的事情说了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后面我就回去睡觉了。那个实习小护士是不是已经1年前就不在了，而且是在我们这里处理的后事？温言沉默，何健也不说话了，俩人就这么看着，等到这边收敛好，带走病房里的尸体，也没再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温言大概也明白，馆长亲自来，那一定是有可能出现意外。等到人离开，温言这边做完检查，确认没什么大碍，挂完水之后，他也自己打个车回到了殡仪馆里。走到前院的办公楼下，温言还是没忍住，敲响了馆长办公室的大门。馆长，这事由烈阳部的人处理，他们已经追踪很久了。何健一开口就直接给了结论，到底是怎么回事？能说说吗？先坐吧，这事说来就话长了。何健端着茶杯回忆着曾经的事。几十年前开始陆陆续续出现一些怪事，不仅仅是出现那些幻影，也有些人开始出现一些特别的能力，甚至那些古老的典籍里有些东西也开始稍稍有点效果了。再加上还有一些稀奇古怪，我们按照古时候的习惯，笼统的称之为妖魔精怪的东西也慢慢有了苗头。还有一些地方也会出现奇怪的变化，衍生出独特的领域。至于领域，这是烈阳部的叫法，有些人会有不同的称呼。就比如你昨天晚上去的那个医院，你没觉得不正常吗？除了那个小护士，别的倒是跟我住院时差不多。温言说到这，想了想，补了一句，现在回想了一下，有些太安静了，连打呼噜的声音都没听到。那就是一个领域，只是平日里摸不着，看不到，只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人容易进入其中。何健顿了顿，看向温言，比如你若是在那些奇特领域出现的时候，你正好在其范围内，那你就一定会出现在里面。温言看向馆长，有些无言。你早知道那医院有问题。馆长斜了温言一眼，好似看出来温言想说什么。别看我也不知道那家医院还有古怪。1年前那领域出现了3天，烈阳部的人刚查到一点头绪，领域就不见了。那3天里，医院里几百号病人，只有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疑似被领域里的东西带走了灵魂。因为那个病人本就没几天活头了，全靠止痛针顶着，到底是正常病逝还是被害了，已经无法确定。你昨天晚上遇到的那个小护士，也是那2天去世的，只不过当时判定是意外。当时领域只出现了3天就消失了，经过烈阳部研判，这算是规则比较温和、危害性很低的领域。可能是因为医院里去世的人太多，有病人去世时借地利催生出了一个短暂的领域，这种领域很快消失也很正常，后来资料就存档了。但昨天半夜，本地烈阳部的人察觉到了征兆，按照标识特征，就是去年记录过的那个领域，消失的领域又出现了，直到日出才消失。我就跟过来看看。温言这下懂了，不是收尸的事需要馆长亲自来，而是馆长知道他体质有问题，肯定会进入领域，天亮了就赶紧过来看看他是不是挂了。我见到的就是刚才说的，别的基本没感觉到太特别的。那看起来这个领域的规则不是特别的离谱，这事就交给烈阳部的人去处理吧。正常情况，我们只需要配合处理收尾工作，或者暂时不确定的情况，尸体会存放在我们这里。温言还想再问点别的什么，外面又来人了。蔡启东敲响了房门，温言只能给一脸严肃的蔡启东问个好，先行离开。他摸了摸肚子，离开单位，
骑着单位的单车准备去吃点东西。骑了几分钟之后，他忽然看到前方有什么阴影飞速变大，他抬头望去，就见到旁道一棵大王椰上有一片落叶坠落了。他面色一变，立刻跳车向着道旁的泥地里扑去。下一刻就听砰的一声，单车被砸中，溅起的碎片打在他的侧脸，都一阵生疼。温言爬起来一看，掉落的那片叶子估计都有3米长了，单车的大梁都被砸歪了。他抬头看了看，剩下的叶子似乎没有坠落的趋势了。他走上前，试着拎了拎这片落叶，少说也有个30-40斤。他拖着还能凑合骑的单车，转身就往回走。差点被砸死，还去吃什么饭？意外？意外个屁！他昨天晚上才见过那个被判定为意外身亡的蛀牙小护士，现在怎么可能会认为这一幕是意外？他想了想，觉得还是得把这事说一下，拿起手机给馆长打个电话。馆长，我刚才差点被落叶砸死。温言飞速将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馆长有些意外，沉默了片刻。今天就是那小护士的忌日，她的金塔就在安息堂里，你可以去看看。记住了，规则才是最重要的，有事直接给我电话，想做什么就去做。温言还没继续说什么呢，馆长就挂了电话。温言琢磨着馆长的话，馆长什么意思？搁着预判呢？办公室里，蔡启东嘿嘿一笑，怎么？你放心，这小子插手了？我不放心有什么用？从他第一天踏入这个院子的那一刻，我就看出来了，他肯定不是那种遇到事会躲开的人。这几天什么都没让他干，让他自己去选择，他也没有想走，刚才还主动来找我。他自己肯定也清楚，他能进老兵库，天生就是比较特殊的人，他不找事，事也会找他，躲不掉的。而且那领域里的小护士说的话做的事，明显就是提醒他规则，是在救他。那小护士应该是在去年值大业的时候触犯了领域的什么规则，死了依然被困在里面不得解脱。我这种老家伙都能想明白，现在的年轻人接受能力这么强，会想不明白。再说他刚才差点被一片落叶砸死，我就不信他能就这么算了，也不信他会认为事情就到此为止了。蔡启东点了点头，也是，他比较特殊，刚来就遇到有东西想要进大库，我们到现在还没查清楚那个东西怎么混到这里的，以后肯定还会有更麻烦的。这次这个领域目前来看应该不是特别危险，倒是可以让他试试。我这次找你除了这件事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噬魂兽的事你肯定有权限知道吧？我们刚排查过了，附近3州很多厨子都出现了一样的症状，尤其是维州最多。他们有些忘记了烹饪某些菜肴过程中的一些程序，有些忘记了要加的核心材料，但他们还有附近的人都没有人觉得不对的，而且其他地方还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若是之前的理论成立，我们基本可以确认噬魂兽已经降临，而且真的就在附近3州。现在我要从你这借一样东西。温言走着走着就来到了安息堂，这里其实是寄存金塔的地方，3年内都是免费的。之前温言以为是那些买不起墓地的家属会将金塔寄存在这里，了解过后才明白，其实更多的是那些年纪大的人去世之后，其老伴将金塔暂时寄存在这里，等到100年之后再一起合葬。按照本地的习俗，开墓不吉，就很少有一位先下葬，后面再挖开重新合葬。但还是有一些人的金塔被寄存在这里是其他原因，比如还未成家的年轻人横死之后，也会将金塔暂时寄存在这里，3年之后再将金塔带回老家安葬。温言来到这边之后，本来还想找同事看看名册，到了门口只是扫了一眼里面，看到俩头发花白的老人，顺带着就在那俩老人面前的格子上看到了蛀牙小护士的名字。他迈步进入其中，就听到其中一个老人在那低语：星星，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绿豆饼，做了半天才做好，我跟你爸都挺好的，你都走1年了。老太太说着说着就哽咽了起来，一旁头发花白的大爷轻轻揽着老太太，他嘴唇微抖，想要安慰下老太太，最后却什么安慰的话都没法说出口。星星，我们走了，过些日子再来看你。大爷扶着越哭越伤心的老太太往外走。温言看老太太脸色不太好，快步走上前帮着搀扶了一下，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吧。扶着老太太坐下，温言又去给俩老人倒了2杯温水，陪着聊了一会儿。过了10几分钟，温言送俩老人离开，帮他们叫了车，重新回到安息堂。那俩看起来头发都白了不少的老人，实际上才50多岁，中年丧女，还是独生女，打击太大了。此刻在看着摆在那的贡品，绿豆饼、独立包装的小面包，还有几个柑橘。温言在兜里摸了摸，拿出来一个一模一样的小面包，这是昨天晚上吃剩下的，跟这里供着的贡品一样。他再傻也能明白，昨天晚上蛀牙小护士说不让他出去，说外面人进不来，催着他回去休息，其实就是在帮他避开危险。什么不爱吃甜食都是借口，就是想让他赶紧吃点东西，赶紧回病房，避开可能会出现的危险。包括手机充不上电，后面充电了几个小时还没充满，都是因为他在领域里，这都是他当时没注意到的线索。那时候他可不知道有关领域的事情，毕竟周围环境没变，而且他都被吃了毒蘑菇后出现的幻觉折腾麻木了。如今蛀牙小护士出了所谓意外死了，被困在那领域里，他今天也差一点被一片几十斤重的落叶砸中，他可不觉得被砸中了只会受伤，8成会当场嗝屁。温言在安息堂里坐了一会儿，起身向外走去。他拿出手机给馆长打了个电话：馆长，我想弄明白那个什么领域到底怎么回事，有资料吗？你想插手？何健的语气很平静，似是早有预料。我先看看情况再说，要是帮不上忙，我就不逞强了；要是能帮上忙，那还是尽量做点什么。我压根不觉得那是什么意外，就是有东西想要弄死我。再说了，人家请我吃了最好的东西，帮我避开危险。我要是知道了，还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总觉得不舒服。而且最重要的，我想躲，也未必能躲得过去吧。是这样，不知道具体规则，却已经在外面影响到你，
躲的确不是最好的办法。我知道，那行吧，一会儿有人会跟你联系。何健挂了电话，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他看人还是挺准的，不枉他之前跟蔡启东吹牛逼。温言等了1个多小时，手机响起。喂，温言吗？我到德城殡仪馆外面了。温言向着大门外望去，就见一辆黑色的 SUV 停在那里，一个国字脸的壮汉正举着手机对他招手。烈阳部，风瑶。风瑶伸出手，看起来一本正经，配合一张国字脸，以后8成是能当领导。温言，我看过你的资料，上车聊。上了车，关上门，风瑶便拿出一个6-7厘米厚的笔记本电脑，打开一个文件。你想要知道的资料都在这里，不能复制，不能打印，不能拍照，只能你现场看。多谢了。温言静心看资料，上面记录得很详细。去年的时候，维州的烈阳部值守人员界部里的奇物巡查时，意外发现了异常，维州下辖的德城有领域出现的征兆。经过烈阳部的外勤人员第一时间验证，确定是一个会在出现的时候融合现实环境的3类领域。地点是德城第一医院的住院部大楼，在领域出现的那一刻，住院部大楼在外面还能看到，但外面的人没法进入，里面的人也出不来。日出的那一刻，领域会消失，住院部大楼会恢复正常的样子。到了第2天晚上10点半，领域又会出现。当时这个领域出现了3天，但住院部里医护人员、病人、病人家属加起来好几百号人，所有在那3天去世的人里，只有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疑似灵魂溃散。按照相关专业人士的经验，那个病人遭受痛楚折磨几个月了，本就在弥留之际，意识不清楚，数日未曾进食，这种情况本就灵魂孱弱，已经有部分溃散了。若是逝世，8成会立时灵魂溃散。其他在这3天去世的病人，烈阳部也都没有直接忽略，每一个都有详细记录。甚至之后3个月内，在住院部大楼里去世的病人也都有详细记录，每一次都有烈阳部的人及时检查，并没有什么异常。按照烈阳部的划分，按照危险程度、需要重视的程度、需要投入资源的力度，住院部领域被划分为2级。之所以能是2级，还是因为一次能牵扯到几百个病人。若是直接封了住院部大楼，没有合适的、不会引起恐慌的理由，德城其他医院也很难无缝接手那几百张床位。温言看到这，若有所思，难怪前面几个月就听说德城第一医院要搬迁了，新医院的几座大楼都已经盖好。官面上的说法是，德城人口越来越多，在老区的第一医院已经几10年了，无法承载现在的需求。而私下里，温言听其他人说，大多是最大的医院搬到新区，肯定是为了让居民跟着过去，后面其他单位肯定也要跟着到新区。要说这些理由吧，都有一定程度的占比，占比最大的理由，恐怕还是因为住院部大楼的领域。继续向下看，找到了王鑫的名字，他是那3天里唯一一个去世的医院工作人员。记录上的调查结果是因为设备故障，出了意外事故，将他砸中了，然后设备还起火了。虽然火焰当时就被扑灭，没有让火势蔓延，可他却不幸逝世。设备故障也被详细检查，确认了不是人为，的确是意外。但这条记录现在被标注了存疑。而再看烈阳部对领域的推测和记录，这个领域一次能囊括这么多人，但是基本没人察觉到异样，也都没受到伤害，基本确定领域规则是与住院部里所有人的正常轨迹重合，即使不是完全重合，也是趋近于完全重合。晚上10点半出现，正好是熄灯时间，正常熄灯睡觉，一觉睡到天明，什么都不会感觉到。今天早上带走的那具尸体，也由烈阳部的专家检查过了，是灵魂消失了。而且那个人昨天晚上偷偷出去按摩了，到了天快亮才回来。还有监控视频显示，这个人回到了医院，进入了本应该进不去的住院部大楼。按照烈阳部之前的推测，这个人明显跟住院部其他病人的轨迹不一样，他违反了领域的规则。再结合温言给的信息里出现了巡查，这个巡查应该就是这个领域的主导者，而巡查带走了破坏规则的人。眼看温言似乎看完了相关案件的资料，风瑶缓缓开口：按照我们的经验，覆盖人数众多、危害却低的低级领域，大多数时候都有这么个特点，领域的规则越是契合人们正常时应该遵守的规则，破坏规则时的代价也就越高。住院部大楼就是一个典型，这里的病人、职业的医护都可以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平安度过领域覆盖的时间。既然有所谓巡查，那大概率是由领域主导者来执行，某种程度上这算是一个好消息。好消息？是。风瑶点了点头，不知是想到了什么，脸色都阴沉了下来。他沉默了一下，因为没有主导者来执行的领域其实更加危险。烈阳部曾经有一个主力大队，在一个没有主导者的领域里全军覆没。风瑶收起了笔记本电脑，看向温言：我看过你的资料，你才进入德城殡仪馆几天，以前也没有记录，你接触过这种事情，你也没有对应的经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掺和这件事，我个人其实很不喜欢这样，这会增加不可控的变数，有可能增加无谓的伤亡。但新来的部长亲自发话，你又进入过那个领域，后续可能会更容易获得线索，又是德城殡仪馆的人，我只能配合。我想要解决这件事，一切以这个为前提，希望你也能好好配合。若是我觉得你无法配合，会拖后腿，我也会将你踢出去，得罪新部长，我也无所谓。风瑶说得很认真，说完便伸出一只手到温言面前。一切以解决这件事为前提是吗？是，要是你的贡献大，我就无条件的配合你，一切为解决这件事为目标。风瑶说得很认真。温言点了点头，跟他握了握手。他倒是挺喜欢有什么话说在前面，有不满也说在前面，省得憋着，后面干正事的时候闹情绪。而且敢这么直白当面说出来的，应该也不是那种有不满就暗地里坑你的人。不是我想参与，而是我不得不来。我刚才差点被一片落叶砸死，一个所谓的意外。风瑶开着车带着温言一路来到第一医院，然后他给他自己办了住院，而且挂的推拿科。而且风瑶这个挂了推拿科的人住在温言隔壁的病床上，理由非常正当，
推拿科病床少，没病床了，而他只需要白天治疗，晚上睡哪都一样。然后温言才知道，原来可以这么干，10次推拿一个疗程，半个住院就能报销了，而且还真的在规则范围内。问了下风瑶，烈阳部外勤成员的医保是100%报销。温言顿时明白，这家伙如此熟练，肯定没少这么干。进了病房，风瑶便戴着耳机，抱着笔记本，不断的跟后勤支持的人联系。除了他俩之外，后面应该还有其他成员在其他科室，还有人以维护监控的名义在添加各种东西，而且所有程序都毫无问题。风瑶整理更新资料，全部弄完之后，看向温言：我这里有新整理出来的资料，做了新的推测。若是你白天遭到的意外不是意外，那肯定是你触犯了什么规则，白天也不准出去，不能100%确定的都不能排除。不过更可能的是昨天晚上。温言皱眉思索，一时半刻还真没想到，总不至于是在护士站吃点东西也违反什么规则吧？想到这，他忽然想到，那是不是当时他敲工作台时发出的声音太大？这个暂时无法验证了。按照风瑶手里最新的资料，他一次没死，大概率不会因为同一件事遭受2次打击。到了天黑的时候，风瑶跟温言吃完病号餐。今天主要是收集信息，我们不能冒险，也不能弄出大的动静，因为这里还有其他病人，如果没法找到解决办法，就暂时等着，稳妥为主。等医院搬迁，再拆了这栋楼。温言第一时间想到了这个。到了那一天，若是还解决不了，炸了这栋楼也不是不行。温言无语了。入夜，外面的声音渐渐熄去，到了10点半，走廊的大灯熄灭，只剩下夜灯，房间内的灯也忽然熄灭。一种奇怪的感觉在温言心中升起，明明周围没什么变化，他却感觉到换了个环境，一种压抑的死寂感涌上心头。他向着右边病床望去，刚才还抱着笔记本跟他说话的风瑶已经躺下，呼呼大睡了起来。黑暗之中，透过窗外的朦胧月光，隐约能看到最里面那张病床上，刚才还没有人呢，现在忽然就多了一个人在那里呼呼大睡。温言默不作声，拿出手机对着那人拍了一张照片。他走到风瑶身旁，轻轻拍了拍风瑶的脸，风瑶毫无反应，扒开他眼皮看了看，他明显是度过了快速眼动期，已经进入深度睡眠了。温言也不意外，白天风瑶已经给他说过了，去年来探查情报的人也是如此。今天风瑶还带了别的东西护身，又服用了烈阳部的药物，没想到还是1秒入睡。按照他们的推测，所有病人在进入领域之后都会这样。牵扯到这里好几百号病人，他们也不敢做太冒险的举动，只能走正常程序办理住院，以病人的身份进入这里。不以病人的身份进入，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一切还是稳妥点，先搜集情报。若是没法快点解决，那还是宁愿根据现有的规划，顺势搬迁第一医院，后面再放开手脚。温言能加入进来的最重要的理由，便是他可以在熄灯之后，在保持病人身份的同时，还能出门晃悠，这是非常正当的理由。温言轻手轻脚地打开房门，向外面悄悄看了看，外面已经是死寂一片。之前还能听到的哼唧声、呼噜声、厕所里的冲水声尽数消失不见，只有似有似无的嗡嗡声在持续。他走出了病房，轻步走向了护士站，顺便透过病房门上的玻璃看了看其他病房，里面漆黑一片，隐约能看到有些病床上躺着的人，但数量比熄灯之前要少得多，证明不是所有病人都会被拉入领域里。他一步步走到护士站，尚未走到，便看到坐在工作台后面的蛀牙小护士，只不过他的气色不是很好，一脸死人相，右脸不但焦黑碳化，右边的脑壳都有些微微凹陷了进去。王鑫也看到了温言，他有些吃惊，连忙站起身，伸长着脖子向着科室入口的方向望去，透过玻璃没看到外面有雾气浮现，他才长出一口气。晚上好。温言面带微笑，挥了挥手。你怎么又出来了？熄灯之后不要出来，赶紧睡觉去。你今天的气色很差，没化妆吗？温言趴在工作台上，随口问了句。你小声点，赶紧回去，巡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要是被发现，我们都惨了。王鑫压低了声音，有些焦急。我在德城殡仪馆工作，今天见到你爸妈去看你了。啊！王鑫微微一怔，这才明白过来，温言知道他身份了。他犹犹豫豫了半晌，才问了句：他们二老还好吗？他们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绿豆饼，还买了小面包和柑橘，他们很想你。王鑫沉默了，表情有些复杂，有悲伤，有无奈，也有痛苦。你快回去吧，巡查来了，你会有危险的。他昨天已经带走一个人了。我有些事想问问你，有关这里的情况，你知道多少？可以把能说的告诉我。主任会来查房，被当场抓到，晚上跑出去的病人一定会被带走，不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也会被带走。要是被主任发现你熄灯了还出来跑，你也会有危险。温言点了点头，倒是跟烈阳部的人根据现有信息推测出来的情况差不多。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我值大夜的时候趴桌子上眯了会，被主任发现了，便被带到了这里。果然不是出意外。是出意外，但是因为大夜的时候眯了会，被抓到了才出的意外，然后我就被带到了这里，一直上大夜1年了。温言点了点头，跟他想的一样。烈阳部之前的调查可是非常确定是纯粹的意外，现在可以非常确定，这里的规则在领域消失的时候，还能影响到外面的某个违反过规则的人。但跟着他就捕捉到另外一个关键点：1年了。你这1年天天都在这里吗？天天都在这里值夜班，除了昨天晚上，上一次有人被带走是什么时候？温言立刻想到了这个关键点。别的科室我不知道，这里上次有人被带走是3个月前。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不清楚，名单在主任手里，但是我记得那个人的嘴有点歪，脑袋侧面有一道大概5厘米长没长头发的疤。温言眉头微蹙，感觉事情远比之前知道的严重了。那个什么主任巡视的时候是有规律的还是随机的？一般情况下是有规律的，
大概3点能巡视到这里，不过也不一定。俩人正说着，王鑫的表情顿时变得惊悚。他向着楼层入口的地方看了一眼，透过玻璃，隐约已经能看到寒雾升腾。快回去，主任来了！森寒之气迅速在窗户上凝结，一缕缕雾气从门缝下溢出，进入到这一层里。温言转身就走，飞速进入病房，轻手轻脚地关上房门，睡到自己的病床上。随着雾气溢出越来越多，走廊里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个阴着脸、穿着白大褂的中年女人，一手托着夹板，一手握着笔，无声无息地飘来。阴冷死寂的气息覆盖开来，化作一种让人窒息的气场。温言向着右侧望去，旁边病床上的风瑶睡得死沉。月光的照耀下，温言看到了最里面那张病床上的人，已经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他的眼中满是惊恐和绝望，他张大着嘴巴，表情都因为恐惧和痛苦有些扭曲。只是看到温言，便仿佛听到了凄厉的惨叫，偏偏那人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忽然，似有似无的阴寒冷意混杂着如同尖针一样能刺痛他的恶意袭来，他脑海中开始浮现出那人痛苦绝望的哀嚎，哀嚎到嘶哑，却还是无法忍住的哀嚎。他看到那人眼中的绝望和痛苦，骤然被浓得化不开的恐惧淹没。温言缓缓地转过头，便看到房门的玻璃上紧紧地贴着一张变形扭曲的脸，那脸仿佛腐烂掉了一般，一颗眼球挂着血肉，掉出眼眶，血色的眼球里饱含恶意地盯着他。温言汗毛炸立，全身肌肉骤然一紧，被吓了一跳，但他还是立刻控制住自己，咬着牙一言不发，也没有惊叫出声，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这几天又是撞鬼，又是烧干尸，又是吃毒蘑菇，一整天看到的全是各种诡异扭曲幻觉，然后又见到蛀牙小护士，他都已经快习惯了看到各种不正常的东西了。他靠在病床上，就这么静静地看着。白天的时候，他专门把德城第一医院还有通用的医院规章制度从头到尾的看了好几遍，没有一条规章制度是规定病人在熄灯之后必须立刻睡着，只有住院部的墙壁上挂着个牌子，提示熄灯之后不要大声吵闹喧哗。门外的主任很显然也没遇到过温言这样的人，他有些意外温言为什么没有睡着，也有些意外温言看到他之后为什么没有太大反应。他缓缓地推开门，站在病房门口，死死地盯着温言。温言也这么平静地看着他。渐渐的，温言嗅到了带着铁锈味的刺鼻血腥味，还有一丝腐臭的味道，混杂着如同被折到一样的死寂寒意，不断侵蚀而来。好冷啊！他缓缓地拉了拉被子，将自己盖好。他的心跳砰砰加速，反胃的感觉不断生出。他依然牢记馆长叮嘱过的话，规则才是最重要的。为了不被那越来越真实的感受侵蚀，他的思绪开始飘飞，想到了德城殡仪馆，想到了来到德城殡仪馆的第一天就被馆长拉着看了好半天的员工守则。他此刻忽然有点悟了，是不是殡仪馆里其实也是有一个不一样的领域？从他进入殡仪馆的第一天，馆长就已经在有意无意的不停地给他灌输规则的重要性。此刻再看到这个模样诡异的主任，温言便越来越冷静，狂跳的心脏都开始慢慢平复了下来。他盖好了被子，躺在病床上，静静地看着。不能喊，不能跑，喊了跑了才是真的完犊子。看着主任进入病房，一点一点靠近，主任没有跟他有任何接触，可是那死寂的阴寒侵蚀就已经快要比上一次被干尸鬼穿体而过时还要阴冷了。随着主任一点点靠近，阴寒之气越来越激烈，温言套在里面的功夫马甲上开始有一丝温热的力量浮现。隔壁床上呼呼大睡的风瑶怀里，一点金光一闪而逝，化作一点金芒没入到主任体内。炽热的力量在主任胸中绽放，仿佛有火焰在燃烧，转瞬便在他的胸口烧出一个大洞，寒气与无形的火焰碰撞，发出一阵滋滋声。主任的脸愈发扭曲，似是蜡像在慢慢融化，他眼中满是恶毒的盯着风瑶和温言，张大着嘴巴，身体一抖一抖的，却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来。主任慢慢退到病房之外，他胸中的无形火焰渐渐消散，被烧开的大洞也随之渐渐消失，他那张融化的脸也开始渐渐恢复。2-3分钟，他便恢复了正常，化作一个满脸阴郁的中年女人，静静地站在病房门口，看着温言和沉睡的风瑶。温言裹着被子靠在床头，也不说话，只当没看到。只是随着时间流逝，恢复了正常面容的主任什么都不做，那些寒意和恶意却像是揭开了温言的头皮一样，疯狂地往里面钻。他的眼前也开始出现了幻觉，周围的一切都仿若透明，渐渐消散，只有一张张病床飘在那里。有些病床空着，有些病床上则躺着一个个面容僵硬扭曲，想要呐喊却喊不出声的人。他们直勾勾地看着温言，似乎更加绝望和痛苦。温言绷着脸，面色铁青，走廊上传来的嗡嗡低鸣声此刻也越来越清晰，可以清晰地听到那是一群人杂乱的痛苦低语，由远及近，在他的耳边响起。他已经都快忍不住要喊出声了，也就是之前中毒被幻觉折磨了2天，现在对幻觉的抗性提高了不少，要不然他早就喊出声了。过了几分钟，主任面色愈发阴沉，一滴滴黑水不断地滴落，气场愈发压抑。他转头看了看走廊里的电子表，缓缓地转身离去。门外又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就这么等到天亮。日出的那一刻，温言看着最里面那张病床上的病人无声无息地消散，床上的被褥都依然是叠放的整整齐齐。他脸色不太好看，大夏天的关了空调，还是冷得裹着被子。他走下床，轻轻拍了拍风瑶的脸蛋：“代劳，该起床尿尿了。”风瑶眼睛都没睁开，人就一个翻身翻到了床下。他一只手里反握着一把鎏金的匕首，一只手里夹着一张折叠成三角形的黄符。风瑶警惕地看着周围，看到温言有些无语地指了指窗外。天都亮了。风瑶在怀里摸了摸，摸出来一些灰烬，这代表着昨天晚上他遭遇了阴邪之物的侵蚀，而且是一个很强的家伙，在没有直接接触到他时的侵蚀才会变成如今这样。他毫发无伤，准备的护符却在怀里成了灰烬。风瑶看向温言，沉默了下来。他知道他做的一系列准备什么作用都没，
还是睡去了，护符被激发了，现在还能活着，肯定是有温言的原因在。而这里的情况可能也比预期要麻烦得多。多谢了。不用客气，你们到时候给我报销一下装备就行。温言将馆长给的马甲拿出来，缝在内衬里面的旧大钞已经碎了一大半。放心，会正常报销。那就行，我先说说搜集到的情报吧。不着急，你没事吧？没事，除了感觉冷之外，没事。那我先确认一下其他人的情况。风瑶联系上外面的后勤，确认了昨天晚上一起进入住院部的几个人都没事，而且跟他一样10点半一到就立刻睡着了。又确认了一下住院部里昨天晚上熄灯之后无人去世，他才松了口气。然后温言将昨天晚上的事情给风瑶详细说了一遍，风瑶一边听一边记录下来。片刻之后，风瑶看着记录，眉头紧锁，有些麻烦了呀，跟预期差别很大。一，领域绝对不是一年只出现3天，也绝对不是固定地点的领域，可能是以别的方式出现在别的地方，不然没法解释几个月前有新的受害者被拖入领域里。二，不是死在领域里的才会被带走灵魂，可能会以意外的方式死在外面，死后也会被带入领域里。三，那个主任绝对也是需要遵守领域里的规则，比如不能大声喧哗。风瑶看着记录，飞速地做出总结。温言琢磨了一下，补了一句：你说那家伙发现我们俩前后加起来也只停留了10分钟左右，并没有继续尝试什么就走了。其实他再坚持10分钟，我恐怕就撑不住了。他那眼神恨不得把我生嚼了，总不可能是故意放水吧？而他在这里每天巡视，有没有可能不是他想，而是针对他有一个规则，必须每天保质保量的巡视完整个住院部大楼。温言拿出手机，翻出昨天晚上给隔壁病床病人拍的照片，不是特别清晰，但现在依然能看到照片，证明那肯定不是幻觉。这是昨天晚上你隔壁病床出现的，你查查这人，顺便再查查3个月前那个人，特征是嘴有点歪，脑袋侧面有一道大概5厘米长的疤。至于这个主任，我没敢贸然拍照，只能给你描述一下长相。你稍等一下。风瑶递给温言一个麦克风，让他描述长相。几分钟之后，笔记本上浮现出一个画面，有人在按照温言的描述绘制画像，温言不断的出声调整，对方也按照他的描述修改。半个小时之后，反复修改过的画像画好了，温言看着画像里阴沉着脸，两边嘴角微微下沉的脸，差不多就这样了。好，让他们先查吧，我们先看其他人。风瑶打开一个新发来的文件，大致看了下。隔壁病床的病人是端州2院的一个病人，在5个月前住院做个小手术。他做完手术快出院的时候，半夜自己悄悄在楼梯间里抽烟，猝死在那里。第2天早上才被发现。被发现的时候，尸斑都出现了，他的家属还闹了几天。说完第一个，看到第2个时，风瑶眉头紧皱，将笔记本电脑转向温言。上面显现出记录档案，上面是个嘴有点歪的普通男人。记录显示他什么都很普通，还没正经工作，唯一不普通的是这个人有多次碰瓷记录。他死的前1天碰瓷了一个家用小轿车，没掌握好距离，被擦伤了，然后送到了医院做检查。这家伙办理了住院，做了检查，确认没什么大问题之后，就立刻偷偷跑出去上岗。当天晚上又讹了一个酒驾的家伙好几千，然后第2天早上，这位极为敬业的家伙吃完早餐就去上岗，只是这次碰的是一辆王者，被当场送走。时间正好是3个月前，而地点不在德城所在的维州，也不在隔壁端州，而是在端州南部的新州。温言想起其他病房里沉睡的病人，最初他还以为那些人都是住院部的正常病人，现在看来可能压根没几个正常病人，这是比他想的还要麻烦的多了。本来他看烈阳部给的资料，一个因为足够大，牵扯人数足够多才被列为2级的领域，应该并不是多难缠，也并不是特别危险。可昨天晚上他亲身感受到了，非常确定，只要他昨天晚上喊出声，当场就得完蛋。哪怕那位主任根本没接触到他，他也有些扛不住阴气侵蚀，现在还浑身发冷，仿佛寒气自内而外的散发。再加上能在白天搞出来意外把人弄死，还能让烈阳部的人都没察觉出来，哪怕仅仅考虑危险程度将其列为2级，也显然有些低估了吧。我觉得很有必要重新查查了，这1年内肯定不是1个2个人因为这个领域而死。我明白。风瑶脸色也不太好看，他其实还有一点别的想法，一个没有固定地点可以跨州的出现的领域，在被发现后的1年时间都没有再被发现。每年德城出现3天，可能也只是一个吸引注意力的小方法，不完全隐藏，却让危险评级尽可能低，这样可能比哪天出错第1次就被大佬盯上重拳出击的好。毕竟烈阳部人手有限，绝不可能一直付出太多资源盯着一个1年只出现3天的2级领域，而且这个2级的危险性这一项其实只在1级范畴里，甚至有可能去年发现这个住院部领域也只是一个意外。而这一切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便是有什么力量或者有什么人有能力帮忙遮掩。你还记得你看到了多少张病床，有多少张病床上有人吗？没工夫数，但大概有1半的病床上都有人了。这代表什么？温言察觉到这肯定不简单，他在晋升，他肯定比1年前更强了。之前都猜错了，不是以领域为主，他也不只是个普通执行者，而是这个领域以他为主。晋升是不是所有领域都是一成不变的？以他这种诡异为核心的，有些是有晋升之路的。无论什么能力，什么妖魔鬼怪还是人，大多数都有自身的晋升方法。按照我的经验推测，那些病床数量就代表着他的晋升之路。等到什么时候病床满了，他就会跨入另外一个层次。这不是低危险等级的领域，我得立刻给上面汇报，看看能不能调动一些专业人士。风瑶飞速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时候，耳麦里传来声音，他脸色一沉，发生什么事了？温言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另外一个外勤同事刚出医院大门10几米就被车撞了，人虽然没生命危险，但断了几根骨头。
意外？人为？司机是送发高烧昏迷的孩子来医院，开得有点快，没刹住车，应该不是故意的。温言一听这话就明白，肯定是跟蛀牙小护士一样的意外。只不过烈阳部的外勤可不是跑500米就快把肺喘出来的死宅，身体素质和反应速度肯定都比一般人强，肯定是及时做出了自保动作，才没被当场撞死。昨天他要不是先看到了落叶的影子飞速变大，树也足够高，给了反应时间，不然的话，以他的身体素质，肯定躲不过去。风瑶继续联系，听完耳麦里汇报之后，唯一可能的原因是他没有办理出院，就离开了医院。温言眉头微蹙，真是这个。风瑶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再试一试就知道了。风瑶按照正常程序办理了出院，大步离开医院，但这一次他什么意外都没遇到。温言站在窗边看着风瑶坐上车离去，心说果然是这样，只有病人或者医院里的医护是在影响范围内，主任的恶意已经难以抑制。温言不信对方在有机会的时候会留手，或者明明出手了还会留手。那能限制主任的就只有规则，这个住院部领域的规则限制可能比预想的还要严格得多。按照风瑶的说法，规则针对主任这种存在的限制大，对于他们来说也不一定就是好事。这意味着主任在限定范围内可以更强，可以做到的极限更高，而且这个主任明显比第一天更强了。过了不到1个小时，风瑶打来电话，你还是先办理出院吧，事情有些麻烦。什么情况？你先出来再说。温言去办了出院，离开医院之后，风瑶的车就在外面等着。上了车，风瑶打开车窗，点了根烟，有些忧虑。事情有些麻烦了，本郡的专业外勤现在要么有优先级更高的事情在处理，要么没法出手。最近各种事情扎堆出现，能抽调出来的人手恐怕都没法在领域内镇压这位主任。3山5岳的外援近期也都在忙别的事情，而且过几个月就是举办罗天大教的日子，现在能请来的人1天之内也肯定赶不过来。今天晚上就是第3天了，要是解决不了，恐怕就真的很难再解决了。随着时间流逝，主任越来越强，谁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我已经跟上面打报告，谨慎起见，启动撤离程序，将住院部大楼里所有人都转院。查出来他是什么身份了吗？查出来了，曾经是新州矿物中心医院的护士长，有副主任职称，但是在晋升的前一天出意外死了。意外？温言现在听到这俩字就觉得有内情，具体内情已经来不及详细追查了，记录上是意外事故，但前一天按照记录，那个医院里还有一个住院部的病人晚上偷偷跑出去时出了交通意外死了。风瑶话是这么说，可那语气明显也是笃定这里面肯定有内情，因为普通的交通事故、意外事故甚至是凶杀案都不会交到烈阳部处理，具体什么情况他现在也来不及去追查了。温言也知道时间紧迫，他仔细琢磨了琢磨，就咱俩这小胳膊小腿打是肯定打不过的，我倒是有个想法，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试一试。跟风瑶聊了一会儿，温言从车上走下来，便见风瑶猛踩油门，飞一般的消失不见。温言回头望向住院部大楼的方向，惊鸿一瞥，隐约看到住院部顶层的一个开着的窗户边，一个身上冒着黑气的白大褂正在那里看着这边，但是下一刻便又仿佛幻觉，消失得无影无踪。温言轻吸一口气，幻觉尼玛。他伸出中指对着那边比划了一下，看什么看，我是你爹。他没看到再有人影浮现，但看到窗户边有一团若隐若现的黑气冲出，转瞬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温言站在原地看了一会儿，稍稍冷静下来之后，现在可以确认2件事了。离这么远，对方应该听不到，但是嘲讽的效果应该还是有的。然后就是他开嘲讽，对方都摸不到他一根毛，对方的力量绝对是被完全限制在固定范围和固定规则内。他出院了，身份不再是病人，对方就彻底影响不到他了。他回到单位，刚到门房就被门房的大哥叫住，递给他一个保温盒。温言，你等一下，馆长让我给你的，专门叮嘱了，要是凉了你热一下再喝，不准浪费。什么东西？煲的汤啊。馆长呢？馆长出门了。温言接过保温盒，给馆长打了个电话。馆长，谢谢你的汤，这多不好意思，趁热喝吧，我怕你第1个月工资都没拿到就完蛋。什么啊？这是4阳真武汤，有扶阳驱寒、大补阳气的功效，趁热喝效果最好。就这，忙着，挂了。温言挂了电话，确认了真的是馆长给的，他就放心了。打开保温盒，苦涩的味道扑面而来，就像是正宗的凉茶，不但气味像，颜色也像，温言五官都快皱在一起了。可想到汤剂的效果，再感受着此刻体内还时不时泛出的寒意，他就捏着鼻子一口将保温盒里的汤全部喝完。上有一点汤的苦涩汤剂入腹，等了没一会儿，就感觉到一阵温意在腹中缓缓地扩散开，那些自内而外浮现出的寒意慢慢地弱化下去。过了不到半个小时，他便感受到了外界的燥热温度，额头后背上开始浮现出一丝细汗，张口一吐，就似刚吃了冰棍一样，冒出一些肉眼可见的白气，脸色也从苍白渐渐向着正常恢复。温言感受着腹中源源不断浮现出的暖意，心说这汤有点猛啊，回头问问馆长怎么煲的，用什么材料。他是不怕鬼物的一部分手段，比如上身，但是这阴气寒气侵蚀，他还是有点扛不住，没大病一场，纯属年轻力壮火气旺，能扛得住。就怕上一次的还没彻底恢复呢，便再来2次，他真有点扛不住了。他在殡仪馆里等了半天，不断的研究各个医院的规章制度，到了天都黑了，风瑶开着车风风火火的停在了殡仪馆大门口。走。上了车，温言急忙问了句，搞定了？搞定了，部长新官上任3把火，第1把火还没烧起来呢，我就去点了一下，部长亲自打电话，一路绿灯，程序上也没有任何问题。说着就递给温言一个夹板，里面厚厚一沓子各种文件，还有一个证件。证件打开，上面有温言的1寸照，现在温言算是正儿八经的烈阳部成员，
有盖了钢印的证件。病人全部转移了吗？哪有那么容易？你知道每天需要做手术的病人有多少吗？有多少是卒中之类的急症？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哪是一句话就能一天之内全部转移的？再说了，德城第一医院就是因为有些无法承载现有的压力才要扩建的，这些病人全部分流，其他本就负荷拉满的医院当场就得超负荷爆炸。一些病人根本没法转院，要是强行转，死在路上的概率极高。只有一部分适合转移的，转移分流了出去，剩下一部分不适合转移的，就被暂时转移到门诊楼、急诊楼等等。部里经过了简短的研讨，确认了计划的确有可行性，才批准这次行动，又不是真的瞎搞。那就行。温言点了点头，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今天就是第3天，今天不把那个主任给搞死，温言都可以预料到，后面指不定哪天这个主任晋升了之后，规则会有新的变化，他也会有新的手段，到时候说不定就有什么意外降临到他头上。而且哪怕规则的限制在主任晋升之后也一直不会变，他也不可能保证自此以后他再也不看医生了，再也不会以病人的身份出现在医院。就几天发生的事，温言自忖他以后进医院的次数恐怕不会少。一想到主任那纯粹的毫不掩饰的满是恶意的眼神，他就非常确定必须先把主任给解决了，不然他以后过个马路都别想安心，天天都得担惊受怕。到了晚上10点多，温言将名牌挂在自己的胸口，站在住院部大楼1楼的大厅里等着。风瑶还在带着一些普通外勤人员拿出各种东西，在1楼里布置做最后的检查，有各种机器，也有黄纸符箓，主打一个混搭。温言看不懂，就站在旁边看热闹。10点半将近，普通外勤人员全部退走，只剩下风瑶一手拿着一个连接着电线的开关，一手握着一把黑漆漆的木剑。林大迪，温言犹豫了一下，还是多嘴问了一句：“按照我们的预想，你这个设备只要打开就能困住它是吧？”“是，这是刚申请下来的特制仪器，这么一套就价值800万，没有水分，有遥控、线控、声控3种开启方式，可以连电缆，也可以用内置的高能电池，几个小时肯定没什么问题，就是关闭会很麻烦。不过就这么摆在这，效果虽然是最大化，但想要把它骗它进去还是有点难。要不你把开关让我拿着，我怕你一会儿直接睡着了。”温言出声打断了风瑶的话。风瑶张了张嘴，想说他今天没有以病人的身份进来，按照规则他应该不会睡着，可想到昨天晚上掉链子，这话就没法说出口了，他实在是不太有底气。他也好奇温言为什么没有在进入领域的时候睡去，他查过温言的资料，却只查到了普通资料，那就只说明更多的资料他根本没权限看。风瑶将连着线的遥控器交给温言，静静的等着。10点半刚到，大灯熄灭，只剩下夜灯，一瞬间便看到1楼大厅左边的走廊里一缕缕雾气浮现出来。温言看向风瑶，却发现风瑶直接消失了。这次他的确没睡着，他压根就没有进来。领域之外，风瑶面色铁青，立刻对着其他人一挥手，准备强攻。今天晚上就是最后的机会，他也知道今晚之后领域消失在这里，后面1年内主任绝对会晋升。炽热的火焰在灼烧，却怎么都烧不进住院部大楼范围内，仿佛有一层看不到的墙抵挡在那里。这边又推上来一台插着电缆的仪器，风瑶将手中黑漆漆的木剑插在仪器前段，便见那木剑上道道电弧流转，周围尽是电弧击穿空气时的滋滋声。那电弧飞速积累，而后如同化作一道刺目的鞭子，直冲住院部大门。噼里啪啦的一阵响，蛛网板的细微电光扩散开来，一层若隐若现的屏障出现在住院部大楼外面。继续，能用的都用上。远处一辆车停下，立刻有一个穿着道袍的人冲了下来，迅速带着几个人在住院部楼前搭建法坛。温言轻吸一口气，直接按下了遥控器，将设备打开，然后将遥控器丢到一边，再将夹着一堆文件的夹板拿出来。大厅左侧的走廊里，随着森寒的雾气浮现，主任手托夹板，一手执笔，阴着脸从里面飘了出来。他微微歪着头，那满是恶意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温言，阴郁的脸上慢慢露出一个看不出笑意的笑容，他的嘴角慢慢撕裂，扯到了耳朵根。他的嘴巴一动一动，仿佛在狂笑，笑温言没有病人的身份，竟然还敢在这个时候进来。占据了大厅的仪器滋生出力量，与主任的力量开始了碰撞，一丝丝肉眼可见的黑气开始在这里旋转。那些气息与仪器激发出的看不到的力量交织在一起，仿佛忽然多了些许重压。主任的脚步一顿，看了看那些仪器，就见远处连接着一起的电线砰砰砰的崩断，失去了电线供电，仪器内部的电池立刻无缝衔接上，但这里的重压仿佛对主任没有太大作用。他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向温言，周围狂风呼啸而起，森森阴气溢散开来。温言只觉得眼前幻象迭生，一只只无声呐喊的冤魂厉鬼从地面下钻出，将他围在中央，阵阵寒意从脚底板刺入，直冲他的脑门。温言无视这些不知道是不是幻象的东西，他打开手中的夹板，一板一眼的念叨：“冯冬梅，我是烈阳部专案组成员温言，你涉嫌多起命案，现将你逮捕归案，这是逮捕令，希望你配合。”主任的嘴巴一张一合，似乎在狂笑，笑得更加开心了。温言拿出其中一张盖着红章的文件丢出，然后又拿出另外一沓子文件，对着主任继续念叨：“根据新州矿务局、中心医院院委会等诸多单位协同调查，针对冯冬梅多次执业违规违法等一系列事宜，作出如下决定。”温言的话没说完，身躯便不受控制的倒飞了出去，仿佛有无形的手捏着他的脖子，将他拎起来按在大厅入口处的玻璃门上。他感受着森森阴气不断冲击到体内，腹中却有源源不断的温热气息浮现，身上宫服内阳气升腾，抵抗着这股寒意。他全身的骨头像是被钳子夹住，不断的发力挤压，但是只是一瞬间，他便感受到那似乎要一击捏碎他全身骨头的力道开始飞速的减弱。
他咧着嘴笑了起来，这肯定不是对方好心留手。他梗着脖子继续艰难的念叨：文件有点长，估计你也懒得看，我好心给你总结一下关键点：一、正式开除原矿务局中心医院员工冯冬梅，并收回一切相应待遇；二、废除冯冬梅副主任职称；三、禁止冯冬梅再次进入医疗系统。你不让我说也没用了，你看不看都没用了。这里有相关各个负责人签名，有个单位公章，合情合理合法。而且最重要的，不需要考虑你的意见，这是规则。随着温言的话，那些被丢出去的文件也飘落在了地上，每一张纸上都有鲜红的印章，每一个文件上面都有好几个签名。周围裹挟着森森阴气，蜂拥而来，让温言都有些无法呼吸的冤魂厉鬼瞬间化作青烟消散。按在他身上的力道也如开闸之水，飞速泻去。他跌落在地上，摸着脖子，喘着气，看向远处的冯冬梅。他正在飞速后退，似乎想要远离那些文件，但没有用了，规则才是最重要的。他身上裹挟的阴气开始飞速溃散，手中拖着的夹板，还有他握着的笔，都化作了飞灰，从他的手中滑落消散。他的力量开始飞速衰退，身上的白大褂有一缕黑色，如同滴落的墨渍，渐渐晕开，将他的白大褂染成了黑色。他的形象都开始化作了死相，满身怨气凝聚成黑水，不断的滴落。温言靠着大厅的玻璃门坐在那里，摸着自己的脖子。我让人查了，你死后，你的关系依然在医院，你依然是副主任级别的护士长，相关的福利待遇，你依然都享受到了。那么，相对应的规章制度，你也必须要遵守。你有资格站在这里，就因为你是副主任级别的护士长。现在，你的一切根基都被抹去。我还好奇一件事，你还需要继续巡查吗？冯冬梅的脸像是融化的蜡烛，唯独双眼里依然冒着难以掩饰的仇恨恶意。她此刻退出了仪器覆盖的范围，站在前往2楼的楼梯口。听到温言的话之后，她开始谨慎地绕开了摆在大厅中心的那些仪器，绕开了那里摆着的符箓，从侧面墙壁上滑动着，向着温言飘来。温言站起身，飞速地扑向了大厅的中心。进入仪器笼罩范围，耳朵里便有一阵耳鸣声浮现，周围贴着符箓的仪器里不知道在发出什么力量，让他感觉不太舒服。他直接躲在里面。冯冬梅靠近之后，就在外围停下了脚步。他身上肉眼可见的黑气不断溢出，靠近到大厅中心这一大片范围时，就仿佛遇到了一堵风墙，被吹着向着两侧扩散开。温言躲在里面不出来了。冯冬梅的力量持续暴跌，此刻已经延伸不进去，他就在外面晃悠。晃悠了片刻，看到奈何不了温言之后，冯冬梅冷笑一声。没有了一部分规则限制，力量虽然弱了，但是能做的事情却多了。这里多的是其他病人，依然需要巡视整栋楼就说呗，何必死鸭子嘴硬。冯冬梅冷笑一声，笑得像是夜宵在哭啼，再也没有任何限制和顾忌。他转身向着2楼飘去。就在这时，温言望着他的背影，竖起一个中指，大喝一声：“我是嫩爹！”冯冬梅的身形一顿，有些僵硬的回过头，她挂在脸颊上的一颗眼珠子疯狂的颤抖，一缕血色缓缓贯穿她的眼球，暴怒的情绪在她的心中燃烧。她的牙齿咬得嘎吱作响，强忍着一言不发。而后她仿佛耗费了极大的力量，一点一点将僵硬的身躯扭回去，准备继续向着2楼走去。没有了规则限制，她原本在规则内可以使用的力量暴跌大半，可是能做的时候却多了。比如抓紧时间大开杀戒，迅速走完晋升之路，说不定能补全现在缺失的部分。温言站起身，脸上带着一丝嘲笑：“我是嫩爹，你听到了吗？我是嫩爹。”冯冬梅的双目里血色如同镜矢，瞬间贯穿，暴力侵染她的双目，暴怒的火焰在她的心底熊熊燃烧，疯狂地燃尽她本就不多的理智。她发出一声低吼，猛然转过头，身形如同野兽一样，四肢着地，趴在地上，口中牙齿都被咬得不断崩碎，双目里冒着血光，身上犹如实质的怨气与她的头发一起狂舞。她的目中仿佛也只剩下温言的身影，心中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念头，因为仅剩的一个念头如同洪水爆发，将其他所有的念头全部淹没，把温言那张臭嘴给撕碎。对，撕碎他，把他整个人都撕碎了。他四肢着地，如同爆发的猎豹，嘴里带着低吼声，从楼梯上冲下来，直直地向着温言冲来。温言暗道，主任都削弱成这样了，他的力量已经延伸不到仪器覆盖范围内了，现在应该足够镇压了。要是让他重新选择一次，他也依然宁愿冒险一次，也不想以后天天担惊受怕，担心可能会出现的意外，放任冯冬梅越来越强。他缓缓后退，等到冯冬梅冲入设备笼罩范围的瞬间，他一个驴打滚退出了这个范围。霎时之间，就见那些设备上贴着的符箓微微亮起了光华，整个大厅中间都开始浮现出一些波纹一样的痕迹。冯冬梅身上冲击出的黑气，仿佛受到四面八方而来冲击波，在中心翻滚着，化作一个如同具象磁力线一样的形状。她本人的身形则被那无形的冲击不断的压制、减速，最后死死的镇压在中心，黑气不断的膨胀缩小，却无论如何都没法扩散到3米范围。冯冬梅自身的形态也被影响着不断扭曲，像是融化的蜡烛被不断的揉捏。温言靠在大厅入口的玻璃门上，静静的看着。难怪风瑶不担心仪器被破坏，只要开启，这些邪物很难靠近仪器。现在再加上符箓保护，仪器外壳也都是往傻大粗重的方向搞，一看就很皮实，问题的确不大。最难的点只是怎么让目标踏入这个陷阱里，而这个最难的点，温言倒是挺有把握。开嘲讽，他试验过了，他的能力就是只要对目标喊出我是你爹，仇恨就会拉满，对方会如同失去理智一样的要弄死他。这技能不太好随便用，随便用的风险太高了。他本来打算要是走程序，以领域外的程序直接废了冯冬梅医护身份，这招不行，那就开嘲讽，冒险把他引进陷阱，拖住他，让他没法执行每天必须干的事情。
仪器的压制作用比预期低很多，没法压制全盛状态的冯冬梅。但好在废身份这招比预期的效果还要好得多。这里规则的限制太大，能让冯冬梅无声无息地弄死违反规则的人，烈阳部都查不出来痕迹。同样的，规则对于冯冬梅自身的限制也拉满了，只是废掉她的身份，就让她的实力起码暴跌了90%以上，能力也被废掉了大半。而就算这种情况，这家伙竟然还能扛住2次嘲讽。温言暗道，要是正面硬碰硬，冯冬梅一只手就能碾死他。他也暗暗庆幸，这次够果断，真要是3天时间过去，这个领域从德城第一医院住院部消失，再给他1年时间发育，以他那般恶意，温言估计接下来1年内，冯冬梅肯定进阶。而进阶，按照风瑶的说法，就是一次大的质变，大概率会衍生出新的东西。而若是没有衍生出新的东西，那也一定是规则上有变化了。到时候，以冯冬梅的恶意，指不定哪天他就可能会遇到失控泥头车、忽然发病的持刀神经病、坠落的外墙保温层、雨天漏电的电线等等诸如此类，怎么看都是意外的事件。只要一想到这些，他就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天天如此担惊受怕，人怕是也要疯，比直接死了还难受。还好现在总算是控制住局面了。他从旁边拉过来一张3座的长椅，靠在门口的地方。担惊受怕了一天，此刻困得要死，也硬撑着不看到尘埃落定，他不敢走。他从兜里拿出剩下的那个小面包，靠在椅子上，就这么一边细嚼慢咽，一边死死地盯着冯冬梅，静静地看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被困在大厅中心的那团如同磁力线一样翻滚的黑气越来越小，已经被压缩到1米多大了。冯冬梅的实力还在降低，削弱效果还在持续，她也还在挣扎。随着时间流逝，她挣扎得愈发激烈。温言靠在椅子上，拿出手机看了看，现在是夏天，日出时间会比较早。今天本地的日出时间是6点09分，很快就会到了。到了6点10分，温言还没看到阳光的时候，他便看到墙壁上开始出现一块块斑驳的痕迹，一块块大小不一、慢慢扩散的光斑，在目之所及的一切地方扩散开。等到他看到光斑扩散到一盏灯，那灯亮起的时候，他才明白，光斑覆盖的地方是正常医院的住院部大楼，还没有亮起的地方还在领域里。挣扎了几个小时的冯冬梅，这个时候也停止了挣扎，那些已经很稀薄的黑气倒卷回去，没入到冯冬梅体内。他站在原地，身形面容扭曲，一只满是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温言。他的身上也开始出现一个个小洞，那些小洞渐渐扩散，扩散到的地方统统都消失。他的眼中带着毫不掩饰的恶意和仇恨，理智却彻底恢复了正常。年轻人，以后走夜路最好小心点，我等着你不得好死的那天，很快就会到了。哈哈哈！呵 ，Tui。温言已经懒得跟冯冬梅多说，甚至都不想问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问了肯定也白搭。从冯冬梅盯上他，想要如同随手碾死个耗材似的随手弄死他，那这事就注定了没法善了。温言只是叫温言，好说话又不是打不还手。冯冬梅再也不说什么，只是死死地盯着温言，他的身躯如同这个领域一样，从局部开始一点一点地散去。周围恢复到正常医院环境的光斑里，也开始出现一些人，如临大敌的风瑶，还有一个个全副武装的外勤人员。大门外面还能看到一座法坛，一个执法剑的道士站在法坛后面。所有人都是如临大敌，空气里还有火焰灼烧的味道，电荷激发式的吱吱声。他们看到了冯冬梅被镇压着慢慢消散，看着温言背对着大门，金刀大马的坐在3座长椅中间，双臂伸展，放在2侧的靠背上。风瑶快步来到温言身边，看到温言眼睛睁着，才暗暗松了口气。你没事吧？温言靠在椅子上，双眼发红，满脸疲惫。四阳真武汤报销不？报。我的功服报销不？都报。那就行。最后确认一下，他这个算是完蛋了，还是只是正常的日出后消失？推测没错，这个领域以他为主，他每日巡视一遍所有楼层，除了是规则规定他必须这么做之外，这也是他在维持领域本身，壮大领域的力量，壮大这里规则的力量。现在荣辱与共一起完蛋了，跟预期的一样，存在的根基破灭，规则开始崩塌，领域无法维持，就一定会走上消亡。这是比物理消灭更彻底的消亡。他完蛋了，大罗金仙在世也救不了他。那就好，我以前都不知道夏天的晚上竟然会冷。温言站起身，活动了一下身子，喝着风瑶给的热水，披着一件军绿棉大衣，然后坐在椅子上，端着水杯，静静地看着冯冬梅。直到看到被困在大厅中间的冯冬梅嘶喊着恶毒诅咒，彻底消散，被仪器镇压在里面的黑气都随之消散，他才站起身。你们之前是准备强攻吗？强攻了一晚上，昨天晚上刚找到了一个维州的民间专业人士，不是烈阳部的，我们花钱请来的，只是这领域的防护比预想的还要强得多，根本没法强行破开，我们也不敢用更强的武器。温言回头望去，就见那位道士架势摆得很足，估计还在开心，这次活比较轻松。这位会超度吗？哦，对了，有超度这回事吗？有啊，这位平时就是靠做法事赚钱啊。来都来了，那就请他顺手做个超度法事吧。温言迈步走向2楼，来到2楼，便看到昏暗的楼层里，有些病房里走出一个个满脸死相的人，他们有的穿着病号服，有的穿着平常的衣服，有的还穿着白大褂，本身就是医护人员。但无一例外的，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是解脱。他们看到了温言，遥遥对着温言鞠躬，表示了感谢，然后等到一个个走到窗前，等到光斑出现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的走进了光斑里，消失不见。温言一路走到了蛀牙小护士所在楼层，他走到这里的时候，这里的光斑已经扩散到一半了。他来到护士站，蛀牙小护士躲在工作台下面一处光斑照不到的角落里。温言对他招了招手，我就知道你还没走，我不想就这么走了。蛀牙小护士蹲在工作台下面，闷闷地回了句，你想回去看看吗？回去看看其实也没什么用了。蛀牙小护士有些丧气，这话说出口，他又小声问了句，
真能回去再看看吗？那你等等，我去问问专业人士。温言看了看周围，领域的痕迹已经近乎完全消散。等电梯上来，确认了电梯里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他才敢进电梯。到了楼下，风瑶已经带着烈阳部的人扫尾，一群人拿着仪器对整栋楼再次做扫描检查。住院部的大门口，那位穿着黄色道袍、手执木剑的道士正面色肃穆，以温言听不懂的方言念诵着什么。温言想了想，没好意思去打断对方，就拉住风瑶，问你个事，这个领域里好多人的灵魂都消失了，那个王星不想走，想先回家去看看，可以不？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听你描述的，他又不是什么恶鬼，只是回去看一看肯定可以，但是不能长期停留。这有什么说法吗？一般环境里长期停留总会有心绪波动大的时候，早晚会出事。若无正法护佑，无论是记忆还是感情，都会随着时间慢慢消退，最后本能占据上风，夺人阳气，害人性命就是必然。那他们最后会去哪？我怎么可能知道？我又没死过。风瑶说的理直气壮。温言一怔，好家伙，还能这样？那现在的超度法是算什么？你要是想帮那个小护士，你去问问他。风瑶指了指不远处站在法坛后面念念有词的道士，他姓张，人称老西，最擅长这些事。远处，张老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眼看温言走来，他便挽出一个剑花，停止了诵经，对身后几个年轻人道：“你们继续念诵，太上就苦经。”他收起法剑，主动走下法坛，迎上了走出住院部大楼的温言。道长好。不敢，我尚未受禄，不敢称道长，我只是算是跑单帮人做点法事糊口而已。张老西很是客气，他之前就打听好了，在领域里的人叫温言，不但是烈阳部特聘的外勤人员，还是德成殡仪馆的正式工，仅这2项，他就不敢怠慢了。更何况他还听说了南武郡新来的烈阳部部长刚来上任，就跑到德成，带着温言一起深入虎穴探查什么大案，还一起中了毒。昨夜温言孤身一人进入领域一夜，非但没死，等天亮了，他更是亲眼看着领域渐渐消散时，温言背对着大门，金刀大马的坐在那里，而领域里的那位厉鬼被镇压得死死的，一点一点的消散。甭管怎么做到的，就这派头，就这结果，他也不敢托大。他这没大派背景，也没正经受禄的人，要不是本地烈阳部实在缺人，恐怕都不会主动请他来参与。张老西很客气，听说了温言的问题，立刻拿出一块玉佩递给温言。这个简单，这是我温养好的玉佩，让他进到里面就行。此玉还有温养魂体的效果，可保灵胎不昧。这个不值什么，只是普通的汉白玉。你要是还跟我客气，我都没脸待在这。那就多谢了，有空多联系，有什么事了直接打我电话。张老西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温言，两人又互相留了电话，加了飞信好友。等到看着温言重新进入大楼，张老西再看看周围毫无反应的烈阳部成员，不禁暗暗羡慕。他娘的，有背景可真好，养个女鬼竟然都敢这么明目张胆。张老西倒是也想养个帮忙做事的小鬼，很多时候会方便很多，起码不用每次要拿出真本事的时候，得先架个小法坛开天眼。这边没他什么事了，太阳也快升起来了，他就开始指挥几个小徒弟收拾东西，趁着外面人变多之前赶紧离开。吃饭的家伙、法坛、香炉等东西都收到车上，珍贵的东西都重新放到箱子里装好。差不多的时候，他的大徒弟凑了过来，低声发问：“师傅，那块玉就这么送出去了？您不是说温养了好几年了，少说卖个几十万，怎么也不说？说什么？你懂个嘚儿，哪有自己吹嘘东西多值钱的？那是钱的事吗？那是时间和功夫的事，那是心意，心意你懂吗？心意怎么能算钱呢？俗，真俗！”张老西没好气地骂了徒弟一顿。他这种没大山大官传承的人，能走到今天，靠的难道是实力？比实力，能比得过那些正经受禄、身穿紫袍法衣的大佬们？不，那些不开法坛都能手搓掌心雷的大佬就算了，就算是下面那些砥柱中流的中间层，他都比不了。张老西琢磨了下，回去还是得好好教教这些徒弟。这些家伙天天跟着做小法事，眼睛里就只剩下小钱了，太俗了，眼界就不会稍微开阔点，比如大钱。温言倒是没想那么多，他也不识货，他只是觉得老西这人挺不错的，回头要是碰到有需要的客户，可以介绍给他，本地有需求的客户应该不少。至于现在，他想的则是蛀牙小护士帮了他不少，他要是能帮忙就尽量帮忙。他手握玉佩来到楼上，一手握着玉佩向蛀牙小护士伸出手：“走吧。”蛀牙小护士带着一丝期待、一丝忐忑伸出了手，在他握住玉佩的刹那，他的身体便化作流光没入到玉佩里，白色的玉佩也化作了冰冰凉凉的青白色。这种冰凉的感觉跟他遇到鬼物时的感觉一样，只不过没有那种侵入感和刺痛感，摸起来的感觉更像是摸到了冰箱里刚拿出来的冰可乐。他将玉佩收起，重新走下楼。一楼大厅里的仪器全部都已经收走，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烈阳部的人也看不到其他人了，只剩下风瑶和换了身便装的张老西还在这里。温言将他手里的那本烈阳部的临时证件拿出来，递向了风瑶。要这个证件只是保险起见，为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名义，有这个证件在手，那按照规定，温言针对冯冬梅做什么都是合情合理、合法合规。按照冯冬梅的所作作为，他若是拘捕，当场将其击毙，都不用自己写报告。拿着拘捕令，还有对应的处罚文件，是规定内的标准流程，一切都按规定来。这是规避领域内规则的必要手段。风瑶看了看那本证件，摇了摇头，没有接。你拿着吧，这证件写了专案组，但其实是长期有效的。这个专案指的不是特别某一个案子，而是某一类案子。你是已经登记在册的特聘外勤人员，而且你在殡仪馆有编制，一切都合规。风瑶说的一本正经，他又不傻，之前怎么想的就不说了。
但现在谁说温言没资格拿这个证件？风瑶第一个跳脚。一个只要在领域范围内，就一定会进入其中，而且明显可以免疫一部分领域内力量的人，说什么都要塞给对方这个证件。他和烈阳部的其他普通外勤，在进入住院部领域之后，无论做了什么防护，做了什么准备，都是时间到了立刻就睡去，根本挡不住，要么就会被直接踢出去。温言却能保持清醒，还能不被踢，仅此一点，价值就已经远超其他普通外勤了。没温言，少了关键情报，他们有极大概率会按照以前的计划，将医院搬迁，然后爆破了住院部大楼。从此之后，住院部领域就彻底放飞，因为在烈阳部记录里会被记录成已摧毁，冯冬梅会变成一个死人。想要在几乎天天都有人去世的医院里，确认某个从治疗到去世都程序完善，没什么疑点的人是不是死得不正常，那工作量庞大到根本不可能筛出来。仅仅德城这个在维州的小城市，每年都会有好几万人正常去世，放到整个郡里的10几个州，那数量会庞大得多。等到风瑶他们追查到这些的时候，时间已经非常紧迫，根本来不及再做出精密推演过的更完善的计划，再强行碾压过去。若是这次温言不在，大概率发展会变成一个危险程度被大大低估、成长速度惊人的死人，便会比以前更加隐蔽。等到以后真正暴露出来的那一刻，那一定是一场真正的灾难。烈阳部对于这种靠杀人来晋级的恶鬼，向来就一个态度，能当场击杀便就地格杀，杀不了就镇压到死。温言还想说什么呢？风瑶立刻将证件推回来。这次事件解决，烈阳部会有奖金，而且你的编制虽然在殡仪馆，名义上没有烈阳部的工资，但这部分钱是以补贴和奖金的形式发放。还有，你一样有100%报销的医保，4阳真武汤就在其中。至于你的功夫坏了，也有报销。温言犹豫了一下，问了句：“那一个月有多少？年终奖有吗？”不出外勤的时候，每个月补贴按照级别不同，最少5000，五险二金每月直接补贴给你，顶格。有事干的时候，奖金另算，年终奖也有，该有的都有。比如这次，你个人贡献最大，按我估计，你的单次奖金至少会有8万，只多不少，少了我补你双倍。像是去年咱们南武郡分部年终奖最高的外勤是宇宙的拓跋武神，年终奖是一套宇宙的5层大别墅，还是精装好的，带电梯，家具齐全，拎包入住。温言有些震惊，这么高的奖金吗？宇宙的房价可是整个南武郡株洲里最高的，就算不在中心地带，5层的别墅起码也是8位数起步的价格。他摸索着手里的证件，不知不觉就重新放回兜里。年终奖还能发这个？这是他自己选的，想要钱也行，东西也行。温言觉得这饼画的相当不错，起码是能闻到点味了，不是纯画饼。而且他感觉自己好像还真有希望吃到大饼，感受了下脑海中刚才浮现出的信息。第一，固有能力，我是你爹，2%。临时技能，无。借用这个能力拖死了冯冬梅之后，终于有了变化，只是这变化比预期的低不少，才提升了1%。这得干掉多少诡异才能继续提升啊？他自忖，仅靠自身，只是借一个嘲讽能力，应该不太可能晋升得动。烈阳部的各种仪器着实是好用，后勤配合也特别好用。要是有机会晋升，又有钱拿，他倒是觉得挺不错的。他可没忘了上次在公交车站的事，若仅仅只是因为他当时的阳气低，容易碰到怪东西也就罢了，可仅仅2分钟吧，立马就有一辆车撞过来，引起大火烧掉那里，那就不正常了。这事到底如何？馆长没说，烈阳部那边也没更深的消息。温言才不信这是巧合，他当然知道，这是背后的人是觉得宁愿让人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也不想被顺藤摸瓜真的摸出来什么。风瑶眼看画的饼，温言吃的挺香，心里也安定了下来。等了一会儿之后，有人送来一个袋子，风瑶将袋子递给温言，这里面是一身新工服，外套加裤子，按你的身材拿的套装，算是给你报销的，你先拿着。里面用的是绝版的老版大钞，每一张都是在正常情况下在市面上不同人手里流转了上百次，而且没有沾血污之类的东西，不但蕴含阳气极为浓烈，还有一丝微弱的神州神威加持，一般邪物绝对可以轻松挡住。风瑶说完，稍稍一顿，又补了一句，一套纯成本大概3万。温言遥望着风瑶远去的背影，暗叹一声，到底还是被画饼收买了。后续收尾的事情跟他没什么关系，不用他管，报告什么的也会有人来写，报销也不用他亲自去走程序，除了干架的时候危险之外，别的方面都非常舒服。一旁等了好半晌的张老西眼中都带着一丝羡慕，他可是知道风瑶画的饼都是真的，能让风瑶画这么半天饼，那起码就说明一个问题，温言肯定更值。你要去哪？我送你去。张老西凑了过来，笑道：我收工了，闲着也是闲着，那就有劳了，我去这个地址。温言给出一个地址，他正好有事情要请教专业人士，就拿出玉佩。有办法让他白天出来吗？屋内问题不大。张老西只是看了一眼玉佩，没上手，就补了一句，不过他快消散了，这枚玉佩保不住他。那就走吧。走在路上，温言想起来风瑶之前提到的那位大奖获得者。你知道烈阳部的拓跋武神吗？这肯定知道，南武郡烈阳部第一高手，痴迷练武不能自拔，是个典型的武痴，很少出手，也很少露面。去年青云山里出现了一个古时候环境的领域，据说有风阵的古之大妖魔，烈阳部第一波探查的时候损失惨重，后面更是以演习为借口，用炮弹把青云山洗了一遍，还是没彻底将其抹去。这个领域自那时候便被烈阳部评为了南武郡第一个6级领域。然后都1年没出过手的拓跋武神，晚上8点进去的，9点的时候，他那强大到不似人的阳气就烧穿了领域，从里面走了出来。我当时离了起码20-30里，都能感觉到他的阳气可怕。他站在那，仅仅血气阳气溢散出来的气息，就能逼得宇宙城范围内所有暗藏的邪物诡异连夜搬家。
有这么夸张吗？温言暗暗啧舌。不夸张，因为烈阳布真抓了不少连夜搬家的，我都抓到一个身上带着血气的小妖怪，趁机在烈阳部换了好几样好东西。去年禹州的房价又涨了，我都觉得多少跟这件事有点关系。听说南武军烈阳部里不少人的家属都在禹州城里定居，要是我以后有钱了，我也搬到禹州城里住，需要赚钱了再出去。温言无言以对，他还真没想到过这些常人所不知的东西，早已经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所有人的生活了。俩人就这么一路聊着，到了蛀牙小护士家所在的东华小区。这里环境很不错，绿化很好，楼宇间距也很大，人车分流做得很好，基本是德城最贵的楼盘了。这个小区在往北，据说就是新规划出来的新区，而这里就是新老区之间的必经之地。这地方的楼价现在还在慢慢涨。张老西把车停在路边的停车位上，俩人一起步行进入小区。门口的保安拦住两人，也不知道张老西过去说了什么。保安神色一变，连忙给他们俩开了门进。你给说了什么？温言有些好奇。我说他们老板请我来的，要是不让我进去，我就在门口换上道袍干活。你还认识他们老板？这楼盘开工之前，我来给看过风水。你还懂这些啊？混口饭吃，需要什么就用什么呗。温言觉得之前他肯定是小看老西了，想想也对，风瑶这人什么狗德行？风瑶肯定是宁愿缺人，也肯定不愿意找人来滥竽充数。老西能被风瑶紧急请来，肯定是有几把刷子的。不过哪怕不算这些，想想一个道士在小区门口开坛做法事，只要传出点风言风语，这小区房价保准立马下跌。俩人一路来到王兴家楼下，楼门有门禁，温言将玉佩递给张老西。我们就到这里吧，我贸然登门不太合适。他到底是殡仪馆的人，这行其实是有不少默认的规矩，当然这些规矩都是为了照顾下别人的心情，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矛盾。逢年过节不去拜年是基本的，不是太熟的人，平日里最好也不要贸然登门。张老西点了点头，接过玉佩，从背包里取出一把黑伞。打开黑伞之后，他口中念念有词，便见玉佩里道道烟雾一样的东西飞出，在黑伞之下画出了王兴的身影。小护士一脸死相，身形都稍稍有些透明，站在地上，似是随时要飘起。你去吧，记住了，不要触碰，不要多停留，这样对你家里人不好，早去早回，不要有别的想法。温言带你来，已经冒了很大风险了。张老西严肃地叮嘱了几句。他之前还以为温言是要自己养个女鬼，后来才明白，温言纯粹是做个好事，风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没管。但这是建立在不出问题的前提下，出问题了那就得温言担责。他是觉得肯这么干的人，肯定不是什么心肠又硬又黑的人，绝对值得一交。要不然他也不会闲得没事，专门来陪温言走一趟。心黑手辣的人见多了，魑魅魍魉也见多了，才会更喜欢跟不那么坏的人接触。你赶紧去吧。温言对王兴挥了挥手。王兴讷讷无言，想说点感谢的话，却也不知道如何才能表达出他内心的想法，只能给两人鞠了一躬，一回头穿墙进入了楼里。张老西举着黑伞，叹了口气，这小姑娘肯定也是个心善的人，在那个领域里这么久，眼神清澈，身上也没沾染怨气，一出领域就快要消散了，这么弱，肯定是没害过人，倒是也难得。我第一次偶然进领域，就是他帮了我，后面也是他给了我不少情报。哎，可惜了。温言沉默了下来，拿出一包烟递给张老西，让张老西自己拿。俩人就站在楼下，一言不发地等着。楼上，王兴一路来到自己家，看着熟悉的环境，他就忍不住想要掉眼泪，可惜他已经虚弱到哭都哭不出来了。厨房里，他的母亲正坐在小凳子上，戴着个老花镜，搓着泡好的绿豆，再剪去残留的豆皮，跟往日一样一丝不苟。王兴站在旁边，静静地看了良久，一如小时候，他为了能在加糖的时候提一个多加点糖的建议，能蹲在旁边津津有味地看半天。他的母亲剪完豆皮，站起身的瞬间，脸上自然而然地露出一丝微笑，向着厨房外面看了一眼。下一刻，他的母亲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他怔怔地望着放在厨房门口的小凳子。以前他女儿就喜欢坐在这看，大了之后还是爱这么看。那时候他总是习惯用加糖逗逗王兴，从小时候的多加点糖，到后来的盯着他喊少加点糖。王兴站在门口，表情似哭又似笑，喊了句不要加糖也好吃。老太太恍恍惚惚，似乎听到了这句话，在旁边左看右看。这时王兴的父亲从房间里走出来，正好看到王兴母亲拿着糖，忍不住说了句不要加糖了，你血糖今天早上都到8了。王兴母亲也不说话，顺手将糖放了回去。王兴看向自己的父亲，头发白了不少，而且也没有再去染头发了。以前他的父亲可是很在意白头发的事情。他的父亲只是说了2句，就再也不说什么了，拿起扫帚抹布开始打扫卫生，还进入他的房间擦擦桌子，擦擦他的开放式书柜，哪怕其实没有什么灰尘。王兴就站在那，看着家里的琐碎的日常，不停地抽噎。过了半个小时，他满脸不舍地走到门口，喃喃低语爸妈，你们没事多走走，少吃点甜食，保重好身体，然后我走了。王兴离开家，正在厨房的王兴母亲回过头看向大门的方向，老王，你有没有听到什么？我好像听到星星说让我少吃甜食。楼下，温言等了半个多小时，终于见到已经半透明的王兴从楼里飘了出来。张老西眉头一蹙，立刻举着黑伞将他罩住。王兴张嘴想说什么，却已经什么声音都传不出来了。温言看向张老西，张老西摇了摇头，他最后的执念也没了，马上就要消散了。既然见到了就是有缘，我会找机会送你爸妈2道符，能保他们日间平安，夜晚安眠。听到张老西的话，王兴感激地鞠了一躬，然后又看向温言，鞠了一躬，身形便渐渐化为透明，彻底消失不见。这就没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他这种横死之人，又被困在领域里那么久，早已经受到了领域影响，如今领域崩溃，他也会受到影响。
若是在强行长期滞留世间，并不是什么好事，基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次多谢了。客气什么啊，我这也是攒功德了。俩人客套了几句，便一起向外走去。走出没几步，就听到远处吵闹声，几个保安正在向着那边跑去。你找我也没什么用啊，你追到这，我也没钱，我都快愁死了。穿着熨烫平整的粉色衬衣，一手夹着公文包，一手拿着车钥匙，头发梳得铮亮的中年男人苦着脸抱怨着。他的对面站着个皮肤黝黑、发际线挺高、一脸老实相的男人。听到粉衬衣这么说，老实相男人面色更苦，他讷讷道：“老板，我是真没办法才找你的，家里人等着看病，真急用钱，你多少把欠的工资给点吧。”我真没钱。粉衬衫想走，被拉住了手臂，他脸上的表情逐渐不耐，但想了想，还是苦着脸，直接打开了随身的包。你自己看看，我也难啊，我现在整天焦头烂额的，包比脸还要干净，都要靠塞包抽纸来撑起包了。真不是我不想给你，也就对了，欠你多少工资来着？6500。哦，对，也就6000多，我至于不给你吗？化工厂的那个工程可都是我垫资给干的，现在化工厂被封了，那老板的问题好像越查越大，我都还不知道找谁给我结钱呢。你们干活时的工具、材料、人工可都是我自己垫的钱，我现在连交个物业费都没钱。老板，我真急用的，要是不急用，我也不会跑这么远来找你了，你多少给点。老实相男人越来越焦急，他拉着粉衬衣不敢松手，生怕下次就再也找不到人了。你松手，快松手，我没钱。粉衬衣想要推开，却怎么都推不开对方。老板，你多少给点啊，我真急用。而孩子和家里老人都在医院呢，真的是救命钱，我已经借不到钱了，要不是实在没办法，我也不会跑这么远来这里找你。男人越来越激动，陪土狗，你快松手，你松手，我没钱。俩人越吵声音越大，远处已经有人在围观，也有人去通知了保安。几个保安遥遥看到俩人推搡，赶紧跑过来处理。这里物业费可是附近所有小区里最高的，还住了不少德城官府和各单位的人，好几个领导也都在这住，要是让人投诉了，他们都得被罚钱。眼看保安到了，粉衬衣立刻咬牙切齿的大喝：“快拉开他！你们怎么看门的？不是本小区的人都能随便放进来了。”保安一听这话，连忙2、3个人一起上，将陪土狗拉开。老板，我真急用，救命钱！粉衬衣整理了一下衬衣，沉着脸往地上啐了一口：“没钱，我不管你怎么找到这的，就一句话，没钱。”说完，看着那几个保安，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就你们这水平，什么人都随便放进来，还向我们业主交物业费，想多了。说着，他还拿出手机拍了个小视频发到业主群里，大家都看看，这就是咱们的物业，什么人都随便放进来。要不是我反应快，还不知道会怎么样，真是吃干饭的。物业费还这么贵，就这水平，谁给交物业费，谁冤种。粉衬衣发完视频，转身就走。看着粉衬衣远去，陪土狗无力地坐在地上，像是被抽了精气神似的，脸上带着一丝绝望，一丝木然。一个保安看着粉衬衣走远，将陪土狗扶起来。几个保安带着陪土狗将他送出小区。出了小区，一个年轻保安没急着走，悄悄拉着陪土狗。那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认得他，就他屁事最多，整天投诉这个投诉那个，物业费1年多没交过了。前几天还占人家车位说是他的，就因为人家买了车位没在这住，他天天停车就成了他的。他抠的为了省点钱，把车都停在小区外面。大哥，你下次别进小区了，这要是投诉，我们肯定得被扣钱。他最喜欢停在小区外面的路边，你在那堵他，可别说我说的。保安给悄悄指了个位置，就赶紧走了。一脸茫然的陪土狗坐在马路牙子上，眼中满是不知所措。他已经想不到去哪能借到钱了。不远处跟着走出小区大门的温言，眉头微蹙，看着陪土狗。干掉了冯冬梅之后，他的我是你爹终于从1%变成了2%，然后除了这个固定能力之外，还多出来了一个临时能力。这个临时能力一直没什么反应，温言也还没来得及去弄明白，现在忽然就有了反应。刚才还好好的，可现在他看向陪土狗的时候，就仿佛看到了陪土狗的身上开始有血迹渗出，慢慢的侵染他全身。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感觉在温言心头浮现，遇到冯冬梅时都没什么反应的提示，此刻也再次出现了。他看到陪土狗的头上浮现出他的名字陪土狗，那白色的名字上方也有鲜血浮现，一点一点的侵染那3个字，让他3个字慢慢的变成了陪土狗。尤其是那个图字，血淋淋的散发着凛然杀机，看一眼就觉得毛骨悚然，浑身汗毛炸立。老实人，不要坑老实人，更不要把老实人逼急了。生成临时能力都说了是老实人了，你真的需要天敌职业能力才能对付一个老实人？你真的需要？温言无言以对，他刚才就在不远处看着，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这老哥来要账，人家不给。这老哥一脸老实相，连职业都是老实人，真成了内外如一了。他无缘无故的为什么会跟这位老哥敌对？随着温言的想法，他就看到临时能力后面的无字扭曲变化了一会儿之后，又重新变成了无。可是温言依然能看到陪土狗身上不断的渗出鲜血，整个人都快变成个血人了。他的名字依然闪耀着不祥的光芒，那种让人毛骨悚然的不安感依然还在持续，而且愈演愈烈，慢慢变成一种极度危险的感应。温言暗叹一声，老实人。他在旁边商店里买了3瓶水，给了张老西1瓶，又走到陪土狗身边，坐在他旁边的马路牙子上，将1瓶水递给他。陪土狗从茫然中回过神，看到温言面带微笑，递给他1瓶水，有些不知所措。老哥，先喝点水。陪土狗有些局促，看着被塞进手里的水，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这，我刚才隐约听到了，但是没听全。老哥能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吗？温言只是说了2句话，就感觉到陪土狗身上带给他的那种毛骨悚然的不祥感渐渐消散。哪怕在他眼中，依然看到了陪土狗满身鲜血侵染，
看起来像是个刚刚完成屠杀的屠夫。温言现在懂了，为什么是老实人了。只是一瓶水，只是愿意来听一下发生了什么，就这么一点点善意，仅此而已，就能让他感觉到那种让他毛骨悚然的不祥感，主动绕开了他。温言本来只是想看看能不能避开这种让他感觉特别危险、特别不安的感觉，准备了一堆话，他都觉得好像没什么用了。他的心里也重新安定了下来，慢慢聊了几句，他就没了其他念头，真心实意的来听陪土狗说。听着陪土狗说，他家里长辈住院着，孩子也住院着，媳妇在照顾家人，全家就他一个人赚钱。之前是有个小工程招人，一天200，包吃包住，要是提前完工，每个人还能再加工资30%的奖金，他就去了。没想到干完了，老板非但没给说好的额外的奖金，连工资都没给。他借了亲戚不少钱，现在实在没辙了。听一个工友说，老板家就在德城的东华小区，他就真信了，自己跑来，在这蹲了2天，终于看到了老板。听着陪土狗的话，一旁的张老西不屑地撇了撇嘴，那个狗东西怎么看都不像是几千块都拿不出来的人，就是故意不想给，欺负老实人。温言听说陪土狗在这蹲了2天了，就站起身看了看旁边的面馆，要不这样，老哥，我刚加完班，饿着呢，你先陪我吃个面，我们边吃边说，我有认识的人，我看看能不能帮你要回来你的工资。陪土狗一听这话，也不知道怎么拒绝了，他看了看那面馆，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的兜，琢磨了下，一碗面还是能请得起的。那你赶紧先吃饭。三人进了面馆，温言和张老西都点了炸酱面。温言看向陪土狗，陪土狗立刻道：我刚吃过，我不饿，你们吃。温言看向服务员，那就再来份炸酱面，大碗。温言看了看陪土狗摸兜，似乎要站起来了，他立刻先一步起身，在旁边冰柜里拿了3瓶豆奶，再顺手在旁边柜台把账结了。三人一起吃着饭，张老西一言不发，只是听他现在看出来了，温言似乎是真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只能心里暗暗感慨，到底是年轻人，要是换做他肯定会先怀疑一下事情的内情，是不是真的只是这么简单。一人一碗面，味道先不说，起码能吃饱了。陪土狗也差不多把事情说完了，遇到什么事也都说清楚了。老哥，你飞信我加一下。我这没飞信。陪土狗拿出一个直板按键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好处是待机时间能有好几天。温言跟对方互换了电话号码，转身就去小区门口的自助取款机那取了5000块钱，他卡里还剩下3-4千，肯定够花到下个月发工资了。他将钱包起来，直接塞到陪土狗怀里，眼看陪土狗有些失措的要推回来，他立刻道：算我借你的，你拿好了，赶紧回去吧，我帮你要回你的工资，到时候给你打电话，不要推了，看病要紧，等你后面有了还我就行。陪土狗的眼睛有些发红，想到了刚才从小区里出来时的茫然和绝望，想到了还在医院里的家人，他想要拒绝，却怎么都说不出口了。我后面一定还你，要不你跟我去看看。我没事，我信老哥，老哥你先回去吧，你都出来2天了，我这2天就找人帮你要回你的工资，肯定可以要回来。温言将抹着眼泪的陪土狗送上车，跟对方挥手告别。这时候憋了半晌的张老西才问了句：我虽然也觉得是肯定是真的，但你不怕人家走了就消失吗？你这直接给现金，连个转账记录都没。哈，我说转账，这老哥会要。再说了，这老哥太老实了，他要是会坑我钱，那我也认了，就当买教训。温言心情非常好，刚才吃面的时候，他已经一点不祥的危险感都感觉不到了，他的眼中陪土狗那一身鲜血的狰狞形象都消散了，恢复了正常样子。现在他彻底确定了，不是没法生成出对应的天敌，是真没必要。出来后借给对方钱，他就没别的想法了，单纯的只是想要帮一把，主要还是因为他敢笃定，以后老哥有钱了，肯定会主动还他，他不要都不行。你要不要回去睡觉？你眼睛有点红，赶紧回去睡觉吧。一旁的张老西问了句。听张老西一说，温言立刻打了个哈欠，疲惫感立马涌了上来，尤其是刚吃了东西更困了。先回去睡觉吧，改天再跟老哥聊。温言回到家，洗完澡后倒头就睡，这一觉就睡到了天黑，到了晚上10点多了还没醒过来。温言家小区门口的马路对面，一个广告牌上的明星忽然转动眼睛，向着温言家所在的小区望去。到了12点多，街道上除了偶尔路过的车辆，已经没什么人了。上一次在公交站广告牌上出现的家伙，现在化作广告牌上的明星，缓缓地从广告牌里走出来。他等温言好几天了，可惜温言自那天之后再也没回来住过。此刻他站在路边，伸出手数着小区外墙上的编号，1号楼、2号楼。端州2院住院部的神内科病房里，陪土狗靠在椅子上，满脸疲惫的睡着。外面的大马路上，一个满身鲜血、面容狰狞的陪土狗巨现了出来。他吹着口哨，顺着今天陪土狗回来的路一路返回。所有的人都看不到马路上的人影，所有的摄像头也都拍不到。他越走越快，中间还搭了顺风车。2个小时后，他一路来到了德城，继续顺着大马路向着东华小区而去。7号楼、8号楼，哦，就在这了。8号楼1单元502号。广告牌上爬出来的明星，目光越过其他楼的遮挡，盯着目标窗户，一步迈出，踏上了马路，向着对面走去。就在这时，广告牌上爬出来的那位明星脚步一顿，耳边浮现出了口哨声，还有一丝让他毛骨悚然的不祥感，忽然就出现了。他转头向着侧面望去，只见一个浑身衣服都像是泡了鲜血一样的人，正迈着轻快的步伐，吹着口哨小曲，从马路正中间一路走来。明星停住了脚步，后退了一步，回到了人行道上，表示退让。他看着陪土狗一步步走过，等到陪土狗越过明星的瞬间，脚步停了下来。陪土狗看了看明星，又转头看向了明星锁定的方向看了一眼，他感觉到了温言在那，他也感觉到了这个广告牌上走出来的明星对温言有极大恶意，而温言白天才刚刚帮过他。
裴土狗狰狞的脸上忽然露出一丝灿烂的微笑，口哨声也戛然而止。正好，顺便热热手。裴土狗身形一晃，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刻，便见他已经出现在明星身后，一条沾染着鲜血的绳子套在了明星的脖颈上。随着明星反应过来，开始挣扎的时候，那血色的绳子已经骤然收紧。裴土狗拖着绳子，如同拖着一条死狗，一步步横着走上了道旁的路灯栏杆。那被拖着的明星身形面容不断变化，最后化作一个黑影。那黑影如同水球一样，不断的变化形状，可是无论如何都挣脱不了绳子。裴土狗走上路灯，将血色的绳子绑在路灯上。下一刻，黑影骤然化作了人形，被套着脖子，重重的向下坠去。裴土狗走下路灯，继续吹着口哨向远处走去。路灯上，一个人形黑影被吊在那里，不断的挣扎，只是那挣扎的力度越来越弱，最后黑影歪着脑袋，全身都放松了下来。裴土狗吹着口哨，一路来到东华小区，他还尚未进门，侧头向着另一个方向望去。不多时，一辆车在路边停下，粉衬衣满身酒气的下车，对着路边一辆车骂骂咧咧了几句，还上去踢了一脚车门。因为平日里他晚上是停在这里的，距离小区大门很近，这里并不是个车位，而是紧挨着第一个车位的地方，晚上也没人来贴条，他每次都停在这。可谁想到今天遇到跟他一样不要脸的对手，先占了这个位置。粉衬衣骂骂咧咧着，忽然听到了有谁在吹口哨声，吹着一首非常怪异，像是没有一个音在调上的诡异曲子。他向着小区大门望去，他的目光中一个模糊的影子正在靠近。渐渐的，那模糊的影子化作了满身鲜血的裴土狗的模样，只是那张平日里怎么看都是老实巴交、与人为善、特好欺负的脸，此刻带着灿烂的笑容，却让他觉得汗毛炸立，浑身不舒服。他脑袋有些晕乎，哪怕明明感觉到了不对劲，哪怕看到了对方满身鲜血，尤为可怕，可是往日里一切已经变成了习惯。他看着走近的裴土狗，脱口而出：没钱，你在这等着也没用，赶紧滚。粉衬衣可不知道，现在来的压根不是老实人裴土狗，而是能力具现出来的裴土狗。裴土狗笑得更加灿烂，他不紧不慢地走上前，伸出一只手按在粉衬衣的肩膀上，鲜血浸润而出。粉衬衣僵在了原地，裴土狗不紧不慢地取出一条血绳，绑在粉衬衣的脖子上，然后那不再调的怪异口哨声消失，换了一首特别欢快的小调。他一手牵着绳子，一手拖着粉衬衣，迈着轻快的步伐，就近走上了旁边的路灯。粉衬衣全身僵硬，身体像是完全失去了控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的身体像是失去了重量，就这么被血绳牵着，像是一个气球飘在裴土狗身旁。裴土狗还非常好心地调整了一下他的姿态，让他能亲眼看着裴土狗将血绳绑在路灯上。绑好之后，裴土狗走下路灯，面带笑容，看着飘在半空中的粉衬衣。下一刻，粉衬衣的身体骤然坠落，只听咔嚓一声，他歪着脑袋，像是一条濒死的鱼一样抖动了两下，喉咙里呵呵的喘气声渐渐衰弱下去。从头到尾，他连跪下求饶的机会都没有。裴土狗转身，顺着马路中间渐渐消失不见。一辆10万的普通家用车从德城第一医院外面驶过，驾驶位坐着一个戴着无框眼镜的男人，透过车窗望向了医院的住院部大楼，轻叹一声：真的彻底消失了，真是废物啊。男人拿起旁边的一沓子文件，随意瞥了一眼，这些文件正是温言此前用到的那些文件的复印件。他看了一眼，随手将文件丢在旁边。难怪这么好的条件，他竟然还死在一些普通人手里，连一点挽救的机会都没有，原来是被规则碾压了。蔡启东果然有2把刷子，不是之前那个混日子的废物能比的。通知下去，扎眼的家伙最近都低调点，尤其是黑影，这蠢货怎么想的？前几天都敢在蔡启东附近出现了，能空降成为南武军烈阳部部长的人，能是简单角色吗？好的，老板。后座上一个戴着口罩人应了一声，按了一下耳机，拨出去一个电话。但半分钟，口罩男便沉声道：老板，出事了，黑影死了。眼镜男缓缓抬起头，双目骤然变得锐利。什么时候？在哪？死在谁手里了？在那个殡仪馆新人住的小区外面。过去看一眼。车辆在下一个路口转向，不多时就从温言家小区外面的一个十字路口路过。眼镜男扶了扶眼镜，他向着侧面望去，便看到一个通体漆黑的人影，被同样是黑影的东西吊在路灯上，一动不动，已经死了。眼镜男眉头微蹙，这跟他想的有点不一样了。街边的阴影里，此刻也走出了2个漆黑的影子，周围的路灯一个接一个熄灭，周围接连陷入黑暗。让他们快点处理了。老板，是殡仪馆的人做的？不是，同样也不是烈阳部的人，他们不会，也没这个能力，把黑影的肠子抽出来，将他吊死在路灯上。哦，对了，那个殡仪馆的新人查清楚了吗？那个新人的资料没什么问题，但他的确有极高的概率，他可以进入老兵库，我们的人还没抽机会检验。他最近几天吃菌子中毒了，一直在医院，这件事也是黑影在跟的，黑影死在这里，肯定跟这个新人有关系。眼镜男不置可否，只是道：黑影平时仗着来去自如，得罪过的人可不是10个8个，死了也好，都记清楚了，做事要先搞清楚规矩，瞎搞什么都搞不成。下次再有黑影这种蠢货，就先给埋了吧，省得连累我们所有人。通知下去，这里的事情加快进度，出了这种事，就算不是烈阳部的人干的，那也不能等了。是，老板。口罩男心中一凛，连忙应了一声。车辆路过了十字路口，消失在黑夜里。温言一觉睡了个昏天暗地，睡了10几个小时。起床之后，外面天都亮了，他给自己煮了一碗阳春面，加了一小块自己熬煮的猪油，吃得满口生津，特别满足。看看时间，7点了，该去单位转转了。他这班上的上2天班，休假休了好几天，
馆长虽然说算工伤，带薪休假，可好歹也不能太过分了。来到单位7点半，这边刚下车就先看到了风瑶的车停在外面。温言这边刚进去就看到风瑶的背影，他正向着里面走去。温言给他打了个电话，我看到你了，我在大门口。温言快步赶上，跟着风瑶一起向里走。你这大清早就往我们这跑，是又出什么事了？有人被吊死在路灯上，不像是普通案子，我过来看看。正好我有个事想要问问你。温言把陪土狗的事情大概说了一下，这是一般找谁打个招呼好点，你可别给我说起诉，我当然知道起诉，但那个太慢了。这事简单，还是正经正当的事，回头我找个人打个招呼就行。俩人一边说，一边来到殡仪馆角落里的遗体处理部里的解剖室。这地方用到的时候其实不多，主要作用其实还是配合烈阳部。烈阳部送来的非正常死亡的人都会送到这里。等俩人进来，隔着玻璃往里面看了一眼，看到躺在解剖台上的尸体时，温言面色微变。话说，人要是死了，这欠账还能要回来吗？什么意思啊？风瑶随口回了一句，立刻反应过来，你说的那个老板就是他。虽然他这样貌有些扭曲变形了，可昨天才见过，还是能判断出来就是他，这怎么回事？温言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陪土狗没忍住，直接刀了这家伙。一旁的风瑶拿出随身带着的笔记本，给温言播放了一段监控视频，看视角应该是路边某个店铺门口的监控。视频里粉衬衣停好车，摇摇晃晃的下了车，对着旁边的车不知道说了什么，还踢了一脚。然后跟着他就晃晃悠悠的来到路灯旁边，手脚并用的爬上路灯杆，抽出他自己的皮带，将自己吊死在路灯上。还有其他几个方向的监控拍下的都一样，而且初步检测也出来了，他昨天晚上肯定已经到了醉驾标准，喝这么多还能跟猴子一样窜上去，毫不犹豫的把自己吊死。我们查过了，他平时连锻炼习惯都没有，这明显不正常。现在有头绪吗？可能事情比较复杂。前些天端州有一个化工厂暗藏很大风险，被查封了，后面追查的时候查到了一些归属烈阳不管的事情，性质极其恶劣。这个人之前是化工厂一部分土建工程的包工头，有极大可能是知道什么事情，现在被灭口了。温言点了点头，非常合理。温言想到昨天自己感受到的相隔甚远，都不认识，也没针对他，都能直接激活天敌提示，那陪土狗的能力肯定是很强。而且按照温言从风瑶这得到的一些有关职业能力的资料，还有昨天陪土狗的遭遇来看，再加上提示的内容，他大概可以推测出一些结论。陪土狗自己肯定都不知道他自己有一个能力，结合老实人这个标签来看，温言觉得大概率是越是符合这个标签，被逼急眼的时候，这个能力被激活的时候就越强。温言虽然年纪不大，不像那些老人家经历的多，看人特别准，可他有挂，还是能确定陪土狗真的是个老实人。温言正琢磨着的时候，风瑶看着笔记本电脑上的内容，啧啧有声，这家伙可真不干人事啊！我之前还真以为端州化工厂没给他结钱，他是真的亏太多钱了。没想到这家伙昨天晚上就消费了3万多，消费用的这张个人卡上都有300多万现金，就这欠人家工人几千块工钱都不想给。我看看，除了昨天这位来找他要账的陪土狗，这还有好几条投诉记录，算一算，可能还有100多个工人都被欠着工资，这家伙怎么敢的呀？等等，我这好像发现点化工厂案子的线索了。风瑶扣上电脑，站起身。啊！温言一脸懵，真扯到化工厂的案子了。这个家伙的投诉记录里有一位工人，几月前还在跟着这包工头干的就是化工厂另外一个小工程。后来这个工人投诉之后拿到钱就辞职走了，但我刚查了查记录，这个工人买了车票，但是人没上车，人不见了，这么久了也没人报案。要不是这个包工头死了，牵扯到了化工厂，我们还真的很难联系到这些。这个家伙为了省钱找的都是临时工，估计签的合同也都是做样子，或者压根都没签，没几个有记录的。算了，我先走了。风瑶风风火火的就要往外走。那个欠的工资你放心吧，后面会有人联系的，这家伙的遗产轻轻松松就能还上。温言伸出手还想说点什么，风瑶已经快步走远了。他觉得既然拿了烈阳部的补贴，多少就得敬业点，比如跟风瑶讨论下有没有可能是陪土狗来要账不成，然后为了几千块半夜里从端州奔袭几百公里来得城，干掉了里面躺着的这个混蛋，然后还什么痕迹没留下，什么监控都没拍到。但很显然风瑶压根就没怀疑过陪土狗。听风瑶说了半晌，温言其实也有些不太确定了。粉衬衣包工头的确有可能是牵扯到什么事情，还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然后被挂在这警告其他人闭嘴，这个很显然更合理点。温言想了想，拿出手机给陪土狗打了个电话。喂，老哥。啊，在的，温言吗？有个事给老哥说一下，你们老板出事了，死了。啊，这端州第一医院里，陪土狗震惊不已，跟着就有些难受了起来。他怎么就死了呢？听说是喝大了又开车，后面就死了。陪土狗讷讷无言，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有些为老板感到难过，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欠他的工资可能没法要回来了。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放弃了原先的想法，在他的想法里，人死债消，他虽然难受也只能认了。温言听到陪土狗没说话，就安慰道，你放心吧，我问过别人了，他遗产其实不少，而且他不只是欠你一个人的工资吧，后面肯定会清算完所有人的工资的，你放心吧。这他不是没钱吗？他死了，他老婆孩子怎么办？要不陪土狗犹犹豫豫，一时不知道怎么说。听说钱能要回来，他其实还有点欣喜，但又想说既然人都死了，人死为大，他就认栽。可是看了看病床上的老母亲，他又说不出口，一时之间心里颇为复杂。老哥，你在端州医院了吗？啊，是啊，昨天就回来了。家里人还好吧？都还好，大夫说恢复的不错。那就行，
老哥你就好好照顾家里人吧，别的你不用管了。哦。挂了电话，陪土狗的媳妇看来脸上满是担忧。出了什么事了？老板喝大了开车，人没了。啊，这好好的人怎么就没了呢？你的工资也要不回来了吧？那倒不是，我昨天认识的那个人很好的小兄弟说，后面清算了遗产会给的，工友们的也都会给，只是昨天才见过的，这人怎么说没就没了。他虽然也觉得老板不结工资多少有点黑心，可他也真信了老板还不起，因为又不是只欠他一个人的，其他工友可都没发工资，加起来的确很多钱。他也觉得几千块肯定是有，可要是给了他工资，其他人给不给？一群工友嘴上说黑心老板早晚被车撞死，可大家心里其实还真没谁真希望老板被撞死。老板死了，谁给结工资啊？陪土狗拿着电话给工友们说了声老板死讯，顺便再从其他人那问问，认一下，毕竟人死了，总得确认下是不是真死了。万一没死，你到处说人家死了，那就不太好了。温言没在这里观摩解剖，烈阳部派来的人有3个，在解剖室折腾了半天，给出的表面结论是醉酒后窒息而死，纯属意外。粉衬衣的老婆年轻漂亮，来了之后哭嘤嘤了一会儿。看了烈阳部的人不知道怎么搞出的监控视频，显示粉衬衣醉酒驾车，摇摇晃晃的从车上下来之后，栽倒在地上，磕在了马路牙子上，脖子一歪就一动不动了。然后这边刚结束，劳监大队的人又给粉衬衣的手机打来了电话，说什么大队被一堆农民工找上门了，让粉衬衣赶紧给工人结工资。粉衬衣的老婆找人问了问，他想要顺利继承遗产，这些债务就得给还上。这才不到中午，粉衬衣的老婆确认了粉衬衣的遗产之后，立刻签了名，同意火化，还给粉衬衣开了一个豪华炉，要求今天就火化。而他本人都没留下，风风火火的离去。温言跟了个全程，看着旁边的棺材都有些无语了，倒是其他同事面色平静，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一个近亲家属都不在，就俩殡仪馆的员工推着个小车，上面放这个音响，音响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不断循环，在院子里走了一圈，就算是完里了。10几分钟的时间，粉衬衣就被推进了豪华炉里。火化部的老张开了火，就在旁边等着，2个烈阳部的人也是全程监督。不到1分钟，就听见豪华炉里一阵噼里啪啦咚咚咚的声音，还能隐隐听到哀嚎哭喊的声音。温言面色一惊，忍不住后退了一步。老张咧嘴一笑，安抚道：不要害怕，热胀冷缩你知道吧？人肺部的空气遇热膨胀之后冲出，冲击到了声带，就会发出声音，这都是正常现象。老张正在这科普呢，火化炉里的震动声更响了，里面还有一丝丝低吼的声音传出。这一次不止温言，烈阳部来全程监督过程的俩人都跟着温言一起默不作声的后退了几步。温言已经感觉到地面传来了细微的震动感，他继续默不作声退后2步。另外俩烈阳部的人，一个已经拿出了手机准备摇人，另外一个撩起了外套，手已经放到了腰上。老张回头看了看豪华炉，脸面有点挂不住，他搁着正科普呢，现在他自己都觉得那些话糊弄不了人了。他快步来到豪华炉旁边，打开一个盖子，猛地按下了里面的按钮。一瞬间，火焰喷射而出的轰鸣声嗡嗡作响。不到1分钟，豪华炉里传出的咚咚声和清晰可闻的低吼哀嚎声都随之消失不见。老张回头看向几人，咧着嘴笑道：人和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骨头特别硬，不太好烧，就得开猛火，都是正常现象。对对对，受教了。温言连连点头。现在他完全明白了猛火大概是什么意思，所谓豪华炉是什么。是他肤浅了，曾经他以为只是分出个档次，专门给有钱人用的。现在他才明白，这豪华炉的造价保守估计都在普通炉的几10倍以上，再加上配套设备，统统都得升级，那价格真得指数级飙升。按照外面公示出来的价格，绝对是亏本的。等了不到1个小时，老张就关了火，比普通炉的时间快了起码1倍以上。等到降温，重新推出来时，台子上就只剩下些许灰白色的骨灰，烧的那是相当干净。老张轻车熟路的开始收拢，猛火还是好，不会残留大骨头，省心省力省时。上次遇到一个又高又大的胖子，你们不知道，那张叔这个就不用说了，这还有别人呢。温言表情有些便秘，打断了张氏科普。一旁的俩烈阳部来全程监督记录的人，嗅着空气中似有似无的怪异气味，在听老张说起这些，脸都快绿了。老张瞥了那俩人一眼，没再说什么。他戴着口罩，一边收拢，一边给温言讲解别的东西。一般情况下，就算是收拢骨灰到金塔，其实也不会将所有骨灰一丝不剩的全部收拢，但开了猛火，按照规矩就得清理得干干净净。他细心的清扫完这骨灰，甚至等到炉温彻底冷却之后，还爬进去将里面也细细清扫了一遍，所有的灰烬都收拢到一起。然后他又去后面的铁柜子里拿出几包盐，还有一小包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混在骨灰里，再将其放到金塔里。眼看温言满头问号，老张立刻就解释，这个也是规矩，据说是防止有人拿这些东西去种花，剩下的你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温言都有些懵了，他不知道这规矩后面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这边收拢好金塔，将其封好，在交错着贴了2张黄符之后，全程记录的俩烈阳部成员才关闭了录像，在文件上签了名。转身出来之后，两人的其中一个便拨打出了电话。喂，您好，我是海葬办公室的小刘，请问是林女士吗？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是这样的，我是想问一下，您有意向为您先生举行海葬吗？是的，环保的确是一方面，如今官方在大力推行。不，您误会了。虽然海葬整体流程可能需要大概几千到1万多不等的费用，可官方对于海葬是有补贴的。您若是选择简朴海葬仪式，其实并不花钱，补贴是从3800到8800不等，得根据实际情况来看的。对，简朴海葬仪式不收费，对，补贴有的。面带笑容，言语客气的烈阳部员工挂了电话，那笑容便显得真了些。他长出一口气，拿出文件，在上面打了个勾签名。好了，任务顺利完成，一切顺利。温言欲言又止，止言又欲，
他回头看了看粉衬衣的金塔，心说这家伙可真够惨的，火化的时候他老婆都没在等着，现在骨灰都要被扬了。温言好心好奇，想要问问打电话的小刘，自然看得出来，他指了指脚下，不能在这里乱说话，这是规矩。温言秒懂，送两人出了殡仪馆大门，几人在树荫下，小刘才开口：以前有人把猛火烧后骨灰用来种花，但是种出来的花有问题，花香花粉，有毒，惹出来的事情是我们部门去处理的。还有一个，夫妻双方都很恩爱，丈夫去世之后需要用猛火，然后妻子用丈夫的骨灰做了一颗钻石首饰，又出了点事，所以现在海葬就是标准流程，最安全最环保。懂了，多谢解惑。温言跟对方握了握手，表示感谢。他也没问，若是家属不同意海葬会怎么办，反正没出事就知道结果如何了。送走了两人，温言回单位的时候，站在大门下看了看上方硕大的字，若有所思。看来不管是什么地方，人死之后烧成灰，再把骨灰扬了，都是标准的安全流程。温言其实还想知道为什么粉衬衣的尸体被火化时会有那么大动静，可很显然其他人更关注的还是安全，一切都严格按照标准安全流程来，根本不好奇里面发生了什么或者是什么。想到这，温言不禁又想到，是不是不去关注里面是什么也是规矩。德城老区一座普通的老小区，戴着无框眼镜的男人停靠好他那台10万块的小车，拎着一袋子菜走了下来。小莫呀，又来看你爸呀？是啊，今天收车走，就来看看。我爸不想搬走跟我一起住，我只能常来了。张婶啊，劳烦你们有空了帮我劝劝我爸啊，他年纪大了，天天爬楼梯上下楼也不太方便。眼镜男拿出些山竹分给楼下纳凉的邻居，几个老太太笑得合不拢嘴。这山竹现在好贵的。哎呀，你放心，我们没事就劝你爸呢，你爸肯定是怕住不习惯，也不想打扰你。我家闺女半年都不给我打个电话，哪像你隔2天就回来看你爸。眼镜男面带笑容，满脸和煦，跟几个老太太聊了会。阿姨你们聊，我上去给我爸做饭，再晚点，我怕他都自己做了。赶紧去吧。眼镜男顺着楼梯走上楼，一路来到4楼，打开双层门，就看到一个老人正拿着电饭煲内胆。爸，你歇着吧，我来，我刚买了菜。老人看了一眼菜，就忍不住念叨：上海青现在好贵的，最近菜心便宜。眼镜男笑了笑不说话，给老人打开了电视，调高了音量，包上米饭后就围上围裙，开始切菜洗菜。半个小时的时间，眼镜男先盛出来一碗汤。爸，你先喝碗汤，祛湿的，排骨还得再炖一会儿。不多时，餐桌上就多了3菜1汤，俩人吃着饭，聊着家常。你姐和你哥现在都在外面发展的可以，要不要让他们俩给你重新找个工作？不用，我姐刚升职，我哥也刚去跟一个项目，都忙得很，也不合适。我开车也挺好的，也离家近点。眼镜男笑着说，一副不太在意的样子。但老人听了这话，心里就有些难受。以前家里还有些钱，全照顾到了前面俩兄妹，到了小儿子开始上学需要钱的时候，他当了赌狗，败光了家产。后来他媳妇生病，他也一蹶不振，小儿子就留在家照顾俩老人，以至于现在其他俩孩子都在外面打拼，几个月都没一个电话，唯有小儿子开网约车赚钱，顺便来照顾下他。老人没继续说这些，转而开始聊工作上的事情，只是聊着聊着就有些不太对了。你那边工作怎么样了？还行吧，就是之前的一个项目进行的不太顺利。哪个项目啊？殡仪馆那个项目停了1年了，最近又有希望可以做了。我主要是在忙这个项目，就是手下的人不太听话，出了点岔子，我得亲自跟一下。你也是不容易啊，我老了，帮不上你什么忙。看您说的，您老才是我最大的助力。我能帮什么忙？我得找个名正言顺，不会引起对手关注的方式进入殡仪馆，然后才能做后面的事情啊。之前放进去的影子已经没了，肯定是有人靠近我想去的地方了。这我来帮你。老头嚼着炖得软烂的排骨，随口应了一句：那就麻烦您老人家亲自出马了，我能依靠的也就只有爸您了，也只有您能帮我了。莫志成放下筷子，目视着老人，眼神真挚，又是感激又有些羞愧。你好好干，男人还是以事业为主，我能支持肯定支持。老人拍了拍莫志成的肩膀，鼓励着双目含泪的儿子。一顿饭吃完，莫志成收拾了桌子，洗了碗，还给家里扫地拖地，收拾了一遍，忙到晚上快10点了才离开。老人继续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吃着莫志成带来的水果，脑海中满是最亏待的儿子，反而是唯一孝顺的孩子，他要想方设法的帮儿子。第二天一大早，老人正常6点起床，刮了胡子，换了身干净的衣裳，将稀疏的头发仔细梳理好，便背上自己的小包，坐在沙发上等待着出门。他口中喃喃自语，眼神逐渐有些颤抖，有些疯狂的神采，但越疯狂反而越坚定。我要帮我儿子，我要帮我儿子。等到门外传来其他声音的时候，老人起身打开大门，还用钥匙顺手反锁了大门。楼梯上方，早起的俩老太太正准备出门买菜，老人抬头看了一眼，如同往常一样打了个招呼：买菜去呀？是啊，老莫，你这是又要去锻炼吗？是啊，不锻炼不行啊，我儿子昨天才说我了，让我多走走。老人一边说，一边反锁了大门，放好了钥匙。这边顺着楼梯往下走，老人却一步踩空，脚腕一微，整个人便向前摔去。他本能的想要扶着栏杆，却也抓了个空，整个人顺着楼梯一路翻滚了下去。一路翻滚到下一层，老人歪着脖子趴在地上，眼睛瞪大着，嘴角还抽抽着，像是在微笑，那表情像是有一种得偿所愿的满足感。正在往下走的俩老太太看到老头翻滚着滚下楼梯，消失不见，吓得手足无措，一个呆愣在原地，另外一个大喊了起来：来人啊，快来人啊！温言从入殓间出来，看着哭的眼睛都红肿的客户家属，他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脑壳疼。刚才这家属在这吵了半晌，非说入殓师给处理的不行，那位客户都拒人关了，遗体处理部的大姐
能只用1天多的时间给处理到恢复如初的地步，他都觉得肯定用了魔法。就这，家属还不满意，他都觉得血压飙升。要不是害怕激化矛盾，刚才都想说，要不是你家老人都去世几天了，你们这些儿女都还不知道，至于这么难修复吗？他迈步来到了火化部，感受着这里的安静，温言心情也平复了下来。他现在最熟悉的还是火化部的流程，正经上了几天班，稍微见多了一些家属，他就觉得老张说的真有道理。经过前面的流程，到了这里已经没有那么多幺蛾子了，从家属到领导到客户都好说话了。传说中的勾心斗角、阴阳怪气、难缠的家属，在火化部基本都是不存在的。客户也不会因为你烧的有偏差，就当场蹦起来投诉你，或者拍个小视频。他在火化间外面的椅子上坐了会儿，听到了远处音箱里传出鞭炮声之后，这才起身前往遗体处理部，准备找入殓间的大姐请教下。学会那位大姐的魔法是不指望了，但起码要知道流程，知道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心里有数。以后万一遇到客户家属问起，不至于一问三不知。这边刚过来，就见一个殡葬店的老板正在入殓间门口站着，旁边是戴着护目镜、戴着口罩帽子、防护衣的大姐。这位阿伯是我的老街坊，还是我同村出来的。他从楼梯上滚下来，全身骨头断了不少，脖子都摔断了，只能麻烦你了，给收拾的利索点，体面点。放心吧。大姐点了点头，应了一声，便转身回到入殓间，啪的一声关上了门。丧葬店老板也不在意，看到温言来了，立刻拿出一张名片。温生吧，听说你好几天了，我叫阿贵，这是我名片，有什么需要尽管打我电话啊。温言收了名片，笑着应了一声。有些丧葬店不只是卖丧葬用品，还会包揽了病理策划，带全部的各种高端简谱流程，让客户什么都不用管，跟着就行，很省事省心。除了要花钱，而温言的同事们也乐得跟这些人交流，大家都省事省心。眼看温言似乎没有多交流扯淡的意思，阿贵很快就告辞。温言转身进门，在隔壁隔着玻璃看入殓间内的情况。不锈钢床上躺着一个老人，脖子歪到了肩膀上，脖子上的皮肤虽然没破，却也可能看到骨头轮廓，身上还沾染着血迹，有肋骨折断之后刺破了皮肤。叶大姐抬头瞥了一眼温言，对温言挥了挥手，再指了指外面，示意温言赶紧滚蛋，她要干正事了。温言脑海里迅速过了一下员工守则，好像只是入殓间有员工在操作的时候不准随便进入，没说不准看吧，这玻璃就是专门留着让人看的。入殓师刚带徒弟的时候，徒弟没资格进入其中，就是在这里观摩学习。温言挥了挥手，转身离去。等到没人了，入殓间的叶大姐面色平静地伸出手扶着老人的脖子，双手一动，便听咔嚓一声将其复位，然后再给老人接肋骨。不过几分钟，就见老人的身形基本恢复了正常。她在老人喉咙里轻轻一抖手指，就见老人张开嘴巴，嘴巴里发出一阵粗重的喘气声，一缕白气喷出。她再伸出手，在老人双目上一抹，有些死不瞑目的老人便闭上了眼睛，微微有些变形的面容都变得平静了下来。此刻，她才继续拿出各种工具，开始给老人清理皮肤。1个多小时，便让老人的身形样貌恢复个七七八八，剩下的都得等最后再处理，不然时间长了，重新补妆更麻烦。下班时间，单位里的人陆续离开，只有火化部的老张还有大门处的门卫没有走。整个殡仪馆变得非常安静，没有了城市里的喧嚣和灯火，甚至都没有了虫鸣鸟叫。周围的山峦也渐渐化作了一块块巨大的阴影，仿佛几尊巨人环绕，俯瞰着殡仪馆。晚上11点，火化部旁边的小办公室里，今天值夜的老张正喝着小酒，就着油炸花生米。他看了看表，点燃了杯中的酒，再一饮而尽，然后拿着手电出门，开始巡视除了前院办公楼之外的中后院。一圈巡视没什么问题，他才重新回到自己的小办公室里，打开了手机，开始喝着酒，刷刷视频。到了1点，中院的一排 VIP 单间里，有一间传出了一丝嘎吱嘎吱的声音，宾馆门上的把扣在轻轻的晃动，一丝丝寒气升腾，凝聚出水珠，多了点润滑的效果之后，那晃动的幅度越来越大。不多时，把手抬起，宾馆的门缓缓打开，里面的老人一点一点的挪动着僵硬的身体，从里面钻了出来。他一身深蓝色的寿衣，眼皮微微睁开，站在地上，僵硬着身子推开了外面的玻璃门，走出了这个 VIP 单间。他步履蹒跚，身形僵硬，一点一点地向着后院走去。他的胸口刚接好的肋骨又重新崩开，随着时间流逝，血水渐渐渗出。殡仪馆的门房里，看门的大哥跟往常一样，坐在监控前拿平板看剧。看着看着，他余光瞥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抬头一看，就见到监控里一个身形僵硬的人正在慢慢地移动着。看门的大哥一看那僵硬的动作，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他连忙坐起来，翻出自己的电话，先给老张打个电话。张叔，中院有人。他拿手电了吗？老张倒是很冷静，一边打电话一边给自己再斟了一杯酒。没，他大概刚过吊唁大厅，走得很慢，身体僵硬。好，我知道了，你不用管，锁好门看剧吧。老张饮了一杯酒，从床底下翻出来一根撬棍，给馆长打了个电话。什么事？电话只是响了2下，馆长有些低沉的声音便响起。应该是有个客户出来遛弯了。哪里出来的？是从中院过来的。给温言，算了，你先看情况吧，要是问题不大，就先送他回去，明天再说。要不，老张有些跃跃欲试，要是普通客户就送回去休息，不要节外生枝，按规矩行事。哦，老张叹了口气，有些失望。他倒是想直接给拖到豪华炉烧了，一了百了。他一手拿着撬棍，一手从抽屉里翻出一本书，在书里翻出来一张黄符，开门走了出去。他没贸然接近，遥遥看到那个人影之后，他就绕开走，先去中院的 VIP 单间巡视了一圈，看到其中一个宾馆打开了，他长叹一声，知道没可能直接烧了。这个宾馆里的只是一个白天新送来的老头，普通人哪怕现在变成了客户，也只是普通客户。
这种普通客户不安生地爬出来，想来是生前有什么要紧事没做完，便出了意外。他推着一个简易推床，快步追上了前面的客户，一个闪身将黄符贴在对方脑门上。霎时之间，步履蹒跚的老头立刻停住了脚步。老张将老头放回到推床上，将其重新放回冰棺里，重新扣好了把扣。他在旁边取了线香，在冰棺前点上，对着冰棺拜了拜，便转身离去。离开的时候，又在单间外面的玻璃门上加了一把链子锁。老张回到自己的小办公室，继续刷视频，也没太当回事。最近这几年，不安生的客户越来越多了，尤其是横死的最不安生。今天这个客户都算是特别容易搞定的。一般这种客户还没到需要请烈阳部的人来处理的地步，就地控制，后面跟正常客户一样，正常走流程就行。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温言刚到单位，在门口碰到了馆长。你先去把7号 VIP 单间里的客户送到老冰库里。温言一听就知道出事了。这个客户出了意外，从楼梯上摔下来的，听说出事前穿得很板正，应该是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去办，所以他晚上有点不太安生。他的大儿子、二女儿都在外地，还没赶到，昨天专门打电话来了，要送最后一程。你就先给这个客户送到老冰库吧。哦，好。温言没说什么，馆长没明说，但温言大概也能猜到，8成又是兄弟之间有矛盾，后面一堆幺蛾子。昨天他可是听说了，这个客户有一个小儿子在本地，是个开网约车的。老头送来的时候，小儿子还在送客户去机场。他推着客户的身体一路来到老办公楼。当温言推着客户越过那走廊尽头那条线的瞬间，客户的僵硬的身体像是忽然软了下来，身体瘫在了推床上，重量都仿佛增加了一些。死沉死沉，贴在客户额头上的黄符也随之化为灰烬，随风飘散。温言眉头微蹙，这条线到底是什么情况？黄符到了这边都会直接化为灰烬。温言一言不发，将其放入到老冰库地下一层一个空的冰柜里，一切都按照流程来。临近中午，戴着无框眼镜的莫志成来到了殡仪馆。莫志成没见到他的父亲，有些焦躁。他对于殡仪馆给出的冰棺故障，所以将他父亲转移的理由并不认同。他想要见他的父亲去祭拜一下，但他父亲昨天出来溜达，现在已经被送进老冰库了。我爸呢？你们是不是已经把我爸烧了？是不是莫志宏让你们这么做的？你们有什么权利这么做？你们说话，我爸去哪了？说着，莫志成便拿出了手机，对着工作人员摄像。这边刚开始录像，他的手机便响了起来，上面显示莫志宏。莫志成接过电话，刚想说什么，就听里面传来声音：志成，我到南武郡了，没买到高铁票，你来接我一下。我给殡仪馆说了，明天去送爸最后一程。莫志成慢慢冷静了下来。丧葬店的阿贵这时也赶了过来。阿贵凑近了之后，压低了声音：你父亲的仪容修复过程比较麻烦，你也知道当时的样子，老爷子生前就要体面，你们要求的时间又比较紧，我昨天拖了人，人家好不容易答应给加班加点。莫志成不说话了，他沉默了半晌，向着入殓间的方向走出了几步，最后也只是沉默着转身离去。莫志成离开，阿贵连忙来给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好话。他接的活多了，什么人都见过，殡礼上当场干架掰扯遗产的都见过，现在这都是小场面。平常的一天结束，入夜，老冰库被放在冰柜里的老人眼睛珠子在微微颤动，他的喉咙里发出一丝丝气流涌动的声音。随着时间流逝，老人豁然睁开双眼，他浑浊的眼睛空洞一片，什么意识都没有。他嘴里涌动的气流像是在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周围的寒气渐渐被老人吸纳，他如同之前一样，一点一点地撞击冰柜门，那寒气一点一点地渗透凝结。几个小时之后，已经变形的柜门缓缓打开。又过了一会儿，身躯僵硬、满身冰霜的老人从冰柜里跌落下来，嘴里还在如同本能地含糊着说着什么。他眼神空洞，身体僵硬，艰难地挪动着，一路来到地下一层的大门口。他挥动已经被冻硬的手臂，一下又一下地敲击着门锁。他的皮肤开始崩碎，露出骨头，他却还在敲击。随着解冻，他的力道越来越大。他砸开了门锁，顺着楼梯而下，翻滚着向下滚去。翻滚到下面一层，这里是51-100号。他刚接好的脖子再次断裂，脑袋歪斜着靠在肩膀上，用骨头再次砸开了下一层的门锁，晃晃悠悠地进入其中，一路来到第51号柜子前面，伸出手将其打开。他撕扯开了尸袋，里面有一具已经布满尸蜡的干尸，唯一特别的是，干尸的脸上像是长着一副木质化的面具。他依然是眼神空洞，嘴里气流涌动，身形僵硬地伸出手将干尸拖出来，一点一点将干尸的脸撕扯下来，然后拎着那张如同木质面具一样的脸，在一点一点地挪动着向上走去。老办公楼的入口镜中浮现出一个60多岁的中老年人，他的目光向着走廊的深处望去。安静到死寂的环境里，可以清晰地听到里面传来很有节奏的声音，咚咚咚。老王站在镜中，眉头紧锁，眼中带着难以压制的震惊。动静是老冰库里传来的，这怎么可能啊？老冰库里别说活人了，鬼东西都不可能有。老王转身在镜中世界行走，他顺着镜中来到走廊深处，在那条线后面已经是一片黑暗，镜子也倒映不出来里面的东西。老王面沉似水，心里也开始有些焦急了。出事了，出大事了！殡仪馆的老办公楼在殡仪馆的最里面，而外面明的暗的其实是有各种防护、各种预警。而老办公楼作为唯一一个可以正常进出却不会触发预警的入口，也有他24小时蹲守。最关键的，老冰库天生就是最强的防御，现在除了温言这种天赋异禀的人之外，任何人越过线的瞬间就会扑街，任何诡异越过线的瞬间就会直接无了。几十年下来，无一例外。首先可以排除各种无实体的诡异，唯一可能可以进去的那类人，也绝不可能无声无息的越过所有预警和阻碍，进入到老冰库里。而这些天，唯一一个按照正常流程被送进去的，就是昨天晚上出来溜达的普通客户。可老王当时也看得清清楚楚，
那普通客户在越过线的瞬间，滞留在体内的残魂就已经彻底消散了，只剩下一具纯粹的尸体。老王急得上头，这种情况以前可从来没出现过。他咬了咬牙，在镜中世界离开了老办公楼，步入殡仪馆后院。镜中的世界，殡仪馆周围覆盖着巨大的阴影，那阴影起起伏伏，难以言喻的压迫感笼罩着这里。院中的一切都恍若经历了漫长岁月，尽数腐朽，大树也掉落了所有的叶子，只剩下枝桠张牙舞爪，仿佛扭曲着发出无声的哀嚎。天空中连月光都没有，目之所及的一切都像是蒙了好几层黑纱，10米之外会化作彻底的黑暗。黑暗之中，唯有火化布亮起着光亮，静静地照亮周围10米的距离。老王低着头，屏住呼吸，感受着火化布的光亮，轻手轻脚的前进。黑暗里仿佛有什么东西感受到老王的存在，死寂的黑暗里，窸窸窣窣的声响出现，远方更是有风呼啸的声音浮现。老王强忍着跑起来的本能，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屏住呼吸，等了好一会儿，那窸窸窣窣的声音才渐渐消失，然后他才敢继续悄悄向前挪动一点。有了一点点声响，黑暗之中的声响又重新响起，就这么不断拉扯着他来到火化布。在他进入火化布光亮笼罩范围的瞬间，那些窸窸窣窣的声音渐渐退去。老王暗暗松了口气，幸好火化布距离老办公楼很近，不然的话肯定来不及了。他进入到老张休息的小办公室里，来到挂在墙角的一面小圆镜前，镜中便是正常的世界。老张正在那喝着酒，刷着小视频。老王长出口气，轻轻敲动镜面。正在喝酒提神的老张听到声音，立刻反手拎起旁边的撬棍，环顾四周，目光也锐利了起来。老张，是我，看镜子。老张拎着撬棍，站在距离镜面1米多远的地方，皱眉看着里面的老王。别看了，真是我，快通知馆长，出事了，老冰库里有东西在活动。老张眉头紧缩，握着撬棍的手都开始紧了起来。真的是我，老王，你小子看的第一张片都是我带你看的，最下面那个抽屉背面还贴着一张同系列的。老王一看这架势，立刻顾不得那么多了。听到这话，老张神色一凛，立刻按照指示打开抽屉，在下面一摸，还真摸出来一张碟片。他立刻拿起手机给馆长打去了电话，顺便开了免提。又是响了2声，馆长便接起了电话。什么事？老王传讯，老冰库里有东西在动。馆长听了都有些愣住了，但是跟着他就不去思考这事可不可能。什么时候？多久？镜中的老王立刻回复，至少1个小时之前了，我在这里算不清楚时间。知道了。何健挂了电话，立刻开始穿衣服打电话，电话拨出去的瞬间就被接通。喂，老蔡，老冰库有东西在动。什么？你那边也出事了？我知道了。挂了电话，何健沉着脸，难怪瞬间就接通了电话。端州那边也出了事，已经调集了大队人马过去，而且目前看是更麻烦的事情。同一时间，老冰库也出事，这肯定不是巧合。他通知下去之后，相关人员都开始接到电话，一个个都被摇醒。温言也接到了电话，立刻穿好了工服，冲下楼的过程又顺手叫了车。他这边还没到小区门口就接到电话，喂，你好，不好意思啊先生，我收车了，这太远了，我去不了。这边挂了电话，温言就看到他的单被退了，对方宁愿扣钱都不接。温言叹了口气，大半夜的叫车去殡仪馆，殡仪馆还在郊区，大部分人的确都不想去。后面还是攒点钱买个2手车吧，不然太不方便了。他又重新叫了一辆，一看定位，对方就在十字路口，他连忙快步向着十字路口跑去，然后一眼就看到一辆正在等红灯的车，车牌号也对上了。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直接冲到车旁边，拿着手机给对方看了看。师傅，就是我叫的车，我有急事。开车的司机愣愣地看着他，又看了一眼目的地，沉默了一下，开了门锁。温言立刻打开车门上车，眼看车开动，温言松了口气，多谢了师傅。不用客气，谁家都有个急事。司机长叹一声，我爸也是昨天走的，明天就在那举行葬礼。节哀，这么晚了还出来跑车吗？睡不着，家里也太吵闹，不想看到其他人，出来透透气。沉默中，车辆在飞速前进。同一时间，接到消息的蜂瑶正坐在车上赶往德城殡仪馆，他捧着他那厚厚的笔记本电脑，后勤的人也都在跟他实时通话。头，有辆车进入殡仪馆周围3公里范围了，查到了，是温言叫的车。不用管他，继续看附近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没有。还有一辆黑色的 MPV 在3公里外的居民区附近转悠，一直没有离开，车主登记在一位80多岁的老人名下，也进入3公里范围了。让附近的人找个理由拦下来查查，都小心点，有异常情况允许直接开火。温言看着窗外，道旁停着一辆带着红蓝豹闪灯的车，后面还停着一列拉货的大卡。他第一反应是晚上查抄在的，但是看了看这里的环境，这里距离殡仪馆就几里地了，他便猜测这是烈阳部给安排的，将这些大车都给找个理由拦了下来。到了殡仪馆门口，温言付了账，给到了声谢。戴着无框眼镜的司机轻轻推了下眼镜，笑了笑，不用客气，需要我等你吗？不用了，我估计得到天亮了，你先走吧。温言挥了挥手，跟司机告别，向着殡仪馆而去。进入单位，温言便感觉到夜晚的殡仪馆跟白天是截然不同的，那种死寂的沉默感扑面而来，还有一种极为压抑的感觉在心头萦绕。举目望去，四面八方的黑暗都像是一张大幕，在缓缓闭合。隐隐约约，仿佛看到殡仪馆深处，树木凋零，建筑摧毁，栅栏腐朽，黑暗之中有巨物起起伏伏，仿佛在动，还有一种被什么东西盯上的感觉浮现。但下一刻，新的感应浮现了。除了梦中，他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应到了噬魂兽的存在，离他很远，噬魂兽的目光看向了这边，噬魂兽好像在咀嚼什么东西，在缓缓地进化。
下一刻，所有的一切感应都消失，殡仪馆也恢复成了往日的样子，只是比白天多了些压抑的感觉。门房里的看门大哥看到温言来了，立刻打开门，递给温言一个手电。打开手电，照亮前路，那种压抑的感觉顿时减轻了一些，但温言还是放轻了脚步。这是他第一次夜晚来德城殡仪馆。远处，手电的光亮照来，馆长快步走来，压低了声音道：“跟我走。”老兵库里有动静，肯定是有东西在活动了。之前送进来的，不可能现在忽然间能动起来了。唯一可能的就是白天送进去的那位客户，他不知道为什么在里面竟然还能动。现在只希望这是一个意外事件了。若不是，那……馆长沉默了一下，没往下说。温言心里明白，若不是偶发事件，那就是有人对殡仪馆的规矩、各种流程、隐藏的一些东西，比如老兵库之类的地方，都了如指掌。甚至于对方对馆长遇到一件事时做出的决断和选择，都能精准预测。晚上规矩很多，很多东西都不好贸然做，不然可能会有更麻烦的事情出现。所以，尤其是在后院，很多手段都不能用，尤其是晚上。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烈阳部的人不会在晚上进入这里。而且，今天晚上端州也出了一件大事，附近2州的主力都去支援了。我明白了。温言点了点头，这意思很明显了，大概率不是巧合。老兵库里拎着木质面具的老人，肩膀上扛着脑袋，晃晃悠悠，一点一点地从楼梯走上来。他越过了线，也依然保持着这副样子，眼神空洞无物，一点恢复意识的迹象都没有。但他手中捏着的木质面具却开始散发出一些独特的气息，那些力量慢慢渗透到老人的体内，老人僵硬迟缓，还有些残破的身躯开始慢慢的恢复，断掉的骨头都开始被收紧的皮肤和肌肉给扯回到原位。他微微张开嘴巴，露出口中断掉的舌头，一股灰气喷出，又盘旋着被其鼻子吸了回去。他的皮肤开始泛起一丝灰色，胸口也重新开始了缓缓的起伏。还是他依然眼神空洞，喉咙里翻滚的气流声慢慢开始有了点声调。我要帮我儿子。他绕过了老办公楼入口的镜子，向着门口走来。他打开了大门，从老办公楼里走出来。外面等候着的老张一手拎着撬棍，一手捏着一道黄符，尚未靠近，就见老头鼻间盘旋的灰气一转，扑面而来。他只是嗅到一股浓重的尸臭味，便感觉天旋地转，眼前开始模糊。他立刻将手中的一道黄符贴在自己的脑门上，旋即跌倒在地，不省人事。老人的双眼浑浊空洞，根本没有理会跌倒在地的老张。他一步一步地向着外面走去。他走出没多远，馆长和温言就到了。手电遥遥照亮趔趄着前进的老人，看到对方手里拿着的木质面具，看到对方口鼻之间循环的灰气，还有对方断掉的脖子都开始在慢慢恢复之后，馆长立刻拉住了温言，后退。馆长拉着温言不断后退，一边低声道：“他手里拿着的是51号柜的木甲面具，有尸毒，他现在开始进化了。我们只要接触到，8成就得躺下。别看了，我年纪大了，腿脚已经不行了，而你现在的阳气比我还弱，给喷一脸，你肯定死定了。等等再说。”温言看了看刚才顺手拿的绳子，再看了看那老人歪着的脖子，慢慢摆正。他的脑海中也同时多出来信息：木甲行尸，大直尸，无魂无意无心，仅剩心中大直，催动其形，又受异物侵染而成，有尸毒。阳气低到买包烟都能见到诡异的你，最好躲远点。临时能力烈阳。温言一言不发的点了点头，他觉得领导说的对。馆长，我请个外援，能报销不？只要能赶上，你能请来张天师，都能给你报。此话一出，温言就放心了。而且听馆长这口气，似乎并不是多么严重。刚才他也看到，发现老头只是拿着一个面具，后面再也没别的东西。馆长明显放松了不少。温言拿出电话给张老西打去：“老哥，有空不？德城殡仪馆，我们这有个客户出来溜达了，比较难缠，有尸毒，就按照老哥平时的价就行。这大晚上的跑这么远，哪能免费帮忙？对，我们领导点头了，给报销。老哥你快点。”眼看老头步履蹒跚，走得很慢，馆长也不管他了，带着温言就往后院走。一路来到后院，就看到脑门上贴着黄符的老张倒在地上。馆长长出一口气，还好，问题不大，先把他带回去，再去看一下下面。两人把昏迷的老张架到火化部的小办公室里，再一起来到老办公楼，里面倒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馆长在线后面等着，温言则一路来到地下室。地下室一层的门锁已经被砸坏，上面还沾染着血迹。进入其中，温言大概看了下，除了今天放老头的那个冰柜门坏了，其他的地方都没破坏痕迹。他再来到地下2层，门锁依然是被砸坏了。进入其中，也只有51号柜被打开，里面躺着的干尸像是整张脸都被人以极为粗暴的手法强行接走。除了51号，别的柜子都是完好无损，也没有沾染什么痕迹。温言大致确认了一遍，便匆匆上楼给馆长汇报了一下。馆长这一次算是彻底松了口气，还好，只是51号，别的都没事，也没在外面引起别的变化。馆长，你确认就这么放那个老头走，不管吗？他那个速度，走出去都得一段时间，让他先走出去再说，别节外生枝，目前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啊，你知道殡仪馆之前重建过2次吗？不知道，回头再给你说。现在的情况是，我不想节外生枝，引出更大的麻烦，让殡仪馆重建第3次。温言一头问号，这跟他想的可不太一样啊。他还以为来了之后就要开干，他都在琢磨怎么才能干翻那个木甲行尸，谁想到馆长竟然选择不管，先放任客户走出去再说。那大半夜的把他召来，不会仅仅只是想让他去老兵库里确认下里面的情况吧？不会吧？仔细想想，好像也对。馆长再怎么样，也不至于指望他一个新人去硬碰硬。馆长见温言似乎有些懵，带着他来到员工守则的牌子下面。这里每一条守则的背后都是有教训的，可能违反了也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但赌输了，可能后果比你能想到的还要严重得多。你是不是？得，这次的事明显不是巧合，为什么我还是这么安排？温言有些意外地看了馆长一眼，他的确有那么一点不理解，偏偏馆长又不敢在这个时间段在殡仪馆内说明。他想了想，只有一个答案了：两害相权取其轻。不错，我现在的确还不明白，为什么区区一个行尸就能在老兵库里活动，但他只拿走了木甲面具，并没有引起别的变化。那我就继续按照既定好的规矩来处理。我的第一目标并不是解决现在的麻烦，而是防止其扩大。同时，我是馆长，至少上班的时间，我有义务保护你们的安全。之前医院的事，你还有可能处理，但殡仪馆内部的这些事情，你不要冒险。更具体的，一时半刻也说不清楚，我也不能在这个时间点在殡仪馆里说。温言点了点头，表示懂了。他的想法其实更简单粗暴点，出现什么问题就去解决问题。但很显然，馆长的想法跟他不一样，角度也不一样。馆长要先保证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会引爆另外一个大问题。温言跟着馆长走出老办公楼，看了看笼罩在阴影下的殡仪馆，他大概明白这里肯定有一个远超木甲面具或者不安生客户的大问题。他和馆长向外走去，追上了还在步履蹒跚的客户。这么半天了，对方还没走过中院。馆长的手机也在此时震动了起来。殡仪馆3公里之外的国道上，一列载货大卡停靠在这里，后续已经没什么车来了，因为有些得到消息的司机已经绕道从其他地方走了。就在这时，后方一辆新到的大卡没有停靠在后面排队等候，而是直接踩着油门一路冲了过来。几十吨重的满载大卡踩着油门冲来，根本没有人敢拦着，也不可能拦得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卡车冲卡而去。有人冲卡！200-300公里之外的端州，蔡启东面沉似水，遥望着远处的化工厂，激烈的枪声在远处不断炸响，偶尔还能看到电光闪耀，能感受到浓烈的阳气在爆发。而后方改造过的工程车在缓缓推进，车顶的高功率大灯绽放出炽烈的光辉，将周围照耀得恍如白昼。光亮所裹挟的灼热气息，让周围的空气变得微微扭曲，杂草似乎都要快被点燃。后方还有3位道士设下法坛，一人面色肃穆，脚踏北斗7元钢步，手持法剑，口诵真经敕令，引得烈阳之气不断加持。此地所有的武器车辆上都有道道符文生出微光，一箱箱弹药箱上更是被烈阳之气不断侵染。而剩下2道士则是聚米成堆，口诵引渡经文，消解怨气戾气。那升起的香火气如同化作一道长桥，落入到化工厂里。化工厂侧面一座污水池里，水波翻滚，一个个污水汇聚成的人影不断爬出，向前冲去。可惜都是冲出不远，便被凶猛的火力强行压制击溃。灼热烈阳之气照耀之下，这里的阴晦气息不断的被蒸发击溃。这就是烈阳部最擅长的，他们最不怕的就是占据一地的各种邪物，平推不了，只说明是火力不够。倒是那些比较隐蔽、不困守于一地或者单体实力强的各种怪异东西，才是烈阳部觉得比较麻烦的。蔡启东沉着脸，耳麦里传来了新情报的汇报：德城殡仪馆有个古怪行尸，竟然能从老兵库里走出来，外面还有一个大卡车在冲卡，方向就是德城殡仪馆的方向。而今天他们在追查端州化工厂的时候，发现了有关噬魂兽的记录，而同时一座被封闭的污水池开始不断的涌出大量鬼东西。很早的时候，他就对噬魂兽的情报泄露有了心理准备，毕竟大规模的行动需要用到的人越来越多，是不太可能一直完全保密的。但今天在化工厂找到的那份残缺的记录里，却显示着这里出现记录的时间仅仅只是比他知道这件事晚了不到1天而已。也就是说，不是他来南武郡之后开始调动大量人手之后泄露的情报，而是在之前就已经泄露了情报。这才是最严重的。要么是当时在场的那些人里有人泄露了情报，要么就是有人有什么特别的能力或者是特别的义务盗取了这个消息，亦或者还有最后一个微小的可能，噬魂兽降临后就被这里的人发现了，毕竟这里的确是在降临的范围之内。蔡启东心里猜测，他能找到那份记录，8成都是对方有意为之。可惜他不敢赌，他来南武郡的第一任务就是噬魂兽的事。南半球的惨状历历在目，仅描述都能看得出来，噬魂兽比那个炎魔厉害了不止一个档次。噬魂兽相关的事情必须是第一优先级，德城殡仪馆的事情，目前来看危害还在可控范围内，至少优先级是肯定不够的。他一眼就看出来，德城殡仪馆搞事情的人肯定跟这里的是一伙，那也只能这样。人家可以做事不顾后果，可以赌，他不能。馆长接了电话，互通了一下现在的情况。他眉头一皱，看了眼还在向着门口走去的老头，便快步向着大门口奔去。他这边刚到门口，就远远地看着一辆开着大灯的满载大卡从左侧呼啸而来。大卡撞碎了外面的一堆栏杆，撞断了2棵树，贴着殡仪馆的大门呼啸而过，然后一路冲出上百米远，直接冲进了路边的田地里。压迫力拉满的满载大卡裹挟的劲风此刻还在呼呼作响。馆长站在原地，面色铁青。要不是那个司机最后稍稍拉了一把方向盘，刚才这辆大卡绝对会斜着撞入殡仪馆大门。这是赤裸裸的威胁，要么各退一步，要么下一次就直接撞入殡仪馆里面闹翻天。馆长站在门口，静静地等着那行尸走出来。温言跟在木甲行尸侧面，没有太近，也没有太远。这行尸根本不理会任何人，只是一门心思地拿着木甲面具向外走。等到行尸断掉的脖子慢慢恢复，终于走到大门口的时候，温言隔着几米远，终于听清楚了行尸嘴里一直含糊不清嘟囔的东西是什么：我要帮我儿子，我要帮我儿子。听到这句话的瞬间，温言就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那含糊不清不断重复的话，平平淡淡之中带着一种像是咬断了舌头也要去做的坚决。温言的脑海中仿佛有一道闪光贯穿而过，他也好，馆长也好，甚至烈阳部的人也罢，
从来没有人去想过这事可能会跟老头的儿子有关。因为在老头第一天晚上出来遛弯的时候，烈阳部就已经查过了，老头的3个子女都很正常，各种轨迹、各种记录都是正常人，他们家里也从来没有接触过异常东西的痕迹，老头的死也没有什么问题，是有目击证人看着老头一脚踩空滚下楼梯的。温言脑海中开始浮现出一些东西，昨天他听同事说了，老头的小儿子在本地是个网约车司机，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张脸，一个戴着无框眼镜，笑起来很和善的脸。我爸也是昨天走的，明天就在那举行葬礼，用不用我等你？温言轻吸一口气，错不了，就是他。他脑海中回忆着来时的一切，这家伙绝对是故意在他家附近等着，甚至知道他出门有叫车的习惯。那么晚了，街上本来就不多的出租车早就收车了，而开网约车的也几乎都休息了，只要在附近，还是凌晨去殡仪馆，那基本上就只有那家伙能接到订单，哪怕出了什么意外没抢到订单，他也肯定有后手。而且这家伙知道的东西肯定不少，他也根本不需要盯着殡仪馆这边，他只需要确认凌晨时间，温言着急着出门去了殡仪馆，就可以确定殡仪馆这边出事了。而接到他之后，这家伙以司机的身份带着他来殡仪馆，中间路上就不会有什么阻碍。温言想到这，看着脑袋已经摆正的行尸，心中一寒，真的有人能做到这种地步吗？为达目的，让自己亲爹送命。他倒是想把人往好的地方想，也想要觉得这是巧合，可巧合太多了，怎么看都是处心积虑。预判了馆长肯定会按照规矩行事，如此预判馆长的选择，确定这个行尸必然会被送到老兵库，也确定所有人都对老兵库有一种理所应当的信心。不管怎么样，有想法就去确认一下。他拿出电话打给风瑶，喂，风瑶，查一下我刚才坐的那辆网约车，能查到现在在哪吗？查到了，他正从殡仪馆西面，看样子他是准备从这边绕一圈回城。他有问题？你们是不是查的没问题？是，他的兄弟姐妹今天都回来了，他们还在家吵了一架，所以出来跑车，接到了你被拒单的单子。你家附近当时就只有2辆车，系统自动派单，没有任何问题。他把你送到了就走了。不过你既然觉得有问题，那就先拦下来再说。他爸的舌头之前都断了，但是现在化作行尸，身体恢复了大半之后，我听他嘴里一直念叨着他要帮他儿子。你觉得这个儿子会是谁？什么儿子会需要木甲面具？风瑶一琢磨，倒吸一口冷气。他们例行调查，肯定是早就将莫志成查过了，没有任何问题。每天兢兢业业开网约车，主要收入来源是拼车带人去机场，没长距离单子的时候就在德城里接单。一个从小到大轨迹都一目了然，还照顾着家里老人，算是个孝子。谁会去想他促成的这一切？便是莫志成他爸的死，都是毫无争议的意外。可此刻听温言一说，风瑶也觉得巧合有点多了，保险起见，肯定要先拦下来。我懂了，小心点。温言挂了电话，行尸的喃喃自语越来越清晰，那微微颤抖着的声音愈发坚定，他吸纳木甲面具力量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他已经快要彻底完成一次进化了。眼看行尸快要走出殡仪馆的时候，张老西开着他的皮卡车赶到。张老西穿着黄色道袍跳下车，一边安排他的俩徒弟开坛。他快步走到大门口，只是看了木甲行尸一眼，当看到行尸只剩下空洞的双目，听到对方口中不断重复的喃喃自语，脸色顿时一变。老哥，能解决不？若只是这种程度的普通行尸倒是没什么问题，不过这位我怕是有些勉强了。他是不是根本没有理会你们？开始进化之后，进化的速度极快。是，他根本没伤人，只是拿着东西往外走。是了，眼无凶器利器，空洞无神无魂无意，口中不断重复一件事，进化速度极快，这是早就封禁失传的左道邪法。他心中诸念沸腾，在心甘情愿，愿意献祭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寿命等一切，自裁而死之后，便会化作大执念。他只剩下这最后一道执念，便是他最后要做的事情。除非在最初的时候将其彻底消灭，否则越挡越凶，越是阻拦，他就会越强。直到他完成了他要做的事情，执念便会自行消散。我在浮云山的时候看到过一册典籍，名为《师弟考》，里面有记载，有一个人全族都被害死，也无法报仇的时候，恨意到了极致，愿意舍弃自身一切时，便会施展此法去报仇。老西语速飞快，飞速给温言和一旁的馆长说了一遍。这时行尸的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从殡仪馆大门走了出来。行尸根本没有理会众人，依然眼神空洞地向着前方走去。张老西的法坛还没布置好，他便手执一把木剑，脚踏雨布，口诵咒文，以血开封，而后一剑刺向了行尸的心口。行尸不闪不避，看都没有看一眼，那木剑稍稍遇到阻力，便直接刺穿行尸心口。行尸脚步一顿，炽烈的阳气在其胸中爆发，他口鼻之间不断循环的灰气顿时大涨，直喷前方。张老西松开木剑，连着2个后跳，退出几米远。行尸站在原地，伸出一只手握住木剑，滋滋的声线不绝于耳，火热之气与行尸体内的力量不断碰撞。就在这时，花坛里冲出一只黑狗，一跃而起，一口咬住行尸拿在右手的木甲面具，3两步便冲进了路边的野地里，消失不见。这时行尸身上的灰气翻滚得更加激烈，他双手握着剑柄，便见那剑柄之中的力量渐渐消散，化作黑灰坠落。行尸一吸，灰气倒卷而回，他身上的伤势都随之消失，皮肤彻底化作了灰白色。骤然间出现的变化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谁也没想到会忽然蹦出来一条黑狗，将那面具带走。而此时行尸已经缓缓转头看向了张老西，他已经完成一次进化了，而且他好像认为是我抢了他手里的东西。张老西缓缓后退，脸色难看。温言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发展，这明显是有人笃定了馆长不敢在殡仪馆内部。做什么？早就做好了，准备在外面接应。
按照馆长的意思，本就是等行尸出了殡仪馆就开始下手，将其拿下。他们提防着人，却没想到接应的是一条附近随处可见的狗，完事了还给他们留下了一个特别麻烦、进化速度极快的行尸。温言念头急转，正在思索着怎么办的时候，就见那行尸速度忽然暴涨，一跃数米距离，直冲张老西而去。张老西后退一步，身上的道袍飞出，化作一面墙壁一般挡在前方。下一刻，就见那道袍上光晕一闪，被伸出双臂的行尸直接撕碎。而此刻，张老西的法坛都还没布置好，吃饭的家伙都还没准备好，他还从来没打过这么仓促的仗。就在这时，温言快步上前，喊了一声：“你儿子要的东西被抢走了，你还不去追？你不帮你儿子了吗？”刚刚进化完一次的木甲行尸，在温言眼里已经给出了新的提示：木甲跳尸大值。别看了，他起码已经是精英怪了，你现在最好躲远点吧。临时能力烈阳。随着温言的话，触发了关键词，跳尸停止了脚步，空洞的双目看着张老西，口中还在喃喃自语：“我要帮我儿子。”而后他缓缓地转动身体，看向了黑狗远去的方向。他身形僵硬，身体一跃而起，跃出7、8米远，步入到道旁的野地里。德城殡仪馆在城北郊区，从这里再往西的郊区，有人指挥着过往车辆不断靠边，大车查超载，小车查酒驾。莫志成看着这一幕，就跟着其他人一起靠边停，跟着打开了车窗。麻烦吹一下。莫志成吹了一下，便听那仪器滴滴滴的响了几声，而后机器里传来一个声音：“您已酒驾。”莫志成都愣了一下，还没等他说什么，对方又将仪器凑了过来：“麻烦再吹一次。”第二次也是一样的结果。我没喝酒啊，劳烦熄火，下车。莫志成推了推眼镜，看了看周围几个人的表情，再看了看他们的站位，还有远处的人，只是扫了几眼，莫志成便暗叹一声，他不明白到底哪暴露了多少。按照目前的阵仗看，应该暴露的不多，但他作为一个网约车司机，很清楚接下来的流程。在这里等个10几分钟、20分钟，再吹2次，若是还有，那就得被带到医院抽血化验了。他不可能去走这些流程的，尤其是抽血。他抬起头，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我说我没有喝酒，我开网约车的，从天黑开到现在了，我要赚钱呢，怎么可能开车喝酒？你们凌晨还要在这里查酒驾，也是辛苦了，早点查完，早点回去休息。我说的都是真的。”随着莫志成异常真诚的话落入到车边几人的耳朵里，几人心里便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个念头：他说的好有道理，他说的都是真的，他没有喝酒，我们不能拦着他，浪费时间，后面的人还多着呢，上面的人简直有病，这个点来查超载就算了，查什么酒驾？喝过酒的人，这个点早就休息去了。车边的一人收起了仪器，敬了一礼：“不好意思，先生，快走吧，开车注意安全。”“好的，多谢了。”莫志成面带微笑，对几人道谢。他一踩油门，开车向前开走，随着车窗关上，他脸上的笑容也随之消失。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他这个一直摆在明面上的人被盯上了。不过无所谓了，本来就只是在离开的时候来看一眼，确认一切都按计划进行，顺便近距离看一下温言。他到现在都还没弄清楚黑影到底被什么东西吊死在温言家所在的小区门口，如此有象征意义的酷烈手段，肯定跟烈阳部没关系，但一定跟温言有关系。这次他什么都没敢贸然做，他只是想要近距离的看一眼温言而已。这时他的电话响起，里面传来手下的声音：“老板，接到客人了。”“好，接到客人就离开德城吧。”挂了电话，莫志成便驱车一路向西而去。眼看跳尸远去，温言立刻将张老西扶起来，一边给风瑶打个电话：“风瑶，木甲面具被一条黑狗带走了，进入殡仪馆前面的野地里了，客户完成了一次进阶，他去追了，你能追踪到不？”“我试试。”风瑶这边正说着呢，耳麦里便传来了汇报，那边没拦住莫志成，本来是找了个酒驾的借口拦下来了，接下来就是要去验血，最不济也是需要停留一会儿再重新吹。可莫志成只是说了几句话，几个工作人员便莫名其妙的放莫志成走了。风瑶现在非常确定，这个莫志成肯定有问题。现在在查看定位，莫志成的车已经走远了一段距离，向着远离德城的方向前进。他给温言这边大致说了一下，温言也将刚才的事情大致给风瑶说了一遍。他要跑路了。我知道，我有个想法，你们能不能给创造点条件，让我的客户自己去追？这不合规矩。风瑶断然拒绝。你应该也知道，这种心有大执念，甚至能在老兵库活动的家伙，就这么一会儿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一次进阶。他的心脏被张老西的一把法剑洞穿，他非但没死，反而将法剑烧毁，完成了进阶。你手里现在的力量能强杀这种家伙？不行的话，尽快让他完成他的执念，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风瑶沉默了一下，他稍稍算了算，被张老西的法剑穿心都能不死，他手里目前能立刻调动的力量，恐怕是不可能干掉那跳尸了。而且按照张老西的说法，还有刚才的实践，一次没法消灭，那只会让其越来越强，急速进阶。我会上报这件事，尽量在天亮之前解决吧。温言挂了电话，跟着张老西上了车，皮卡车轰鸣一声就要离去。馆长快步走上前，拿出一个血色的玉佩递给温言：“拿着护身吧，所有消耗都可以报销，不要逞强，保命优先。”“馆长你放心吧，我这小胳膊小腿从来没打算去硬碰硬。”温言手握玉佩，顿感一阵暖意顺着掌心涌入体内，夜间的森寒都被驱散，全身都变得暖洋洋的。张老西开着车瞥了一眼，顿时一阵羡慕：“你们馆长可真够大方的，血暖玉竟然都直接给我，至少要抓10个作奸犯科的小妖怪，才能在烈阳部换到这个东西。你抓到几个了？”“今年才3个，其中1个还只能算半个。”就在这时，温言手机响起，风瑶给他共享了一个定位，距离殡仪馆几公里之外的一条小村道边，
一个戴着口罩、头戴鸭舌帽的人吹响了口哨。道旁的玉米地里隐约有声音由远及近，越来越响。一条半边脸都被尸毒侵蚀，血肉变得狰狞腐烂的黑狗，叼着木甲面具在玉米地里飞速窜行。戴着口罩的人看着玉米地里冲出的黑狗，立刻取出一个箱子放在地上。那黑狗将木甲面具放入箱子里，还主动将箱子盖上，然后立刻摇着尾巴凑到男人身前。黑子干得很好，男人夸奖了一声，拿出一大块带骨头的鲜肉喂给黑狗。黑狗狼吞虎咽，咔嚓咔嚓便将那块至少10几斤的肉吃了个干净。随着黑狗吞下鲜肉，脸上腐烂的部位也开始飞速愈合。就在这时，黑狗机警地抬起头，耳朵也竖了起来，对着玉米的低吼了起来。咚咚，像是什么东西坠地的沉闷声不断响起，那声音越来越近。后方的玉米地里，跳尸穿着深蓝色寿衣，面容僵硬，眼神空洞，双臂僵硬前伸，一跃便是数米。口罩男察觉到不对劲，立刻收拾东西上车。他向着侧面望去，已经能看到跳尸跃起时比玉米地还要高的头了。只是看了一眼，口罩男便浑身发麻，一只脚直接将油门踩到死。但车刚开动起来，便见侧面玉米地里跳尸一跃数米，身子直接撞在了车头上。砰的一声巨响，车身直接原地打了个转，向着侧面翻去。黑狗从车里冲出，龇牙咧嘴，直冲跳尸脖子而去。跳尸不闪不避，被咬中了脖子，骨头都在咔咔作响。他伸出的双臂直接插入到黑狗体内，黑狗的鲜血喷洒而出，却还是死死地咬着跳尸的脖子。片刻之后，黑狗化作一张失去了光泽的黑狗皮，跌落在地上。跳尸脖子上的伤势伴随着骨头自行移动，飞速复原。他那灰色的皮肤此刻都开始有了一点光泽。他转向另一边，口中依然在喃喃自语：“我要帮我儿子。”他身形一跃，便是10米的距离。另一边，口罩男正在夺路狂奔，他一边狂奔一边给莫志成打去了电话：“老板，黑子死了，你爸追来了，我怕是逃不过。”口罩男低头一看，一只手从他的胸口贯穿出来，他想要呼吸，可是口鼻之中已经有倒灌进肺部的鲜血随着呼吸喷出。他艰难地回头望去，就见到了跳尸面无表情，甚至还有些茫然的脸，那空洞的眼神，甚至连一点恶意都没有。跳尸口中还在喃喃自语：“我要帮我儿子。”口罩男咧着嘴，自嘲地笑了笑，眼中的神采也随之慢慢散去。口罩男临死的时候，只觉得自嘲，他从来都没想过有朝一日会死在老板已故的父亲手里。他甚至还在想，既然老板知道他的父亲死后能从里面拿到他想要的东西，为什么不直接来拿？难道他真的有把握完全置身事外吗？但这些念头还没想明白点呢，口罩男便没了声息。他的身躯逐渐枯萎，最后崩碎成大大小小的灰色碎片，跌落在地上。跳尸背起了地上的箱子，无神的双目望向远方，他要把这个东西交给他儿子。他架起双臂，一跃10几米远，落地的时候发出沉闷的落地声，越来越有压迫感，他的气息也越来越强。他如同飞掠一般的跳过时，周遭几百米内，所有能感受到跳尸气息的家禽走兽、蛇虫鼠蚁，尽数躲着瑟瑟发抖。天空中，一架无人机悬空，摄像头拍到了刚才的全过程。风瑶沉着脸看向刚汇合来的温言和张老西，这进阶速度着实有些离谱了，若是浮于山那些人看到，怕是会羡慕的 X 而发紫。张老西长叹一声，天亮前无论如何都要解决掉跳尸，他进阶太快，而且毫无意识，哪怕不会理会旁人，也太过于危险了。风瑶拿起电话就开始摇人，无论如何天亮前一定要摇到高手来。温言看着监控画面，计算了一下跳尸离去的方向，再拿出手机看着里面跟踪显示的位置。风瑶，不对，跟踪显示里莫志成已经一路向北离开了德城范围，但是我的客户去的方向却是向着东南方向，这是前往德城城区的方向。风瑶立刻将笔记本放在腿上，噼里啪啦的一顿捣鼓。莫志成的车、电话、定位都在这辆车上，他路过的路口，高清摄像头拍的照片也确认了就是他。你信你电脑上看到的，还是信我的客户在拿到东西之后会坚定不移的将东西送到他儿子手里？风瑶给干沉默了。刚才被我客户干掉的那个家伙，他打出去了一个电话，这个时间段，这荒郊野岭的，应该能确定他电话是多少，接电话的人号码是多少吧？能给定位的吧？风瑶默不作声，噼里啪啦的一顿操作。刚才那个时间，那里附近的基站只有一个电话打出去，接电话的那台设备在德城西北的郊区，现在正在往德城城区前进。笔记本上显示出一个蓝点，已经快从郊区进入德城城区了，但下一刻，那个蓝点也随时消失。莫志成在引跳尸进入城区，我们不可能看着跳尸进入城区。张老西调转了车头，立刻向着城区奔去。风瑶立刻将新的情报分享出去，让他调来的人无论如何都要将莫志成拦在城外。张老西车开得很狂野，一副恨不得站起来把脚踩进发动机里的架势。温言也不看周围的环境，他闭着眼睛聚精会神的思索，不断回想。他一直觉得今天的事很怪，他开始以为莫志成在他住的地方附近蹲点，只是为了确认殡仪馆是不是出事了。跟着他一起轻松越过风瑶布置的障碍，来到殡仪馆附近，是方便接应他爸拿出来的东西。莫志成几乎预测了馆长的所有决策，知道馆长在确认其他东西无损，只有一样东西被拿走，而行尸也不会发疯去伤人，那馆长肯定不敢在殡仪馆内冒险做什么。而风瑶刚得到的消息，这个莫志成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可以轻而易举地说服当时拦路的那几个人将他放走。而那几个人事后回想起来，也依然是觉得正常程序走完了就应该将莫志成放行。既然这个莫志成有这种能力，他来这边从他爸手里拿走木甲面具，再离开包围圈，也不是什么有难度的事情吧？哪怕是想要用一个有大执念的跳尸拖住烈阳部的人，逼着烈阳部不得不出手，
强行镇压跳尸。可此刻已经暴露，他还往回跑什么？他继续向北跑，等到跳尸追上他，他拿走木甲面具，跳尸完成执念。以他的能力，还有他一直站在明面上都能让烈阳部审查的毫无问题的手段，只要这次逃了，应该很容易隐藏下去。他现在反而向德城城区跑，以他对烈阳部规矩的了解，必然是知道烈阳部绝对不会允许这么一个进化速度恐怖而且不可控的跳尸进入城区。若之前的事还只是一个普通力量的行尸，加上老兵库失窃一件东西，现在这件事的优先级就会被拔高到无论如何都必须将跳尸拦在城外，必要的时候重火力支援都会上。烈阳部若是镇压了跳尸，木甲面具也自然而然地收回了。以墨之城对这些规矩的了解，他绝对不可能想不明白这点。他这是图什么？不是白忙活吗？最后还把他自己暴露了。思来想去，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他不得不这么做，只有这么做才是唯一契合他的利益的选择。以这位的心狠手辣、冷酷无情的程度来看，8成是不这么做，后果会很严重，损失会很大。温言睁开眼睛，看着还在忙活安排部署的风瑶，有没有可能他是不得不这么做？无论他要做什么，都不影响我现在做的事情，我必须要将跳尸拦在城外。风瑶说得很平静，也很坚决。温言一听就懂了，风瑶的思维方式还是有些像馆长，稳妥优先，我就按照自己的路子走，不管对面什么情况，我都这么应对，不一定会有特别高的上限，但下限一定很高。他明白，哪怕明知道跳尸谁都不会理，只要将东西交给墨之城，立刻就会完成执念，失去威胁，但风瑶还是不会允许跳尸进城区。温言也知道这样风险太高了，他便什么都不说了。他看着脑海中显示出来的东西，第一固有能力，我是你爹2%，临时能力烈阳。当他注意力到那烈阳上时，就能感觉到所谓烈阳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单纯的激发一个东西的阳气，或者是给一个东西灌注阳气。他不知道这个临时能力到底能维持多久，至少现在一直在。而且临时能力后面没有100%进度，他从刚才就在思索，却一直没弄明白天敌职业能力为什么会是这个。他在监控画面里看到了此刻的跳尸一跃10几米，超强恢复力，杀人如杀小鸡崽子。以他的小胳膊小腿，在阻拦跳尸的瞬间就会被秒，毫无悬念。他根本不可能有靠近的机会。那这个烈阳到底是怎么用的？不多时，脚都快踩进油箱里的老西开车一路狂奔，在进入城区北部的主干道上停了下来。无人机全程跟踪者跳尸，还在赶路之中。你找的高手呢？你不会指望我和你这种脆皮来挡住那个已经杀过人、越来越强的跳尸吧？温言看向风瑶，风瑶脸色一黑，来支援的高手也在路上了，应该已经到了。这次靠谱不？风瑶气得面色发黑，仔细琢磨了一下，却硬是反驳不了。上一次在住院部的时候，他除了做各种准备之外，全程划水。一旁的张老西已经默不作声地穿上道袍，从皮卡后面卸货。他不是正儿八经的受禄道士，那都是有头有脸、有背景、有根基的大山大派才有的待遇。可他这一脉，却也是有真本事的，巅峰时期也就比那个年代的张天师差半招。当然，这是张老西的长辈说的，张老西就没在自家典籍之外的地方听说过。最近几百年，别说堪比天师了，能堪比紫袍大佬的受禄道士都没。好好的道观里，稍微有点出息的，全是练武的。上一次他什么准备都没有，2招就险些被跳尸给干了。这次油门踩到油箱里，就是为了多争取点时间。他拿出各种装备，飞速的计算了方位，查看了星位，在路中间开始开坛布阵。一个开坛的道士和一个没有法坛的道士，那就是两种存在。张老西立于法坛前，手持法剑，桌上香烛引燃，符箓也已经分门别类准备好。正中一尊昂着头的青铜人像，布满斑驳的痕迹，也不知是哪位尊神。他面色肃穆，脚踏钢步，身上道袍猎猎作响，随着一丝红线自他眉心而上，连至发间，他的身上便骤然多出一丝凶煞气息，整个人的气质都随之大变。车里，风瑶依然抱着笔记本，挂着耳机，不断的发号施令。笔记本的画面里显示着德城北部、西北部外圈的地图，每一条公路上都标注着密密麻麻的蓝色小点，而还有一个红色的小点，就是跳尸现在的位置。他望着地图，脑海中不断的计算，跳尸是要找到墨之城。温言说的不错，跳尸指引的方向更加准确，不像电子设备这么好干扰。计算着跳尸前进的路线，他又计算了一下墨之城的新手信号最后消失的地方，还有他前进的速度。风瑶在地图上画出一个只有500米范围的圈，凌晨时分，车辆并不是很多，这个范围内的车再从其中筛选出来从郊区过来的车辆。地图上显示出的蓝色小点越来越少，之前没拦得住，是范围太大了，如今已经4点多了，整个城市的供应都是在这个时间段，还有些店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做准备了。他不可能让整个城市停摆，那样会更加混乱，更容易让墨之城趁乱逃跑。如今锁定到一定范围之后，风瑶立刻发号施令，东风一路，我已经做了标注，就是这些车辆，立刻开始筛选观测，不要相信监控，发现目标之前不准随意靠近这些车辆。目标疑似有通过语言催眠或者强说服的力量，全部戴上隔音耳罩，没戴的不准接近目标。风瑶这边刚布置下去，抬头顺着马路向前方望去，路灯下一个人形的黑影举着双臂一跃10几米，落地的时候会发出重物坠地的闷响，咚咚。相距还有几十米的时候，张老西一声低喝，手中法剑挑起一列黄符，口诵真言，便见黄符飞起，骤然一抖，如同急掠而出的标枪，瞬间引燃，一杆杆火焰长枪裹挟着旋转的尾焰飞出，在跳尸再次跃起的瞬间，长枪接连命中其身体，将其重新打了回去。等跳尸落地，再次支起身体，他的腹部一根前肩后方的粗大黑钉子跌落了下来。张老西面色一沉，他进化太快了，
下一刻就听“叮”的一声碰撞声，跳尸的脑袋忽然后仰，脖子都咔嚓一声断开，脑袋就像是挂在了后背上。我的人到了！狙击手！温言一怔，他还以为是个张老西口中的武道高手。是南武郡最稳定的狙击手，600米内从来没失手过，无论任何目标。我这边查到的消息，这种跳尸我们不需要将它彻底消灭，只要拖住它，拖到太阳升起，它就会被大幅度削弱。就是这2句话的功夫，跳尸的脑袋便重新恢复到原位，他的眉心凹陷下去一大块，一颗泛着红色的子弹从他的眉心跌落，凹陷下去一大块的脑壳也飞速恢复正常。温言此时也来到法坛前，加持阳气，效果会更好吗？那自然了。温言立刻伸出一只手，拂过桌上的所有东西，催发了烈阳，顿时浓烈的阳气加持上去。张老西也不问，再次如法炮制，射出符箓，化作火焰长枪。这一次火焰消散，就见一枚粗大的黑钉钉在跳尸的腹部，没入了至少一半。打他身上的黑钉。张老西神色一震，立刻提醒了一声。话音落下，又听叮的一声，跳尸微微躬身，身形急速后滑而去，插在他腹部的粗大黑钉完全没入他腹中。但跟着就见那黑钉慢慢的被顶出来一点点。张老西继续手持法剑，口诵真言，就见那一张张黄符之下都各有一枚黑色的钉子，火焰裹挟着黑钉飞出，也仅仅只能钉在跳尸身上，那力道每一次都只能钉进去一半，而且每一次钉进去的深度都会渐渐减少。但那个不知道在哪的狙击手异常精准，击中的角度和位置都无懈可击，让黑钉直接钉入到跳尸体内。随着时间流逝，跳尸正面的肩、肘、腕、膝、脚、腰、胸、胯都被钉上了黑钉子。那位不知道在哪的狙击手跟风瑶说的一样，稳得可怕，每当有黑钉子被挤出来一半，就会立刻被补一枪。火枪之中又有一道黑钉浮现，只是这一次那黑钉冲到跳尸喉前的时候被其下巴挡住，打断他身后箱子的绳子。温言出声提醒，只是1秒，就见跳尸右肩一抖，不到1秒，他右肩再次中枪，被他斜挂在肩上的皮带应声而断，跳尸背着的箱子也跌落在地上。跳尸根本没有管现在的战斗，他立刻回头准备再次捡起箱子，但就是他转身这么一下，机会出现了。黑钉钉在了他的后颈上，入皮1寸便后继无力，而跳尸也根本没管，他继续躬身将箱子捡起，在他站直身体的一瞬间，角度刚刚好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黑钉的末端，叮的一声，黑钉直接刺穿了跳尸的后颈，整体没入，尖端更是从他的喉头刺出。霎时之间，跳尸僵在了原地，再也不动了，甚至他身上插满的黑钉都再也没有被挤出来。而一直站在法坛后面的张老西这时候也长出一口气，立刻拿着一个包裹走向了远处的跳尸。搞定了？哪有那么容易？你没看这家伙连狙击枪都能硬抗吗？头都凹下去一半了，还能很快恢复过来，头砍掉都不会死。现在只是镇住他9节，封住他行动，也幸好他没有再次进阶，还能镇住他几个小时。只有将他彻底烧成灰，才能彻底消灭。张老西小心翼翼地来到跳尸身前，从包里取出一卷写满了各种路纹的黄布，一圈一圈彻底将跳尸包裹在里面。老哥，你这黑钉是什么宝贝？棺材钉啊！温言有些意外，我以为你会开坛做法，照出天雷什么的。你想什么呢？能唤出天兵，照落天雷，那得是正经受禄的龙虎山大佬。我这天天给人做法是送葬的，自然更擅长将尸体安稳送葬的法子，能引出符火加持，已经不错了。张老西执剑将箱子从跳尸手里拿下来，跳尸也依然一动不动，2只空洞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面。一辆普通的私家车行驶在凌晨的德城街道上，莫志成坐在副驾驶上，电话铃声响起，他打开副驾驶的手套箱，从里面拿出电话。老板，我顶不住了，你大概位置已经被锁定，最多5分钟你就会被发现。那边结束了吗？刚结束，他们正准备将粽子送回去。东西呢？东西没有被带回殡仪馆，按照规定他们会带回烈阳部封存。好，按照备用计划执行吧。莫志成将手机丢回手套箱里，推了推眼镜，事情跟预计的有一些偏差，除了他莫名其妙地暴露了一部分东西被盯上了之外，他也错估了本地烈阳部的实力，不是低估了，而是高估了。维州镇守的力量除了被调到端州的之外，剩下的人里竟然真的没什么能刚顶了。他们竟然能让那个刚刚站起来的大粽子冲了出来，而且还逃出来这么久，哪怕只是枪械强行压制，也绝对能压制得住的。他不懂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莫志成思索，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哪怕之前就知道南武郡里只有禹州的力量最强，其他州距离禹州越远，力量越是断崖式下跌。但哪怕都有预估了，最后却还是大大高估了德城这边剩下的镇守力量。今天出力最高的，竟然还只是一个靠给普通人做法是骗钱的家伙。莫志成有些啼笑皆非。这时他手里的手机响起，他接起电话，里面传来一声嘲笑：哟，眼镜，需不需要帮忙？不用。莫志成冷哼一声，对面的人声音也瞬间冷冽了下来。那你最好别阴沟里翻船了，要知道为了全力配合你，我们付出了多大代价。我们现在随时都有可能被洗地，若是烈阳部的评级再提升一下，我们可能就要跟拓跋碰面了。上次的事情忘了？你觉得我们的人里有谁是那个非人家伙的对手？你要是失败了，最好能活下来逃走，我对你的脑子特别感兴趣。还有跟我们合作的人也已经到南武郡。哦，我说完了，舒服了，拜拜。你不用开口了，我可不想你洗脑成白痴。电话里传来嘟嘟的声音，莫志成面不改色，随手将手机丢出去，精准地落到对向车道一辆运货大车的车轮下。他车辆在一个街角停下，走下车后向着四周看了看，看到一座高楼的楼顶时，他露出一丝微笑，点头示意了一下，转身进入大楼里。
跳尸被彻底控制住，被拉着前往殡仪馆。整个维州只有德城殡仪馆里的豪华炉能将这个跳尸彻底烧成灰烬。德城殡仪馆里的2座豪华炉，一座低配，一座高配。高配的那座炉身加上必要的配套，仅造价就要近5000万。用一次之后就要维护检修，补充燃料，可能还要替换一部分零件。用一次的成本就顶我3年工资。风瑶给温言这个殡仪馆员工讲述殡仪馆最值钱的东西。这么贵吗？贵，但是很值。那座高配的豪华炉曾经将一个飞天将给烧成灰烬，想要达成同样的效果，那起码都得当代张天师之下最强的那一波人做足准备，开法坛才能做到。但我们只需要花钱就能做到。温言想了想，这么说的确很值了，因为这东西只要有钱，可以不断复制。他之前看张老西出手，明明那力道绝不可能比得过狙击枪的子弹，却能破开跳尸的防御，棺材钉刺入进入，跳尸也需要花费好半晌时间才能将其挤出来。但狙击枪加上似乎是特制的子弹造成的伤害，跳尸几个呼吸就能恢复。正说着呢，风瑶听到耳机里传来的声音，神色顿时一肃。找到了。他神情凝重，开始在键盘上疯狂操作。不到10分钟时间，风瑶微微松了口气，抓到了。屏幕一个个监控画面里有一个被放大，几个戴着隔音耳罩的队员将已经昏迷的莫志成放倒，将他的嘴巴封起来之后，再将他捆好。这个大孝子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就不是我要操心的了，后面会有专业的审讯人员跟进，烈阳部都是有分工的。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处理跳尸，我没想通的地方还有很多，不弄明白，我感觉特别不安全，总感觉哪不对劲。温言眉头紧锁，自从他听风瑶说这个莫志成拥有一种利用语言催眠人或者是强说服的力量时，他就特别不解。莫志成若是知道他爸的尸体按照程序会被送到老兵库里，那么这就有一个前提，有人能把他爸送进老兵库。而无论莫志成之前知不知道，现在他肯定都知道了，德城殡仪馆里有人能做到，因为他爸成功拿出了木甲面具，那就一定是有人把他爸送进了老兵库。想要确认这个人就是他温言，以莫志成的能力应该并不难。那么问题来了，莫志成悄悄的找个机会把他说服或者催眠，让他直接去老兵库拿，不是更好吗？现在费这么大劲干什么？温言又想起了当时公交站广告牌上的人对着他笑，笑得有些残忍，这事到现在都还没个结果。那时他才刚进殡仪馆没几天，温言只能确定，若是有更容易、动静更小、成功率更高的办法，莫志成这种能把自己亲爹忽悠到甘愿赴死、化作执念跳尸的家伙，绝对不可能放弃。车马上就到殡仪馆的时候，张老西忽然开口：“出问题了！”几人回头望去，透过玻璃就见被放在皮卡后斗里、被黄布包裹着的跳尸脸部开始渗出血迹，侵染了黄布。一脚刹车停下，张老西连忙上去查看，揭开蒙着跳尸眼睛的黄布，就见跳尸空洞的双目里2行血泪不断的淌出，他的脑袋都能在压制之下轻轻晃动了。快问问你手下那些人，那边是不是出问题了？莫志成穿着一身烈阳部外勤作战人员的套装，伸出手拍了拍旁边一个队员的肩膀，看着地上躺着的几个人，轻声安慰道：“你放心吧，他们都没事的，只是晕过去了，不然说不过去。这次的任务很成功，我回去之后会亲自给部长汇报。你也知道，部长刚刚空降过来，手下没几个亲信，只有我先一步来到这边。这个东西没有那个僵尸是根本取不出来的，事关重大，只能出此下策了。这些事情不得不做，也很难摆在台面上，哪怕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明白的，这些事都是德城的莫志成做的。”队员将本应该秘密护送回烈阳部的箱子递给了莫志成，做得很好，你小心点。莫志成拍了拍队员肩膀，给队员一个鼓励的微笑。有劳您了。队员将队友的麻醉枪递给莫志成，莫志成对着他的大腿来了一枪，队员晃晃悠悠了几秒钟便跌倒在地。莫志成笑了笑，缓缓地摘下了架在鼻梁上的无框眼镜。下一刻，他的脸上各个部位都开始了细微的蠕动，几秒的时间，他便换了一个人。他面容和善，脸上一直挂着淡淡的微笑，眉宇间多是一种让人信服的亲和力。他拿出一个小镜子，对着镜中的自己沉声念道：“你不是莫志成，我说的是真的。”一句话落下，他的眼神也彻底变了。他整个人的身形样貌、气息、气质，再到眼神，都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取出一个眼镜盒，小心翼翼地将那副无框眼镜放进去。他又重新取出一个行李箱，从行李箱里拿出新的衣服换上，再将装着木甲面具的箱子放在行李箱里，拉着行李箱，重新拿出一个电话：“喂，师傅，马上就到预约时间了，你到了吗？我赶时间。啊，不好意思，刚才没发现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了。好的，我马上就到，实在对不起啊。”莫志成拉着行李箱，晃晃悠悠地来到街角，坐上昨天就预约的车离去。那边回复：“一切正常。”绝不可能。温言看着双目淌出血泪的跳尸，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但具体哪不对劲，他一时也没想明白。风瑶眉头微蹙，也没说话。这一次他没有去问了，而是自己调动权限查看那些队员的位置。他这里显示，护送面具的队伍已经出城，一路向东而去，而抓捕莫志成的队伍也已经押送着莫志成前往就近的关押地点。他没有再用现有的通讯方式，而是拿出他自己的个人电话，拨出去一个号码，能打通，但好半天没有人接。他立刻拨出去另外一个号码，依然无人接听。风瑶脸色很难看，因为之前对面明显有网络高手，风瑶才专门留了一手，这是他私下里给俩小队队长约定好的应急手段。怎么可能啊？来接应的可都是精英，怎么会被无声无息的放倒了？而这时，跳尸的脑袋已经伴随着一阵骨头崩裂的声音，缓缓地转向了一边。20分钟后，风瑶挂了电话，脸黑如锅底。怎么样了？我现在知道他背后的网络高手是谁了。我还纳闷，
对方为什么连监控都能给篡改了，还能不被烈阳部里的人发现？特么的，这本来就是烈阳部的人，抓住他的人和帮他逃脱的人，甚至将木甲面具给他的人，统统都是烈阳部的人。温言当场傻眼了，他哪想得到原来是全员内鬼。我都做足了应对，不但让人戴着隔音耳罩，在确定他失去意识之前，绝对不准靠近。就这，还是翻车了。谁能想到，这家伙在至少半年前就已经在做准备。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了什么手段接触，悄悄洗脑了好几个烈阳部外勤，还有一个网络部门的高手。他说他是烈阳部内部的秘密部门，这一次行动其实是新部长主导的。那个木甲面具带有剧毒，寻常人寻常方法根本没法从51号的尸体上剥离下来，只有不怕尸毒的吸纳着尸毒才可以操作。本来将这东西封存在老兵库里，以时间来消磨是最好的结果。可现在他说新部长空降到南武郡，有一个优先级极高的任务是需要木甲面具，但取面具的活实在不太好操作，就演了这么一出戏。最后经历波折之后，跳尸被消灭，木甲面具也合情合理的被收回到烈阳部。这温言都听傻了，也就是莫志成有特殊能力，不然的话，这话那些队员能信？那几个家伙到现在还认为真的有这个任务，听说部长的脸黑的都快滴出黑水了，这一口黑锅背的。那个莫志成呢？不见了，跟木甲面具一起消失了，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了。温言看了看车上的跳尸，跳尸的目光望向了西北方向，而德城城区在南边，莫志成就算是会飞，这么短的时间也没法出现在他们所在位置的西北方向。温言指了指跳尸，让他引路吧。风瑶这次没反驳，也没什么犹豫，只是补了句：天一亮就得烧了他。张老西坐在皮卡后面的车斗里，根据跳尸脑袋扭动的方向来指引方位。风瑶开车，一路开了半个小时，距离德城城区已经有好几十公里的时候，跳尸的脑袋才调整了方向，望向路边的一个岔路口。车辆根据跳尸指引的方向越开越偏，直到绕着一座小山转了一圈之后，才确定跳尸指引的地方就在这座山上。20多分钟之后，一个小坑旁边，温言看着里面露出来的一点人骨，再看了看山下望着这里的跳尸，脑海中太多疑惑好像都能解开了。我要是没猜错，这才是真正的莫志成吧？我们发现了莫志成有独特的洗脑能力，就理所当然的以为他就只有这一个能力，从来没想过他可能压根不是莫志成。温言回头向着山下望去，这只是一座小道边的普通小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甚至埋尸体的地方距离道路连100米都不到。他看向望着这边的跳尸，哪里还不明白为什么那个莫志成要搞这么复杂？因为他压根不是真正的莫志成，不是跳尸的儿子，他压根不敢从跳尸手里接过东西。他可能比所有人都清楚，都确定他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他没法洗脑一个连脑子都没有的跳尸，只要面对面，跳尸第一个要弄死的人就是他。他的计划一直都是借烈阳部的手消灭跳尸，或者逼着烈阳部以最快的速度消灭跳尸。风瑶拨打了电话，安排人来带走尸体，看看还能不能采集到一点能用的样本，测个 DNA。等到人来了，带着跳尸跟收敛到的骸骨一起回了殡仪馆。只要让跳尸能看到这副骸骨，他就一直很安静，没有再挣扎。到了殡仪馆，温言看着跳尸被黄布包裹着，静静地站在那里，空洞的双目望着不锈钢台面上的骸骨，双目下的血迹已经化作了2行血色的印记。他的口中还隐隐能听到他还在喃喃低语：我要帮我儿子。看着这一幕，温言怔怔出神，一些模糊的回忆开始涌上心头。他曾经在那片虚幻的石林里接触过大量的石碑，每一座石碑都代表着一个职业。他曾经在那里选了很久很久，最后筛选完了才选择了天敌这个职业。但之前接触过的其他石碑却也看到了不少东西，看到了人均横死的结局。此刻他看着这一幕，一副似曾相识的回忆便浮上了心头。一个穿着血色嫁衣，面色惨白如纸的女子，怀里抱着一个全身染血气若游丝的男子。那男子伸出一只手点在了女子眉心，下一刻便撒手人寰。而女子空洞的双目里淌出2行血泪，在她的脸颊上化作2道血色的印记。温言回过神再看跳尸，他脸颊上的2道血痕也已经像是渗透到了血肉里，在脸上留下2道抹不掉的血色印记。按照现有情报，已经可以确定那个假莫之城已经准备了很久。但是他温言出现之后，他明显是更好更隐秘成功率更高的工具人，假莫之城就把目标放在他身上了。但后面又有什么变故让假莫之城不得不放弃他，重新启用了最初的完善计划？以这位的丧心病狂，这是唯一解释。温言轻吸一口气，转身离开。他一路来到馆长办公室，见到一夜没睡的馆长，温言开门见山：馆长，我想留着那个跳尸。馆长眼皮狂跳。馆长，这一次无论是殡仪馆还是烈阳部，所有的行动和决策都是按照对方的剧本走的，每一步都被完全预测，每一个选择和部署都在对方意料之中。当然，我不是说馆长你们的决策有什么不对，只是馆长肯定能想明白，本来有极大的概率躺在冰台上人是我。馆长面色稍缓，亲自给温言泡了杯茶，不紧不慢的道：你是觉得那个客户是替你死的？不是这个。温言摇了摇头，他心里清楚，对方假扮莫志成已经不知道给他爸洗脑了多久，本身就是打着害人的目的去的。我刚来第1天就遇到幻影想要进老兵库，没2天就有东西盯上我了。我能进老兵库，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也不是什么秘密。这一次他从老兵库里拿走了面具，下一次他若是还有想要的东西在老兵库里，我就是唯一的目标。我很没安全感，我也知道现在想躲想退出也是不可能的。我想要彻底解决这件事，然后能睡个安稳的觉。烈阳部实力是强，
但强的人有优先级更高的事情需要办。这一次，风瑶能找来的人4个都在几个月前就中招，变成了内鬼。我还是觉得，想要解决这件事，唯有靠那位客户了。莫志成费这么大劲，不惜亲自冒险，也要逼烈阳部弄死这位客户。我偏不想让这位客户被烧了。馆长没有回答温言，只是拿着保温杯，慢慢的嘬着茶，一边看着温言的表情。良久之后，他缓缓开口：“老王就是上一位能进老兵库的人，他就是因为他自己觉得某个人因为他死了，心怀愧疚，被某些东西利用了。他现在只能被困在境中，只守在老办公楼的入口，再也回不来了。想回来，只有一种情况，有那么一点可能，他彻底死透了，尸体有机会回来。我希望你想的跟你说的一样，我们不能因为别人作恶害死了人，而我们心怀愧疚。我知道这是人之常情，但至少我们绝对不能有这种想法，因为死了不是最严重的后果。若是因为心怀愧疚被利用了，那造成的破坏可能就不是死几个人了。”馆长苦口婆心的劝说，温言知道馆长这些话是真心为他好，老老实实的听着。等到馆长说完，温言不死心问了句：“那这个客户，什么客户？”馆长面色一肃，颇有些不满：“不要瞎说，他自己起来，自己跑出去的，出了单位的大门，那就不叫客户，怎么定义那是烈阳不管的。我们这里的客户，从来都是安安生生走完最后一程的。”馆长说的对，是我嘴笨。温言立刻附和：“看看，怪不得人家是领导呢。天亮了，记得把51号客户送走。”明白。温言从前院办公楼下来，风瑶还没走，还是抱着他那个笔记本电脑，然后戴着耳麦口吐芬芳。一次行动，他自己选的，觉得用着顺手，值得信任的外勤后勤，竟然有4个人早在行动之前就被洗脑，哪怕情有可原，可能无法抵挡。但风瑶还是破防了，他现在还在尝试着追踪到那个假墨之城的踪迹。可惜不算德城郊区，仅德城城区就有上百万常住人口，天快亮那段时间，城内起床活动的几万人总是有的。再算上整个城市的运转，民生所需的物资进出，那段时间进进出出的人，仅查出个准确人数，就不是一时半会能查清楚的。再加上还有不少货车，假墨之城随便扒一辆就能顺利出城，甚至于他换了身份，若是有准备的话，待在城里更难找到。风瑶自己其实也清楚，只是不死心，该做的还得做。温言坐在风瑶旁边，示意风瑶闭麦。怎么了？我要留着那位大爷，但是这事不能让烈阳部的人知道。我就是烈阳部的，你也算是。你杠精附体了是吧？风瑶面色一顿，也没继续打嘴炮，他有些丧气。我感觉普通的外勤越来越无法应对这些事情了，尤其是这几年，感觉特别明显。我也感觉有点有心无力了。我刚进烈阳部的时候，听说以前各种奇奇怪怪的能力，其实根本没那么强。就比如说催眠有防备心，或者是经过训练意志坚定的催眠根本没用。僵尸也遇到过，但来几个人清空弹夹，僵尸也躺了。能硬扛狙击枪的僵尸我都没听说过。如今越来越验证了那句话，只有魔法能打败魔法。温言没有劝，只是道：所以我要留着这位大爷，用魔法打败魔法，这需要你帮忙掩护下，让今天的葬礼顺利进行。这是不能让太多人知道，这不合规矩。风瑶说的不是太有底气。这次的事已经充分体现了一件事的两面性，一切都按照规矩来，可以将各种风险都拉低。以往他们都是这么干的，兜底下限不会低。但这一次让假墨之城拿到面具，还顺利逃跑了，跟对方利用规矩预判他们的所有反应有直接关系。风瑶自己复盘过整件事，他发现只有2件事出乎假墨之城预料：一，风瑶派人去拦住墨之城，准备以酒驾为借口将他带走，这逼着墨之城暴露了更多；二，就是他这个烈阳部成员没完全按照规矩办事，放任跳尸去追面具，没有立刻第一时间调集更强的力量，以雷霆打击将跳尸消灭。若是那时候他们选择不惜代价，在跳尸刚出殡仪馆就以足够强的火力强行将其消灭掉，假墨之城都不用亲自出面，不用暴露也能轻松达成目的。如今逼着假墨之城暴露了能力，还暴露他是假墨之城，让烈阳部里几个被洗脑的外勤内勤暴露等等。转折点就是温言说拦下墨之城，然后放任跳尸去追。如今温言又说要利用跳尸为以后做准备，而且想要找到假墨之城，目前来看可能跳尸都比烈阳部的外勤靠谱。风瑶思忖良久，扣上笔记本电脑，抬起头道：这不合规矩，我不会参与你和老西要做的事情，你也不要问我，不要让我看到跳尸。风瑶抱着笔记本转身离开，温言看着他背影，忍不住笑了笑：你一个国字脸的壮汉，搞这套很违和的好不好？温言转身来到遗体处理部，张老西还在这看着跳尸，跳尸却很安静地看着他儿子的遗骸。DNA 检测的结果还没出来，但大家都知道那骸骨肯定是墨之城。按照温言的理解，跳尸现在卡 bug 了，他想要帮他儿子，但他儿子已经死了。我要留下跳尸，有点想法想要试试，你能帮忙看着点吧，别出乱子。他现在被镇压着，动不了，只要不拔出那些棺材钉，飞将都反抗不了，想做什么放心做。张老西信心满满。温言一听这话，一颗心放回了肚子里，他脑海中回忆着那幅已经非常清晰的画面，他听懂了那幅画面里的声音，感受到了那幅画面里男子死去时最后要表达的意思。此刻温言也要做类似的事情，他有些明白为什么这次的天敌能力是烈阳了，这本就是他自己选择的天敌之路。他取出了馆长送他的玉佩，左手紧握，心中默念烈阳。霎时之间，他掌中仿佛握着一颗太阳，汹涌澎湃的烈阳之气自玉佩之中激发，贯穿温言全身。他身上残留的阴气寒气转瞬便被强行驱逐，庞大的阳气在他的体内涌动，侵染身体内外每一个角落。他的脸上都开始有一层肉眼可见的光晕浮现。
灵石能力，烈阳，可以激发一个东西的阳气，或者可以给一个东西灌注阳气。之前温言以为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附魔能力，不明白为何会作为天敌能力出现。直到他激发了曾经看到过的一段记忆，他才知道这能力没有那么大局限性，也不是简单的附魔，是他格局没打开。激发并不局限于一个物品，灌注也同样不局限于一个物品。所以温言伸出右手点在了跳尸的眉心，被激发的庞大阳气带着温言的所思所想，带着他的决心，顺着温言的手指化作一点金灿灿的光芒，直接灌入到跳尸体内。莫之城亲手造出的悲剧，那以后就让他溺死在这出悲剧里。后面的张老西看到这一幕，刚才说随便搞都不会出问题的自信，看到温言身上忽然迸发出极强阳气时的震惊，全部定格在了脸上。这，张老西瞪大着眼睛看着温言的动作，心态当场炸裂。那是个跳尸啊！你给他灌注如此庞大的阳气，这是要干什么？首先排除搞死跳尸这个答案。温言刚说了，要借助跳尸应对以后的事情，主要目标自然是先搞定那个假墨之城，这就可能需要跳尸来找假墨之城了。那种冥冥之中的感应，就是目前最好的办法。只是刚才让你随便搞，可不是这种搞法。他眼皮狂跳，本能的想要阻止，可是他又不敢随便做什么，生怕引起不可控的变化，只能在旁边急得来回踱步，又得帮忙护法，不让人打扰，预防着可能会出现的意外情况。温言全神贯注，激发出来的阳气被他源源不断的灌入到跳尸体内。跳尸的嘴巴微动，还在艰难的喃喃自语，只是喉咙里插着一根棺材钉，那话含糊不清。温言知道他在说什么，还是那句我要帮我儿子。他目视着跳尸空洞的双眼，轻声道：阿伯呀，我知道你是想要帮你儿子，但是你被人骗了，你儿子很早就已经死了，只是靠你自己，你什么都做不了。我可以帮你，我给予你烈阳，给予你加持，我可以带着你帮你儿子报仇。跳尸空洞的双目里，烈阳化作的阳气化作一道金线，慢慢链接到他的瞳孔。他嘴里发出的声音微微一顿，停顿了片刻，再次开始喃喃低语：我要帮我儿子报仇，你听我的安排，不要冲动做事，不叫你就藏好，不要让人发现，你被发现了，仇人肯定会逃走。你要是愿意，现在就闭上嘴，我会给予你烈阳维持，后面也一定会带着你，帮你给你儿子报仇。温言的手指抵在跳尸的眉心，神色郑重地许下承诺。跳尸空洞的眼中多了一点金线，灰蒙蒙的瞳孔里多了一点点阳气点燃的金光，那空洞的眼睛仿佛多了一点神采。此刻他仿佛听着温言的话，慢慢闭上了嘴，停止了喃喃低语。站在不远处的张老西呆呆地看着这一幕，预想之中汇聚出的庞大阳气已经可以在不开眼的情况下用肉眼看到微微的光亮。这些阳气被灌入到跳尸体内，必定会与跳尸体内的力量剧烈冲突，而眼前被完全控制住的跳尸必定会被如此庞大的阳气给烧死。可实际上，阳气被灌入跳尸体内，却根本没有激起任何激烈冲突。跳尸空洞的双目里反而多了一丝金色的光点，就像是一点点金色的火焰在跳尸的双目里闪耀。跳尸就像是被给予了一丝灵智。张老西神情呆滞，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段话：烈雨烈阳，拔新生至，3载复出，西去3月，妖国覆灭，于黄沙800里，拔陨。这段话是他在浮云山查看典籍，看到有关执念僵尸的记载时一起看到的记载，不知是何人记录的。烈是浮云山一位祖师的名讳，至于为什么直接用名讳，具体是什么原因没有记载。说的是有一个名为烈的祖师，以一门名为烈阳的神通，赐予了一个心怀大执念的大执师完整的灵智。那僵尸蛰伏了3年，然后一路向西而去，算上赶路的时间，仅仅花了3个月，灭了一个记载中被称之为妖国的地方，然后还把那里的一切都给扬了，800里地都变成了黄沙，这个僵尸也陨落在了那里。那时候张老西看这些记载的时候，他都是当神话故事看，因为其他所有记载里压根就没有妖国这个东西。而且浮云山典籍里吹牛逼也是有规律的，带800、3000之类数字的，大概率都是飞流直下3000尺一个性质，不能当具体数字看。但此刻他看着此刻面带微光，手指点在跳尸眉心，郑重许下承诺的温言，他的心神都有些恍惚了。这绝对就是烈阳，绝对不可能错。温言怎么可能会烈阳？他之前差点被阴气寒气给浇灭阳气，整个人哆嗦的像是腊月在雪地里裸奔。张老西心态有些许炸裂，竟然真的有烈阳吗？不是说典籍上记载的，除了有关邪物的种类介绍之外，其他的都有艺术加工成分吗？他师傅、他师公全部都是这么给他说的，甚至外面不少人都知道，他们这一脉最经典的就是典籍上瞎吹战绩，在旁边围观，跟着骂了2句，回去之后都能给记录成大战800回合。眼看温言将手放了下来，身上涌现出的庞大阳气也随之消散，跳尸一直睁着的眼睛都随之闭上。张老西再也等不及了，他走上前，强压着震惊，装作很随意地问了句：温言，你施展的是烈阳对吧？温言一怔，心说烈阳原来很常见吗？张老西竟然都能一眼认出来。仔细想想，只是激发阳气，灌注阳气，好像也的确不是什么特别厉害的能力。之前听张老西说，宇宙的拓跋武神激发阳气的时候，相隔20-30里都能让人清晰感受到。不过仔细想想，他还是觉得能给僵尸加持阳气，应该是他这个神通特有的吧。是啊，只是我阳气太低了，需要借助东西。温言摊开左手，露出里面的暖玉，暖玉的光泽都比之前暗淡了一些。这是馆长给我护身的，不过看起来用不了几次，我正好想问问你，有没有类似的东西，我可以掏钱买。毕竟留着这位的事情不能让太多人知道，烈阳部里万一再有被洗脑的，让那个假墨之城知道这件事就被动了，一时半会恐怕没法找人报销。暖玉简单，只是可能没这么好的。张老西握着拳头，压制着心头激动，
他现在特想回去再好好翻阅下典籍，好好再查查。那，你可别说什么钱不钱的，玉这种东西，成色差点的和成色极好的差价，能有好几个数量级。差点的就行，能用就行，用好的也是浪费。行，这事你交给我了。还有件事，天天听你们说练武修道什么的，有些人会很厉害，这次看你就很厉害，有没有适合我学的东西，或者是武馆啊什么的？这个简单，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回头给你找点，想学很容易，就是难坚持难精进而已。张老西随口应下这事，然后立刻拿出电话，当着温言的面给他一个徒弟打去了电话。乔廖，你去我房间，床下有个箱子，你把里面的暖玉挑一挑，都挑出来，我回来要用。挂了电话，张老西满脑子疑问，也不知道该怎么问，打探别人底细是犯大忌讳的事情。若不是温言当着他的面施展，还让他帮忙护法，他连问是不是烈阳都得忍住。只是那可是烈阳啊，浮于山典籍上都快吹上天的烈阳，激发阳气，运用阳气，灌注阳气，的确不是什么稀有的能力。大部分练武的人或者那些走纯阳之道的道士，稍微有点实力的都可以做到这些。但问题是，他们给一个跳尸灌注如此庞大的阳气，只会有一个结果，直接将跳尸给击毙了。只有烈阳能做到给一个跳尸加持，也正因为如此，一个看似很基础的阳气运用，有了单独的名字，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温言哪知道这些，很多张老西觉得是常识的东西，他都不懂，他可能还没随便一个烈阳部资深外勤知道的多。他现在满脑子想着怎么把今天的葬礼糊弄过去，让所有人都认为跳尸已经走正常流程，被烧了。他先去了老冰库，将51号冰柜里的那位给推到了火化部，然后又利用学来的半吊子化妆技术，小心翼翼地给跳尸整理了一下仪容，重新给他换了身衣裳，给放到棺材里，再盖上毯子，遮掩住身上的棺材钉，将他推到了吊唁大厅。等到8点多的时候，渐渐的有一些接到通知的亲朋好友来了，例行最后的吊唁送别。棺材里躺着的跳尸，双目紧闭，他的脸经过化妆之后变得犹如睡着的活人，而且看起来气色还有些过于好了。亲友们瞻仰仪容，有些人私下里还夸了巨入殓师的手艺真好，看起来比生前气色还好。温言一直在旁边看着，等到1个小时的程序走完，这位老爷子的其他2儿女才匆匆出现。只是这2人来后，却都阴着脸不说话，跟其他亲友连礼貌的寒暄都没有。等到程序走完，遗体开始被推走的时候，女儿才走上前，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她伸出手探入棺材里，抓起了跳尸的手，盖在跳尸身上的毯子被稍稍揭开了一点。温言眼皮一跳，他已经看到了一点棺材钉的痕迹了。他立刻走上前，但还有人比他更快一步，大儿子先一步冲上去，一把抓住女儿的手，咬着牙道：“你干什么？让爸走的不安心吗？”温言走到棺材旁边，轻轻拉起毯子，向上拉了拉，将跳尸的脸也盖住，然后轻声提醒了一句：“定好的吉时已经到了。”2人对视了一眼，拉长着脸松开了手。温言推着棺材前往火化部，到了火化部内部，将跳尸带出来，再将51号放进去，盖上盖子，再将棺材交给了今天烧火的同事。温言看着棺材进了豪华炉，看着点火，看着一切都烧成灰烬之后，才转身离开。然后他和张老西带着跳尸将他带到火化部后面的老办公楼，张老西在门口等着，温言自己带着跳尸进去，随便找了个空的办公室，让跳尸先待在里面。一切都比预想的顺利许多，因为没有直接参与操作，在后面支援的人多。温言也体会到了，有内鬼的时候，做事难度真的会大幅度降低。而且跳尸也一直闭着眼睛，安静如死尸，配合着折腾。这一次甚至都没有烈阳部的人跟着监督全过程，因为温言自己就算是烈阳部外勤，他可以自己签字。等到出来之后，就看到风瑶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等着。看到温言和张老西过来，风瑶便自顾自地道：“我告诉了那2儿女，他们弟弟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死了，有个长得跟他弟弟很像的诈骗犯，顶替了他弟弟的身份。他们父亲这几个月开始有些老年痴呆了，被诈骗犯忽悠，将遗产都留给了他弟弟。现在确认他弟弟早就死了，遗产是他们俩来继承了。”他们不知道他们家老爷子的情况。温言有些意外，这都会信？风瑶笑了笑，有些嘲讽：“他们已经大半年没回来过了，就连电话都是3个月前打过一次。我只是说了遗产的事情，他们便着急忙慌的在老爷子家里翻房产证和存折，在家里吵了半天。难怪这老爷子对小儿子心怀愧疚，小时候资源都给了大哥大姐，小儿子上学的时候仅差2分都没掏钱让小儿子上。没想到后来这大哥大姐白眼狼，什么都不管，还惦记着别让老爷子把房子给小儿子，甚至逼着小儿子在外面租房住。等到年纪大了，老伴也去世了，这老爷子就越发觉得亏欠小儿子。之前过年的时候，这大哥大姐回来，你们猜为啥回来？因为那时候老爷子要把房子过户给小儿子，这俩白眼狼急了，大过年的回来大吵大闹了一番，邻居全部都知道这事。现在知道小儿子没了，老爷子还遇到诈骗，你说这俩急不急？哪还有空管一个死人？要不是之前就定好了要吊唁，这俩恐怕都不会来。这边正说着，风瑶的笔记本电脑忽然传来声音，他看了眼电脑，有外人接入了吊唁大厅的监控。风瑶立刻在电脑上一顿操作，过了不到3分钟，风瑶叹了口气，被这家伙带着在全球兜了一圈，可惜差一点点就追上了。很厉害吗？一般货色他玩不起，拔线了。风瑶调出来监控，大女儿跟他爸握手的画面在监控的角度正好可以看到棺材里的跳尸身上有一点黑钉子露了出来。风瑶拿出准备好的文件，刷刷刷在上面签了字，然后递给温言：“签个字吧，按照规矩需要2个签字才能走完程序。”温言一看，2份文件，一份是51号木甲面具，其实就是51号的脸，一份是有关跳尸的。2份文件都是确认已经火化的文件。
签好字交给风瑶，风瑶又拿出一份合同和2把钥匙递给温言。你原来租的房子已经不安全了，经过排查，你住的小区门口，在一家店面的门头，还有路灯上，都找到了一点微不可查的痕迹。那痕迹是一种名为舔灵的精怪，舔舐之后残留的，舔灵的舌头会洗去原来的痕迹，但它舔舐的痕迹本身却很难彻底抹去。你几天前就已经被盯上了，我们推测有2拨人碰上，在那里干了一架。路灯，没错，路灯上的残留痕迹最多，几乎是将路灯上端给洗了一遍，推测时间跟前2天的路灯案子是同一天，肯定是相关的。同时，那个店面门头上有一个贴着人物的广告，那里残留的痕迹也最多，推测可能跟你在公交车站广告牌上看到的那位是同一个人。只是这些是推测，没有十分确定的证据做对比。温言默不作声，心里的很多疑问好像忽然间都有了答案。他一直没明白为什么贾墨志成都会主动来见他一次了，肯定知道他就是能进老兵库的人，但贾墨志成却没有尝试过将他洗脑，利用他去完成那些事，不是更容易吗？他当时坐的墨志成的车，墨志成也什么都没有做。他暗暗计算了一下时间，路灯案那天是他刚出院回家，前面几天从遇到公交广告牌那天开始，当天就在医院住院了。后来出院的那天早上遇到了老实人陪土狗，而那天晚上应该是大厦星陪土狗出现在了德城，将他的老板吊死在路灯上。现在差不多也可以推测出来，陪土狗在他住的小区门口跟盯着他的人干了一架，而路灯上面痕迹最多，应该是陪土狗赢了，将那个人给吊死在路灯上了。之后贾墨志成心生忌惮，也可能是不愿意冒险，生出变数就放弃了利用他，转而又继续进行早就定好的计划。只有这样能说得通了，毕竟那个贾墨志成心黑手辣，他大概率会选择全部都要。温言有些恍惚，他做梦也没想到最关键的转折点是他帮了老实人陪土狗一把，没想到当天晚上满身鲜血的大厦星陪土狗就救了他一次。到了下午，风瑶离开了殡仪馆，昨天晚上的事情后续处理有的他忙了。张老西在风瑶给的文件上签了名，也美滋滋的离开。他拿的是烈阳部给的专家费用，中间还费了好几件法器。考虑到张老西这次的贡献，这些法器烈阳部都是会给报销，而且大概率会给更好的。再加上这次的事情能给攒不少功勋，还能去烈阳部换点好东西。人都走完了，只剩下温言自己在单位里闲得数腿毛。经历了激发阳气、驱散体内盘踞的阴寒之气，他在太阳底下2分钟就开始热得冒汗。他躲在火化部的小办公室里蹭空调，酷爱科普的老张神情奄奄，躺在小床上一动不动，脑门上还贴着一张符箓。他昨天晚上跟跳尸来了个面对面，不小心吸入了一点木甲面具上激发出的湿气，但他反应快，把控制形式用的符箓直接贴在了自己脑袋上，控制住了尸毒扩散。现在也已经解毒，老张还是有些不放心，一直贴着。但温言总觉得老张这是在趁机摸鱼，顺便不掺和今天的事情。之前送客户去豪华炉，老张不放心，本来是要去的，但听说风瑶忙别的事情，没跟着来，烈阳部也没额外再派人来，老张便一头栽倒在小床上，往自己脑门上贴张符箓，继续躺尸。反正什么事他都不知道，不闻不问。温言都觉得贾墨志成要是来忽悠老张这种老油条，怕是比忽悠烈阳部的普通人外勤更艰难。果然到了4点，有个预定了豪华炉的客户到了，找人算过的及时，躺尸了1天的老张立刻满血复活。做完这个刚好5点半，老张换了工服，准点下班。单位里的人渐渐都下班走人了，馆长背着手来到了老办公楼，打开了防盗门，在这里巡视了一圈。当他透过窗户看到其中一间办公室里站在柜子后面露出个角的跳尸，他的眼皮忍不住跳了一下。年轻人的胆子是真的大。他不知道温言到底怎么做的，但温言给他打过招呼，也能控制着跳尸安生着，他也默认了这事，现在就只能继续装作不知道。他来到入口的地方，看着这里的员工守则，心里其实也是认同温言的一些想法。这里的每一条守则在曾经其实都是不停的变化着，与时俱进，慢慢变成了守则。如今岁月沉淀之后，一成不变，完全按照规矩走，很明显是跟不上变化的速度了。他经历过这里几十条员工守则成型的时期，现在也愿意冒险点，做出一点改变。但前提是明面上他不能知道温言要做的事情，就算哪天事情发展跟预期不一样，有什么麻烦，他身为不知情的领导，而温言作为目前唯一一个能进入老兵库的员工，这就有了拉扯的余地。他若是带头做这个，他成为主导，那性质就不一样了。馆长仔细看了一遍员工守则，转身取出一个纽扣大小的东西，贴在入口镜子的侧面。这个东西连接着我的手机，是现在的高科技，有什么事通过这个东西联系我，口令是天亮了。镜中的老王沉着脸盯着馆长，你就这么放人？你一向是最坚守规矩的。馆长盯着墙上的员工守则，缓缓道，我刚重新研读了一遍员工守则，非常认真，非常仔细，我也很确定，理论上没有任何人违反上面的任何一条。老王死死地盯着馆长，而馆长面色平静，脸部红心不跳，眼神也不闪躲。对视了足足1分钟之后，老王忽然咧着嘴笑了起来。老何，别让那个年轻人落得跟我一样的结局，我现在真的挺欣赏他的，像是年轻时候的你，想法很多，而且敢作敢为。你意思是现在的我迂腐不知变通？这是你说的，我可没说。哼！馆长冷哼一声，背着手离开。镜中的老王目送馆长离开，再转身看向藏着跳尸的那间办公室，脸上带笑。温言刚来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些看不上新来的小年轻，什么都不懂，遇事还有些手忙脚乱的，他都懒得露面。不过这一次温言的做法让老王刮目相看，不懂了可以慢慢教，不会的可以慢慢学，但要是没魄力，只会跟馆长一样死守规矩，或者跟老油条一样见事就躲，那就没救了。到了下班时间，温言正常下班，跟约好的搬家公司一起，今天就搬家。
他住的小区是个老小区，租户特别多，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就特别多。对于他来说不安全，对于这里的住户来说也一样不安全。现在风瑶给安排了新住所，在城区和郊区交界的地方，这里有一小片别墅区。在城区北扩之前，这里都算是郊区，也只有这种地方才有地建别墅区。但后来各种乱七八糟的传闻，说这里曾经是刑场的，说这里曾经是坟场的，让本地那些本就特别在意这些事的人就有些心里打鼓。然后有个有钱人真信了这种话，买下了一套当阴宅用了。但谁也没想到，致命一击还不是这个，是规划下水管道的时候没规划好，有一次下大雨，污水外溢，让那里臭气熏天。这件事比其他乱七八糟的传闻带来的打击更大，以至于这地方都建好10年了，入住率连1/3都不到，二手房价算上自带的俩车位，跟同面积的楼房价格加俩车位差不多。严现在搬家的地方就是这里，这算是烈阳部给安排的住宿还是别墅？以他现在的条件，自然不可能是什么特别好的地方。温言倒是挺满意的，2层半的独栋小别野，放到现在已经是绝版，里面是已经简单装修好的，搬进去一张床就能直接住。东西都搬进来放好之后，他才有空好好查看一下这栋房子。其实什么都挺好的，装修虽然略有一点过时，细节却都挺好，质量也都很好，没有什么坏掉的。他一路逛着来到3楼，推开落地窗，来到露台，第一眼就看到了后面邻居家的窗户，每一扇窗户都是挂着黑色的窗帘。温言脸上满意的笑容顿时僵在了那里。他在殡仪馆上班的，哪里会不知道那是什么？现在他终于懂了，为什么硬装用的材料很好，一切都看起来挺不错的一栋独栋别墅会轮到他。因为传闻竟然特么是真的，真有钱人在这里买了一栋当阴宅用，而且就在他这栋后面。喂，风瑶，我马上就到了，见面说。挂了电话，温言走下楼就看到风瑶的车开进院子里，停在侧面的停车位上。风瑶端着一个小鱼缸走来，里面还有2条金红色的小金鱼，还有一个袋子里装着外卖打包盒。乔迁礼物，听你说过，你正好想买这个，就顺路给你买了，估计你没吃饭，就给你带了点吃的。风瑶将鱼缸放在1楼客厅里，温言就忍不住问道：你可别说你不知道后面那栋的情况，我这不相当于住在别人家坟头前面吗？风瑶理所当然的点了点头，知道啊，这栋放在这里很久了，一直没人住，这不正好合适吗？环境好，周围人也少。说到这，风瑶忽然反应过来了，啊，你白天都那么说了，现在不会在意这个吧？温言想了想，有些无言以对。说的也是，他连跳尸都敢留着，正儿八经的死人都不怕，后面还准备找个合适的机会将跳尸带出来，难道还怕后面那洞里的牌位？这么说起来，好像这个地方好像还真就他不在意。你能给我说说这里还有什么传闻是真的吗？你能听说过的传闻，绝大部分都有真的部分在里面。温言悚然一惊，试探性的问了句，比如这片地方曾经是刑场，的确是真的。坟场往前推100年，还真是。污水管道规划有问题，的确有问题，但主要原因是下暴雨，再加上有一处污水管堵了，雨水混杂着污水渗到下面某一家的宅子里，把人家惹急眼了。啊，谁家莫名其妙的被臭水淹了，都得急眼。这倒是。温言想了想，点了点头。后面那栋怎么回事？人家真金白银掏了钱买的，人家就喜欢黑窗帘，人家就喜欢在家里供奉先人，谁能说什么？那脚下这栋呢？这是这里的老板免费赞助的，这老板鸡贼的很呢，总共送了3栋别墅，就希望烈阳部里有什么高手能住在这。他这怪下血本的，是有什么问题？这片区域经常会出现一些鬼东西，这里近200年里曾经是乱葬岗，也充当过坟场，后来还当过刑场。以前倒是没什么，毕竟神州的土地，但凡是有人长期聚居的地方，附近哪个地方没埋过人？要是有个几百年的，那就是古董文物。但最近几十年，零零星星开始出现怪事，尤其是最近10年更频繁了。好死不死的，这片别墅区刚好是10年前建好的。烈阳部曾经也派人来看过，上次出来的那一家子被搬走了，依然还有别的。归根到底，就是这地方本身有问题，没法一次性解决，再加上在这里常住的人少，人气弱，更压不住了。你要是能解决，这里随便哪栋没卖出去的，你随便挑一栋。温言听到这话，顿时有些好奇，你们还会接这种活？我这种正式成员不接，但是可以介绍给别人啊。烈阳部里像你这样拿个专案组证件的不少，还有像张老西这样临时请来的专业人士也有不少，大家都是要吃饭的，有需求自然有相关业务，总不能真让大家为爱发电吧？这倒也是。温言点了点头，他最初来殡仪馆可不就是因为综合起来看，他觉得这里待遇很好，还能正常下班吗？要不是其他人有忌讳，这里可轮不到你，我也轮不到。温言觉得自己有点草率了，太过于相信风瑶的安排。按照他这些天的了解，只是安排个住处，以风瑶的能力，喝杯茶的功夫就能给全部安排好。他为了当天晚上就能直接睡新假，都没来这边看一眼，只是看到了地址，大概心里就有数了。若是以前，温言还真可能在乎那些传言，但经历了这些天的遭遇，哪怕有关这个小区的传言是真的，他其实也并不是太在乎。万万没想到，比他想的最炸裂的情况还要炸裂点。你就说你住不住吧，不住的话，你单位西面4公里远的地方有个村子里，还有一套没人住的房子。住？为什么不住？不要钱的大别野，有前后花园，2车位，还是装修好的，我肯定住。温言一咬牙，直接应了下来，让他自己攒钱买，再自己装修，他不吃不喝都得攒个30-40年。一想到这，温言就觉得些许小缺点而已，完全可以忽略掉。他回头望向后院，现在不是自己睡在他们坟头前面，而是他们的灵位摆在了自己家后院外面。回头就找个机会把莫大爷给带出来。传闻算个什么？阴宅算什么？我家里直接摆个大只僵尸。
我这里才是整个小区最炸裂的地方。这么一想，温言立马觉得舒服多了。那个跳尸本来就是要带出来的，不可能长期安顿在殡仪馆里。今天没带走，一方面是得让馆长知道这事，确认能控制得住；另一方面，今天都有人偷偷来看监控了，肯定不能带出来。只有没有监控的火化部后面还有老办公楼最安全。再就是他今天要搬家，还没安顿好。风瑶跟馆长一样，都是明着说不管不插手，实际上悄咪咪的暗中支持。他要是没搬家，把跳尸带到人口密集的城区小区里，馆长也好，风瑶也好，肯定都不敢冒这个险。你确定了就这么住下来了吧？这房子不挺好吗？装修也好，东西也新，最多补几样家电家具就行了。有关这里的资料，抽空给我看看，我回头给你申请个手机，到时候你自己看。风瑶在这待了没一会，就匆匆忙忙离去。他要忙的事情还多着，到现在为止，报告都还没写，能抽空来这里转一圈，已经算不错了。温言自己收拾着屋子，选了2楼朝南的一间房间当主卧。他取出自己的小背包，将张老西送的辟邪黄符分别贴在了几扇窗户和门上。洗漱完，他手握馆长给的玉符，躺在床上都没玩手机，便沉沉睡去。预想之中的失眠和紧张都没有出现，也没有再感觉到由内而外的阴寒气息，他睡得很安稳。随着时间流逝，慢慢的到了晚上11点，本就没多少住户的别墅区变得异常安静。后面那栋别墅里，黑色的窗帘布缓缓打开，窗户后面一个又一个人影缓缓浮现，他们与黑暗融为一体，一动不动，静静地看着前面那栋别墅。而温言这栋的西面，黑暗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活动，一双反射出绿光的眼睛一闪而逝。东面最边缘的一栋别墅里，一个人拿着望远镜盯着温言所在的这栋别墅，旁边还有监控显示着室外的画面。而离开别墅区，一路向南几百米的地方，一栋8层居民楼的楼顶，还有俩人躲在楼顶的电梯桥箱里，举着夜视仪，透过一个小窗口观测着温言所在的别墅区。温言睡得很好，浑身阳气充盈之后，手握暖玉，有一种温温的暖意由内而外的浮现，就像是数日大雨终于放晴，外面微风徐徐，天高气爽，不冷不热，空气不湿不燥，人会特别舒服。他可不知道，今天晚上有不止一拨人盯着他的新家，不过知道了，应该也不会太在意，只要不来找他麻烦就行。他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这才上了几天班啊，就已经通宵2、3次了，实在有点难绷。要不是馆长和风瑶代表殡仪馆和烈阳部都把饼塞嘴里了，他还真有点顶不住。至于什么诡异闹腾，闹吧，他要不是穷到自己租不起房子，一次掏不出几个月租金和押金，他至于拿到风瑶给的钥匙都没来看，就直接搬家。温言睡得踏实，睡得舒心，就有其他人不高兴了。后面的那栋别墅里，正堂中心摆着香案，上面正中摆着一个香炉，里面插着一把线香，旁边几根蜡烛燃烧着微弱的火苗，可是那光亮却只能照亮周围2米范围。火烛照不亮的地方站着几个黑影，其中一个站在窗前，望着前面那栋屋檐下亮起的灯光，咬牙切齿。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睡在咱们坟前挡我们风水吗？嘶哈！光晕照耀的地方外面，几个黑影伸长着脖子，大口猛吸香火，那袅袅青烟飘来，烛火的光晕都再次减弱了1分。吃，就知道吃，都是群饭桶。窗边的黑影气得快步走向供桌，却被其他黑影先一步预料到，几个人一起抱住他的四肢和躯干。老赵，你冷静点，你气也不能先饭桌啊。是啊，老赵，这都什么年代了，你得讲科学，不要封建迷信，什么风水不风水的。就算讲风水，这地方都盖成房子这么多年了，早就没风水了。是啊，风水那是给活人的，你一个死鬼，讲什么风水？你懂风水吗？被困住的老赵气得浑身膨胀开来，脑袋一歪就从脖子上跌落，化作一颗怒气冲冲、披头散发的头颅，一头撞到供桌上。哐当一声，供桌被直接撞翻，香烛熄灭，贡品也洒落一地，香灰洒得到处都是。坏了，怎么少个人呢？谁？该谁抱住老赵的头的，都忘了吗？我哪知道，今天周末该我抱左腿了，不是我，也不是我，我抱的右手臂，我抱的腰，我抱的左手，我右腿，那为什么少一个？我哪知道？我就知道今天周末，但是没有白切鸡，太过分了，周末凭什么没有白切鸡？就是，出去问问他们，我们白切鸡呢？对，一群黑影说着说着就自己吵了起来。那个名为老赵的黑影4分5裂，每一个部件都被一个黑影抱着，他们将每一个身体部件重新组起来，再将老赵的头捡回来，安在他的脖子上。走，老赵，我们去闹一闹，凭什么周末没有白切鸡了？老赵面无表情地伸出手，将装反的脑袋重新扭回来，默不作声地来到大门前，打开了门。凄凄惨惨的月光下，披头散发的老鬼迈步走出别墅大门，他的身后跟着的5个家伙，一水的骨瘦如柴，长相奇异，歪瓜裂枣，眼神飘飘忽忽，不偷都像贼。但此刻，这5个歪瓜裂枣排成一列，昂首挺胸，双臂稍稍架起，像是人均引备正似的，颇有一种理直气野壮的架势。他们越过披头散发的老赵，直奔温言别墅的后院而去。其中一个家伙伸出手就要敲门，他身后的那位立刻伸出手给了他脑袋一巴掌。你傻啊，我们是来闹事的，敲门还叫闹事吗？2号歪瓜恨铁不成钢。哦，说得对哦。说着，1号裂枣就准备在旁边穿墙。你傻呀，我们是来闹事的，只能踹门啊。3号立马补了一句。1号想了想，也对。他深吸一口气，昂首挺胸，一脚踹在了后院的院门上。下一刻，就见微光一闪，1号如遭重击，惨叫着化作滚地驴，向着后方翻滚。身后几个排成一列的歪瓜裂枣被撞得东倒西歪，倒了一地。他们举目望去，
仿佛看到2个手持大锏、怒目圆睁的大将从门的背面走下来，转头怒视着他们。还有一张黄符，散发着驱邪光芒，在门后若隐若现。5个家伙远远地避开，5号悄悄绕到旁边，伸着脑袋穿过铁栅栏，向里面看了一眼，立刻瞪大了眼睛，竟然把开光的门神贴在后门的背面，还加了一张驱邪符。丧心病狂，这人太坏了，肯定是故意的。一旁默不作声的老赵这时候忍不住了：你们几个到底闹不闹事？踹不开门不闹了？就是，不踹门怎么算闹事？老赵你是不是傻？走了。歪瓜裂枣5人组架起双臂，昂首挺胸，又重新回到他们的住所里。老赵站在外面，被这几个家伙气得浑身发抖。再看向后方的别墅里，窗边一个个黑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就是没一个出来的。一群怂货！老赵一咬牙，来到侧面，他的身形不断缩水，直接穿过了铁栅栏，进入到后院内，又跟壁虎似的贴着墙，顺着排雨管道爬到了2楼。他倒是比较机灵，看到了贴在窗户内侧的驱邪符，他轻轻推动窗纱，滑动的窗纱推过，一点一点的磨蹭，终于把那张驱邪符给蹭掉，飘落到了地上。他得意的一笑，翻窗进入卧室内。卧室里除了床，连床头柜都还没来得及准备，温言睡得四仰八叉，死沉。老赵绕着床走了2圈，也没见温言有什么反应，顿时咧着嘴笑了起来。我还以为是什么高手呢，原来是个普通人，先上你的身。老赵张开双臂，向着温言扑去，但是下一刻，他却从温言体内横穿过，直接趴在了床底。他微微一怔，迅速从床底爬出来，但是一抬头就看到睡眼惺忪、脸色也不太好看的温言已经坐起来，就这么看着他，睡得正香呢，忽然就察觉到一阵熟悉的寒意浮现，温言立刻就醒了。通过那寒意感受下，温言大概就确定跟巅峰状态的冯冬梅完全没法比，比第一次在殡仪馆里遇到的那个干尸幻影还要弱得多，约等于1/10干尸的寒意，差不多可以确定是个弱鸡。温言还没说什么呢，就见对面的老赵身形膨胀开来，画出狰狞恐怖的死相。结！温言有些无语，他都没激发血暖玉的阳气，仅只是激发了一点自身的阳气，灌注到右手，一巴掌抽过去，便见老赵的头都被抽飞了出去。笑你大爷！老赵的头掉落在地上，脑袋上滋滋作响，疼得他呜里哇啦的乱叫。温言走上前，右手裹挟着浓郁的阳气，一把拎着老赵的头发，将他的脑袋拎起来。喊什么喊？别人不用睡觉吗？明天不上班吗？再喊头给你打爆！老赵立刻止住了惨叫，脸色还有点委屈。可是明天周末就是不上班啊。说吧，叫什么名字？我姓赵，忘了叫什么了，都叫我老赵。谁派你来的？没人派我来。那你来干什么？来闹事的。温言一怔，好直接，好猖狂的答案。老赵被吓了一跳，感受着远超普通人的炽热阳气，一个不留神绝对能烧死他。他连忙甩锅，不是我要闹事，是那5兄弟要闹事。本来周末的贡品是有白切鸡的，但是今天没有，他们不高兴，非要闹事。不是我要闹啊！老赵的话没说完，就感觉脑袋像是在正午的烈日下烘烤，不由自主的惨叫出声。温言面色发黑，咬牙切齿：你是不是当我傻？真的呀，大老的再烧就烧死了，手下留情啊！是我觉得你住这挡风水了，想赶你走。老赵说到这，温言才收敛了激发的阳气。你早承认不得了，说吧，后面那栋怎么回事？老赵委屈的一把鼻涕一把泪，他说实话呀，怎么就不信呢？我也不知道，我有天醒过来就在那栋房子里了，我看到有人供奉香火，就吃了，然后就在这住下来了。我听前面的人说，他们也是一样，醒过来就在里面。他们说这里原来是荒地，被盖了这么多房子，我们的坟以前可能在这里。我倒是想住地下，但地下污秽又多又臭，我只能住在那栋房子里，只有那里白天不会不舒服。老赵主打一个真诚，实话实说，他是真有点怕了。以前不是没人来过，但只要有看起来不太好惹的，或者穿着道袍的，他都第一时间躲地下去。地下只是臭了点，又死不了，等人走了他再出来。那栋别墅里住了多少个你这样的？温言眉头紧锁，之前就听说时不时会有鬼，没想到就在后面还这么多。之前的出现之后都走了，今天又出现的新人也都走了，就剩下我和那5个傻帽兄弟一直没走。你为什么没走？我连现在的字都还没认全，学现在的话都努力学了好久，外面我什么都不习惯，只能住在这。你去叫你说的那5兄弟过来。温言拎着老赵的头就往外走。我身体还在这呢，你身体留着当人质。温言将老赵的头拎出后院，向着后院对面的别墅扔去。眼看就要落地，老赵披散的头发如同活物一般凝成5、6股，支撑着他的脑袋稳稳地落在地上，几股头发如同蜘蛛腿交替前行，飞速来到门前。快开门，快开门！大门纹丝不动，窗户边歪瓜裂枣5兄弟凑到一起，看着窗外的头颅，就是没一个来给开门的。老赵有些急眼了，他刚才可是感受得很清楚，温言是真的想干掉他。他的头发支撑着脑袋一跃而起，一头撞到了旁边的墙壁，被弹了回来。他再次重新跳了一下，头发抓住了窗沿，爬到窗户上，看着里面的5兄弟。快开门，跟我走，前面的人说了，以后都是邻居，请你们吃白切鸡。老赵的话刚落，就见一阵风吹过，歪瓜裂枣5兄弟就已经将他围在中间了。你说真的？骗我们不得好死？他已经不得好死了。是啊，都被车裂了，死得老惨了。他这么笨，学个说话都还没我们快，哪有脑子骗我们？哦，说的也是。5兄弟排成一列，老大郑重地捧着老赵的人头往前走。温言看着这5兄弟大为震惊，这长得也太丑了吧，瘦了吧唧，
还架着胳膊走路，嘴眼歪斜，一看就不怎么聪明。他打开后院的门，这5个家伙竟然就这么昂首挺胸的走进来了。白切鸡在哪？我们要吃白切鸡。没有白切鸡的周末是不完整的。这人看着挺好的。是啊，都不怕我们。温言看向老赵，老赵一脸哀求，示意温言可别说没白切鸡的事。温言想了想，风瑶来的时候给他带的外卖里就有白切鸡，也就没点破。现在他真有点信了老赵说的话，眼前这5个奇形怪状的家伙可能真的跟老赵说的一样，因为没吃到白切鸡就出来闹事。他亲自去开门，引着这几个家伙进入1楼客厅，又从冰箱里拿出来剩下的白切鸡外卖。除了白切鸡还有点别的，你们吃不吃？吃。5兄弟异口同声。3个外卖盒摆在圆桌上，5兄弟齐齐伸长了脖子，对着剩菜猛吸。外卖盒里的菜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速的干枯腐朽，转瞬就只剩下一些鸡骨头，干干净净，一丝肉都没有留下。5兄弟齐齐长出一口气，一脸满足。他人真不错。是啊，不怕我们，还不说我们丑，还请我们吃白切鸡。他当我们邻居挺好的。我也觉得。这5兄弟一唱一和，一旁的老赵没忍住憋了一句：你们之前不是说绝对不让人住我们前面吗？你血口喷人！老大大惊失色，立刻喷了回去。你胡说，我们会在意这个？那些住楼的活人被人在头顶拉屎都不在意。是啊，人家活人都不在意，我们在意什么？住我们前面怎么了？老赵你这人真不行，天天说人挡你风水。老赵看了看温言，温言很显然觉得这5个不是太聪明的家伙说的是实话，他果断闭上嘴，再也不反驳了。5兄弟吃了东西就旁若无人的凑到一起，围成一圈，在那一唱一和，嘀嘀咕咕了半晌，然后老大站出来，昂首挺胸的道：你下周还请我们吃白切鸡不？行，下周还请你们吃。温言乐呵呵的随口应下，他对这种没什么威胁，看起来也没力气，脑子也不太好的鬼物，倒是也没什么喊打喊杀的心思。要是请他们吃个白切鸡，他们就能安生下来，温言觉得挺值。而且他莫名的觉得后面这栋别墅住几个无害的鬼，比作为纯阴宅还能让他在心理上接受。真有什么东西住在里面，顶多是邻居比较特殊而已。真的？5兄弟又惊又喜。真的？好，那我们不能白吃你的白切鸡。老大伸出手指了指西面，隔壁房子里有人在盯着你，跟着你一起来的。然后南边大概100多丈的地方也有人盯着你，然后东边最边的那栋房子里也有人盯着你。温言的笑容慢慢收敛，因为他真的知道烈阳部有人在南边的某座楼上盯着这片别墅区，风瑶告诉过他这是必要的安全措施，而且这片别墅区本身也需要有人盯着，也就是说其他俩方向应该也是真的。温言和和气气地问道：能知道是谁吗？我们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又没见过。老大理直气壮。温言眼看这5个活宝又开始词不搭调了，就和和气气地将他们送了回去。你们别闹事，我保证每周都有白切鸡吃，保证不闹事。5兄弟立刻昂首挺胸，如同立下军令状，老老实实的回去。温言回到别墅，看着老赵的脑袋鬼鬼祟祟的回到了他自己的身体上，温言伸出手将他的脑袋再次摘下来。你以为你2半夜的偷偷爬到我卧室，还想上我的身，这事就这么算了？我可是烈阳部专案组的成员，你这种行为性质更加恶劣，罪加一等，少说也要被打得魂飞魄散。你想怎么样？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西面这栋是没有人住的，你去帮我看看是谁在那盯着我。做完这事，之前的事就一笔勾销，咱们和和气气当邻居，我也请你吃白切鸡。温言将老赵从前院送出去，面带微笑，目送老赵离开。老赵1步3回头，磨磨蹭蹭，委委屈屈，他现在是真后悔了。有个强人住在他们前面，如此强的阳气，哪怕仅仅溢散出的阳气都能算是补了风水，不能算是挡风水了。早知道他就不来了，现在还得去帮人探查，毕竟跟着这个强人一起来的，还能让这个强人没发现，肯定也不是什么弱鸡。弄不好他刚出虎穴又入狼群，不想去了其实也没事，你想逃就逃吧，我保证不拦着你。温言轻飘飘的话从后面飘了过来。老赵面色更苦，逃到哪去啊？适合他住的地方很难找的，整个别墅区只有那一栋，里面的气息让他觉得舒服。他磨磨蹭蹭着来到西面这栋的侧面，他摘下自己的脑袋，以发为足，顺着侧面雨水管道悄悄爬上去，在侧面窗户上悄悄窥视。隔壁别墅里都还没装修，依然是毛坯房，里面黑漆漆一片，什么东西都没有。老赵绕着整栋别墅转了2圈，通过各个窗户窥视，什么人都没看到，也没看到有人活动的痕迹，甚至里面满是灰烬的地面上都没有稍稍新一点的脚印，而且他也没感应到有活人的阳气，这让他稍稍松了口气，可能是对方已经走了。他的脑袋回来，重新安在脖子上，他伸出一只手没入到墙壁里，他的身形缓缓地穿墙而过，进入到别墅内部。他进入其中，仔细搜寻了2遍，里面一点人气都没有，只有一些小动物和鸟类活动的痕迹。他松了口气，没有就好，他可不想碰到什么人。他穿墙而出，来到温言的前院，老老实实的把自己刚才寻找的结果告诉温言。没有吗？什么痕迹都没有？真没有，我里里外外检查了好几遍，真的没有，那里一点人气都没有，很久都没有活人进去过了。老赵这次学聪明了，没说5兄弟瞎扯，也没说他推测人跑了，只是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哦，没有就行，你回去休息吧，别闹事，安分点，大家都过得舒服。真的？你要是不想回去也行。老赵面露喜色，立刻颠颠的绕过温言的院子，赶紧回到他的宅子里。温言没打算为难老赵，用张老西的话说，这么弱肯定没害过人。
他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跟几个为了吃白切鸡来闹事的家伙较真。他走出前院，向着南方看了一眼，这里向南几百米内都是不高的建筑，大概400多米的位置有一栋8层楼。烈阳部的人应该是在那吧，也是蛮辛苦的，大晚上的还得加班。他又向着东面看了一眼，顺着别墅区内稍稍划出一个弧线的道路，正好能看到最东边的一栋别墅。他伸出手对着那边挥手示意。最东边的别墅里正在悄悄偷窥的人被吓了一跳，连忙收起了望远镜，不敢再看了。温言笑了笑，随手在院子里捡起一根钢条，拿着手电筒向着隔壁走去。隔壁的院子大门上没有锁具，院中杂草丛生，看样子这还是有人在前段时间给清理过一次。屋子的大门随手一拉就能直接拉开，内部是完全的毛坯，连室内门都没有。他在里面转了一圈，什么都没有发现，也没感觉到阴寒气息，不但没人，鬼都没。他从房子里出来，在后院也转了一圈，转到前院，也只是看到了2只流浪猫飞速的窜走，躲得远远的，开个一对大灯在草丛里偷窥。温言握着手电扫了一下旁边的树，上面也还有好几只夜猫，探出个脑袋，开个大灯窥视着不速之客。温言一无所获，转身离开了这个院子。走出院子几步之后，他忽然回头对着院子喊了一声：“我是嫩爹。”安静的院子里顿时一阵闹腾，房顶的鸟扑扇着翅膀被吓走，几只远远蹲在草丛里的流浪猫炸着毛，张着嘴巴，遥遥对着他哈气。树上的几只流浪猫也都一样，炸着毛哈气，唯独有一只眼睛里反射着绿光的猫从树干后面冲出来，哈着气直接从树上扑了下来。尚未落地，就见那猫头后面忽然展开2只翅膀，它扑扇着翅膀，哈着气冲向了温言。哈，还真有。温言笑出了声，本来只是随便试一下，没想到还真引出来一个。他夹着手电筒，双手握着钢条，看着飞来的猫头鸟身的怪物，摆出了接球姿势。那猫头鸟身的怪物看到这一幕，当即变成了飞机耳，眼中的愤怒里带着恐惧，嘴里一边哈气，一边带着一种像是愤怒又像是害怕的别扭腔调尖叫。别！他想要对抗那种有些不受控制的感觉，可是脑子里却有一个念头在疯狂翻腾，飞过去抓烂他那张臭嘴。他眼睁睁地看着温言摆好姿势，等着他像一颗棒球似的来跟那根铁棍子来一个亲密接触。眼看越来越近，他扑扇着翅膀想要躲开，却发现可能已经躲不开了。最后一刻，看到温言挥舞着铁棍挥下，他再也忍不住了。别打，我招了！砰！啊！棍子落下，抽在了他的翅膀上，他惨叫一声，跌落在地上。温言手握钢条，冷眼看着地上扑扇着一只翅膀还想飞走的怪物，猫头鸟身鸟爪，全身灰褐色，被抽了一击，现在竟然还在尖着嗓子吆喝：有人虐猫了！有人虐！看到忽然伸到面前的钢条，他的叫喊声戛然而止。喊啊，继续喊！托后面那栋的福，附近的几栋都是没人住的，你尽管喊。大哥，别这样，有话好好说。猫头鸟吓得够呛，他哪想到温言会来这么一手，下手还这么黑。要是那钢条换成个螺纹钢筋，他当场就得完蛋。现在只是被打断了一只翅膀，8成还是温言准头不行。他看出来了，温言是真敢什么都不问就弄死他。别瞎套近乎，说吧，谁让你跟着我的？没人。猫头鸟话没说完，温言上去就把他另一只翅膀也敲断了。说吧，谁让你跟着我的？温言面无表情，继续问了一句。真找出来了什么东西？温言肯定更愿意相信奇形怪状五兄弟，以那五兄弟的智商，8成是编不出来今天跟着你来的这种瞎话。我耐心有限，不说我就给你预约一个豪华火化炉，再给你插个队，保准你明天一早能享受到第一炉，给你博个好彩头。眼看温言的手动了一下，猫头鸟顿时一个哆嗦，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别杀我，莫志成让我来的。听到莫志成这个名字，温言眉头一蹙，打量着2只翅膀都被打断的猫头鸟，他想伸出手将它抓着带回去，想了想，万一这货身上有毒呢，又把手缩了回来。自己跟着我，让我发现你有一点想耍花招的意图，我保准明天早上你能第一个被火化。温言转身回到院子里，猫头鸟耷拉着耳朵，左右晃动着身体，迈着有些许滑稽的步伐，垂头丧气地跟着温言。他又不是今天才跟踪温言，当然知道温言想让他火化的时候插个队，应该就是一句话的事。温言回到1楼客厅，坐在凳子上，手握钢条等着。猫头鸟有气无力地跟着进来，2只翅膀都被打断，他也放弃了逃跑的念头。而且他也知道，恐怕就算翅膀好着，他也不可能当着温言的面飞走。先说说，你是个什么东西？我是雀猫，国1还是国2？都不是。雀猫一看温言的表情逐渐狰狞，连忙补充，但肯定算稀有物种。我要是投靠烈阳部当走狗，下一次版本更新，我肯定是国1。说说吧，你什么时候开始监视我的？想好了再说，从头开始说，不着急。温言起身去给自己泡了杯龙井，又拿了点库存的零食，也不催雀猫。等到温言重新坐下，雀猫就开始交代。从那天你去吃菌子开始，我就被莫志成叫来跟踪监视你。继续，有另外一个家伙脑子不太好，瞎嘚瑟，被发现了，然后我就来暂时接班。你住院的时候，我没敢进医院，莫志成说那里有领域，里面那个疯婆子会把我给干掉。等你出院的那天，我就一直跟着你，直到你回家。然后另外那个神经病说要去把你抓走。你等等，神经病是哪个？温言打断了雀猫的话，就是可以附在公交站牌上广告人物那个家伙。好，你继续。然后呢？然后我就远远的看到他被一个满身鲜血的人给随手吊死在路灯上了，然后老板就派人来清理。后面老板让我去接应他爸，带走他爸拿出来的东西。我没敢靠近殡仪馆，那地方在晚上的气息实在是有点可怕，我感觉我靠近了就得死。后来
他就让我一直盯着你，等着通知，就这样了。就是这样啊。再详细点，任何小细节都别放过。雀猫不敢反抗，努力回想着把开始盯温言开始，见到的一切都事无巨细的说了一遍。温言一言不发，喝着茶，静静的听着。等到雀猫说完，他才开口，从头开始，重新再详细说一遍。雀猫的瞳孔忽然扩大，有些惊恐的看着温言，在他眼里，温言的头上似乎都长出恶魔的长角了。他都开始庆幸，他的确是实话实说，没有中间漏掉或者瞎编什么东西，不然再说一遍，8成是要露馅。他不敢反抗，老老实实重新回忆，重新一点一点详细说了一遍。等到他说完，温言眼中难掩怜悯，问道：“你是不是压根不知道，他根本不是莫志成，连他的身份你都不知道吧？他在烈阳部的代号是诈骗犯。”雀猫昂着头，有些呆呆的看着温言，他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什么意思啊？意思是他真实身份现在谁都不知道。这一次要不是逼着他亲自参与进来，烈阳部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现在到查之前的案子，据我所知的，已经有3个案子，疑似是他参与的，有他的风格在里面。他有通过语言给人洗脑的能力，让人相信他说的都是真实。他告诉你什么了？你为什么要给他卖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是假的？雀猫扑腾着断掉的翅膀，激动的毛都炸起来了。爱信不信，不信拉倒。雀猫趴在那，无法接受这件事，他脑子里的信息跟温言的说法不断的碰撞，过了10几分钟，他才无力的趴在地上。他告诉我，德城殡仪馆的老冰库里封着我先祖的尸身，我帮他做事，他就会帮我拿到我先祖的尸身。这一次就是一次实战，他有能力从老冰库里拿出来东西，这总不至于是假的吧？你先祖什么时候死的？不太清楚，但起码死了1000多年了。德城殡仪馆才建成了60年，那也不影响他们把我先祖的尸身找到了，封在里面。据我所知，老冰库里没有死这么久的，按照烈阳部的流程，1000多年前的干尸就算不是文物，也是研究价值巨大，反正不会放到殡仪馆里。不可能！雀猫心态崩得稀碎。我不但是德城殡仪馆的正式员工，还是烈阳部特聘的专案组成员，你爱信不信？雀猫无言以对，跟一条废猫似的趴在地上，眼里都快没高光了。你自己待着吧，想跑了就自己跑吧。还有，不准吃我鱼缸里的鱼。等到温言真的走了，回去继续睡觉了，雀猫才有气无力的回了句：“我是雀，不是猫，谁是你的饲料鱼？”雀猫趴在冰冷的地板上，感受着双翅传来的痛感，再加上心态崩了，整个却都有些生无可恋，全身晦暗。他茫茫然，满心无措，完全不知道要干什么了。他感情上觉得温言说的是假的，可理智上却又觉得温言说的是真的。这时，温言拿着一个垫子回来，丢在他面前：“你想跑就跑吧，不急着跑了，给你个垫子，睡醒了再跑。看你这么有精神，肯定死不了吧？”温言不等他说什么，转身回去睡觉。雀猫委屈的都快哭出来了，再也绷不住了。温言这种见面就敢直接下死手的狠人，竟然都怜悯他了，那他可能真的被莫志成骗惨了。时间一点一点流逝，一切都重新安静了下来。雀猫也不知不觉的睡去。第二天早上9点多，温言就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了。早起了没多少天，就彻底习惯早起了。他从楼上走下来，没看到雀猫，再仔细一看，他昨天丢下来的垫子被拉到了冰箱后面的墙角。雀猫将脑袋埋在身体下面，蜷缩成一团。昨天被打断了，扭曲着的翅膀好像也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一转眼，温言看着空荡荡的鱼缸，沉默了下来。说了让你别吃我的鱼，这是别人昨天才送我的风水鱼。听到温言的声音，雀猫的耳朵唰的一下立了起来。他抬起头看了看鱼缸，耳朵又变成了飞机耳，小声逼逼：“我是只猫，你把鱼缸放到我面前，还专门提醒我，难道怪我吗？”温言懒得跟他计较，拿出小锅准备去煮碗阳春面吃。雀猫迈着步伐，晃晃悠悠的跟在后面：“给我也做点吃的，我1天没吃饭了，只有面条，猫不爱吃。”“我是雀，我爱吃。”温言不说话了。雀猫跟在后面：“给我也做点，我告诉你，莫志成接下来会去啊。”温言也不理他，当他不存在。雀猫急了，也不吊胃口了，他接下来会去端州最大的化工厂。温言煮上面洗了几片娃娃菜，一边在碗里加了酱油，1小块猪油，随口问雀猫：“你继续藏着掖着呗，别说啊，说什么呀？你不是想跑吗？还留在这干什么？”“我没想藏着，你问什么我就说什么。”雀猫眨了眨眼睛，在这装无辜。他昨天晚上好几次都想跑，最后还是没跑。他想了很久，最后想明白了。温言说的事情，别的可能有假，但能力这事应该不是假的。莫志成在烈阳部的代号应该也不是假的。也就是说，莫志成他爸不是从一开始就跟莫志成一伙的，而是被莫志成洗脑坑了。以他在人类社会混迹的经验来看，莫志成如此心狠手辣，连自己亲爹都敢坑，凭什么不敢坑他？相比之下，还不如跟着温言混算了。温言不但是德城殡仪馆的人，还算是烈阳部的人，而且虽然温言下手挺黑的，但专门给他拿了个垫子睡觉，人肯定没那么坏。他年幼的时候也曾经在外流浪过，肯给个垫子给口吃的，没把他关起来，也没把他送去切片，那最起码的肯定不是什么坏人。他想起来，那个时候那个捡到他的老人早上起来也是煮了碗阳春面，分了一些给他吃，然后看他不吃，又给他加了几块猪油渣，那面带着猪油的味道是又鲜又香，那是年幼的他第一次吃饱饭。雀猫蹲在旁边发呆，温言这边也煮好了面，连锅一起端走，又从冰箱里拿出个盒子，在面里加了点小块的猪油渣。眼看雀猫眼巴巴的看着，温言冷哼一声，拿出个小碗给雀猫也加了点面，一片娃娃菜，再加点汤，吃吧。
雀猫昂着头，呆呆地看着温言：“你这不知道是鸟还是猫的家伙，不会还挑食吧？”说着，温言又加了2颗猪油渣放到小碗里。雀猫不说话，昂着头，呆呆地看着温言。当年捡到他的那位老人家也说过差不多的话，他没说话，只是低下头，大口大口的开吃。他舌头一卷，就卷了一根面条到嘴里，呲溜一下就一口气缩了进去，那叫一个利索。温言一看也不说话了，闷头开始嗦面。一顿早饭只有嗦面的声音。吃完饭，温言躺在他的小沙发上休息。今天算是正经放假，他反而有些不习惯了。雀猫吃饱饭也不说话，舔着自己的翅膀，算是梳理了羽毛，也同时算洗脸。沉默中，雀猫先忍不住了，他仿佛自言自语，小声逼逼：“我之前每次去见莫志成都是搭他的车，我见过他找他洗脑的一个手下，需要面谈的时候也都是坐他的车。烈阳部早就查过他车上的监控了，所有正常下单的乘客都查过了，没用。我意思是，我能感觉到他在开网约车的时候，无论是说话的语气还是姿态，都会比平时放松很多。我觉得他很喜欢开网约车，这是他觉得最安全最舒适的地方。他要是离开德城，应该也会坐网约车走，而且肯定不是黑车。他有一次在车上跟我说话的时候，对黑车司机露出了不小的恶意。”雀猫说完，昂着头看向温言，小心翼翼地问了句：“我这消息能算立功吗？”温言打量着雀猫，啧啧有声：“你这是想干什么？”“我想当鹰犬。”“温言大为意外，这么直白吗？不少流浪妖怪，他们嘴上天天骂烈阳部，那都是他们多多少少犯过事，要是没犯过事的，真遇到机会的时候，他们恨不得把蛋都塞进去。”“温言大为震惊：“你一只猫，这么说合适吗？”“我不是猫，我只是一只雀啊，不对，这不是我说的，是个我遇到的一只老狗说的。他在烈阳部当过差，见多识广，后来退休了，过得可好了。你等着。”温言上了2楼，给枫瑶打了个电话：“喂，说话方便不？你尽管说，已经加密过了。我遇到一只雀猫，它应该也是被莫志成洗脑过的，帮莫志成盯着我，昨天晚上被我抓住了。他交代了些事情，目前为止，我觉得交代的东西挺靠谱的。他说莫志成应该是去了端州，目标是端州最大的那个化工厂。而且他说莫志成喜欢网约车，对黑车司机恶意不小，离开德城的时候应该也是乘坐正规网约车。要是他说的没错，那莫志成应该没继续在德城潜伏，当时就离开了。那个时间段内乘坐网约车离开德城，还是去端州方向的人，名单你们肯定有吧？”“有，所有那个时间段离开的德城的，只要是能查到的都记录了，而且这2天也都已经查过一遍了，都没什么特别的。他的话80%是挺靠谱的。那天我迟迟拉不到强力增援，就是因为维州本地的力量都被调到了端州。端州化工厂里有大量诡异出现，当时鏖战了许久，才将那里彻底压制住。到现在为止，那里还牵扯着大量人手，而且那里可能还有一个2类领域在。2类，之前遇到的住院部是3类，完全与现实环境融合的，2类是以现实环境为基础构建，但是内部环境却与现实环境完全割裂开来的空间。那个化工厂里大概率有一个2类领域的入口。那1类呢？1类我没去过，只知道是完全跟现实不同的独立空间。在古老的典籍里，1类领域有一个你肯定熟悉的名字，什么？洞天。温言琢磨了下，好像这是越来越大了。德城殡仪馆这边的事都是小场面，但莫志成亲自在这里搞事情，显然这边的事更重要点。他让雀猫继续盯着，说不定后面还会有什么动作。雀猫要怎么处理？你带走吗？这个小妖你觉得怎么样？枫瑶没回答带不带走，而是先问了个问题。我觉得他挺想要个编制的，那就不带走。南武军烈阳部内部现在还没彻底清查完，有很多普通人，不确定还有没有被洗脑的人。你可以尽管给他开条件，他要是能帮我们抓到莫志成，过往的事情经过审查，只要他没有害过人，我保证立马给他一个编制，那就行。还有个事，我后面那栋，你是不是早知道那里是什么情况？这我真不清楚，烈阳部都探查过好几次了，资料里记载，那里偶尔会有无害的小鬼出现，危害等级连1级都算不上，那些小鬼离开之后很快就会消散。这世上还有清静的地方吗？温言叹了口气，不是这种事多，只是你开始接触的多了而已。温言挂了电话，回头望去，就见雀猫竖起的耳朵立刻变成了飞机耳，他悄悄转头，装作若无其事的盯着空荡荡的鱼缸。你自己听到了吧？不用我再复述了吧？什么？我可没偷听。条件就是这个条件，你要是不愿意，那大门敞开着，你想走就走。雀猫装不下去了，我帮你们抓到莫志成，但是我要编制，每天有额外的50块伙食费。你别想忽悠我，我门清得很，50块是成本菜钱，不是卖价。以前那老狗就说他辛辛苦苦打工，出生入死，才给涨到1天50块的伙食费。后来我才知道，这老狗好的不学，学人哭穷。温言哭笑不得，他哪知道这伙食费是这么算的。行，我可以替烈阳部答应了。他随口应了下来，以莫志成目前不断攀升的危害程度评级，只要能将其抓住正法，这条件烈阳部肯定会毫不犹豫的答应。雀猫美滋滋的回到垫子上舔翅膀，他那昨天才断的翅膀，现在竟然都已经能扑腾了，恢复能力着实强的可怕，还有听力也很强，相隔好几米都能清楚听到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再加上那颗猫头，夜视能力肯定也是拉满了。除了他的本体受限于体型，有点脆弱。温言正琢磨着呢，他的电话响起，一看竟然是陪土狗打来的，他不自觉地露出笑容。可得跟这位老哥处好关系了，一方面这老哥是真老实人，另一方面要不是这位老哥的能力让那个满身鲜血的陪土狗出现，顺手宰了要绑他的人，他可能已经 GG 了。喂，老哥，你那边是办完了？家里人还好吗？
好，都好，家里老人还有孩子都差不多可以出院了。我刚才也收到工资了，我给你打个电话说一声。那边工作人员说，我们这算是没签合同，还有别的什么，我也没听懂。最后给补了欠的工资，还有赔偿，加起来有18000多，其他工友也都收到工资了。温言，你银行卡号多少？我等下去银行给你打过去。你可不能不要，这次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医院病房，裴土狗握着电话，上来就将酝酿了好几遍的台词，一口气全部说了出来。他生怕温言推辞。老哥，这是不急。温言话还没说完，裴土狗立刻就接上话茬。那我下午去得成，我当面给你。不至于，温言没辙，这老哥肯定干得出来这种事。我等下给你发短信。好，我等下就去给你打，你可一定要发我呀。行，我记得了。老哥那边要是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我这边帮你找人，带我向你家里人问好。哦，好。闲聊了没几句就挂了电话。裴土狗也不是那种会闲聊的飞起的人。温言翻了翻银行卡，把卡号姓名给裴土狗发了过去。他敢不发，今天下午这老哥绝对会拿着现金出现在他面前。然后才过了10几分钟，他就收到短信，银行卡进账了5500。他当时给了裴土狗5000现金，现在人家多给还了500。温言想给打电话说一声收到了，再把多的给退了，但最后一想，这老哥连飞信都没，除非当面塞给他，否则以这老哥的为人，肯定死也不要。算了，就先收下了，回头给他家里老人孩子买成吃的用的。他给发了个短信，告诉裴土狗收到了。裴土狗回了个谢谢，还带俩感叹号。温言笑了笑，收起手机。他当时只是被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吓到了，稍稍接触了一下，才确定这老哥是真的老实人。目前来看，他自己应该都不知道他有特殊能力，他的职业能力更像是一个被动触发的能力。休假日，温言实在无聊，就在这熬猫，询问雀猫知道的其他细节。很多细节上的东西不问，雀猫自己都想不起来，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聊到雀猫的瞬魔都开始不停的往外翻时，温言遗憾的放过了他。一眨眼，雀猫就趴在垫子上睡得不省人事。另一边，张老西在自己家翻了半天，实在翻不到对应的典籍，一咬牙把接下来3天接到的法事活都介绍给了同行，然后让他几个小徒弟都去打杂学习。这一行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讲究个派头，他这些徒弟年纪太小，一看就不是那种靠谱的人，镇不住场子，东家一看就觉得不行。毕竟真出问题的时候是极少数，大多数时候须发皆白，派头十足的道士看起来就是比小年轻靠谱。但这几年出问题的时候，从1年都遇不到1次，变成了1年总能遇到那么2、3次。张老西也不敢让他的徒弟去挑大梁，他安排好之后，立刻开车出发，买了最近的机票，直奔浮鱼山所在的滨海郡而去。自从见到温言以烈阳点化了大直跳尸之后，他就再也没平静下来过。尤其是自家典籍里吹牛皮的事太多，多到他都有些不清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很多相关东西他都记不清楚了。不搞清楚这事，他抓心挠肝，浑身难受。毕竟还小的时候就听长辈亲口吹嘘过，1000多年前某位祖师干了一件特别牛批的事情，以大神通烈阳点化了一个大直僵尸，来了次灭国壮举。至于后来为什么很多东西都失传了，问就是我们废，但不影响祖师牛批，而且我们没吹牛皮。张老西一路不停来到了浮鱼山下，整个人才稍稍平静下来了点。浮鱼山周围雾气袅袅，人来人往很少，这地方不是什么名山大川，也没很好的开发旅游，只有附近的人闲暇之时会来爬爬山。张老西看着一路蜿蜒的青石板路，轻提一口气，大步迈去。1个多小时之后，他才来到山中一座静谧的道观前。道观名为浮鱼观，道观大门敞开，院中几位道童正在扎马步，角落的树荫下，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正坐在石凳上品茶。张老西拎着准备好的新茶，快步走上前，将纸包着的茶包放在石桌子，再退后量1步，一板一眼的行礼，拜见太师叔祖。老者抬了抬眼皮，拿起茶叶轻轻一嗅，有些意外。咦，小托山今年的雨前新茶？我记得小托山那群臭牛鼻子今年没产多少吧？这不是好不容易搞到了1包，我又不懂喝茶，牛角牡丹太浪费了，就专门送回来孝敬您老人家吗？张老西甜着脸凑上来。老者呵呵一笑，上下打量着张老西，然后把茶包往外一推。我记得你是最不会乱惹事的，怎么惹到事就是个大事？你先说说，惹到什么事了？说说吧，惹到哪座山哪座观里的人了？一般人我这张老脸应该能给平事。没有，我可是谨记您老人家的教诲，与人为善，不与人结仇。这次来真的是给您老人家送点茶。话音落下，老者眼睛一瞪，起身就要走。太师叔祖，别急啊，主要是给您老人家送茶，这是真的。顺便啊，有些事情想要请教一下您老人家，牵扯到一点烈阳部的事，不太适合在这说。您看。老者打量着张老西，真的不能再真了。您应该还是了解我，我肯定不惹事。那好，你跟我来。老者起身，顺着一挥手，桌上那包茶就随之消失不见。一路进了后院屋内，张老西便再也忍不住了。是这样的，太师叔祖，这次南武郡烈阳部请我参加一个案子，出现了一位大执师。老者暗暗一惊，耷拉着的眼皮都抬了起来。大执师，你确定？你没认错？这怎么可能会认错了？特征太明显了，开始还可能会认错。但是那大执行师在当夜就化作了跳尸，进阶速度极其惊人，被我钉了10几根黑钉，依然还能动，最后一根钉住了喉咙，再加上服布大卷包起来，他都还能稍稍动一下。除了大执师，不可能是别的。老者有些惊讶地看着张老西，你能镇压一尊进阶到跳尸的大执师？看来这些年在外面没有懈怠。张老西有些尴尬，他独自一人怎么可能控制得住？大执师跟普通僵尸可完全不一样，他吹都不太好意思吹。
太师叔祖，有人帮忙的，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记得咱们扶余山的记载里有一门神通，跟大执事相关，是吧？那是神通，早就失传了。你问这个干什么？我就记得叫烈阳，是吧？老人抬了抬眼皮，目光深邃，盯着张老西看了半晌。他只是年纪大了，还没有糊涂。他虽然记不清楚具体数字了，但对应的故事至少给张老西这一辈的弟子讲过10次以上。张老西怎么可能连神通名字都记不住？张老西现在在这庄，老人心念转动，想了想之后，也没有问为什么。他琢磨了琢磨之后，缓缓开口道：“神通之所以叫神通，就是天生有就有，不是后天修成。我们称之为神通，烈阳部称之为职业能力。我们的职业都是道士，若是有职业能力，那便是我们的神通。13代祖师的神通便是烈阳，只是可惜，自13代祖师之后，我们扶余山再也没有一人觉醒此神通。13代祖师天纵奇才，有心根据此神通画出一些可以传授的法门，也有心摒弃当时的门户之见，将其划入后来的授禄体系。可惜当时已经有末法之兆，再加上13代祖师英年早逝，仅仅只创出一点皮毛，后来连这点皮毛都逐渐用不成了，诸法不显，末法凋零，一代不如一代，最后彻底化作传说故事。直到几十年前才重新有了点重新可以用的苗头。可惜当年13代祖师没留下子嗣，也没打造出对应的宝物，也没有划入授禄，他所有的力量都用来完成最后一次点化大职，不然的话，我倒也不至于自此之后再无人觉醒，亦无人可用。太师叔祖，那这意思是只有13代祖师的血脉后裔有可能觉醒神通吗？天大地大，倒也未必。不过各山各门有些独特的神通，通过血脉成功继承的概率不小，除了升天上路化作道法让后辈借用，血脉就是最稳妥的办法。老者说到这，不知是想到了什么，起身向着后堂走去。你等着。片刻之后，老者拿着一卷发黑发黄的厚书走了出来，他轻轻翻动，翻到其中一页。经过多次遗失缺损，当年的事情已经不甚清楚了，我隐约记得，哦，找到了，就在这。这是有关16代祖师的记录，这里有记载，13代祖师虽然未曾婚娶，可当年他的确有意中人，他的族中长辈还曾为他做媒，只是后来就没了后续。16代祖师羽化之前，还为此表示遗憾。16代祖师那时候已经察觉到诸道混沌，末法即将开启。自此之后，道法衰退，已成定局，反而练武能在此过程中延续，成为护道手段。你小时候练的烈阳拳，便是16代祖师所创。其实最初的时候，这是16代祖师根据13代祖师留下的皮毛，将其延伸所创，专门配合烈阳神通用的。可惜咱们门中再无人觉醒烈阳，就只能练练外功拳法，打打基础。老者在书中翻了翻，翻到其中一页，这就是烈阳拳剩下的部分。没有烈阳神通，便需要大量珍稀药材补益，事倍功半，实在耗不起。有这功夫，还不如学别的。太师叔祖，这是我能看的。无所谓了，反正没烈阳神通，这个烈阳拳顶多也就是个入门打基础的拳法。时代变了，有些东西敝帚自珍，没有用的，谁想学就学吧。我已经让他们影印下来了，你要是想要，去外面找你的师弟发给你就行。张老西盯着典籍上的记载，看着看着，才忽然惊醒过来。太师叔祖是不是知道什么了？还是看出来什么了？这直接给他看烈阳拳更深层次的内容，还告诉他谁想学就学，什么意思？他看向老者，老者神情平静，只是能看得出来，老者只是不想东西失传而已，别的一点异样都看不出来。他这次回来，其实主要目的不是这个，但现在他觉得好像已经不需要再问别的什么了。他犹豫了一下，道：“太师叔祖，有关这次这个案子的事，我不太好说的详细。我……”打住！老者伸出手阻止了张老西接下来的话。你给烈阳部做案子，那就遵守人家的规矩。还是那句话，你下山之后，只要不背叛师门，不欺师灭祖，不做什么恶事，其他事情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这次回来还想问什么？没有，我主要是给太师叔祖送点茶，顺便请教点事情。没有了就滚蛋吧。那我就先走了，下次再回来看您老人家。老者看着张老西如此沉不住气，真的走了，他反而露出一丝笑容。等等，你既然能控制得住大智跳尸了，那你自己去后山选一尊吧，能带走什么，看你自己本事。至于其他，下次回来了，案子彻底结束了，可以说了，再说。太师叔祖，张老西面带犹豫，想说他遇到了一个会烈阳的人，但下一刻就见老者摇了摇头，笑骂一声，赶紧滚蛋。第二天，张老西便从扶余山里走了下来，他的背上多了一个半人高的匣子。扶余的道观前，须发皆白的太师叔祖遥望着张老西消失在迷雾里，从兜里翻出来一个老式的手机。喂，坤儿，你现在在哪呢？你管人家干什么？人家本地有自己的人，你在那插手，还惹人家外国人不待见。啥？烈阳部合作的？完了吗？完了，赶紧回来。没啥事，我昨天梦到13祖了，我难受的睡不着了。一想到去年当年害了13祖，70年前又害过我一个同辈的那些神刀玩意，竟然都敢进入神州，还跑到13祖的老家南武郡，我更睡不着了。我只是个糟老头子，我不懂什么投资不投资的，我怕是没几天活头了，我就想临闭眼前再见见你。哎呦，你看你说的，你好端端杀到人家总坛干什么？他们总坛现在又不在神州，你去把人家灭了，不是搞出外交事件吗？现在不兴这套了。不用不用，以武会友，一不小心把进入南武郡那几个家伙的腿打断，让他们滚蛋就行。好点了，感觉心里舒服些了。那行，坤儿你在那边多玩几天，不着急。老者挂了电话，背着手哼着戏，迈着八字步伐，心情大好。张老西什么人，他可太清楚了。从张老西光屁股满地跑的时候，他就在看着了。这晚辈从小沉稳，
这次一副心神不宁、眉宇上挑的姿态，稍稍问了几句，老者心里就有了个猜测。最后看到张老西真认认真真的看没什么大用的烈阳拳法门，反而对旁边那页明显更好更强的法门看都没有多看一眼，老者心里就差不多确定了。再加上出现了大智师，老者都险些没忍住问出口，到底是不是出现了烈阳后人？毕竟当年13祖家就是在南武郡，这也太容易联想到了。他昨天晚上的却没睡好，因为他想起来件事，当年害了13祖的那个教派，有些余孽逃出神州，多年过去了，那教派起起伏伏，竟然都没灭绝。几十年前的时候，也曾在神州西北部出现过，还暗害了一个与老者同辈的人。这2年，这个教派的成员又以外商投资的名义进入了神州。当时老者就不太高兴，但什么都没说，毕竟时代不一样了。但现在有极大可能是有烈阳后人出现，他就忍不住了。那教派要是知道了有烈阳后人，万一他们真留下什么记载，以他们当年被打出狗脑的心理阴影，8成会忍不住要做点什么。如今老人不问，就是不知道，不知道这事就是他老人家心气不顺，老小孩闹脾气，然后徒孙孝顺，替他欺负几个神州之外的人顺气，除了烈阳部，谁也不会来说一句不妥。温言的新家里，他抱着一本古书，看得眉头紧蹙，古文倒是能看懂，可是很多指代的东西，他压根就弄不明白。像什么龙虎、千拱，在不同语境里就会有多种不同的意思，看得他脑壳疼。地面的垫子上，雀猫跟抱窝鸡似的趴在那里，他面前摆着个手机，里面播放着猫和老鼠看同类被戏弄，他笑得跟要下蛋的老母鸡似的。你能不能小点声？哈哈好。雀猫站起身，爪子抓住手机，扇动着翅膀，自己飞到2楼去了。温言继续看书，看得头昏脑胀。难怪风瑶说，现在所谓的古籍秘籍，网上到处都是，有些的确有一部分内容有用，但问题是，一般人看了也学不会什么。想要自学入门，不但需要天赋异禀，还得有极高的文化底蕴。现在他信了，正琢磨着呢，风瑶的车在前院外面停了下来。风瑶一手拎着他从不离身的笔记本电脑，一手拿着一个文件夹走了进来。你忙完了？没有，焦头烂额，越来越麻烦了。温言没接话茬，给风瑶泡了杯茶，听着风瑶继续抱怨，住院部领域的后续处理还没结束。那个冯冬梅为什么会出现在德城，尚且不清楚。莫志成的事也已经有了头绪，跟烈阳部正在跟的端州化工厂案子有一些联系，只是联系不够紧密。按照雀猫给的信息，我们重新排查了一下，现在的确也有了几个疑似目标，还有舔灵怎么来的也在追查。这边还没完呢，今天就接到消息，有个在南半球学习交流的大佬要回神州了，而且明说了要来南武郡打断几个外商的腿，请我们帮忙下个战帖。而我们这偏偏缺人手，缺高手。我的妈耶！温言眼看风瑶一副你怎么不接话茬的表情，温言只好问了句：哪位大佬啊？脾气这么暴？这位名叫秦坤，脾气倒是挺好的，实力也不弱。他这纯粹是因为山门救院。他出身扶余山，扶余山的那位资历最老的老爷子，跟这几位外商背后的势力有救院。他说这次是因为那位老人家不知道听谁说的，对方来南武郡投资，气得一晚上没睡着，他就回来下个战帖，替这位长辈顺气。你也别问我什么救院，为什么听说来南武郡了就生气，我还没弄清楚呢。还能这样？烈阳部不管？温言一怔，怎么管？人家正常下战帖切磋是为了化解矛盾，这是传统。部里3山5岳的人都抱着手臂看热闹呢，让谁去拦着？拦着就是想激化矛盾，部长都想趁机敲打下这些外来者，现在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哦，对了，这位还跟张老西师出同门。哎呦喂，张老西不是说他跑单帮吗？他是离开山门自己出来闯的，自然不敢随便借用山门名头。现在这位可还是扶余山的人，以后能继任山主的人。你这么多事，还跑我这干什么？你先看看。风瑶立刻来了精神，将手中文件夹摆到温言面前。你先说说什么事？温言没急着看。端州化工厂那边确认了，的确有领域，而且那一大片几十里地不止一个领域，化工厂内部有一个2类领域，其他地方也有其他的领域。那地方轮得到我这种弱鸡去？不是应该是高手去吗？化工厂里的2类领域自然是有高手去的，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扶余山的那位高手。但是周围还有别的领域，其中有一个3类领域，我们的人只能确认那里有一个3类领域，而且能级不高。但不知为何，我们试了各种方法都进不去，连进入的规则都没摸到。所以想请你出个差，给帮忙，算是出外勤，不在本地，有额外的差旅补助，只需要你探查点情报就行。就这么简单？温言有些不确定。就这么简单？那行吧，我给馆长说一声，顺便问下这片小区东边那栋里的是谁，查到了吗？查到了，就是这里的老板。这家伙明明怕得要死，却还惦记着这里没卖出去的别墅，他自己都住在这，就是想弄清楚这里到底是什么情况，怎么样也才能解决了。这谁也解决不了。我后面那栋我问过了，时不时的忽然出现点无害的小鬼，谁也不知道怎么来的。算了，还是先忙端州的事吧。风瑶揉着脑袋叹了口气。端州，蔡启东看着新送来的情报资料，面沉似水。这些天投入了大量人力，近乎地毯式排查，已经完全确认维州、端州、新州3州之地出现了大量类似毒蘑菇事件的事情。不只是厨子的做法出了问题，还有的少了关键材料或者关键步骤，普通人也都没觉得出了什么问题。他看了看自己的午餐盒饭，看着里面的所谓盐焗鸡，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可是按照对应的旧记录，之前的确不是这么做的，而他也并不喜欢这么吃。他翻看着记录，找到了重点标注出来的一段。这里记录着德城的一家天府菜馆，菜馆里的一道水煮牛肉有2种做法，泼油的和不泼油的。
经过深入调查，是温言下馆子，还跟厨子因为这道菜产生了争执。饭店老板比较会做人，觉得一道菜到了本地，必定是要经过本地改良，更契合本地人口味，所以后来试了2次，就给一道菜多加了一种做法，迎合能吃辣的人。而温言跟厨子争吵的时间，已经是噬魂兽降临之后了。之后又查到了菜市场监控，温言当时无法忍受，自己买了很多相对应的调料，目标明确，调料牌子的选择都很正宗，可以明确得出结论，温言并没有如同这3周所有人一样受到噬魂兽影响。蔡启东看着这条最新追查到的小细节，心里反而觉得这才正常。能进老兵库的无魂之人，可以免疫噬魂兽的吞噬灵魂，倒也非常合理。他从旁边拿出另外一个文件夹，里面记录着封锁的100里范围内的其他领域，除了化工厂内的领域，还有一个领域是完全进不去。他们已经找了很久，寻找了各种线索，将被吞噬灵魂的范围标注出来，可以确定噬魂兽就在端州，但什么痕迹都没找到。目前最大的可能就是噬魂兽就在端州的某个领域里，这几个新发现的领域可能性最大。蔡启东琢磨着，是不是找个合适的理由给温言提升一下权限。送走了风瑶，温言才开始看资料。资料上说，端州化工厂已经被封了，连同周围几十里范围都被封锁，借口是化工厂泄露。那周围一大片范围内其实都没什么人了，也幸好化工厂本来就在远离聚居区的地方。化工厂里有个与现实不重叠的2类领域，这个前期情报都还没做完，肯定轮不到温言来。但那一大片范围内还发现了别的领域，有个与现实重叠的3类领域，他们都进不去，做了各种尝试都没找到进入的规则是什么，只能找温言来帮忙探索一下了。温言大概看了看，标记出来的那片范围内已经是远离城区，在之前就没什么人了，只有一家还在经营的民宿在那里。但自从化工厂出事，民宿也已经停业，人都搬走了。最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就在这栋民宿里。温言的任务就是在他能进入这个领域的情况下做初步的情报探索。而烈阳部目前尝试过的，在民宿订房，买下同一片区域内无人住的老房子，开具文件，开车、步行、白天黑夜等各种方式都无法进入，实在没辙了，只能请温言来了。理论上，只要在领域出现的时候，温言在领域范围内，那他就能直接进去。他在这仔细研习资料，准备接了这次外勤的活。因为温言之前问了毒蘑菇的事，风瑶没说太清楚，只说了已经在排查了。更深层次的，风瑶就直说规定问题，他没法继续说了。能给温言稍稍提一嘴，也是因为温言算当事人，还因为这是中毒住院，解决了一个领域。当然更主要的还是觉得温言早晚得升权限。温言没听了更深层次的地方，心里却也有自己的猜测。他觉得烈阳部似乎是知道噬魂兽的事，了解的越多就越明白，烈阳部人力物力有限，办事是按照优先级来的。而上一次仅仅一些人吃了没做熟的菌子中毒，烈阳部就已经投入了不小的资源，哪怕往年到了吃菌子的季节，宣传也没那几天猛烈，简直是无死角的提醒到每个人。后面又明显扩大了调查范围，之前跟着风瑶的俩烈阳部成员，还有之前全程跟踪监督开猛虎的那俩，都被派去做相关的事情，这才给了温言机会，留下了跳尸。温言可是听张老西说过，大执师进化速度极快，若是放任不管，后果会有多可怕。但就算如此，优先级竟然还比不上毒蘑菇事件的后续调查。而蔡启东空降南武郡，接手南武郡烈阳部，却压根没在南武郡最繁华的禹州多停留。这些日子的活动范围，除了维州就是端州，最近连禹州的资源都在往端州调动，而这还是他都能知道的。种种线索太多了，温言唯一能想到的优先级高到这种程度的，可能就只有噬魂兽了。甚至现在一个进不去的领域都需要他这个新人来帮忙，足以说明烈阳部人手紧缺的很。他可不信烈阳部真没人没办法进入一个小领域里，肯定还有其他办法，或者其他人只是现在抽不出来。温言也想知道噬魂兽在哪，他这2天就莫名感觉噬魂兽在进化，已经站稳了脚跟，度过了最初期的阶段。他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会有这种感觉，但他觉得这肯定是真的。目前来看，烈阳部肯定也没找到，他觉得烈阳部这么着急让他去一个小领域里探查，8成也跟噬魂兽有关，有可能觉得噬魂兽可能就藏在哪个领域里。这几天雀猫也没收到信号，消失的莫志成也没联系他。温言觉得自己最好做点什么，他躺不平了。噬魂兽在进化，竟然还能进化，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温言放下资料，满脑子琢磨的都是噬魂兽线，是在吃美食的灵魂，若是能进化，以后吃什么他都不敢想了。正在他瞎琢磨的时候，张老西的车停在了外面，他背着一个半人高的匣子进入了院中。温言，你不是想练武吗？我给你找到了一门绝对最合适的。尚未进门，张老西就有些眉飞色舞地对着他招手。温言大喜，连忙上前，老哥，有适合我的。我这些天看那些书看得头昏脑胀，我怕是学不会那些。放心吧，绝对简单，我从小就练，伏于山每个人都会，名为烈阳拳。我不是伏于山的人，合适吗？是需要拜师吗？合适，太师叔祖说了，时代变了，谁能学会就学吧，至于拜师不用，伏于山没那么多规矩，你可是会烈阳的人。我懂，这能力是天生的，你放心，你尽管学，尽管练，绝对适合你，拜师也不用，我当你的引路人就行。张老西眉眼中带着掩饰不住的喜色，将一本打印好的册子交给温言，这都是翻译好的，有对照原文，绝对的通俗易懂，描述精准，我再给你指导一下，你很容易上手。温言看着张老西给的册子，里面的描述果然通俗易懂，还配有插图，一些觉得可能不太懂的名词都有专门的注释。拳法看起来的确很简单，没有那么激烈，难怪张老西说这是小孩子都可以学的。但看到后面就多了些导引术相关的内容，
配合烈阳拳的拳脚功夫，引导自身阳气，洗炼自身。这不是传统的进攻，而是行导法，效果极佳，消耗却极大。上面着重提醒，一般人阳气不够壮，导引术一遍都练不下来，强行练会大损自身阳气，需要大量的名贵药材补益。没天赋的人在这一损一补之间，很容易伤及根基，最后想补都补不了。温言神情古怪，他这种纯新手都能看出来了，这门烈阳拳跟他的灵石能力烈阳简直是绝配。有烈阳的情况下，烈阳拳的致命缺陷就等于没有。伏于山13代祖师有神通烈阳，后来16代祖师就根据这神通加上13祖开的头，创出了烈阳拳。只可惜后面再无人觉醒烈阳，这门烈阳拳的外功就成了伏于山入门打基础的拳法。我请示过太师叔祖，你尽管学。张老西说道，还是忍不住提醒了一句，你以后最好别让人知道你觉醒了烈阳，正好你学了烈阳拳还能遮掩一下。这个能力有危险？那倒不是，是曾经有这个能力的人特别强，强到过去1000多年了，依然还有记录，所以这个能力才会显得扎眼。在伏于山典籍里，有关13祖的记载，也是少数没人觉得是完全吹牛逼的，因为那时候的一些事，其他大山大派也都有记载。张老西安抚着温言，他是真心想要帮温言遮掩住，什么要求也都不提。他相信太师叔祖肯定也看出来什么了，太师叔祖也什么都没提，不需要拜师，不需要拜山门，什么名头都不需要，什么都不强求，纯粹是结个善缘，甚至都不需要再往深里解释，以后温言自己会明白。张老西拿出一个小布袋，里面有不少暖玉，都是质量不怎么高的，让温言辅助练拳是没什么问题。他摆出拳架，一招一式的引导着温言先练外功。只是一个简单的桩功，几分钟后，温言的腿就开始打摆子了，而张老西还是四平八稳，呼吸平稳。他高估自己的身体素质了，然后他没忍住，激发了自己身上的阳气，笼罩全身。随着他的动作，身上的阳气也开始被引导着缓缓流动了起来，那种酸胀发软的感觉渐渐缓解了一些。他开始有些明悟，行导法是怎么回事了，跟之前看的玄之又玄的导引法不同，就像是在练外功的时候，人为构建出一些洼地，稍稍引导一下，让阳气如同水流一样自然而然的由高到低的流过去，一步一步引导着阳气自行流动。缺点是效率不高，消耗贼大，但是这种方法简单，不容易出错，有极强的自适应力，水自流会完美适应个人的不同情况，有点像开山引河，成功之后越是后期奔腾的大河就越强。但这个过程中仅靠人自身的阳气还有汤剂等手段补益，的确完不了这种大工程，半途就得先被耗死。只有开挂上来就是靠挖掘机等外力引来比自身阳气还要强的外部阳气，不断汇聚成流，自行反复冲刷才有可能。简而言之，就是得有特定外挂加氪金。半天的时间消耗掉了一颗质量一般的暖玉之后，温言才冲刷了2个大腿，至少第一步站桩已经能坚持得住了。张老西看得满脸羡慕，我小时候练烈阳拳外功能有你这个效果，站桩四平八稳，游刃有余，练了足足3个月，而且已经算是快的了。带着温言将整套外功拳法都打了2遍，等温言熟悉了一下之后，张老西就不管了，让温言自己调整，怎么舒服怎么合适怎么来。到了太阳落山，练得差不多了，温言来到2楼准备叫雀猫吃饭的时候，才发现雀猫不见了。2楼只剩下雀猫的垫子，垫子被揉成一团，手机插着充电线跌落在垫子外面，里面还在放着视频。家人们，我发现个露营的好地方，这里的环境真的好好啊，游客也少，水又凉又清澈，重点是不要钱啊。温言走上前将手机翻过来，就看到里面一个笑容满面演技浮夸的女人正站在一条小河边，不断的吹嘘着她发现的一处露营地点。她才看了几秒，就觉得镜头里的环境非常眼熟，下一刻她便感觉到不对劲了，周围的环境开始扭曲变化，墙壁消失不见，转而有山林浮现。那种错位的别扭感刚出现，温言便面色一变，丢下手机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向着楼下大喊，老西，视频就是领域入口。一句话喊完，他再次迈出一步时，剧烈变化的环境便如潮水将他吞没，周围的环境彻底大变。他站在昏暗的石滩上，周围只有小河潺潺流水声灌入耳中，空气里充斥着山中湿润的冷意，环顾四周，山林都化作了若隐若现的阴影。他向着上游望去，熟悉的感觉袭来，这可不就是风瑶白天给他的资料里的插图吗？那座他们怎么都找不到进入方式与现实融合的3类领域。他们白天勘察过这里的地形地貌，但是一到晚上就会直接被踢出领域的范围。这谁能想到，领域进入的方式竟然是通过一个短视频。好死不死的，温言体质特殊，只要在领域开启的时候，在领域笼罩的范围就一定会进入到领域里。有些时候这是可以掌握主动权的优势，有些时候就未必是好事了。就比如现在，温言迅速冷静了下来，回忆着今天仔细查看过的资料，最起码的他对这里的地形地貌是相当熟悉了。他白天的时候就已经在脑海中构建过地形图，各个标志性位置他也都知道在哪。白天的时候他还在琢磨着过2天找个机会把莫阿伯从殡仪馆里带出来，正好要去端州，就把莫阿伯给带上，出个外勤，帮忙探查一下这个领域的同时，顺便在端州转转，看看莫阿伯能不能感应到假墨之城在哪。哪想到会有现在的发展，他一边走出石滩，一边随时准备激发血暖玉的力量。没几步路，他便忽然向着侧面望去，树林的草丛里，一颗开着大灯的猫头从里面探出来。猫头鬼鬼祟祟的压低声音，快跟我来。你什么时候进来的？进来好半天了。你一只鸟在草丛里匍匐前进，敢再怂点不？你不懂，这地方很危险，快跟我走。温言跟着钻草丛的雀猫往前走，走了没几步之后，他忽然低下头，等下，我系个鞋带。
钻草丛的雀猫停下来等着温言，等了半晌还不见温言站起身，他就有点急了，重新折返回来。但是快到温言身边的时候，却见温言手持一根足有人小臂粗的树枝，树枝上裹挟着浓重的阳气，一棒子抽在了猫猫头上。猫头惨叫一声，一跃而起。昏暗之中，哪怕看不清楚全貌，温言也能看出来，这猫头下面压根就不是一只鸟的身子，更像是一条蜷缩成一团的黑蛇。炽烈的阳气落下，那颗猫头遭受重击，在温言眼中渐渐化作一颗蛇头。温言拎着树枝，加持了阳气，照着蛇头就朝死里敲，一口气将蛇头给敲烂，整条蛇都不再动了之后，温言才稍稍松了口气。这时，扇动翅膀的细微声音传来，温言向着一旁的树上望去，雀猫在树上探出个脑袋，一脸惊悚地看着温言：“你一只猫，天天爬树像什么样子？我只是一只雀，飞树上怎么了？哦，你怎么也进来了？被你坑了，你没事瞎看什么短视频？”雀猫躲在树上，看着地上的黑蛇，忍不住舔嘴。温言对着雀猫挥了挥手：“下来，我有事问你，这黑蛇是怎么回事？你们叫它美女蛇，这东西能幻化出一颗头颅，引人上当，它会毒死目标，慢慢享用。但是它的肉质细嫩，大补，蛇胆还有清肝明目的效果，能治近视和老花眼。果然是幻术，谁知道这家伙死了没？”温言举着粗大的树枝，就要将黑蛇的身体也给敲烂了。雀猫没忍住，从树上落了下来。别，太浪费了。温言手里的棒子拐了个弯，就落向了雀猫。雀猫早有预料，翅膀一收，躲过了棒子。但是温言的另一只手却一巴掌抽了上去，将雀猫抽得转着圈，落在了地上。雀猫倒在地上，翻着白眼，看着温言举着棒子戳到他脸上了，果断放弃抵抗。我不会幻术，我是真的。你一只猫吃蛇不害怕中毒吗？我一只雀吃个辣条怎么了？我是真的，别打了，再打美女蛇就不新鲜了。这东西都快被人杀绝种了，我都只听说过，没尝过。温言再仔细确认了一下，才算放心下来。这雀猫天生杠精，甭管什么情况，说它是雀，它就非说自己是猫；说它是猫的时候，它又非得杠一下，说自己是雀。相处的第一天，温言就发现这点了。刚才那美女蛇伪装的雀猫竟然都不杠一下，那温言当然要试探下。反正哪怕错了，以雀猫的恢复力，挨一下也死不了。雀猫挨了一巴掌，现在照样甜着个脸凑到温言这边，它的两只爪子精准的在黑蛇腹部一抓一挤，就见黑蛇的苦胆被揪了出来。趁热吃，现在活力最高，人吃了不但可以治疗了近视，还能有一点夜视的能力。温言皱眉看着苦胆，指了指地上的黑蛇：“剩下的呢？蛇肉蛇皮里有寄生虫，你吃不了。”雀猫说着，就从被敲烂的蛇头开始，跟吸溜面条似的，嗖嗖嗖就将一条黑蛇给吞了。蛇胆里不是也有寄生虫吗？温言伸出手，激发阳气，包裹着蛇胆，将其里里外外都冲刷了好几遍，然后一口将其吞了下去。腥味伴随着一点苦味，滑腻腻的，非常恶心。吃下去之后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周围的环境依然昏暗。没什么感觉啊？你傻呀，这又不是仙丹，哪能立竿见影？温言沉默了一下，立刻转移了话题。这地方到底怎么回事？你可别告诉我，你是正好刷到了那个视频。我要说我真的正好刷到了，你信不？不信，要是这个短视频是入口，烈阳部不可能这么多天了还不知道。雀猫耷拉着耳朵，有气无力的道：“是真的，我看到那个视频就感觉到不对劲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那个视频普通人看就只是一个普通的、毫无特色的本地视频，播放量也很低，但是特定的人感受到的就会截然不同。比如我这种小妖怪，还有刚才的美女蛇。”听到这话，温言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什么意思啊？意思是我的感觉要是没错，这个领域针对的就是所有除了人之外的物种。雀猫抖了抖耳朵，昂着头看向温言，表情有些奇怪，还有一点兴奋，胡须都在微微抖动。所以你其实不是人是吧？温言轻吸一口气，果然什么领域都能进，早晚会坏事。没错，其实我来自那美克星光之国度，简称克星人。我就知道你不是人。雀猫欢欣鼓舞，耳朵都开心的抖了起来。温言一时无语，雀猫竟然当真了。算了，他解释这是开个小玩笑，雀猫也不会信，就这样挺好的。我不是人，你高兴个什么劲啊？雀猫很高兴，那跟老鹰似的六亲不认的步伐都变得轻快了些。在他的想法里，人里面对他有恶意和偏见的实在是太多了，好不容易遇到个看起来很友好的，还是个诈骗犯。在温言这，他依然对温言说的很多事情将信将疑，现在发现温言不是人，那可太好了。这下他算是彻底信了温言之前的话，而且掌握温言这个大秘密，让他有种难以言喻的安全感。温言却没心思管雀猫内心里的小九九，他还在琢磨接下来怎么办。烈阳部给的资料里可没有一本异常生物大百科，有关这个领域的介绍，很大一部分猜测都是跟这里的民俗有关，或者说一切猜测都是以人为基础的。按照以往的经验，三类领域与现实环境融合，其内规则肯定都有现实参照物的，所有的推测自然也都是以人为主。谁会想到这领域不但是以短视频为入口，还是专门吸纳非人进入其中。就烈阳部现在的人手，探查这个领域的人要是能进入才怪了，最初的方向就错了。温言的住所别墅里，张老西没敢靠近2楼，风瑶这时也已经赶到。温言最后那句话，张老西听到了。视频就是领域入口。当他们这边做好了准备，张老西全副武装，腰间甚至还带了一把枪，将丢在地上的手机捡起来。他看到的仅仅只是一个很普通、质量也不高的短视频，仅此而已，一点进入领域的苗头都没有。风瑶也是了，他手握手机，看了视频也没任何反应。但温言和雀猫的确都不见了，而且看视频里的背景，风瑶也能认出来，
就是他找温言帮忙的那个地方。这什么情况？你见到过吗？张老西一脸懵。别看我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都不知道该请教谁了。俩人正说着呢，张老西面色大变，他立刻将背在身上的木匣打开，里面已经是空空如也。我没进去，我带来的那个小家伙进去了。你从浮云山带出来的？是，我刚得到太师叔祖允许，侥幸说服了一位跟着我出来。听到这话，风瑶的脸色也有些变了。他们进不去，浮云山带出来的僵尸却能进入。张老西这次是越来越急了，好不容易才在浮云山内忽悠到了一位小僵尸，还没养2天呢，忽然就消失在领域里了。好不容易天上掉个贵人，掉下个会猎羊的人，他觉得自己前面兢兢业业给人做法事赚钱，从来没坑过穷人，还收养了几个孤儿当小徒弟，连媳妇都没找，蹉跎到了40岁，终于攒够人品了。这辈子最大的一次机遇就摆在眼前了。不求温言以后能有浮云山典籍上记载的13祖那么牛逼，有一半他这个引路人后半辈子就有吹嘘的资本了。哪想到现在人说不见就不见了。重点是温言才刚开始学猎羊拳啊，其实还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也知道猎羊部肯定也抽不出什么高手来帮忙，甚至他们都还没找到进入领域的办法。张老西想到他带出来的小僵尸，一咬牙，我去搬，我去找温言他阿伯来。他哪个阿伯？我怎么不知道温言还有个？风瑶话没说完，就想到明白张老西指的是什么。他站在原地看着张老西远去的背影，犹豫了一下，还是什么都没说。他也知道这恐怕不是一个危险性不高的普通小领域，至少不普通。短视频领域入口和对进入的成员有选择性，哪一项都不简单。他看了看天色，拿出手机给德成殡仪馆的馆长何健打了个电话。喂，何馆长吗？您还没走的吧？张老西去你们单位了，应该是要报酬加报销，有劳何馆长您接待一下，省得他犯什么忌讳。他不是猎羊部的人，赚点钱也不容易，您老多担待一下。何健的车都快开到家了，接到电话立刻掉头返回殡仪馆。风瑶越是没说明白，馆长就越是明白这话不能在电话里说。猎羊部的一次行动出了4个内鬼的事，可是瞒不住的，风瑶自己都开始谨慎了起来。馆长其实并不是太在意木甲面具丢失的事，因为从木甲面具被拿出来，就算能抢回来，也必定是被猎羊部收走封存，跟他们殡仪馆关系不大。馆长这边刚到殡仪馆门口，张老西的皮卡车就紧随其后停在了门口。馆长微微眯着眼睛，眼看张老西难掩焦躁，立刻给他打了个招呼，指了指里面，都下班了，我们去我办公室说。馆长前面走，一路来到办公室，张老西便忍不住了，立刻将事情说了一遍。事情大概就是这样，我进不去，但那位阿伯肯定能进去。馆长神色平静，点了点头，看了下时间，你最好快点，再晚一会儿什么都干不成了。正好温言他阿伯又不是我们客户，住在这也不太像话，带走了最好。馆长走到楼下，打开电闸，直接把闸拉了，灯光瞬间消散，门房里的监控也全部灭了。他带着张老西一路来到后院，打开了老办公楼的大门，看了一眼里面贴着的员工守则，不由得有些恍神。镜中老王也不演了，直接靠着墙站在那里，抱着手臂，看着馆长呵呵直笑，就等着看馆长怎么办，是不是不按规矩来了。馆长笑了笑，对身后的老张招了招手。温言他阿伯就在第2个办公室里住着，他年纪大了，可能有点痴呆，你照顾着点，别出岔子了。等下走的时候记着把门带上。张老西带着一个小推床进入到里面，馆长就在门口站着。镜中老王指了指员工守则，老何，第3条是什么？我有些看不清楚啊。馆长呵呵一笑，脸部红心不跳，自然而然地把第3条念了出来，禁止任何没有钥匙的人进入老办公楼，违者辞退。然后呢？然后什么？我等下就把他辞退了，他都不是殡仪馆的人。我是问你呢，我有钥匙啊，我又没违反员工守则。老何，你不要连起来，可真比年轻的时候厉害多了。老王感叹一声，心服口服了。里面的办公室里，张老西看着柜子后面站着的跳尸，还是忍不住心跳加速。他取出随身带着的小香炉，以静香指诀捏香，而后直接跪伏在地，静香过顶，叩首3次，将香插入香炉里。阿伯，温言有危险，我进不去领域，只能请阿伯出马了。我现在接阿伯过去，希望阿伯配合一下。香火气飘起，盘旋在跳尸周围，等了半晌，跳尸依然双目紧闭，只是那香火气却开始没入跳尸鼻中。张老西暗暗松了口气，立刻推着小推床将跳尸包裹好带了出去。而另一边的领域里，天色已经快要彻底黑了，天空中银月也已经高悬，照得大地一片惨白。同样惨白的还有温言的那张脸，雀毛浑身炸毛，像是有人抢了他的罐头，顺便再滋他一身水。而温言站在原地一动不敢动，脸色跟月光照亮的大地一样惨白。他的后背上趴着一个身着暗红色古装、头梳百合髻的小姑娘，小姑娘的脸上带着天真烂漫的笑容，只可惜她嘴里的獠牙露出来了，面色也有些青白，瞳孔也只有针尖大小，泛着青色的手臂如同2根冰冰凉的铁箍，箍住温言的脖子。温言能清晰地感应到，只需要稍稍一个发力，这所谓的小姑娘就能把她的头摘下来当球踢。她算是彻底了解了领域的危险性了，这次要是能活下来，能回去了，她绝对朝死里练武。刚才明明察觉到有不对劲了，可是感应跟上了，意识也跟上了，唯独身体跟不上。一眨眼的功夫，背上就忽然多了个小僵尸。温言都没敢歪头去看一眼，以他了解到的，一般情况下，最低级的行尸刚刚起尸，行动速度慢，身体也跟常人没太大区别，顶多就是不怕疼。进化到跳尸之后，身体僵硬，但韧性极强，而且力大如牛，跳跃的速度也很快，唯独灵活性并没有多好。眼下这位小僵尸身体明显没那么僵硬，速度也很快，可带给他的压迫感却远远没有上次的跳尸强。温言一时拿不准这到底是个什么僵尸。
他看的资料都是烈阳部的标准记录，像是教科书，但很显然，实际之中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和教科书里的标准记载一样。哈！雀猫呲着牙哈气，小僵尸却压根没看他一眼。温言一动不动，好半晌也没见小僵尸有什么其他动作，只是用手臂箍住他脖子，趴在他背上，咧着嘴笑。他似乎非常开心，眉毛和眼角都在笑。眼看小僵尸没有给他脖子来一口的意思，灵性明显远比之前见过的跳尸高得多。温言试探性地问了句：“你是谁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要不你先下来。”小僵尸没回答，这次不但手抱得更紧了，两个小短腿都箍在温言腰上。温言想了想，稍稍转了转头，慢慢地伸出一根手指，试探性地点在小僵尸的脑袋上。小僵尸非但没有闪躲，笑容反而更加灿烂。随着温言试探性地将一点阳气被灌输进去，小僵尸立刻眯起了眼睛，身体也慢慢放松了下来，抿着嘴巴嘤嘤嘤：“能先下来不？”温言试探性地再问了一句，小僵尸却已经闭上眼睛，直接趴在温言背上睡去，那双手却依然箍得死死的，就是不撒手。温言有些傻眼，雀猫也有些傻眼，一人一猫大眼瞪小眼。你见过这种情况吗？温言低声问雀猫。我只是一只猫，你问一只猫这些合适吗？张老西满心焦急，带着跳尸回到了温言的别墅里。他一咬牙，揭开了缠在跳尸身上的黄布符箓，拔掉了贯穿跳尸喉咙的棺材钉。他是真有点急了，刚才风瑶给他回了电话，说是请教了部长。蔡启东说，这种情况可能是遇到了极少数，领域规则里有排斥人类进入的领域。张老西听了这话，脸都是绿的。温言这么个普通人，还是个心软心善的普通人，进入到这种鬼领域里会发生什么，他都不敢想。还有，他从浮鱼山带回来的小僵尸也进去了，万一这个小僵尸刚下山就出事，他也是吃不了兜着走。本来嘛，能收服的跟着下山的僵尸，那便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但问题是，张老西带下山的这个小僵尸，可不是完全按照程序走，靠实力来收服的。本来他想收服个普通跳尸就行，要是比较特别的种类，比如铜甲尸什么的，就更好。他运气不错，当时还真有一尊铜甲尸醒了过来，跟他过招了。可惜那铜甲尸已经快要进阶了，实力太强，眼看打不过了，他就开始了忽悠模式，说是他跟大执师正面交过手，后来大执师还被控制住了。他有个过命的交情的朋友跟他一起做的这些，后来大执师的眼睛里都多了一点金光。总结下来，话里话外都在暗示一句话：我有一个朋友会烈阳。然后那尊金甲尸灵智不低，果然被忽悠住了。但问题也在这，忽悠的效果太好了。烈阳神通这4个字对于浮鱼山里的大粽子来说是金字招牌。金甲师没跟着他走，而是进入山底好久，带出来一尊灵性极高的小僵尸，让他把小僵尸带走。当时张老西就后悔了，因为小僵尸身后的黑暗里站着8尊毛僵，更里面还有一种压迫感极强气息。这个时候他想后悔都来不及了，他都不敢说不行，只能硬着头皮带小僵尸下山。那时候他才感觉到，他这种天资才情都一般的弟子，这一次终于真正接触到了浮鱼山的底蕴。而这一切都是从他认识温言开始的，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现在都必须拼尽全力。他看着跳尸喉咙处的伤口已经在飞速恢复，他也没有拔掉其他的棺材钉，没必要了。他手握3支香，举过头顶，干脆利落的叩首：阿伯，现在只能靠您老人家了，只要温言和小僵尸能安全回来，我保准给您老人家磕18个头。他去拿起倒扣着的手机，手机里还在不断循环着那条短视频，随着短视频播放，站在他面前的跳尸无声无息的消失不见。温言背着呼呼大睡的小僵尸，却猫在前面探路。夜晚的山林里又湿又冷，他也不准备去这里唯一的民宿，那里说不定有什么危险。他准备先探查一下别的地方，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情况。行进不远，潺潺流水声越来越响，距离民宿越来越远，却猫抖了抖耳朵。前面有东西，全是妖怪吗？有多少？应该全是，至少7、8个吧，而且都不是一种。这么多妖怪汇聚到一起，不会打起来吗？没必要的时候，在野外，大部分妖怪都不会轻易让自己受伤。有人发现我们了。温言眉头一蹙，稍微一琢磨，看看他们这阵容，一个雀猫，一个人背着个小僵尸，怎么看也不是正常人。再说了，这个领域本来就不让人进来，能进来的肯定就是看着像人而已。一念至此，温言也放松了下来。那我们也过去吧，放开点。温言轻吸一口气，神态放松了下来，迈着步子，大步向着雀猫指引的地方而去。雀猫在后面愣了一下，一琢磨，也是哦，我们也不是人，怕什么？它扑腾着翅膀飞到前面，昂首挺胸，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一路向前。越过林地，前方便是一片平坦的草地，不远处的河水都变得宽且缓，水面上波光粼粼，只有轻缓有规律的流水声，让人感觉心情都舒畅了许多。只是那草地上形态各异的妖魔鬼怪，跟这里的环境不太搭调。温言一眼望去，率先看到的就是一头坐在地上都比一般人站着还要高的黑熊，旁边有眉眼细长、2条尾巴的红毛狐狸，有脑袋上带着一道长长疤痕的独眼灰狼，有头生独角如同黑熊一样坐姿的水牛，大部分都是看起来特征并不是多明显，跟普通动物没多大区别的妖。倒是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像是一个人，他面容黝黑，头扎双髻，耳朵上挂着金耳环，一身红衣，乍一看像是遇到了外国人，可看其样貌却有标准的中原人长相，这让温言暗暗松了口气。也不是所有妖魔鬼怪都不是人形。随着温言他们走来，那眼神狠厉的灰狼嗅了嗅鼻子，死死地盯着温言。活人。温言还没说什么，却猫想到温言刚才的叮嘱，让他放开点，他顿时一提气，炸着毛扑腾着翅膀飞起来，瞪着灰狼，口吐芬芳。死狗，你今天是不是屎吃多了？见面就嘴臭，你骂谁呢？
温言暗暗啧舌，雀猫的攻击力好强，让你放开点，可不是放这么开啊！对面那灰狼当场气得龇牙咧嘴，从地上缓缓站了起来，全身的肌肉都开始紧绷，进入到随时爆发的阶段。其他妖怪立刻一言不发地退开一些距离，他们一起看向温言一行人。一个看起来像人的家伙，背着一位一看就不是人的小姑娘，还带着一只嘴臭猫头鸟，的确不像是一般人。看什么看，一看就是野妖怪，没教养。你这种货色，怎么活到现在还没被剥皮的？雀猫越说越来劲，说着说着，喉咙一抖，张口一吐，吐出一块带着鳞片的蛇皮。看到那蛇皮，周围的妖怪立刻又多退后了一些距离，很显然都认出那蛇皮是什么。温言微微眯着眼睛，眼看灰狼的眼神愈发狠厉，已经做出前扑的姿势了。他压制住略微的紧张，目光迅速扫了一圈，计算了一下，若是干架，有希望干硬步。看着那头独眼灰狼的腿都比他大腿粗，大概是打不赢吧。就算他激发了谢暖玉的力量，机会也不大。纵然最后赢了，应该也不会赢得好看。想到这，他果断放弃了干架的想法，念头急转，不紧不慢地劝了雀猫一句：“你少说两句，你忘了阿伯怎么教你的？出门在外要与人为善，少结怨，尤其是不要跟没眼力的家伙结怨，平白生出麻烦。”此话一出，雀猫哼哼唧唧，没继续说什么。其他几个妖怪本来还是有眼带疑虑的，听了这话，顿时都一言不发。这时候最好别附和灰狼，否则岂不是显得他们也没眼力劲？那位皮肤黝黑的女子盯着温言一行，观察了半晌，这个时候站了起来：“独狼，冷静点吧，时间快到了，能进来这里的就不可能是活人。”其他暗暗警惕的妖怪们顿时都稍稍放松了下来，他们都险些忘了这茬被独狼带偏了。领域规则的强制力，至少不是他们这些人能硬抗的。长期在人类社会里生活，带着活人味不是挺正常吗？再说了，一旁的红狐狸也插了一句，他嗅了嗅鼻子，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了他的判断，就是那语气里多了一丝谨慎。这位身上的死人味、阴气、鬼气，可都比活人味还浓还多。此话一出，其他妖怪们立刻都彻底放弃了说什么，眼神都变得清澈了起来，甚至连独狼都闭上了嘴。这个年代能长期生活在人类社会里，身上沾染的残留死人味，能用又浓又多来描述，那得杀多少人才能让这种气味难以驱除？而对方竟然还能活蹦乱跳到现在，那必然是不能随便招惹的狠角色。黑皮肤的女子站出来，露出一丝笑容，对温言笑道：“我叫烈娘，不知如何称呼？我现在用的名字叫苏月。”温言脸不红心不跳，哪怕这名字是他当场随便编的，那也没什么毛病。他现在用的名字就是苏月，实话实说。烈娘笑了笑，落落大方的行了一礼，很有古人风范。见过苏公子。这边刚介绍了一下，咕噜噜的水声也随之响起。不远处平静的水潭像是开始沸腾了一般，水泡不断的涌起，隐隐约约还能看到水面之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升起。紧跟着，一位面色惨白、身穿运动服的女子从水中慢慢浮起，她的脑袋露出水面，静静地看着岸上的一堆妖魔鬼怪。随着女子浮起的越多，水潭里的水就沸腾的越是厉害。温言看向水潭里的女子，一眼就认出来，她就是短视频里演技浮夸、推荐露营地点的女人。随着那女人的目光看向她，温言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新的信息：职业水鬼。介绍：替死的冤魂完成了接班，化作了新的水鬼，延续这项古老的职业，并开启了新的方向。提示：勉强已经练了1天武的你，肯定不会害怕区区一个水鬼吧？不会吧？生成临时能力无，可替换掉临时能力烈阳。温言心里琢磨，这是什么意思？天敌职业被触发，给出了反应，但是偏偏给出的对应临时能力是无。这时，烈娘看了看其他人，对温言解释道：这是这方领域的规则，每天这个时间都要有人被拖下去一次，要是没有人，就是他自己来选了，说不定所有人都会被拖下去。今天苏公子刚来，就算了，我来吧。烈娘主动走进水潭，下一刻，她的身体便仿佛被什么东西拖着，瞬间消失在水面，浮出水面的水鬼也随之消失不见。水面下不时有气泡浮出，过了10几分钟，就见烈娘浑身湿漉漉的从水潭里走了出来，水面也重新恢复了平静。她原地一抖，就见身上的水化作一颗颗水珠，自行跌落下来。好了，完成了这里的规则，剩下的时间就没事了，我们可以来谈正事了。众妖怪重新围成一圈坐好，烈娘环顾一圈，有几个是第一次来的，有些是意外进来的，有些是知道入口进来的。意外进来的肯定是心有疑虑，若是不想听接下来的话，那就可以离开了。要是听了，可就得做出选择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关乎我们所有异类。听到这话，只有一个小浣熊模样的小妖犹豫了一下，起身准备离开。真能走？走远点，天亮之后就会自动离开这里。烈娘带着笑容，还给说明了怎么离开。小浣熊松了口气，立刻转身跑入山林里消失不见。其他妖怪也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等着烈娘继续说。过了几分钟，烈娘收回了远眺的目光，她神情肃穆，眼中带着一丝狂热。3年前，有一个名为炎魔的强大存在降临南半球，点燃了一把大火，烧了足足半年。可惜那位大人太过高调，终是不敌，不幸陨落。但这一次又有一个更强得多，而且懂得隐忍的王者降临，就降临在端州。温言一脸震惊，他娘的，噬魂兽！什么情况？连这些妖魔鬼怪们都知道噬魂兽降临了？这是……温言没忍住问了句。烈娘很满意温言的震惊，从刚才一开始，温言都很平静。他也觉得温言肯定也有看不起那些野妖怪的资本。以温言身上残留的驳杂气味来看，这位必定是杀人不眨眼，还能处理好首尾，不被抓的狠角色。他最近几天肯定才刚杀过人，
才会残留死气在身。而且别人看不出来，他却能看得出来，温言背着的那个小僵尸也不简单，不但能呼呼大睡，对周围的妖怪鬼物都毫无反应，肢体也明显不僵硬。这要么是品阶极高，起码超出毛僵范畴，要么就是某些特殊的僵尸种类。再加上小僵尸身上穿的衣服，那料子明显不是普通的料子，纹饰也很古老。烈娘觉得有些印象，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什么时候见过。能让他想不起来，那起码不是100-200年内的东西。他对拉拢温言有很大的热情，听到温言发问，他便立刻道：这次降临的王者是兽类王者，名为噬魂。这位大人已经出手了一次，无声无息，无人能挡。只是小试牛刀就牵制了烈阳部极大的精力，让他们如临大敌。现在烈阳部正在调动几乎所有的力量寻找这位大人，而正巧我们发现了这个领域，只有异类能进入的领域也在端州，这简直是天降喜讯。我们可以借助这个领域轻松潜入到端州，在烈阳部眼皮底下联系也不会被发现。温言眉头微蹙，他已经无力吐槽了。要是现在告诉他全世界都知道噬魂兽的存在，他可能都不会感觉到意外了。你们想干什么？先一步找到这位大人，以这位大人的能力，什么飞机大炮都是没有用的，只有这种王者的带领，我们的日子才会好过起来。再也不用这般每日提心吊胆，生存空间被步步蚕食，每日提心吊胆。只要我们先一步找到这位大人，整合力量，那就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所有非人都被随意打杀，还以什么国1国2之类的划分来羞辱我等。烈娘语气里难掩狂热，说起这些的时候，眼睛里都在放光。这种狂热让温言自然而然地认为他是被洗脑了，然后又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莫之城，而莫之城本身就有洗脑雀猫的前科，这让温言有种不好的预感。这家伙不知道去哪了，但好像哪都有他的痕迹。烈阳部的内部审查都还在继续，没个10天半个月，没可能排查完。温言微微耷拉着眼皮，转开脑袋，掩盖内心的波澜。他顺势环顾了一圈，以一种不紧不慢的语速缓缓道：你说的挺好，只是恕我直言，就这里这些，包括你我在内，连让烈阳部提高点优先级的资格都没有。这话就像是还饿着肚子呢，就开始憧憬吃肉的时候，吃一块扔一块了，毫无意义可言。恕我不奉陪了。温言转身就走。烈娘顿时有些急了，温言越是这般姿态，他就越是认为温言是有实力有背景的人，自傲，看不上这些歪瓜裂枣。他想要找的就是温言这种人。等一下，我身后也是有人的。眼看温言都没回头，烈娘要顾不得那么多了，这么多天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大鱼，哪能放弃了？说难听点的，其他野妖怪小妖怪那都是炮灰，多多益善，但少一个多一个并不是多重要，可真正有实力有背景的才是关键。这些消息在烈阳部都是机密，知道噬魂兽这3个字的在烈阳部都没有特别多的人，我上面的人却能知道这个消息，知道噬魂兽的降临地点。这些日子你们要是在南武郡，多少都听说过烈阳部在这里的动作吧？他们被引到的那个化工厂，激战到现在还没拿下化工厂，就是我们的手笔。我这种比较适合也比较弱的，用不到我才会派我来这个领域。若是苏公子愿意，那我便将你引荐给我上面的人。温言觉得差不多了，停下了脚步，他转过身，表情带着一点意外。化工厂的事原来是你们做的？没错。烈娘一看稍稍扯一下虎皮就有了希望，顿时来了精神。哦，难怪听说南武郡烈阳部空降了一个部长下来之后跟疯了似的，各种调动人手，我还以为是他们内部争权夺利，这位部长在向其他人展示手腕，原来是真有大事。原来苏公子早有耳闻，倒是消息灵通啊。烈娘眼睛一亮，试探性的说了一句：听长辈说的，正好听了一点而已，我对这些不太关注。温言不动神色，随口回了句，这让烈娘眼睛更亮了。其他几个半天都没说话的妖怪，也没人觉得他们被怠慢了，他们也越来越觉得温言肯定是有大背景，烈娘这身后也是有大背景。哦，我想起来了，端州有个化工厂，前些天把那一大片范围的人都疏散了，是你们在那办事，还是因为是魂兽？如此威慑力，那自然是噬魂兽大人。烈娘回复的毫不犹豫，斩钉截铁。我可不想莫名其妙的跟烈阳部对上，南武郡的拓跋武神，煌煌神威，令人印象深刻。温言说完，觉得差不多了，话锋一转，而且这种事事关重大，我也没资格贸然答应什么。烈娘听到温言什么都不应下，非但没失望，反而大喜。她不就指望着温言把话传给她背后的势力呢？越是这样越好。像那些小妖怪跟不跟当场就应下了，那一看就是没背景没后台的小妖怪。应该的，应该的，静候苏公子佳音。眼看温言又要走了，烈娘便出言提醒：苏公子，这里进来之后到了日出才能离去，而且从何处进来的便从何处离去。好，多谢，那便等等吧。温言身上带着血暖玉，倒也不怕山中的夜寒，就在这坐着等着。他琢磨着烈娘的提醒，这跟之前提醒小浣熊的可完全不一样，一个是等日出就行，一个得从哪进来从哪出去。按照领域的规则，这恐怕是有大坑。温言在这坐着，一副懒得跟其他人说话的样子，烈娘便继续顺势忽悠其他几个小妖怪，这次就非常顺利了，几个野妖都加入到这个计划里。都说完之后，烈娘便说起一些见闻，跟几个小妖吹嘘，还拿出点小玩意当做礼物送给那几个妖怪。温言这也有3份，看烈娘有些不好意思，觉得拿不出手的样子，温言就随手收下了。看起来像翡翠，但材质又没有那么好的小玩意，具体如何他也分辨不出来好坏。越是这副不在意的样子，反而越是加深了在烈娘心里的印象。临近天快亮，众妖怪自行散去，各自去寻找来时的地方。温言的脚步都带着点轻快，背上的小僵尸不知道是哪来的，他只需要离开领域，小僵尸应该不会跟他一起离开的吧。
被一个僵尸箍住脖子，对方随时都有可能箍断他脖子，这可不是什么好的体验。等到了地方，瑶瑶就看到一个人影站在石滩上一动不动。温言放慢了脚步，稍稍走近了些，一看，有些惊讶，跳尸怎么进来了？转念一想，这肯定是张老西怕他出事，直接把跳尸给送进来了。山林里后面都在说过话的孤狼拉着一张狗脸，快步前行。哪怕他心里记仇着，他也决定了，这次离开这里之后再也不来了。忽然，一声细微的金属摩擦声传来，孤狼耳朵一抖，又仿若什么都没听到。他心里被包裹着的仇恨被无声无息地刺破了一角，一缕缕杀机从里面喷涌而出，让他越想越不得劲，越想越是忍不了。他行走了没多远，便忽然转过头，向着另一个方向狂奔去。不多时，孤狼来到一处山林里，他躲在灌木丛里，遥遥望着走向石滩的温言，他的独眼里闪烁着幽光，他的獠牙也渐渐露了出来。独狼最是记仇，今天把温言一行得罪了，他后面再没说什么，仿佛认怂了。可他可记得那只猫头鸟有多嘴臭，只要放他们回去，那只臭嘴猫头鸟肯定会把这里的事学一遍。再加上烈娘那副谄媚的恶心样子，后面万一再有矛盾，他肯定先完蛋。再者，其他妖怪怎么想的，他不知道，可他活了这么些年，却还是明白，烈娘要做的事越大，他这种野妖就越是炮灰。那嘴臭猫头鸟一行越是有背景，他就越怕，与其以后被找麻烦，不如趁着在领域里先把那只嘴臭猫头鸟一行都给干掉了，然后远遁千里，也省得沦为炮灰。独狼遥望着温言的身影，他相信温言肯定是有什么不小的背景，但他更相信他自己的直觉，温言本身肯定没有多强。那个嘴臭猫头鸟更是个弱鸡，只需要一击，他就有把握干掉那只嘴臭鸟，杀了他们一了百了，反正这里也不是他的地盘。他的下风口，烈娘遥望着林中的独狼，他耳朵下的金耳环轻轻摇动。他对这种独狼可太熟悉了，又记仇又狠辣，除非是摆在明面上的碾压，否则他肯定会想着试一次，若是可以，他便会把事做绝。一次不行，才会彻底死心，从此之后退避三舍。他看出来了独狼的犹豫，而他也有犹豫，他需要有人去试一试。他只是试着轻轻推了一把，孤狼便再也忍不住了。那位苏公子本身实力如何，他并不是很在意，要是实力可以，那更好。他不可能只是随便聊了几句就完全信了对方身后有一个他完全摸不着头绪，猜不出一点的势力，那还是得试探一下。就算这位苏公子本身实力不行，这种有背景的艺人也必然是会有压箱底的护身手段，只需要稍稍阻拦一下，他就在关键时刻出手救下对方，完成了试探，也拉近双方之间的关系。若是都无法抵挡孤狼几招，那死了就死了吧，都没有给后辈护身保命的东西，其身后的势力应该也不强。温言打量着跳尸，暗暗感叹，跳尸可是真把他的话听进去了，还严格执行了，说不叫他就不要动。哪怕进入这里，跳尸竟然还真的一动不动，眼睛都没有睁开，所有气息内敛，如同一具真正的尸体。他回忆着在石林里看到的画面，能清晰感觉到他的烈阳跟人家的烈阳之间有极大的差距，毕竟他的只是灵石能力，应该是试用版本。按照烈阳部的进阶理论，还有他自己能力的进度，估摸着他的烈阳最多应该也就1%进度，可能大概率还不到1%。能让跳尸稍稍听懂一点，能安静下来，可以引导着控制住，已经很不错了。正在这时，山中风声乍起，独狼奔袭而来，如同踏风而行，10几米的距离几乎转瞬即至。雀猫的身体瞬间收缩，像是瘦了好几倍，直接摊平在了地上，融入到石滩的石头堆里。温言感受到风声呼啸，都没来得及回头，便已经先一步感觉到那毫不掩饰的恶意。他立刻喊了一声：“阿伯！”一直站着不动的跳尸骤然睁开眼睛，他的眼神有些空洞，瞳孔里一点金色的光芒。跳尸一跃而起，瞬间便飞出数米，在半空中便与独狼碰撞到一起。巨大的狼爪拍在跳尸身上，发出一声闷响。孤狼没想到跳尸根本不闪不避，只是举起双臂，锋利的指甲延伸而出，如同刺刀，在被拍中的瞬间便直接刺入到独狼身体里。独狼吃痛，又惊又怒，在他的感应中，刚才这尊僵尸气息很弱，最多刚入跳尸阶段。可哪想到动手的瞬间，跳尸给他带来的危机感应如同爆炸般增长。被刺入的地方在感受到剧痛的瞬间便失去了知觉，尸毒顺着伤口化作一缕缕黑色的蛛网，向着周围扩散。跳尸面无表情，眼神空洞，无恶意，无力气，任由吃痛的独狼一口咬在他的肩膀上。他的骨骼在巨大的咬合力下咔嚓作响，钉在他肩膀里的棺材钉在独狼咬下的瞬间便直接洞穿了独狼的上颚。吃痛的瞬间，独狼就冷静了下来，生出退意。他知道这次不可能再做什么了，这个恐怖的跳尸竟然还处于被限制的状态下，可他想退却已经来不及了。一僵尸一狼尚未落地，跳尸的脖子便伴随着一阵咔嚓响声，以扭断自己脖子的可怕力道，强行将自己的脑袋扑向了独狼的脖子。跳尸的嘴巴张开，第一次露出了獠牙，粗大的獠牙如同刺破一张纸一样，刺穿了独狼的脖子。落地的瞬间，独狼挥舞着利爪，疯狂的扑腾，可是只是1-2秒钟，他就越来越无力。他体内的生命力和鲜血如同崩坝了一般疯狂的涌出，他的眼神失去了光泽，身体飞速缩水，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只是几秒钟，他的身躯崩碎成灰烬，飘落到地面。跳尸重新闭上了嘴，残留的鲜血无声无息地消失不见。他空洞的眼神里依然没有力气，他崩断的骨头自行恢复，他身上各处还插着的一根根棺材钉被接连挤出来，他的体表开始慢慢长出一层带着金属光泽的细密黑毛，包括脸上都有。转瞬之间，跳尸的模样大变，一身细密的黑毛，乍一看像是披了一层厚厚的黑甲，浓重的死气煞气缭绕，压迫感越来越强。干掉了独狼，
他便站在原地，闭上眼睛，再也不动了。整个过程也就几秒钟的时间。温言感受到危险，转过头，看到的时候就已经看到独狼咬在跳尸的肩膀上，几秒钟之后，他就被吞噬殆尽，化为飞灰。温言心脏狂跳，危险来临的太快了，他明明感应到了，身体却跟不上，他还没准备做什么，那头孤狼就已经化为飞灰了。他还真没想到，那头孤狼这么没脑子，竟然真的敢莽上来。不是说一般这种孤狼都很隐忍克制吗？果然不能尽信书，每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他哪想到这头孤狼这么记仇，被血猫喷了2句，转身就没忍住，抽冷子下死手。要不是阿伯来了，他就危险了。他也没多大信心，能干得过那头能在阿伯手下走一招的独狼。等到跳尸完成了变化，温言也同步接收到了新的提示：黑毛姜大直。毛姜里最凶的黑毛姜，刀枪不入，伏火难烧，力大无穷，也没有了身体僵硬的缺点。好消息是，他现在是你的队友了，一个灵智极低却相当靠谱的队友。灵石能力烈阳。温言感受着脑海中的信息，感叹大直师进阶速度是真离谱。这几天大直师只是站在那一动不动，都比前几天更强了。吞了一头狼妖之后，当场就再次进阶。不过这也只是感叹了一下而已。他在琢磨另一件事：既然这位阿伯都成他的队友了，为什么天敌职业能力依然会给予反馈？有没有一种可能，天敌职业能力被激活，并不需要对方一定是敌人，或者就算是敌人，也未必会激发？上次他跟墨之城坐一辆车，天敌职业都没什么反应。温言觉得格局的大门开始渐渐打开了。他来到阿伯面前，真心实意地对这位阿伯行了一礼：多谢阿伯。他捡起地上掉落的棺材钉，将其收集起来，想了想，又顺手将烈娘给的小礼物给丢了。这东西本来就没准备带回去，鬼知道那东西带不带定位之类的功能。下风口的方向，烈娘悄悄靠近。他刚才看到独狼冲出，他也准备冲出去了，可谁想到几秒钟就尘埃落定。他悄悄向着石滩望去，就见到温言背着小僵尸站在那，还有一个浑身漆黑，给他一种极度危险感觉的人影站在那。他的金耳环轻轻抖动，隐约间听到了温言叫那人阿伯。透过月光，隐隐看清楚，那是一尊极凶的黑毛姜之后，他就动都不敢动一下，生怕被发现了。一直等到天亮了，烈娘也没敢再动一下，她被吓到了。石滩上的温言一行人随着天亮一起消失不见，而下一刻，整个领域内新的力量滋生，整个领域的力量都仿佛在这一刻被激活。烈娘仿佛被什么东西拖着，一路倒退了回去。另一个方向，先一步离开的小浣熊早早的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等着天亮了离开领域。却没想到，离开这个领域是需要从哪进，从哪出。他没有在他进来的位置附近，此刻也是被看不见的力量强行拖着，一路拖回到水潭。烈娘被拖到水潭底部，看起来最多3米深的水潭，抬起头的时候，却根本看不到水面上的光亮，周围的一切光亮都仿佛被吞噬。他待在水潭底部，面色不变，张开嘴巴之后，任由潭中的水灌入他的身体里。跟着，他又看到了之前逃跑的小浣熊，也被拖入到潭底。小浣熊惊恐的挣扎也毫无作用，渐渐的，他吐出了肺里最后一口气，飘在潭底一动不动了。烈娘瞥了一眼小浣熊，神情平静，能进来的还听到点东西的，怎么可能任由他当面拒绝？他在潭底静静的等着，也不反抗。他本身乃是精怪，又不是那些动物所化的妖，他可不怕被淹死。周遭的环境无声无息的改变，化作了别墅2楼的房间。温言长出一口气，但是跟着他的脸色就有点垮了下来。他还能感觉到背上挂着的小僵尸，那小僵尸经历了这么多事，照样睡得香甜，一点反应都没有。再看看旁边，莫阿伯、缩成一滩的雀猫也都在，而前方穿着道袍的张老西全副武装，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看到温言一行人全部都回来了，眼泪都险些掉下来。他也不是没遇到过领域，但他遇到的顶多算是小诡异领域，靠着硬实力都能强行打通。前几年的领域哪有这般诡异，规则也远没有这么强。那时候都是领域里的诡异玩意比较强，规则比较弱。现在更像是反过来了。至于人不能进去的领域，更是听都没听说过。这种你实力强与弱都不影响事态发展，完全失控的感觉，实在是让人难受。他把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只能等。如今看到温言平安无事，明显也没受伤，他彻底松了口气。只要温言好着，有别的损失他也能接受。老谢，先帮我看看我背上这个小僵尸怎么回事。温言上来就把这小僵尸交了闪现，呼然冲到他背上的事说了一遍，越说张老西的脸色就越是尴尬。温言察言观色，忽然停了下来。他想到莫阿伯都进去了，那这个小僵尸，老西，你认识这个小僵尸？我刚从浮云山带下来的，看视频的时候，这小家伙忽然就消失不见了，我就去请了莫阿伯来，能把小家伙弄下来不？我背了他一晚上了，腰酸背痛的。张老西拿出一张黄符，刚靠近小僵尸，那睡了一晚上没反应的小僵尸立刻睁开眼睛，对着那张黄符吐了一口口水，呼的一声，黄符无火自燃，化为灰烬。小僵尸紧了紧手臂，抱紧了温言，然后对着张老西龇牙。眼看温言转头过来了，小僵尸立刻闭上嘴，装作人畜无害的样子，还拿脸过来蹭温言的脸，嘤嘤嘤的哼唧着。张老西这是相当尴尬，这可是他带下山的，按理说是荣辱与共的伙伴，但尴尬就尴尬在他不是正儿八经的走程序干架收服的，他是被一群打不过的僵尸围观着，然后自愿带着小僵尸下山的，现在想说小僵尸都没法说。看这架势，温言也明白指望不上张老西了。小僵尸也不伤人，除了有点过分粘人之外，倒也没别的危险。你能先下来不？我腰酸背痛的，实在顶不住了。嘤嘤，小僵尸搂紧了温言不撒手。温言再次伸出一根手指，点在小僵尸的脑袋上，给他了一点点阳气。
等到小僵尸高兴地眯着眼睛笑的时候，温言换了个说法：“好了吧，我等下要练功的，带着你我可没法练功。”小僵尸未必听得懂腰酸背痛，但肯定听懂了练功。他有些依依不舍地松开手，从温言背上跳下来，自己走进了木匣子里，然后昂着头看着温言，一脸期待：“下次一定再给你阳气。”听到这话，小僵尸才带着笑容闭上眼睛，再次睡去。张老西连忙去将匣子重新盖上，再贴了几张黄符在匣子四面。温言，昨天晚上到底什么情况？这个等下再说，你先给我说说，这个小僵尸到底什么情况？昨天差点把我吓死。张老西犹豫了一下，这要是从头到尾说清楚了，可就有点有损形象了。但他一琢磨，他知道的事情也没什么需要瞒着温言的了。要是让温言早点知道，省得遇到事了被打得措手不及。这是吧？说起来就话长了，得从扶余山的第13代祖师说起。那时候，张老西跟温言详细说起扶余山，说起烈阳神通，甚至连他怎么忽悠僵尸的事也咬牙说了。事情大概就是这样，不过你觉醒了烈阳，还有你的事，我从没跟别人说过。那小僵尸怎么认出你的，我其实也不清楚。这个小僵尸到底是什么身份，什么种类，我都没弄清楚。他实力最多刚到跳尸阶段，可是灵智和灵活性却比毛江还要好，身上穿的法衣比我见过最好的还要好。我也知道他身份肯定不简单，但当时我压根不敢拒绝，我怕我刚摇头，立马就有几尊毛将把我的脖子拧到，再也没法摇头。我其实也是有私心，老哥可别这么说。温言打断了张老西的话，我还得谢谢你呢，要不是把莫阿伯送进去，我这次肯定危险了。温言把在里面遇到的危险大致说了一遍，在确定了小僵尸没什么危害，还有求于他之后，他就彻底放心了。而且他也听明白了，张老西专门跑回扶余山一趟，就是为了给他找到那门烈阳拳。按照张老西所说，这个名字普普通通的烈阳拳就是最适合他练的拳法，没有之一。这可是正儿八经的武道拳法。经过这些天自己看书，温言很清楚，自己看书学和有人手把手教完全是两码事。他可不认为自己是那种给他本书就能自己练成还不出岔子的绝世天才。这些天的遭遇让温言深刻明白一件事，他自己不够强，底子不够硬，什么能力其实都白搭。就像这次面对小僵尸，明明先感应到了，身体却跟不上，躲不开。面对那个速度惊人的独狼，他哪怕有什么能力也没施展的时间，还是得自身底子够硬够强才行。必须得练武，朝死里练。温言给风瑶打了个电话，让他过来一趟，有事情要说。挂了电话，他看着已经化作黑毛将的莫阿伯，这次可真是靠莫阿伯救命了。大只狮不仅仅是进化速度快，恢复力也强到离谱，实力还远比一般僵尸强，除了没灵智就没别的短板了。温言之前还以为所有僵尸都这么厉害，听张老西那难掩羡慕的说起，才明白大只狮是极为特殊的例外。普通僵尸同级别的根本没大只狮这么强。普通僵尸变强的过程其实很慢，睡在墓中吸纳地气，自然成长。正常情况下几十年才能从行尸进化到跳尸，但好处是普通僵尸并没有寿命的限制，而大只狮这么强的代价是早早的就已经定下了什么时候会陨落。阿伯，跟我来，我带你去你的房间。温言客客气气地说了一声，他转身向着地下室走去，阿伯闭着眼睛跟在他身后，一路来到空荡荡的地下室。这里白天都有一点阴冷潮湿的感觉，但这种环境反而是僵尸最喜欢的。阿伯，你就暂时住在这里吧，这里是最适合你的。阿伯闭着眼睛站在墙角一动不动，他在严格执行着温言之前说的话，不叫他就不要动，他体内的力量都全部内敛，一动不动。若不是那一身覆盖全身泛着一丝金属光泽的细密黑毛，只是闭上眼睛感应，根本没法确定他是黑毛将。他这边刚准备走，张老西就跟了下来，他搬着香案香炉，摆上了贡品，点燃了线香，举香过顶，一板一眼叩首，一连18个响头。阿伯，我说话算话的。磕完头，张老西站了起来，将香插进香炉里。他一方面是真心感谢阿伯，一方面是真有点怕，万一他说话不算话，被记住了怎么办？别看阿伯似乎还是没什么灵智的样子，但万一呢？答应死人的事情，最好还是要做到。温言欲言又止，大概能猜到之前张老西说了什么，他也点了3炷香，拜了拜阿伯。阿伯，这次我遇到了一个人，可能跟那个骗子是一个组织的，但是他不认识我，可能跟骗子不是一条路上的人。虽然没直接的收获，但起码头绪越来越多了，您就安心等着吧。也不管阿伯能不能听懂，温言都把大概进度说了一下。作为目前为止几方队友里唯一一个断崖式强大的队友，他觉得还是必须保持必要的尊重。安顿好阿伯，温言和张老西来到1楼客厅，看着东方渐渐已经有了点朝霞，温言莫名的感觉好像阿伯来了之后，他整个人都放松了不少。看来之前的想法没错，只要他这栋别墅变成这片别墅区里最大的问题，那这片别墅区里的其他问题统统都是无需在意的毛毛雨。看了眼朝霞，心情舒畅，温言瞥了眼楼上，雀猫有气无力的从楼上飞了下来，整只猫都蔫了吧唧的。你敢再怂点不？哪是我怂啊，是我听到了有什么声音，就像是有人塞了把武器给我，怂恿我去干掉你，我是在对抗未知力量。哼，所以你怂的丢了武器，把自己缩成一团，瘫在地上是吧？雀猫的耳朵耷拉了下来，有些无力。你怎么不问我是不是真听到声音了？我耳朵又没有你的灵，我瞎质疑什么？这一下雀猫彻底没话说了，他自己都不得不承认，他就是怂。张老西拿出手机在看外卖，温言瞥了一眼就道：不用叫，让风瑶来的时候带点就行了。给风瑶打了个电话，过了半个小时，风瑶的车就停在了院子外面。几人坐在1楼客厅里吃着早饭，温言一边把事情说了一遍。事情大概就是这样，那个短视频里的人就是水鬼，你可以查一下是谁。还有，
那位名为烈娘的女人肯定不是人。按照我的推测，她可能跟莫志成有关联。那种狂热让我有种她被洗脑过的强烈既视感。但她不认识我，再加上莫志成之前的习惯，手下都是忽悠来的耗材，用了就丢。她肯定不是莫志成的手下。她见过我，见过了雀猫，这其实有不小的隐患。她若是将我的情报上报，肯定也会有人来查我随口编出来的名字。对了，你们内部审查的怎么样了？还查出来有被洗脑的人吗？又查出来一个在1年多以前被洗脑的，他对烈阳部内部有一个秘密部门深信不疑。咋地？这还锦衣卫后有东厂，东厂后面有西厂是吧？风瑶有些无奈。说实话，烈阳部本身就是秘密部门，他举了不少例子，我都快相信烈阳部内部真的还有一个小的秘密部门。你忽然问起这个是什么意思？说到这，张老西就站起身，我去给你们弄点热水泡茶。坐下，没事，你尽管听。温言一把将张老西拉着。张老西看向风瑶，风瑶也点了点头。没事，你不用避嫌。张老西又看看温言，一脸平静，心里暗叹一声，这是真的把他当成自己人了。温言一边吃着小笼包，一边随口道：我意思是，听你说被洗脑的人会深信不疑，任凭你们怎么说，他们也依然会相信他们自己相信的。就算是有人觉得自己被骗了，被莫志成洗脑了，内心里其实依然会挣扎，对吧？是这样，莫志成的能力不是一般的催眠，他的能力非常强，洗脑的时间越久就越是根深蒂固，就像那个跳尸被不间断的洗脑了几个月之后，甚至催生出了大只僵尸。风瑶点了点头，继续听温言说。温言却笑了起来，笑得有点不怀好意。我意思是这样的，既然他们坚定地认为是在为烈阳部里的小秘密部门办事，而且脏活累活都愿意干，那某方面来说，忠诚和积极性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且蔡部长在他们心里还是这个秘密部门的领头人。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蔡部长手里真的有这么一个部门？这个真没有啊，我亲自向部长确认了。风瑶无脑地摇了摇头。我意思是可以有。温言加重了语气，说得很认真。风瑶愣了一下，然后倒吸一口冷气。从我进入殡仪馆的第一天，馆长就告诉过我，一定要弄明白规则。莫志成说他是秘密部门的人，但是他又不想扛事，把黑锅甩给了蔡部长。那正好啊，本身就忠诚的人又经历了洗脑，对自身的定位深信不疑。那么蔡部长亲自出面告诉他们，你们辛苦了，你们经过了考验。没错，我手里就是有一个秘密部门，我就是这个部门的头领。但是这个部门不能在烈阳部里摆在明面上，必须予以否认。莫志成是之前暗中发展，打入某个不安分组织里的卧底，但是他叛变了。你觉得经历了莫志成洗脑的人会不会对这些话深信不疑？他们是不是也不用继续精神内耗，继续挣扎了？风瑶听明白了，这绝对能瞬间将所有的隐患都给排除掉。蔡部长手里还能多一些可以信任的力量。毕竟这几天他们是见识过莫志成洗脑的威力，只被洗脑一次的还好，若是被多洗脑几次的，思想和认知是真的扭转不过来了。还真的有人觉得蔡部长予以否认是有苦衷，是正确的，就是不能承认秘密部门的事。我明白你的意思，但烈阳部内要走这种程序，是我懂，你们的规矩呗。所谓秘密部门，又不是非要叫秘密部门，也不一定非要有什么特别大的权利，只要有这个名头就行。难道蔡部长暗中成立个卫生清洁办公室，还要向总部汇报批准？他堂堂南五军烈阳部一把手，这点权限都没。风瑶无言以对，虽然这不太符合烈阳部的内部规矩流程，但这么做的效果应该很好。他们暂时没内部审查出来的人，也更容易自己跳出来。还有件事，你们能不能给苏月这个名字做个假档案？你又有什么想法？不用太详细，就一个名字，然后查阅权限设高点就行，帮你们钓个鱼。帮我们钓鱼？风瑶有些没听懂。我昨天晚上听烈娘说起了一个名字，噬魂兽，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这个噬魂兽。听到这个名字，风瑶面色大变。刚才温言起昨天晚上的事情是一直都没提噬魂兽这3个字，就是在这等着呢。烈娘说的若是真的，蔡部长空降南武郡，端州那边的事都是为了这件事吧？这事应该也是机密吧？但现在连几个野妖怪都知道了，你说这背后的人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事的？温言没往下说，也没点名。烈阳部有关噬魂兽的情报早就泄露了，他最是清楚噬魂兽是哪一天降临的，可能比烈阳部的人还清楚。要是让风瑶在烈阳部的档案里加苏月的假资料，还要高保密级别，风瑶肯定没这权限。让蔡启东这么给他个人办这件事，蔡启东应该也不乐意。但换个说法，因为噬魂兽的情报泄露，所以设立一个查看权限高、名为苏月的机密资料，是为了钓鱼，看看有谁会去查这个名字，或者有谁有这个权限查看这个名字，以此来确定下是不是烈阳部内部有人泄露了机密情报。那这事就完全合情合理，谁都挑不出毛病。因为温言目前的情报进度的确不低，还有直接接触，再加上有关噬魂兽的事都是第一优先级，正经走程序都会非常容易做到。温言没点名后面的话，但风瑶一听到噬魂兽这3个字就懂了温言的想法，而且他也敢肯定这件事蔡部长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应下。你不来烈阳部成为正式成员，是真耽误人才了。风瑶长叹一声，这些玩法那些老油条未必想不到，只是烈阳部实在是责任重大，一直以来规矩严格，因为他们求的是稳，求的是兜底，几十年下来就不可避免的让整体的行事作风都趋于保守。就像上一次跳尸的事，温言敢冒险将跳尸留下，但烈阳部知道了大致尸是什么，就绝对不敢留下，因为变成现在这样，那也是付出了一次次血的代价，才被逼着变成这样的。什么都按照规矩来，100次行动里未必会每一次都有特别完美的结果，
但是出现严重后果的几率也会非常小。可灵活多变，什么都追求最完美的结果，风险就必然要增加。100次里，只要有1次失败，那就会有极其恶劣的后果。那一次严重后果里送命的人，可能比前面99次救下的人还要多，造成的损失也比前面99次挽回的损失加起来还要更大。不敢犯错，犯不起错，就必然会变成现在这样。上面人不知道吗？都知道，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像炎魔降临时那场大火，到底死了多少人都没法精确统计，如此惨烈的代价，烈阳部是无法承受。一切都要人来现场临时决断，全看临时发挥，上限会非常高，下限也有可能非常低。就像大执师的事，温言来做，控制住了大执师，这就是超出预期的上限，是不同寻常的。但这种事并不常有，一件事可以这样做，却不能赌每件事都会有这结果，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同一个人不同时期也是不一样的，兜不住这个下限。各种预案，各种章程，各种规矩，却可以兜住下限。我会亲自向部长汇报这些。说着，风瑶拿出他的笔记本电脑，啪啪啪的一顿敲，屏幕上便显示出一份资料。至于短视频上那个水鬼，已经查到了，他的资料就在这了。还有你说的剩下几个野妖怪，目前查到了那只独眼狼，其他的包括烈娘都没查到，应该都是没案底，也没被记录的。说着，风瑶拿出一个新手机递给温言，这是给你申请下来的手机，有查阅部分烈阳部资料库的权限，你也可以自己看。我现在就要去见部长，立刻准备好这些事，不能拖，拖久了可能就没用了。风瑶风风火火离去，温言拿着手机查看，初次设置很麻烦，不但需要指纹，还需要面容加字符密码和声纹密码。全部设置完，登录进去之后就像是普通手机，但只有一个 app， 图标是一轮燃烧着的太阳。登录 app 就看到了风瑶推给他的一些文件。那只独眼狼活跃在北部草原，10年前曾经袭击过牧民，被喷子喷瞎了一只眼睛，从此销声匿迹。过了1年，又悄悄出现，咬死了几百头羊报复。然后这次确定，这家伙直接跑出了神州，再也没见过踪迹。而短视频里那个女孩子名叫王雪琪，是一名幼师，1个月前趁着暑假出去玩，之后便彻底失踪了，到现在还没找到。她最后的轨迹其实也不是在水鬼领域覆盖的范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目前尚且不清楚。温言点开下面的一个链接，这是王雪琪的个人社交账号，里面有不少她带着小朋友唱歌跳舞、参加什么比赛的视频，看互动，她很受小朋友喜欢。看她个人的动态，大都是晒手工、晒手绘、晒美食，竟然都没有晒旅行的动态。那她怎么在旅行的时候失踪，还被淹死，变成了水鬼？这个暂时没有记录，最后的记录是王雪琪出发前给她的一个闺蜜说了一下要去徒步。温言再看其他的资料，按照烈阳部的记载，一般遇到水鬼都是强行灭杀，因为按照职业分类，水鬼的基础职业规则，水鬼每天都要承受一次被淹死的痛苦，永无休止，除非水鬼找人代替了自己，继承了职业，才会彻底解脱。像这次这个水鬼还带着个领域，着实是少见，再加上领域还排斥人类进入，那就从未见过了。他在查了茶化工厂的案子，他目前的权限还没法查看更深层次的东西，只知道那边的确有个2类领域。他没有好奇的继续多查看，眼看太阳升起，他放下手机，看向张老西：“老哥，我去练拳，你去睡吧。我不太困，我带着你练。这开始的时候最怕练错，后面再纠正就难了。”张老西盯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精神还有些亢奋。“好，那老哥先带我练会儿，然后老哥你就赶紧去补觉。你不困吗？”“我不困，我这个年纪少睡一会儿也没事，一想到昨天晚上的事我就睡不着，还是先练拳吧。”“好。”太阳落山，在水潭里泡了一整天的烈娘终于感受到头顶出现了水波闪耀，她从水中浮了上来。她看了看天色，没有意外的，领域已经出现。这就是这个领域的规则，在领域消失的时候，没有离开的人都会被领域的力量拖回到水潭里，直到领域再次出现才能浮上来。他身上的水渍化作水珠不断的坠落，他脚步轻快，飞速来到温言昨天消失的地方。他看着地上散落的飞灰，伸出手触碰了一下，顿时像是触电般缩回了手。他非常确定这就是那头独狼，他眼中带着浓浓的忌惮。好凶狠的黑毛姜，真是一滴血一点精华都没有浪费，吞噬的干干净净。如此凶力狠辣的黑毛姜竟然能被派来接应，那必然是灵智不低，而且没有失控风险，其身后必然有更强势的高手能强行压制着黑毛姜。他目光一转，看到昨天他送出去的小礼物也被丢在这里，脸色就有些不太好看了。这肯定是发现他了，甚至有可能是发现他做了什么，将他送的礼物都丢在这里，给他一个警告。试探结果出来了，远超他预期的强，他就有些后悔，不该贸然做什么试探。幸好他昨天没走得了，不然的话，万一他满心欢喜的回去汇报邀功，隔天就发现他把人得罪了。而且今天那位苏公子没来，烈娘纠结良久，最后还是觉得他没做错，必要的试探是必须要有的，但现在的情况是，他觉得自己有些兜不住了，回去之后就得汇报一下。等到明天离开领域的时候，就得查一下，姓苏，门下厉害的僵尸很多，大概是什么异类势力。昨天看到那位苏公子背着个小僵尸，又有黑毛姜接应，这种势力比较敏感，肯定是非常低调的，他没听过也正常。等到领域开启了半晌，他等了许久，今天也没见什么新人来。烈娘叹了口气，现在的社会，异类在整体上早就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了，再加上烈阳部稍稍给点狗粮，就能收编不少。没收编的登记一下，只要不犯事就懒得管。而混在人类社会里生活，真心比远离人类社会隐居更舒服更方便。就算是他，也已经习惯了现在的日子，真让他找个山坳坳隐居，不问世事，不用现代的工业产品，他都顶不住。由奢入俭难啊！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多少还是把本就一盘散沙的异类给分化了。除去上面那些，的确还有不想登记的，也有不想在人类社会混的，也有仇视烈阳部的，主打一个要什么有什么，没有一个足够强的存在，想要整合这一盘散沙，绝对没有可能。这一次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有研磨的例子在前，明显更强的噬魂兽出现，在一些异类眼中，就是黑暗里出现了一束难以遮掩的光。烈娘自己来到水潭边等着，等到时间到了，面无表情的水鬼出现，她便主动走到水潭里，被拖进去，走完一次被淹的程序。另一边，温言结束了晚饭之后的活动，他在这练拳练了一天，借助张老西送的一些劣质暖玉，激发阳气，加持自身。随着练拳，阳气奔涌，不断的在练拳的时候被吸纳掉。有些地方练得不好，姿势不对，都能直接感受到阳气涌动的时候，稍稍有凝滞之感。自行调整之后，很容易就调整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张老西说的不错，每个人都不一样，同一套拳法，同一套导引术，不同的人来练，也都是有细微差别的。那种差别，别人是看不出来的，只有自己苦练许久，彻底熟悉，化作自身本能，再自己去感悟，自行调整。若是有钱，有足够的补益，将自身阳气养到盈满自溢的地步，再结合外功和导引术练拳的时候，才能提前体会这种感觉。可惜这方法消耗太大了，而且只有在阳气多到自然溢出的时候，效果才好。一般人这么练一次，估计就得配合补剂滋养，起码得1个月才能重新养到自溢的地步，顶多偶尔用来验证下练武之中的细微错误。但问题又来了，若是只练外功不练导引术，也压根用不到这种方式。只有拥有烈阳的人，可以消耗类似暖玉之类的东西来直接加持阳气，天天都这么用，不但能辅助练武，还能加快练武进度。温言以前以为练武跟电视剧里一样盘膝打坐，但烈阳拳完全不一样，烈阳拳的进攻很少，几乎都是动功，练拳引导阳气滋养身体，让阳气按照大致的路线自行流转开来。这对于新手非常友好，真让他去弄懂什么经脉穴位，还能精准的确定自己的经脉穴位在什么位置，入皮几分，入肉几分，那就不是几个月能搞明白的。如今温言每练一遍都会感觉到明显变强了一分，温温的暖意浸润四肢百骸，精神头都变好了不少。肌肉的酸痛在阳气滋养下飞速修复，痛并快乐着。若不是张老西说烈阳拳不适合晚上练，效率会比白天差不少，他都不愿意停下来。他吃着高油高盐高糖的外卖，狼吞虎咽干了3碗米饭了，还没停下来。张老西在一旁看着，像是有些担忧，又像是在羡慕。他一天都没睡了，看温言练拳，他越看越害怕。烈阳拳的外功部分虽然是浮云山的入门功夫，小孩子都能练，自然不是太难，也不会太过于激烈。但这拳法随着年纪增长，后期顶多是热身用一下，因为根本没法连续练好多遍，练一遍活跃气血，活动筋骨，5遍便会引动气血奔涌，阳气翻腾，如同与人激战。连续练10遍，那便是天生气血强盛，筋骨粗大健壮，天生神力，恢复力惊人的练武奇才。浮云山最近100年最高纪录保持者是他这一辈的大师兄，名为秦坤，能一口气练13遍。而完整的连续练13遍之后，这位大师兄就直接脱力倒在了地上，险些伤了自身。13遍已经很勉强了。秦坤23岁下山，此后10年就把外界对浮云山的印象从祖上可能扩过存疑，现在只剩下一群不争气的后辈，只会吹牛逼的没落2流山门变成了祖上出过牛逼道士，但是现在能拿得出手的只剩下练武的莽夫了。在浮云山所在的滨海郡，年轻一辈里，浮云山秦坤那就是稳稳的第一高手。正因为如此，天天被人背后酸，浮云山好歹也是有资格受禄的门庭之一，竟然靠一个练武的撑场面，这是张老西知道的。但今天他一天没敢去睡，就在这瞪大着眼睛数着。哪怕排除掉前面5遍温言练得不到位，不算完整的练一遍，后面连续着练完的次数已经有28遍了。他越看越是心惊胆战，生怕温言练着练着忽然就脱力暴毙。但事实上，温言越练越精神，越练越好，动作流畅度、出拳的力道掌控都远比早上好得多。而且看温言如今的气色，面色红润，火力旺盛，正是处于阳气盈满自溢，外邪难侵的状态。那些游魂小鬼被这种状态的温言撞一下，当场就得打出 GG。张老西看得又害怕又震惊，这就是拥有烈阳的人开始练烈阳拳的状态，真是恐怖如斯。他都不敢想，若是也给温言10年，会到何等可怕的地步。保守估计也应该能跟南武郡的拓跋武神一个档次，孤身一人踏平一个6级领域。温言把菜吃完，又用菜汤将剩下的一点米饭泡了，吃干净之后，他才终于感觉到吃饱了。看着桌子上的空碗，温言略有些担忧：老哥，我饭量忽然变大，正常不？挺正常的，练武本就消耗大，穷文富武不但需要吃肉，吃得多消耗大，各种补剂那才是烧钱。就算在古代，文房4宝、书籍束修其实也很贵，但耗费也远不如练武。你有烈阳神通在身，可以消耗暖玉之类不值钱的东西，代替烈阳拳消耗的阳气，别的人可没这种好事。再加上现在想吃肉，远比以前容易太多了，你多吃点再补补，完全没什么问题。张老西信誓旦旦，比对自己还有信心的多。他可没跟温言说过，烈阳拳其实还附带着一个检验潜力的小功能，他觉得这个检验小功能对于温言来说应该已经没多大意义了。而温言这边沉吟了一下，想到烈阳加持，他连小僵尸都能给，而且不会伤到小僵尸，是不是其实也能给人加持？老哥，烈阳能给活人加持吗？会有什么风险吗？收着点力量应该没什么风险。张老西说的平静，心跳却开始加速。老哥要不要试试？这多不好意思。话虽如此，张老西却还是主动凑了过来。温言调动阳气点在张老西身上，
霎时之间，一层微弱的微光，如同扩散开的涟漪，迅速在张老西身上扩散开。张老西那略有些疲惫的眼神瞬间亮了起来，皮肤表面都仿佛多了一层微弱的光晕。感受着灌入体内的阳气加持到他的身上，他立刻打了一套烈阳拳，感受着阳气流转，温养着身躯，壮大修复着体内细微的暗伤。他差点一个心神不稳，眼泪都险些掉下来。亲身感受了一下，他就知道为什么太师叔祖在什么都没有完全确定的情况下，竟然都把烈阳拳外功之外的其他部分都交给他，告诉他谁想学就学。烈阳给别人加持之后，简直比服了一剂昂贵补剂的效果还要好。这是烈阳加持的纯粹阳气，生发之力天生就没有那种排斥感，温和至极，除非过量，否则有益无害，任何副作用都没有。他若是有资格做决定，现在说什么都得把温言给忽悠到浮云山，温言想要什么就给什么，温言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落到今日这种情况，连自家门人都觉得自家只会吹牛逼了，这可能已经是浮云山最后一次机缘了。张老西觉得他得找个机会征求下温言的意见，然后再给太师叔祖好好说到温言的事。他是觉得得让浮云山重视起来，而且这对温言也是有好处的。不过这事不能操之过急，慢慢来吧。端州，风瑶已经当面给蔡启东汇报过从温言那得到的情报。蔡启东经过一支烟时间的慎重考虑，觉得莫志成的案子既然确定了跟端州化工厂有关，而那个水鬼领域里名为烈娘的异类也跟端州化工厂有关，最关键的还牵扯到了噬魂兽，那么作为绝对的第一优先级，一切可以用的手段都可以考虑。蔡启东没打算糊弄，所以他当场以加急加密路线联系了烈阳部总指挥部的一把手，当场确认了一件事：烈阳部内部设立一个秘密监察部门，就叫卫生清洁办公室。蔡启东也好，总指挥部的大佬也好，都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合适，低调，而且引申含义也合适。蔡启东就是这个办公室的主任，这不是为了糊弄外人，空有名头。现在是真有这个秘密部门了，知道这件事的成员，目前为止只有5个人：风瑶、蔡启东、总指挥部里的其他3位顶尖大佬。而紧跟着，蔡启东便动用自己的权限，在烈阳部的资料库里加了一份资料：苏月、异类、异人、来历。后面怎么编合适点？蔡启东问风瑶。风瑶想到了那个他后来再没见过面的跳尸，想到了张老西带回来的小僵尸，还有最近浮云山的动作。听说浮云山其实是有养僵尸的，不如就写浮云山吧，挺合适的。蔡启东回忆了一下他知道的事，也觉得挺合适的。编资料那也不能瞎编，多少还是得有点靠谱的地方。神州内部目前他所知道的有不少僵尸，实力不弱，没有闹事，处事低调，更没有被烈阳部剿灭。符合这些条件的，好像还真就只有紧靠着浮云山的那波僵尸了。就算是他，其实也只是知道有这么个地方，更深的也不了解。苏月、异类、异人、来历、浮云山，只有一个名字和简单来历，别的蔡启东什么都没加，这就已经足够，也方便后面继续编。以他目前的权限设置好之后，只有跟他一个权限，或者至少是一郡分部部长这个级别的人才能看到这份资料。而按照蔡启东目前的推测，是魂兽的情报那么快就泄露，大概率是跟他一个权限等级的人泄露的。以苏月这个名字来钓鱼，钓不钓得到其实无所谓的，就当是完成任务了。配合温言，方便温言继续打探情报，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万一钓上来鱼了，那就肯定是条大鱼。这边刚处理完这些事情，蔡启东就又接到电话，他眉头紧锁，还能怎么办？秦坤做事很有分寸的，不会伤及无辜。问什么问？别问，我没接到过这个电话。民间自由交流是人家权利，别什么事都告诉我，我不想知道。挂了电话，蔡启东有些头疼。秦坤已经到南武郡，现在就去上门讨教。眼看秦坤如此风风火火，他的预期就再次降低，降低到只要不死人就行。毕竟马上就要挨毒打的家伙，其实是走正规渠道进来的，只要没在神州犯事，死在神州就不太好看了。禹州入夜之后，天气变得凉爽了一点，大街上的人流量比白天还要高。禹州新区的圣火会馆门外，秦坤已经来到大门口了。他看起来30多岁，身形并不是那种健壮类型，反而有些精瘦，浓眉大眼，目光锐利有神。他一身黑色的练功服，站在原地便如一杆冲天的标枪。他抬头看了一眼，迈步走向圣火会馆。门口有人拦下了他，秦坤眼神有些疑惑：“我的战帖没有送到吗？先生，不好意思，这里不对非会员开放，不应战，那可别后悔。”秦坤忽然笑了起来，转身就准备走，后面立刻冲出来一人，神情里带着一丝畏惧：“秦先生，里面请。”秦坤不说话，跟着一路进入到后堂，里面有3个同样穿着练功服的人。那3人拉着脸，神情凝重，浑身的肌肉都紧绷着，他们想不应战都不行，也不敢不应战。若是别的人下战帖，他们不应战，撑破天了，也只是代表着低头，自认不敌，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别人最多也只是会认为他们作为外来者，不愿在神州多生事端。但圣火教与浮云山的恩怨都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而且几十年前的时候也曾经结过心愿。如今不应战，便代表着他们在神州大地上彻底放弃身为圣火教徒的身份，只有外商这一个身份。以后只要敢在神州大地上利用圣火教徒的身份做任何事，敢利用圣火教徒的任何力量，那就别怪秦坤彻底翻脸下死手。别看这乍一看好像跟现在的时代不太应景，可任何时代一切都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的。秦坤步入这片空荡的大堂，看着那里站着的3人，神情平静的抱拳一礼：“今日挑战无关个人恩怨，家中长辈心绪难平，为晚辈者当为家中长辈分忧。先给各位说一声抱歉，我赶时间，请3位一起上吧。若你们输了，请你们离开南武郡；我若输了，以后当退避3舍。
说完之后，秦坤又是客气的抱拳一礼，摆出拳架。那三人面色铁青，觉得秦坤是在羞辱他们。他们虽然自知单打独斗应该不是秦坤对手，可他们在圣火教内部也是砥柱中流的存在，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圣火教能让他们三个来神州，作为负责签名的股东和高官，也早就想到过可能会跟神州的人交手。但再怎么预期，也没想到秦坤都已经成名的人了，还如此不要脸，竟然主动来挑战。此刻退无可退，只能低喝一声，分立三方。三人一起低喝一声，猛地一跺脚，便见他们三人肌肉隆起，撑开了身上的练功服，三人表情也变得狰狞狠厉。在三人一起出手，配合默契之极，一瞬间仿佛有10几只手同时攻入秦坤面前。他低喝一声，举臂格挡住4只手，顺势一个长臂抡拳，逼退其中2人。在第三人的拳头落下的瞬间，稍稍侧身，在对方拳劲泄尽之时，一手犹如铁钳捏住对方的手腕，指头如同刺入血肉，直接卡住对方的手筋。一脚一动，便抵在对方一只左脚内侧。他身形顺势腾空，另一只脚骤然发力，猛地踹到对方左腿膝盖外侧。在爆发力量的瞬间，才骤然看到秦坤浑身肌肉隆起，凶悍的气息浮现。咔嚓一声，便见对方的左腿扭曲成一个怪异的形状。剧痛之下，对方劲力稍稍一散的瞬间，便又见秦坤一步跨出，越过此人，躲开后背袭来的2人的同时，抡臂如圆，身形猛地转了半圈，拳轮重重地砸在对方耳下一风穴。扑通一声，此人重重砸在地上，倒地不起，不省人事。一个照面便干翻了一个，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道，亦或者是技巧，都是碾压。秦坤看着身后2人，面沉似水，腰身一躬身，在那2人收拳的瞬间，便跃步上前，后发先至，借其中1人挡住另外1人的进攻路线。他一手握肩拳，顺势在对方收拳的同时，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猛击对方手臂上的天拳穴，泄了对方手臂上的力道。眼见对方竟然还敢抬脚，他一手压了一下对方的脚，另一只手一起上，将其一只脚以绞杀的姿态握住，身形向后一跃，卸去对方的力道。下一刻，便见他握着对方的脚一拧，便听咔嚓一声，又有人断了一条腿。秦坤手握此人一条断腿，轻轻一拨，将其翻转过来。那人强忍剧痛，顺势一招迎风贯耳，被秦坤单手轻松格挡下来的瞬间，便见秦坤的拳头如同铜剪，大开大合，猛地抽下。对方以另一只手臂抵挡，却被先一步轰到了肩头，当场将其肩膀轰脱臼。他顺势化拳为手刀，一击斩在对方颈部大动脉上。下一刻，就见对方手中的动作一顿，软在地上。仅仅几秒钟的时间，就被秦坤放翻了2人，而且还只用了普通的拳脚功夫。最后那人眼看被碾压得如此凄惨，顿时目眦欲裂，眼睛都开始红了。他身上有一丝黑气浮动，皮下青筋毕露，隐隐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飞速蠕动。他的肤色开始渐渐灰暗了下来，像是有一张张痛苦却又神圣的脸印在他的皮肤上。他心跳声如同在肋骨，让人不适的压迫感也随之出现。他仿佛承受着痛苦，表情却仿佛在朝圣，口中以不知道什么语言吟诵着神圣的圣歌。看到这一幕，秦坤一直很淡定的脸色也沉了下来。禁术，献祭颂，原来你们现在还会这种东西。神州明令禁止的邪门禁术，在神州修行此法者，只要被发现，便可就地格杀。哪怕是僵尸这种会吸血的异类，烈阳部都没有说格杀勿论。可献祭颂就是那少数一刀切。这个邪门东西不存在什么术无好坏，人有好坏的说法，因为只要会这个，那就一定是背着至少4、5位无辜者的性命，无一例外。像眼前这位，身上起码背着20多条人命。秦坤，你看到了，就别想走了。对方面容狰狞，低吼一声，微微躬身蓄力，脚下的地砖便砰砰砰地裂开，身形一，就仿若有一道残影浮现，地面上的地砖在无形力量的冲击之下，不断的崩碎。秦坤身形一晃，避开这一击，回头望去，就见后方7、8米之外，墙壁上密密麻麻的裂纹浮现，中心一个人头大小的大洞还在不断的滑落齑粉。那人将拳头收回，喘着粗气，眼里的血丝越来越多，双眼越来越红，气息也越发暴虐。我今天以私人身份来，你又不是在我神州犯事，我着实不好杀你。秦坤话没说完，就见对方1秒便跨越7、8米距离，如同失控的泥头车一样冲了过来。秦坤嘴上说着不好杀人，可他身上却已经有蓬勃阳气奔涌而出，整个人非但不退，反而迎头迎了上去。他弓步上前，身如标枪，一瞬便好似一位猛将，手执红缨大枪，策马冲锋。大枪！眨眼间，他以身为枪，奔腾的力量凝聚到一起，隐约化作一道刚猛的巨枪冲击而出。他一击顶心肘，势如破竹，以强横的姿态破开对方的气势，肘尖如枪头，直接轰在了对方的胸口。下一刻，便见秦坤定于原地，周身劲气四溢，而那人身形化作一道残影，如同被赤色的大枪顶着，瞬间消失在原地。地面上地砖崩碎，伴随着轰鸣声，划出一道绵延10几米的沟壑。10几米之外，那人如画一般镶嵌在贴满瓷砖的墙壁上，其双目灰白一片，已经失去了意识。他身上隆起的肌肉重新软了下去，体表浮现出的一张张如同人脸一样的花纹也随之崩散，化作一丝丝黑气消散。秦坤走上前，看着镶嵌在墙上的人，伸出手确认了一下，对方没死，只是被废了。他满意了点了点头，转身离去。他今天以私人身份来搞事情，哪怕因为对方利用禁术邪法，他把人打死了也不太合适，毕竟对方不是在神州犯事，也不是神州的人，还有个外商身份。现在这样就刚刚好。他心满意足，转身离去。至于为什么太师叔祖难得让他办一次事，就显得有些欺负人，他也不在意的，反正本来就有恩怨，还是神州外的人，他只要把事办好了就行。等到秦坤离去，外面才有人带着早就等候多时的医疗队伍冲了进来。有个明显不是神州人长相，
有着鹰钩鼻的家伙看着镶嵌在墙壁上、胸口都塌陷下去的人，脸色难看之极。我这就去请大师出面，必须要让他们给个满意的说法。什么答复？宣告这个沉不住气也修行不到家的家伙，修行神州禁止的邪法，被烈阳部的秦坤发现，当场被打成了只剩下一口气的废人吗？另一个留着络腮胡的人沉着脸阴阳了一句：“他不是废了，他已经死了。”秦坤打死了人。鹰钩鼻目光闪烁，看着被废掉的那人，眼中开始浮现出杀机。不要多事，他不能死在神州，这件事到此为止。你若是多事，开了头，那什么时候结束，就不是你说了算了。络腮胡死死地盯着鹰钩鼻，盯着他脸色难看的点头，才收回了目光。准备一下，我们离开神州南方诸郡，不是只离开南武郡吗？啊，天真，除了正常头子的普通人，剩下的人都走，真以为神州人现在好说话，什么事都会跟你讲道理。温言看着刚才还说晚上不太适合练烈阳拳的张老西，跟打了鸡血似的，打了好几遍烈阳拳。他大概明白，有烈阳的情况下，应该不是太看重练拳时间的问题。只有没有烈阳的人，想要练烈阳拳，在有太阳的时候，效果会很好；正午阳气最浓的时候，效果最佳。他感受着体内奔涌的阳气，已经自然而然的外溢，算是彻底明白为什么在浮鱼山这门拳法只有外功的部分还在用。这拳法和导引术都是自烈阳延伸出来，依附于烈阳而存在的，这才是正确利用能力的方式，将能力化为工具，铺平道路，然后一路向前，将其化作自己的硬实力。有了硬实力，全方位提升之后，又可以以此延伸出更多手段。从名字就能看出来，职业能力在张老西给的所谓秘籍里，都是被称之为神通。而他前些天看的几本张老西和馆长给推荐的书，里面有一个核心的观点：修性和修命，这是最被看重的根基，也是主体。而神通从来都是没被当作根基和主体。他跟张老西聊过，无论是普通道士、受禄的道长，亦或者是练武的武者，有天生神通的都是少数或者极少数。在几十年前还是完全末法的时代，练武的高手已经能做到7步之内跟持枪之人五五开了，快不过子弹，但是能快得过持枪的人，对方手未动身未动的瞬间就已经能做出预判，枪手被近身的瞬间就会分出生死。从几十年前末法逐渐结束到10年前复苏的速度开始加快，最近几年最强者已经开始往不像人的方向一路横冲直撞而去，各种妖魔鬼怪的数量也同样开始逐渐变多。温言看着练拳的张老西，神情都有些恍惚。几年前的时候，他18岁去帮人抬棺迁坟，也遇到过一个道士。当时凌晨2、3点在山里挖坟，还在坟头上见过鬼火。那时候那位道士让他相信科学，还给他科普了一下鬼火其实是灵火，迁坟是因为修公路，2半夜来是因为安静人少，不会被人发现，不会被人举报偷偷土葬。墓中有蛇不能杀，是因为那条蛇是不二，杀了会管吃管住，要遵纪守法，不是因为墓中蛇叫地龙，杀之不祥，祸延子孙。他来不是为了抵挡小鬼，也不是为了防止诈尸，纯粹是为了安抚人心。看风水也很科学，是为了挑一块不会滑坡、不会被雨水冲垮、排水良好的地方。那一天的遭遇，还有那个张口闭口相信科学的道士，给了年少的温言极大的心理冲击，一度让他想起了幼时的梦想是当科学家。正是那时候的遭遇，让他后来发现了德成殡仪馆的招聘时，看到待遇不错之后，就毫不犹豫地报名了，完全不在乎这地方的一些忌讳。可谁想到，来到德成殡仪馆之后，心里又遭受到了一次冲击。他轻吸一口气，相比之下，他觉得还是习惯现在这样。回想起来，当年那个道士肯定是在忽悠他吧，也是难为那位道士了，每个问题都能给出合理的解释。温言在这胡思乱想，瞎琢磨，张老西却越练越精神。他给自己开了眼，随着打烈阳拳，再配合导引术，他已经能看到他身上有一缕缕细微的煞气和死气被阳气冲刷了出来。双腿膝盖内侧偶尔隐隐作痛的地方都开始有了一丝暖意，这2年停滞的道行都有了精进。他不是主修烈阳拳的，此刻也感觉到了，在有了充足阳气加持之后，配合导引法练几遍之后，对他有极大好处。现在再让他去跟浮鱼山内部的那位铜甲师干一架，他都有信心能打赢了。而这仅仅只是被加持了一次烈阳，他也只是借助加持，借助烈阳拳来洗练自身而已，就有这种好处了。他练完第7遍，感受到被加持的阳气开始消耗干净，已经开始消耗他自身的阳气，他就果断停了下来。他看向温言，眼睛里都在冒光。他开始觉得浮鱼山的典籍里有些地方可能真不是瞎吹牛逼，至少13祖那个时代肯定是没瞎吹，8成那些浮夸的描述真的是纪实。两人都练完功，温言虽然不困，也不是太累，但他还是听劝的停了下来。两人坐在3楼顶的露台上，喝着茶，吹着夜风。温言不打算第2天就再去那个水鬼领域，他得等风瑶那边先打好窝，而且他也需要练武。按照张老西的说法，他消耗几枚劣质暖玉之后，苦练1天的效果抵得上普通人练烈阳拳至少1个月甚至2个月。哪怕普通人练烈阳拳效果本就不好，事倍功半，换成别的拳法对比，温言这进度也远超一般练武之人。有了正向反馈，温言就更积极了。他准备先好好练武，顺便钓一钓烈娘。既然扯了虎皮，装的身后有什么大势力，那越是大事，自然越是不能轻易做决定。2楼的房间里，小僵尸睡觉的匣子里传出了嘤嘤声，还在沉迷动画不能自拔的雀猫抬了抬看了一眼，他耳朵抖了抖。别叫了，我只是一只小猫咪，什么都不懂。小僵尸继续嘤嘤嘤，雀猫耷拉着耳朵，眼中闪过一丝惊悚。有话好好说，你吃我干什么？我是温言养的雀，你吃我温言会不高兴的。啥？后面有东西出现了？先说好了，我是害怕有鬼东西害温言，我才放你出来的。雀猫不情不愿地飞到木匣子上，歪着身子，探出爪子，将封在匣子上的黄符揭掉。
下一刻就见匣子骤然打开，里面的小僵尸咯咯笑着，蹦蹦跳跳的离开。雀猫跟在后面飞了出去，一出去就见那小粘人精钻到温言怀里不出来，嘤嘤嘤个不停。雀猫有气无力的叹了口气，他说后面有东西要出来了，担心你被吃了，让我放他出来的。一旁的张老西端着茶杯斜了一眼小僵尸，自从白天被温言的烈阳加持了一次之后，他已经无所谓这个小僵尸了。这个小僵尸本来就不是为了跟着他才下山的，而是为了温言才跟着他下山。从一开始他就知道烈阳能给他加持，温言也愿意给他加持，张老西已经非常满足了。如今再看小僵尸这副样子，与其别别扭扭，大家都不高兴，还不如好人做到底，在小僵尸这把印象分拉满。你想跟着他吗？张老西问了小僵尸一句。小僵尸眼睛一亮，连连点头。那好吧，你以后就跟着他吧。小僵尸眉开眼笑，这会儿也不装听不懂话了，手舞足蹈，嘤嘤的不知道说着什么，说完了就露出个小虎牙，看向雀猫。雀猫垮着个猫脸，帮小僵尸翻译了一下英语。他说：“你人真好，以后一定会帮你重新找个很强的同类跟着你。”小僵尸眼看雀猫不说了，又悄悄露出了小虎牙。雀猫弱弱的翻译，他说：“你眼光这么好，人也好，以后肯定比浮云山里其他小笨蛋厉害得多。”雀猫说完就赶紧飞到3楼楼顶，他都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嘴巴子。开始的时候装作听不懂小僵尸的英语，不就没后面的事了？张老西乐呵呵的点头，他当时可是亲眼看到过8尊不一般的毛僵护送着这位小僵尸出来的。他说很强，那起码毛僵起步吧。这边几人正说着呢，就见后面那栋别墅的大门打开，3个看装扮应该是现代人的阿飘从里面走了出来。老赵在门内探出头，悄悄向外面看了一眼，看到前面别墅楼上喝茶的几人，老赵立刻把头缩了回去，想了想，似是不太礼貌，他又干笑着走了出来，对着温言等人一手一礼：“诸位晚上好。”温言站起身，客气的回了一礼。他从楼上走下来，走出后院，看着那3位阿飘。这是新出现的。老赵连忙走出来，今天刚出现的还有一点意识，但是都记不清楚他们自己是谁了，基本无法交流。他们要走，我也不能拦着吧。听到这话，温言也不准备再问什么了。这3个阿飘在他眼里都已经有点半透明，这是已经快要消散了，意识都已经不清楚。他拿出烈阳不给的手机，对着那3个阿飘一人拍了一张照片存档。这3个阿飘的状态挺不到日出就得消散，只是几秒钟的时间，3个阿飘的照片已经入库，而且已经自动人脸识别，完成了检索，给出了3份资料。这代表着这3个阿飘是神州人，而且资料是保密级别低的普通人，不然的话，以他现在的权限，肯定没这么快给出资料。资料里，这3人是半个月前一起徒步登山去了，然后在一处石崖平台歇脚的时候，石崖断裂，整体滑落，连带着他们3人一起坠落。死因没什么问题，因为他们的摄像设备正好拍下了这一幕。石崖也被检查过了，就是天长日久，雨水冲刷加上风化，内部早已经被侵蚀成空心，断裂是早晚的事，只需要一点点外力就会崩塌，暴雨狂风什么的都有可能会引发。鉴定结果为一次意外事故。温言看着这几人的资料，眉头微蹙。这几个人的资料里还显示着他们在1个月前还有一次徒步，时间正是水鬼王雪琪失踪的那天，而轨迹也跟这几个人有重合的部分。再拉资料，还真找到了联系。温言当机立断追上了那几个阿飘，他们说不定会知道点什么，比如为什么王雪琪不是在水鬼领域的范围内失踪，死后却横跨了几十里，出现在那片领域里，成为了水鬼。几个阿飘看着拦路的温言，有些本能的畏惧温言身上的阳气，他们绕开，继续前行，方向也正好就是端州的方向。温言伸出一根手指，激发了一点点阳气，点在其中一个阿飘的眉心。他想试试，能不能让已经没多少意识的阿飘想起来点什么。随着温言依次以烈阳给3个阿飘加持了点阳气，他们不断变透明的身躯都稍稍重新凝聚了点。温言也不敢加持太多，加持的时候他都能感觉到这3个阿飘太弱了，弱到虚不受补的地步。3个阿飘的意识稍稍被唤醒，他们有些惊讶地看着自己的样子，又看了看温言，感受到温言仿佛一座火炉，他们竟然还都有些恍然。原来真的有超自然的力量啊！其中一人发出感慨：“时间不多了，先说说你们怎么死的。”温言打断了他们的感慨，催促着他们赶紧说正事。我们摔下悬崖，我是被当场摔死了，他们俩当时没死，被崩塌的土石埋了，也死了。但是我们当时发现不对劲了，我们看到周围的环境好像在扭曲，然后那里就崩塌了。你们认识王雪琪吗？认识，我们去那里就是想要找到王雪琪。我们一起徒步的时候，她从那里掉了下去，我们在下面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任何痕迹。你们还记得什么？我们很多事都不记得了，我甚至都忘了我的名字。我只记得我和王雪琪是一个游戏群的朋友，她除了上班就是在家宅着，所以我们邀请她一起来徒步，把她带出来了，没把她带回去。她彻底失踪了，我们想要找到她，就重走了上一次的路，直到走到了那座石崖，周围的环境有些扭曲，然后石崖断了，我们全死了。死后我们再次醒来，就在一条很黑很黑的长道上，我们还惦记着要做的事情，想要找到她，把她带回去。然后走了好久好久，我们走到了刚才那间房子的地下室里。这时另外一个人也忍不住开口：“差不多就是这样，请问你是道士吗？”“不是，我是……你们可以把我理解成送你们最后一程的人。你们好好想想，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不记得了，只记得要做的事情。”3人都是一脸茫然，想要去回忆其他的事情，却什么都想不起来。张老西叹了口气，从后面走了过来。他们都只是普通人，可能生前体魄比一般亚健康的人要好点，灵魂也更强一点，但到底还是普通人。他们横死之后能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当时正在做还未完成的事情。
能到现在还没有消散，已经是走了大运。最多1个小时，他们就会彻底消散，谁也留不住的。你问不清楚什么的，他们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温言叹了口气，看着3人的样子，对张老西道：“老哥，帮忙送一程吧。”张老西点了点头，回去搬出点东西，起了个简单的法坛。他手执铜铃，轻轻摇曳，口诵太上就苦经，抑扬顿挫的低沉诵经声，伴随着清脆的铜铃声，化作无形的力量扩散开。那3个阿飘的眼神逐渐清明，他们的身形也渐渐的变得透明。其中一个阿飘看向温言，眼中带着一丝祈求：“找到他的时候，能在我们的墓前告诉我们一声吗？”好。渐渐的，3个阿飘全部消失不见。温言沉默了片刻，有些唏嘘：“老哥，这是执念吗？”算是也不算是。突遭横死的人，若是灵魂未曾消散，化作诡异，只记得最后要做的事情，其实倒是挺常见的。绝大多数普通小鬼都是这样，出现之后很快就消散了，能害人的是极少数。执念深的有，但是对比总数来说，其实也是极少数。执念深重到大执师那种情况的，就算是给了方法，基本也没太大概率出现。温言若有所思，所以假墨之城是相当于在本就有极强执念基础的情况下，不断拓展，将其变成了 bug。不然的话，他花费再多时间洗脑，也不可能洗脑出一个大执。你以为呢？要是真这么容易，就不会这么多年没出过大执师了。他肯定是精挑细选，观察了很久，才选定了这个目标。这让温言稍稍松了口气，他还真有些担心，那个假墨之城如法炮制，再搞出来一个。他亲眼见过大执师的恐怖进化速度，想不担心都不行。水鬼领域肯定还得去，但下次还是带着阿伯一起吧，有点安全感。他将新得到的信息发给风瑶，让风瑶那边先实地查一查。第2天，太阳升起，水鬼领域里烈娘的身影无声无息地消失不见。相隔数百公里之外宇宙东部，一座很常见的3层自建房里，烈娘的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她在原地斟酌了半晌，推开门走下楼去。1楼有一个穿着小西装、扎着马尾辫、画着精致妆容的女人，她正一边吃着肠粉，一边拿着手机飞速浏览上面的内容。察觉到烈娘出现，女人也没有回头，没有理会。烈娘站在一旁，把昨天为什么没有回来，遇到了什么事情，包括她自作主张借孤狼做了试探的事情，都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女人没有说话，吃完了早餐，才抬起头，眼神平静地看着烈娘。做得不错，无论他们是发现你了，还是出于谨慎丢掉了你送的东西，起码都证明他们有谈的价值。能控制黑毛江，还能将一个艺人送到现代社会里生活，其背景自然是有实力的。这种势力不可能籍籍无名，只要想查，就一定能查到东西。现在这个时代，除非一直没有进入人类社会，否则就不可能什么痕迹都没有。将那个苏月的画像弄出来，我会找人来查。不多时，烈娘便画出了一张画像，画像上的温言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女人将画像拍了张照存起来，她拎着包包起身向外走去。我去上班了，你继续做你的事情。领域里的那些妖怪来了最好，不来了其实也无所谓。他们知道这件事，只要在四面八方传来，就一定会有别的异类产生想法。至于那个苏月，若是再进来有合作的意向，可以放宽点条件。若是有大将能来帮忙，我们要做的事情难度会降低很多。女人拎着包离开，不多时就来达宇宙新区的一家律所里。刚进去就看到律所内忙碌一片，律所的大老板眉头紧锁，看到他之后立刻对着他挥手：“婉君，你可算来了，快急死我了！”怎么了？婉君有些疑惑。你跟我来。大老板把他拉进会议室，语气里带着点遗憾：“婉君啊，你升任合伙人的事弄不好就要黄了，有股东不同意。”啊，发生什么事了？婉君嘴上惊讶，眼神却一直很平静。我是一直支持你的，你是知道的。我刚才也问了，为什么不同你已成为合伙人？原来是因为那个弗莱姆集团本来都定好了一揽子计划，在南武郡投资，分公司都创立好了。我们是他们南武郡分公司的合作律所，独占大头。接下来几年，我们律所能不能继续做大，就看这一波了。可谁想到，今天就忽然收到消息，弗莱姆的人要缩小投资规模，这次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已经离开南武郡了。啊，还有这种事？婉君面露惊色，他们怎么说的？说是有一个弗莱姆总部来的高管，昨天突发重病，已经被连夜送回国了。剩下来跟着一起来考察的股东遭遇到了车祸。我找人打听过了，那俩股东的腿断得稀碎，接股都是找的宇宙大学附属院的骨科主任。至于另外一个高管到底什么病，就不清楚了。婉君，你能不能问问你的朋友，看谁能有什么消息？到底是弗莱姆不想投资了，还是真出了什么意外情况？大老板看婉君不说话，顿时一咬牙：哪怕弗莱姆真的走了，我也依然支持你成为合伙人。这次的事，你跑前跑后去跟人谈判，现在出问题了，也不是你的问题。其他股东呢，我会亲自去说。我先去问问吧。好，那你尽快。弗莱姆公司这么突然袭击，彻底大乱了我们接下来3年的计划。婉君回到办公室，拿出手机拨出去一个电话：喂，老刘，在公司吗？有空吗？出来喝杯咖啡。别喝咖啡了，我现在可没心情喝咖啡。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传闻就是真的，弗莱姆集团的3位高层全部躺了，有一个说是脑血管破裂，还心梗了，人直接都昏迷了，那脸色难看的跟死人似的，我亲眼看到他被救护车拉走的。婉君挂了电话，眉头微蹙，拿起手机进入到一个网页里，连续点了7、8次之后，终于跳转到一个页面。看着里面的内容，他的眉头都快拧到一起了。上面说弗莱姆集团那几个人不知道怎么得把滨海郡的秦坤给惹了，人家下了战帖登门挑战，本来也没下死手，就是打碎了2个人的腿骨而已，可其中有个蠢货没忍住，动用了禁术，把秦坤惹毛了，当场一招将其打成了废人。为了把那个全身骨头断了10几根，
身体都镶嵌在墙上的蠢蛋扣下来，费了很大劲。而且因为动用了禁术，烈阳部没上门找麻烦，他们都算是烧高香了，哪里还敢逼逼，连夜跑路了。目前的情报传闻是因为弗莱姆集团背后的势力跟秦坤背后的势力本来就不对付，这次弗莱姆公司的手伸过界，把人惹毛了。不然的话，弗莱姆集团又不是今天才来神州投资，都来了1-2年了，人家滨海郡秦坤又不是那种会闲的没事专门找茬的人，难道还专门跑到南武郡上门抽他们的脸？婉君看着上面的情报，感觉血压蹭蹭蹭的往上涨。他隐藏在这家律所里，之前可是真费了不小的力气，才拉到了这次合作机会，那都是靠着专业实力得来的。他在意合伙人的身份，而且这样他可以名正言顺的去见弗莱姆集团的人，也不会惹人怀疑。他想要合作的是弗莱姆集团背后的那些人，可谁想到弗莱姆集团那几个废物，你莫名其妙的招惹秦坤干什么？他对滨海郡秦坤的印象可是相当深刻。去年的时候，滨海郡的一位艺人职业是陪练，他的职业能力的效果会让他韧性极高，生命力极强，再加上本身也是职业自由搏击选手，实力很强。他那个时候都想着，若是有空了去滨海郡一趟，亲自去招揽。没想到那家伙犯了事，来抓他的时候，他还出手伤了人，逃跑的路上被秦坤遇上了，还想着把秦坤也打死拉倒。可最后结果呢？那号称人形沙包中了20几枪，脑袋上挨了3枪，都能用头骨扛下来，依然跑能跳的家伙，就因为他太能扛了，秦坤不得已用了武技，全力以赴，最后收不住力道，将其当场打爆。那家伙的尸体几乎铺了一座操场那么大的地方。这结果吧，不太符合烈阳部一贯的作风，事后处理都没能完全压得住消息，因为铲地板、洗地、洗墙、洗窗实在是太难了。最后不知道是哪个人才出了个主意，弄个吸粪车，直接在那条街爆炸，才有了个完美借口，找了一大堆人在那洗了3天地。吸粪车爆炸的事还上了新闻，但好处是自那天之后，滨海郡异类，包括一些有职业能力的人，犯事的数量断崖式下跌，7天之内来滨海郡烈阳部自首的异类数量超出前面5年自首异类罪犯的总数。秦坤自己也因为把人铺满一条街这件事太过于有冲击力，代表烈阳部出国交流学习避风头去了。婉君脸色难看之极，心里把弗莱姆集团所有人的祖宗18代都骂了一遍。你说你们好好的，惹这种人干什么？他都可以想到接下来会有什么影响了。正想着呢，他的一个电话响起，他面无表情的接完电话，电话又跟着响起，连接了3个电话，3波南武郡之外的势力客气的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表示他们近期来不了南武郡，实在是抱歉了呢。1个小时接了5个电话，3个势力表示我对你说的事情很有兴趣，但是不好意思。有的说我们老大刚跟本地的烈阳部干了一架，被抓进去管吃管住了，你有神妖路子不？有的说我们在关中郡发现了一座大墓，里面有进阶关键的线索，这次就不去南武郡了，回头送你俩名气赔罪。还有个直接表示我们有个高手死在心狠手辣的秦坤手里，我们不敢去。南武郡的拓跋武神虽然强，但拓跋武神究极武痴不是6级危险领域的事，其他都懒得管，我们被拓跋武神打死的概率几乎没有，但秦坤在那边，我们被秦坤铺满一操场的概率可一点都不小。最后还有俩单独的异类，一个老鬼表示他被个老道士堵门了，一个表示算命的说他南下大凶，最近3年都不会南下。之前好不容易拉拢到的人，却没想到还没用上呢就被打乱了。他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弗莱姆集团的人到底是有了什么大病，莫名其妙的招惹浮鱼山干什么？浮鱼山再没落，好歹曾经也扩过，那些蠢货到底怎么招惹浮鱼山了？能让秦坤飞回神州之后立刻去干他们？他花了几分钟时间平复心情，少了几个重要外援，他现在就觉得得重视起来烈娘星送来的情报了。那个叫苏月的艺人，还有他背后的势力，擅长控制僵尸，必须得多投入点精力了。他收起备用电话，拿起正常时候用的电话，开始联系人，忙律所的事情。结束之后，他找到律所大老板，事情是真的，的确有一个已经昏迷，其他俩断了腿，很多投资计划都被搁浅，但还是有一些项目保留了下来，比如跟我们律所的合作。他们的事情越多，就会越需要我们，他们现在就有不少事情需要我们律所来接。我已经跟他们约好了，下午的时候他们就会来律所谈。看来他们很急，做得很好。大老板长出一口气，我已经跟其他股东谈过了，他们也都非常认可你的能力，你作为合伙人绝对是有利于律所的，哪怕这次不成，以后也会有其他机会。谢谢赵总。他带着笑，有些发自内心的笑。他感应到了他的职业终于晋升了，他的艺人职业就是律师，所以才会选择来当一个律师。因为他清楚的知道，艺人的职业想要晋升得快，那便是以最契合这个职业的方式去做事情，投入热情和精力，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并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选择什么路会直接影响到职业能力。他感受着自己的职业能力，笑得很开心，难得卸下伪装，笑得如此发自内心。律所的大老板也被这笑容感染，跟着笑了起来。周一，温言正常上班，单位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跟平日没太大变化。温言这混子也没什么固定的活，但是从馆长到副馆长再到老张这些员工，反而都乐得如此。经历了前几天的事情，他们还真怕有什么事情是必须温言来干。温言闲着没事了，各个部门串门学习，再没事了自己在那摸鱼打拳，这不挺好吗？上去闲逛，各个部门学习之后，温言又自己找了个没人的空地，练了10几遍拳，这才顺便去老办公楼转了一圈。进入之后，就见那员工守则下面贴着一个告示，上面说张老西没有钥匙，却进入了老办公楼，所以按照规定把张老西开除，特此公告。温言看得一愣一愣的，他不禁感叹，到底是领导会的可真多。因为按照殡仪馆内的规定，这种告示规定就是贴在办公楼出入口，
让每个员工看到。老办公楼当然也是办公楼，老何够不要脸吧？你得多学着点，年轻人脸皮得厚。一个声音自他身后传来，温言手腕一抖，一个伸缩甩棍就被他握在手中，阳气也已经激活加持到甩棍上，但跟着他就放松了下来。镜中老王靠着墙站在那里，啧啧有声地打量着温言。不错，比你第一天进来时进步太多了。温言收起甩棍，客客气气地叫了声人。王叔好，看来老何跟你说了。馆长才跟我说过王叔，说王叔责任重大，我就没敢贸然打扰王叔。哈哈，老王哈哈一笑，不错，有老何年轻时2成不要脸了，还得加把劲。你什么时候能有老何8成功力，你就不用人担心了。王叔说笑了，我还是太稚嫩了，要学的还很多，肯定需要前辈们教导。这些天也多亏了馆长教导和关心，不然我怕是早就得进张叔的豪华炉了。那尊跳尸呢？王叔说笑了，跳尸早就没了。温言脸不红心不跳，反正谁问他都不会承认，反正跳尸的确没了，现在只有黑毛姜。老王当场笑出了声，他想了想，重新换了个问法。好，那你阿伯呢？阿伯老年痴呆，在我家里休养着。老王笑的是发自内心的开心，笑着笑着，眼泪都笑出来了。他就怕温言这位算他是继任者的小年轻拉不下脸，容易傻不愣登的随意相信别人，那可是会吃大亏的。现在这样就好，起码不会走他的老路了。快走吧，最近晚上不要出现在老办公楼附近了，这里最近不太安稳，我怕你一不小心就进来了。王叔，能说具体点吗？温言没忍住好奇。镜子里面不安稳，有胆大包天的家伙靠近这里了，然后死了。温言心说，您老人家说的可真详细。几十年了，还没有胆大包天的家伙靠近过镜子里面的殡仪馆，肯定是有什么变化了，我没法去窥视，只能听到感受到，具体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反正你最近晚上不要来殡仪馆就是了。好的，多谢王叔提醒。温言乖巧应下，这方面他还是比较听人劝的。快下班了，赶紧走吧，最近白天也不要进老办公楼了。老王催促着温言离去。好，那王叔再见。走出老办公楼，趁着没事干，温言在后院老办公楼外面练了几遍拳，神清气爽的下班。拿出手机叫车的时候，才发现有未读短信。温言只是看了一眼，就心跳加速，这是银行的短信。您的借记卡账户0457于9月5日收入，大额网银跨行 RMB101967.00 元，交易后余额10.06309.07元。难以言喻的喜悦感涌上心头，这辈子收到的最大一笔钱。他仔细数了数，6位数。不用想，肯定是烈阳部发的。他连忙给风瑶打个电话确认了一下。喂，风瑶吗？烈阳部今天发工资吗？不是啊，烈阳部每个月12号才发工资的，遇到节假日会提前。怎么了？你是不是缺钱用吗？哦，我想起来了，奖金是5号发的，我也收到了。你的固定补助5险2金的补贴可能是12号发，也有可能跟你在殡仪馆的工资一起发。5号发的只是奖金，还有差旅补助、报销之类的。怎么？不够8万吗？够了。温言喜上眉梢，难掩开心。搁谁第一次拿这么大笔收入的时候都这样。我帮你问了下，这个月5号结算的是8月份的钱，只结算了医院领域的事，后面的事应该得下个月了，应该也不少。但按照贡献度的话，你所占的比例可能没医院领域事件高，不过按我估计，结算的奖金未必比这次低。好，多谢了，你忙不？请你们吃饭。下次吧，我都连续上班10几天没休过假了，现在还在加班。好，下次请你吃饭。挂了电话，温言叫车都叫了一辆豪华车，顺便打电话在菜馆叫了几个菜。烈阳部的活虽然危险了点，但给钱也是真痛快。按照危险评级、影响范围、个人贡献度等等，一个事就给算一次奖金。高风险，但的确有高回报，而且都是合理合法的收入，拿到手也都是税后收入。若是高评级的领域，那干一票恐怕就直接财务自由了。难怪烈阳部的活这么危险，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干。温言现在都有一种冲动，赶紧找几个领域将其干翻了赚钱。还是得练武，提升自己。他要是有宇宙的拓跋武神那么厉害，那就真不愁没钱了。拎着打包好的菜回到家里，给张老西打了个电话，让他赶紧来吃饭。他还专门打包了2大份白切鸡，拿着其中一份给送到老赵这栋，敲了敲门，将白切鸡放到门口。老赵，给你们带了点白切鸡，给你们尝尝。听到白切鸡这3个字，旁边窗户上的黑窗帘立刻稍稍打开了一点。歪瓜裂枣5兄弟的脑袋叠在一起，凑在窗边，向着外面看。温言看着咧着嘴笑得开心的5兄弟，他也跟着笑了笑。今天发奖金了，请你们吃东西，额外的。房间里5兄弟急得转圈，可太阳尚未完全落山，日间暑气未消，他们也不敢开门。老赵，你看看这邻居多好的人啊！是啊，老赵，你之前还说人家挡你风水，你这人真不行，罚你吃不到白切鸡。对，就不应该让你吃到。5兄弟一唱一和，蹲在门口等着，等到天彻底黑了，就第一时间将白切鸡拿进来。温言回到自己家，张老西已经来了，菜也摆在桌子上。雀猫趴在一个加高的儿童座椅上，眼巴巴地望着菜，旁边还有个加高座椅，小僵尸也乖巧地坐在上面，眼巴巴地望着温言。还有一个外面画了符箓的空碗，张老西在里面加个米饭，又加了菜。老哥，我来吧。温言端着一碗饭来到地下室，摆在阿伯面前的小桌子上，再点了3支香插在饭里。阿伯，今天我发奖金，大家吃顿好的。阿伯要是喜欢就尝尝，不喜欢的话，我下次给你换点别的。拜了拜阿伯之后，温言回到1楼客厅。他刚伸出手指，小僵尸便带着笑，眯着眼睛，伸长了脖子，昂着头，等着喂饭。一点阳气加持落入到小僵尸体内，小家伙又嘤嘤的哼唧了几声，笑得露出了小虎牙，再给他手里塞一个加持了阳气的番茄，这顿饭就算是妥了。
他再给雀猫加了菜，几人便正式开吃。今天发奖金了，大家都别客气，稍稍庆祝一下。雀猫面前是一碗面，他吸溜着面条，大口大口的嚼着鸡肉，吃得满脸油，也跟着开心。张老西也是满面红光，我今天也拿到劳务费和津贴了，烈阳部给钱还是很爽快的。不过这个月只给了医院的事，只有3万，下个月肯定会多不少。要不是我不习惯烈阳部规矩太多，我都想加入烈阳部了。温言，你这起码有6位数了吧？补助还没到发的时候，只有奖金和报销，刚6位数。提起发奖金了，温言就忍不住高兴，估计这高兴最起码能持续好几天。那是不错，不过以后等你实力越来越强了，你就可以拿烈阳部里的其他东西了，那些有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要不是这些东西，3山5岳可未必肯年年派人加入烈阳部里干活，年轻一辈的人也未必乐意来。先好好练拳再说，那些离我还太遥远了，我才刚开始练拳。我听说练拳都是从小开始最好，容易打好基础，我这么大了才开始，基础也差，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补回来。说起这个，温言就有些担心，毕竟从小开始练武，后面上限才更高，这是没练过武的人都知道的事情。张老西讷讷无言，按理说道理的确是这么个道理，的确有很强的普适性。可他一想到温言能结合导引术把烈阳拳练28遍，他就有些拿不准了。不是拿不准温言成年后才练武会不会有成就，而是拿不准温言的进度到底有多快，上限有多高。拿不准，他就不太敢乱说，只能鼓励温言。你会烈阳，再加上勤能捕捉，应该是能追上来的。那就劳烦老哥帮我采购点暖玉，品质差一点的就行。老哥，你可别说不要钱，不要钱我以后可不敢找你帮忙了。温言一咬牙，刚拿到手，还没捂热的奖金，就先张老西赚了5万。上次张老西可是给了他不少暖玉，品质参差不齐，他不懂鉴别玉石好坏，却也大概能看出来里面有几颗暖玉应该不是论斤卖的便宜货。和馆长给的那颗血暖玉，他后面可是找人问了，按照市价，少说值好几万。温言现在都不舍得用那颗血暖玉了，练拳也只用劣质暖玉，品质最差的暖玉就是论斤卖的。但再怎么便宜，算下来一颗5厘米大小的也得上百块了，哪能让人家既帮忙又掏钱？张老西倒是想不收，看温言态度坚决，就给收了。后面走他的渠道，亲自去给温言挑点性价比高的暖玉。按照温言这种朝死里练的练法，消耗应该也不小。让温言这种不懂行的小白自己去买暖玉，不被人坑到裤衩子都丢了，都算是那些奸商良心发现。几人吃吃喝喝，小酌2杯，雀猫趁着2人吃得开心，偷偷喝了一杯，被温言拎着后颈脖将他丢在一边。一旁安分的小僵尸看雀猫喝了，他也嘤嘤叫着要喝。温言没好气的洗了一个番茄，给加持了一点阳气当佐料，塞给小僵尸。小孩子不准喝酒，小僵尸乖巧，也不闹腾，眯着眼睛啃在番茄上，跟喝果汁似的，不停地嘬。过了一会儿，雀猫也抱着个番茄，趴在那猛嘬。温言这边心情都不错的时候，另一边有些人心情就不太好了。诸葛婉君的心情就不是太美丽，他还是低估了曾经将人打爆如此残暴的手段，在异类或者异人心里到底有多强的威慑力。某方面说，可能宇宙拓跋武神的威慑力都没秦桧的威慑力大。他白天就接到了好几个联合起来的人或者势力的消息，表示最近不太方便来南武郡，而他自己的渠道打听到的消息里也都没有一个姓苏，而且掌控僵尸比较厉害的。最后没辙，他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尽可能的利用现在的东西，将其化作有力的工具。他叮嘱烈娘，下次进入水鬼领域，若是苏月来了，就正好用秦桧来南武郡的事试探一下。若是对方知道这事，不怕秦桧，那就一定要不惜代价，可以拿出更多的东西或者信息，拉拢那位苏月，还有他背后的势力。若是对方怕了，那就证明其实也不是太强的势力，或者对方觉得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入夜，诸葛婉君拿出个手机，拨出去个电话：“喂，眼镜，你还好吗？”另一边，端州的一个小区里，贾莫志成听着婉君的话，脸上露出一丝怪异的笑容：“哟，你还会关心我了？说吧，有什么事求我？我想请你用你的渠道帮忙查一个艺人，名叫苏月，擅长控尸术。”贾莫志成什么都没说，停顿了片刻，看到电话还没有挂断，他就不禁笑得开心，语调里开始有了一丝莫名的味道：“当然没有问题，我帮你去查查，但是你后面也要帮我做一件事，只要我告诉你做什么事，你就不能拒绝我，我说的都是真的。”而另一边，诸葛婉君的瞳孔忽然扩散开，转瞬又再次恢复了正常，他带着甜甜的笑容回道：“没有问题啦，就这么说定了。”俩人又寒暄了几句，挂断了电话。诸葛婉君脸上的笑容消散，她坐在原地喃喃自语：“只是帮忙查，没说查到，却要让我做到一件任意的事情。他甚至可以要了我的命，我也必须要做到。这种交易不会得到支持，是绝对的亏本买卖。”他的神色恢复正常，嗤笑一声：“我就知道，眼睛这狗改不了吃屎的家伙，一定会抓住任何机会。幸好他的职业能力随着他律师水平精进，经验积累，地位提升，终于进阶了。这种离谱的洗脑，隔着电话绝对不可能说服他，也不可能让他承认。他作为律师，接案子时不信客户的任何鬼话，是必备的职业素养。他只需要知道哪些话才能为客户谋求到更大利益就行了。至于真假，并不是太重要。”诸葛婉君心情不错，而另一边，贾莫志成终于有机会来给诸葛婉君稍稍洗脑一下，心情也不错。他取出一个备用电话，插上电池，登录了一个看起来很简陋的加密小论坛，利用里面的私信功能，给一个人发送了一条私信：“查一个艺人，名叫苏月，擅长控尸。”等了1分钟，他就收到了回复：“稍等，马上。”同一时间，端州烈阳部分部里，一位内勤第一时间拨通了内线，他有些激动，压低了声音：“部长，鱼进窝了。”
不到半分钟的时间，蔡启东和风瑶就出现在这位内勤的身后，看着对方手中手机上显示的信息。蔡启东神情平静，点头示意，做得很好，你就照着做就行。内勤立刻在自己的工位上登上自己的账号，经过验证之后，进入到烈阳部的资料库里。他搜寻了苏月这个名字，艺人资料库里只有一个叫这个名字，而且提示他的权限不够，无法查看任何相关资料。而能收到提示，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信息，是一种算是善意的警告。内勤看向蔡启东，蔡启东继续点了点头，如实告诉他就行。好的。内勤给贾墨志成回了话，还问需不需要继续查。贾墨志成回了句知道了，不必继续追查了。贾墨志成迅速下线，一旁的风瑶拿着他的笔记本电脑，双手近乎化作一片残影，飞速的在键盘上敲击。片刻之后，风瑶略有些遗憾的叹了口气，他可真够谨慎的，应该是电池都拆了，无法确定他具体位置。不过这么点时间也足够确认，发出消息的人就在端州范围内。有没有可能是他不在端州，发消息的人不是他？旁边的内勤立刻摇头，不可能的，部长，你不知道，那个叛徒根本不愿意相信任何人，这种机密的联系渠道都是单线联系，他也绝对不可能将渠道给任何人。做得不错，记住了，我今天没见过你，也没有跟你说过话。蔡启东面带微笑，拍了拍内勤的肩膀。内勤激动地压低了声音，我明白的，主任。卫生清洁办公室主任，烈阳部内部一个秘密小部门的一把手。蔡启东迅速离开，没有在这里多待。这2天时间就挖出来了8个之前没挖出来的，不知道怎么被莫志成洗脑的外勤、内勤、后勤，都是普通人，没有职业能力在身，而且都在维州、端州、新州、禹州这4个地方。他们对烈阳部内有一个秘密小部门的事深信不疑，愿意听从秘密小部门的指令做事，忠诚度极高。而现在蔡启东听人劝，把这个桃子给摘了，从南武军烈阳部的部长无缝衔接到了卫生清洁办公室的主任。贾墨志成之前不知道铺垫了多久，找了多少机会才安插的钉子，就因为他后面甩锅给蔡启东，让他安插的钉子丝滑过渡到了蔡启东手里，一下子就让蔡启东这个空降的领导对南武军烈阳部的掌控凭空提升了好几个档次，省了起码几个月的磨合时间。什么该说的不该说的，卫生清洁办公室的成员都敢很直白地告诉蔡启东。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蔡启东打开电脑，调出了一份风瑶前2天提交的申请，以温言协助解决了医院领域和大执师2个案子，给温言提升了权限。这个只是摆着让人看的，实际上则是因为现在十分确定水鬼领域后面的人跟化工厂领域那波人还有贾墨之城都是有直接联系的。苏月这个名字是温言现场瞎编的，现在却能从贾墨之城那传过来，足以说明问题了。这一系列问题都可以正式并案处理了。而温言已经打入到了水鬼领域里，算是目前情报进度最快的地方，当然得给温言提升权限。而且这一次给提升了2个档次的权限，直接提升到了风瑶这个档次，相当于一支行动队里统筹全局的领导。他想找个合适的不扎眼的理由，都想了2天了，现在就刚刚好。毕竟他来这里的任务第一优先级是噬魂兽，而温言目前是可以确定的唯一一个不受噬魂兽影响的人。贾墨之城得到了回复，就拨通了诸葛婉君的电话。我的人查了，是有这么个艺人符合条件，但是他的保密级别很高，我的人查不到具体信息。好的，我明白了，不要忘了你答应我的。好的啦，不会忘了的。贾墨之城心满意足，挂了电话。诸葛婉君也心满意足，没查到具体信息，但保密级别很高，本身就是一个关键信息，他反而更加兴奋了。要是什么都没有，他会觉得是苏月这边隐藏的好，亦或者压根没什么厉害背景。毕竟那天看苏月那姿态，也不像是那种特别会隐藏、特别隐蔽的人。如今在烈阳部里查了，烈阳部里有记录，保密级别很高，就说明问题了。对方身后的势力应该是很低调，不太跟现代社会接触，但是实力又很强。按照烈阳部一贯的策略，对于这种势力都是以安抚为主。控尸术这么强，也就是现在火化普及了，版本大幅度削弱，想找合适的尸体有点难了。若是放到古代乱世，控尸术如此强的势力，短时间内都能拉出一支王者大军。他开始思索该怎么继续加码，才能拉拢到对方。以他目前的处境，对方的重要性已经比昨天提升了2个档次。一个是因为他联合的人里有退出的，有暂时观望的，一个是烈阳部的资料保密级别。第2天早上，烈娘从水鬼领域回来，诸葛婉君立刻拉着烈娘给对方交代事情。另一边，清晨太阳尚未升起，温言已经在院子里练了2遍烈阳拳。他扎着马步，4平8稳，阳气已经自然而然地贯通加持到了2条大腿和2条小腿，阳气如同水流在2条腿上流淌奔涌的极为顺畅。按照烈阳导引术的说法，第一阶段便是要结合外功，将自身阳气引导着在周身形成一个粗略的大循环。这一阶段完成之后，日常的阳气辐射就会大大减少，动起来的时候流失的也会大大减少。第一阶段是消耗最大的，阳气起码有90%以上都是冲刷消散了。但第一阶段是打基础的，只有这种利用阳气自然而然的冲刷，才能完全契合自身，打下一个最完美的基础。因为没有任何现成的拳法或者导引术可以完全契合个人，只有开创者才有可能完全契合，或者某些练拳练到宗师阶段的大佬，才能在这个时候做出细微的调整，让拳法本身完全契合自己。可曾经留下的不完美，却已经没法弥补了。就像从小练拳打基础更好，因为年轻的时候长身体，可塑性强，在长身体这个阶段练拳的时候，生长本身也会向着拳法契合，哪怕没法完美契合，也会大大提升契合度。温言也不是太清楚自己这进度算是快还是慢，他只能相信了那句勤能补拙，死不了就朝死里练。
张老西说，整个扶余山都是从小练烈阳拳外功打基础，但也仅仅只是小时候练外功，没人练配套的导引术，没有同样练烈阳拳的人参考。张老西也不知道温言这进度是有多快，不过对比其他人练其他拳法，已经算是非常快得了。温言觉得自己还是谨慎点，稍微稳着点来。毕竟张老西自己都说了，他主修的不是练武，而是走道法路线，反正稳着点来总是没错的。这才2天，练拳的时候，双腿内的阳气流淌已经非常顺滑，他觉得得继续加强基础，基础好总是没有错的。很多典籍上说的奇经八脉、12正经、诸多穴位什么的，他现在都还没感觉到，而张老西给的秘籍上也没具体说，起码第一阶段是没有的，还是得加油。正常上班，到了单位又是普普通通的一天，今天客户比较少，算上分流走的客户，能来到德城殡仪馆的，今天只有10来个客户。老张都能闲得坐在院子里喝茶，晒晒早晨的太阳。遗体处理部的叶大姐今天也没什么事干，因为她的活都干完了。看到温言来了，叶大姐眼睛一亮，拉着温言聊了半天化妆的事，完事了又塞给温言一块自制的手工皂，据说去油效果特别好，适合男人用。其他同事都有的闲了，温言就更没事干了，他就自己跑到前院办公楼后面自己练拳。在太阳底下练拳都感觉不到晒，阳气消耗太大，烈日照耀着，消耗的确比晚上低一些，但对于有烈阳在身的温言来说，这点影响不大。又练了一天拳，到了下班的时候，感受到双臂上阳气自然流转，如同化作一个旋，他才停手下班。算了算，今天早上练了16遍，中午吃完饭又练了20遍，收获颇丰。除了感觉到饿之外，别的都很好。回到家里，出门忙了一天的张老西也带着晚饭回来了。这家伙现在都不回家了，给雀猫煮了面，给小僵尸喂了阳气，再额外加一个加持了阳气的番茄当甜点，再给地下室的阿伯端了一碗饭。之后，温言和张老西才开始吃饭，聊了下温言今天的进度。张老西全程木然，觉得理所当然，已经没什么好震惊的了。温言1个月就把第一阶段完成，他都觉得很正常。聊完练拳的事情，张老西才道：我今天见了这片别墅区的老板，跟他聊了聊。这家伙其实挺有钱的，当初拿下了这片地时还能盖独栋，但已经有风头说以后不让盖独栋了。他力排众议，全部盖了独栋。要是没那么多事情，这片别墅区应该会很吃香。如今德城要无缝往北发展新区，这里就是新旧区的交界，地肯定会很值钱。这里也不是他最大的产业，但已经成了他最惦记的产业，自己都住在这里，一直想要找人想办法把这里的事情解决了。老哥是想接这个活，那天你肯定也听到了，这里的谁挺深的。温言劝了一句，不是抗下这里的担子，我看了，这里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是麻烦却并不是特别严重，特别不稳定的类型。我想在这买一套，咱们以后正好当个邻居。可惜那老板说话很客气，但意思还是不愿意卖，但想住的话随便住哪套没人的，而且不要租金，给个物业水电，意思一下就行。咦，他不卖天天住在是干什么？等解决了问题后升职？不清楚，那家伙给我的感觉很怪，像是害怕诡异，又特别希望有诡异，可能是有钱人的特殊癖好吧，不奇怪。我以后就住你东面这栋了。张老西没说太明白，心里可清楚得很，是那老板觉得他本事没那么大，所以才不想卖。卖低了觉得亏了，卖高了觉得得罪人，最重要的还害怕他张老西本事不行，万一后面遇到什么事被吓跑了，花钱买的房子就砸手里了。不想得罪人，所以说免费住，不要租金，给是个好，实际上是大家都留个退路。张老西给人做法事混饭吃那么多年了，当然能看明白这些，面上当然都留着余地，你好我好。他不太在意这些，主要是天天赖在温言这不太合适，他还有好几个徒弟要带，想要长期待在这边，自然是直接在这买一套了，跟普通楼房一样的价格，买了也不算亏。再说以后这里肯定会涨价，现在这样也能接受，先在旁边混着。他还是有点拉不下脸皮，看看他带出来的那个小僵尸，简直没皮没脸，直接伸手要饭，然后天天吃饱饭。吃完饭收拾完，风瑶的车停在了门口，他顶着个黑眼圈，拎着从不离身的笔记本电脑，进入1楼客厅，就见到雀猫和小僵尸排排坐，一猫一僵尸手里各自抱着个番茄桌。他也算见多识广了，这一幕还是让他感觉奶怪怪的。温言有新消息了，他把白天的事情给温言说了一遍。咦，你等等。温言把话捋了捋，你意思是刚挖出来了南武军烈阳部内剩下被洗脑的人，跟着用苏月这个名字打窝，进窝的鱼竟然是假墨制成？是这样，所以你们想干什么？部长的意思呢？你已经跟那边有接触了，而且你在他们眼里算一人，接触起来就比较容易获取信任。我们挖出来的都是编织末节，那些被洗脑的人知道的其实也都没什么核心的东西，所以需要你继续去那个水鬼领域跟他们谈谈合作。在资料里我们只写了你来自扶余山，其余的东西什么详细的都没写，方便你随机应变。听到扶余山，小僵尸一个闪现出现在温言怀里，看着风瑶猛点头，嘤嘤嘤的不知道说着什么。雀猫吐出番茄皮撇了撇嘴，他说你真有眼光，温言就是扶余山的。风瑶看着瞳孔针尖大小肤色略有些青白的小僵尸，这个小僵尸他们烈阳部没有备案，但是这个小僵尸身上穿的这身古装，那些看起来只是装饰的花纹，风瑶却找到了一些记载，最后锁定到了一些残缺记载，终于找到了来历。这种衣服是扶余山在巅峰时期用来镇压僵尸凶性的手段，制作过程极为繁琐，要求极为严格。用现在的说法，制成一件就需要多位职业者通力合作，而且限定职业，限定了职业能力，在那时候必须是残娘、织娘、画娘通力合作，最后由绣娘里等级最高的凤娘出手，完成最关键的步骤。制成之后，外表看不出符箓痕迹，威能内敛，
再加上掺了金线，被僵尸穿在身上之后，更是相当于实时温养，不但万年不朽，还会越来越强。这种技艺早已经失传，而且现在也已经找不齐4位觉醒了4娘职业，而且是特定职业能力，技艺本身还能登峰造极的人。张老西明显都没认出来，这就是浮玉山曾经可以制作的宝物。风瑶什么都没说，他也怕乱说话得罪人。其实得罪人还好说，得罪这些僵尸还是算了。反正小僵尸是张老西带下山的，而且小僵尸对温言的亲昵，眼睛不瞎都能看出来，那肯定不是装的。那个石崖，你去那个地点看过了吗？看过了，那石崖距离水鬼领域还有好几十里地，下面是一片山林，连小溪都没有。推测是石崖那里曾经有一个未成型的领域短暂的出现，你可以理解为扭曲了空间，所以人坠入到了几十里之外。但这只是推测，那个水鬼领域任何人都不能进去，本身就限制死了我们的研究。算了，还是我去吧。另外，那个短视频弄清楚了吗？温言又问了句，他可不想以后玩个手机乐呵着呢，一眨眼周围环境变了。查清楚了，那个视频压根就不在服务器上，视频就是领域规则的一部分，相当于大数据自动推荐给可能喜欢的人。温言无语了，有人会喜欢这个？你想要知道什么事情，你的权限已经提升，你可以自己看你的手机，有些比较机密的事情你也可以看，当做后面你去接触那些异类时用来砍大山的素材，行吧？风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很快就离开。温言自己拿着手机看资料，有些都是风瑶给推荐过来整理好的部分，一些细节都是外界人不知道的，有些他从张老西那听说的事件，其内情也跟外界传的不一样。到了第二天晚上，温言也觉得差不多了，他吃了晚饭，又休息了2小时之后，来到地下室，拿出了自己平时用的私人手机，打开了短视频的 app， 随便刷新了几下之后，果然又刷到了王雪琪的短视频。周围的环境无声无息的变化，他又来到了那片石滩。一回头，靠谱的阿伯闭着眼睛站在他身后，给了他极大的安全感。再一低头，就见小僵尸昂着头，一手抱着垮着脸的雀猫，一手牵着他的衣角，一脸担心他的样子。温言长叹一声，什么也不说了，俯下身，小僵尸立刻眉开眼笑，跳到温言背上，搂住温言的脖子。雀猫也长叹一声，他是真不想来，在家吃着冻干，趴在毯子上舒舒服服的看猫和老鼠，难道不好吗？一个眨眼就被小僵尸带着出现在温言身旁。他觉得他敢说不，8成会被小僵尸手划一下捏断脖子。温言到底还是人好，太容易相信人了，也听不懂英语。这个小僵尸聪明着呢，要不然为什么温言天天去上班，小僵尸从来不粘人？算了，生活不易，看破不说破。温言背着小僵尸一路前行，小家伙不一会就呼呼大睡了起来。几分钟之后，雀猫耳朵一抖，有东西在靠近。过了1分钟，温言才感觉有一种让他很不舒服的气息浮现。他向着河边的密林里望去，只见那里一缕缕黑气浮动，地面上半人高的杂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下一刻，一只黑色的手臂贴着地面飞速延伸。这一次，温言没有再次落入上次感觉到了，意识到了身体却跟不上的尴尬境地。他双腿的肌肉瞬间紧绷，一步跨出，站在了阿伯身后。那只伸来手直接抓到了阿伯的脚腕上，抓住阿伯的身躯就往密林里拉。阿伯！温言一声轻喝，本来毫无反应也没有抵抗的阿伯瞬间睁开眼睛，他也不挣脱束缚，反而一步跨出，直接主动攻击，冲进了密林里。下一刻，温言脚下2只惨白色的手无声无息地探出，抓住了温言的脚腕。熟悉的阴寒冰冷的力量浮现，那森寒的感觉至少10倍于干尸幻影。温言练拳几天，一天几10遍，朝死里练也不是没效果的。他以最快的速度将拳法划入到肌肉记忆里，脑子还没想到呢，身体便微微一震，双腿以最基础的烈阳拳庄弓站定。一瞬间，双腿之中的阳气便自行奔涌旋转，在一条腿里化作一个小循环。骤然爆发的阳气震开了那2只手，而后一只脚抬起，激活阳气加持在脚上，猛地向着其中一只手踩去。阴寒的气息与灼热的阳气碰撞，发出一阵滋滋的声音。一个披头散发、双目赤红、头生独角的鬼物惨叫着从地下钻了出来。看到对方这样子，温言脸色一沉。独角赤金，披头散发，标准的恶鬼，而且必定是害过人，吞噬过活人气血、血肉、阳气，说不定还吞过人的灵魂。按照烈阳部的流程，对于这种敢袭击人的恶鬼，必定是当场击毙。上次来倒是没见到过鬼物，只见到了妖魔鬼怪里的妖，这次竟然还有恶鬼，能长出独角，起码害过10个人了。温言回忆了一下这几天练拳的经历，回忆了一下这种独角恶鬼如何处理，有什么特点。再想想刚才感觉到对方的力量之后，确认了应该没什么问题，胆气立刻膨胀，他不退反进，直接莽了上去。那独角恶鬼一脸狰狞，眼神飘忽，他感受到温言身上的阳气，口水都快流出来了。眼见温言竟然又冲过来，他不闪不避，嘴巴一张，化作3尺大，一口咬向了温言的手臂。温言胆气壮，阳气也随之更壮，他默念烈阳，激发了一颗暖玉的力量，直接加持到自己的拳头上。在那恶鬼将温言的拳头直接吞入口中，咬下去的瞬间，便像是有一颗篮球大小的炽热火球骤然膨胀开来，将他整张脸都撑得胀起来。下一刻，砰的一声闷响，庞大的阳气连同恶鬼的脑袋一起炸开，浓烈的阳气化作点点火星在半空中飘散。恶鬼的躯体被炸裂的阳气强行引燃，在火焰之中渐渐消散。跌倒下去时候，地面上只剩下一个无头尸体的印记，还有一块被烧焦的脊骨跌落在地上。这是一些恶鬼死后会残留下来的东西，名为鬼骨，是烈阳部会回收的一种材料。介绍说，可以在充分研磨之后加入到一些仪器的零件里。
烈阳部给发的手机里面有些零件就加了鬼骨，所以能拍到常人看不到的阿飘。温言将那块鬼骨收起来，琢磨了一下刚才的手感，他的干架经验还是差太多了。练熟悉了烈阳拳的练法，可自己练跟实战是两码事，还是差太多了。他会不由自主的担心力道不够。现在冷静下来，琢磨一下，若是那些经验丰富的人，同样的消耗，人家说不定能杀这个恶鬼10次以上了。他是靠着爆发的阳气强行碾死恶鬼，不过问题不大，他可以氪金买暖玉，只要目的能达成，消耗多也能接受。温言向着密林里望去，阿伯一身煞气，已经在往回走了。就在这时，沉睡的小僵尸忽然睁开眼睛，他搂着温言脖子的手臂，还有2条小短腿，同时微微发力。温言的身体被影响到，微微一扭，下一刻就听背后叮叮叮的几声金铁交鸣之声传来。阿伯！温言喊了一声，立刻见到阿伯的身影消失在原地。温言转过身，低头一看，地上掉落着几片1寸多长，像是黑指甲的东西。小僵尸都不笑了，绷着小脸，遥望着阿伯前去的方向，嘤嘤嘤地说着什么。他说让你跟上。雀猫在旁边小声逼逼了一句。温言背着小僵尸快步跟上阿伯，等他赶到地方的时候，就见一尊浑身绿毛、散发着恶臭气味的绿毛僵，他的脑袋已经被阿伯拧了下来，而阿伯的另外一只手如同利刃插入到绿毛僵胸口。绿毛僵体内的湿气阴气，所有的力量都被强行吞噬，10几秒的时间，绿毛僵便崩碎成一堆飞灰。阿伯身上的黑毛都变成了墨绿色，周围逸散的东西都被倒卷回来吞噬。又是10几秒，阿伯身上覆盖的钢毛便再次恢复了黑色。温言转身从兜里拿出一个塑料袋，捡起地上的几片坚硬的黑指甲，又去密林里转了转，地上残留着一块指骨。他看向雀猫，问道：我记得你说在野外的时候很少有主动找茬，因为都怕受伤是吧？我说的那是妖，不是这些没脑子的家伙，这些都是害过人的东西。你身上阳气多到外溢，在这荒郊野林里简直跟明灯似的，他们不找你找谁？温言眉头微蹙，看着刚收集到的东西，有些不对劲，总不至于刚才那个绿毛僵还有那个恶鬼都会半夜抱着手机刷视频吧？上一次进入水鬼领域是意外进来的，那时候遇到的几个妖都是会说话的，能交流，这些家伙在现在这个时代会如同雀猫一样抱着手机刷视频，那倒是也挺正常的。而这次进来遇到的2个恶鬼还有个绿毛僵，明显是没什么脑子。要说这些家伙也会抱着手机刷视频，温言是不太信的。刚才那个恶鬼看到他就忍不住出手，这种货色必然不敢在有大量人口聚居的地方活动。整体上而言，烈阳部人手是不足，处理事情也有优先级，可对于这种敢在人类聚居地大开杀戒的异类，向来是重拳出击，不惜代价。一次不行就会当场摇人，不将其击毙绝不会罢休。只是追杀个恶鬼，难度可比处理领域简单太多了。小僵尸扭动着身子嘤嘤嘤，还把脸贴在温言脸上蹭。好好，谢谢你了，小高手。温言伸出手指点在小僵尸眉心，这次稍稍多给了点阳气。刚才可是多亏了小僵尸，不然他肯定会中暗器。小僵尸眯着眼睛笑得开心，轻轻嗅了嗅鼻子，一缕绿毛将残留在土里的绿气飞出，没入到小僵尸的鼻子里。小僵尸说着英语。雀猫竖起耳朵，胡须微微抖动，有些兴奋。他说刚才那绿毛将袭击他了，他已经记下了气息，回去了就打电话告状。他说家里人说过，别的可以看情况，唯独被僵尸袭击了不能忍。他还知道打电话。温言有些意外，捕捉到了关键点。他一转头就看到小僵尸已经趴在他肩膀上，睡得香甜。雀猫耷拉着耳朵，他觉得自己好像说的有点多了。小僵尸都直接开启了睡遁，回去之后8成得被小僵尸折腾。温言没有试着叫醒小僵尸，不愿意说，那就不要什么事都刨根问底，反正只要知道小僵尸不会害他，关键时刻还会救他，这就足够了。阿伯跟在温言身后，一路向着水潭边走去。行进到一半，就又见到一尊只剩下半截身子的行尸在地上爬行，看起来还是不久前才变成这样的。这下温言就彻底确定之前遇到俩恶鬼还有一个剧毒绿毛僵都不是通过短视频入口进来的。这种完全没脑子像是电影里的丧尸一样的行尸，总不可能抱着手机刷视频吧？阿伯，交给你了，蚊子腿也是肉，别浪费了。阿伯眼睛都没睁开，路过的时候只是顺便一脚将那半只行尸给踩死，行走之间就将那半只行尸的力量吞噬，让其化为飞灰。此刻的水潭边从上游流淌下来的水流已经化为黑水。烈娘沉着脸站在一棵大树的枝干上，她的金耳坠不断的轻轻摇曳，微不可察的金属摩擦声不断响起。地面上20-30个行尸正在围住一个2只尾巴的红毛狐狸，红毛狐狸缓缓后退，而后方的小河里森森黑气浮动，一只足有2米高的独角恶鬼从那最多不过半米深的小河里浮起。红毛狐狸尾巴一抖，画出一团火焰，骤然膨胀开，火焰散去，红毛狐狸也消失在原地，转瞬之间便出现在10几米外的树上。红狐狸细长的眼睛微微一动，看向另一边的烈娘，微微歪了歪脑袋，给出一个询问的意思。烈娘轻轻摇了摇头，也不知道是表示不知道还是表示不想说。她眉头紧蹙，望着从小河中不断爬出的鬼物还有行尸，念头一转，看向了红狐狸。这个红狐狸自从上次来了一次之后就再没来过，今天是第2次来。上一次他忙着拉拢苏月，倒是没有对这个红狐狸太过关注，哪怕这个红狐狸有2条尾巴，不是尾巴多就一定厉害，也不一定潜力大，这种刻板印象只是9尾一脉狐狸的特性，而9尾一脉都是白狐，别的狐妖能生出第2只尾巴，顶多是表示其修行境界而已。可回头查了查资料，请教了一下别人之后，就有了点新推测，这只红狐狸可能真的跟9尾一脉有那么点联系。时代变了，不能以老眼光来看待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冲击到异类。人类社会上的诸多思潮变化，那就自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异类。
如今的狐族的确没有刻板印象里那般保守了。要是九尾一脉里出一个大逆不道、挑战权威的狐狸，跟红狐结合了，也不是不可能的事。烈娘看着地面上乱糟糟的情况，举目远眺，还能看到河流的上游里也不停地有鬼物和僵尸出现，数量逐渐增多。目之所及，就已经有40-50个鬼物和僵尸了。如此庞大的数量，再加上还在源源不断的涌现，很显然不是他能解决的，他也不想去解决。他念头一转，就有了个主意。红姑娘，如今情况怕是没办法解决了，而且水鬼出现的时间马上就到了，不如什么都不做了，让水鬼将这些家伙全部拖走，如何？那水鬼能拖走这些家伙？红狐狸问了一句之后，他反应很快，立刻又加了一个问题：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是吧？是，这些家伙根本杀不完的，源源不断，不畏生死。你我在他们眼里与活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会把我们活活耗死，只有让水鬼将他们全部带走。烈娘语气诚恳之中带着一丝无奈。红狐狸沉默不语，算是听明白烈娘的意思了。要么你去把那些家伙全部解决掉，要么就等着水鬼出现，把这里所有人都拉进水里，2选1。红狐狸只是扫了一眼目之所及的地方，就放弃了前面那么选项。另一边，温言还在向着水潭的方向赶路，他今天特意算好了时间进来的。按照他的计算，等到他赶到水潭旁边那片草地的时候，应该是已经过了水鬼出现的时间。烈娘肯定是每天晚上都会在这里，没有人到，烈娘就会主动进入水潭，完成这个领域的规则程序。等烈娘从水潭出来，那温言也已经到了，时间会卡得刚刚好。只是没想到，今天进来就发现今天的领域跟预想的不太一样，他有种不太好的预感。他看了看时间，差不多到了上一次水鬼出现的时间了。举目望去，就先听到奔涌的水声出现，紧跟着就好像发了洪水，水流从河中奔涌而出，无差别的扩散开来。雀猫，飞高点！温言轻吸一口气，立刻叮嘱了一声：“你愣着干什么？快跑啊！”雀猫急得扑腾着翅膀乱叫，除非会飞，否则跑不了的。放心，我不会有事。眼看那水流奔涌，浪头足有2-3米高，速度越来越快。温言一把抓住雀猫，一跺脚，腰身一扭，力从地起，用了全身的力气，狠狠地将雀猫抛向了高空中。雀猫扑腾着翅膀，急速向着高处攀升，那水浪竟然一跃10几米高，险些就将它给卷进去。他看着浪头冲过，阿伯、小僵尸、温言的身影都消失不见了。雀猫急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惊慌失措地追着浪头，在附近不断盘旋寻找。喂，你别吓我，你快露个头啊！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你快出来啊！你快出来！雀猫带着哭腔在半空中嘶喊，可是等到那浪头冲刷而过，横扫整个领域范围，又重新倒卷回去，却还是没见到温言的身影。他也不敢降低飞行高度，只能盘旋在几十米的高空，追着倒卷而去的浪头，向着水潭的方向飞去。然而他什么都没看到，那足以将整个领域都覆盖的水流全部倒卷回去之后，那个小小的水潭依然维持着原本的大小。整个领域内部死寂一片，除了雀猫之外，一个会动的东西都没有了。无论是行尸还是鬼怪，亦或者烈娘、红狐狸、温言、小僵尸、阿伯，全部都被无差别的卷入其中。温言感觉到自己落入到一片没有光亮的黑暗水域里，仿佛有什么东西拖着他的脚在水中拉着他前行。一种失重感浮现，他低头望去的时候，看到了化作水鬼的王雪琪正拖着他的脚在水中前行。他屏住呼吸，扭动腰身，反过来伸出一只手抓住了王雪琪的手，另一只手伸出一指点在了王雪琪的眉心，一点阳气加持。王雪琪那呆滞之中又有些冷冽的眼神顿时多了一丝灵动，他的意识开始被唤醒。下一刻，温言便感觉周围的黑暗里光亮浮现，他眼前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他就像是飘在半空中，看到了那片石崖。他看到了王雪琪和另外3人一起来到了这里。他们爬上了山，好不容易看到一点平坦的地方，准备在这里休息一下。然后没想到这里的环境开始了闪烁变化，这是一个领域即将出现。他们被这变化吓到了，他们立刻向着远离石崖的方向转移。但王雪琪所在的位置经历了一次闪烁之后，他便出现在了石崖边缘。他一步跨出的瞬间就从石崖上坠落，坠落中他周围的环境也随之不断变化，不断闪烁。一次闪烁之后，他便消失不见，再次出现就已经从那片石崖坠落到了一座水潭的上方。他坠入水潭，水潭里潜藏着的一个泡得发胀的水鬼早已经没了意识，只剩下最后的本能，在发现有人落水的瞬间，便抓住了王雪琪的脚，将她死死地拖入到潭底，将其淹死在水潭里。泡发的水鬼让王雪琪完成了接班，消失在了水中。但从这里开始，事情开始变得有些不一样了。王雪琪被淹死的最后一刻，已经明白了她的命运会如何。她最后的念头就像是疯狂的呐喊，在水中回荡：不要过来，不要被淹死。最后那一刻，她自知必死无疑的时候，自知必然会接班成为水鬼的时候，她想的是那几位好友为他担心，害怕他太过于孤僻，愿意照顾着他，带他出来走走，爬爬山，散散心的好友。他最后想的是他死在这里，化作水鬼，也绝对不想要在好友们也坠落下来的时候，化身水鬼，将好友们拖进水里淹死。他最后的呐喊和嘶吼，此生之中最强、最纯粹、最坚决的意志，在接班的时候爆发了。他没法阻止自己的死亡，却让水鬼这个古老的职业衍生出的东西稍稍改变了一点点。一个领域出现了，他没办法改变水鬼这个古老职业最底层的规则，即想要解脱，就必须将一个人拖进去，将其淹死，化作新的水鬼，继承职业。但他的呐喊和最后挣扎，还是深深地烙印在这个领域里，在领域出现的那一刻，化作了领域的一部分规则。他不想让他的朋友在坠落之后落得跟他一样的结局，那意志和愿望如此强烈，便开始演化出一部分领域的规则。
人不能进入这个领域，但这与底层规则直接冲突了，运行不下去了。于是，为了让这个系统能演化下去，就变成了只有非人的存在可以进入这个领域。系统可以运转了，可新的问题出现了，他想要解脱，偏偏又必须要拖一个人淹死在水潭里，继承水鬼职业。规则本身相互矛盾了，结果便是卡 bug 了，卡在了这里。他从此之后永无解脱之日。温言感受着王雪琪最后的呐喊，感受到他最后的愿望，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不见，又变成了昏暗的水底。温言看着恢复了点意识的王雪琪，露出一丝笑容。他已经快憋不住气了，然后他张开嘴巴，猛地大吸一口气。明明感觉到有水灌入他的嘴巴里，灌入他的肺里，他却一点被呛到的感觉都没有，就像是站在陆地上正常的呼吸空气。他看着王雪琪有点惊慌失措的表情，出言安慰：“没事的，放心吧。”他果然没有猜错，从第一次看到王雪琪，明明天敌给予了提示，却没有生成对应的临时能力。那时候温言其实就有了点猜测了，就像是当初遇到老实人陪土狗，天敌职业给出了选择，是需要还是不需要对应的能力。温言的本心觉得不需要，之后对应的临时能力便是无，而这一次见到王雪琪，甚至都没有给出选择的机会，直接就是无。同时天敌职业也不会遇到什么小卡拉米都会给予提示，能给提示就证明需要给予提示，最起码应该不弱，或者是比较特殊。综合起来，温言就猜测这个无就代表着完全没有任何必要的意思。当看到了王雪琪为何会变成水鬼之后，他就完全确定了，他没猜错，的确是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个领域的力量根本不可能伤害任何一个活人。王雪琪最炽烈的意志燃烧扭曲了规则，让水鬼这个古老的职业开启了新的方向。所有不幸自我而止，自我之后，这条不知道延续多少任，曾经害过不知道多少人的职业线便再也不可能被人继承。温言看着眼前这个恢复了点意识，惊慌失措着试图将温言推出去的水鬼，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哪怕早有猜测，可真正彻底确定的这一刻，他还是被震撼到了。他想到了那3位连自己名字都忘记的阿飘，为了找到失踪的王雪琪，重走了曾经的路，坠崖而死。死后仅剩的念头也只是那句把他带出来了，就要把他带回去。而他们之间说直白点，仅仅只是一起玩游戏的网友，但彼此的善意尤为纯粹。你快走，快点离开这里，你会被淹死的。王雪琪恢复了点意识，立刻疯狂地拖着温言的身体，将温言向着水面拖去。只是那水面仿佛永远也抵达不到，他越来越焦急。不用着急，没事的，托你的福，这里再也不会淹死人了。王雪琪渐渐安静了下来，他也终于意识到温言在水中跟他对话，一点气泡都没有，温言也一直没有痛苦的表情。除了这个领域底层规则之外的东西，也开始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渐渐明白了温言的话，他也确定温言肯定是一个活人。我还是先把你送出水面。王雪琪还是倔强的要将温言送出去，他拖着温言不断的上浮。你还记得多少事情？我死后就没意识了，现在也只是能回想起一点点东西，好像每天都会拉怪人或者会说话的动物进水里，有些根本淹不死。那你记得那些僵尸和其他鬼吗？记不太清楚，隐约记得好像有很多很多，但是就见过一次，这些事很重要吗？是，很重要。你能想起什么？尽量告诉我。记不太清楚了，很模糊。没事，慢慢想，不着急。聊着聊着，头顶便浮现出微弱的光亮，王雪琪立刻露出笑容，加快速度拖着温言上浮。当温言的脑袋冲出水面的那一刻，不出意外的，意外来了。目之所及，已经不是那座水潭了，周遭也没有大片的密林，没有山峦。他浮出来的地方是一片破败的厂房，昏暗的天空下，只有一些燃烧着火焰的建筑、车辆照亮着这里的一切。目之所及的一切都充斥着锈迹和腐朽，巨大的钢铁建筑有不少地方都已经锈蚀断裂，其中一座也已经倒塌了一半。厂房里到处都是游荡的行尸，飘动的幽魂，痛苦与哀嚎在这里此起彼伏。而他浮出来的地方也不是什么水潭或者河流，而是一座方形的水池，水看起来也不是多干净。远处的另外一个水池里，水流化作浪头，不断的从里面冲出，一个个行尸幽魂源源不断的被浪头甩出来。阿伯和小僵尸也在其中。温言望着这一幕，喃喃自语：这的确是送出水面了，但应该是送错水面了。发现王雪琪其实是受到一个尚未成型的领域影响，从石崖那边跨越空间坠入到水潭里时，温言就察觉到了，有些领域在成型的过程中可能会与其他地方产生联系，但万万没想到这么快就给验证了，而且是2个成型领域之间直接产生了联系，还可以穿过。温言也顾不得这水池里的水到底是什么玩意了，他只是露出个脑袋，悄悄窥视周围。目之所及的范围内，行尸和幽魂的数量远超在水鬼领域见到的。他大概明白水鬼领域里的僵尸和恶鬼哪来的了。化工厂里的2类领域，哪怕他没去过端州那个化工厂，之前也看过不少有关化工厂的资料。此刻看到这里的环境，还有那座冒着黑烟的高大烟囱，一眼就认出来，这就是化工厂的格局。那滚滚黑烟不断冒出，将这里的天空都笼罩住了，但天空中却还是有昏黄色的光辉照耀下来，一点都不像是进入了夜晚。那些黑烟不断的变化着形状，这里充斥着的哀嚎和惨叫，来源就是那些黑烟。黑烟散开之后，弥漫天空，就让那些声音仿佛充斥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温言已经感觉不到王雪琪了，王雪琪拖着他不断上浮，在他浮出水面的那一刻，王雪琪就消失不见。现在他想回去，恐怕也回不去了。幸好之前权限被提升之后，他觉得早晚要来端州，要来找贾墨之城，肯定就会跟这个化工厂产生联系。他把有关化工厂的事情，他有权限看的部分都给看了一遍。
这是个2类领域，有现实基础，但是领域内的一切又跟现实不重叠。至少目前来看，基本格局跟端州化工厂没什么区别。这算是个好消息，至少不会对环境两眼一抹黑。而坏消息是，化工厂领域按照其目前的危险程度、影响范围、受影响的人等因素来评级，已经是3级领域了。而且这个评级，按照目前的资料看，还是在烈阳部尚未杀入领域内部的时候给做出的评级。自从前几天出了大执师的事，又发现南武军烈阳部内有人被洗脑，烈阳部的行动就变得保守了些，以暂时维持为主。没有彻底挖出来被洗脑的人之前，他们也不敢贸然开启什么大行动，就怕有什么大行动的时候，被洗脑的内奸会提前泄露消息，让对方有针对的部署，到时候那损失可就大了。直到这2天，烈阳部的卫生清洁办公室在保守思维下依然顺利正式落地，才算是解决了这个后患。他们的大进攻还未正式开始。温言等了片刻，等到远处的水池里被水流冲出的僵尸和幽魂渐渐停止了，水池也重新恢复了平静。他小声逼逼了一句：“阿伯，过来。”闭着眼睛的阿伯立刻调转方向，向着温言这边走来。茫茫然的小僵尸也露出了笑容，一蹦一跳的来到温言这边。温言大致扫了一眼，连跳尸好像都没看到，有阿伯在，那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他从水池里爬出来，身上沾染的黑水就像是被什么力量牵引着，自行从他身上渗出，汇聚成细流，重新流入到水池里。走出水池的瞬间，身上就彻底干了。他伸出手，尝试着捧起一捧水，那微微泛着黑色的水自行从侧面流走，根本带不出池子。小僵尸一跃而起，跳到温言背上。远处不少行尸和幽魂也都齐齐转头看向温言。走出水池的瞬间，他身上的阳气就像是黑夜里的一盏灯，想不注意到都不行。而温言现在连烈阳拳的导引术的第1阶段都还没完成，根本不可能遮掩得住。阿伯闭着眼睛走到温言身旁，一动不动，所有的力量都内敛。眼看周围的行尸们已经向这边围过来，小僵尸学着雀猫，呲着牙哈气。那些行尸脚步一顿，似是有些犹豫，可还是有不少继续向着这边靠近。阿伯，这些都是你的经验包，干掉他们吧。温言暗叹一声，第一次进入这里，情报不详细，他是真不想高调。可惜那些行尸没脑子，阿伯不出手的时候太安静了，那些没脑子的行尸，他们的本能都察觉不到这位是个僵尸中的上位者。听到温言的话后，阿伯骤然睁开眼睛，他体表服贴的细密黑毛在瞬间绷直，金属般的光泽闪耀着。他上半身不动，双腿交错的速度极快，2步之下便已经跨出了10几米远的距离，2只手探出，泛着金属光泽的指甲如同利刃，扑哧一声便轻而易举地刺穿俩行尸的身体。他脚步不停，如同串糖葫芦似的，继续疯狂地穿刺一个个行尸。当一只手臂串了3个时，第一个被串起来的行尸也已经崩碎成飞灰。只见阿伯以温言为中心绕了一圈之后，就见地面上灰烬飘动，近20个行尸就已经被吸干了所有力量，如同被豪华炉烧过一遍一样，只剩下一些灰烬。眼看阿伯周身煞气浮现，一路横推，周围的行尸和幽魂们的本能终于开始发挥作用，他们转身就走，试图远远地避开。似是察觉到阿伯的气息，更远的地方传来嘶吼声。温言想到了之前在水鬼领域里遇到的绿毛僵，谨慎起见，喊了一声：“阿伯，回来了。”阿伯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转身回到温言身边。之前遇到那只绿毛僵的时候，温言就觉得很奇怪，有2个奇怪的地方。第一，那个绿毛僵身上好像除了尸毒不弱之外，别的都挺一般的。按理说，虽然阿伯不太寻常了点，会比寻常僵尸厉害，可同为毛僵，也不应该是被阿伯一个照面就碾压死了。第二，僵尸想要化作毛僵，都是需要很长时间来积聚力量进化的，而那头绿毛僵身上却还挂着破破烂烂的现代衣服。可惜那绿毛僵死得太快了，化为飞灰的速度也太快了，加上有尸毒，温言没敢靠太近，没看太仔细。这些都是张老西平时给他讲的，别的东西张老西讲的未必特别靠谱，可僵尸这方面出身浮云山的张老西绝对算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此刻来到这里，看着这里遍地行尸，温言大概就有点懂了，因为这也不正常，诈尸哪是那么容易的，从诈尸到化作行尸也是需要条件需要时间的。这里这么多行尸，明显不正常。如此庞大的基数，若是再出个跳尸或者毛僵，那倒是非常有可能。刚才远方的那声嘶吼，气势雄厚，带着浓重的压迫感。温言觉得还是低调点好，万一这里还有比毛僵更厉害的呢？而且他还没明白这个领域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附近水池转了转，回忆了一下化工厂的格局。这里应该是化工厂配套的污水处理系统里的一环，露天的水池其实是已经处理过的。但这个是外面化工厂里的格局，这个领域里的水池究竟是什么水，他还不是太确定。目前能确定的是，里面的水带不出来，他出来的这个水池，还有远处的一个水池，都是能联系到水鬼领域。他在兜里摸了摸，将烈阳不给的手机拿出来，屏幕还能亮，他对着周围拍了几张照片，再着重将那俩水池拍了照片，再给加上备注，省得后面忘了。他带着阿伯，背着小僵尸，在这片区域转了一圈，沿途遇到的行尸都会远远地避开他们。一直喜欢被背着睡觉的小僵尸，现在也不睡觉了，搂着温言的脖子，2个小短腿夹住温言的腰，挂在温言身后，一直警惕着周围的一切。逛完这一片区域，其实也只是污水处理系统的一部分，整个工厂里有关水的部分还有很多，冷却水的部分、生产用水的供给等等。他顺着粗大管道轻手轻脚的前进，忽然感觉到小僵尸忽然紧了下手臂，他立刻停下脚步。前面一个拐角处，一个头上戴着红色安全帽的白毛僵尸从建筑后面走了出来，他的身后跟着6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跳尸。白毛僵尸看到温言一行，忽然愣住了。拥有些许灵智的白毛僵一时有些拿不住，温言身上的阳气浓郁，
他就是感觉到阳气才赶过来看看的。可是温言身后闭着眼睛的阿伯是黑毛僵，压迫感极强。温言身上背着的小僵尸好像也不是普通的小僵尸。正当白毛僵脑子转不过来，还没想到应该怎么做的时候，温言也停下了脚步。果然，这鬼领域不正常，这么容易就又出现一尊毛僵，而且还都戴着安全帽。温言眼见那白毛僵竟然站在远处没敢靠近，明显是有顾虑，而且那犹犹豫豫的样子，明显也不像是没有灵智的样子。再加上几个跳尸齐刷刷的黄色安全帽，白毛僵红色安全帽，这明显是有意这么做的。他想了想，一咬牙，低声道：“骂他，就说你从水里进来的时候，还被不开眼的行尸和绿毛僵袭击了，回头就告家长。”小僵尸立刻用英语开口了，抑扬顿挫的嘤嘤嘤，不知道在说些什么。那白毛僵愣在原地不敢动，压低了声音，叽里咕噜的不知道在哔哔什么。听到白毛僵尸的咕噜，温言感觉到小僵尸的手脚在发力，就顺势抬脚向前走去，大步走向了白毛僵。靠近到白毛僵，已经走入到1米外了。温言心跳开始加速，才感觉到小僵尸的力量似乎是想要牵引他的右手臂。他稍稍抵抗了一下，小僵尸便用脸蹭了蹭他的脸。再次引导的时候，温言一咬牙，顺着引导的力道顺势而为，右手一巴掌向着白毛僵的脸上抽了过去。看着那刚硬的白毛，温言没忍住，激发了点阳气，加持到右手上。那白毛僵不知道是听小僵尸说了什么，脸上的白毛都不敢炸起来，一动不动，被温言一个大笔兜子抽在了脸上。温言这一巴掌的力道不足以伤害到白毛僵，可是加持的庞大阳气却瞬间让白毛僵惨叫了起来，半边脸上的白毛都像是被瞬间撩光。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都不敢反抗。白毛僵委屈巴巴的低着头，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温言一行。阿伯全程闭着眼睛，看都没有看他一眼，不屑一顾的姿态都不用演就是满分。小僵尸凶巴巴的嘤嘤嘤，白毛僵低着头，脑袋都快戳进胸口了，似乎特别害怕。眼见有用，温言胆子也大了起来，直接开口了。被袭击的时候，安全帽都被一起卷入水中了，难道让小姐不戴安全帽参观吗？规矩都忘了。白毛僵紧绷的身体就像是稍稍松了点，好不容易找到借口，赶紧向着一旁的厂房奔去。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就见白毛僵拿着3顶白色的安全帽出来，双手递过来。温言接过白色的安全帽，给小僵尸戴了一顶，一下子小僵尸半个脑袋都被扣在安全帽里。他又给了阿伯戴上，最后一顶戴在自己头上。戴上白帽子之后，温言立刻感觉到刚才那几个戴黄安全帽还有点蠢蠢欲动的跳尸立刻就安静了下来。跟他想的一样，这种鬼地方僵尸竟然还井然有序的戴着安全帽，那就一定是有原因的。这安全帽摸起来像是普通的安全帽，可是戴在头上之后，温言立刻就感觉到了不一样，一种信息自然而然的在脑海中浮现。视察人员，再看白毛僵，红帽子应该就是这里的中层的领导，黄帽子的跳尸估计也就是被指挥的牛马。温言心说，难怪烈阳部拉了那么多人来攻打，进展都不是太快。这些家伙有组织有纪律，等级明确，那的确远比一盘散沙的破坏力强得多。不过就目前看到的这些僵尸和幽魂，肯定挡不住烈阳部碾压，拖住烈阳部动作的主要还是因为假墨制成的事。能不强行打最好，打起来的话局势恐怕会失控。戴个白安全帽就是温言觉得最好的结果了。看着白毛僵的表现，温言心里也明白，白毛僵应该对见到活人已经见怪不怪了，而且活人进来可能都是戴白安全帽。戴着看看吧，要是小姐开心了，回去之后就不会说起什么不好的事情。白毛僵挥了挥手，让那几个跳尸滚开，他自己在前面带路，就像是带着上面下来的领导视察工厂。温言跟着白毛僵走过旁边的厂房，来到另一边，这里有一座布满锈迹的吊矿。白毛僵将他们带上吊矿，一旁7、8个行尸便哐哧哐哧的摇动齿轮，伴随着嘎吱嘎吱的声音，吊矿来到了上方一个入口。温言仔细回忆了一下，这里在化工厂的布局里好像是一个电梯，上面是参观通道。进入其中，果然如此。高高的高空走廊贴着墙壁，下方巨大的空间里忙活的热火朝天。厂房的一侧有一个10几米宽的黑水池子，一位白毛将拖着一辆像是矿山平板车一样的东西从水池里走了出来。那平板车上密密麻麻的堆叠着一堆尸体。温言心里一跳，还以为是在哪害的人，可是仔细一看，那些尸体里有穿着现代的衣服留短发的，也有穿着古代衣服留着长头发的，还有俩穿着喇叭裤烫了头发，像是几10年前的装扮。下面的白毛僵将小车推出来，便单手先翻了小车，将尸体卸在一旁，继续拖着小车进入到黑水里消失不见。紧跟着就有戴着黄色安全帽的行尸，一个一个将那些尸体丢入到破破烂烂布满污渍的传送带上。传送带带着尸体将其投入到中心一座像是熔炉，足有7、8米高的设备里。很快，后面的几个布满锈迹的设备就开始了震动。只是几分钟，其中一个设备里掉落出来一个身体半透明的幽魂，另一个设备里掉下来一个身体破破烂烂还少了一条腿的行尸。温言跟着慢慢走，慢慢参观，稍稍一算，10来分钟时间投入进去了至少20多具尸体，却只出来了俩幽魂，6个行尸。那俩幽魂都一副快要消散的样子，6个行尸里有3个都是残废，可还是有3个行尸出来之后就能自己走了。温言看得眼皮直跳，这个车间里竟然就是一个基本完整的行尸生产车间，再怎么简陋，再怎么粗糙，再怎么效率低，成功率低，那也是批量生产了。难怪这里的行尸数量多得惊人，毛僵都见了俩，不算上之前那个绿毛僵已经3个了。而下面那个黑水池看起来也没多大，8成也是连接着其他地方。这种地方危险程度可能不是特别高，但其影响力、潜在危害程度那就太高了。评为3级领域，怕是有些保守了。要是让蔡启东知道这个化工厂领域里有一个僵尸幽魂催生工厂流水线作业，
甚至对方还不知道从哪弄到了足够的尸源，源源不断的当作原材料供给。恐怕蔡启东申请原木运输车的心思都有了。温言只是走参观通道，从这个生产车间的一头走到了另一头，走走停停，顶多20多分钟就已经见到僵尸工人运来了2次原材料。按照这个速度，尸源肯定不是来自于神州的普通人，这送来的速度太快了。若是杀害普通人，想要完全不被发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温言在殡仪馆待了没多少天，但他之前也曾经了解过不少。每年失踪的人虽然不少，但也不至于能完全不被发现。看着孤坐在岸边草地上的烈娘，温言露出一丝微笑。哦，原来烈娘也在啊！烈娘有些震惊，温言怎么会从水里出来的？他看着温言出水的姿态，心里便开始飞速的琢磨了起来。肯定是之前温言进来之后，也被领域内爆发的力量给卷入水中。温言没有被淹死，而且出水之后滴水不沾，这身上肯定是带了避水的宝物。而且这么久了才出来，还有闲工夫，顺手把红狐狸带出来，如此从容，那肯定就不止一件宝物。不等烈娘说什么，温言就先发问：之前是出什么事了吗？我进来之后就遇到几个恶鬼，还有一个绿毛将，刚解决他们就被水卷走了，发生什么事了？苏公子原来那个时候进来啊！烈娘也没隐瞒，就把这里出现很多幽魂和行尸的事说了一下。他实在清理不了，就借水鬼领域的力量来解决了。上一次出现这种事就是这么做的。说完这些，烈娘便顺势问了句：我还以为今天只有我和红姑娘进来了，没想到苏公子也在。苏公子怎么这么久才出来？我头一次见水鬼，追着他想要了解下，可惜他只余下本能，没什么意思。烈娘无言，他怎么可能想到会是这个原因？温言随口扯了个借口，就把烈娘堵得没法问了。哎，我就是玩，有什么问题？他之前就在纳闷，虽然能借助短视频，无论天南海北都能直接进入到水鬼领域里，可这个领域晚上进来，天亮了就得从进来的地方离开。按照烈阳部有关3类领域的记载，这个时候没有离开的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里可不像上次遇到过的朱元部领域，什么都不需要做就能自己离开领域。再加上刚才跟王雪琪聊，他隐约能想起来的记忆里，不少异类都是在天亮的那一刻被领域的力量拖进水里。那天南海北进入这个水鬼领域的妖魔鬼怪，也只是能凑一起打打嘴炮，反正离开这个水鬼领域就是回到来的地方了，什么实质性的事情都做不了。烈娘可是说过，主要是借这个水鬼领域绕开烈阳部的监管，进入端州。现在温言是彻底懂了，烈娘肯定早就知道水鬼领域其实是能链接到化工厂领域。这么一算，天南海北忽悠来的妖魔鬼怪还真能派上用场了。那些家伙能起什么大作用倒是未必，但只要干起架来，当个炮灰，吸引注意力，分担火力，顺带也能给烈阳部拉一大堆仇恨。温言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跟烈娘聊聊，掐着点呢。哪想到点掐得太好了，也被卷进去，还被送到了化工厂领域里参观了一波，让阿伯吃了一堆经验包，实在是世事难预料。烈娘其实疑惑不少，现在却也不敢再多问了，近距离看到阿伯才能感觉到那种压迫感。他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平静，动起手来却又如此狠辣绝情的僵尸。没有动手的时候，在他的感知里，阿伯就像是一潭波澜不惊的死水，让他什么都感觉不到，甚至气息都没有什么波动。但他能看到阿伯的外表，全身无死角的细密黑毛已经近乎凝聚成黑色的铠甲，这是已经距离进阶不远的黑毛将。而能将凶戾之气最重的黑毛将控制到这种地步，他是真的听都没听说过。若非亲眼所见，近距离接触，他根本不会相信有人能做到这种地步。因为他也是去过化工厂领域的，他见过那些没脑子的僵尸，知道都是些什么货色。便是到了毛将阶段，有些许灵智可以交流的僵尸也都是少数，大部分毛将都是本能压过灵智，毛将之下的就更不用提了。烈娘想到诸葛婉君这几天时间给他叮嘱的开价已经连续改了2次，提价了2次，他其实还是有点不解，觉得开价高了。今天他发现温言在水鬼的主场水里能追着水鬼玩，带着的护卫也远比此前预估的可怕。他才明白，的确是他眼界低了，没有婉君有魄力。诸葛婉君没有来见过，都敢直接给开出极高的价码。他方才第一眼看到温言的时候，还以为温言再次进来是对合作的事情感兴趣，他还在斟酌如何开价，如何谈，先完成初步的谈判。但现在他的想法就变了，他不禁琢磨，对方再次进来是不是也是跟利益没多大关系，跟噬魂兽也没多大关系，比如对此纯粹就是想搞事情，图个新鲜。他跟在诸葛婉君身边多少有些见识，诸葛婉君全靠自身学识和能力就一路冲刺，变成了南武郡赫赫有名的南强律所的合伙人，经手的案子也不算少，认识的人也不算少。就算是普通人里的富家2代，不少人做很多事没什么后顾之忧的时候，有时候牵扯到什么案子，还真就可能是因为图个新鲜，图个刺激。烈娘回忆了一下，在他眼里温言就挺符合这种气质的，平日里很低调很克制，但是时不时就得找点刺激的事情做，比如杀个人却又不被烈阳部找到线索，不被怀疑上，之后进入贤者状态，又会低调一段时间。烈娘脑补了一下，越想越合理。上一次见到对方时那种耷拉着眼皮不甚在意的样子，再加上身上有未消散的残留死气阴气鬼气，想来就是那2天刚找过刺激。今天再见到，那气质都有了些许不一样，一身阳气盈满，如此火力，想来是憋了好几天了。一念至此，烈娘一咬牙道：苏公子，我已经与我上面的大人汇报过了，大人很是重视，若是能合作，必定。我这边的人都不太在意这事，你别想多了，我来这里也只能代表我自己。温言先给打个预防针，然后继续道：再说了，这事对我有什么好处？狩猎王者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我们现在过得好好的，何必去趟这趟浑水？你们到现在找到噬魂兽了吗？暂时尚未找到，但已经有了明确的线索了。烈娘实话实说，
这点他也不敢乱吹。那不就是没找到呗？我可是听说了，滨海郡的秦坤已经到了南武郡，落地的第一天就险些打死了3个圣火教徒。圣火教的蠢货敢在秦坤面前动用你们有把握对付秦坤？他去南武郡总不至于只是为了揍人吧？烈娘心神一跳，动用什么？知道圣火教徒的事情倒是没什么难度，对方走的正常路径进入神州，还想完全隐藏身份，那是痴心妄想。可他都还没弄清楚那天秦坤到底做了什么，交手的时候具体发生了什么，这个苏月竟然都知道了。难怪圣火教被登门打脸，最后一个屁都没放，直接就干脆利落的跑路，肯定是有什么不能摆在台面上的把柄，被秦坤当场抓住了。他本来还想借秦坤的事试探下对方的，可没想到人家知道的比他还要多，连细节上的事都清楚。烈娘立刻调整了想法，纯粹的画饼肯定是没有用的，他直接亮底牌。苏公子，我就开诚布公的说了，我们希望能跟你们合作，哪怕你们对噬魂兽不感兴趣，我们之间也是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的，只要你们愿意合作，帮忙找到噬魂兽，我们会拿出一个你们一定感兴趣的消息。温言耷拉着眼皮，一言不发，面无表情。烈娘继续道，拔的陨落之地附带一件信物。温言感受到小僵尸搂着他的力道稍稍加重了一点点。哪位拔？问到专业对口的问题了，那温言可就不困了。据温言所知的，能被称之为拔的浮于山有记载的就有3位，但外界传说之中这个词好像成了特指一个。温言一个问题就把烈娘问懵了，还有第2个拔？他不动声色，随手应了句，我也不知道，但陨落之地是真的，信物也是真的，还可以附赠一份曾经的地图。温言能感觉到小僵尸似乎很紧张，很关注这个消息，可他是真没太大的感觉，因为他只是知道有拔的存在，对这件事对僵尸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概念。他的表现让烈娘暗暗有些失望，按理说拔一位拔的陨落之地，对于一个有如此强大控尸能力的势力来说，绝对是不容错过的。可听说了不止一位拔之后，他就知道这个筹码应该不够。他稍稍沉吟，立刻沉声加码，再加上纯军锏，真正的纯军锏。温言感觉到小僵尸的力道比刚才还重，在提醒他这个东西比刚才的还要重要，而且就快忍不住化身阴怪了。温言伸出一只手，轻轻捏住小僵尸有些躁动的手臂。他在琢磨该怎么说，他连纯军锏这个名字都是第一次听说。念头一转之后，他就实话实说，抱歉，我见识少，没听说过这个东西。烈娘有些意外温言的回答，但他会自己给脑补，他之前就觉得眼前这位多少有点像那种2代，现在更是加深了这个印象。纯军锏曾经是一位强者的武器，据说有强控尸的能力。温言一听这话，就感觉到一种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开始了，开始画饼，开始忽悠了。他都没忍住笑出了声。烈娘略有点尴尬，这话吹的他自己其实都不信，只是这话是诸葛婉君告诉他的。这东西落在他们手里已经很久了，该怎么研究也肯定研究过了，具体怎么来的烈娘不清楚，只知道诸葛婉君说东西来历肯定没问题，只是时间太久已经废了。这东西对于控尸势力来说，哪怕废了价值也依然特别高。眼看温言都不是没兴趣，而是压根就不知道纯军锏是什么，他对纯军锏的期待就没那么高了。为表诚意，下次来我可以将纯军锏交与苏公子，只要苏公子答应合作。先不管什么纯军锏了，你先说说，你想找那个什么噬魂兽让我帮忙，总得具体点，要干什么吧？我都不知道要干什么，怎么帮？烈娘斟酌了一下语言，稍稍透露了一点。是这样的，我们已经找到一点痕迹了，但是那个地方我们不太能过得去，僵尸是最适合的，但一般的僵尸灵智太低的话，可能办不好这件事。哦，懂了，下次再说吧。温言一听，大概就猜到可能是化工厂领域里被围墙围着的那片地方。他也想找到噬魂兽，而且他觉得自己应该比其他人更了解噬魂兽，但他的意图不能表现得明显，就像之前只是稍稍想要去围墙里看一眼，全程谦恭的白毛将就果断拒绝了。温言算了算时间，也快到天亮了，他起身欲走，随手将蜷缩成一团的红狐狸也拎起来。烈娘只是瞥了一眼还昏迷着的红狐狸，什么话都没说，只是被拖入水中就顶不住的货色，他也不想浪费口舌，更不关心温言要做什么。目送温言走远，烈娘也赶往他进来的地方。另一边，温言拎着红狐狸走了快10分钟了，就见昏暗的月光下，一个东西从半空中飞来。我就知道你肯定没死。雀猫哭喊着飞过来，直接扑到温言身上，哇哇大哭。雀猫被温言丢向高空，让雀猫避开了被水流卷走。雀猫都哭了好半天了，尤其是看到烈娘从水潭里走出来，却迟迟不见温言，他就远远的避开。他准备在入口的地方等着，等到能离开了就去搬救兵。他一个猫在那掉小珍珠的时候，随着一阵风吹来，他终于嗅到了温言的味道。温言一手拎着红狐狸，一手抱着雀猫。我不是给你说了吗？我不会有事的，但是你被卷进去就未必了。雀猫的情绪宣泄完，渐渐冷静了下来，也不说话了。他是真的吓坏了，他以为好不容易找到个愿意同一碗饭分他一份的人，又没有了。这个时候，他才恍然发现，待在温言这里很平常，就是一起吃，没事了就晒晒太阳，看看动画片，但是很舒服，很安心。他一直想要的就是这份安心，所以他想要跟那条老狗一样，要一个烈阳部的编制，混吃等死。他其实也不是太在意温言到底是不是人。雀猫不说话，就被温言单手抱着，一路快走到石滩的时候，温言将红狐狸放下，轻轻弹了一下红狐狸的脑壳。还有10几分钟就要日出了，你再不醒过来，就等着再次被卷进去吧。再被卷进去，你可没这么好的运气了，以后不要来了，这里的事不是你能掺和的。说完这句话，温言转身就走，一点试探的意思都没有。
等到温言走远，红狐狸细长的眼睛悄悄露出一条缝，周围已经是一片安静。红狐狸一晃就飞速的来到草丛里，他望向温言远去的方向，已经看不到人了。他知道温言肯定早就知道他醒了，只是没揭穿而已。之前他被卷入水中，水中暗流涌动，变得特别剧烈，压根不是简单的将他拖入其中淹死。他费尽了力气，最后却发现在水中迷路了，只能撑起一个气泡，沉睡了过去，随波逐流。刚才温言拎着他走的时候，他就已经醒了，只是没敢动而已。他不懂温言为什么要救他，不过他确定的是，温言肯定不是表现出来的那样。那只猫头鸟哭得那么伤心，担心这个艺人，一定是因为这个艺人待他很好吧？他也看得出来，那个一直趴在他背上的小僵尸睡得香甜，也一定很放心，很信任他吧？红狐狸趴在草丛里半晌，算了时间，立刻向着他进来的入口奔去。红狐狸自己其实都想不到，温言顺手捞他上来，纯粹是因为温言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给捧了巨根，让其他妖怪都不再说什么，让那头孤狼克制住了，没有当场翻脸。温言不知道红狐狸当时是什么想法，反正从结果上说，算是救了他。这一次，温言也不管红狐狸在想什么，反过来救红狐狸一次，算是还回去。至于其他，温言是真没多想。人有时可以复杂点，有时候也可以简单点。红狐狸在山林里腾挪转移，飞速来到他进来时的地方。他赶上了离开的时间，1分钟后就消失不见。转眼间，周围的环境大变，他回到了一片密林里。他刚回来，就看到一个胡脸老太太正坐在一团火焰旁边烤着一只鸡。回来了呀，奶奶！红狐狸耷拉着耳朵，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忘了我上次怎么告诉你的吗？让我不要再去了。红狐狸小声回了句。下一刻，就见那胡脸老太太一只手烤着鸡，一只手挥舞着拐杖，一下敲在了红狐狸的后腿上。红狐狸闷哼一声，咬着牙没叫出声，他的腿被打断了。腿断了，总好过丢了性命。胡脸老太太轻轻一挥手，就见清风拖着烤鸡在火焰的侧面缓缓地翻滚。胡脸老太太拿出2片木板，拿出点草药，捣碎了之后敷在红狐狸的腿上，再给它重新接好骨头。我年轻的时候有不少年轻的狐狸，跟你一样好奇心重，总觉得自己能做点什么。然后只有我活到了现在，他们都死了。你不知道会有多少狐狸会羡慕你在家里断了腿，因为他们在外面走错一步，连后悔的机会都不会有的。我说了，那个什么噬魂兽的事，你不要掺和，不要再去了。我见过太多异类里的野心家，我最清楚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要用你这种妖怪的尸骨铺平他们的野心之路。胡脸老太太一脸慈祥，絮絮叨叨地说着话，很显然打断红狐狸的腿后，这些话红狐狸才能听得进去，疼了才会长记性。胡脸老太太给他包扎好，拆下一只鸡腿塞到红狐狸的嘴里。吃吧，以后记住了，给你说什么，为了所有异类之类话的家伙，离他们都远点。红狐狸忍着疼也不敢反驳，他这次已经接受了社会毒打，要不是被人救了，他肯定死定了。他以为自己不会被淹死，只需要坚持10几分钟就可以自己浮上来。可是事实上事情没他想的那么简单，他都无法理解水下到底是什么情况。胡脸老太太看着红狐狸乖巧地吃着鸡腿，也不反驳，仿佛真的听进去，她眼中带着一丝笑意，一丝如释重负。作为过来人，他可太懂什么时候年轻的狐狸能听进去这些话了。尤其是红狐狸会玩手机之后，接受的信息可学习的东西太多，就更是有自己的想法。如今被打断了腿，都没哭没闹没反驳，只是乖乖受罚，造成这么大改变，就只有一个可能了，在外面接受了社会的毒打。胡脸老太太很欣慰，后辈的狐狸能接受了社会毒打后，却还能活着回来，这一步挺过来了，后面可能就容易一些了。他伸出手，轻轻摸了摸红狐狸的脑袋，语气很是慈祥，跟奶奶说说，你这次去遇到了什么吧。红狐狸老老实实将这次的遭遇说了一遍，然后又忍不住好奇问了句，奶奶，那个苏月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会觉得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有原因呢？胡脸老太太敲了敲红狐狸的脑袋，不是吗？不是，有时候做一些事情不需要原因，也有些时候你也不必问原因，你只需要记住事情本身就好。我不懂。红狐狸本来以为他学过很多东西，已经长大，已经成熟，可他的疑惑却越来越多，弄不懂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说不清楚的，只有自己经历了才会懂，不然别人说的道理再好，你也不会懂。简单说活就是社会教做人。哦，给我仔细说说，你看到的那个小僵尸，他穿的衣服上面的纹饰是什么样子的？画出来给我看看。红狐狸伸出一只爪子，在地上画出一些简易的纹路。胡脸老太太看着那些纹路，又仔细问了好半天各种细节。等到问完，胡脸老太太离去，红狐狸有些萎靡不振地趴在地上，腿上传来的疼痛感让他清醒。虽然他现在不清醒，也什么都做不了。他奶奶走的时候，顺手把他的手机没收了，顺便把他的太阳能板还有藏起来的3充电器、俩手机一起给没收了。没有网没有手机的日子，感觉比腿断了还要难受。胡脸老太太这次很坚决，红狐狸清楚，他要是敢再玩手机，他奶奶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手机砸了。另一边，胡脸老太太来到山洞里，一路来到尽头，轻轻在岩壁上一按，岩壁便渐渐透明消散。她进入里面，从一个箱子里拿出来小盒子，她轻轻抚摸着小盒子，长叹一声，只可能是浮于山的人了。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以为浮于山没赶上这几10年的复苏起步阶段，已经彻底没落，没想到不声不响的，连穿着这种法衣的小僵尸都敢放出来了。他认出了那件法衣，再加上如此特殊的小僵尸，还有一尊黑毛将护卫。哪怕他没猜出来那个名叫苏月的艺人是什么情况，但他可以确定对方一定是来自浮于山。
人家什么都没说，只是救了红狐狸。他知道了，那就不能装作不知道。妖更要讲究人情世故。他写了一封信，将信封好之后，带着那个小盒子一起下山。步入小镇，他的虎脸渐渐变化，化作一个满脸慈祥、气息平和的老太太。他搭了一辆老头乐，赶到邮局里，一路来到其中一间办公室，里面一个中年人看到老太太后面色微变，连忙站起身来：“您老人家怎么亲自来了？快请坐。有个东西，还有一封信，想要寄出去，比较重要，我怕寄快递丢了，只能劳烦你了。”老太太将小盒子和信封放在桌子上。邮费多少钱？不用。那不行，规矩就是规矩。我要是请你私人帮忙，那我还能厚颜领情了。可借了猎阳部的渠道寄东西，该多少就是多少。这您知道规矩的吧？只是一封信，一个小玩意，这小玩意也没什么危险，只是故人的信物而已。寄到浮鱼山的浮鱼观。老太太打开盒子，里面只有一只金色的凤头簪子。中年人拿出个仪器照了一遍，显示的确只是一个纯金的首饰而已，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就算不是简单的纯金首饰，那也顶多就是合规寄送的贵重物品。至于信件，他也只是拿着仪器扫了一遍，确认只是普通的信纸之后，就拿出个4臂足有5厘米厚的箱子，将2件东西一起放进去，当着老太太的面将其封锁，再让老太太在锁上留下印记，这就算是完成了。无论什么方法打开锁，上面的印记都会消散。这个东西小，危险也最低，给个起步价就行。可以，很公道。老太太拿出手机扫码，给付了3000块。寄送完东西，老太太也没急着走，继续跟人聊了聊。最近送来的鸡不错，网络也比以前更好了。看您说的，这个我可不敢鞠躬。附近村民养个小笨鸡，能在家门口卖出去，还能卖贵一点，提高点收入，这是好事。这镇子上的人可没多少舍得天天吃这种小笨鸡。至于网络，那也跟我没什么关系。那边村民手里有点钱了，盖了房，拉了光纤，电信就在那边多加了几个基站，那倒是挺好。老太太也笑了起来，托您的福啊。中年人亲自将老太太送出去，又安排了车将老太太送回去。他遥望着开走的车，唏嘘不已。他20多岁的时候就来这里上班了，那时候这位老太太也是这样，很好说话，很慈祥，还教了当时的他不少东西。只是那个时候，这位老太太还是一张虎脸，看起来像是一只人立而起、穿着衣服的狐狸。现在，这位老太太已经完全看不出来狐狸的样子了。按照猎阳部的说法，灵气复苏之后，这些妖也会再进步。她是这个镇子里仅剩的2个猎阳部员工之一，明面上是在邮局里工作，挂个闲职，天天算着日子等退休。实际上的工作主要是接触这些妖。他这里已经安稳20多年了。最后一次出乱子，20多年前，那时候还有人上山盗猎狐狸、鸟、黑熊等好多种野生动物。那时候有不法分子偷了一只黑熊妖的崽子，把黑熊惹急眼了。黑熊冲入镇子里，事情一下子就闹大了。本就群妖激愤的情况彻底被点燃。眼看冲突就要加剧，发生严重流血事件的时候，胡脸老太太出面压下了群妖的骚乱，跟猎阳部来支援的人谈了谈，一场大骚乱就给平了下去。盗猎的3个人，有一个拿枪的，被抓捕的时候还敢不放下枪，还敢反击，被当场击毙。剩下俩本来的盗猎罪名一下子又给叠了几层 buff，3人成犯罪组织，涉及枪支、持枪拒捕，性质恶劣，造成了严重后果。最后没给判死刑，但现在应该还在里面踩缝纫机呢。这个案子在现在还是当做教材的案例。这么多年发展下来，这里早已经没有盗猎的人了。反正上至80岁老太太，下至几岁的小娃娃都知道，但凡是在野外看到的动物，基本都是保护动物，尤其是不认识的，那起码是国2起步。再一个，这里的居民日子过得远比以前好了，再加上普法，也没人会用吃不起饭去打猎吃肉这种说法来当借口了。这些年他日子过得安稳，每个月工资不低，公积金都够在本地供2套房了，也没什么需要去拼命的事，全靠胡脸老太太居中调和。妖怪们日子过得好了，很少有那种吃饱撑的要搞事情的。他之前听老太太说过，20年前的时候，山里的妖怪哪有能天天吃饱饭的，纯属想屁吃。有些妖怪生产困难，以前是纯看命，现在都会来求助。医生在山里的地位极高，有医生进山的时候，都会有妖怪暗中护着。所以本地流传着不少现代版的采妖人故事，什么医生进山迷路了，有动物前面引路，把他带出来之类的。这山里的妖怪比人还要珍惜现在的生活，真有吃饱了撑的要搞事情的，根本轮不到猎阳部的人来管。妖怪内部的惩罚可比人这边严重多了。他这座山下的小镇能有现在的风气，胡脸老太太算是出力最大的，所以他对胡脸老太太是相当尊重，甚至有时候都会觉得与妖相处比跟人相处还要简单得多。站在门口，眼看车辆开出小镇了，他才转身回去，亲自开着车将包裹送到市里，那里会有猎阳部的机密物流接手，将东西走路运送过去。温言回到了家里，先安排小僵尸和雀猫去睡觉，但看雀猫可怜巴巴的样子，叹了口气，给风瑶打了个电话：“喂，醒了吗？才6点，肯定没醒。现在不是醒了吗？过来的时候给带点早餐，多带点，饿坏了又加了1夜的班。”“哦，好，我现在就起来，马上过来。”风瑶一听这话，就知道温言又进水鬼领域了。挂了电话，他们摆好桌子，搬好凳子，等着吃饭。温言将阿伯先送回了地下室，也不管阿伯能不能听懂，继续唠了几分钟。过了一会儿，温言从地下室走上来，看了看趴在加高儿童椅上无精打采的雀猫，便起身去了厨房。“老西，你吃面不？我不吃，等着吃风瑶的。”“哦。”温言烧了水，给雀猫煮了1小碗面条，再给过了一遍冷水，给端了出来，摆在雀猫面前。“你一只猫，
喜欢吃面条也是没谁了。我一只雀就喜欢吃面条。雀猫嘟囔了一句。旁边乖巧的坐在儿童椅上的小僵尸昂着头嘤嘤叫。记得你呢，忘不了。温言笑了笑，走过来点了点小僵尸的额头，给了他一点阳气。而旁边雀猫看着面前一碗清汤面，一晚上情绪大起大落，刚才憋了半晌，到底还是没忍住，偷偷低下头掉小珍珠。不多时，风瑶就拎着一堆早餐，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温言也不跟他废话，先吃再说。吃的差不多了，温言擦擦嘴，左手夹着雀猫，右手夹着小僵尸，将他们送到楼上休息。小僵尸很乖巧，喂饱了就睡觉，而雀猫被夹着带上来的路上就已经睡着了，睡得伸着舌头，一点反应都没有。温言安顿好俩小家伙，走到楼下，跟风瑶聊起昨天晚上的遭遇。事情大概就是这样，那个水鬼领域能连接到化工厂领域，而我推测化工厂领域里应该还连接着好几个其他领域。那里的刑事工厂实在是太过于惊人，而且已经出现拥有灵智的毛僵，说不定还有更强的僵尸。那化工厂领域你们进不去才是正常的。按照我的推测，水就是路，但是不一定随时都有路。若不是王雪琪天性纯善，我怕是已经回不来了。你不知道，我当时都以为我要淹死了，雀猫都开始哭了。风瑶暗叹一声，冒了这么大风险，又找到了惊人的关键情报，我一定亲自向部长汇报，无论结果如何，仅凭现在的功绩，下个月都必须给你额外的奖金，肯定不少。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件事你说了不算，烈阳部自有烈阳部的规矩，你必须收。风瑶态度坚决。好吧，我意思是，这次其实是机缘巧合才发现这些的，而我也跟烈娘谈好了条件，接下来她应该就会带我去化工厂领域，下一次我可能就会见到她身后的人，也有可能会深入到内部，到时候我是需要人支援，你们先试着找到进入的办法后再说其他。我就一练过几天我的普通人，可不想去跟人干架。风瑶点了点头，他当然也没指望温言去跟人干架，更不舍得让温言去干架，探查情报的价值才是最重要的。行，有你的。报，有了确定的方向，估计会很快实验出方法，你注意保护好自己，有不对劲了就赶紧退，出门还是带着你阿伯吧，安全第一。风瑶知道大执师在这里，但他只要没见过，那就是温言的阿伯，说破天了，那就让张老西出来背锅。浮鱼山的人带个僵尸多正常的事。跟风瑶交流完情报，风瑶便风风火火的离去，估计又得奔袭200多公里去端州。温言吃饱喝足，也没有多困，练了1个小时的拳，洗了个澡，躺床上沉沉睡去，这班也不用上了。馆长那边风瑶会给打招呼，最近温言都得忙这里的事情。他沉沉睡去，没有多久，他便陷入了梦中。黑暗之中，他飘在半空中，周围尽是无尽的黑暗。幽蓝色的光芒划破了黑暗，足有10几公里长的巨大噬魂兽带着如梦似幻的光芒，静静地飘在他面前。只是这一次，他没有再感觉到害怕了。不知为何，他看着飘在原地一动不动的噬魂兽，莫名生出一种感觉，标签是无敌的噬魂兽，竟然有一丝虚弱的感觉。他来到噬魂兽身边，伸出手触摸到噬魂兽的身体，一瞬间，周围的黑暗便仿佛被照亮，他看到了黑暗里的一切，看到了周围无数的黑水汇聚成一股股，从碎裂的黑暗之中延伸而出。温言呆呆地看着噬魂兽，不可能的，按照提示，噬魂兽是无敌的，没有东西能伤到噬魂兽，那为什么会感觉到他有些虚弱？上一次感觉到噬魂兽，还感觉到那种无形的压力极大，压迫感强到会让人生出一种完全无力的感觉，就像是他在咀嚼着什么东西，细嚼慢咽。这一次就完全不同了。忽然间，温言感觉到了呼唤，从噬魂兽身上传来的一种感觉很远的呼唤。他饿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温言还在沉睡，睡梦中眉头紧蹙。小僵尸在门口露出头上的百合髻，然后悄悄露出半个小脑袋，看着还在睡的温言，然后蹑手蹑脚的来到楼下。他的身后，雀猫耷拉着耳朵，没精打采，紧跟在后面。来到楼下之后，小僵尸继续说他的英语，雀猫当一个无情的翻译猫。他说要打电话。我的小姑奶奶啊，你这要搞什么鬼？我现在都没让你继续睡你的小棺材了。他说你不让他打电话，他就自己打电话，说你欺负他。张老西无奈，拿出了手机，在通讯录里拨了号，开了免提放在桌子上。喂，哦，刘师弟啊，太师叔祖在吗？劳烦太师叔祖接个电话。片刻之后，手机里传出太师叔祖有些不太确定的声音。被欺负了？张老西一愣，太师叔祖竟然会这么问，以前不都是先问惹事了？张老西还没开口呢，小僵尸便嘤了起来，嘤完之后就拉着雀猫，让雀猫翻译。他说他被僵尸袭击了，要不是身上穿的衣服挡下了攻击，他差点就死了。后面还见到了很多僵尸，都不怀好意。另一边，太师叔祖一听到这话就开始头疼了。他知道浮鱼山那些大将送下山的是个什么角色，但他也拦不住。那些大将整体上讲是归属于浮鱼山管辖的，更具体点，浮鱼山的道士到了一定实力，可以去收服一尊僵尸作为自己的伙伴，是伙伴而不是工具。而没被收服的，只是名义上或者对外来说是属于浮鱼观的。要是别的，太师叔祖倒是能说两句，可这个小僵尸被僵尸欺负了，老头就不知道怎么劝了，他感觉有点头疼。还有那些僵尸还要伤害哥哥，你要是不管，他就自己回来告状了。太师叔祖听到这，忽然一怔，头疼忽然就减轻了。哪个哥哥？他说哥哥就是哥哥，哥哥对他可好了，天天背着他，还给买了一个很漂亮的椅子，天天一起吃饭，每次都喂他吃饭，他不想有僵尸欺负他哥哥。太师叔祖扶着头的手放了下来。你说奇不奇怪，这头疼忽然就好了。他想了想，然后猛地一拍桌子，外面天天诽谤我浮鱼山，
那是我辈不争气，技不如人，没什么好说的。这些也就算了，被僵尸欺负了，难道还要忍了？这要是还能忍了，扶余山上上下下一起撞死在祖师的墓碑上算了。太师叔祖火气上涌，这里面还是有些真怒气在的。年纪大了，修身养性这么多年，绝大多数时候其实都能沉得住气，稳得住心绪。就算是前2年圣火教的人来神州了，太师叔祖其实也仅仅是有点不悦而已。而这个背后说直白点，是因为时代变了，他其实也做不了什么，做了意义并不大，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什么，改变不了外面，也改变不了扶余山。唯独张老西回来之后，可能有烈阳后人出现的事，让老人家没法继续封淡云清了。如今听到小僵尸告状，他老人家就彻底确定一定是有烈阳传人出现了。而这些天他也不是什么都不闻不问，能忍着没当面直接问出来，就已经是定力深厚了。随便找个人稍稍关心2句张老西现在的情况，就能知道张老西身边有什么人。他当时放任大粽子送小僵尸下山，也是有点验证一下的想法。能让那个小僵尸这般亲昵，还能说着好话，打电话告家长，那就一定是那个叫温言的孩子吧。不但觉醒了烈阳，还是个性情温和善良的好孩子。这孩子不是小僵尸，若是被别的山门欺负了，那咱们扶余山的确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强者，让秦坤这个练武的出面，多少会被笑话。可被僵尸欺负了，那就别怪咱扶余山站起来了。控尸的山门，有大粽子的山门却被僵尸欺负了，不大耳刮子抽回去，朝死里抽，自己都会看不起自己。太师叔祖想起了他还年幼的时候，听他的一位太师叔祖讲故事，故事里的13祖也是个性情温和善良的人。想来也正因为有这种秉性，那个孩子才能觉醒烈阳吧。太师叔祖听着手机里传出的阴语，语气也平复了下来，只是那语气里少有的极为坚定。放心吧，太师叔祖一定会帮你们讨回公道。小家伙，你可要听你哥哥的话，不要任性。安抚好了小僵尸，太师叔祖就挂了电话。张老西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嘟嘟声，心情是相当复杂。正因为听出来太师叔祖认真了，他才感觉到心里复杂。果然，长辈都是偏爱小孩子，他小时候也是被偏爱的那个。不懂事的时候有了被偏爱的经历，懂事了之后就懂了当时被偏爱的意义。扶余山这几十年来没出过什么厉害的道士，但这群孤儿出身的后辈却也都被教导得很好。虽然碍于天资都没什么大成就，却也没有出过败类。就是不知道这次太师叔祖是不是又要请大师兄出手了。扶余山着实没什么太拿得出手的后辈，总不能让老一辈的老道士出手吧。扶余山，太师叔祖走出了扶余观，一路向着深山走去。他来到一座地宫的入口，神情一凝，苍老的身躯上骤然涌现出一股气势。他缓缓地伸出一只手，以指节叩响石门，那石门却仿若遭受巨力撞击，骤然一震，发出一声闷响。伴随着轰隆隆的声音，石门随之打开。太师叔祖迈步进入其中，苍老的声音在黑暗里回荡：“该起床了，是时候去外面走走了。”1个小时之后，太师叔祖从地宫里走出来，他背着手回到了道观里。到了道观，他拿出手机给秦坤打了个电话：“坤儿，你在烈阳部吗？不是找你，你在烈阳部的话，给南武郡的领导说一声，咱们后山不是有个小僵尸下山了吗？然后他被别的僵尸欺负了，小家伙险些就殒命了，现在哭着来告状了。你说我能怎么办？后山有大粽子要下山，去给小家伙撑腰，别的事我能拦得住，这个事你说我怎么拦啊？你给那的领导说一声啊，别到时候有什么误会了。”另一边，秦坤接到电话也有些傻眼，他当然知道这事有多棘手，便是烈阳不知道这事，也只能给配合下，最多找个人跟着，别让扶余山出来的大粽子把事情牵扯到其他人就行。异类之间的事情，烈阳部都很少直接插手拉偏架，同一种异类内部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必要，烈阳部不会插手的，毕竟得尊重人家族群内部的传统。但秦坤大概也知道，到底是哪个僵尸如此胆大妄为。他今天才被蔡启东拉去开个小会，整个南武郡目前只有一个地方有不少僵尸。秦坤有点头疼，他身为扶余山的人，当然知道这是对于扶余山来说是突破底线，绝对无法容忍。但又牵扯到端州的化工厂领域，而那些大粽子可不是被扶余观的人控制着的，他都不知道有大粽子来到底算好事还是坏事。他专精武道，在斋教科仪、开坛做法、御史符箓、请神谕一方面其实没什么天赋，如此自然没有去请一尊僵尸为伴。但是他武道天赋极佳，以后也是需要扛大梁的，也跟扶余山的大粽子打过交道，曾经也跟几个大粽子交过手，他当然知道扶余山的大粽子跟外面的野僵尸那可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秦坤起身去见蔡启东，他还是得先把这个消息转告一下，怎么安排那就是不是他的事了。等到秦坤见到蔡启东，把这事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把蔡启东听得一愣一愣的，意思是扶余山的大将愿意来帮忙。此话一出，蔡启东立刻回过神来，换了个说法：“我意思是扶余山的那位老前辈总不能拦着大将给小孩子出气吧？这是人家僵尸内部的事情，我们烈阳部呢实在是不好阻拦。若是这事也拦着，就不利于烈阳部团结可团结异类的政策了。我身为南武郡烈阳部的部长，自当是要以身作则。放心，我绝对不会拦着，还会派人去接应一下。不过你也知道，那个化工厂领域的评级又提高了半级，若是扶余山的大将来了，你看着给协调下，能不能稍稍配合下？当然，大将要是找那里的僵尸出气，我们肯定不会拦着，就是这个时机，你也懂吧？”“我懂，我会试着跟大将聊聊。不过蔡部长你别抱太大期望，我不算正经道士，也未受禄，就是个武者，除非能打得过大将，否则他们也不会太给我面子。”秦坤先给蔡启东打好预防针：“那能来几位？有什么实力？起码能来几个实力不错的毛将吧，都是有灵智，
战斗经验丰富的僵尸跟那个化工厂领域里的水货不是一个档次。蔡启东眼睛一亮，那行，我这边协调一下，派飞机接一下，速度能快一点，也省得他们一路开车过来，浪费时间，接洽的地方也多。那化工厂领域里堪称僵尸工厂，僵尸众多，他们的队伍里虽然作战经验丰富的人不少，可基本都是普通人。稍微厉害点的尸毒，普通人可扛不住。若是走专精尸毒路线的绿毛僵，那普通人被伤到，极短的时间内就会完蛋，死后大概率还会诈尸。但那些僵尸最麻烦的地方，对于浮玉山的大僵来说，反而是最不在意的毛毛雨。只要能来几个己方的毛僵，后续推进难度起码会降一级。温言在梦中感受着噬魂兽的呼唤，感受着他似乎饿了。温言心中便浮起一种极为复杂的感觉，似乎是又怕噬魂兽乱吃东西，又怕他不吃东西，竟然生出了虚弱的感觉。回忆了一下，这些天他的确没有再发现有什么东西的灵魂被吞噬了，烈阳部也没有新的发现了。感受着噬魂兽身上传来的呼唤越来越强烈，温言是真有点怕了。万一噬魂兽不受控制，在吞噬灵魂的时候又影响到例如毒蘑菇之类的东西。他想了想，仔细回忆了一下没有危险的东西，比如肠粉里加酱油。随着他的念头什么都没说，噬魂兽身上传来的饥饿感便开始减弱了。温言心里一惊，可别扩大范围了，要是只有维州、端州、新州，那还能补回来，若是扩大的太大就补不回来了，以后也没得吃了。他还什么都没有说，眼前便有新的信息浮现。噬魂兽，他已经有些不一样了，他已经降临你的世界。恭喜你，你似乎是找到了正确的打开方式，迈出了不那么确定却尤为重要的关键第一步。你在黑暗里找到了方向，晋升职业能力的方向。第一固定能力，我是你爹。当前进度 10%。周围的一切都在飞速后退。温言豁然睁开眼睛，他坐起身，周围很安静，外面的天色也已经黑了。这一次他记得特别清楚，他也找到关键点了，只要他的职业能力给予提示了，那就肯定不是做梦。他的确以某种方式跟噬魂兽接触了。再次感受了一下，非常确定第一固定职业能力的进度的确从2%一跃变成了10%。就因为自己挑选了一下，为了一次，应该算是为了一次吧。温言拿出手机点了2份肠粉，有骑手秒接，但是只是几秒就提示换了个骑手，过了几秒就开始显示正在等待周围的骑手接单。10几秒之后提示有人接单了。温言有些无语，这片别墅区好歹还是有些住户的好吧，这里的住户基本都住在南部那几排，他所在的北部这2排以老赵和歪瓜裂枣5兄弟住的那栋为中心，周围都没有人，哪怕之前有人买了，现在都没人住。这地方的名声难道真那么差吗？外卖骑手竟然都不想来。温言走下床，活动了一下筋骨，看手机上显示骑手快到的时候，他就主动来到了前院接一下。有人肯送就不错了，还是别太挑剔了，省得以后最后的勇士也不给送了。一排别墅里只有一家亮着灯，其他的全是黑洞洞一片。骑着电动车的骑手神情有些紧张，油门都拧到底了。看到其中一栋亮着灯，还有人站在灯下等着，压根就不用找门牌号了。他飞速来到院门口，试探性地问了句：“温先生，是我，您的外卖，麻烦给个好评。”外卖员飞速将外卖递给温言。好的，谢谢。温言拿着外卖，看着那个脸色都有点发白的外卖员，油门拧到底，飞速冲走。他抬手想说注意安全，最后也什么都没说，还是别吓人家了。他目视着外卖员进入人气比较旺的前院，确认没什么问题了，他才回到屋内。吃个外卖都这么难了，万一再有外卖员在这里碰到点什么，难道以后天天自己做饭吗？打开外卖，熟悉的快餐盒，熟悉的小袋子里单独盛放的酱油，将酱油淋在肠粉上，尝了一口，熟悉的味道。老西，来吃肠粉了。温言喊了一声，就见小僵尸光速出现，他一手一个捏着他和雀猫的加高椅子，将其放到餐桌旁边，然后举着手让温言给他抱上去。温言将小僵尸和雀猫放好了，张老西才出现，来吃肠粉了。例行给小僵尸点了阳气，再给喂一个加持了阳气的番茄，再给雀猫分了点肠粉，几人就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还好这家老店的肠粉依然还是原来的味道。正吃得开心呢，他的私人电话响起，一看归属地是本地的，他接了起来。喂，我肠粉店的，真不好意思啊，我刚刚才发现店里的人拿错酱汁了，那个酱汁里面加了酱油的。啊？温言一怔，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让人再给你重新送一份酱汁，或者我给你退款。店家很诚恳，作为一家口碑老店，做的是街坊生意，绝对不会贪小失大。不用，味道非常好，你信我，就现在这个酱汁味道非常好，特别完美。温言说的非常认真，他都有点急了，万一明天真让他吃白肠粉，那简直生不如死。你信我呀？真的，你自己尝尝，就现在这个味道非常棒。温言劝说了半晌，店家将信将疑的挂了电话，他自己尝了一份，然后站在那沉思了好半晌，神情如同顿悟了一般。温言挂了电话，这下彻底确定了，他真把肠粉里的酱油作为灵魂喂给噬魂兽了。还好当时喂的不是酱汁，不然他就罪过大了。酱油只是酱汁里的一部分，是灵魂基底，还得加糖、鱼露、高汤等等作为调味，把酱汁的味道调理的柔和咸鲜，清淡不腻口，才算是合格的酱汁。各家口味的差别就在这了。对面的张老西表情复杂地看着桌子上的肠粉，他最近经常见风摇，法师活都不怎么接了，让徒弟们都跟着同行去长经验了，当然也知道噬魂兽吞噬的是个什么灵魂。他刚才其实都想说这家肠粉店的味道怎么变了，但是好像比以前好吃多了。现在彻底明白了，是肠粉的灵魂被吞噬了。没错，温言叹了口气，他不会被吞噬灵魂的事早就被人家查出来了。
只是他被认为是无魂之人，能进老兵库，现在不会被噬魂兽影响，也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对的。虽然温言自己清楚这个因果关系应该是反着的，是他先被噬魂兽影响了，然后才能进的老兵库。现在有了新发现，还是跟风瑶说一声吧，让风瑶查查到底影响了多大范围。拿出烈阳部的手机给风瑶打了个电话，说了下肠粉。很快，不到1个小时就有了反馈，只有新州、维州、端州里的肠粉被吞噬了灵魂，其他州都没有任何影响。哪怕是新州东边跨过边界线不过几里的一座村子都没有丝毫影响。得，这一下彻底确定了，击碎他最后一丝幻想，他真能喂噬魂兽，连喂多少他都影响到了。所以这些天噬魂兽没有再次进食，也是他影响到了噬魂兽，还是别的原因？温言一时无法确定，但他这次感应到噬魂兽就莫名生出了紧迫感，他必须尽快找到噬魂兽了。而且他对第一固有能力的理解可能也有不小的偏差，不然没法解释借助这个能力搞掉了一个领域，搞死了一个诡异，才堪堪增长了1%，但是为了噬魂兽一次之后竟然直接涨了8%，这里面的差距太大了。这次感应到的是太不正常了，噬魂兽竟然会给他一种虚弱的感觉，会呼唤，会饥饿。化工厂领域也肯定跟噬魂兽有联系，这一次感应到的黑水至少看起来跟化工厂领域里的黑水一模一样。化工厂领域必须要去的，哪怕没烈阳部的事，没甲墨制成的事，他也会去。他会莫名焦躁，会感觉到焦虑，他感觉不快点找到噬魂兽，不快点解决，怕是要出大事。自从今天睡醒之后，这种感觉就特别明显。实在静不下心，他就来院子里练拳，烈阳拳的导引术是行导法，就这么一个好处，不用静气凝神也能练。温言一口气练了3个小时的拳，才感觉舒坦了些。等到他停下来，雀猫也带着小僵尸去客厅里看电视时，张老西才凑了过来。给你说个事，那小家伙给福玉山打了个电话告状，说他被僵尸袭击了。太师叔祖应下了这事，应该会派人来帮忙，说不定还会带几个僵尸一起来。啊，会带几个？有毛僵吗？那应该有吧。太师叔祖发话了，起码会来2毛僵吧。咦，你不问问会是谁来吗？你们福玉山50岁以下的，除了秦坤，还有什么高手？禹州的大街上，南墙律所所在的写字楼对面，一个穿衬衣、戴着个无框眼镜的男人坐在路边的咖啡馆里，侧头望着对面。他抬手看了看手表，时间快到下班时间了。他拿出手机拨出去个电话：“喂，诸葛律师吗？我是弗莱姆集团的张帆，吴秘书应该跟您提过吧？我来跟您交流下接下来的事情，时间紧迫，这个点来打扰，实在不好意思。好的，我在南墙律所对面的咖啡馆里等您，紧挨着窗边角落里这个卡间。”挂了电话，他就静静地等着，顺便拿起桌子上的一些文件看了起来。弗莱姆集团在神州的3位负责人一起被秦坤搞扑街了，内部也乱作一团。他知道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就暂且放下了端州的事情，悄悄来到了禹州。他知道诸葛婉君在南墙律所，也知道南墙律所跟弗莱姆集团有深入合作，更知道诸葛婉君在合作这件事上出了很大力气。哪怕没有职业能力，诸葛婉君也是个极为难得的人才。他长袖善舞，游走在诸多有权有势的人之间，跟许多艺人、职业者、异类都有联系。甭管这种联系是否紧密，但在有需要的时候，他总能用各种方法将需要的人联系在一起。他个人的实力如何，早已经不重要了。他眼馋诸葛婉君，还有诸葛婉君手里的资源，已经很久了。可惜他自己虽然也有可能做到这些，但他太过谨慎，性格也不是那种喜欢站在明面上的人，永远会把自己藏在暗处，走上前台的时候用的永远不是自己的脸，甚至于连做什么事情需要手下的时候，那也不会以本来面目出现。下属对于他来说就是耗材。他走的跟诸葛婉君是截然不同的路子，一明一暗，所以他才会看中诸葛婉君。可惜诸葛婉君警惕得很，从来不会跟他见面，就算是电话联系，稍有一丝不对劲，也都会立刻挂断电话，根本不会给他机会。他等一个机会等了很久很久了，直到上次诸葛婉君求他办事，而且看样子还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才给了他一个机会。可惜隔着电话效果应该不是很好，只能算是铺垫了一个机会而已。而这一次弗莱姆集团出事，让他轻松潜入了进去，借弗莱姆集团的身份，就有了使用这次机会的时机。不多时，扎着马尾辫，穿着小西装，利落飒爽，一派精英气质的诸葛婉君挎着个最新款的米白色包包从正门走了出来。他推门进入，环顾一周，向着前方走去。等到他来到这里，看到背对着门口坐着的人，抬起头的瞬间，他看到那副无框眼镜，瞳孔便骤然一缩，转身就走。眼镜轻声念叨了一声：“你还欠我一件事呢，跟我面对面聊聊都不行吗？”眼看诸葛婉君根本没回头的意思，毫不犹豫的转身就走。他叹了口气：“好吧，我想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坐下来跟我聊聊1个小时。”诸葛婉君的脚步一顿，停了下来。他面无表情的转身坐在了眼镜对面。眼镜，你想聊什么？随便聊聊呗。你我认识3年了，却一次面都没有见过。我觉得你对我有很大的偏见。难道我的想法错了？不，你的偏见是对的，我的确是这样的人。眼镜笑了笑，难得真诚了一次。你现在是要给我洗脑吧？不，严格说不是这样的。我很想跟你合作，你在明，我在暗，这是整个组织构架最好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南武郡不需要2个画事人，只有1个画事人才能更好的整合力量，发挥出应有的实力。你戒心太重了，而且你这种人才，我怎么可能忍得住啊？我等这个机会等了3年了，最后还不是要给我洗脑，为所欲为。诸葛婉君嘲讽了一句：“不，这你就误会我了。”眼睛叹了口气，他有些唏嘘。自从觉醒职业能力，我品尝过各种珍馐美味，
也曾轻而易举地获得花不完的钱。那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我是特别的，直到我遇到一个人，我才知道有职业能力的人其实不少，也知道了烈阳部，知道了烈阳部做的很多事，知道烈阳部若是抓到我，我肯定死定了。你不知道啊，那时候我特别怕得要死，怕被烈阳部抓到了。后来我逃了，离开了神州，我在外面待了3年，我把一切该享受的东西都享受完了，我感觉到了空虚，感觉到了索然无味。我甚至不想用我的能力了，因为我不知道我遇到的人是不是都是因为被我影响到了。可惜不用能力后，现实给了我当头一棒，让我彻底认清楚了一个事实：我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没有能力的话，是不会有任何人真心喜欢我的，我也干不成什么大事。我那时候才彻底看清了自己，我的确不是什么好人，哪怕没有能力，我也是这样，就是贱，有能力为什么不用，瞎矫情。后来我遇到了首领，他看穿了我的想法，告诉我了很多事情。我那时才知道，这世界远比我想的要精彩的多，我能追求的东西也的确还有很多。我回到了神州，见识了太多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我感觉到了久违的兴奋，就像是我第一次碰女人一样。我感觉到了我还活着，而不是行尸走肉。眼镜的神情里带着怀念，带着真诚，带着难以掩饰的兴奋。对面的诸葛婉君也有些震惊，他之前到底还是小瞧了眼镜。眼镜追求的早已经不是名利、金钱、地位、女人，甚至力量，他都不在意。他在意的只是追求的那种寻常方法都无法得到的快意，甚至于眼镜要给他洗脑，在意的东西本质上也不是当这个话事人。所以你耗费了许久的时间，从德成殡仪馆的老冰库里拿出那件东西，只是为了能做到这件事本身。拿出来的是什么？你其实根本不在意，是吧？你果然懂我。眼镜长叹一声，挥手叫来服务员，给诸葛婉君点了杯咖啡。本来是要另外一个东西的，但是自从噬魂兽的事出现之后，就选了木甲面具。木甲面具也的确更合适接下来的事情。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有3件，3件都需要你的帮助。你说，第一件事，我要去德成殡仪馆里再次拿出来一件东西。可惜上次用的方法只成功了这么一次，合适的素材太难找了，我只能用另外一个方法，这就需要你的帮助了。我之前找到了一个人，他简直太合适来做这件事了。第二件事，我已经找到了噬魂兽的踪迹，但是据我了解的，那个很强的噬魂兽应该并没有首领说的那么强大，那么无敌，他还是会虚弱，那就的确有被掌控的可能。这件事我也需要你全力配合我，完全按照我的想法来。至于第3件事是到关中郡，不过这件事等到做完南武郡的事之后再说吧。要是第一件事做不到，拿不到我想要的东西，也没法去关中郡。诸葛婉君也不说话，就这么喝着咖啡，静静的听着。他能感觉得到今天的眼镜放下了戒备，格外真实，眼镜也需要倾诉。而他作为眼镜看中的，想要收为手下的人，不会像一次性耗材一样用完就丢，正好就适合来当个垃圾桶听他倾诉。眼镜就像是个话痨一样，絮絮叨叨了59分钟。最后1分钟的时候，他看了看表，叹了口气，真是难得的体验。可惜1分钟之后就再也没有了。那时候我都无法确定你说的话、做的事是不是真的出自你最真实的想法。他颇有些不舍地看着倒计时，最后10秒的时候才抬起头，最后看了一眼诸葛婉君。婉君，再见了。我这1个小时内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从此之后你就是我最信任最得力的助手。随着眼镜的话落下，诸葛婉君时愣在了原地，他的瞳孔骤然放大，他脸上的些许嘲讽，像是在可怜眼镜的表情都随之消失不见。眼镜看着诸葛婉君的变化，顿时觉得索然无味。曾经完全独立有自己想法的诸葛婉君已经死了，现在只剩下他的手下诸葛婉君。他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一言不发，直接离开。诸葛婉君还坐在原地，他的意识就仿佛进入了一座空荡荡的法庭里。他和另外一个已经被洗脑的他相对坐，他看着周围的环境，看着对面的自己，还有些意外。没想到我进阶之后遇到的第一个对手竟然是我自己。我也没想到你竟然还有不一样的想法。被洗脑的他也有一些意外。人是复杂的，尤其是我们这种律师，对于一件事立场、态度、决断，很少有从一开始到结束都极致坚定一个结果的。我们有时候参与的是零和博弈，但更多的时候是在拉扯之中妥协。所以自从弗莱姆集团的人被秦坤暴打，你接到了好几个电话，他们表示最近不方便来南武郡之后，你就判定风险骤增。是啊，我需要规避风险，尤其是这次见过眼镜之后，我更加确信风险开始不断膨胀。他太过于极端了，思维脱离了常人，忽略掉太多他应该在意的东西。我要先铺好后路。所以上一次你进阶之后，就故意给他机会，答应他一件事。你知道他这种人，给他一个许愿机会，他许的愿望就一定是直接把许愿机握在自己手里，有无数的愿望，对吧？是有点冒险了，我的确没料到他如今的能力已经这么强了。若是我能完全无视，你就不会出现。所以有朝一日他若是失败，无论他做了什么，你都只是被洗脑的受害者，不愧是你啊。有朝一日他若是让你去死，你愿意吗？不愿意，这太不符合我们的利益。被洗脑的他立刻摇头。很好，我觉得我们可以达成共识了。诸葛婉君站起身，伸出一只手，被洗脑的他也伸出一只手，两只手握住的瞬间，被洗脑的他渐渐消失不见。两人互相妥协一部分，被洗脑的他妥协的更多，这更符合他的利益。几分钟之后，诸葛婉君扩散的瞳孔缓缓收缩，他看着对面空荡荡的座位，暗暗感叹，眼镜的能力倒是越来越强了。他的职业是律师，职业能力倒是跟眼镜的能力有那么一点相似，都有说服别人的意思在里面。而且他的职业天生就对眼镜的能力有很强抵抗力。
但他没想到上一次进阶之后，隔着电话瞬间就能摆脱，但这一次面对面谈，竟然还花费了好几分钟的时间才摆脱了洗脑的影响。不过这也挺好，越强他才越好留下无懈可击的后路。在察觉到风险骤增之后，他就开始寻找降低风险的方法了。他不是眼镜，他需要一直站在明面上的，因为他的艺人职业也好，正常的职业也罢，都需要站在明面上。眼镜能做的事情，他不能做，也不能用那么极端的方法，那是自毁前程。他恢复的差不多的时候，他的手机响起了信息提示音。眼镜以弗莱姆集团的张帆这个身份，给他的邮箱里发了一份资料，这是接下来很多事的梗概流程，属于正常工作流程。他稍稍看了几眼，就挺佩服眼镜这一点，每一次换身份都能全身心投入进去，不知道的人是肯定看不出什么破绽的。他的一举一动，在外人看来都完全符合这个人原本的样子。紧跟着又有提示出现，他进入到那个跳转了很多次、验证了好几次的网址，上面就有任务内容，就是眼镜需要他做的2件事。其中一件是配合化工厂领域的事，眼镜这家伙胆大妄为，异想天开，他竟然想找到噬魂兽，尝试着控制噬魂兽。难道忘了首领当时给他们说的那个噬魂兽到底有多无敌吗？还是觉得烈阳部的珍奇宝物给出的信息有误？他打开另外一件事，看到里面的资料，脸上顿时露出一丝难以掩饰的震惊。眼镜让他去找到一个叫温言的人，这个人能进入老兵库，是德城殡仪馆今年的新员工。但他看到那张脸，立刻对照了一下手机相册里一张精细的画像，一模一样。温言就是苏月，真的假的？不等他再仔细对照，网页上的资料就彻底消失，网站也自动崩溃。他走出咖啡馆，回到家中，烈娘已经做好了晚饭等着他。他换了拖鞋坐在那，心脏还在狂跳。他觉得他发现了个大秘密，眼镜绝对不知道的大秘密。眼镜给的资料里，那个叫温言的只是个普通人，但苏月能进水鬼领域，能被水鬼拖下去之后完好无损，那他连人都不可能是。烈娘，今天晚上你去之后，若是见到苏月，告诉他明天中午我会去见他，把我的私人电话号码给他。啊，这么快吗？烈娘有些意外。不快了，再慢点就晚了，风险越来越高了，我必须给我们安排后路了。好的，我明白了。不，你不明白的。诸葛婉君心脏狂跳，若是温言和苏月是一个人，那么一个能在眼镜眼皮底下伪装成个普通人，还让眼镜将其当作普通人盯上。若非这个苏月意外通过短视频入口进入了水鬼领域，碰到了烈娘，还被烈娘记下了样貌画了下来，那么现在他也不会怀疑眼镜的情报，他8成真的会按照眼镜的吩咐将其当做一个普通人对待。等到他送上门，才发现要面对的不是温言，而是苏月，一个护卫都是黑毛将的苏月，他怎么死？到时候死都死不明白，绝对会死不瞑目。而这么一个人潜伏在德城殡仪馆，还能进老兵库，这是要做什么？烈阳部里有苏月的记录，但是保密级别极高，按照眼睛的情报，至少是统领一郡分部部长这个级别才能查看。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地位至少是同一级别的人才能设立这个东西，而这种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部都能叫上来名字。他一点窥视到大秘密的欣喜都没有，反而开始有点害怕了。他觉得自己好像无意之间窥视到了不该知道的事情。他默默推算了一下，眼睛让他做的第一件事胜率几乎为0，他敢这么做，他暴毙的概率至少99%，风险直接拉满。若这是案子，如此大的风险都不会送到他面前，前期审核的人都会直接将其忽略掉，必须亲自去见一面。现在想装作不知道已经不可能，因为他已经接手了。烈娘，这一次我真的没有一点把握了，我觉得事情远远超出预期了。这么严重吗？烈娘看出来了，婉君说的很认真，还有点泄气。很严重，弄不好我们都会死。我就知道眼镜的玩法早晚要崩，只是没想到最大的风险他竟然都没有注意到。要不我们离开这里吧？烈娘看着婉君的样子有些心疼，她其实也并不在意其他的事情，只是婉君愿意，她能帮就帮了。早就晚了，我明天一早就过去，我要去确认一下，也要去给我们博那一线生机。你记得我跟你说的话。诸葛婉君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越想越觉得这里面水越来越深，不是现在的他能涉足的。本来他就跟眼镜不是一路人，觉得眼镜行事太过于极端，早晚要完蛋。但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发展，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他思来想去，起身去地下室的保险柜里翻出来2个盒子，而另一边温言也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莫名的烦躁，莫名的担忧。他起身练拳，一遍又一遍，不知疲倦，烈质暖玉消耗了3块，直到再次结合导引术练了一遍烈阳拳之后，便忽然感觉到四肢上各行其道，不断旋转的阳气一起冲入了躯干之中。浓烈的阳气在练拳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流淌弥散开来，不断冲刷着躯干部分的血肉，以超出寻常练拳10倍以上的消耗，让阳气自行按照最契合自身的路径流转开来。一套拳法过后，温言站着装弓，立于原地一动不动，周身阳气在四肢躯干之间自行流转，温养身躯，慢慢的形成了新的循环。他的感应也越发清晰，这烈阳拳的外功结合导引术，消耗的确大得吓人。若是不借助烈阳，就他现在的阳气，顶多练一遍就虚了。可好处也是很多，消耗是寻常拳法10倍以上，但自行流转之后，每一寸血肉都会得到温养，只要能持续氪金，消耗大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他现在抓紧一切时间，朝死里练，颇有一种紧迫感。其实的确有一个比较紧迫的问题，他的烈阳只是临时能力，是针对阿伯出现的临时能力。按照他的实验和理解，阿伯只要还在，那这个临时能力就肯定还在。但是问题是，临时能力是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替换掉的，替换掉之后会不会再出现？温言没试过，他也不敢随便乱试。
他现在就希望抓紧时机练拳，起码把基础打好，将灵识能力转换成自己本身的硬实力。就算后面有一天阿伯不在了，对应的灵识能力没了，他也认了。毕竟从最开始点化阿伯的时候，他就没想过烈阳后面还能这么用。正因为他并没有什么诉求，心思纯粹，与阿伯的执念高度共鸣，烈阳才能点化出如今的效果。只剩下本能的阿伯才会听他的话。他后面以烈阳点化阿飘，难度起码低了点化大执师好几个量级，但效果依然只会能让对方稍稍恢复点意识，加持的阳气更像是纯粹的消耗品。唯独点化阿伯，阳气所化的一点金光落入到阿伯瞳孔里，到现在还没有一点消散的趋势。温言实验、观察、总结，很确信能力的运用，最终的效果跟本人的本心、意志、当时的想法等等都有直接关系。能力的效果也不是一成不变，更不是在所有人身上的效果都一样。他轻吸一口气，感受着身上的阳气如同水流在不断冲刷，这种感觉的确让他迷恋。他清楚的知道，以阿伯那一丁点灵智，他有无数的方法可以永远的将阿伯留下来，他可以轻而易举的卡一个 bug， 甚至于有朝一日干死了假墨之城报仇了，他更是可以将这个 bug 卡死。这是最稳妥的，留下烈阳，还能有一个进化速度恐怖的大执师当护卫的办法。可惜知道归知道，他还是不想这么做，他就是想让阿伯亲手把假墨之城弄死。他说了，要让造成这一切悲剧的假墨之城溺死在他自己造成的悲剧里，那就一定会说到做到。若是到了那一日，阿伯完成了大职，彻底陨落，他的烈阳也没了，那他也认了。再怎么样也不能卑劣到跟假墨之城一个档次。温言立于原地，摆出庄弓，阳气奔涌之间，他脑海中杂念纷纷。随着他念头通达，坚定了自己信念的瞬间，他闭着眼睛，仿佛感受到脑海之中一轮烈阳徐徐升起，照耀意识，驱散晦暗，就像是在黑暗之中挣扎沉睡。忽然之间，烈日初升，他终于睁开了眼睛，感受到旭日光辉照耀万千，那是一种极为通透的感觉。今天的莫名烦躁、莫名担忧都被驱散。他四肢躯干里缓缓循环的阳气，被脑海中浮现出的阳气照耀，无声无息地勾连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他一动不动，仿佛正在晒着太阳，全身都放松了下来。张老西站在远处，看着温言体表浮现出一层微弱的光亮，看到了温言头上浮现出光亮，涌向了躯干，而不是躯干四肢里的阳气涌上了头部。他眼中带着震惊、羡慕，最终化作了敬意，什么别的想法都没有了，甚至都觉得羡慕不来，差距太大了。完整版的烈阳拳第一阶段便是阳气流转，奔涌全身上下，不开眼的情况下也能看到一层蒙蒙微光，无死角地笼罩全身。而完成第一阶段的过程也是有差别的，下者靠补药汤剂补益自身，靠着水磨功夫，1月2次，花费7、8年到10来年的功夫慢慢磨过去。没有烈阳，效率就是这么低，所以在浮鱼山，基本上所有人都认为烈阳拳只是一门打基础的外功拳法，而上者则是拥有烈阳，开挂莽过去，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消耗最大，效果最好。最开始就只有这俩，一个上策，一个下策。但16组在13组留下的一点只言片语的基础上，创出烈阳拳之后，晚年又给加了一个推演出来的上策。心有烈阳，烈阳自心中升起，完全靠着自身心中的烈阳催发出烈阳气，由内而外完成烈阳拳第一阶段最后的部分。按照现在的说法，那便是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之路，内心的想法、意志、行动都与职业能力完成了完全的契合与统一。张老西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觉醒职业能力，但是也知道这一步有多难，更知道16组靠着一辈子的经验推演出来的上策，压根就没指望有人能做到。他现在也有点觉得，弄不好温言真的是13组的后人，可能当年13组意气风发，照耀浮鱼山的时候也是这般惊人吧。张老西身旁，小僵尸无声无息的出现，小僵尸安安静静的看着温言，脸上带着笑容，眉眼里都带着欢喜，他是真的高兴。感受到温言身上的阳气如同朝阳一样照耀着，他也没感觉到难受，反而难得生出一种晒太阳特别舒服的感觉。后面老赵的别墅里，歪瓜裂枣五兄弟吵吵闹闹的拉开窗帘一角，向着外面看了一眼，就哇哇乱叫了起来。老赵，快来看，太阳晚上升起来了。瞎说，太阳升起来了，不就是白天了吗？那这是什么？这是阳气。胡说，阳气为什么我没感觉到难受？老赵来到窗边看了一眼，就愣在那里，他倒吸一口凉气。好家伙，这练的什么？怎么还有旭日出生的感觉了？咦，这不对啊，这才几天啊，他怎么变强这么多？老赵拉开了窗帘，感受着前方传来的阳气光辉，也觉得受到照耀的时候会很舒服，魂体都变得凝实了不少。这鬼物喜阴避阳，却又不是一点阳都不要，不然的话哪来的吸人阳气的事？老赵和歪瓜裂枣五兄弟一人一个窗口，就像是在晒太阳似的，闭着眼睛感受着难得的机缘。温言的地下室里一直站着不动的阿伯，都仿佛感受到阳光穿过了楼板，照耀在他身上。阿伯没什么灵智，此刻感受到的却比别人更多。他感受到了温言的决心和心意，在得到之后，依然宁愿失去烈阳，也不会失约的决心。一直站着一动不动的阿伯缓缓地昂起了头，他闭着眼睛，就像是在沐浴那看不到的烈日阳光。温言维持着庄弓，站了足足1个小时的时间，才回过神来。那种舒爽通透、浑身暖洋洋的感觉，实在是让人沉迷。他回过头，就见到张老西坐在台阶上，拿着个番茄啃；小僵尸坐在个垫子上，抱着个番茄嘬，却猫眯着眼睛趴在旁边。练拳有什么好看的？你们都在这看。温言笑了一声，小僵尸扑到他怀里撒娇，却猫张大嘴巴，打了个哈欠。张老西摇头晃脑的，不知道在感叹什么。张老西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温言这几天虽然一直在恶补各种东西，
可还是有很多东西不清楚。比如这烈阳拳第一阶段突破过程的3种方式，上册这个其实压根就没在翻译的全谱里记录，甚至上册都没有记录在里面。翻译成现代文的全谱里，所有一切默认的前提就是没有烈阳。只有浮于山的原版上记录着有烈阳的情况下，可能会是什么情况？对，只是可能。16组创出烈阳拳的时候，已经没有人会烈阳了，一切都是推演出来的。所以翻译过的烈阳拳全谱压根就没把这些推演的、没有经过验证的部分放进去。张老西仔细看过原版，这种特征特别明显的部分自然是能对得上的。他想了想，看着温言似乎只当这是普通的突破，只是正常的高兴，他也就什么都没有说。说了可能反而没那么好了，落了下乘。就像温言这样自然而然，一切全凭本心，心里没有挂碍，反而能顺利一点。就让温言这样子练吧，刚刚好。掰着指头算了算，温言开始练烈阳拳，总共加起来也就1周的时间，1周就将烈阳拳第一阶段完成了，而且还是以只在推演之中出现过的上册路径来完成的。他现在都开始为温言觉得遗憾了，能做到这一步，就不是开挂加氪金加勤奋能做到的，那必然是本身就有天赋、心性、意志都与之契合才能做到。如此有天赋，用来练武是有些可惜了，去修道术多好啊！就像茅山的当代掌教道恒高了，在稍稍练武为辅，在10年前灵气复苏开始加速之后，就练成了闪电奔雷拳。那可是正儿八经的手搓天雷，比什么掌心雷猛多了。一般的阿飘僵尸什么的，被碰一下就会当场灰飞烟灭。张老西自己是修道的，多少还是觉得有天赋的，修道更好点。不过他想到温言看个经文就一副生不如死的样子，反而练武越练越开心。恐怕温言跟他大师兄一样，就是喜欢练武，这谁都没办法。浮于山都找不出来几个能像温言这般下得了狠心，一天练拳几10遍的人。当年他大师兄最勤奋的时候也就这样了，而且他大师兄那时候还不用上班。端州化工厂，嗡嗡的嗡鸣声不断响起，高压电击穿空气，拉出一条条长长的粗大电弧。蔡启东亲自到现场指挥今天的攻坚任务。这几天没有继续往里面攻，也没闲着不干事。化工厂本身的电力系统被利用上拉过来的高压电缆，经过调整之后，就可以对接上烈阳部拉来的大型设备。本来给一座工厂供应的电力，现在可以全力给他这里的设备供应。准备砌东西之后，电力只要供应得上，那也不比紫袍大佬亲自开坛效果差。开始吧，清场！蔡启东一声令下，清场的命令刚传了出去，嗡嗡嗡的声音不绝于耳。一座足有几10米长的大型器械坐落在化工厂的侧面。从这里过去，距离温言标注出来的那几个池子距离是最近的。围墙也早就被工程机械清理完毕，甚至为了方便机械进出，还顺手修了一条简易的平整道路，直通到化工厂的污水处理区域。穿着防护服的人员开着打桩机等各种大型器械进场。打桩机在地上打出一个大洞，另外一台带着大钳子的挖掘机上前夹着一根又粗又长，上端是金属的柱子插入到大洞里。如此推进出一段距离，察觉到化工厂的水池里开始泛起波澜，开始有僵尸和阿飘出现的时候，后方的那台几10米长的古怪大型机器开始了运转。前方像是钻头一样头部缓缓地打开，开始了急速旋转。其内部的空腔里电弧开始闪烁，汇聚的电弧越来越多，最后化作一道粗大的电光，直接击穿空气喷涌而去。电弧以那几根粗大的金属柱子为跳板，相互之间构建出一张肉眼可见的电网，无差别的将那里100米范围内的一切都笼罩在里面。工程车辆里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们的防护服外面电弧不断的跳跃，而那些刚冲出水池的行尸和阿飘立刻被粗大的电弧扫过，只是2-3秒钟的时间，一具具行尸便倒在地上，化为焦炭。可怕的电光附带着光和热横扫而过的时候，那些冲出来的阿飘比行尸死得更快，被扫过就会当场灰飞烟灭。粗大的电弧顺着水面下出现的行尸直接灌入到水面之下，滋滋的电弧在水面之上跳跃，足以供给一座工厂的庞大电力，顺着黑水无差别的清扫水中的一切。趁着通道开启，电光弥漫开来，化工厂领域里其中一个水池上刚刚跳入其中的不少行尸浑身颤抖着倒地，落入其中的阿飘一个接一个的崩散。那电光在水面上的一个个跳尸之间跳跃，化作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电弧。而外面的化工厂再也看不到如同潮水一样源源不绝的行尸和阿飘之后，烈阳部的人马便继续推进。所有水池边都设立好了足够的设备，电力、火焰、枪械，有任何异样，一声令下就会开启饱和式打击。很快就有人员完成了检测，这里的8座水池有7座都跟之前检测的一样，都是能触碰到底部的。只有今天有行尸出现的这座水池，用了添加了鬼谷的特种声呐设备检测，发现根本收不到回声，下面就仿佛无底深渊。穿着防护服的秦坤跃众而出，我来吧！他一跃而下，跃入水中，瞬间就消失不见。这时特种声呐设备也开始有了回应，检测结果显示在电脑屏幕上，那是秦坤的身影。秦坤落入到水中，立刻感觉到下方仿佛是深海，黑暗一片，四方都没有边际，只有头顶那一小片地方有微弱的光亮。他拉了拉身上的绳子，这是安全绳，也是主要的氧气供应管道，还是联系上面时的线缆。不到必要时候，他随身的氧气罐是不会用的。他将这里看到的情况给上面通报了一下，让上面的人记录一下。他的面罩上有显示着前进的路线，这是刚才以超高压电强行轰入水池之中后，无差别扩散之后检测出来的通路。电会自己寻找到最短的路径，另一边一定就是那些行尸出来的地方。这方法除了准备麻烦、耗电量大，没防护服的话会伤到人，倒是也没别的缺点了。这一次来，各种设备准备的尤为齐全，想找到路并不是那么难。之前找不到，
纯粹是因为他们打进来之后，那几个水池就已经恢复了正常的样子，通路已经关闭了。秦坤顺着指引的路线在黑暗的水域里前行，忽然他面前投射出的路线一闪，滋滋的杂音浮现，他伸手一拉，身后的线一松，被他拉了几下，就将线头拉到了身前。电缆那么粗的线，已经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弄断，断口参差不齐。他环顾四周，周围已经是漆黑一片。秦坤心里一沉，打开了备用氧气罐，他的心跳速度开始减缓，但是每一次跳动的力量开始不断增强。他在水中摆出拳架，身上的阳气凝而不发，不断内敛，不断积聚。这地方在2分钟之前才刚刚被超高压电给无差别的清理了一遍。这超强的电没入水中，就算是衰减4、5个量级，那也照样能把血肉之躯电成焦炭。如今还能在水中活动的东西，要么能扛得住那一波清扫，要么就是这2分钟里从其他地方来的。秦坤查看了一下线缆缺口处的痕迹，一点被电过的痕迹都没有，而且不是一次性弄断的，那大概率是后者。这些家伙的反应速度是真的快，这么快就能赶到，那肯定是在停电之后立刻就下水了。周围一片黑暗，秦坤索性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心跳速度越来越慢，他静静飘在水中，感受着水流流动。黑暗之中，一只白毛将恍若游鱼，轻轻摇曳着身子，从秦坤的下方无声无息地向着秦坤游来。当那白毛将悄悄靠近到秦坤下方2米的时候，忽然加快了速度。秦坤闭着眼睛，心跳骤然加速，体内凝而不散的阳气骤然爆发。秋风未动禅先觉，他看不到，也不必看到，在感受到水流波动生出危机感的那一刻，他在水中身子一扭，避开了白毛将的利爪。他一只脚顺势勾住白毛将的手臂，身躯如同鲤鱼打挺，腰身骤然发力，将白毛将勾过来的瞬间借力打力，一拳轰出。此时此刻，那汹涌澎湃的阳气才骤然爆发。黑暗的水中仿佛燃起了火焰，拳头便像是一颗带着尾焰的流星，重重落下。白毛将体表的白色钢毛接触到那火焰的瞬间便被燎光，拳头重重地落在白毛将的头顶上。水中骤然炸出一个空腔气泡，白毛将的脑袋非但没有炸开，反而伴随着骨头碎裂的咔嚓声向着内部坍缩了下去，就像是有无形的力量从四面八方向内部揉捏挤压，然后被秦坤的拳头强压着，一口气将其压入了其胸腔里。白毛将的胸腔随之膨胀开来，劲力在其内部肆意流转，却怎么都外泄不出来。那犹如钢铁一样的骨骼在这种劲力的不断冲击之下，转瞬便碎成了无数份。下一刻，空腔回缩，卷动着一具无头白毛将向着远处冲去。那无头白毛将就像是水中飘动的塑料袋，柔弱无骨，翻滚着不成人形，再也不动了。五戒回响，以体内的阳气凝聚成形，束缚在对方体内，化作绵绵不绝的回响。若是控制的足够完美，那便是只伤骨头不伤血肉，全身骨头粉碎性骨折，内脏血肉却不伤分毫。之前秦坤就是以回响强行将一个骨头硬的能硬扛手枪子弹的家伙给活活打爆。他一身阳气汹涌澎湃，凝聚成束，对上阴鬼的东西，杀伤力起码还要翻倍。一击就将一个白毛将的头给打进了胸腔里，震碎白毛将全身的骨头，让其当场暴毙。可不是什么僵尸都有大只尸那可怕到离谱的恢复力。一击落下，水流都变得混乱。就在这个时候，下方竟然还有一个白毛将冲了上来。秦坤目不能是黑暗，等到靠着危机感应，在混乱的水流之中察觉到危险的时候，那白毛将已经近身，1寸多长的利爪从身下抓来，直奔秦坤腰间挂着的备用氧气瓶。秦坤周身阳气爆发，如同在黑暗里亮起了灯火，照亮周身1、2米范围。他双腿一转，一击剪刀脚夹住白毛将的脑袋，腰身一扭，便将对方的脑袋拧得扭转了180度。烈烈阳气灼烧，白毛将身上的白毛像是被火焰灼烧，脑袋都快被拧掉了。那白毛将狰狞的脸上还是带着狰狞的笑。秦坤腰间的备用氧气瓶被划破了，大量的气泡不断的涌出，白毛将又挨了一击回响，爪子却还是在试图划破秦坤的防护服。看着没了动静坠入黑暗之中的白毛将，秦坤沉着脸看着不断冒出气泡的氧气瓶，气泡不断喷涌而出，连带着他的身体都受到影响，在水中移动。再加上在水中干掉了2个白毛将，周围又是一片黑暗，他已经无法确定现在在什么地方了。这里像是无边无际，没有光亮，头顶也已经看不到水面。若非他身为武者，对身体的感知比较强，他现在连分清楚上下可能都是个问题。引路的东西已经坏了，其他的联系方式也像是受到了极大干扰。他必须加快速度了，他毕竟是活人，等到氧气耗尽，他在不失去意识还能动的前提下，再扛个7、8分钟就是极限了。身处绝境之中，他反而愈发冷静，潜力开始被压榨出来。闭上眼睛之后，感知被不断放大，阳气流转之间对阴晦力量的感应也被拔高了极限。他闭着眼睛，双臂挥舞，双脚高速交替，身形如同游鱼在水中飞速前行。他在寻找那2个白毛将来时的路，顺着那俩白毛将进来的路就一定能出去。外面的化工厂里，在线缆断掉的第一时间，就有人利用各种添加了特殊材料的仪器给秦坤发送信号，只是那水中干扰实在是太大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秦坤身上带着的信号发送装置倒是时不时的还能传送回来点信号，能确定的是秦坤非但没有往回走，反而越来越远。放鳐鱼，蔡启东当机立断，部长，下面的干扰太强了，放进去很快就会失去联系的，给带俩氧气瓶，按照秦坤的信号位置给他送过去，鳐鱼丢了就丢了。明白了。带了几个鳐鱼？3个，全放下去。这边有人搬来3个像是鳐鱼一样的仿生机器人，将其带上氧气罐，放入水池里，给设定了一个目标，就让鳐鱼自己去追秦坤。黑暗的水中，王雪琪在那里游曳，
他看到了秦坤腰上的氧气罐破裂了，可是秦坤身上的阳气太盛了，跟温言身上的阳气完全不一样。秦坤的力量霸道无匹，有种碾灭一切阴邪的霸道，他根本无法靠近。他想要给秦坤引个路，都无法靠近到秦坤能感应到他的位置。他一路追着，遥遥看到秦坤速度极快，似乎是找到了一个出口，冲了出去，他才稍稍松了口气。可是跟着他又担心起来，那个出口好像有点危险啊。他恢复了意识之后，闲来无事，一直在水中探查，因为他想要避免再次出错。上次他把温言送错了水面，担心了好久。秦坤出去的那个水面他没出去过，但是他看到过好多次有白毛将在那里出现，而且不止一个两个。他满心担忧，看到水中有摇鱼仿生机器人晃晃悠悠游过来的时候，他便去抓住一个，引导着摇鱼机器人将其送到秦坤刚才出去的那个水面。然后他等了好半晌，也没见秦坤出现，实在等不到了，他就转身离开，还是去水鬼领域等温言吧，把这里的事情告诉温言。另一边，秦坤冲出水面，目之所及是一片血与火，到处都是尸体的荒野，看起来像是一片古代的残酷战场，还有不少行尸挥舞着各式各样的武器汇聚到一起，如同在两阵对垒，永无休止。秦坤走出的水面是一片小湖，湖水都已经被染成黑红色，然后跟着他就看到黑红色的水面，黑色渐渐褪去，只剩下了淡淡的血色，那是鲜血汇聚成流，流入小湖里，将湖水染色。秦坤走出水面，他感受着这里的血与火，感受着这里充斥着混乱与暴力的气息，看着那些感应到活人向着他走来的行尸跳尸，还有一位拉着一车斗尸体戴着个安全帽的白毛将。他咧着嘴笑了起来，脱下了防护服，先随手打死了几个行尸，活动了下手脚。看来这是又找到一个被黑水连通起来的领域了，也好，先打穿这里，别的事情正好我也不太擅长。烈阳部还在准备派人下水，这一次下去的人战斗力就远没有秦坤那么强悍了。对方下水之后，王雪琪就游了过来，他远远地掉在深处，看着烈阳部的人一路前往化工厂领域所在的那个水面。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远远地向着对方说了一句：前面那个人去了另外一个水面了，这里的水面出现是有规律的，马上就要关闭了。说完他就赶紧离开，他不想伤人，只不过他是水鬼，底层规则就是想解脱就得拉人来继任。他在水鬼领域里是见不到活人的，但自从异变出现，水中就跟其他地方联系到了一起，只要在这片黑暗的水中，也勉强算是在水鬼领域里。他若是想要解脱，现在其实就是一个机会。他害怕控制不住自己，远远地避开，回到水鬼领域里。烈阳部的攻坚战还在持续，温言也已经练拳结束，看了看时间，又精神的睡不着了。他想了想，上次烈娘说下次来的时候会先给他带个东西当做诚意，要不就去水鬼领域转转，顺便看看王雪琪怎么样了，看看烈阳加持的效果在王雪琪身上有多大衰减。出去玩。温言看向小僵尸和雀猫，小僵尸立刻给出了笑脸，雀猫犹豫了一下，什么都没说。那就走吧，去转转，收个礼物，不要白不要。背上小僵尸带着雀猫来到地下室，打开短视频 app， 随便刷了4、5个就刷到了王雪琪卖力推销水鬼葬身地的视频。这一次温言眼疾手快，先给点了个赞。周遭环境无声无息的变换，他又来到了水鬼领域里。阿伯依然站在他身后，闭着眼睛充当着最靠谱的护卫，一路从小石滩来到水潭边的那片草地。这次倒是没遇到什么意外情况，今天甚至2个妖怪都没见到。等他们走到，烈娘已经在这里等候着了。她跪坐在那里，面前摆着一个矮机，上面摆着3个盒子。看到温言出现，烈娘心中一紧，脑海中立刻把诸葛婉君的话给回想了一遍。她站起身，一板一眼的行礼：“见过苏公子。”“客气了。”烈娘也没了之前的底气，心里满是忐忑。她现在开始担心带来的东西人家不要，这一次不是做交易了，按照婉君所说，这是送礼，表示他们的诚意。她打开其中一个长盒子，里面是一把约莫有1米多长、布满铜锈的铜剪。“苏公子，这就是之前所说纯军剪，4尺长，是4刃剪，无锋。传说中纯军剪有号令众将的威能，是传说中的武器，这不跟屠龙刀一个套路吗？”这种说完当故事听得了。烈娘略有些尴尬，她也知道这说法当是以讹传讹，毕竟若是纯军剪真是什么异宝，也不会沦落到普通古董的地位，他们也不可能这么容易就弄到手。要说实验，肯定是试过了，毫无作用，就是一把古董武器而已。而且若是用现代的检测手段去检测，这把武器最多也就是100-200年的古董，而且后面没有什么名人当做故事，当古董卖都不太值钱。东西的确是真的纯军剪，就当礼物送给苏公子了。他盖上盖子，将其双手捧着送到温言面前，然后又打开另外一个木盒子，里面放着一只精致的金色凤簪，这就是上次说的有关拔陨之地的那件信物。他又打开第3个盒子，这就是曾经的舆图，而且是原图，上面就记录着拔陨之地。这3个都是送给苏公子的礼物。礼物？温言敏锐地察觉到有点不太对劲了。上次说的是合作交易的筹码，是当时小僵尸似乎很紧张对方说的东西，他才跟对方虚与委蛇。这一次看到东西之后，他都能感觉到小僵尸很克制了，却还是难掩激动。尤其是那个凤簪出现之后，小僵尸的身体都有些紧绷了。不过还是要问清楚的，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哪有见面就先把筹码都当礼物全部送出去的道理？是的，这是我们家小姐特意嘱咐的，送给苏公子的礼物。这几样东西的确价值不菲，尤其是那张存在了至少700-800年的舆图。关中郡有几个摸金校尉惦记很久了，我家小姐都没有交易出去。我家小姐觉得这东西还是在合适的人手里才会真正有价值，我们拿着顶多是换些钱而已，不如都送给苏公子。
温言没说话，他再迟钝也能感觉得出来，这次烈娘的态度跟之前明显不一样。不做交易了？这我就不清楚了，我只是听从我家小姐的命令，将这些东西送给苏公子，只是纯粹的礼物而已。至于其他，我就不清楚了，需要苏公子跟我家小姐谈了。说到这，烈娘就顺势拿出一张名片，双手递给温言。这是我家小姐的名片。温言看着名片，还真有些意外了。南强律师事务所，诸葛婉君，下面还有一个电话号码。名片上只有这些，甚至职位都没有写。我家小姐是禹州南强律所的律师，跟很多异类都有过接触，也接过不少异类的案子，在南武郡其实都算是很出名的。苏公子若是方便，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我家小姐会主动联系苏公子。温言摸索着名片，有些没想明白，对方怎么这就直接跳到明面上了？真不怕烈阳部上门送温暖吗？而且今天对方的态度似乎是有点好的过分了，这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好，我会给他打个电话的。有劳苏公子了。烈娘又客客气气的行了一礼。温言跟烈娘又聊了会，烈娘非常客气，就是一口一个他不太清楚，或者是没资格给答复，要温言跟诸葛婉君去谈。实在无聊了，天亮还有一段时间，温言便自己走到水潭里找王雪琪去了。他这边进入水中，像是进入到了一片黑暗深海里，但这一次他就隐隐约约感觉到这里似乎有微弱的光，明显比上一次看到的距离更远了。也不知道是因为他完成了烈阳拳第一阶段，还是上次吃的美女蛇胆终于开始发挥效用了。今天来到水鬼领域之后，他就感觉到黑暗中能看到的东西更多了。他这边飘在水中，王雪琪便立刻生出感应，第一时间来到温言身边。你来了呀？王雪琪飘在温言身旁，有些欢喜。来看看你，你有感觉到意识逐渐不清醒吗？那倒是没有，不过我今天见到其他活人了，我感觉我好像还是有一点想把他们拉下水的冲动。王雪琪有些惴惴不安，将之前遇到的事情说了一遍。温言想了想，果然还是有衰退的，只是衰退的没有那么厉害而已。他伸出手指点在王雪琪的眉心，再次给加持了点阳气，补充了点。感觉怎么样？感觉很好，好像意识越来越清醒了，想起来好多东西。想起来什么了？有个很大很大冒着蓝光的东西坠入到水中，然后我就能在水中找到其他水面了。温言一听这话就知道肯定是噬魂兽，绝对不可能是其他。要是真有第二个体型极其巨大还散发着蓝色光芒的东西，大家趁早洗干净脖子等死吧。要不是噬魂兽吞噬的灵魂从字面意思的灵魂变成了抽象上的灵魂，就那10几公里长的庞大体型，这几天时间就能先把3州之地的灵魂吃光，把整个蓝星吃光，估计都用不了几年时间。温言暗暗琢磨，这些领域相互之间有联系了，也跟噬魂兽有关吗？他算了算时间，化工厂领域肯定早就出现了，甲墨之城也不是在噬魂兽降临之后才开始搞事情的，那应该是跟噬魂兽有联系，但不可能是唯一原因，也不太可能是主要原因。倒是水鬼领域从一个封闭领域联系上了黑水水域，可能是受影响最大的。这片似乎无边无际恍如深海一样的水域，也不可能是噬魂兽搞出来的，应该是本身就有的。你知道你见到的那个大家伙掉到哪里了吗？哪个水面？我不知道，我只记得那一次，后面再没见到过，很多事情我都想不起来。那你说的那个特别强的能在水里打死白毛江的人去哪个水面了？带我过去看看。温言听王雪琪说了一遍，就知道烈阳部的行动开始了。他们找到了路径，准备进入化工厂领域里，依然是按照烈阳部以往的节奏不断的推进，最后汇聚成巨大优势之后碾压过去。这些跟温言关系不是特别大，温言只是给情报就行。他想去找的那位，听王雪琪描述，应该就是浮玉山的秦坤。目前南武郡里直接参与了端州烈阳部行动，还能仅靠自身阳气就能让王雪琪在水里都靠近不了的，那应该只有秦坤这个纯粹的武者了。他落在水里这里会被淹死吗？我感觉会的。王雪琪点了点头，是因为他不是从你的领域里进入这片水域，所以他没有受到你的领域影响，是吧？我感觉是这样。温言点了点头，暗道可惜他在这里不会被水呛到，是他从水鬼领域进来，水鬼领域的规则依然覆盖在他身上。仔细想了想上次的经历，应该是只要他在这片水域里就会被规则覆盖，但是再去了别的领域，重新再回到这片水域，可能覆盖在他身上的规则就会被刷新掉。但只要他来到这里接触到了王雪琪，水鬼领域的规则就会因为他被水鬼拖入水中而再次覆盖在他身上，他依然不会被淹死。而这一切可能都需要一个大前提，从水鬼领域进入这里。可惜其他人没法完成这项关键步骤，因为他们压根没法进入水鬼领域。至于从其他地方进入这片水域，再让王雪琪接触对方，能不能触发不会淹死的 buff 也不太好试验，这个弄不好就会出人命的。以后再说这个，现在还是去看看秦坤吧，好歹是张老西的大师兄，混个脸熟也行，帮忙引路带回去也行，总不能知道了这事还让大师兄被困死在这里吧。听王雪琪说，那个水面之上好像还很危险。王雪琪将他引到秦坤离开的那片水面，他悄悄浮出半个脑袋，入眼的就是一片血与火。大地上鲜血汇聚成流，不断的流入小湖里，到处都是尸体。远处的山坡上密密麻麻倒着大量的行尸，还有更多的行尸从远处向着那里汇聚，空气里都弥漫着战场之上的惨烈气息，煞气扑面而来，摄人心魄。温言哪里感受过什么战场气息，一出来就被扑了一脸，心跳开始狂跳，肾上腺素分泌速度加快，被震慑的心神渐渐恢复了正常。他在这里露出半个脑袋浮亏，也压根没有什么东西注意他，所有东西的注意力都在远处的山顶上。山顶上，一个一身劲装的精壮汉子正在跟一个身披铠甲、满身煞气的人影交战在一起。两人硬碰硬时发出的砰砰砰的声响，就如同有人在擂鼓，震得人的心脏似乎都要跟着一起跳动。
那俩人腾挪之间，赤手空拳交手，都能以肉眼看到对碰时扩散开的气浪，有行尸靠近，只是被激荡的气浪冲击到，便如遭重击，身体扭曲着倒飞了出去。两人交手的速度越来越快，以温言的眼力，两人的手臂都像是化作了一片残影。砰的一声闷响，如同惊雷炸响，两人所在之地激烈的气浪翻飞，两人同时倒飞了出去。秦坤飞速倒飞出去，顺手以后面的几个行尸卸力，顺手卸死了几个。他站稳之后大笑出声，痛快！对面那一身盔甲，身上冒着煞气的家伙，站稳之后也带着一丝怪异的口音，沉声道：“你有资格知道我的名字？乃圣火教长骑使巴彦木，伏于山秦坤。再来，死战！”秦坤一声大喝，周身阳气骤然迸发，烈烈阳气迸发出一种惨烈的气息，悍勇之意如同爆裂燃烧的火油呼啸而出。他大步迈出，一步一步落下，大地都在微微颤动。一人狂奔，却有一种一队重甲骑兵冲锋时一往无前、势不回头的悍勇意境。狂涌的阳气盘旋着跟着一起冲锋，所过之处尘土飞扬，周遭不断涌来的行尸被烈阳之气擦到，便会筋骨折断，当场倒飞出去，暴毙当场。而对面那盔甲人也被秦坤这纯粹的浓烈战意影响，伸手一抓，手中便有黑气，凝聚出一杆大枪，狂涌的黑气呼啸而出。死战！二人裹挟着烈烈劲力，以硬碰硬的姿态碰撞到一起。温言遥遥望去，只看到黑红二色对撞到一起，只有激烈的碰撞不断的激发狂风扩散开来，刺激的他都没法看得真切。等到尘埃落定，他在望去的时候，就见秦坤站在原地，浑身衣衫破碎，露出一身腱子肉。他衣骨里对着对面站着的盔甲人行了一礼，难得拼尽全力，战了个痛快，阁下一路走好。对面那人拱了拱手，正面交锋，战死沙场，乃是我最好的归宿，心愿已了，多谢了。盔甲人拱了拱手，身上的盔甲逐渐崩裂破碎，化作碎片跌落在地上，但那盔甲之内却什么都没有，空荡荡一片。那些盔甲破碎跌落在地上之后，便飞速腐朽，很快就化作了破铜烂铁。秦坤赤着上身站在山顶，遥望向小湖的方向，高声大喝：“哪位同道驾临了？出来吧！”温言从小湖之中走出来，秦坤打眼一看，眼神便忽然一凝，他看到了跟挂件似的挂在温言身后的小僵尸。小僵尸抱着温言的脖子，似是有些畏惧的向后躲了躲，将小脑袋躲在温言的脑袋后面。温言还以为小僵尸被秦坤的气势吓到了，或者是秦坤的阳气太盛，让他感觉到难受。他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小僵尸的手臂：“不用害怕，这是伏于山的秦坤师兄，不会伤害你的。”小僵尸紧了紧手臂，将脑袋埋在温言的后背上，不敢抬头。这可不是他第一次见到秦坤了。秦坤之前去后山的僵尸洞里找里面的大僵干架，那凶狠霸道的姿态给小僵尸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小僵尸的印象里，他还真没见过练武能练成秦坤这样的，那些大僵也都没见过。大僵告诉过他，在末法开启的时代里，练武才开始渐渐兴起，等到道法衰落，武道彻底兴盛起来的时候，已经到了末法后期。那时候练武的上限其实也就那样了。后来更是慢慢发展到不假外武，只求己身的地步。那时候再怎么天纵奇才，那上限也是血肉之躯的极限。最强者对身体、对力量的掌控都已经到了极致，一羽不能落，飞鸟难脱身。可惜灵觉再高，受限于身体本身的上限，依然可能会被黑枪一枪撂倒。自从灵气复苏之后，赶上了好时代的秦坤，纯粹的控制力和境界可能比不上100年前的顶尖武者，可纯粹的战斗力却早已经超过了最近几百年的上限，如同脱缰的野狗一样，向着不似人的方向一路狂奔。秦坤迈步从山上走下来，一步就有4、5米远，那些还在不断靠近、没脑子的行尸都被秦坤气势所迫，不敢再靠近了。他望着温言，眼中带着奇异的光芒。伏于山的小僵尸他可是知道的，太师叔祖才给他打过电话，因为小僵尸被外面的野僵尸欺负了，伏于山的大粽子坐不住了。不过此刻看到温言背着小僵尸，小僵尸像是小朋友出门后见到面相凶恶的怪大叔，把头埋着不敢看，一下子让秦坤联想到了很多东西。秦师兄好，我是温言，久闻秦师兄大名，原来是你啊！秦坤眼神愈发奇异，他刚来南武郡，跟着开了2次小会，2次小会上都听说过温言的名字。我今天进来，听王雪琪说你进了这片水面，就赶紧过来看看，能不能带秦师兄出去？水面下没人带，很容易迷路。不着急，这里的4个战魂已经全部被我打死，这里已经没什么危险了。秦坤说着话，就忽然一步跨出，一只手直奔温言面门。一直埋着头的小僵尸立刻抬起头，小僵尸手脚发力，引动着温言的动作。温言身上的阳气骤然移动，奔涌开来。他顺着小僵尸的引导，一个后下腰，一只手在地上一撑，连续2个后翻滚，就退出了3米之外。小僵尸绷着小脸，学着雀猫，露出小虎牙，对着秦坤哈气。秦坤感受着温言身上无死角覆盖的阳气，眼中的奇异之色更重了。烈阳拳，秦师兄慧眼。好，小家伙，你下来，我来指点一下他。我可不想你给太师叔祖告状，说我欺负你。小僵尸死死地搂住温言不撒手，气鼓鼓地鼓着小脸，大有一副你敢动手，我就敢让你的拳头碰我一下，然后名正言顺告状的意思。温言倒是跃跃欲试，他轻轻拍了拍小僵尸，乖了，你先下来，秦师兄肯指点我，那是难得的机会，离天亮还有一会儿时间，别浪费了。小僵尸不情不愿地松开手，他也知道这对温言是好事。温言拱了拱手，有劳秦师兄了，你尽管出手，任何手段都可以用，用全力。温言回忆了一下烈阳拳的拳架，先手就一招大摆拳。秦坤站在原地，单手挡住的瞬间，便见温言拳头上烈阳之气暴涨10数倍，砰的一声闷响，秦坤都有些暗暗心惊。力道不错，
但是你这空门大开的瞬间，你已经死了。变招之下，左拳自下而上，再次轰出。秦坤以另一只手夹住温言手腕，下一刻却见温言双腿上阳气奔涌，骤然爆发，力道和速度骤然暴涨，一下子就超出了秦坤的预测。顺势划开双臂的瞬间，温言身体一跃而上，以膝顶撞向秦坤胸口。秦坤不闪不避，腰身以极限的速度顺势后攻，肌肉飞速颤动，卸去温言的力道。而后腰身一震，温言便倒飞了出去。不错，只是将烈阳拳第一阶段练完，能有这种反应，天赋和意识都不错，就是拳法练得太死板了，真正生死之战的时候根本没机会按部就班。你只需要记住，把敌人活活打死就行，什么路数都不重要。练武首先就得先坚定意志，任何情况都不能被夺了意志。话音落下，便见秦坤身上骤然迸发出悍勇之气，他犹如冲锋而来，裹挟着摄人心魄的压迫感。温言站在原地，就像是看到一尊越来越大的浴血骑士，手持烈焰大枪，发动了不计生死的惨烈冲锋，心神顿时被震慑到了，仿佛下一刻他就要被一波冲锋碾死。他的脑海中一轮烈阳缓缓升起，驱散这种身体本能的惧意。他大喝一声，不退反进，迎了上去。秦坤眼睛一亮，大喝一声：“好！”总算没有辱没了烈阳拳。然而下一刻，砰的一声闷响在温言身前炸响，落在湖中的阿伯自己从湖中跳了出来，一瞬便跃出10几米，挡在了温言身前。在没有温言叫的情况下，阿伯睁开了眼睛，空洞的眼睛望着对面的秦坤，面无表情，身上煞气开始蒸腾而起，脚步一动便与秦坤交战在一起。秦坤一拳落下，阿伯不闪不避，以标准的大直施战法出击。在被轰中的瞬间，他那抓向秦坤胸口的利爪忽然转向，在秦坤的手臂上留下了几道血痕。阿伯的胸口黑毛被烈阳气灼烧崩断，胸口都塌陷了下去，向后倒飞出去不过2、3米便稳住了身形。他塌陷的胸口骨骼咔嚓嚓作响，转瞬便恢复了正常，身上煞气越来越重，再次直冲了出去。这时候温言才反应过来，喊了一声：“阿伯，误会了，回来了。”阿伯脚步一顿，转身回到温言身边，重新闭上了眼睛。秦坤眉头微蹙，看着手臂上的几道抓痕，再看看阿伯已经近乎完全恢复的胸口，煞气也重新收敛。黑毛将什么时候这么凶了？尸毒竟然也这么强！他调动阳气，那几道已经开始变黑的抓痕上，滋滋的声响不断，尸毒被强行逼迫出来，剧烈的疼痛感传来，让秦坤都微微皱眉。阿伯的反应、力道、速度都远超他见过的黑毛将。开始的时候，他还以为那阿伯只会攻不会防，没什么战斗意识。直到看到阿伯转瞬就能恢复，他才知道他落入了思维误区了。如此可怕的恢复力，以伤换伤，一击必杀的打法才是应该的。尤其是这尸毒更是离谱，他就从没听说过黑毛将有这么强的尸毒，比绿毛将还要强了。他抬头望去，就见温言站在阿伯身前，语重心长的解释：“阿伯，那是秦师兄，他在指点我呢，不是要伤害我。阿伯你误会了，我没事的，我只是在练武。”阿伯闭着眼睛一动不动，一如之前的样子。温言转身来到秦坤身边：“秦师兄，你没事吧？这是个误会，我阿伯年纪大了，可能有点老年痴呆，可能以为我要被打死了，所以才这样。”秦坤的手臂上几道抓痕还在滋滋冒烟，等了7、8秒之后，伤口处的黑血才渐渐变成了鲜血。没事，擦破皮了而已。秦坤望向阿伯的眼神有些怪异，望向温言的眼神更怪了。他心里有些猜测，最后什么都没说，默认了温言的解释。一个黑毛将得了老年痴呆，这很合理。你打一套烈阳拳我看看，我看看你练得怎么样了。哦，好。难得有大佬指点，温言立刻原地打了一遍烈阳拳。练拳的时候，周身阳气流转，全身上下浩浩荡荡，大开大合，气势十足。练得还算纯熟，就是太死板了。张老西到底是修道的，这拳法教得一塌糊涂。你这是练了多久了？差不多7、8天了吧？秦坤一怔，满脸问号。多少？大概8天吧。温言算了算，给出了个大概数字。虽然有时候上班，有时候有别的事情，不是每天都可以把练武时间拉满。秦坤被干沉默了。7、8天把烈阳拳第一阶段给练完了。他当然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刚才看到小僵尸，他其实就有猜测了，没想到结果还是大大出乎他的预料。他觉得自己得把刚才的评价收回来了。7、8天能练得如此纯熟，交手的时候还会随机应变，那起码要满足几个条件：必须是身负烈阳，而且本身就是适合练武的天才，悟性极佳，心性也与烈阳拳契合，还得非常勤奋。秦坤忽然间就悟了，忽然就明白太师叔祖为什么给他打电话，让他去欺负人了。他都有些后悔，当时没多问2句，没早知道这些。那时候他是真的不太在意，只当是太师叔祖年纪大了，容易感伤。早知道的话，当时就应该把那3个圣火教的玩意给当场打死。到时候结下仇怨，他就可以用这个借口再出国玩一圈，去闯一闯圣火教总坛。去哪里看看圣火教是不是还有烈阳的记录？有的话全烧了，把知道烈阳的邪教玩意统统打死，一了百了。那些狗玩意出现在南武郡，是不是知道了烈阳出事了？还有这里这个战场领域里，竟然还有4个曾经的圣火教长起使化作了战魂，徘徊在这里。圣火教来南武郡，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他娘的，还是出手轻了，出手了就应该把人活活打死的。他太清楚太师叔祖一生最在乎什么，往前几辈扶余山人无一不是想要将扶余山发扬光大，最后却落得只是勉强维持着扶余山缓缓衰落。秦坤自幼就跟在太师叔祖身边，又有练武天赋，被给予厚望，最是清楚烈阳对于太师叔祖来说有什么意义了。若是当代烈阳被圣火教的邪门玩意害了，说难听点，太师叔祖怕是真的会死不瞑目。
他今天才跟温言接触，对温言不太了解，但他对烈阳拳了解，能在几天就把烈阳拳练到如此地步，那就一定不是什么心思阴暗的歹人。那小僵尸也不可能是只看烈阳不看人。温言练拳几天就能在他的冲锋震慑之中奋起反抗，如此天赋和心智，不练烈阳拳，那遗憾的就是烈阳拳不是温言。若只是烈阳，秦坤还不会这般激动，可有烈阳，练武天资也好，也勤奋，人品也不错，那就太难得了。他走上前拍了拍温言的肩膀，语重心长的道：以后记得不要随便用你的能力，有点扎眼了。要是遇到敌人，记住了，只要用了能力就朝死里打，千万别留手，尤其是遇到什么圣火教的人，先下手为强，一定要打死。打死了之后，尸体也记得拉到你们殡仪馆里，用豪华炉烧了，再把骨灰扬了。有什么问题你就打我电话，一定要记着，别不好意思。你练了烈阳拳，那你就是我们扶余山的人，我作为扶余山当代的大师兄，你不给我打电话，那就是你的问题。说严重点，你有事不找我，你这就是看不起我。你给我打电话了，我没给处理好，那就是我的问题。记住了吗？记住了，秦师兄。温言老老实实点头，他觉得秦师兄还是很符合他的想象，身为大师兄，照顾师弟师妹们，为人和善，有事也是真上。身为扶余山当代的钢鼎人，为一大家子操碎了心。秦坤大笑了2声，狠狠地拍了拍温言的肩膀，记住了就好，我们走吧。那这里呢？这里的4个战魂已经被我强行打死了，领域崩塌是迟早的事情，至于规则我也不清楚，不过也不重要了。温言无话可说，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能靠着纯粹的武力打穿一个领域的人。哦，对了，秦师兄，你知道纯军锏吗？你拿到纯军锏了？别人送我的。哦，那你用吧，一把普通的武器而已，外面以讹传讹，越传越玄乎，这武器倒是挺适合你用的。那凤簪和把陨之地，秦师兄知道吗？不知道，我只有练武天赋，别的都不清楚。回头我帮你去问问太师叔祖，或者你得空了，我带你回一趟扶余山。我这也没拜师，也没。秦坤眼睛一瞪，你练了烈阳拳，那你就是扶余山的人，怎么不想认我这个大师兄？不是，那不就完了？现在什么年代了，没那么多繁文缛节，我说是就是，谁不服让他当我面说，谁敢背后嚼舌根，我把他嘴给撕烂了。温言也不敢说什么了，心说秦师兄这人可真好。算了算时间，温言背起小僵尸再次下水。为了预防万一，他拉着阿伯和秦师兄进入水中，立刻就看到王雪琪游了过来。王雪琪推着一个摇鱼仿生机器人，带着2氧气瓶飘过来，将氧气瓶交给温言，远远的没敢随意靠近。秦坤身上的阳气跟温言的截然不同，他靠近了就会感觉难受。秦坤将呼吸器接上氧气瓶递给温言，温言摇了摇头，游到了王雪琪身边，接触到王雪琪的瞬间，温言就感觉到水中的憋闷感瞬间消失。秦师兄，这是王雪琪，每次都他帮忙带路的。之前遇到秦师兄，想给秦师兄带路，可是秦师兄身上阳气太盛，他没敢靠近。秦师兄要不要试一下，能不能将水鬼领域的规则覆盖到你？秦坤点了点头，收敛了身上的阳气，被王雪琪接触了一下之后，他摇了摇头，表示不行。温言有些遗憾，看来跟他推测的一样，真的是必须从水鬼领域入水的才行。然后温言又看了看王雪琪，你感觉怎么样？挺好的，也没有拉他入水的冲动了。那就好。温言松了口气。那秦师兄，你是要回到化工厂吗？秦坤摇了摇头。那去化工厂领域？秦坤点了点头。温言想了想，看向王雪琪，我之前让你保存的3个头盔在吗？在的，你等一下，拿一个就行。不多时，王雪琪从黑暗的水域里回来，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头盔。秦师兄，这是化工厂领域里的头盔，戴着白色头盔的是视察人员，进去之后不会被那里的僵尸和幽魂攻击，秦师兄小心点，最好不要一次性太深入了。秦坤接过头盔戴在头上，跟温言比划了一个 OK 的手势。秦师兄，要不这样，你先回去一趟，给那边先通通气。王雪琪是个好姑娘，人很好，可以请她给你们带路，不然你们很容易在这里迷路。不过这事能不能请你们保密一下？温言拉着王雪琪，王雪琪点了点头，她之前就想给引路的，只是实在不好靠近。他这边将秦坤送到化工厂的水面，就被王雪琪送回了水鬼领域。天快亮了，他得回去了。烈阳部的行动还在稳步推进，他去了暂时也出不了什么力，还是先回去再说吧。被王雪琪送回了水鬼领域的水面，他背着小僵尸，带着阿伯走出来，倔猫便立刻飞了过来，落在他的肩膀上。你怎么玩这么久？天都快亮了，走吧，下面太大太黑了，险些迷路。之前那个美女蛇的蛇胆效果挺好的，再吃的话还有用吗？吃什么吃，都快被杀绝种了，碰到一个都是运气。人工养殖可以吗？我只是一只猫，我怎么可能知道？可惜了。烈娘站在一旁，神情恭敬，听到这话，想了想，道：听说烈阳部之前倒是想要试试，可惜根本抓不到几个活的。要是苏公子想要，我家小姐可以帮忙问问。不用，我就随口一说，时间差不多快到了，走了。苏公子慢走，我家小姐说了，随时恭候苏公子，任何时候都可以打电话。好。温言带着3个盒子离开草坪，烈娘遥望着温言的背影消失在黑夜里，稍稍松了口气。她是真怕人家不收礼物，不收那就是没得谈了。这边温言带着礼物回到石滩，在日出的瞬间回到了地下室里。阿伯依然闭着眼睛站在原位，温言没急着走，先点了3炷香，拜了拜阿伯，将香恭恭敬敬地插在香炉里。虽然这次是有点误会，但我还是要谢谢阿伯的护持心意，阿伯爱护之心我是懂的。阿伯你放心，我感觉已经快了，那个假墨之城马上就要找到了。阿伯这次主动出击来护着他，哪怕阿伯什么都没说，似乎还是没有灵智的样子，可温言什么都能感觉得到。
安顿好阿伯，他带着小僵尸和雀猫来到1楼客厅，给小僵尸喂了点阳气，然后打开3个盒子。你想要这些东西，总得告诉我这是什么吧？现在东西拿回来了，你小小年纪可别不学好，当谜语人。小僵尸嘤嘤嘤的撒娇，温言没理会，盯着雀猫。雀猫垮着一张猫脸，看我干什么？我就不该暴露我能听懂他说话。他说什么？他说纯军锏曾经是伏于山16组用过的武器。咦，跟13组没关系？不清楚，他只知道这是16组用过的武器，要回来让你试试，说不定会很适合你。原来是为我要的呀！温言恍然，他握起纯军锏，约莫有5、6斤重，抡起来有些沉重。他尝试着以自身阳气蔓延过去，没什么反应。他想了想，以烈阳加持了一点，霎时之间，就见那布满铜锈的纯军锏上锈迹飞速脱落，一枚枚符箓印记浮现，4刃8面上大量的印记重新浮现。温言暗暗心惊，他只是加持了一点，没想到效果却远超他的预期。按照他估计，应该再多加持10倍的阳气，才应该有这个效果。传说是真的，曾经是真的，的确可以号令众将。只不过能有这能力的是当年使用这个武器的人，而不是武器本身。以讹传讹，让事情彻底偏离了原本的样子。温言散去阳气，将纯军锏放回盒子里。原本锈迹斑斑的纯军锏，此刻也散去了光芒，锈迹也消失了，表面没那么光滑，不会反光，整体古朴大气，上面密密麻麻阴刻的符箓，很有神秘感。他又取出另外一个盒子，盒子里怎么看都是普通饰品的凤簪。你怎么想要这个东西的？这个不是给我要的吧？小僵尸说着英语，雀猫当一个无情的翻译猫。他说只是听说过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有2个，是一对，是拔陨之地的入场信物，只有找到2个了，才能前往拔陨之地。那地方对你有好处吗？他说不知道，只知道那地方很重要。那好吧，既然很重要，那就留着，以后再找找另外一只。小僵尸搂着温言的脖子，嘤嘤嘤撒娇。雀猫忽然远了一声，小僵尸立刻转头瞪着雀猫，嘤嘤嘤的不知道说什么。雀猫立刻就怂了。好吧好吧，他说哥哥最好啦，人家最喜欢哥哥了。约。小僵尸立刻跳下来，追着雀猫到处飞，一路追向了2楼。温言看着他们打打闹闹，不由得笑出了声。到了2楼之后，雀猫落在衣柜上，警惕地盯着小僵尸。以后说归说，你不准砸我的手机。雀猫说完，想了想，立刻补了一句：温言肯定不喜欢你乱砸手机。小僵尸想了想，立刻点了点头，向雀猫保证，以后绝对不弄坏他手机。雀猫抓着一个手机飞下来。啊，说好了，我帮你翻译。你给我找到第2部猫和老鼠，你别骗我，我都不知道还有第2部。什么？还有方言配音版的？4，你帮我找到，我再帮你翻译3次恶心的话。4次，不能再多了。好好好，5次，行了吧？不多时，小僵尸趴在床上，雀猫趴在旁边，俩小家伙面前摆着个手机，播放着雀猫没看过的部分，俩一起咯咯咯的笑。而楼下，温言已经又开始练拳了。秦坤说他练得纯熟，却还是有些死板，那就一个办法，继续练，练到成为本能，自然就会多出新的感悟了。练了几遍拳之后，天色已经彻底大亮。张老西拎着早餐从外面回来，几人一起吃着早餐，聊了聊昨天晚上的事。听着温言说起，秦坤人很热情，也很扛事。张老西一头雾水，有心想说，你遇到的真的是大师兄？大师兄要是这般热情，什么事都管，他哪里还有时间练武的？张老西心里面暗暗嘀咕，面上却没敢说出来，只是跟着附和了几句。有一点倒是挺对的，小事大师兄肯定懒得理会，可真有什么关乎身家性命的大事，只要找大师兄，大师兄就肯定会扛事，这一点倒是没错。他们这些师弟都尊重大师兄，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他们没什么大事，也不敢去劳烦大师兄。到了天亮，小僵尸和雀猫都睡觉去了。温言拿起烈娘给的名片，给诸葛婉君拨出去一个电话。已经在高速上的诸葛婉君看到一个归属地是德城的陌生来电，他立刻接起了电话。喂，你好，我是诸葛婉君，请问你有什么案子吗？若是不方便的话，我们可以面谈，您给个地址，我尽快赶到。温言听着电话里的声音，神情有些怪异，这浓浓的风瑶谜语人风格。他见过风瑶打过几次电话，每次都是这种乍一看正常，实际上什么实质性内容都没有的风格。诸葛小姐，我这的确有些事情，想要请教一下诸葛小姐。好的，您选个地方吧，我尽快赶到。德城青云路这有一家街坊茶楼。好的，我20分钟后到。温言挂了电话，忽然就有些明白了。诸葛婉君是故意告诉他，这个20分钟，借这个时间告诉他一些电话里不能说的事情。诸葛婉君是在禹州南强律所工作的，自然也是住在禹州的。现在20分钟就能到德城，也就是说，他起码3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出发了，现在已经快到德城了。那么，这个诸葛婉君肯定是在之前就知道他在德城，那8成也是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了。上次贾墨之城利用内线去查苏月这个身份，那也一定是诸葛婉君拜托的贾墨之城。那问题又来了，诸葛婉君既然都知道了苏月是温言，那之前又是送礼，又是直接来见他，为什么？温言闭着眼睛，试图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来看待这个问题。仔细想了想，一个非人能控师，在烈阳部保密级别极高，还以另外的名字潜伏在德城殡仪馆这个有些敏感的地方，若是不知道的人，肯定会认为中间肯定有非常复杂的内情。但仅此而已的话，应该还是不够的。不够让诸葛婉君这样，他这示好也太快了点，太果断了点吧。思来想去，那肯定还要考虑到这个诸葛婉君和贾墨之城之间好像也挺复杂的。算了，先见一下，走一步看一步吧。想要找到贾墨之城，这个诸葛婉君应该就是现在最有希望的路径了。找到贾墨之城，找到噬魂兽，这2件事现在都已经基本重合到一起了。不出意外的话，
见完诸葛婉君，应该就会有结果了。温言拿出烈阳部给配的手机，进入到烈阳部的资料库里，搜索了诸葛婉君这个名字，很快就给出了对方的资料。这个诸葛婉君是一个律师，而且经历很励志，一路从一个小地方出来的小卡拉米，混到禹州南墙律所的合伙人。他跟很多人都有联系，跟很多异类也都有联系。一些生活在人类社会的异类，安分守己，老老实实赚钱，享受现代生活的便利，享受这片花团锦簇的世界，自然也是遵守着世界的规矩。他们需要法律援助的时候，诸葛婉君这种人就是第一优先选择。诸葛婉君的确很专业，也很难缠，为他的客户争取到了很多利益，他自然很被很多异类信任。后来慢慢的，他从异类那获得了一些只有异类手里才有的东西，就又可以借助这些东西，在人类这边结交很多有实力或者有权势的人。比如美女蛇的蛇胆，烈阳部里可以用功勋换，价格其实也不是特别贵，但什么时候有，那就纯看运气了。毕竟能治疗近视和老花眼，还能有一点夜视能力，没有后遗症，没有损伤，使用方法只是吞服就行，非常方便，这就不是现代医学能比的。就现在的近视比例，烈阳部里家里有儿女是近视眼，又有想法进入某些部门，却又不想做手术的，那人数没1万也有8000。需要功勋不多的美女蛇的蛇胆，自然是最好的选择。美女蛇都快被杀绝种了，黑市上价格高的离谱，一颗1天之内采摘的新鲜蛇胆，要是喊价500万，5秒钟之内就会完成交易。但这种东西，只要想要，诸葛婉君还真的能给搞到手。诸葛婉君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夹在异类和人类之间，倒是越来越受欢迎。连烈阳部对诸葛婉君这种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诸葛婉君不亲自参与一些事情，也不会找他麻烦。毕竟有时候有些情报，按照烈阳部的行事风格，想要合法合规的搞到，怕是有些困难了。找诸葛婉君这种人就成了最简单还比较靠谱的渠道。要说诸葛婉君跟贾墨之城有过联系，那倒是很有可能。可若是说诸葛婉君直接参与了贾墨之城之前干的那些事，按照资料室的机密资料，应该也不至于。这个诸葛婉君处于黑与白之间的灰色地带，属于心里比较有逼数的那种，一直在灰色地带的范围内来回摇摆，也没直接摆到黑的那边。这次估计就是在灰色地带向着白的这边摆一点，那就一定是有什么事情促使着他不得不摆过来了。温言看着机密资料里的记录，里面有好几次事件的记录，这个诸葛婉君每一次都摆得特别好，总是在烈阳部觉得他屁股歪到黑的那边之前。嘿，人家摆回来了，还给了关键情报，就是这种屁股一直没坐在烈阳部这边，但是呢，也不会坐在纯黑子那边，反而让他构建起了一座属于他的桥梁，比较有特殊作用的沟通桥梁。因为对于大多数异类来说，其实都是坐在灰色地带的，直接加入烈阳部的那是少数，剩下大多数混在城市里的，要说他们真的就全部按照规定，跟普通人一样，在城市里从来不用自己的能力，那是纯扯淡了。只不过没什么后果，烈阳部也懒得去管。就像温言这2天以自己的权限去查看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发现了禹州有个妖怪开了一家推拿理疗、治疗失眠的店，一些失眠严重的人就会到那里去做理疗，美美的睡一觉，补足精神。重点是店主是一个孟墨，开了一家治疗失眠的理疗店，效果还奇佳。这要是没动用其特殊能力，温言就敢当场把手机吃了。真严格按照规定来，这个孟墨肯定是违反了烈阳部的规定。可烈阳不管吗？烈阳部里有的人自己就有严重的失眠症，自己就是那家店的客户，这种没对社会造成危害，反而对社会有利的，烈阳部其实一直都是无视掉的。这规矩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外一回事。真严格按照规矩执行，早就闹翻天了。温言看着诸葛婉君的资料，自己在这瞎琢磨了一通，想了想，叫上了张老西。老哥，我等下要出去见个人，你能帮忙开着车带上阿伯不？现在出门不带阿伯，我很没安全感。要干架吗？张老西眼睛一亮，他现在住在温言隔壁，温言练拳，他也能跟着蹭一下，自我感觉实力突飞猛进，已经信心勃勃的准备回浮云山再挑战一下，看看能不能带走上次那个铜甲师。那肯定不会干架，我就是觉得有阿伯在，心里踏实点。昨天晚上出门，阿伯在他没有出声召唤的情况下，主动来护住他，这给了温言极大的安全感。尤其是发现阿伯竟然还能跟秦坤过2招，靠着惊人的恢复力把秦坤都给阴到了，这安全感简直太强了。他就怕遇到什么情况，他根本来不及喊阿伯，他都被一招秒了。阿伯还是严格遵守着不叫就不动的约定。以阿伯如今的灵智，的确是这样。昨天晚上阿伯为什么主动护住他，温言其实都没太弄明白。张老西开着他那辆皮卡车，给阿伯套了一件兜帽大氅，带着阿伯坐上车，一路直奔目标地点。到了地方，温言独自上了2楼，坐在靠近窗边的一个包间里，窗户下面的路边，张老西带着阿伯等在那里，目测最多7、8米的距离。有任何危险，以阿伯的实力，1秒之内就能破窗而入，除非武道练到秦坤那种已经不似人的地步，否则但凡是活人被阿伯擦破皮，都未必能扛得住尸毒。温言估计是因为阿伯之前吞了一个专精尸毒路线的绿毛姜，才让他的尸毒变得如此凶猛。猛点好啊，队友越强，他躺得越舒服。能躺着为什么要站着？不累吗？温言瞎琢磨的时候，看到一辆禹州车牌的绿牌车进入到了后院里。不多时，就见一个穿着米色小西装、扎着马尾辫的女人走了进来。她给人一种干净利落的感觉，但那张稍稍有一点婴儿肥的脸，却又显得很有亲和力。看到温言之后，诸葛婉君立刻露出一个标准的笑脸，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她主动伸出右手：“你好，我是诸葛婉君。”温言跟她握了握手，也没做自我介绍。他说自己是温言也好，说是苏月也罢，无论说哪个，都是代表着接下来的谈话方向。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他跟诸葛婉君握手的瞬间，脑海中浮现了提示：律师。以利益为导向的律师是一把双刃剑。当他的利益
与你的利益趋同的时候，那便是相当靠谱的队友。当他站在你的对立面时，建议听从大师兄的谆谆教导，将他活活打死，再附送一个殡仪馆、一条龙服务。临时能力无。温言一看提示就明白，这一次的无也是完全没必要的意思。按照他现在的武力值，什么能力都不用，应该也能一只手将诸葛婉君打哭。还没吃早饭吧？尝尝这家的早茶，很不错，都是每天现做的，没有用半成品。温言将菜单递给诸葛婉君，看着对方很快在菜单上选定好了几样，心里也大概有了判断。这位是个做事果断、不拖泥带水的人，遇到事情下决断的速度很快，也很坚决，几乎没什么犹豫，而且目标非常明确。温言叫来服务员，看着诸葛婉君点的东西，基本都是早茶店里比较常见的，而德城这边特有的几样东西，他一个都没有点。温言在心里又给他添加了一句，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应该还是比较保守的那种，更喜欢在自己的舒适区域待着，不会贸然在不熟悉的情况下选择没尝试过的东西。坐定之后，温言熟练地用热水烫餐具，一言不发。诸葛婉君也一样，一丝不苟地烫餐具，完成必要的餐前仪式。不多时，等到点的东西全部送来的时候，诸葛婉君才忍不住了，他直接从包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当着温言的面签了名之后，缓缓地推到温言面前。这是我根据现有情况草拟的2份协议，先生可以先看一看。一份是短期的聘请协议，我可以协助先生解决近期内一系列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若是我不能解决的，也会以先生的利益优先，给出合理的建议。一份是长期的雇佣协议，我可以长期作为先生的法律顾问，作为长期客户，先生的任何问题，我都尝试着在保证先生利益的前提下，给予合理且专业的回答，包括但不限于法律相关问题。温言微微眯了眯眼睛，拿起2份协议看了看。第一份短期的，大概意思就是大家短期合作一下，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下面详细列举了收费标准，好几页都是各种情况时的收费标准。第2份总共就只有短短的3页，温言不是相关专业的人，但没见过猪跑，总吃过猪肉，大概还是能看得出来，里面约定他的义务范围很小，而且咨询费用，长期合作，每天只需要1块钱。禹州数一数二的南强律所里的大律师究竟应该什么价，温言不清楚，但他知道再怎么离谱也不至于是1块钱，这1块钱只是在走程序而已。所以他现在懂了，不仅仅是诸葛婉君知道了他就是苏月，而是还有更麻烦的事情，让诸葛婉君必须做出选择，他才会主动这么示好。而诸葛婉君的艺人职业和寻常职业都是律师，这一步肯定也是按照规则在走程序，就是不知道签订了之后会有什么效果。温言放下文件，看向诸葛婉君。诸葛婉君立刻道：先生应该看完了吧，这只是必要的程序而已。先生不是我的客户，那有些话按照规矩我就不能跟先生细聊，我不是专业人士，这2份文件有什么区别？短期客户就是字面意思，短期的正常合作是普通的合作，也是职业上的合作。温言点了点头，普通合作自然就是作为普通人的合作，而职业上的合作那就是职业者之间的合作，有职业者的能力运用在其中。这家伙上来就给2份，让他选择，就是限定了选择范围就在2者之间。若是只给1份，那选择就是签或者不签。这种小技巧，温言听张老西说过，他给客户推销服务的时候一直都是这么干的，效果一直很好。长期客户那自然是长期合作，作为第一优先级的客户，我自然要以长期客户的利益为先，客户的任何咨询我都得站在客户的角度上给予专业的回答。温言看着诸葛婉君一板一眼地说起这些，他忽然问了句：你认识贾墨之城吗？诸葛婉君露出一个标准微笑：无可奉告。温言点了点头，他现在有些懂诸葛婉君这个律师职业是怎么回事了。他的艺人职业限定强度可远比普通律师强太多了，这份协议便是一份不可违逆的契约。难怪诸葛婉君能在灰色地带混得风生水起，得到那么多异类的信任。那些异类未必会相信人，但应该会相信带有神秘力量加持的契约。我能问问，你跟几个人签订过这份长期雇佣协议吗？您特指的是人吗？不是，那只有一个。若是特指是人呢？那就没有了，人心太复杂，没有完美的协议。好，我懂了。温言拿出那份长期协议，签上了苏月的大名。他看着他签的名字如同燃烧着火焰，一点一点地映入到文件里，然后火焰侵染上面所有的文字，包括诸葛婉君的签名。火焰燃烧掉了所有文字，将协议化作几张白纸，最后化作2道流光，分别没入到温言和诸葛婉君的脑袋里。那些文字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如何都不会忘记。完成了协议之后，诸葛婉君才长出一口气，拿起筷子开始吃起了东西。现做的的确比较好吃，现在还坚持全部现做的茶楼不多了。温言笑了笑，他看得出来诸葛婉君现在才算是放松了下来，刚才他就像是被什么限制着，一直揣着。而且他看出来诸葛婉君好像真的是有点饿了。吃的差不多的时候，温言再次问了刚才的问题：你知道贾墨之城吗？知道，他绰号眼镜，有一件无框眼镜的异宝，可以让他变化成任何人的样子。随着他伪装的越像，效果也会越好。若是他自己都坚信自己就是那个人，那便是检测 DNA 也检测不出来他是假的。很不巧的，他拥有一种给人洗脑的力量，说出来的话可以如同思想钢印一样，让人坚信那就是真实。他洗脑的话越是趋近于真实，效果越好，洗脑的时间越久，效果越好。所以除了那副眼镜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确定是他。能说说你为什么来找我吗？温言好奇的是这一点。我之前从来没见过他，但前几天我见过他一面，他的能力越来越强了，我以为我可以扛得住他的洗脑，但是我错了，我并没有完全挡住。我现在只是与被洗脑的我完成了谈判，完成了妥协。他交代了我2件事，第一件事便是利用你去老冰库里拿一件东西。被洗脑的我
必须要来这里见你，而我也想来见你。只可惜他太自傲了，他对自己的能力太过于自信了。他觉得签订协议，留下白纸黑字，就是留下巨大隐患，再也无法隐蔽。我被洗脑了，自然不会将这些话告诉别人。但是你作为利害相关方，又是我的长期客户，那我就可以按照协议维护拥有第一优先权客户的利益。程序完全正确，便是被洗脑的我，也不可能阻止我。温言打量着诸葛婉君，心里明白，这个诸葛婉君跟资料里记载的一样，又是在关键时刻来临之前就提前站队了。当然，更可能的是，他也清楚的知道，被贾墨制成那种货色盯上，注定不可能有好结果。不如先跳反了再说。他想去老兵库里拿什么？目前不清楚，应该是上一次就想拿的东西。第二件事呢？找到噬魂兽，然后给噬魂兽洗脑，掌控噬魂兽。哈！温言不由得笑出了声。这次他是真没忍住。温言可是看过介绍的，噬魂兽可以说是免疫一切已知的伤害。想给噬魂兽洗脑，纯粹是想屁吃。能让天敌职业给予无敌的标签，哪是那么容易被洗脑的？他已经找到噬魂兽的踪迹了，应该就在化工厂领域里，具体我不是很清楚。也就是说，他最近应该会去化工厂领域是吧？是。温言轻吸一口气，他就知道贾墨之城该来了。只是他也没想到，贾墨之城竟然如此胆大妄为，竟然想要洗脑噬魂兽。你知道他现在的身份吗？诸葛婉君顿时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按照协议约定，您的任何问题，我都会站在符合您利益的角度给予专业的回答。比如这个问题，我上一次见到他，他的身份是弗莱姆集团宇宙分部的张帆，但我不保证他现在还是这个身份。他等这个问题等了半天了，在他没有主动给予提示，温言又主动问出来的情况下，他就可以绕开贾墨之城的洗脑，回答这个非常敏感的核心问题。温言拿出手机，立刻查了一下这个张帆。宇宙本地人，只看资料是绝对没什么问题的那种，高学历、实习、应聘，最后在弗莱姆集团在宇宙开设分部的时候进入其中。而且这个张帆也戴着一个眼镜，而且还是一个无框眼镜，最近几年的照片都是这样。只看资料和照片，任谁都不可能将他跟贾墨之城联系在一起。温言琢磨着，贾墨之城肯定不知道他身份暴露了，要不要现在就想办法将他给按死了？跟着他查了一下这个张帆的行踪，昨天他就在南墙律所对面出现过，但是昨天晚上按照通话记录，他就已经到端州了，紧跟着定位就一直在一家5星级酒店里，到现在都没有移动过。温言暗叹一声，按照以往的经验，贾墨之城如此小心谨慎，这个手机定位8成也是做不得准的。更何况昨天晚上烈阳部就已经开始继续推进，他这个时候到端州，那必定是已经开始做什么了。诸葛婉君放下了筷子，看到温言似是有些遗憾，提醒了一句：我个人呢有一个建议，最好不要贸然在人多的地方对他出手。他这个人已经到了不为名利的阶段，他只在乎他想做的事情，他只在乎能不能做成这个过程，做成之后这个结果便已经对他没有意义了。他的心智已经扭曲，陷入到一种恶性环之中。我并不是很清楚他都收拢了谁当手下，但以他以往的习惯，每一个手下都是耗材，用完即抛。若是在人多的地方对他下手，他这种纯粹的恶人一定会不择手段。温言点了点头，他明白诸葛婉君的意思。贾墨之城丧心病狂，若是在人多的地方被逼到绝境，他就一定敢以他的能力绑架足够多的普通人，让烈阳部投鼠忌器。最合适解决他的地点，的确是只有在领域内部。化工厂领域，你知道点什么？他最初的目的是什么？我不确定。但是自从噬魂兽降临之后，他就戴着木甲面具去了化工厂领域。现在的目的是掌控噬魂兽。我没有去过那个领域，我只是大概推测出来，他要借木甲面具催生无魂的僵尸，可能是想要借无魂的僵尸来完成掌控噬魂兽的计划。据我所知，他给烈阳部里的一些普通人外勤和内勤都洗脑了，也给一些异类洗脑了。我能知道的只有几个。诸葛婉君报上来几个异类的种类和名字。温言有些遗憾，没有雀猫，而且贾墨之城到现在都没联系过雀猫，看来也是觉得雀猫太废了，懒得再理会。雀猫整天还心心念念的当间谍，帮忙抓到贾墨之城。要是他是贾墨之城，他也懒得再理会雀猫，要战力没战力，要能力没能力，还能吃沉迷动画片。哦，错了，雀猫懂英语，还是有点作用的。两人正说着呢，诸葛婉君的电话响起，他想了想，拿着电话坐在了温言旁边，接通了电话。喂，老板，尽快办好第一件事，最好是2天之内办好，我会在2天之内给你创造机会，吸引到所有人的注意力。老板，我已经到德城了，不过我可不是你啊，我可没那么容易说服那位，我需要时间的，只有2天时间，不能再拖了。我知道以你的能力，让他签订一个职业契约应该不是难事。48小时之内你办不到，那你就没有价值了，到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去跳江了。我说的都是真的。贾墨之城冷冽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诸葛婉君瞳孔一散一缩，立刻带着欢快的语调应了一声：好的，老板，一切谨遵您的吩咐。而温言脑海中瞬间蹦出来一个提示：诈骗犯真实构架师转职中。从虚假的构架之中汲取1分真实的果实，他已经领悟到了最核心的点。他以虚假的身份完全融入到真实之中，从身份到内心到行为到感情，如此构建出了一位绝对不可能因为虚假出现的大值。他不但完成了进阶，更开始了职业转职过程。这是一个幸运儿，更是一个敢赌上一切的疯子。他已经从虚假走向了真实，当他完成转职的那一刻，虚假即是真实。提示：这边建议您呢，在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里，使用您可以想到的一切流程全部走一遍，不然等到他完成了转职，那可就麻烦了哟。
可供选择临时能力：一、刺破虚假群体。当你说出真的吗？我不信的时候，会刺破虚假的谎言，有副作用，建议配合贱一点的语气。二、最后的低语。当最后的低语从你手里释放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但需要你自己去寻找到最后的低语，因为最后的低语一直都在。建议以猎阳部的名义给飞信公司发一个协助调查公文。温言暗暗心惊，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天敌职业会给予这么长的提示，给的信息里实在是有点大了。这一人职业竟然还能转职吗？临时能力竟然还会一次给俩，让他来选择。给的临时能力竟然还会出现不能直接用的，而且临时能力里竟然还有一个有副作用。温言一时有些没理清楚头绪，这里面蕴含的信息量有点大，回头再慢慢理清楚。他现在考虑的是这个假墨制成的洗脑能力，隔着电话竟然都能发动，这也有点太离谱了吧？不是针对他的洗脑都能直接激发天敌职业生出反应。这次来见诸葛婉君，收获可实在是太大了。他没有急着去选择临时能力，因为那提示这一次似乎受到影响，一直都存在着。保持着提示存在，他也没感觉自己受到了假墨制成的影响。他看向诸葛婉君，诸葛婉君已经挂掉了电话，脸色也恢复了正常。你看到了吧？我就知道被他洗脑之后的结果一定是这样。知道了，2天之内他就会动手。你想要得到什么？我想要摆脱他的洗脑，然后我之前曾经给过他一些情报，我可以配合解决这件事，但是我事后要得到猎阳部的豁免，那要看你都参与过什么，参与到什么地步，我没法直接答应你。我明白，我这2天都会待在德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我。好，我要这2天内会出现在端州的所有异类的名单，所有出现在水鬼领域的异类都不会出现在化工厂领域。好，没有问题。诸葛婉君很痛快地应了下来。温言点了点头，也不问诸葛婉君怎么做到。他又叫了一些早茶，让服务员给打包带走。他结了账，转身离开。等到温言走后，诸葛婉君依然坐在那里，后背的衣裳都被汗水打湿了。他没敢开免提，怕假墨之城听出来差别。他坐得跟温言很近。刚才假墨之城最后发动洗脑的时候，他瞬间就能摆脱这种隔着电话的洗脑。他也敏锐地发现，温言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根本没有一丁点被影响到的趋势。以他的了解，哪怕不是针对温言的，听到这种洗脑的话，也多少会被影响到。但温言根本没有任何反应，甚至挂了电话就继续想着弄死假墨之城，这绝对不正常。而且他虽然没练过武，却也见多识广，能察觉到温言身上的阳气极其纯粹，而且一点也不弱。能有这般强横又纯粹的阳气，必定是有大山大派的支持，自小刻苦练武才能养出这种阳气。他曾经见到过一位炼童子功的年轻人，从5岁开始苦练了20年，才能有温言这种温润和煦、藏而不露、纯粹之极的外向表现。反正怎么样，都肯定跟普通人是不沾边的。偏偏假墨之城却认定了温言只是一个普通人，还亲自见过、确认过。他不知道温言或者苏月到底是怎么骗过假墨之城的，让假墨之城在这里栽了这个大一个坑，到现在为止都依然忽略掉了这里才是最大的不确定和风险项。短暂的接触，加上刚才假墨之城的电话，让诸葛婉君万分确信他的选择没有错。他要是不早点跳反，先配合着将假墨之城弄死，他肯定死定了。不是死在温言这里，就是死在假墨之城手里，甚至于死了都是最好的结果。最惨的结果是被假墨之城彻底洗脑，那才是真正的生不如死，比死了更惨。他夹起最后一个水晶虾饺，吃完之后立刻拎着包包离开。到了订好的酒店里，立刻给烈娘打了个电话，安排事情。安排好之后，便开始发动他的渠道，去确定现在有什么异类在端州，还有哪些在端州之外的异类会在这2天来到端州。喂，蒙哥，你今天关门歇业了吗？哦，是要出诊啊？什么人派头这么大，能让你出诊？去端州啊？蒙哥，你能不能给个面子，晚2天再去端州？我这有个客户，大客户。蒙哥，你觉得就凭咱们的关系，你觉得我会坑你吗？你就说信不信我吧。这我不能说，蒙哥应该理解，咱们什么关系？蒙哥你信我就行了，晚几天。挂了电话，诸葛婉君又给温言打了个电话。先生，问一下，禹州烈阳部里有什么大人物需要治疗失眠的吗？我需要给我一个朋友在这2天安排点禹州的活。温言这边才刚坐到车上，还没走呢，就接到电话，心说诸葛婉君可真是雷厉风行，说办事立刻就开始做出安排了。他一听这话就知道是有什么异类，这2天会去端州，他要把人拖在禹州治疗失眠。这个他正好看到过相关资料，禹州内应该就那一只孟墨吧。好，我知道了，接下来2天他都闲不下来的。好的，谢谢先生。挂了电话，温言就用烈阳部的手机给风瑶打了个电话。喂，部长就在我旁边，我开免提了，你说还有别人吗？还有秦坤也在，只有我们3个。温言想了想，就把刚才见过诸葛婉君的事说了一遍。诸葛婉君给的不少情报，现在给安排点地位高点的人，免费睡个好觉，实在是太简单了。事情大概就是这样，那个家伙已经疯了，而且他现在极度危险，这2天肯定有大事。蔡启东听温言说完，沉着脸没说话。风瑶还在消化着一连串消息，倒是秦坤先开口了：温师弟，你才练了几天拳，不要掺和这些事了。要是缺钱了，跟我说，烈阳部那点钱，还想让你卖命，实在是太扯了点。我早上已经跟太师叔祖打过电话了，太师叔祖说大江已经出发，今天就能到了。你万事小心，一切有我，你不用管。一旁的风瑶将脑袋转向一边，装作没听到。蔡启东也实力耳聋，秦坤当着他面这么说，他也依然面不改色，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一个孤身一人就能赤手空拳打穿了一个极度危险的古战场领域的高手，
只要能把秦坤留在南武郡，秦坤就是当面吐他一脸口水，他都能唾面自干。再说了，人家师弟一个人给的情报支持，比他手下3个普通人组成的大队还要关键。人家关心自家师弟2句怎么了？还不准人家说2句高兴的话吗？蔡启东听到秦坤说完，立刻一脸认真的点了点头，对风瑶吩咐道：“说的不错，这一次小温出力很大，还拉拢到了诸葛婉君，情报都是最关键的，都记录下来，可不能少记了。”说完，蔡启东便对着电话道：“小温啊，你那边有什么需要配合的？有什么需求？你尽管说，我这边一定会全力配合你。”“好的，部长，我明白。另外，秦师兄，这不是我想参与的，是那家伙盯上我了，是他想要害我，我逼不得已才要反击，我不可能不参与的。你注意安全，等咱们的人到了再说。”秦坤和气地嘱咐了2句，然后秦坤看着蔡启东这架势，撇了撇嘴，什么都没说。“部长，能不能开个文件？我有些很重要的事情，想要飞信集团协助调查一下。”“什么事？我目前还不太确定，但非常重要，或者是非常关键。”“好，涉及到第一优先级，我会亲自给你签一个文件，你想找什么就去。我还想要风瑶来帮忙查一下，没他查不了。”“好。”蔡启东答应得很爽快。自从温言这得到新情报，说贾墨之城似乎已经找到了噬魂兽的踪迹，而且贾墨之城还想给噬魂兽洗脑，控制噬魂兽，那温言现在想要做什么，都是第一优先级范畴之内的。哪怕温言自己都说不清楚要干什么，那蔡启东也敢给批。挂了电话，风瑶便立刻拎着他随身的厚厚笔记本出发。温言也挂了电话，回到了家里，将阿伯送回地下室，进了香，在安排小僵尸和雀猫吃饭之后，温言便开始练拳。一边练拳，一边琢磨着那个临时能力是怎么回事。他必须要先找到什么是最后的地狱。给的提示是找飞信公司配合，指向就已经非常明确了，肯定是飞信聊天里的内容。还是低语，那8成就是一条语音聊天内容。想要找到这个，那肯定得烈阳部出具文件，但难度不在这，难度是怎么确定是哪一个？这就需要从贾墨之城身上入手了。他练拳练了5、6遍之后，风瑶的车就停在了门口，顶着黑眼圈的风瑶拎着笔记本，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你那里可以找到贾墨之城之前的所有轨迹路线吧？可以。他现在的身份，张帆呢？现代社会，除非他不进入城市，不用任何电子设备，否则都不可能完全隐身。至少他明面上的身份都是很容易查到各种轨迹。好，我其实不太确定要找的是什么，但是你可以先按照我说的条件试试找找。1. 这个人可能已经死了。2. 这个人最后在飞信上留下了一段语音。3. 这个人可能是贾墨之城用过的某个飞信号的飞信好友。4. 贾墨之城有极大可能曾经跟这个人接触过。你这条件有点不靠谱啊，我们都不知道他化身墨之城之前到底是什么身份。风瑶有点傻眼，这怎么查？海底捞针啊？先试试，不行了再说，这个非常重要。诸葛婉君跳反，以他在异类里的人脉，想要知道很多异类是不是进入了端州，可比烈阳部容易一些。不是所有异类都喜欢去城市里，大多数形态比较明显的，或者难以伪装成人类的，都不太喜欢在城市里活动。他们若是在荒郊野外活动，只要不靠近公路，被拍到的可能性都不大。再加上例如水鬼领域之类的渠道，也可以绕过监管，出现在端州。既然水鬼领域能进入到化工厂领域，那总是有办法过去的。没有王雪琪这个水鬼协助，也肯定有别的办法。诸葛婉君不断地列出一个个名字，他很清楚，这一次不是寻常时期可以在不断拉扯之中妥协，而是标准的零和博弈。他想要活，而且活下来之后不被清算，那就只能尽心尽力跟着温言一条道走到黑。至少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还有他亲自来见了温言之后的感受来看，他都觉得温言这边胜算大得多。他刚问能不能给安排俩有些地位的客户，面上能说得过去，那边几分钟就给安排了3，那3个还都明显是日程都要提前定好，他这个南墙律所的大律去见面都要提前预约时间的人。仅此一点就让他明白，他这次果断跳反实在是跳对了。但凡他再犹豫1天，后面就没他什么事了。而他也没猜错，贾墨之城那狗德性真的是永远不会变。他之前还以为他被洗脑后应该不是一般的耗材，没想到隔天给个任务，就是做不到就去死吧。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点天真，以为贾墨之城会有区别对待的时候。实际上他也是耗材，只是可能比其他耗材稍微有价值点。现在贾墨之城应该也已经没空理他了，他可以做的事情就很多了。而另一边，风瑶顶着个黑眼圈，挠了挠头之后，头发都开始大把大把的掉。温言不是人，给的什么鬼条件？这种条件，他想要找出来符合条件的东西，那起码得先准备好所有有可能的数据，然后编写算法，为给超算来做初步的筛选。但这个可能包含的数据，那都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绝对不可能保证没有遗漏。风瑶按照温言给的条件不断排查，很快就排查完了张帆这个身份相关的东西，没有任何结果。这个倒是很正常，贾墨之城用张帆这个身份才没2天时间。接下来的重点是继续排查对方用墨之城这个身份时的一切，这就有些要命了。温言按照提示，基本上可以推测出，在化作墨之城那段时间内需要完全的投入，那他肯定是完全以墨之城的身份做所有事情的，中间肯定不会脱离。但墨之城是个网约车司机，能接触过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多到他自己可能都记不清楚。再加上其走过的轨迹本身就是开着车到处转，这个过程之中会遇到什么人，那也是难以追查。难查那也得查，他还是相信温言不是那种不知道轻重的人。这个时候忽然说起这个，那就一定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这些事温言都帮不上什么忙，他给了情报，剩下的事情就轮不到他来做了。他也不擅长那些事情，他只是在一遍又一遍的练拳，将烈阳拳练成本能，
在练拳的过程中，他反而可以冷静下来思考问题。贾墨志成已经在转职过程中了，那么那个真实构架师到底是什么？端州的酒店里，贾墨志成化作的张帆的确已经不在酒店了。张帆这个身份的手机就丢在酒店的房间里，而他人则悄悄来到酒店地下停车场最下层里一间被锁着的房间里。这里原本是个临时储藏东西的小储藏室，后来有一次漏水淹了这里，有个工作人员不知道怎么淹死在里面，这里就被封起来了。他拿出钥匙打开了房门，里面已经灌满了半屋子水，那水里还泛着一丝黑色。他摘掉了眼镜，变成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笑起来也很和气的人，这就是他本来的样貌。他带好了装备，潜入水中，瞬间就像是跃入了一片黑暗的深海里。他闭着眼睛，借助装备在水中飞速前行。十几分钟之后，他冲出水面，睁开眼睛，就像是又回到了地下室里这间储藏室里，只是这里还残留着一些架子，全部都布满了锈迹。这里充斥着空荡、压抑、死寂的气氛，这里是一个极小的领域。他走出水面，推开储藏室的大门，外面黑暗一片，只有虚无，似乎什么都没有。他站在这里，伸出一只手，没入到黑暗的虚无里，闭着眼睛沉思了良久，一步迈向了黑暗。这里应该有混凝土地面。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他脚落地的地方，混凝土的地板出现了，以他为中心，向着周围扩散。转瞬就好似一座空荡荡的大厅出现了。这里是有承重柱，跟着一根根粗大的钢筋混凝土承重柱出现，越来越像刚才进来时的那片地下停车场。他闭着眼睛，一步步前行。随着他的话音不断落下，3层停车场，包括上方的各种管道、各种门都开始浮现了出来。除了没有车子，至少这里的格局已经跟现实世界里的地下停车场没有什么区别了。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随着贾墨之城最后一句话落下，那些看起来还有些新平滑的像是贴图的墙壁柱子等等，就像是经历了岁月侵蚀，逐渐变得跟真正的地下停车场没有任何区别。而且这里充斥着一种破败、腐朽、死寂的气息。贾墨之城睁开眼睛，看着这一切，露出了笑容。他终于感受到了，他走完了转职最后一点点路程，构建出一个真实存在的领域，而且是一个2类领域。他试过很多地方，只有这个地方，他成功借地利构建出了一间只有10几平米的小房子领域，甚至连边界都没有构建成功，推开门就是虚无。进入这里都没法如同寻常领域一样进入，只有借助那片黑暗深海才能进入这里。只有他能感应到这里的存在，也只有他能来到这里。现在他终于补上了最后一点点拼图，走了个取巧的方式，以现实为基准，构建出一个2类领域，一个真实存在的2类领域。转职成功，他的职业也变成了真实构架师。我所言所语、所思所想，构架出来的皆为真实。他看着自己的手臂，我的左手上覆盖着堪比白钢的黑色鳞片，我说的是真的。下一刻，便见他的手臂上细密交错的鳞片出现，他伸出手，随意抓了一下旁边的墙壁，轻松留下几道深深的抓痕，活动起来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稍稍感应，他摇了摇头，竟然还有持续时间。以他刚转职成功的能力，这种改变是无法化作长期存在的固定改变，最多只能维持30多个小时。他散去了维持，手臂恢复了原样。他想了想，又念叨了一句：我可以变成白毛姜，但是还有清醒的意识。这句话是真的。下一刻，他体表立刻浮现出细密的白毛，转瞬便化作了白毛姜。那白毛犹如钢刷，刮过混凝土墙壁都能刮下大片的粉末。这一次持续的时间更短的，只能维持3个小时了。他再次散去了这种状态，拿出了无框眼镜，变成一个半框眼镜。这句话是真的。看着无框眼镜变换了形状，他细细感应，这种简单的变形却不影响其本身的力量，倒是可以化作真正的真实，长期存在下去。他戴上半框眼镜，很快就化作了张帆的样子，些许外形的改变对这件奇物本身的力量没有任何影响。他笑了笑，摘下了眼镜，回头再看了一眼这个新出现的领域，转身离开。不出意外的话，这个领域他以后都不会再来了，这里应该也不会被人发现。现在他要去做下一件事了，找到噬魂兽，掌控噬魂兽，然后再去追求他想要的那份真实。入夜，温言还在练拳，练拳仿佛已经化作了本能，他的思绪早已经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他满脑子思索的都是该怎么找到提示里的那个东西。他一遍拳练完，隐隐察觉到阴气浮动，将他的思绪拉了回来。回头向着后面那排望去，就见老赵那栋别墅的大门已经打开，歪瓜裂枣5兄弟推搡着走了出来。都说了，人家很烦的，很忙的，就是人家哪有空理你们？你们跟老赵一样没眼色，就知道吃就知道白切鸡，1周不吃白切鸡会死啊！歪瓜裂枣5兄弟互相骂着，但骂着就走了出来。温言回过神来，看着5兄弟笑了笑，这又到周末了吗？不好意思，我这2天比较忙，我忘了，我这就给你们叫白切鸡。温言这么一说，5兄弟就有些不好意思了。没有，我们就是馋了。我们知道你很忙，我们不着急。对，明天也行。你的事重要，我们不吃都行。温言思绪被拉了回来，想了想也不练拳了，肚子也有些饿了，大家估计都饿了，正好叫个外卖。你们等一会儿啊。他回到屋内，小僵尸和雀猫排排坐，都可怜巴巴地看着他，但梁小芝也很懂事，之前都没去打扰他。等一下就开饭，别着急，我这个手机上设置了小额免密支付，下次雀猫你们饿了或者想吃东西了，我不在的话，你就自己点。小额是多少？雀猫眼睛一亮，扭扭捏捏地问了句：100以下。雀猫顿时眯起了眼睛，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那还要什么50块伙食费？自己想吃什么就点什么，不是更好？温言随口回了句，就飞速点了2大份白切鸡，又点了俩菜。付款之后，看到店家接单，
然后外卖员只换了一次就被人接了，没有再换，他就放心了，收起了手机。再看了看通话记录，也没人给他打电话，诸葛婉君也没有再打来。张老西呢？听说是回他的老宅搬东西去了，他还有好多东西在那边，全部搬过来之后，以后就常住我们隔壁了。那行吧，我们等下自己吃。半个小时之后，温言站在门口等着，目光向着左右看了看，他这一排左右两侧还有前面一排都是黑灯瞎火的，只有路灯亮着，连隔壁张老西住那套都是黑漆漆一片。他看着路上有车灯亮起，一个骑手油门拧到底，呼啸而来。温言一看，又是上次那哥们，这哥们脸色略有些发白，眼珠子里带着压制不住的惧意，显然也是对这里有些害怕的。温先生，您点的餐。好，谢谢啊，下次你送东西，我要是没下来，你就直接放在院子门口就好了。啊，哦，要是别的地方，骑手还不会多想，可莫名的想到有关这里的传言，他还是忍不住发散思维，自己给自己吓了一跳。麻烦您给个好评。丢下一句话之后，骑手又是油门拧到底，一路呼啸着离去。温言叹了口气，都第二次送了，还是被这里的传言吓到了。他左右看了看，路灯倒是挺亮的呀。想了想，他打开外卖软件，难得给评价了一次，给点了个好评，然后想了想，又给骑手打赏了20。数字输入进去之后，他又想了想，一咬牙给了50。他万一不在家，家里就缺猫、小僵尸、阿伯，后排还有老赵、歪瓜裂枣5兄弟，全部凑一起找不出个活人。这地方让人家来送餐，万一一不小心看到谁了，下次人家肯定不敢来了。连续2次都是这哥们来送，大概都可以确定，这一片应该不会有第二个人愿意来送这里了。给完好评，温言拎着菜回到房间里。风瑶，先吃饭了，吃完饭再弄。风瑶看着电脑，啪啪啪的一顿敲，让电脑连上烈阳部的服务器自己跑着，他自己过来吃饭。例行为了小僵尸给雀猫一碗面，再一人给一个加持了阳气的番茄，然后温言端着一碗饭菜来到地下室，供在阿伯面前。阿伯，吃饭了，今天都太忙了，又得吃外卖了，阿伯别嫌弃。点了香，拜了拜之后，将其插在香炉里。温言这才走上来，拿出一大份白切鸡，走向后院。他将白切鸡放在老赵别墅大门口。今天比较忙，先凑合一下，过几天要是一切顺利，解决了麻烦，我请你们来家里吃饭。大门打开，歪瓜裂枣5兄弟挤在门口，有些不好意思的看着温言。温言笑了笑，挥了挥手，吃油给你们浇在上面吗？还是你们自己沾？浇上面就行。好，那你们吃吧。投喂完歪瓜裂枣5兄弟，温言转身离去。他们将白切鸡带进去，放在房间1楼的供桌上。5兄弟也没急着吃，他们一起把老赵拉了过来。老赵这边刚伸出手拿了一个鸡头，吃了一口，5兄弟便开始一唱一和。老赵，做鬼也得讲良心的。是啊，温言多好的人啊，人家都让你晒太阳了，还给你白切鸡吃，豉油都给你带了，你不做点什么？你这白切鸡吃的还有良心不？老赵看着5兄弟，这才反应过来，5兄弟破天荒的让他先吃，那肯定是有鬼的，他还是上当了。你们几个要干什么？5兄弟一听这话，眼睛齐齐一亮。你可别说你感应不到，他想找到一个人。对对对，我们都能感觉得到，你凭什么感觉不到？总不可能你没我们聪明吧？你不是说你懂风水吗？帮温言找到那个人。老赵想要反驳，却怎么都反驳不出口。他绝对不可能说他比这5兄弟蠢，也不可能说不懂风水。老赵啊，做鬼得讲良心。温言忙的都顾不上吃饭了，这肯定是事关生死的大事，才能顾不上吃饭啊。我都担心他要死了，他要是死了，我们下周还怎么吃大餐啊？五鬼说着说着，就将老赵围在中间，一起抹眼泪。老赵一脸懵逼，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找啊。我们帮你。五鬼难得异口同声地说了一句话。下一刻，就见五鬼一拥而上，分别抱住老赵的手脚和身体。五鬼的想法和感知难得统一了一次，他们的力量和感知全部汇聚到一起，给了老赵共享。感受到脑海中出现的感应，老赵面色一肃，立刻伸出双手掐算了起来。今日乃寅日第一天，他所求者，按照你们的感应，那应该是大理西方。虚实之象，亏盈不定，那当是有什么东西影响到了？不对，他所思所求太过炽烈，所求不是这份琢磨不定，他求的是唯一的定数。找到了，38之数，定于西南，应该就是这了。老赵说完最后一句话，眼皮一翻，直接直挺挺的倒了下去。五兄弟松开了老赵，白切鸡都顾不得吃了，欢天喜地的冲了出去，直奔温言这栋。他们来到院子外面，正准备敲门，想到了门后面贴着的开光门神，还有驱邪符。老大犹豫了一下，立刻被后面的老二抽了一巴掌。你傻呀，我们又不是来闹事的，为什么非要走正门？就是啊，我们可是来帮忙的。对，翻墙。老五听了这话，立刻又抽了老四一巴掌。你傻呀，我们是鬼，一般的墙我们都可以穿。五兄弟绕到侧面，齐刷刷的一步迈出，穿过了围栏，进入到温言的院子里。他们5个脑袋凑到房间后门外面。温言，老赵快不行了。不对，老赵帮你找到人了。也不对，是我们帮你找到人了。你这更不对了，人的确是老赵找到的，那我们算什么？温言正吃着饭，向着后门看了一眼，就看到门口探出5个歪瓜裂枣的脑袋叠在一起。他放下筷子，快步走出后门。走，我过去看看。他直奔老赵这栋而去，5兄弟排成一列跟在他身后。进到里面，温言立刻感觉到这里阴气浓郁之极，阴森森的自然侵蚀的感觉都已经有1/2的干尸幻影了。老赵倒在地上4分5裂，双目紧闭，没了声息，看起来十分凄惨。温言被吓了一跳，
他这怎么了？他回过神来，这才想起来上次就见过老赵的脑袋被摘下来了，也没事。而且老赵又没肉身，4分5裂了，还没消散，那就是还没死。他立刻伸出一根手指，点在老赵的眉心，给他加持了一点阳气。老赵嘴巴张开，眼神茫茫然的睁开。一旁的五兄弟连忙凑上去，将老赵的身体拼起来。看眼五兄弟又七嘴八舌，颠三倒四的说不清楚。温言看了一眼还没吃的白切鸡，连忙道：“你们先去吃白切鸡，让老赵自己说。”五兄弟一听这话，立刻闭嘴，围成一圈，凑到桌前，对着白切鸡猛吸。老赵回过神来，精神头还是有些萎靡不振，魂体都没有之前凝实了。他大概说了一下，温言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在后院练拳，练了一天，天都黑了，还在那练拳，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找到那个最后的低语，找到那个人。他的思绪太过强烈，等到天黑了之后，五兄弟就感觉到了。但五兄弟行事颠三倒四，转身就忘了这茬事，只记得今天该有白切鸡吃。真拿到白切鸡了，听温言说话之后，又开始不好意思，跟着又开始担心，温言白切鸡都不吃了，肯定是遇到大危险了。万一温言这么好的人死了，他们再遇不到会请他们吃白切鸡的人怎么办？这么一想，五兄弟难受的白切鸡都吃不下了，非要拉着老赵一起帮忙找找。五兄弟给感应，老赵来推算定位，还真给找到了一个位置。但是代价就是老赵这弱得可怜的小鬼，强行去找温言要找的那个人，直接没顶住，昏死了过去。要不是温言会烈阳给加持了阳气，老赵怕是一时半刻醒不过来了。温言听了这话，顿时大为感动。上次请五兄弟吃了顿剩菜剩饭，五兄弟就告诉他有谁在盯着他。他是知道这颠三倒四五兄弟多少是有些奇异的能力，不过这五兄弟弱的连一张普通的驱邪符都将他们挡住，他还真没太在意过五兄弟能做点什么。他只当是后面住了几个特殊点的邻居，能让他们安分点，别闹事，他就满意了。每周请吃顿白切鸡，那还能算得上是事？没想到关键时刻，这五兄弟还有自称懂风水的老赵，竟然帮了大忙。你感觉怎么样？温言看着老赵的身体，还是有些担忧。没事没事，幸好之前晒过你升起的太阳，不然我肯定死定了。现在龙精虎猛，后面休息2天，肯定比以前好。老赵感受着身体内极为温和，跟他的魂体没有任何冲突的阳气，大感意外。这感觉跟之前温言突破时他们蹭到好处一样，但本质上没有上次晒太阳的层次高，但是量却强了不少。上次温言突破有旭日东升之象，那层次是相当的高，他们蹭了点好处，晒了晒东升太阳，就感觉魂体凝实度大涨。你找到的地方在哪？能说清楚吗？我说了你也找不到，我还是亲自带你去找吧。你这身体，我没事，天亮前回来就行。温言也不耽搁了，立刻带着老赵出门，拉上风摇就开着车呼啸而去。老赵坐在后排，不断的指引着方向，风摇都恨不得把脚踩进油箱里，车开得比张老西还猛。就这么兜兜转转，转了快1个小时，才来到了德成公墓的门前。就在这，很近了。2半夜的，车停在公墓前，有守墓人看到车灯，立刻举着手电走了出来。风摇拎着他的笔记本电脑，快步走了上去。他拿出烈阳部的证件，让对方看了一眼，那守墓人便什么话都没说，转身就回去了，顺便还给他们开了门。能在这当守墓人的，可都不是什么都不懂的普通人。之前有一段时间，真正的豪华炉被研制出来，海葬养骨灰的流程也没被确立之前，这地方才是出现怪事最多的地方。那时候，每一座公墓都有烈阳部的作战小队长期驻扎，尤其是10年前灵气复苏的速度忽然加速，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烈阳部好几年都处于人手严重短缺的地步。哪怕到了现在，烈阳部里依然是普通人占大多数，职业者、道士、和尚、民间奇人之类的角色都是少数。那时候南武郡其实还好了，历史底蕴不深的好处，这种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往前2000年，这地方就是流放犯人的险恶之地。那时候最头疼的是关中郡的烈阳部分部的部长，愁的头发都掉光了。能想象到坐个地铁左右上下的土里都可能住着某些老鬼是什么场面吗？最开始大规模出现的时候，坐个地铁向着窗外望去，一大堆脑袋从墙里面探出来看新鲜。修个地铁，光跟那些老鬼谈拆迁就是个头疼的事。今天早上开工，下午就挖到别人家里了，然后考古队、烈阳部还有关中郡特色的烈阳部下辖的拆迁办进场，可能接下来2月都别开工了。最后好几条规划好的路线，索性不修了，这还修个锤子啊！本来这事吧，可能就几个部门的事，后来有一天，博物馆里摆着的一件东西被曾经的原主人指出来是赝品，事情的影响就开始慢慢扩散开了，一顿鸡飞狗跳。到了现在，关中郡某些年代的古玩鉴定那是绝对的权威，你一个现代人能有把玩了那古董几十年的原主人懂？人家就是用来喝茶的，天长日久，早就清了痕迹，死后埋在哪都门清，你一件陪练出来的废品当正品了，还不准人家说出来。风瑶想起10年前那段鸡飞狗跳的日子，顺势给温言讲了讲。他最开始进入烈阳部，就是因为人手严重短缺。他进入烈阳部，守公墓都守了好一段时间，想要给那些小鬼讲清楚，让他们明白烈阳部的政策，那是真的难。如今这公墓里到了晚上就是冷冷清清，基本上什么都没有，留个守墓人就行了。老赵跟在后面看着山坡上的大片墓碑，感叹一声：之前听说现在宅子贵，没想到是真的，阴宅都住得这么挤，伸个腿都能把脚伸到别人宅子里了。这地方早就没什么小鬼住了，就是给活人一个悼念的地方。温言摇了摇头，都火化了，哪还有那么多僵尸啊、阿飘之类的东西？也是，要是都住在这，那邻里矛盾肯定相当大。老赵一边感叹，一边掐指推算着位置。他一路顺着小道往上走，
走到中间偏边缘的一个位置时，在这里转了好几圈之后，他指着一个墓碑，就是这了，带着你来，这肯定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错不了。温言看着墓碑，上面贴着一个照片，是一个笑起来很明媚女人，看起来最多也不过30岁吧。风瑶，温言喊了一声，风瑶没理他，他已经盘腿坐在地上，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啪啪啪的敲键盘，开始查找资料。笔记本上的资料刷刷刷的往外冒，风瑶嗤笑一声，名字是假的，地址也是假的，不过都找到这里了，我要是还找不到人，我一头撞死在这里算了。他两手在键盘上噼里啪啦的一顿敲，不到2分钟，各种经办人，什么地方办的，所有文件都给调了出来。查出来了。温言看着上面的资料，这个女人本名叫刘星宇，是3年前去世的。看资料，她的经历也很坎坷，幼年被拐，10来岁就自己跑了，然后遇到好心人收养了她，可不到1年，好心人便遭遇横祸去世，后来她自己去打工，跟着又被忽悠出国打工。外面的经历不甚清楚，只是知道3年前她得了癌症回来了，但是没有积极治疗。资料上有她去看产科的记录，她当时已经怀孕了。看情况是她想要在临死前将孩子生下来，可惜月份太少了，保不住，她就去世了。最后替她办理后事的人都是工作人员，无父无母，无儿无女，没有亲戚，头一次有身份有名字的记录就已经是10来岁了。温言叹了口气，这么个人累死风瑶也别想从那几个简单的条件筛选到人。其实看到这，温言就基本确定就是他要找的人，时间大概也能对上。而他飞信上最后一条信息也的确是语音说出来的，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没有力气打字了。他的飞信好友包括已经删除掉的也只有3个，一个在记录上是6年前移民出国的人，现在已经查不到记录了，一个也是国外的人，国内也是查不到记录的，这俩都是没有回到神州。第3个的确是神州内的人，但这个人在记录上3年前就已经死了。风瑶调出记录，看着上面的只言片语，都可以感受到他曾经经历了什么。他在外面打工很艰难，打黑工，收入比别人低，但他还是省吃俭用，想要存到钱回来。他很勤奋，能吃苦，每年到了那位曾经收养过他的好心人忌日，他也都会在那一天遥遥对着神州祭拜。后来他恋爱了，他遇到了一个人，对方很普通，甚至连工作都做不好，一直在花积蓄，但是那个人从不拿他的钱，他就坚定地认为自己遇到了好人，哪怕这个好人没什么本事。他们一起做饭省钱，一起租房子省钱，就像是搭伙过日子，有吵闹也有温馨，记录里都是些日常的小事。但忽然之间有一天就没了后续。再过了一段时间，他飞信好友多了一个，看他的语气，温言就知道这就是一个人，那个人一定是贾墨之城。贾墨之城曾经在国外过了一段很普通，没有用过能力的日子，这些日子里陪着他的就是眼前这位。3年前他回国了，贾墨之城也是大概那个时间回来的。第3个飞信好友不出意外也是同一个人，断断续续的争吵焦虑，最后不了了之，没了后续。直到他最后觉得自己撑不住的那天，发出了最后一条信息。可惜在这之前2个月，他的飞信好友就再也没有登录过这个号了。温言看着记录，看得出来他非常克制，非常谨慎，所有的记录里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甚至还能看得出来他除非忍不住了，否则连说话的时候都有一种刻意，仿佛在营造出一种效果。那3个飞信好友不是一个人。最后几个月他的心绪波动应该是最大的时候，他的很多话明显就是忍不住了。你要找的应该就是这段一直未读的话，你要听吗？温言沉默了一下，摇了摇头，不了，那不是说给我们听的，第一个听到的应该是原本应该听到的人。风瑶也沉默了一下，我仔细查了这3个人，虽然没确凿证据，可时间线却是能对得上的，尤其是最后一个号的主人死得太正常了，最后的轨迹也太正常了。我不信但凡是一个人，哪怕是铁石心肠，知道他最后的日子是什么样子，他最后的轨迹都不可能这么正常。轨迹里2人一点交集都没有，这风格还有最后的死亡是有贾墨之城的风格在里面。我们之前挖出来的几个有类似风格的案子，现在也能对上其中一个了。我敢拿我的头打赌，这就是贾墨之城，绝对就是他。我也知道你要找这个东西做什么，我其实并不看好。那个家伙如此丧心病狂，冷酷无情，已经不是现在才这样的。我说实话，我不觉得这能有什么大的作用。温言摇了摇头，也没法解释，他还是相信天敌职业激发的对应灵识能力只是一个提示，那就一定是有大作用。你信我一次吧，所有人都不要听，让这段话保持未读状态吧。以他们现在对贾墨之城的印象，谁会想到贾墨之城曾经有一段时间过得很是艰难，还能忍着从来不用他的能力。但凡他用一次，以他那能力的离谱程度，就绝对不会很长一段时间都很艰难，艰难到他能在记录里留下负面情绪。他那时候怎么想的，无人知晓。可这些事也的确跟现在的墨之城丧心病狂、冷血无情，还有些疯狂的样子不搭调。贾墨之城如何变成如今这样子的，很难弄清楚了。正因为这样，温言才更加确信，最后的低语就一定配得上作为一个临时能力出现。他看着墓碑，长叹一声，来之前就猜测人可能已经死了，一起带着的香烛元宝倒是真有了用处。他给烧了纸钱，点了线香，祭拜了一下，最后想说点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只是鞠了一躬，带着风瑶和老赵一起离开。坐上车，回去的路上，老赵揉着脑袋开口：“我隐约想起来了，我之前好像见过那个女人。”什么时候？1年多以前，还是2年前？我记不清楚时间了。我只记得她从地下室里走出来，已经快要消散了。我看她挺着个大肚子，
挺可怜的，就想让他多留一段时间，但是他执念很深，根本没有停下来，直接走了。他去哪个方向了？你记得吗？他已经消散了。我看着他走出我那栋宅子，走出去不远，就渐渐消散了。推书，让你偶像出道，千面影帝什么鬼？简介：我一个 KTV 闭麦选手，舞台退堂鼓优胜奖获得者，你们让我偶像出道。本以为是一个小网红出来蹭热度的时候，秦远从一次次挑战，一次次网友或认真或打趣的指导中进行实践。当秦远接受第一个挑战，从这些建议迈出第一步时，他的生活逐渐发生了转变。多年后，当有人在网上询问秦远的经历时，无数人控诉，我们就想让他成为偶像成团出道，可他全部都做到了，现在甚至还开始拿各个国际影展的影帝。面对着网友的夸奖，秦远站在制高位置，接受记者采访时回答，我一直在挑战自己，挑战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职业，所谓的千面影帝不过是我体验人生的一个过程罢了。温言一行人从公墓回来，风瑶还想继续寻找，找到贾墨之城最初的最真实的那个身份是什么。可惜贾墨之城换身份换的太多了，又离开过神州几年，中间有了断层，很多东西连不上之后，基本很难再找到最初的起点了。烈阳部在神州之外活动是非常敏感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外面的势力跟神州里的烈阳部都是井水不犯河水。外面很多时候属于职业者体系的人，暗地里都打出了狗脑，但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都是一条河里的，至少一大片范围内的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烈阳部也懒得理会外面的情况，只是补足点情报就行，根本不想插手，自己家的事情都忙不过来呢，人手严重不足，哪有空管别人。这种情况下，风瑶只能遗憾地放弃了追寻。他追踪了贾墨之城，在用墨之城这个身份之前，至少3个身份也没法继续查下去了。放弃吧，查不到最初了，而且也不用查了，我已经找到了最关键的东西。还有，这位刘雨欣也不用继续追查下去了。温言轻叹一声，劝风瑶放弃，给风瑶一个线头，只要线中间不断，他就能顺着线头一口气拉出来后面所有的东西。只是看看有记载的经历，看看聊天记录，听到其中偶尔有几句语音，大概就能判断出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更能判断出来他知道贾墨之城有什么能力，知道贾墨之城在换身份生活。贾墨之城每一次换身份，基本上都是将一个身份用到用不下去了为止。在风瑶确信了刘雨欣那3个好友都是贾墨之城之后，后面的事就简单了，不用烈阳部的情报渠道，只是查了查当地的报纸，就已经找到贾墨之城2个身份的死讯。他们待的地方又不是什么国外的大城市，其中一个就是个小镇，那种地方有人死了，甭管是谁，肯定会上当地的小报。他其中一个身份，报道上说是死于当地的黑帮仇杀，他被逼急眼了，拉着几个黑帮的人一起烧死在一栋房子里。但是接下来半年时间里，那个当地黑帮的人就陆陆续续死于帮会仇杀之中，这很有贾墨之城的风格。其中更细节的东西已经无从知晓，温言只能劝风瑶别浪费精力做这些了。按照诸葛婉君给的情报，2天之内，现在是1天之内，贾墨之城就会开始做什么事情了，所以才会给诸葛婉君2天时间，让他必须想办法，让温言从老兵库里拿出什么东西。按照以往的经验，做完这件事，贾墨之城又会消失不见，换一个新身份，彻底消失。而这一次，按照诸葛婉君的推测，贾墨之城有极大的可能会离开南武郡，这也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回到别墅区，温言将老赵送回到后面那洞里，又多给老赵加持了一点阳气。这一次能找到人，老赵的确是出大力了，险些直接把魂体都给榨干了。眼看老赵得到了好处，五兄弟也甜着脸凑了上来。不等五兄弟开口，温言便笑了笑：行行行，记得你们呢，你们是大功臣，哪能把你们忘了。他伸出手指给五兄弟一人加持了一点阳气。五兄弟难得没有闹腾，他们围成一个圈，相互簇拥着，被温言加持的阳气在他们之间化作一个循环，不断的在每个人体内流转，如同融为一个整体。他们闭着眼睛，安安静静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温言眼中闪过一丝奇异，这五兄弟来头肯定也不小。老赵也是，想想其实也对，老赵这栋别墅的地下室里经常会走出来一些小鬼，绝大多数其实都是近些年死的，而且大多数都是非常的孱弱。按照老赵的说法，基本都是走出这栋特殊的别墅之后，快则1-2分钟，慢则几个小时就会消散，反正都是没办法扛到日出就消散了。而老赵明显不是最近100-200年死的，他出来之后也出去溜达过，却没有消散，现在更是魂体稳定，哪怕不记得生前的很多事情，至少他意识非常清醒，根本不用温言来唤醒他的意识。他说话都有一种明显的怪异口音，出现在这栋别墅之后，连说话都要重新学现在的话，口音差距如此之大，那年代肯定非常久远。五兄弟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都是死的时间很久了，却还能出现在这栋别墅里，那生前就一定不是什么简单角色。温言也在烈阳部里的资料里了解过，反正资料里的风水跟老赵口中的风水绝对不可能是一回事，这些都很难弄清楚了。老赵自己都想不起来了，那说话都颠三倒四，非常跳跃的五兄弟就更不用指望。反正现在这样就挺好的，随缘吧，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边刚回到别墅里，还没坐下喝2口茶呢，诸葛婉君的电话终于来了。他让我说服你拿出9号柜里的东西。温言眉头一蹙，是不是你们都知道老兵库里究竟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地方很奇异，可以镇压几乎所有的生灵，包括僵尸。没有肉身的阿飘之类的东西，只要敢踏入那里，瞬间就会被震杀。曾经有人觉得那里是领域，但后来又说不是，领域的规则不可能如此的极端，踏入即死，这种极端的领域都没法运行下去。具体是什么我都不清楚，我也只知道那里镇压着不少很难处理的东西。曾经打那个地方主意的人或者异类不少，曾经还有一位飞将去过，但是那飞将在越过雷池的第一步就扑街了。
几乎无人能敌的千年飞江就这么被活活烧成了灰烬。自那之后，的确有不少人知道德城殡仪馆的老兵库，却也再没人有过什么歪念头。南武郡不是有个拓跋武神吗？那时候拓跋武神还没下山，那个飞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老古董，在灵气复苏之后苏醒了，也是能跟茅山掌教对招的很绝色，硬抗了3次闪电奔雷拳，竟然都没死。然后他飞天逃走，后来不知道他从哪知道了老兵库的消息，知道了老兵库里有他需要的东西。他闯入到这里，如入无人之境。他半途还吃了没文化的亏，主动去接了一发特制的导弹，这都没将他炸死。但就这么凶的家伙，只是刚迈进老兵库禁地就当场扑街。这些内情知道的人极少，大家都只知道曾经有个飞将在德城殡仪馆扑街而已。温言面露恍然，他看了看风瑶，想起风瑶之前给他吹牛逼的时候，也只是说德城殡仪馆的高配豪华炉曾经将一个飞将烧成了灰烬。当时他还觉得卧槽，这妖牛逼吗？如今听诸葛婉君说起，他才明白烈阳部只说一部分真话来吹牛逼震慑其他人的本事，那也是相当强。的确，自那之后，德城殡仪馆这个看起来很重要，防卫却约等于无的地方，还真没遇到过什么来闹事的异类。越是如此，其他人可能反而会觉得这里是龙潭虎穴，真给调几个大队的人马在这里长期驻扎，那也是浪费本就紧缺的人力资源。你知道他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吗？不知道具体位置，但肯定在端州。你做的清单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已经给封瑶了。从外地来端州的都会被半途拦下来，但也有非要硬闯或者悄悄潜入的。他曾经洗脑过多少人，谁也不清楚，但预计到时候人或者异类会不少。我知道了，你到时候要去吗？诸葛婉君试探性地问了一句。去，我跟他之间的恩怨需要彻底化解一下。那我要去吗？他让你去了吗？那倒是没说。那你想来了就来，不想来了就算了。好的，我明白了。挂了电话，诸葛婉君长出一口气，他果然有办法抵挡假墨之城的洗脑，而且看样子还不只是自身能抵挡，还可能有办法抵消掉假墨之城对其他人的洗脑。现在的一切行动，那都是得建立在能抵消洗脑的前提下的，不然的话，到时候去的人越多，反而可能是给假墨之城送助力。以前的话，可能还可以用隔音耳罩加隔音耳塞之类的东西来抵挡一下，但现在假墨之城的力量越来越强，连已经进阶的他都挡不住，除非天生的聋子一点声音都听不到，否则只要面对面出现，一般的东西恐怕都是没太大作用了。诸葛婉君摩挲着手机，思索着他要不要亲自出面一次。沉思良久，他轻吸一口气，下定决心，直接去领域里还是算了，那地方不适合他。他还是去化工厂那里等着吧，他能发挥最大价值的地方，还是去规劝一下那些可能被假墨之城洗的异类，或者想办法拖着他们。他起身出门，也不问温言要不要真的带上9号柜的东西。端州假墨之城从地下停车场的那间小储藏室里走出来，已经又变了一个模样。他戴着半框眼镜，拿出一个车钥匙，开着一辆车离开。车辆开出停车场，他的余光瞥了一眼正对着停车场入口的高清摄像头，拿出2颗口香糖丢到嘴里。另一边，烈阳部的后勤里，几个人全程盯着这家酒店附近的监控。大屏幕上，每当有人出现的时候，人脸上就会出现一个方框 ，AI 会自行按照提前设定好的程序检索。戴着无框眼镜的人，无论男人女人，步态检索，对照曾经假墨之城留下的监控画面，对照其步态，还有之前可能是假墨之城用过的身份、用过的脸、相关人士的脸，统统都在检索追踪范围之内。一个后勤看着停车场出入口的监控画面，看着车里的人，那人的脸上出现一个方框，旁边也出现了简单的身份信息。后勤看了看，信息确认没问题，而且这人虽然戴着眼镜，有点像目标人物戴的一宝，但也仅仅只是有一点像而已。他戴着的是一个半框眼镜。谨慎起见，后勤还是多查了一下，这个人是端州本地人，今天来酒店是接待客户。这副眼镜按照消费记录是半年前在本地一家眼镜店里配置的。查找了一下同型号的镜框，的确跟他现在戴着的一模一样。一个从来没有跟烈阳部，也没有跟职业者或者异类扯上过关系的普通上班族。查到这里，后勤便又看到监控画面里给出了提示，有一丝吻合的疑似目标出现，需要人工进行深度确认。他继续追查下一个。假墨之城开着车一路来到端州北部，出了市区范围，再向北部远，后面便是连绵几百里的山峦。化工厂就坐落在大片山峦旁边。当初烈阳部能轻松疏散人群，将百里范围都纳入封锁区，就是因为压根就没几个人常住在那片范围内。他一路顺着高速公路，贴着封锁区的边缘前行，最后停留在一处山坡上。他遥遥望向化工厂的方向，那里灯火通明，热火朝天，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化工厂又重新复工了。假墨之城拿出个望远镜，仔细看了看之后，笑了笑。他其实可以从酒店地下室里那个小领域借到黑暗深海，直接进入到化工厂领域的。只不过就这么过去的话，他也不知道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而且他需要先解决一下外面的事情，不让人来拖后腿干扰他。他顺着山坡走下，就这么孤身一人，一步步走向化工厂。当我不去触碰任何人的时候，他们会忽略我的存在。这句话是真的。假墨之城言出法随，抹去了自己的存在感。那里汇聚的都是烈阳部的精英，哪怕基本都是普通人，那也都是在某方面拔尖的普通人。持枪的战士也都是经历过严苛训练，意志坚定。他若是做出什么能让对方本能警惕或者感觉到危险的事情，说不定会有什么人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反应，不如直接对自身施加影响。他如同在散步，来到了营地的边缘，在有车辆进入，打开路障的瞬间，他也跟着进入到营地里。
他没有隐身，隐身也是没有用的。上一个试图靠着隐身潜入到烈阳部做什么的家伙，死得挺惨的。如今他大摇大摆的进来，明明都能看到他，却都在脑子里忽略掉了他的存在。监控画面里，他的身影出现 ，AI 已经给予了提示，非授权者闯入。可是坐在监控前的烈阳部成员却也直接忽略掉了提示，忽略掉了那略有些刺耳的警示音。贾墨之城一路前行，看着烈阳部在水池旁边布置的各种东西，暗叹一声：真是下血本啊！可以供应一座化工厂的电力，用来给一台他都说不上来是什么的机器。若是活人，一下，怕是连痛苦都来不及感觉到。他遥遥看着远处正在亲自坐镇指挥的蔡启东，没敢贸然靠近。能临危受命，空降成为南武郡的烈阳部的部长，那一定是有过人之处的。他觉得自己再靠近点，说不定就会被蔡启东察觉到。别人未必知道，他却通过他的情报渠道确认过，蔡启东本身就是个武道高手，灵觉过人。对于这种高手来说，有时候出手都不需要过脑子，身体的本能就可以先一步出手。就他这小身板，若是被突袭，恐怕连施展能力的机会都不会有。他远远看了一眼蔡启东，来到水池边，回首望向营地。你们这么不眠不休也是辛苦了，天色已晚，若是累了就去休息一会儿吧。若是不累，那就守好这里，别让除了这里的人之外的任何人进去到化工厂领域里。他的声音随风飘去，顺着这里人原本得到的命令，还有他们心里可能的想法，顺势给他们加强了一下。确认没什么问题，他转身跳入到其中一个水池里，消失不见。贾墨之城消失在水池里，而营地里一些加班全靠浓茶咖啡顶着的人就有些扛不住了，自己进入到营地里的大帐篷里，倒在简易架子床上便睡得不省人事。还有一些不太累的或者意志坚定的，则开始聚精会神，紧握手中武器。便是蔡启东都受到了影响，他心中危机感和紧迫感大盛，他下定决心，今天无论是谁来，都要给拦在这里。他本能的觉得哪里似乎不对劲，可是又说不上来，守好这里有什么不对的。10分钟之后，一辆皮卡停在了营地门口，守着营地大门的烈阳部外勤却没有去检查证件，确认人员，也没有打开路障。几个人整齐划一的举起了武器，对着外面的人禁止进入。车上的风瑶刚想下车露个脸来刷脸，但他看到门口那几人的神色，已经有人拉动了枪栓，他面色微变，立刻倒车后退。他后退了一段距离，向着营地内望去，人少了不少，而还在的人每个人都是神情紧绷。有一只鸟飞入营地范围内，立刻就会有人开枪将其打下来。风瑶拿出电话给蔡启东打了过去：喂，部长，我已经到营地门口了，进不去。从现在开始，保险起见，外面的任何人都不准进入，我们必须死守着这里。部长，我有重要情报。风瑶听着蔡启东的话，已经察觉到应该是出事了。风瑶的话落入到蔡启东心里，情报的重要性优先级是极高的，他内心那种极致镇守的想法开始出现了裂痕。这本就是贾墨之城顺势而为，顺着本来的行动将其加强到极端状态。当这个基础都出现问题的时候，本就觉得哪不对劲的蔡启东便抓住了头绪。不行，不，他娘的，中招了！蔡启东看了看周围的人，有的直接睡觉去了，有的眼神亢奋之中带着警惕，一副要为任务燃烧青春的架势。蔡启东走出指挥帐篷，看着外面的人，再看看其他帐篷里，已经睡了一堆。外面没有睡的，也全部是枪械打开保险，保持着随时可以射击的状态。看到蔡启东问话，被问到的人便立刻瞪着眼睛。报告部长，保证完成任务，任何东西都不会让他们进入到营地里。好好干！蔡启东没有尝试着给出相反的命令，因为他自己都还靠着意志强撑着。因为命令本身是没错的，只是被稍稍向着极端的方向推了推。他自己都没法给出相反的命令，他只是出来了转了一圈，随便看了几眼，就知道中招了。那个贾墨之城已经来了，而且肯定是从他们的营地里穿营而过。他自从在温言那里得到情报，知道水便是连通化工厂领域，还有其他几个领域的通道，得出的结论是贾墨之城会从其他地方进入化工厂领域，那样更简单、更快捷、更方便。来想到贾墨之城如此胆大妄为，能力竟然比预期的还要强，穿营而过，竟然都没人发现他。蔡启东来到临时的监控帐篷里，这里还响着刺耳的警报声，其中一个画面上显示出一个戴着眼镜的人定格在那里，而盯着监控的几个内勤却仿佛根本没有听到，没有看到。蔡启东来了，他们依然坚守岗位，都没有抽空回头打个招呼。蔡启东走出帐篷，举起了电话：你暂时不要进来了，代号诈骗犯已经来过了，我们谁都没有发现他，不出意外的话，他已经进入到化工厂领域里了。部长，我刚得到消息，浮云山的人马上就到了，你先拦着点吧。我怎么了啊？风瑶听着电话里传出的嘟嘟声，顿时一个头两个大。谁能想到贾墨之城会如此大胆，能力竟然会有这么强？风瑶想了想，给温言打了个电话：温言，出事了，你现在能赶来端州吗？带上小僵尸。风瑶将现在的情况给温言说了一下，他是真没辙了，这里的场面他应付不了，哪怕听说过好几次贾墨之城的能力有些离谱，他的认知里也依然都是言语催眠洗脑那一套，哪里会想到会有这么离谱？还有浮云山的大将也在这个时候快到了。别看部长说的好听，人家是来帮忙的，实际上人家压根不会听烈阳部的任何调遣，人家就明说了，就是来找僵尸出气的，跟烈阳部的行动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配合烈阳部的义务。能稍稍配合一下那是情分，不配合那有本事就把大将们按在地上捶一顿。秦坤都未必有这么本事，那只能叫正主来了，只有温言带着小僵尸来能从中调和一下。另一边温言挂了电话，眉头微蹙，他本来还准备等到明天白天了回一趟殡仪馆
找馆长聊聊。来想到今天晚上就出了这么多事。之前还在想贾墨之城会从哪进入的，谁会想到他选择了人最多的地方。这么猖狂吗？温言感受了下脑海中的信息，上次天敌职业给出提示之后，就一直等着他做出选择，还会隔一段时间催促着他进行选择。他当然知道这代表着极度危险的意思，最快前往端州的方式自然是先去水鬼领域借道。可那边目前的情况，温言觉得自己还是稳一手吧。以那边的情况，他可能刚从水池里冒头，下一刻就会迎接一波无差别式的打击。温言给张老西打了个电话，让他来帮忙。温言带着小僵尸和阿伯出门，雀猫跟着也想去。温言想了想，你去水鬼领域吧，那里今天可能会有不少异类来。你告诉王雪琪，就说我说的，想死的就放他们过去，不想死的就老老实实在那待着。我懂，这个我懂。温言坐上车，张老西开车，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坐在车上，温言拨通了馆长的电话。喂，馆长，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打扰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别学人家假客套。9号柜里的是什么东西？谁让你问的？我自己要问的。有人盯上了那个东西，那东西已经跟我们殡仪馆没什么关系了，蔡启东那次来就已经拿走了。啊？温言有些意外，那是一根绳子，像是麻绳，通体黑色，在豪华炉里都毁不掉，甚至连上面的包浆都烧不掉，那不是一般的东西。烈阳部曾经以异宝对其进行鉴定过，它的名字叫做缰绳，是一个教义的人手搓出来的，是最初的缰绳。这东西经历了什么，无法确定了。鉴定的结果是，这东西已经不是简单的物品，而是蕴含着一种抽象的概念在里面，是根本毁不掉的。到了逼不得已的地步，老蔡才来借走了缰绳，准备尝试着控制一下噬魂兽。我只知道，这是他做的预案之一。温言有些意外，这东西早就被拿出来了。馆长，等一下，这东西早就被拿出来了？谁去拿的？谁告诉你这东西就一定在9号柜里的？那是3年前的老情报了，这种东西又不需要被镇压，只是老兵库里相对安全而已。现在知道这事的人，包括你在内，最多只有6个人知道。懂了。温言算了算，馆长，蔡部长，这已经是3个了，而剩下3个就是烈阳部总部的3位顶尖大佬。3年前就从老兵库里转移出来的东西，贾墨之城的情报却还是9号柜。如此重要的情报，如此重要的时刻，贾墨之城却没得到情报，那起码说明一件事，馆长、蔡部长还有烈阳部总部那3位大佬肯定都没有泄露过这个情报，这让温言暗暗松了口气。说实话，之前觉得贾墨之城知道的东西实在是有点多了，他心里其实一直暗戳戳的有个想法，是不是烈阳部总部里有什么高层屁股已经悄悄歪到了面？现在看来，最起码最顶尖的那3位大佬屁股肯定没歪，这一个情报的偏差可能就会导致贾墨之城的计划功亏一篑。不过这还是得跟蔡部长确认一下。他拿着烈阳部给的电话，又给蔡部长拨了一个电话。蔡部长，我这有个情报需要向您确认一下。你说，9号还在吗？另一边，蔡启东沉默了一下，回了句，在，很安全。好的，我没问题了，我很快就会到。挂了电话，这次彻底确认了。贾墨之城若是知道缰绳早就被蔡启东拿走了，他如此自信的穿营而过，就不可能放过缰绳。张老西猛踩油门，在高速上狂奔，而另一边，一辆厢式大卡也已经稳稳地停在了营地外面。司机是烈阳部的人，但跟车的还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道士。小道士下车之后，对着迎来的风摇作揖：“小道迎风，见过居士。诸位前辈都已经抵达，前辈们不喜与人交谈，也不曾接触过俗世，为避免不必要的误会，一因事务就由小道接洽。”风摇回了一礼，也没什么遮掩，就将现在的情况大概说了一下。大概就是这样，而且小姑娘马上就要到了，为避免误会，还请诸位在这里稍后。迎风小道士面露难色，我得先去请示一下诸位前辈。小道士打开大卡车的后厢门，里面密密麻麻的摆着至少10口黑棺材，浓郁的森寒之气不断溢出，让车厢里比冰库还要阴冷一些。小道士在下面摆了法坛，点了香烛，恭恭敬敬的4拜，将事情说了一下。说前面的时候，那香火气飘飘荡荡，竟然又重新缩回去的意思。直到说起他的张师兄带着温言还有小僵尸马上就要赶到的时候，线香上近乎倒退回去，快要熄灭的暗火才忽然亮起，袅袅青烟飞出，落入到车厢里，只是1-2个呼吸，几支香便燃尽。迎风暗暗松了口气，前辈们应允了。他其实才不想来，可是总不能让门内胡子都白了的长辈们跟着大卡车一路开1天1夜，从滨海郡赶到南武郡吧？这不得把长辈们折腾死了。还在山门里的，有能力摆坛，能与这些大将交流一下，或者说稍稍有点资格的，也就只剩下他了。他不来，太师叔祖就说自己亲自过来。快拉倒吧，他还年轻，不想被秦师兄锤死。等了1个多小时，就见一辆皮卡车呼啸而来，车刚停稳，就见一个小僵尸欢呼着冲了出来，冲进了卡车后面的大车厢里，小手砰砰砰的猛拍黑棺材。8口棺材的棺材盖打开，浓烈的凶煞之气呼的一声化作劲风向外吹拂而来。这边温言刚下车，就见阿伯瞬间出现在他面前，将他护在身后。车厢里的8口棺材里，8个身披重甲的黑毛将从里面直挺挺的站了起来。小僵尸走上前，昂着头嘤嘤嘤对着每个黑毛将的腿都拍了拍，跟着就见后面又有2口棺材的棺材盖自行飘起，又有2个身穿盔甲一男一女的僵尸从里面飘了出来。这俩身上已经没有钢毛覆盖，看起来如同常人一般，只是肤色如同小僵尸一样透着清白，瞳孔只有针尖大小。小僵尸亲昵地抱了抱二将的大腿，然后被那个女僵尸抱了起来，她嘤嘤地指着外面，不知道说着什么。
那几个僵尸一起看向温言这边，女僵尸冰冷肃杀，煞气十足的脸上露出一个笑脸，对着温言点了点头。几个僵尸一起站在一旁，看着最里面那口棺材。眼看那口棺材一直没什么动静，小僵尸有些不乐意了，跳下旁边，砰砰砰地拍了拍棺材盖，嘤嘤嘤地说着什么。忽然，那棺材盖飘起，小僵尸惊呼一声，就落入到棺材里。棺材里，一个面色红润，犹如常人一样的宫装妇人，怀里抱着小僵尸，从里面一步一步地走出来。她踏空而行，姿态端庄，一步一步地走出了车厢，落在温言前面3米远的地方。旁边的迎风低着头，不敢说话。风瑶也是低着头，看都不敢看。这位一出现，方圆几百米内虫鸣鸟叫，齐刷刷晋升。营地里的人都全部停止了动作，那犹如兔子遇到了顶级猎食者一样，本能的恐惧让他们动都不敢动一下。尤其是对方没有恶意的时候，那最好还是安静一点，别想着什么反抗了。站在温言旁边的张老西腿肚子都在打哆嗦，脸色煞白煞白的。他没想得到太师叔祖说会有大将来给出气，会来这么多大将。外面的野僵尸毛将阶段的哪敢称大将，只有伏于山里的那些大粽子毛将阶段就可以称之为大将了。同样的级别，伏于山的那几尊黑毛将杀外面的野僵尸不比杀鸡困难。来了8尊全副武装专精战斗的黑毛将就算了，还有2位已经褪去了刚毛，灵智已经不比常人弱的符师，最后还有1位外相已经跟常人没有任何区别，可以踏空而行的飞将。不是，这不至于吧？上次他去僵尸洞府见过毛将，也感受到里面那可怕的压迫感，就猜测可能会有符师，但没想到连飞将都有，能踏空而行，举重若轻，姿态端庄优雅，那还不是一般的飞将能做到的。张老西直面飞将的压迫感，实在是扛不住了，腿肚子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顺势给见礼。反正是自家长辈，而且应该是辈分极高、实力极强的长辈，磕个头也不亏。宫装女子看了一眼张老西，听着小僵尸的嘤嘤嘤，说温言是张老西找到的，一直护着温言，他的眼神顿时就和善了不少。他伸出一根手指，凌空一点，就见张老西的手腕上一条黑色的圆环出现。张老西大喜过望，也顾不得害怕了，又给叩手感谢。晚辈张老西多谢前辈厚赐。虽然他其实也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不过飞将能给出手的肯定不是垃圾货色。飞将一步步走来，别的人都是战战兢兢，其他僵尸也都是分列两旁，微微颔首等候着。唯独阿伯挡在温言面前，直面飞将的压迫感。他身上细密的黑毛凝聚得越来越紧实，最后彻底凝聚，最后化作一副覆盖全身体表的黑色铠甲。随着阿伯骤然睁开眼睛，铠甲的双目位置上2点金光骤然浮现。飞将点了点头，主动行了一礼，能化作大直，无论实力如何，就已经能获得他的尊重了。阿伯，没事的，这是小家伙的家人，不是敌人。温言一只手拉住阿伯的手臂，阿伯睁开的眼睛重新闭上，在温言迈步走出来的时候，依然紧跟在他身后。温言迈步上前，恭恭敬敬的行礼，晚辈温言见过前辈。宫装飞将感受着温言身上的阳气，轻轻一吸，就见一缕阳气从温言身上飞出，落入他鼻中。宫装飞将稍稍感应，眼神里似是有些意外，他满意的露出个笑脸。我叫甘棠，你很不错，小九跟着你，我很放心。听到这话，小僵尸立刻飞扑到温言身上，挂在温言身后，开心的拿小脸蹭温言的脸。温言笑了笑，客气的回了一礼，然后顺势伸出一根手指，点在小僵尸眉心，给他加持了点阳气。甘棠静静的看着这一切，脸上一直挂着淡淡的笑意，似乎亲自来看了温言一眼，发现温言已经完成了烈阳拳第1阶段，还是以上上策完成的，他就觉得很满意了。前辈见谅，这里还有一些事需要我去解决下。无妨，我等只是来帮忙，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即可。甘棠说话带着无语的腔调，让人听得很舒服，感觉也很和气。只不过这感觉也就温言能感觉到，其他人都被吓得头都不敢抬。自从来到这里之后，温言脑海中的提示就在疯狂跳动，提示他赶紧先选一个灵石能力，假墨之城的力量影响着这片区域。而这个提示的优先级甚至压的见到飞将了都没有给出提示。温言来到营地边缘，立刻就有几个守卫将枪口对准了这边。他念头一动，选择了第1个灵石能力，替换掉了烈阳。下一刻，他便仿佛看到了假墨之城闲庭信步一般穿营而过，言出法随。他听到那些话之后，近乎本能的带着一点贱兮兮又有些浮夸的语气喊出了声：“真的吗？我不信！”一声落下，声音随风扩散，营地之中所有人齐刷刷的定格在那里，然后每个人的脸色都开始变得难看，有些难受。只是1、2秒钟，就见营地里所有被假墨之城影响的人，一个个都弯着腰，疯狂的吐了起来。雨爷，蔡启东站在帐篷门口，还想忍一下，但听着周围人的呕吐声，他坚持了不到3秒，便再也忍不住了。雨爷，蔡启东一口气将晚饭都全部吐了出来之后，立刻感觉到受到假墨之城影响的感觉似乎都随着呕吐全部吐了出来，心里一下子就舒服多了。只是当他抬起头准备向外走的时候，看到温言似乎变瘦了一点，脑袋也变大了一点，他就觉得腹中翻江倒海，实在是忍不住，弯腰又吐了起来。吐到实在没什么可吐的时候，只要一看到温言，呕吐感就再次奔涌而来。他低着头，有气无力的发声：“都别看他，记住了，千万别看他。”温言站在营地门口，脸色尴尬：“不是，这副作用还不如直接作用在他身上算了。人家看他一眼，立马恶心到吐出来，不至于吧？”温言细细感受着替换出来的灵石能力，当真正替换上去的时候，才获得了更多的信息。这次这个灵石能力，难得的是温言觉得最直接符合天敌字面意思的能力，
就是专门针对假墨之城洗脑能力的。他对正常人施展这个能力根本没有什么用，只有被假墨之城洗脑的人，被他施展这个能力之后，就会借助呕吐将被洗脑的部分吐出来。这个呕吐是正常的恢复过程，其实说是副作用吧，也行，说不是也对。温言觉得真正的副作用是，他觉得他身上的脂肪被消化掉了一点，他变瘦了。他练完了烈阳拳第一阶段，阳气自行流转在体内每一寸血肉，让他对自己的身体已经极为敏感。他变瘦了，那脑袋就会显得变大了一点。好处是，他作为装备着灵石能力的天敌，这种状态可以让他直接免疫假墨之城的能力。坏处是，那些被他施展群体技能解除了洗脑的人，只要看他一眼就会吐出来。目前还不确定这种看一眼就会犯恶心呕吐的情况会维持多久。温言略有些尴尬，施展能力的和承受能力的都有副作用，下次若是发现副作用这3个字，还是趁早替换掉灵石能力，先了解清楚再说。这次实在是情况有点紧急了，而且他还是在担心，若是替换掉灵石能力之后，烈阳就会消失了。所以激发出提示之后，就一直没有留着，哪怕提示不断给予警示，他也没有换。但当真正需要替换的时候，他却并没有犹豫。阿伯面对飞江被强行压制着，完成了进阶，都不曾后退，他还贪什么烈阳啊？听着营地里大片的呕吐声，伴随着酸水的味道也开始浮现了出来，不少人都吐完了，一抬头看到他又开始吐，胆汁都快吐出来了。温言干笑一声，赶紧后退，离营地远一点。而他脑海中的提示也已经发生了变化，真实构架师，从虚假之中构建出真实，无论多么短暂的真实，那也依然是真实。很不幸的，你还是晚了一步，你可以刺破一些谎言，却已经无法刺破一部分真实。金丹之道之中有虚丹假炼，于人鼻前3寸，炼假成真，1寸1步，只待那1日，1颗金丹吞入腹，我命由我不由天。他已经完成了巨大的蜕变，不再是一个建立在虚假基础上的诈骗犯了。力量有时候并不能毁灭真实。灵石能力1，刺破虚假群体。当你说出真的吗？我不信的时候，会刺破虚假的谎言，有副作用，建议配合贱一点的语气。2，最后的低语。当最后的低语从你手里释放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温言轻吸一口气，他不知道假墨之城是什么时候完成的转职。他在听诸葛婉君说起2天这个时限，又发现假墨之城已经开始了转职过程，就有不好的预感。没想到最坏的情况还是出现了。难怪假墨之城如此自信，如此猖狂，竟然敢从营地里穿营而过，真就不怕翻车了。万一秦坤在营地里，假墨之城给的限制恐怕根本限制不了秦坤这种级别的武者，只要有异样，再怎么潜意识里忽略掉他的存在，也一定会察觉到不对劲的地方。不到、听不到、察觉不到这个人，都有极大概率将其打死。这种事可一点都不少见。秦坤当年第一次遇到阿飘的时候，看不到那个阿飘，照样徒手将那个阿飘给弄死了。不过按照刚才的感应来看，假墨之城心里还是挺有逼数的，施展他的能力都没敢逆着这些人的想法来，甚至都没敢靠近蔡启东。蔡启东什么实力，温言也不清楚，不过据说不弱，而且这个据说还是好几年前的情报。最近几年蔡启东都没有正儿八经的出过手。身为烈阳部的高层，资源肯定是不缺的，再加上这几年灵气复苏加速，实力应该会提升得很快。温言也没问过这些，他现在也没法进入营地里，他敢现在进去转一圈，指不定就能让里面的人先吐死几个。给风瑶招了招手，让风瑶去处理那些事，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给小僵尸来撑腰的大江到了，于情于理他都得跟在旁边作陪吧。别说那位工装飞将了，其他俩符师看那样子似乎都不怎么待见外面的人，至于那8个毛将更是全程保持着随时暴起的架势。张老西还在那边跪着，温言哪能看不出来，这家伙是腿软的站不起来。温言转过身，目光扫过的瞬间，刚才一直被压制着的提示就像是炸了锅一样出现。黑毛将，百战不死的战士，硬扛雷法，意志不灭的死士。恭喜你发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毛将，目前来看应该还是友好阵营里的成员。灵石能力洞玄雷金路，符师，正统僵尸一道的正经僵尸，100年起尸，300年毛将，再服于地脉500年，沉眠运阳所化，一朝苏醒便可找回灵智，找回曾经。很久以前的左道师姐成仙法被玩出了花样，勉强也算是另类长生了，暂时是友好阵营的一员。灵石能力洞玄雷金路，飞将，正儿八经的千年大将，灵智与活人无异。别看了，你再看下去就不礼貌了，赶紧过去叫一声干姨。灵石能力别想了，给你把轩辕剑你也不敢用。温言看着还没显示完的提示，就已经提示他赶紧去抱大腿，估计再看下去会有什么别影响。他都没来得及先去看看阿伯，就低眉顺眼的凑到甘棠身边，顺口就叫了人。干姨，不好意思，这边情况有点紧急，有点乱糟糟的。甘棠听着温言上来就套近乎，直接姨都叫上了，顿时掩嘴轻笑了起来。小将是不太乐意了，阴阴的不知道说什么。甘棠眉眼带着笑，哪怕笑起来也依然是那副端庄大气的样子，他语气平和。好，那我就应下了，你倒是比你的先祖有意思多了。温言干笑一声，他被提示带歪了，顺嘴就叫出来了，压根没过脑子。不过看甘棠的样子，估计还挺喜欢这个叫法的。干姨，我祖上是谁，我其实也不清楚。你的阳气跟13代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而且比他的还要正，就是没13代那般古板。甘棠不知是想到了什么，语气有些怪异，还带着点怀念。温言也没敢详细问，按照他现在了解到的，浮云山第13代祖师都没正儿八经的结婚，哪来的后代？但看所有人似乎都觉得13代祖师有血脉后人，似乎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便是这位似乎都见过13代祖师的甘棠，都默认了13代祖师有后人很正常。温言也不太清楚那个年代到底是怎么搞的，他只是隐约记得以前听谁说过，那时候的大门大户大婚娶妻娶的是门当户对的正妻，要是大婚之前就有测试生过孩子，好像也不是太稀有的事情。具体如何他不甚清楚，这种事也没敢当面问。甘棠回头看了看营地里乱糟糟的情况，对一旁的女服师示意：“阿欢，去处理一下吧。”女服师行了一礼，转身走向了营地里。温言看了一眼还腿软的张老西，低声提醒了句：“老西，赶紧先去给搬点椅子来啊！难道让诸位前辈站着等吗？”张老西一听这话，连忙应了一声，一溜烟的冲进了营地里。他不知道温言什么感受，反正他一个未收录的道士，正面面对一位飞将、俩符师、8个黑毛将，还能跪下利索的说话，自觉已经是相当厉害了。没看跟着来的迎风小道士，那头低的下巴都快戳进胸口里了吗？张老西搬来了一堆椅子，还搬来了桌子，风瑶这边给准备了茶，都没敢靠近，只是稍稍靠近就会觉得心跳加速，快要跳出胸口了。人家没什么恶意，也架不住他的身体本能在疯狂的示警，肾上腺素都快顶不住了。温言给泡了绿茶，甘棠端起茶杯，神情有些意外：“现在都是这么喝茶了吗？”“是，现在都是这样，取茶本味甘香，先苦后甘，余味绵长。我年轻时如此喝茶的反而是异类，时代变得真快，出门一趟还得先学一下现在的语言，只是说话都已经大不相同了。”甘棠端着茶杯细细品味，一边品味一边遥望着远处乱糟糟的营地。“你这神通倒是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时候这个叫催吐，请甘姨指点，我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甘棠没急着说话，望着营地，不知是想到什么，良久之后才开口道：“年纪大了，总会怀念曾经，出门一趟就只剩下缅怀曾经了。我10岁时乡中大疫，我遇到了一位医师，他以金枝作辅，喂给病人，让病人都呕吐不断，连同疫病都一起吐了出来。只是自那之后，病人看到那位医师便会不由自主地生出反胃的感觉，难以压制。那时我还以为这是普通的治病，后来才晓得这是神通秘术为主，倒是跟你今日所做有异曲同工之妙。不是遇到了，我已经难以想起，时间太久了。”甘棠放下茶杯，伸出一只手，轻轻拉着温言，就像是拉着一个小晚辈，向着营地里走去。“走吧，且去看看吧。”温言低眉顺眼的跟着，至少1000岁往上的大将，在人家眼里，他就是个还没长大的孩子，的确没什么毛病。随着甘棠前进，其他大将一言不发，跟在身后。迈入营地，营地里的人都齐齐停在原地，一起噤声。蔡启东都是走到几米之外的位置，行了一礼，什么都没说。他本来也以为扶余山会派几个百战毛将出手，毕竟扶余山的毛将都属于特别能打的类型了。他还指望着秦坤能给说道，到时候来的大将能给配合一下。如今看到这架势，赶紧算了，他们给配合一下得了。他可没那么大脸，去要求一个在扶余山都资历极老、地位极高的飞将来配合他们做事。都说3山5岳，尤其是传承久远的山门，底蕴极其深厚。这一次，蔡启东算是亲眼见到了。难怪扶余山一代代衰落到如今这种地步，其他大山顶多是嘴皮子嘲讽2句，也没哪个大山提过褫夺扶余山受禄资格。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话还真不假。最近几10年冲得比较猛的那些新锐，嘴炮的是厉害，可真有什么山门覆灭的大危机时，立马就会被扶余山这种衰败的老山门拉开档次。哪怕扶余山仅只有这一位飞将，那也是另外一个档次。T 岭里最弱的也比下面的强得多。甘棠轻易地牵着温言往里面走，一边走一边细细感应着这里的一切。这一代的神通着实跟以前不太一样，很强的。别的你都可以不用管，但唯独在这里施展神通的那个人，恐怕还是得你们自己出手了。温言眨了眨眼睛：“甘姨，我不懂，我若是直接出手，你们的胜算反而更低，你去了就知道了。”甘棠牵着温言一步一步走入到水池里，阿伯还有另外那位男符师一直跟在身后，紧跟着也进入了水池里。进入其中，温言就感觉甘棠的手上传来一丝奇异的力量，冰冰凉凉，却让他一点进入水中的憋闷感都没有。那力量浮动开之后，化作一个气泡，将他们囊括在其中。气泡拖着他们在深海之中穿行，无人指引，似乎也不会迷路。水有勾连万物之效，此处以前曾听过，应该是水脉汇聚之地。当年水陆权柄分立，陆地上的归陆地，水中的归水中。到了今日，这水脉汇聚之地里，竟然都已经无人镇守，真是沧海桑田，物是人非，连当年的水军河伯都已经不见了。不过想来我都能苏醒了，想来他们应该还都在的。你记住了，以后莫要入黄河，还有淮河。温言有种不好的预感。甘姨，这有什么说法吗？也不是有什么说法，就是13代还在的时候，把水军惹了，又把河伯给惹了，有些不太愉快的过往。他们若是有朝一日苏醒，怕是会拿你撒气。虽说温言觉得应该不至于，人家又不知道他是谁，但既然是长辈说的，他就乖巧应下。我明白了，甘姨，以后不去这俩地方。他不知道扶余山13代祖师在那短暂的一生之中到底干过多少事，不过就目前来看，这位大爷干出来的事情可一点都跟古板不沾边。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浪得飞起。不多时，头顶就浮现出一片水面光亮的痕迹。甘棠带着他们撑起着气泡，从水池里飘了出来，已经来到了化工厂领域里。这里已经乱成一片，水池周围大量的设备被破坏，还有不少烈阳部的人倒在地上。秦坤一身阳气如同燃烧着火焰，100米之外，尸潮一眼望不到边际。秦坤闭着眼睛，孤身一人干掉的僵尸就已经堆了一层楼那么高。
甘棠看着这幅场景，眉头微蹙。战死战场的将士尸首，竟然都被拿来利用，真是毫无规矩可言。甘棠踏空而行，如同拾级而上，飘在半空中，遥望着这里数不尽的僵尸，轻轻拍了拍手，啪啪两声轻响，却仿佛惊雷，瞬间传遍整个领域。领域内汹涌而来的尸潮里，所有的行尸、跳尸都在瞬间停了下来。尸潮后方，两个戴着红色安全帽的白毛将龇牙咧嘴，低吼着不愿停下。真没规矩，阿福！甘棠面露不喜，一直跟在身后的那位男符师瞬间消失在原地。3秒之后，符师骤然出现在那俩白毛将身后，一手拎着一颗白毛将的脑袋。阿福随手将2颗戴着安全帽的脑袋丢在地上，转身向回走。等到他回到甘棠身后站着，那俩无头白毛将身上才骤然由内而外的燃起火焰，转瞬就让其化作了焦尸。这个时候，一直闭着眼睛的秦坤才回过头来，行了一礼：“晚辈秦坤，见过前辈。”秦师兄，你没事吧？没事，之前那个假墨之城进来了，他的能力可远比情报里说的强，他还想乱我思绪，乱我目力，可惜闭上眼睛之后，还是让他跑了。温言想了想，凑到秦坤身边，低声在他耳边念叨了一句：“真的吗？我不信。”下一刻，秦坤只觉腹中翻滚，哇的一声吐了出来，但同时脑海中的挣扎感觉也随着呕吐给吐了出来。他睁开眼睛看了温言一眼，立刻没忍住，继续吐了起来。秦师兄，这招有点副作用，你最好别看我。水鬼领域里，水潭边的草地上，烈娘摆着个小桌子，上面摆着一些牛肉干之类的小零食。她跪坐在那里，泡着茶，静静地看着。草地上形态各异的各种妖魔鬼怪，有些气息还挺强的。她的身旁坐着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老太太身旁趴着一只断了2条腿、蔫了吧唧的红狐狸，而旁边还盘腿坐着一个阴气森森到没龙相的老鬼。烈娘斟好茶，给老太太端了一杯，给老鬼端了一杯。2位前辈请喝茶。这里气氛和谐，老太太和老鬼慢条斯理地品茶，而中间一张桌子上，雀猫站在上面，挥舞着翅膀，挥斥方遒，睥睨四方。妈了个巴子，你们这群瓜皮，以为我愿意来对着你们喷口水？这瓜怂骂谁呢？在座的各位都是瓜皮，怎么地吧？雀猫脖子一梗，眼睛一瞪，气势比一大群妖魔鬼怪还要凶。他环视一周，看到烈娘那小桌前的慈祥老太太，还有那个老鬼，顿时耳朵一抖，连忙补了一句：“当然不包括您2位，您2位也是为了这些瓜皮煞费苦心，这么晚了还要亲自来一趟，可这些瓜皮就是没法领悟2位的良苦用心。”慈祥的老太太笑着点了点头，没在意雀猫的嘴炮。那老鬼微微歪了歪脑袋，侧身扫了一圈，冷哼一声：“也就是洪老太说的，小哥心善。”老鬼说着，又看向水潭里，探出半个身子，趴在水面上看热闹的。鬼，还有人家小姑娘心善，要我说，管他们死活干球，死了更好。老鬼说着说着，身上就开始冒出黑气，大有现在就站起来，先把这群妖魔鬼怪都给打死的架势。这么大年纪了，怎么火气还是这么大呢？喝茶喝茶，这茶挺不错的。老太太劝了一句，把老鬼劝住了。而这边雀猫一回头，耳朵立刻支棱了起来，梗着脖子继续骂：“我在家待得好好的，一顿100块，想吃什么就有人给我送。我没事了玩玩手机，看看电视，难道不爽？要不是我家小哥实在不忍心，非要让我来，我才懒得来。看看你们这群货色，说你们没脑子都是好听的，上杆子去送死，咋地？是觉得人家缺个皮包呢，还是缺泡酒的骨头？实话告诉你们，那个给你们洗脑的家伙，事情大了，都不用我家小哥出手，我家小妹打个电话就摇来了7、8个毛将。还有。”雀猫吹得正嗨，吹到这还琢磨着没敢吹得太过分，但这念头一闪而过，就被他抛之脑后了。对着这么多随便一个他都打不过的妖魔鬼怪喷，人家还都得忍着，实在是太爽了，哪里还管是不是吹破天了？还有符师，还有飞将，都来了。就是念在你们多少都是被忽悠的，有些是被洗脑的，才给了你们一条生路，让我在这拦着你们。现在这社会讲究的是和谐，能少点打打杀杀，自然是最好的。雀猫挥舞着翅膀，指了指身后的老太太和老鬼。今天老太太还有关中郡的朱王爷都亲自来了。这也算是好话歹话说尽，谁想去就尽管去吧，爱咋咋地，反正好话拦不住该死的鬼。雀猫扇动着翅膀，落在老太太身边，恭恭敬敬的道：“我没读过书，您2老见谅啊，还是要多看看书，少玩手机，总是没坏处的。”老太太和气的劝了一句。老鬼斜了雀猫一眼，颇有些不屑：“跟这些瓜总客气什么？就是贱骨头，既吃不记打，你这是得多看看书，骂人都不会骂。”后面一堆妖魔鬼怪噤若寒蝉，谁也没敢跟这2位犟嘴。和气的老太太实力怎么样，大家其实都不清楚，只不过这位老太太为人极好，被这位老太太救下的妖怪没有1000也有800，受过老太太好处的妖怪那就更是数不胜数。再加上老太太跟烈阳部数次交涉，到如今便是寻常普通人在野外看到野生东西，最多也就是拍个照片，基本都没什么恶意。烈阳部的政策是怎么样的，妖怪们未必清楚，但都清楚他们的日子比以前好过。老太太这些年的确出了不少力，所有妖怪都得认老太太的情分。今天他们谁敢给老太太顶一句嘴，估计当场就有其他妖怪上来将他们的嘴给撕烂。至于另外那位关中郡的老鬼，据说生前是个王爷，脾气暴躁，3句话就会开始骂人，而且是真敢下死手。这些年关中郡里被朱王爷打死的恶鬼，比关中郡烈阳部击杀的还要多。关中郡那诡异的情况，如今竟然还能保持着安稳，朱王爷出力也不小。关中郡烈阳部下辖的拆迁办
都是这位大爷促成的。别看他嘴上爱骂人，下手还狠，可记他好的老鬼那也是相当的多。绝大多数人都是喜欢安稳，喜欢和平，总不至于变成鬼之后，一个个就都开始野心膨胀了，想要安安生生过好自己鬼生的阿飘，那也是占据绝大多数。这两位今天亲自出现，就绝对可以镇得住场子。雀猫在这嘴炮是真的为了他们好，谁敢炸毛，猪王爷是真敢上去大耳瓜子朝死里抽，被抽死了也是活该。人家妖怪那有国一国二，还有极其稀有重点保护，阿飘这边可没这政策。雀猫喷人喷了半晚上，喷了个爽，现在他已经不想加入烈阳部了，加入烈阳部这屁股可就歪了，以后可就没机会喷这么爽了，就跟着温言就行了。之前他都不知道温言这路子这么野，老太太今天就明说了，就是因为温言来的，而那老鬼则是老太太一个电话就给请来的。烈娘一言不发，恭恭敬敬的给二位大佬斟茶，就当一个普通服务员了。开始的时候他其实还挺担心的，害怕完不成婉君交代的事情，但进来没多久他就发现没他什么事，那位苏公子的路子是真的野，请来这二位往这一坐，还真没什么妖怪敢放肆。化工厂领域里，烈阳部最头疼的僵尸大军被甘棠轻轻拍了2下手就解决了，什么命令什么规则都架不住飞将高几个等级的强行镇压，数量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失去了意义。这就是为什么蔡启东特别想要请扶余山来2尊大僵的原因。僵尸之中血脉压制、等级压制、种类压制是极其离谱的，根本不用给那些没脑子的行尸跳尸说什么，镇压的就是其本能，比什么规则都好使。被温言背着的小僵尸现在也不说话了，小家伙也聪明着呢，知道他去告状就是给个名正言顺，谁都无从反驳的借口。至于来了要干什么，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甘棠牵着温言一路前行，那些如同潮水一样的尸潮自行让开了路。他们一路来到一座厂房的大门口，甘棠一步迈出，如同遭受到了什么阻力。他面色如常，一步落下，便见那厂房骤然一震，一层流光在整个厂房上浮现，下一刻流光便骤然崩碎，整个厂房在瞬间崩塌破碎。甘棠大袖一卷，轻喝一声呼风，狂风平地起，转瞬便化作呼啸的龙卷，卷动着破碎的厂房向着远处飞去。温言咽了咽口水，跟着进入了厂房，里面的一切都崩碎，便是那几台怪异的机械都碎落了一地。甘棠对着那些碎片一招手，木甲面具从里面飞了出来，落入他手中。他摩挲着木甲面具，脸上带着一丝遗憾，这是当年一位木甲师留下的，他想借木之生机，由死还生，开辟出一条新路，可惜他最后还是失败了，留下了这个东西。没想到现在却被人用来做这些事，他若是泉下有知，怕是会气得棺材板都给掀飞了。这东西的确不太适合留在人手里，太危险了。甘棠一挥手，那木甲面具便落入他袖中消失不见。温言自然没什么意见，秦坤一直闭着眼睛，反正也没看见。甘棠看向那片围墙，对温言和秦坤道：接下来我就不能出手了，他若是见过我出手，你们就危险了。甘姨，您见过这种能力吗？没见过，但是听说过，金丹之道的创始人便是有这种炼假成真的神通，只可惜眼前这位没把这种力量用在正道上，而且他的神通也跟我所知的不太一样。甘棠站在原地，没有继续前进，还拉着小僵尸，只让阿伯、秦坤跟着温言继续前进。围墙的深处，那里是一个大洞，大量灌入这里的黑水已经停止了。大洞下方像是极深，一眼望不到底。随着管道里喷涌而出的黑水渐渐消失，光芒照耀下来的时候，才看到大洞之下是一个个错层崩碎却还没有坍塌的领域。贾墨之城已经顺着黑水水流的流动，穿过一个个破碎的领域，来到了最下方。那里就好似一片无垠虚空，身长10几公里的庞大噬魂兽静静地飘在那里，幽蓝色的光芒照耀着这里的一切。那些黑水化作一道道水流，覆盖在噬魂兽庞大的身体上。那些黑水里蕴含着大量阿飘破碎的魂体，那些魂体的力量经过化工厂里的庞大机械，转化成了一种类似营养液的东西，里面蕴含着能被噬魂兽吞噬的力量，只不过那些力量多了点别的东西而已。贾墨之城遥遥看着噬魂兽，就觉得心神摇曳，灵魂似乎都要脱体而出。他难掩激动，为了穿过破碎的领域，一路抵达这里，找到噬魂兽，他可是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原本化工厂领域内的一切都被他放弃，转而变成现在这样，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噬魂兽。画出那么多僵尸，其实也只是副产品而已。真正看到如同一座山脉一样横在这里的噬魂兽，他就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烈阳部的情报未必是完全正确的，噬魂兽也不是完全无敌的。他此刻就能感觉到噬魂兽很虚弱，本来按照烈阳部的情报根本影响不到噬魂兽的东西，现在却已经能影响到噬魂兽了。他费尽心机，在源源不断喂到这里的黑水里添加的独属于他的力量和烙印，终于开始有效果了。上一次他来到这里根本都没法看到，只是稍稍靠近些都觉得灵魂快要飞出去了，这一次却已经能亲眼看到，能来到距离噬魂兽如此近的地方了。他伸出一只手，割破自己的双腕，任由鲜血喷涌而出，汇聚到黑水之中，流向噬魂兽。沾染我的血脉，拿走我的血脉吧，我就是你在这个世界唯一需要你听从的人，我就是带领你走出这里，真正降临世间的人。鲜血混入黑水里，慢慢侵染，噬魂兽通体半透明，散发着幽蓝色光辉的身体上开始浮现出一丝丝血色。当温言带着阿伯还有秦坤轰破了围墙，来到围墙之内的时候，一种让温言极其熟悉的感觉从前方的大洞里浮现了出来。噬魂兽在靠近了，一只散发着幽蓝色光辉的触手拖着贾墨之城从大洞里升了上来。贾墨之城戴着一个半框眼镜，高举着双手缓缓地升起。
一只巨大的幽蓝色触手在他的身后摇曳。站在温言身后的阿伯身上的凶煞之气如同沸腾了一般，化作黑气不断的翻滚。但是温言没开口，阿伯却还是闭着眼睛站在他身后一动不动。贾墨志成俯瞰着几人，看到温言之后，立刻问了句：“温言，我要的东西你带来了吗？带你娘了的腿儿。”贾墨志成有些意外，他认真的打量着温言，倒是有些小看你了。不过你们现在做什么都已经无用了。他看向闭着眼睛的秦坤，他们都是你的敌人，杀了他们。声音带着奇异的力量落入到秦坤的耳朵里。秦坤睁开眼睛，双目一片通红，他喘着粗气，身上阳气翻腾，还在对抗着这种力量。然后下一刻，秦坤只是转头看了温言一眼。雨爷，秦坤眼中的血色和挣扎飞速消散，他弯着腰，腹部不停地涌动，仿佛要将胆汁都给挤出去，吐得昏天暗地。什么洗脑，统统在这种激烈的呕吐之中被强行吐了出去。贾墨志成眉头微蹙，看向面不改色的温言，还有温言身后那个全身都覆盖着黑色铠甲一般的僵尸。我不是你们的敌人，这句话是真的。温言面带嘲讽，阿伯更是动也没动，身上翻腾的煞气越来越强。贾墨志成有些震惊，他转职成为真实构架师之后，还是第一次遇到洗脑毫无作用的。原来如此，这就是你的底牌吗？他恍然大悟，终于明白温言的底气在哪了。可惜，若是早2天，我就栽在你手上了。现在一切都晚了。温言懒得跟他废话，轻吸一口气，看向阿伯。他立刻得到了提示：辅甲师大直，他的时间已经到了。你想好了，放他去完成执念了吗？临时能力烈阳，当他消散的那一刻，你的对应临时能力便会消散。你真的想好了吗？温言笑了笑，这提示个真是狗，都这话了还诱惑我。他伸出手，重重地拍了拍阿伯的肩膀。阿伯，他是你的了。一直闭着眼睛的阿伯瞬间睁开眼睛，他的眼中那一点金光仿佛在此刻才真正的绽放。他身形一动，便一跃10几米高，直奔贾墨志成而去。拖着贾墨志成的触手轻轻一动，便带着贾墨志成飞走。而后面的一只触手飞速抽打在阿伯身上，那触手就像是陷入泥潭，稍稍一顿便从阿伯的身体里横穿而过。阿伯眼神空洞，没有灵魂，没有灵智，只剩下执念。他无视噬魂兽，无视贾墨志成的洗脑，甚至到了此刻都没有力气，没有杀机，他只是想要完成最后的大职。贾墨志成眉头紧蹙，他到现在都还没认出来，阿伯就是他一手促成、一手造就的大职师。他站在触手的顶端，一手指天，从现在开始，我将拥有拓跋武神最巅峰时的战力。一句话落下，贾墨志成心里便浮现出一个倒计时，倒计时30秒。他感受着倒计时，不禁反喜，30秒就证明会非常强，强到那种程度，30秒足够他杀这些人10几次了。然而倒计时开始，却根本没感觉到身上有什么力量浮现，仔细感应了之后，才发现好像是有一点，但非常微弱，而且就这么一点就结束了，再也没有任何增强。本来信心满满的贾墨志成当场懵了，不可能的，他曾经亲眼看过拓跋武神出手，亲眼见过那足以烧穿6级领域的可怕阳气，他亲眼见过，那就一定可以化虚假为真实，暂时掌握这种力量。眼看都过去10秒了，依然没感觉到阳气攀升，力量大幅度提升，他面色一沉，散去了这次转化。而远方，甘棠站在一座建筑的顶端，服侍跟在他身后。堂姐，真的不管吗？不管，他若是亲眼见过我出手，他化出我的力量，只需要一吸，温言就会死。小僵尸被甘棠牵着手，小脑袋昂起，小脸上满是担忧，嘤起来都没了欢快的感觉。甘棠伸出一只手，轻轻摸了摸小僵尸的脑袋。小傻瓜啊，我不出手，只是怕害了他。烈阳后人怎么能让人一直护着呢？总要自己去闯的。什么时候都护着，那是溺爱，会把他的前程溺死的。小僵尸拉着甘棠的手左右摇，眼泪都快流出来了。甘棠轻笑一声，放心吧，我好不容易出门一趟，又不是为了亲眼看他死在我面前的，我不要面子了吗？要是他自己解决不了，我想带他走，谁也不可能拦得住我。小僵尸听到这话就放下心来，甘家干部营跑路而已，他才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告家长都能告得理直气壮，害怕跑路丢面子不成？只要温言不会死，其他的事情那都无所谓了。甘棠安抚好小僵尸，遥望着远处，喃喃自语：烈阳和大直啊，上一次连他最后一面我都没有见到，这一次无论如何都要亲眼看看大直是怎么陨落的。甘棠目不转睛地看着，自从他知道了烈阳出事，也有大直出事，他就再也不可能沉睡下去。他苏醒之后，学了现在的语言，了解了前因后果，就坚定了要亲自来一趟的决心。哪怕这一次没有小僵尸告家长，被僵尸欺负了，这种绝对占理的理由，他也会自行来一趟。曾经的大直，他都没机会去见到最后一面，也没机会见到最后一程。他无数次的在想，大直如此强大，那有没有可能他的姐姐当时可能并没有陨落？毕竟谁也没见到陨落时的样子，谁也不知道具体如何。大家知道的只是妖国覆灭，徒留800里黄沙，那里化作一片千年死地。那有没有一种可能，他的姐姐还埋在黄沙之下？他曾经去找过，却什么都没有找到，也什么都没有感觉到，一切都跟传说一模一样，什么都没有了。他也听说过，在100年前，圣火教也曾找到机会，雇佣了不少人去那里探险，最后除了找到一点埋在黄沙之下的断壁残垣，什么都没有找到。如今他就想看看大直在完成执念之后的结局是什么样子的，到底还有没有一丝丝希望。远处轰的一声巨响，围墙轰然倒塌，
散发着幽蓝色光芒的巨大触须横扫而过，大片大片的建筑和围墙如同纸糊的一般不断的倒塌。秦坤周身阳气奔涌，整个人都如同燃烧了起来，化作一颗巨大的火球从里面倒飞了出来。阿伯半弓着身子，一只利爪插入到地面上，在地上留下一道10几米长的沟壑，而温言被一只粗大的触须卷起来带到半空中。温言感受着触须上传来的距离，还有一种像是要汲取他灵魂的力量，可惜他已经没有灵魂了。仅此一点，温言就已经察觉到不对劲了。上一次他在梦中见到过噬魂兽，那时候噬魂兽要吃的灵魂可不是字面意思上的灵魂，更没有如今这种感觉。他没有灵魂，自然就不害怕被吞噬灵魂。他闭着眼睛，紧贴在触须上，放开心神，细细去感应。贾墨志成只是瞥了一眼温言，看到温言被卷起来之后，就直接闭着眼睛趴在那粗大的触须上了，就再也不管了。他曾经感受过，最是清楚，一般的人只是靠近，灵魂就有脱体而出的趋势，被直接卷住，那就绝对不可能逃得过。温言能进老冰库，这种人被称之为无魂之人，但这个只是一个称呼而已，又不是真的没有灵魂。他曾经饱览群书，借助他的各种渠道找到过大量典籍，所有的典籍里从来就没有活人失去了灵魂还能活着的。无魂之人其实也只是天赋异禀，灵魂与肉身的契合度、融合度、稳固程度远远超出常人。在曾经的时代里，这种人修道法很难，几乎可以说是毫无前途可言，因为只是到了凝聚阴神这一步就会被彻底卡死。这种人连阴神都凝聚不出来，更不可能做到阴神出窍。但后来魔法开启，武道开始昌盛，这种曾经的废柴就摇身一变成了练武奇才。100年前，魔法已经彻底演化完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灵气已经彻底枯竭。那时候就有一个所谓的无魂之人，以纯粹的肉身练武都能练到踏浪而行，水不过膝，纯粹的肌肉力量都能做到这种极其不可思议的地步。反正从古至今就从来没有过字面意思上的无魂之人，还是活人的，没有魂魄还有意识的，基本上就只剩下僵尸这一类存在了。只要是活人，那撑破天了，也就是灵魂彻底融入到肉身之中，再难分离。只要有灵魂，那就一定不可能挡得住噬魂兽。他其实还是有些遗憾，他并不想杀了温言，这当然不是什么好心，纯粹是因为温言在他眼里价值比诸葛婉君还要高得多。温言是真正的不可替代之人，只有温言才能进入老冰库里，而那里有太多他想要的东西。温言死了之后，恐怕很久很久，德成殡仪馆的老冰库都再也无人可以进入了。去年之前倒是有一个姓王的，之前进入老冰库的任务一直都是老王在做，他倒是想借老王之手做点什么，可惜1年多以前还没等到他筹划好，就已经有人先动手了。老王彻底消失不见，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他多方探查，用了好几种手段，基本确定老王已经不在世了。他为此还惋惜了好久，若是老王还在，他自信以他的手段让老王从老冰库里为他拿出来1、2件东西，应该不是什么难事。要不是这样，他后面也不用去给人当了好几个月儿子，端茶倒水、做饭洗碗、洗脚擦身，完全全身心的投入进去，最后才成功了一次。贾墨志成落在地上，遥望向那只黑甲浮尸，又瞥了一眼秦坤，嗤笑一声：别挣扎了，烈阳部也不过如此，除了糊弄世人也没别的本事了。我借不到拓跋武神的力量，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根本不存在拓跋武神这个人。不知道你们烈阳部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虚构出一个如此强大的武者？当时那堪比午夜太阳的可怕阳气，又是你们烈阳部用的什么现代手段伪装出来的吧？那么当时站在那里的那个人是谁？贾墨志成还是有些好奇这件事，因为当时他离得很近。说实话，当时他是真的震惊到了，那人一步步走出，简直如同天神下凡，这一幕他一辈子都忘不掉。便是3山5岳诸多道门都公认的，拓跋武神早已经超越了古往今来的武道所有人，已经自行走出了新天地。他自己就是单独一个档次，其他所有的武者另外一个档次。可如今他转职成为了真实构架师，却根本无法暂时拥有这种力量，他是真的相当震惊。秦坤嗤笑一声：井底之蛙，你懂个锤子，就是你太弱了而已。我曾经有幸跟拓跋武神见过一面，还曾与他交过手，只有你这种家伙才会觉得你不行，那就是没有。懂了，所以当时那个根本不是拓跋武神，那个的确是拓跋武神，只是你不行而已。贾墨志成跟秦坤对话的时候，却没注意到阿伯身上的煞气越来越强，实力也已经越来越强，速度也越来越快。噬魂兽的触须只是能阻碍阿伯而已，只有纯粹的力量能稍稍阻碍一下，其他所有的玄妙对阿伯这种无魂无意识、无力气无杀意的大直来说，统统都是无用的。若是有意识有灵智，阿伯现在根本不可能认出如今的贾墨志成就是曾经陪了他几个月的儿子。只有大直的执念，针对的那个人，无论对方变成什么样子，都会被一眼确认。当真正站在贾墨志成面前的时候，大直的大执念才真正开始发挥威力。杀了他，报仇，死也不休，永无休止。若是报不了仇，那就一定是力量还不够，缺什么那就开始提升什么。阿伯攻击不到贾墨志成，那就是速度还不够快，那就再快点，更快点。他的速度越来越快，快到噬魂兽的触须都已经有些追不上他的时候。贾墨志成还想从秦坤这里挖掘到他为什么无法具象化拓跋武神力量的时候，阿伯的速度已经快到化作一片残影，贴着噬魂兽的触须出现在贾墨志成身前，蕴含着强烈噬毒的利爪，裹挟着尖锐的破空声从贾墨志成身前划过。那速度太快了，快到噬魂兽的触须都反应不过来，只是拉着贾墨志成稍稍避开了一点，没有让他的头被一爪子撕扯下来。贾墨志成捂着喉咙，喉咙上黑血喷涌而出，
一道几乎将他的脖子都扯掉一半的伤口出现，那可怕的尸毒也开始飞速蔓延。然而下一刻，却见那1喷1-2米高的鲜血全部像是定格在了半空中一样。那些鲜红色的血液里，黑色的尸毒在飞速侵染，侵染的速度却开始飞速减弱，然后飞速倒退。尸毒的力量被排出了血液，贾墨之城放下了手，脖子上的巨大伤口上，尸毒也在飞速的倒退出来。喷洒出来的血液如同时光倒流一般，重新飞回到他的脖子里。他脖子上恐怖的撕裂伤口也随着血液倒流回去，自行愈合。那恢复速度简直比大执事恢复伤势的速度还要更快一些。贾墨之城微微昂起的头重新落了下来，他脸上露出一丝微笑，看着远处震惊的秦坤，是不是很意外？秦坤面沉似水，也不说话。贾墨之城的目光越过秦坤，遥望向远方，站在一个建筑房顶的干塘。偷袭还是算了，没有用的。我连这个领域里的僵尸，这里的规则我都不信任。我可不想在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一不小心沾染上什么阴沟里翻船。从我进入到这里开始，我就先强过了我自身，任何毒，任何伤害，皆为不存在的虚假。只要我不想，我不会受伤，不会死，就是唯一的真实。他很意外，这一次会有一个飞将出现，但更多的是惊喜。他只要亲眼看到对方出手一次就行了。给了对方机会，对方却只是站在很远的地方看戏，连其他人的死活都不管，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若是能化作飞将，只要有30秒，就足够他做所有的事情了。可惜了，这一次被偷袭的机会被那个黑甲浮尸给浪费了。既然没机会了，贾墨之城也不再留手，他收起了笑脸。你是不是以为为了对付僵尸，我会尝试着画出茅山当代掌教的力量？秦坤面沉似水，你画不出这种力量的。说的对，也不对，因为我早就尝试过了。你们3山5岳、朱家道门受禄才是最关键的程序。我就算能短暂的获得茅山掌教的力量，我未曾受禄，也施展不出来同等的力量。只可惜时间太短了，若是再给我点时间，我去亲眼见证过真实，自然也能用。如今我能用的最合适的只有武者的力量。贾墨之城伸出手指向秦坤，从现在开始，我拥有秦坤最巅峰时的力量，战斗经验。随着贾墨之城话音落下，就见他身上瞬间亮起了微光，比此刻的秦坤还要强得多的阳气，呼的一声浮现了出来，就像是火油骤然爆燃，火焰之声呼呼作响。贾墨之城身上的肌肉开始紧绷了起来，身上也开始有了凶悍的气息，目光也变得极其锐利。不错，只能维持20分钟，你也不赖。当代40岁之下，你肯定是最强的了。贾墨之城看着再次冲来的阿伯，主动迎了上去。他腰身一弓，烈烈阳气爆发，奔腾之间就如同完成赴死一击的大将，一步步落下。那咚咚的声音裹挟着摄人心魄的强大压迫力。几步之后，就见那阳气翻卷着，化作一道横在地上的火焰龙卷。前方有一杆粗大的赤色大枪，伴随着一往无前的惨烈气息直冲而去。砰！一声惊雷炸响，大枪！秦坤的武技一招轰在了阿伯的胸口上，阿伯的身躯化作一道残影倒飞了出去。阿伯在半空中稳住身形，四肢着地，在水泥地面上留下几道绵延20-30米的沟壑，重新稳住了身形。阿伯胸口塌陷下去，胸口的黑甲都崩碎成了碎片，甚至那可怕的力量自他的后背涌出，后背上都隆起了一截脊柱的形状，他的一块脊椎骨都被打错位了。但是转瞬就见他后背上隆起的脊椎骨重新回到原位，塌陷的胸口再次恢复，破碎的黑甲都伴随着黑气流转，自行恢复。而另一边，贾墨之城收招，看着自己胸口血淋淋的伤口，还有已经因为出招太过猛烈直接断掉的右臂，他轻轻一晃手臂，就见那断掉的骨头飞速恢复，血淋淋的伤口也飞速复原。乍一看，效果跟阿伯一模一样。秦坤看着噬魂兽挥舞的触须，没敢靠近。他看向温言，仔细观察了一下，以他的眼力，还是能看得出来，温言肯定没死。只是不知道温言趴在那粗大的触须上，闭着眼睛在做什么，反正肯定有他的道理。秦坤想了想，再想到扶余山的飞将都亲自到场了，总不可能看着温言暴毙吧？这么一想，他也稍微放松了下来，看着贾墨之城画出他的力量跟阿伯对战。贾墨之城画出他最巅峰时的状态，说实话，比他此刻的情况好不少。他之前为了护住烈阳部的工作人员，已经闭着眼睛跟尸潮打了好半天了，体力消耗可一点都不小。而且贾墨之城仗着神通加身，干架的时候不留一丝余地，以远超身体能承受的极限来干架，相当于一个普通人一直维持着肾上腺素狂战士的状态，这对于身体的伤害极大。正常时候秦坤都不可能这么干。看着别人用他的力量，他的战斗经验，以这种状态交手，其实也是一次难得的体验，他能从中收获平日里不可能收获到的东西。贾墨之城如同化作人形猛兽，跟越来越强的阿伯鏖战。温言的意识却仿佛已经深入到了下方，感受到了噬魂兽极其庞大的身躯。这一次噬魂兽给他的感觉比上一次还要虚弱，身体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也感受到了之前贾墨之城在下面做了什么，天敌职业再次给出了反应，但这一次明显跟之前不一样了。噬魂兽吞噬灵魂的生灵最终归宿，只不过他的口味开始慢慢变了。你的所见所闻，所有猜测无不在印证一件事，他所有的特性融合之后所画的唯一标签无敌已经被拆解。很显然他少了一些特性，所以不是无敌了，所以他可以被伤害了，可以被你，也可以被别人。自从上一次喂过噬魂兽一次之后，温言其实就已经有所猜测了。此刻真正的见到噬魂兽，真正的接触到，如此感应的时候，才能感应到更多。他能感应到噬魂兽就像是吃坏了肚子，
体内也像是被人添加了一些东西，那是假墨制成用来洗脑的东西。假墨制成想要掌控噬魂兽，有噬魂兽之后，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只是假墨制成忽略了一件事，既然噬魂兽没有那么无敌了，他都可以伤害到了，可以控制了，那么其他人自然也可以。温言感受着噬魂兽此刻很难受，他也觉得有些不舒服。他睁开眼睛，一只手触摸着噬魂兽粗大的触须，趴在上面轻声念叨了一句：“乱吃东西，吃坏肚子了吧？”他之前太过于相信最初的印象，他一直以为无敌这个标签是不会变的。他也跟假墨制成一样，忽略掉了最重要的问题：能被他伤害，就能被其他人伤害。既然能被洗脑，那就一定能被解除。按照刚才的所见所闻，还有临时能力的提示，温言大概能弄懂了，别人被洗脑的部分是可以被完全针对的临时能力强行解除。但是假墨制成自身的变化却不是洗脑，而是画出的真实。真实是没法靠着这个临时能力解除掉的。他趴在噬魂兽的触须上，轻声念叨了一句：“真的吗？我不信。”轻声轻语，没有了那贱兮兮的语气，反而带着浓浓的担忧落入到噬魂兽的触须上。就在温言担心效果会不会不好的时候，那声音化作一道刺目光晕，顺着触须转瞬之间便直达大坑的底部。刺目的光晕化作金灿灿的光芒，在噬魂兽体内炸开。一直飘在那里似乎虚弱不堪的噬魂兽激烈地动了起来。那半透明的身体里蔓延的血线还有黑色的痕迹飞速汇聚到其体内中心的位置，伴随着一阵激烈的喷吐，尽数从他的体内喷出。金灿灿的光辉如同流水一般冲刷着噬魂兽体内的每一个角落，将一切不应该在这里的东西统统给清扫了出去。噬魂兽那如同激烈呕吐的动作持续了3、4次之后，就有些蔫了下来。一直缠绕在温言身上的触须也软了下来，掉在地上。温言面色复杂，拍了拍噬魂兽的触须：“休息一会儿吧。”他抬起头，看着远处2个明显已经超出寻常人界限的家伙，已经从围墙里打出去了几百米的距离。那里受到领域规则保护的厂房，都随着一人一僵的战斗快被拆掉了。秦坤快步走到温言身边：“你没事吧？”“我没事。”“秦师兄，你怎么样？”“我也没事，就是之前体力消耗有点大。”“秦师兄，你觉得谁胜算大一点？”“我说实话，假墨制成胜算大一点。”“啊？”温言有些意外，那个黑甲符师明显是刚进阶，而且还在不断的进步，速度极快。但假墨制成画出了我巅峰的战力，他还能无视我的顾虑，他可以一直超限度的战斗。他有神通加身，正好契合了舍身拳的拳法真意，真正能做到舍身忘死，从肉身到意志完全的舍身忘我。我的意志能做到，但是练拳太久了，我的身体本能却已经习惯了出拳留一分力，不留那一分力，我的身体就会先一步扛不住。我自己都还没做到他这一步，他却在无形之中正好完美契合。你别以为他能发挥出的实力会一直这样，他现在看起来已经被越来越强的大江压制了，可实际上越是激烈的交锋，越有压力，舍身拳便会越强。身、心、意、拳、阳气、劲力全部做到统一之后，再待他蓄力结束，最后施展出舍身拳最后一招去完成舍身一击时，那个从来不会抵挡，一直是以伤换伤打法的大江挡不住的。他最大的优势被假墨制成抹平了，他的恢复能力再强，也不可能在被打爆之后还能恢复。温言抬起头，遥望向那里战斗的2人：“阿伯，我说了会帮你报仇，现在该我出力了。”他望向假墨制成，在得到提示的瞬间，想都没想，就直接把临时能力换成了第2个最后的低语。他拿出手机，上面有风瑶发给他的那段语音。这段语音原样提取出来之后，没有任何人听过，里面说的是什么，没人知道。当他手握这段语音切换成最后的低语之后，新的提示就出现了：你拿到了最后的低语，这是他最后的执念。你想错了，也理解错了，你不是在伤害假墨制成，你只是在完成一个可怜人最后的心愿。温言伸出手指，点在那段语音上的瞬间，激发了这个临时能力。霎时之间，就见那段语音从他的手机里消失，化作一道光剑飞出，眨眼间便无视了假墨制成此刻堪称无敌的状态，直接插在他的心口上。假墨制成被阿伯斯的血肉模糊，都能面不改色，眼神都没有丝毫变化。此刻那只光剑插入到他的心脏上，明明没有伤他血肉分毫，连一点伤口都没有，他却面色一白，痛苦地捂住了胸口。此时的动作也彻底变形，再也收不住力量，在地上翻滚着滚了出去，直接撞在了一座厂房的墙壁上。假墨制成靠着墙壁坐在那里，面色煞白地捂住胸口。一个女人的虚影缓缓地在他身前浮现，女人穿着加大码的孕妇装，挺着个大肚子，眼中带着爱怜，眼中泪水一滴一滴的滴落。她伸出手，缓缓地摸向假墨制成的脸。雨欣，假墨制成有些震惊，呆呆地看着面前的虚影。不对，假的！你们想用假的骗我，想骗到我，绝不可能！他伸出手，一拳轰出，可是那女人的虚影却半点变化都没有。她流着眼泪，带着绝望和遗憾，双手捧着假墨制成的脸。明哥，我不行了，我已经撑不住了。医生说，现在这个时间，孩子肯定也是保不住的。我想要为你留下一个孩子，不是为了绑住你，也不是想要成为你的拖累，只是想，无论你再怎么变，你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都会想起来，你到底是谁。明哥，你自己都没注意到吧？你不断的换身份，你害怕被人看出来，你就全身心的投入到新的身份里，每一次都像是多了一层影子，直到再也看不清楚你原本的影子是什么样子。你自己都快忘了，你到底是谁了。明哥，你真不记得了吗？你最开心的日子，是你不再使用你的能力时的那段日子。那时候，你天天都会有开心的事，有烦恼的事，但那时候的你才是你啊。
我真正喜欢的就是那时候的明哥呀！我不需要你多有钱，也不需要你有天大的本事，我只想要你是明哥。对不起，明哥，我扛不住了，我想要帮你找回你自己。可是我扛不住了，我的明哥再也回不来了。对不起，对不。女人的声音越来越弱，她的身影也渐渐消失。贾莫志成伸出手想要抓住什么，却什么都没抓到。他捂着胸口，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这一次，那口鲜血没有如同之前一样重新倒飞回去，让他恢复原样。远处全身煞气沸腾的阿伯都停下了脚步，远远地看着他。那是一个可怜人最后的执念，阿伯没有动，阿伯在等那个可怜人最后的执念达成。贾莫志成站起身，脸色惨白如纸，像是有人在捏着他的心脏，用力挤压。我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没有能力的话，是不会有任何人真心喜欢我的。我这1个小时内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他曾经用来洗脑诸葛婉君的话，在这个时候浮上了心头。在那铿锵有力、不容置疑、坚定的如同诉说真理的声音之中，一个濒死的人在极其虚弱的时候，像是在拼尽全力的呐喊，生怕他听不到、听不懂。我真正喜欢的就是那时候的明哥呀！咔嚓，像是什么东西裂开了。对不起，明哥，我想要帮你找回你自己。咔嚓，对不起，对不。咔嚓，贾莫志成捂着胸口，豆大的汗珠吧嗒吧嗒的往下掉落，他满脸痛苦，面如金纸。咔嚓，破防了。曾经洗脑诸葛婉君的话化作的坚强轰然崩塌。他在自己内心里通过无数次处心积虑构建起的心墙，名为真实的心墙，被一声濒死的低语以势不可挡的姿态强行轰碎。贾莫志成又是喷出一口鲜血。他忽然间想起来了，那时候过着普通且辛苦的日子，他跟雨欣在晚上享受着难得的安宁，看着电视剧，一起吐槽里面的东西。那时候他还吐槽说哪有心里受到打击会一口鲜血喷出来的，原来是真的呀。他抬起头想要再看到，却什么都看不到了。温言迈步行来，远远地看着他。别误会，我只是在帮一个可怜人完成他最后的心愿。他去世之后，依然在黑暗里走了起码1、2年的时间。一个人大着肚子在黑暗里走来，就是为了回到这世上。哪怕他走出来没几步，就彻底消散了。那时候我以为他是没生下孩子，心中有执念，想要再次回来。我那时候觉得有这执念还是能理解的。可惜我想错了，他是真心为了你，因为他最后发给你的遗言，你压根就没听到。他去世了，却还是担心你，怕你彻底迷失，忘了你是谁。我说实话，我不能理解，我真心觉得你不配。听到温言的话，贾莫志成又是一口鲜血喷出，他的心墙被毁了，他的洗脑这一次不是被驱除掉了，而是直接反噬了。他的思绪也开始混乱了起来。他看向远处站在那里的阿伯，一种熟悉感涌向心头，哪怕他压根看不到阿伯的真面目，也没法将此刻健壮的阿伯跟曾经的老人联系在一起。那种熟悉的感觉出现之后，他就脱口而出：爸。他是莫志成，那是他爸，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害了他爸。内心的痛苦和折磨如同翻江倒海一般的涌现，他刚刚站起来的身子骤然一颤，又是一口鲜血喷出，他直接跪在了地上。我的伤势立刻可以恢复，但是构建出的真实是基于他所思所想，他的意志来完成的，他现在构建不出来了。那痛苦来自于他内心，来自于莫志成，来自于雨欣口中没有超能力的明哥，而不是来自于外界。这对于他的职业真实构架师，对于他的能来说，本就是无半点虚假的绝对真实。他的思绪开始崩塌，开始彻底混乱。他跪在地上，望着站在远处的阿伯，重重地在地上叩首，额头上鲜血横流，脸上泪涕俱下。爸，对不起。叩首2次之后，他又开始胡言乱语。雨欣，对不起。再次抬头，他的脸色又变得狰狞。是你们逼我的，不是我要杀你们。跟着又开始哭。我是真没办法呀。曾经他为了完美到没有任何破绽的伪装成一个身份，从样貌、步态、想法、行为举措到最关键的感情，全部都投入了进去。甚至为了保证绝对的没有破绽，他还洗脑了自己，让自己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人。如此，他催生出了一个不可能在虚假之中诞生的大智师。因为那一切要素本就是真的，唯一的虚假只有他本人其实不是这个身份而已。曾经的如此完美，化作了一个飘出去很久很久的回旋镖，终于在现在飞了回来，命中了他的要害。他的确已经分不清楚他到底是谁了。他以为自己是现在的张帆，以为是之前的莫志成，以为是曾经的明哥，以为他是曾经的很多很多个身份。致命的不是虚假，而是真实。这些身份的完全投入造就了这份真实。他陷入到挣扎之中，脸色忽然狰狞，身形一动，便如同尽使破空，直奔温言而去。下一刻，他面前一黑，阿伯挡在他身前，什么都没有做，任由他的一只手裹挟着劲力穿胸而过。他抬起头，看着阿伯的脸，身份又变成了莫志成。他满脸痛苦和绝望，一只手抓住阿伯的手，将阿伯那只手刺向自己的胸口。爸，求你了，杀了我！阿伯收回了手，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看着贾莫志成胸口的伤口飞速复原。转瞬，贾莫志成的身份又变成了明哥。他眼中带着痛苦和绝望，望向被阿伯挡在身后的温言。求你了，杀了我，都是我的错，我要去陪雨欣了，我以为我能做到。温言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他甚至都无法分辨出来对方到底是谁。此刻，包括贾莫志成在内，已经没有人能分辨出来了。就在这时，远处的大洞之下，一根根粗大的幽蓝色触须冲了出来，向着这边飞来。
贾墨之城不知道又变成了什么身份，他脱离了阿伯，捂着脑袋，痛苦哀嚎着，嘶吼着，如同疯了一样的冲向那些触须。杀了他们！杀了他们！不，杀了我！杀了我！别拦着我，让我去死！回去，我要死在我爸手里。曾经的身份彻底混乱，一股脑的全部蹦出来，如同一大堆人格，每个都是真的在争抢这个身体。最后，当他冲过去，被一只触须卷起来，灵魂都开始闪烁，又脱体而出的时候，不知道哪个身份说了句：“从现在开始，散去身上加持的一切力量。”下一刻，贾墨之城身上如同狂暴的阳气瞬间消散，身上的伤势也再也没有恢复。他口吐鲜血，其中一个身份想要再说什么的时候，轮到明哥上线了。他指着地面，嘶声力竭的大喊：“以我全部的力量，所有的一切为代价，构建出刘雨欣。”这句话是真的。一句话说完，就见明哥伸出一只手，拉出自己的舌头，以赴死的决绝，直接将自己的舌头咬断。地面上狂风骤起，不祥的气息浮现，血肉之躯在凝聚，已经消散的灵魂仿佛也从世界强行收拢了回来。穿着病号服的刘雨欣被强行凝聚了出来。刘雨欣睁开眼睛，呆呆地看着贾墨之城，看着丢掉了眼镜之后如此熟悉的脸。明哥！贾墨之城满口鲜血，面色不断变换，他的头发开始飞速变白，皮肤开始变得暗淡，脸上开始慢慢浮现出皱纹。他张开嘴，含糊不清的不知道嘟囔着什么，但站在地上的刘雨欣却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听懂了那句话：“雨欣，对不起，我要用我的能力了，以前我忘了，但是现在我想起来我是谁了，我要亲口告诉你。明哥，我知道你一定可以的。”刚刚凝聚出来的刘雨欣只是出来了5秒钟，说了2句话，便化为飞灰，随风飘散。温言揉了揉脑袋，有些头疼。他现在是真搞不清楚如今的贾墨之城到底是什么身份了。这家伙转职成真实构架师之后，能力真是太过于离谱了。已经死掉的人，尸体已经火化，灵魂化作的小鬼也已经彻底消散，竟然还能强行让其复活。哪怕只是几秒钟，但这事时间根本不是重点，重点是能做到和不能做到，那之间就有着天地之差，生死之别，是世间最大的、最难以跨越的鸿沟。只要能跨过去，再想后面的事，比如怎么延续时间，那就远比跨越鸿沟的难度低 N 个量级。看着贾墨之城明显老了至少20岁的样子，温言也明白，就算是贾墨之城，此刻强行做这件事也是太过于勉强。1秒就老几岁，几十年的寿命全部燃烧了，也就能听一遍副歌。有的人觉得值，有的人觉得不值。温言看着贾墨之城的神情眼神变化，大概猜测那位明哥下线了。他就这么看着贾墨之城不断的变化身份，然后状若癫狂，不断的挣扎着冲向了大洞所在的位置。而从刚才开始，阿伯就一直没有动过，甚至被贾墨之城一招刺激，直接洞穿了胸口都没有还手。温言望着贾墨之城的背影，念头急转。秦坤从刚才开始就保持着一脸懵逼的状态，他完全跟不上这种变化的速度。这是怎么了？他怎么就疯了？他可没疯，只是吃了自己丢出去的回旋镖，约等于人格混乱了。温言大致说了一下，秦坤越听眼神就越是迷茫，越听就越是头疼。他尝试着去分辨出来此刻乱糟糟的情况，却怎么都分不清楚。温言眼看贾墨之城还在那发疯，满口鲜血不断的流下，让他的胸口都已经染满了血迹。他盯着看了足足2分钟时间，看着贾墨之城含糊不清的胡言乱语，不断变化身份，甚至还有一个身份去将丢在地上沾满灰尘的半截舌头给捡起来，重新装上吧。以你的能力，让这半截舌头重新长回去也不是什么难事。温言长叹一声，随口喊了一句。果然，听到温言的话，其中一个面色狰狞、眼神狠厉的身份将那半截舌头塞回嘴里，他含糊不清的不知道说着什么，那半截舌头竟然真的重新长了回去。温言眼神一凝，果然啊，你的每个身份本身就已经非常完美，被反射之后，每个身份之间就会非常的割裂，割裂程度远超出我的想象，就像是完全单独的个体。贾墨之城不理他，继续在那不断的变化身份，不断的发疯。秦坤在这越听越是迷糊，他犹豫了一下，趁他病要他命。秦师兄，你知道什么情况才会让大直停止报仇？什么情况才会让大直打不还手？你直接说吧。对面的不是他报仇的目标时，他才会停手；而当对面的人是他的儿子时，他才会打不还手。温言越发冷静，回忆着刚才的点点滴滴，基本确定了自己的判断。无论是多花里胡哨的东西，阿伯才是那个永远都不会被外在表象迷惑的人，他才是一直最清醒的人。通过阿伯的表现，通过贾墨之城自己的表现，再加上他仔细观察了一下，自从刚才复活了刘雨欣几秒之后，那位神情跟其他身份截然不同的明哥已经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别的身份温言还真不太能分辨得出来，唯独那个明哥就是一个没有能力，远在他乡打拼的底层普通人，警惕和善，还带着点怯懦，做事犹豫，但是真正发狠的时候却也是最决绝最痛苦的那个。他的痛苦让他的眼神都变得极其复杂，只有这个明哥没有那种杀过人之后带着的淡漠和狠厉，而这个明哥自刚才开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他已经消失了。最后的低语破开的不是贾墨之城的防，而是明哥的防。只不过每个身份客观说都是一个人，一个身份被破防就会导致整体的轰然倒塌，反噬的那也是所有身份。墨之城这个身份还在不断的出现，这就是盾，挡住阿伯的盾，而阿伯要杀的那个人却一直藏在最里面，一直都没有出现过。只要他出现，那阿伯就会第一时间动手。大直的仇恨锁定方式是绝对不会出错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温言觉得天敌职业给出的提示总不可能是信口胡说的。当时第一次见到水鬼的时候，
提示里就已经说了，他在这条古老的职业上走出了新的路。那时候温言还不理解，后来还真确定了，就是截然不同的职业路线。而遇到假墨制成之后，天敌职业给出的提示里有专门的建议，在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里，使用您可以想到的一切流程全部走一遍。这个建议到现在还挂在提示里，一直都没有变过。温言觉得听人劝，吃饱饭，最好想一想什么叫做可以想到的一切流程。想了想之后，他就像是自言自语一样的开口：在我10几岁的时候，我得上学，还得给自己赚学费、赚生活费。那时候学杂费其实没多少，只不过我想去当时本地最好的学校，那就得有借读费。我要是能次年级前几名，这个借读费自然也会给免了。可惜我得自己赚钱养活自己。那时候能找到的，能不耽误白天上课，来钱还快，也肯用一个10几岁小伙子的活。我能找到的就只有赚死人钱。有一次半夜帮人去下葬，路上还遇到了当地的村民抓盗墓贼，有3个盗墓贼还带着武器，当场就有俩被堵在盗洞里弄死了。最后一个其实本来是没被发现的，他是隔壁村的村民，平日里看起来很老实。抓盗墓贼的时候就是他先手，带着人将另外俩同伙给堵死在盗洞里。后来局子里的人追查到一点线索，才查到他身上，他才是那个主谋。你想说什么？秦坤在旁边问了句。我说给他听的，有些事必须要说出来点名才会有用。我意思是，我发现他每个身份都非常完整，完整到能让阿伯停手。那我就一下子想明白了，他这种自私自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十足的坏人，都懂得怎么把真正的自己隐藏起来。他这种人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我也是真的见过这种人的，为了保护自己，任何手段他都可以毫无压力的用出来，而且用起来的时候会非常顺畅，看起来毫无破绽。比如发现被明哥连累，被破了心墙，发现曾经用过的完美身份并没有消失，发现了阿伯其实就是他一手造就的大直，还有甘姨也在远处给我压阵，他就果断开始找后路了。只可惜他应该自己都没有料到，所有身份里唯一一个普通人最怯懦的明哥被破防了之后，却是最极端的那个。明哥宁愿以永远消失为代价，也要去完成刘雨欣最后的心愿，一死也只是为了让刘雨欣亲耳听到，亲自确认。这种事，那个冷血无情、手段毫无底线的家伙怎么可能会懂？哪怕共用一个身体，他恐怕都完全无法共情，无法理解。这就是超出他预料的事情吧。秦坤已经不说话了，他大概弄明白了，贾墨制成自己把自己的人生切割成了很多份，因为他的能力太强了，所以每一份人生都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完全不同的人。这些人现在全部被塞在一个人的身体里，他们要杀的那个神经病已经没有再出现过了，那这就一定是故意这么做的。他想逃，他不想逃，为什么一直向着那个大洞靠近？不拦着吗？他就等我去拦呢，他都快恨死我了，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随着温言的话将暗藏起来的事情点破，贾墨制成忽然停止了发疯，他站在大洞的边缘，回头看向温言，眼神冷冽。你倒是好本事，连大直都能控制得住，为了留下大直也是煞费苦心了，可惜没用了，就凭你现在的手段杀不掉我，咱们来日方长，以后慢慢玩。随着发疯的贾墨制成停止发疯，停止了不断变化身份，一直站着不动的阿伯也瞬间化作一道残影，直奔他而去。等到阿伯靠近，贾墨制成冷笑一声，继续藏在了那一堆身份后面，让那些身份继续去抢夺身体。阿伯冲到贾墨制成身前，骤然停下了脚步。温言伸出手，对着在半空中挥舞的粗大触须招了招手。秦坤眼皮一跳，连续2个后跳，退到10米之外的地方。温言伸出手，触摸着噬魂兽的触须，这么久了也没真正吃过什么好东西，要不要尝试下从没试过的，补补身子？我一直在想一件事，若是你不吃人的灵魂了，那么一个人对于你来说，他的灵魂是什么？对于这家伙来说，他的灵魂是什么？我想了好久，其实都没想明白，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了。对于你来说，以你对灵魂的定义，那就一定是必不可缺画龙点睛的那个睛。失去了灵魂，就会瞬间从可以传承千百年的美味，沦为最普通的粗糙口粮，甚至可能连果腹的口粮都算不上，只是应该丢掉的毒物。随着温言触摸着噬魂兽的触须，喃喃自语，瞬间见半空中舞动的触须瞬间将贾墨制成缠绕起来。贾墨制成身上的阳气骤然爆发，他撑着双臂，强行撑住噬魂兽的触须，可是那触须飞速旋转着，将他裹成一个球。那些触须渐渐由实化虚，慢慢渗透到他的体内。他低喝一声：“我的灵魂不会被带走。”触须渐渐收缩，彻底由实化虚，从他的体内穿过。他跌落在地上，感受到自己的意识还在，他的灵魂也还在。还不等他狂喜的时候，就忽然察觉到不对劲了。他抬头望去，就见噬魂兽的触须上裹着一个个人形虚影。那些虚影是他曾经化作的墨制成，是他曾经化作的一个个身份。那些触须不断从他的身体里横扫而过，每一次扫过都会带出来一个虚影。他开始感觉到不对劲了，直到又是一根粗大的触须扫过，在他的身体里卷过，一点一点的卷着一个东西向外拉的时候，他终于慌了。温言站得远远的，露出一丝微笑。再问一句，你觉得你的灵魂是什么？是字面意思上有可能在死后化作小鬼的灵魂呢，还是构建出如今的你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什么？是你的冷血无情、不择手段，当一个纯粹的只为了自己的坏人呢？还是你自认为你的智慧？还是你的职业能力？随着温言的话，就见贾墨制成体内一团金灿灿的光芒放亮，
那一团金色的光辉被噬魂兽的触须一点一点的向外拉。温言的话稍稍一顿，沉声道：“我去定义，其实毫无意义。但你的所作所为，你的所有表现，无不在说明一件事：你的智慧不行，你的狠辣也不是关键。构建出如今的你，唯一的灵魂，就只能是你的能力了。你回不回答，其实都一样。因为若不是你自己也是这么觉得，就不会有任何作用。看，这也是最真实的。”贾墨之城站在原地，痛苦的哀嚎。这一次，他是真的感觉到绝望了。他感觉到了他的能力在离他而去。他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可就像温言说的，他自己心里都清楚。若是给他的灵魂一个定义，那他的能力就是比字面意思上的灵魂还要重要的东西。这是构建出如今的他唯一的核心。而很不巧的是，魂兽的口味也变了，开始不喜欢字面意思上的灵魂了。伴随着贾墨之城痛苦的哀嚎，他满脸绝望的想要抓住什么，却什么都抓不到，只能看着体内一团金灿灿的光芒被一点一点慢吞吞的拉出体外。他也感觉到他的能力在渐渐变弱，有一种离他越来越远的趋势。他尝试着对自身施加的任何影响都毫无作用。越是如此情况，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反而越是坚定了，他的能力就是他唯一的灵魂这件事。他内心深处认定的真实，便是他自己都无法更改的。他发疯地做出各种尝试，尝试着去洗脑别人，让别人来帮他。可是这里除了温言就是秦坤，他尝试着洗脑秦坤，但秦坤只是转头看了温言一眼，就立刻开始弯着腰呕吐了起来。几百米内，任何助力都找不到了。他面色狰狞的嘶吼，做最后的尝试也毫无作用。温言站得远远的，反正就是不靠近，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现在彻底信了提示里给的建议，用一切能想到的手段，所有他能想到的，那都得尝试一下。他是真的有点怕了，贾墨之城这能力实在是过于离谱，人都能复活。那么谁知道他有没有提前做什么后手？若是没有经历最后的低语，没有经历点破贾墨之城的打算，将他逼到极限，再让他自己都认为他的能力就是他唯一的灵魂，那温言是真心觉得，哪怕今天亲眼看着贾墨之城当场暴毙，看着他灰飞烟灭，可能他还真的未必会彻底死了。唯一确定的办法，那就只有先解决他的能力，再走其他流程。温言，贾墨之城面色狰狞，暴怒的嘶吼，想要冲上来跟温言同归于尽。但噬魂兽的触须撕扯着他体内的金光，连带着拉扯着他的身体，让他根本冲不过来。他现在想明白温言为什么跟他逼了半天，但已经晚了。他自己和包括温言在内的所有人都这么认为的那一刻，就已经完了。他这个一直在洗脑别人的家伙，最后时刻却被温言洗脑了。温言默不作声，继续后退了一段距离，保持着足够远的距离，确保不会出任何意外。他再看了看站在不远处的秦坤，秦师兄，你看我脸上怎么了？秦坤一抬头看了温言一眼，立马继续呕吐了起来，吐的脸色都有些发白了。温言点了点头，好了，现在应该不会有任何意外了吧？静静的等着，等了足足几分钟的时间，感觉还是有点勉强。但噬魂兽已经将那一团金灿灿的光芒彻底从贾墨之城体内拖了出来，触须带着金光落入到大洞之下，落入到噬魂兽体内。而温言望向贾墨之城时，一直在脑海中挂着的提示，也在此刻渐渐的消散。就在贾墨之城彻底失去能力的那一刻，一直站着不动的阿伯化作一道残影，一只手直接穿过了贾墨之城的胸口。贾墨之城还想看温言最后一眼，可是温言就躲在阿伯的正后方，这最后一眼都不让他看。贾墨之城看不到温言，只能看到身前这个高大的黑甲符师。随着他的力量，他的一切都被阿伯吞噬。阿伯身上覆盖的黑甲也开始渐渐消散，露出了阿伯原本的脸，面色平静，没有僵尸的戾气，也没有杀机，平静的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做，连眼神都是空洞的。贾墨之城感受着全身的生机，还有他的灵魂都开始逐渐虚弱。看着阿伯的脸，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开始转职的关键，一飞冲天的关键是阿伯，最后也还是死在阿伯手里，如同他的能力一样，兴于此，亡于此。没有了能力，他提前准备的一切统统都成了空中楼阁。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也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他的身躯飞速枯萎，化作干尸，然后又化作灰白色的灰烬跌落在地上。阿伯身上的黑甲全部跌落消散，他没有多看化为飞灰的贾墨之城一眼。他转过身，望向了站在远处的温言，一步一步地走向温言。温言快步走了上去，秦坤在后面伸出手喊了一句：“温师弟，还是小心点。”温言头也没回，摆了摆手，大步走到阿伯面前。阿伯，阿伯眼神空洞，瞳孔里一直凝而不散的金光都开始渐渐消散了。温言眼神有些复杂，因为提示已经给出来了。飞将大职，他已经完成了心中的大职，为他那可怜又孝顺的儿子报仇了。他的存在也到了最后这一刻。临时能力无。阿伯，祝你一路走好吧，以后清明重阳我都会祭拜你的。你儿子我也会祭拜，你不用担心了，在殡仪馆里少了什么都不会少了这些。阿伯瞳孔里的金光开始渐渐消散，开始闪烁，仿佛让他的眼神都有了些许变化，不再那么空洞。他伸出一只手伸向了温言，温言立刻低下头，将脑袋凑在阿伯的手掌下，让阿伯能摸到他的脑袋。我懂，阿伯，我都懂的，你放心，我以后也会照顾好自己，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我肯定不管了，先保护好自己。阿伯眼中闪烁着金光，他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他的眼睛下面两行血泪缓缓流淌下来，他艰难地伸出一根手指，指尖点在了温言的眉心上，一如当时温言伸出一根手指点在他的眉心上。霎时之间，浓烈的阳气在温言身上激发，仿佛有一轮旭日从温言的脑海中升起。阿伯的嘴角微微动了动，
翘起一丝微弱的弧度，像是在笑。下一刻，他的身躯便飞速化作了灰白色，转瞬之间便化作了灰白色的灰烬，跌落在地上。温言呆呆的眼前的灰烬，心里忽然一下子就难受起来了。相处的其实不算太久，哪怕心里早有预料，亲眼看着这一幕，还是感觉有些难受。从最开始带着阿伯走，阿伯呆板的执行着约定，不叫他就不动。到后来他遇到危险了，阿伯都会瞬间站在他面前替他挡下。每一次吃饭也都会给阿伯一碗，大家一起吃。没有多少天，其实也都已经习惯了。这说没就没了。温言轻吸一口气，闭上眼睛，站在原地，脑海中仿佛有一轮永不坠落的太阳，新的提示也随之出现了。你的所作所为，你的坚定一直被阿伯感知，他并没有那么强的灵智，却也更加纯粹。你坚定不移的愿意放弃对你来说尤为重要的烈阳，也要帮阿伯完成大职。他完成了大职，你却成了他化作大职时额外的执念。他很担心你，担心你再这么冒险，担心你下次遇到这种事依然愿意帮忙，所以他心甘情愿的愿你永生永世都是他的天敌。获得称号大职天敌，获得额外固定能力烈阳1%，额外固定能力烈阳，获得额外进度50%，当前进度51%，额外固定能力烈阳，进度超过50%，获得新效果，获得详解。当前效果加持，你的阳气几乎可以加持任何东西，你也可以加持比以往更多的阳气，一些特殊东西被加持之后会有特殊效果。点化，你的阳气拥有点化阿飘、僵尸等一系列种族的效果，获得的效果与当前进度有关系。永不日落，你心中的旭日永远不会落下，可以免疫一些负面效果。无日行走，你可以用你的肉身行走在一些平时肉身无法前往的地方，免疫那些地方固有的环境伤害。温言看完这个提示，心里更加复杂了。他俯下身，用手将阿伯留下的灰烬收拢，等下再把阿伯的留下的灰烬全部收走。他现在才明白阿伯最后想说什么了，只是他什么都说不出来。现在他切实感受到了阿伯最后的心意，选择放弃，最后反而收获了更多。这时候甘棠从半空中轻轻落下，他神情复杂地看着地上那一堆灰烬，眼中带着化不开的失望。他亲眼看到了一位大职的陨落，并没有出现他期待的画面。大职完成了执念之后就会死，一身力量化为乌有，身躯化为飞灰，什么都不会留下。千年的期盼，最后那么点希望，在他的亲眼见证下就这么没了。他有些痛苦地闭上眼睛，人最怕的不是艰难，也不是希望渺茫，只是怕亲眼见证最后的渺茫，希望破碎。没了，真的都没了。他平复了心情，看着明显也很难受的温言，伸出一只手想要摸一摸温言的脑袋。稍稍一顿，他就将手放在了温言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温言的肩膀。对于大职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不能完成大职，那才是永恒的痛苦。我们能做的只是帮他们去完成大职，其他的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干姨，我都懂的，只是还是有些难受。温言低着头，收拢着阿伯留下的灰烬，一点都不想落下。收拢着，他却忽然发现灰烬里多出来一片黑色的指甲。甘棠目光一凝，他的指甲。温言伸出手想要捡起那片指甲，却被甘棠阻止。别动，上面肯定有尸毒。干姨，阿伯不会伤害我的。甘棠沉默了下来，再也不说什么了。温言伸出手捡起那片黑色的指甲，然后天敌职业第一次对一个东西给出了提示。阿伯的指甲，他化作大职之后，针对你额外浮现的一点点执念。他完成了大职之后，其实是想把自己的身躯留给你的，可惜他最后只留下了一片指甲，用来保护你。在他心里，你是个好孩子，你一定会为他收拢灰烬的。那他最后的一点点心意，你就一定能拿到手。随着提示出现，温言手里的黑色指甲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他的手掌心，他的左手中指甲盖渐渐变成了黑色。随着他念头一动，左手中指上的指甲便忽然长出了1寸多长，漆黑的指甲泛着金属的光泽。随着他的想法，长出的指甲又重新恢复了原样，只不过他的指甲盖变成了黑色，没法恢复原样了。温言沉默了一下，伸出左手。干姨，这是阿伯留给我的，他怕我保护不了自己，但最后也仅仅只能留下一片指甲。甘棠伸出手触摸了一下温言左手中指的指甲盖，他的眼神里带着奇异的光彩。大职竟然还能留下东西，这里面蕴含着一丝他最后的力量，还蕴含着尸毒，但是这尸毒对你是没有用的，你后面自己研究吧，莫要辜负了他最后的心意，带着吧，就当他依然在保护着你。我明白的，干姨，我去叫人。秦坤起身向外走去，不多时，一些面有菜色的烈阳部外勤便带着各种东西进入到领域里，这些人都不敢往温言这边看，也不敢太靠近。营地里不少人都因为呕吐的太过于激烈，已经被送到医院去了，再让这些人看温言一眼，怕侍卫都要吐出来了。秦坤这种对身体掌控极好的武道高手，现在都是低着头走路，不敢再看温言。他放下工具箱，放下几个坛子，就急急忙忙退开。温言拿着工具，小心翼翼地将阿伯留下的灰烬全部收拢，放进一个坛子里。然后他又换了一套工具，来到大坑的边缘，将化成灰的假墨制成也一丝不苟地全部收拢，全部放进一个坛子里，确保这里没有一丝遗漏了之后，又将收拢假墨制成灰烬的工具都一起塞进了他的骨坛里。哪怕假墨制成已经死了，那也没完，现在就是在走能想到的一切流程里，最后的那一部分流程都亲眼见过有人复活了，那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拿回去放到高配豪华炉里面，再消毒，然后再给扬到海里，这才算是走完全部流程。甚至于接触假墨制成的灰烬这件事，温言都不敢让其他人插手。
那家伙别的方面未必多厉害，但真是构架师的能力实在是太厉害了，温言是真不敢赌。按照标准流程处理了3遍之后，确保地上都舔不到灰尘了之后，温言才封好了骨灰坛。他站在大坑的边缘，向着大坑的深处望去，已经看不到噬魂兽的踪迹，似乎是察觉到温言在看。大坑的黑暗深处，破碎的领域里探出一根触须。温言的天敌职业再次给出了反应。噬魂兽，噬魂兽，转职中。你肯定能明白这2个魂是有什么区别吧？就像是你肯定也早就猜到了，能拆解无敌这个标签的就只有噬魂兽自己。他获得了一份特殊的灵魂，获得了一份真实，这是他转职路上很关键的一份助力。但他现在还缺另外一份很关键的助力。你肯定也不想他转职失败，重新变回曾经的噬魂兽吧？第一固定能力，我是你爹，16%。都到现在了，温言哪里还能不明白？喂食了一次就涨了8%的进度，这一次又给喂食了一次，还是关键喂食，却只涨了6%。他在大坑的边缘蹲下身子，对着那只触须招了招手，触须轻飘飘的飘了上来，跟温言的手触碰到一起。温言轻吸一口气，带着一丝坚定，轻声念了出来：“我是嫩爹。”这一次不再是带着嘲讽的语气，而是当做一个事实，平静地说了出来。在好多天之前他就听说过了，后来又自己在烈阳部的资料库里查阅过。同一个能力，不同的心态，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认知，那么施展出来的效果那也是截然不同的。但那时候他看的资料里都是拥有同一个职业，同一个职业下的同一个能力时，不同的人施展的能力会有不同的效果，有些偏差还会很大。他其实就没想过，可能一个人的能力也会有不同效果的。就比如现在，他在拥有了清晰的认知、不同的心态和想法之后，在施展出第一固定能力后，却没有了强嘲讽的效果，只能看到是魂兽的触须上光晕流转，他才触须渐渐的缩了回去，渐渐的消失不见。大坑下方破碎的黑暗里，闪耀的幽蓝色光芒都在渐渐收缩，渐渐消散。温言能感觉得到，等到噬魂兽消化完之前吞噬的灵魂，它就会消失在这里。这不知道会持续多久，他是肯定不会长期在这里盯着了。收尾的事情还是交给烈阳部的人来吧，虽然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但接下来的事情他们可比温言专业多了。温言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办，他带着假墨制成的骨灰坛从大坑的边缘走出来，再带上阿伯的金塔一起向外走去。眼看他走来，烈阳部的人齐刷刷的后退一段距离，要么转身，要么低头。有个倒霉蛋一不小心看到了温言一眼，立刻弯着腰狂吐了起来。温言都有些无语了，他的临时能力都没了，这后遗症怎么持续时间这么长？蔡部长，你别过来！蔡启东闭着眼睛，脸都有些发绿。我意思是，我在这里，你们什么都干不了，我就先走了。剩下的事，你们肯定没什么问题吧？没问题，没问题。你赶紧回去歇着吧。你们建那个假墨制成的时候，也没吓成这样，至于吗？温言叹了口气，转身离开。甘棠跟在温言旁边，看着这里乱糟糟的情况，对身后的服侍吩咐了一句：“阿福，你们俩带着其他8个弟兄在这里帮他们收尾一下吧。这里这么多僵尸，他们恐怕不太好处理，顺便查一下这里的底细。”确认了要离开了，被甘棠牵着的小僵尸便眉开眼笑的跳到温言背上，跟着一起离开。甘棠拉着温言的手进入到水池里，气泡撑起，在黑暗的水中飘动。这一次下来，就能看到烈阳部的人正在被王雪琪指引着，不让他们在黑暗的水中迷路。温言跟王雪琪打了个招呼：“你先忙，我现在还有要事，下次来看你。”飘远了，温言看甘棠看向王雪琪的眼神有些奇异，就给解释了一下，顺便问了一下：“甘姨，这种情况能将他从水里捞出来吗？怎么样才能让他解脱了？你想帮他，他人很好，也帮了我很多忙，现在都在帮忙。我意思是，要是有办法，就试试呗。”甘棠打量着温言，忽然笑出了声：“啊，甘姨，这怎么了？我笑你，真的跟13代一样。我才刚说了，让你不要去招惹河伯和水军，你就准备先招惹这片水系的吗？”不会吧？温言有些傻眼。水路不同的，我给你说过的吧？你想让他解脱，又不是直接杀了他，那你就是不问自取，直接从当地水系的执掌者手里虎口夺食，可不就是得罪人吗？不是说现在都没有了吗？没听说过这片水系有什么厉害角色？没出现不代表着没有。没正常点的办法吗？比如法事什么的。水鬼若是那么容易超度，就没这么多麻烦了。所谓的法事，其实也就是在水边谈判。要是谈判的可以给些贡品，当地的水脉执掌者给面子，那就可以谈下去。但一般人，人家可不会给这种面子。那温言哪想过那么远，也没想到事情这般复杂，所以就是先亮一亮手腕，再和谈。谈不成了，那就先做过一场，最后事情也就谈成了。不过这是你最好别冒头，否则万一这里有水神，你出面适得其反。如今朝廷这么强，你让刚才那个当官的来，就算当地有水神，这点小事他都敢不给面子，敢不乐意，在上游修个水坝，断他水源，引流他处，再抽干那里的水，烧了他的破庙。温言眨了眨眼睛，眼神都变得清澈乖巧了起来。甘姨，应该不至于吧？温言觉得自己有些过于迷信第一印象了。甘棠在他眼里就是个一身古装，看起来端庄大气，很有气质，很有家教的那种大小姐的形象。说话的时候也带着一种软糯的腔调，不紧不慢，说狠话的时候都是这种不急不躁的样子。再加上甘棠实在是一点大将的样子都没有，他就总是觉得甘棠是正常人。如今听甘棠如此熟络这些流程，温言再傻也不会觉得这是甘棠苏醒之后先去了解过，那肯定是在很久很久之前他就知道这些，而且大概率还是亲自参与过。
想到他对河伯和水军意见不小，估计啊，不负责任纯猜测，他跟水系里的各种东西关系肯定都不怎么好，连带着扶余山大江还有扶余山，可能都跟水系的东西关系不怎么好。也不知道扶余山有没有水生大江，估计80%也没有。温言都没敢说话，但甘棠说的这些事，他还是记下来了。等烈阳部把这里的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在蔡启东走之前，请蔡启东出面来搞一下，走走程序，试试能不能从水里把王雪琪拉出来。这件事，温言觉得自己听人劝一点，别冲到最前面了。他虽然也有烈阳，跟扶余山13代祖师其实没什么关系，但他怎么认为不重要，别人怎么认为才更重要点。要是遇到什么水系的大佬，把他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候，他怎么解释，对方估计都不会信的。甘棠牵着温言，看着温言似乎怂了，他眉眼带笑，心情都变好了不少。知道怂就行，就怕不知道怂。哪怕今天才第一次见，但他亲眼目睹了大直陨落的整个过程，哪怕前因后果都不是特别清楚，但大直本身就代表了很多事情。他对温言的印象非常好，怎么看怎么喜欢的那种，些许平日里他觉得不好的地方，现在看起来那也是优点。甘棠带着温言走出水池，全程滴水不沾，进出都是踏空而行，姿态优雅。就是带着温言，温言背上挂着个小僵尸，两只手，一手拎着一个骨灰坛，看起来多少有点杀风景。随着温言出现，营地里盯着水池的人当场脸色发绿，一转身就吐了起来。温言见怪不怪，有一说一，这个临时能力的副作用，要是用好了，应该还挺好用的，可惜已经没有了。他已经开始喜欢上这种副作用了，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站在这里，别人看他一眼就会被动触发，实在是好用。就是只能对队友重拳出击，着实有点不太合适。温言也不想在这祸害烈阳部的人都是些普通人，再让他们这么吐下去，弄不好还真会出事。甘姨，我得赶紧离开了，弄不好他们真的会吐死。还有阿伯的骨灰，晚点安顿，阿伯应该也不会怪我。但另外那个家伙，甘姨你也见到了，不赶紧处理掉，我怕还是会出意外。我要做的事情基本已经做完了，你去做你的事情吧。甘棠点了点头，然后想了想，我陪你一起去吧。好嘞，甘姨能陪着走一趟，那自然是最好的。温言眉开眼笑，乐意的不得了。温言拎着俩坛子找到张老西，把这事一说，张老西便面色一肃，立刻把他的车飞速打扫了一遍，然后低眉顺眼的在旁边候着。他刚才闲的没事，仔细研究了一下甘棠送他的那个手环，实在是找不到确切的消息，他就悄悄给太师叔祖打了个电话，一方面告诉太师叔祖一声大将们已经平安抵达，中间没出什么事，也没不开眼的来送死，更没有闹出什么纠纷。顺便问了一下那个手环是什么东西，太师叔祖告诉他那是已经失传的道门法器，叫定尸环。曾经的扶余山倒是会制作，到了现在资料倒是没有丢，可会制作的人却没有了。制作这个东西也是需要一些技艺精湛的职业者辅助的，以如今的扶余山根本养不起这样的人了。有这种技艺水平的人，人家干点啥不好。定尸环的作用也很简单，就是用来掌控僵尸的，若是以标准的温养程序来处理，就能借这个东西跟僵尸做到心意相通，身随意动，意随心动，可以很快做到完美配合。张老西手里这个就是个毛浆定尸环，还是毛浆定尸环里最好的那种，可以定黑毛浆。这东西对僵尸也有极大的好处，汇聚阴气，还能借助这个东西让道士帮助僵尸修行，加快僵尸进阶的速度。整个扶余观里现在也只剩下一个黑毛浆定尸环，那个定尸环倒不是太师叔祖不舍得给后辈，实在是后辈里压根没有人有掌控毛浆的实力。张老西倒是跟着混了混，从甘棠这混到了一个。既然甘棠都给了定尸环，那扶余观总不能什么都不给，什么都不管。所以太师叔祖就让张老西闲下来的时候回一趟扶余观，重新进修一下，省得拿到了好处却不会用，用不了那就太丢人了。张老西开着车目不斜视，往日里跟开狂野飞车似的，今天却开得又稳又快，路上遇到瓜皮司机的时候也不口吐芬芳了。温言坐在副驾，让甘棠和小僵尸坐在后排。车辆启动，温言从手套箱里拿出来个袋子，从里面拿出俩洗好的番茄，加持了阳气，递给后排的两位。小僵尸都习惯了，立刻伸出手接过番茄，想了想，还是先把番茄给了甘棠。甘棠笑眯眯地揉了揉小僵尸的脑袋，接过了番茄。一大一小俩僵尸坐在后排，獠牙刺入到番茄里，吮吸饱含阳气的汁液。甘棠尝了一口，就微微一怔，酸酸甜甜的。小僵尸笑得眯起眼睛，捧着番茄猛点头。甘棠也不说话了，继续品尝着难得的味道。因为僵尸早就没有味觉了，所有僵尸能嗅到的味道，只有鲜血会让他们感觉到香甜。僵尸不用吃东西，也吃不了普通的东西，就算是甘棠，其实也是不吃东西的，除了极少数几样东西，别的他都尝不出味道。他笑了笑，继续品尝番茄。他还活跃的年代，可是没有这种水果的。吃着番茄，他的目光望向外面，等到将一整个番茄吸干，只剩下一层皮，还有后面一点点梗的时候，他伸出两根手指，轻轻掐下了下面的一点硬梗。这个窗户怎么开的？随着甘棠话音落下，张老西立刻伸出左手，在旁边按下按钮，将后排的窗户打开。甘棠掐了一个兰花指，那点硬梗抵在指尖，轻轻向着窗外一弹。好了，关上窗户吧。张老西一言不发，老老实实把窗户关上。温言也不说话，说什么？高速路上往窗外扔东西很没素质吗？甘棠什么都没说。车辆继续飞速前进，而几百米外，道旁的一棵树下，两只果子狸摊开四肢，紧贴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眼珠子颤抖着，身若筛糠，已经被吓尿了。它前面不远的地方，一只白毛黑嘴的大鸟从树上坠落下来，跌在地上。大鸟的脑壳已经彻底塌陷了下去，脑壳正中心镶嵌着一小根不到1厘米长，像是什么植物的硬梗。
几分钟之后，俩被吓尿的果子狸才算是稍稍平复了一下心情。其中一个果子狸哆哆嗦嗦地走上前，看着大鸟的尸体，我都说好恐怖的，不要乱看，这傻鸟不听，非要去偷看，非要跟踪，就这点钱，还真玩命的干活啊！那我们怎么办？另一只也被吓得现在还夹着尾巴。要不，我们去自首吧？啊，我们只是收了钱，在这片盯梢而已，他们可没说盯梢会要命啊。对，我们去自首吧，只是在这盯着看看，烈阳部的人还是挺讲规矩的，总不至于为了这点事干掉我们。对，说得对，我们去自首。俩被吓尿的小妖怪一路连滚带爬，跟逃命似的，准备去自首。他们昨天收了钱，被那只大鸟带着来这片盯梢，他们俩其实是打算摸鱼的，凑合得了。哪想到好不容易追踪到了一个目标，离了几百米，他们俩就感觉到了大恐怖，劝那个傻鸟还不听，非要来跟踪。这下好了吧，死的噼噼嚓嚓。车上甘棠也没太在意，本来就没打算理会，但那只大鸟实在是太猖狂了，从他开始吃水果就盯上了他们的车，后面又跟了好半天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为防止意外情况，先杀了再说。他也挺赞同温言的观点，都已经亲眼见过人凭空复活了，那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路上果然还有人盯着他们。还有吗？还有。温言拿出袋子，想了想，给袋子里的每个番茄都加持了阳气，递给了甘棠。小家伙少吃点，小孩子吃太多了不好，晚上回家了还要吃饭呢。小僵尸连连点头，乖巧得很，可手里已经抱着一个番茄开始嘬了。甘棠也笑着不说话，静静地品尝味道。这一次没有烦人的家伙，味道果然更好了。水鬼领域里，却猫吃着肚皮都鼓了起来。一晚上又是吃又是喝，喷人喷得口干舌燥。一大群妖怪系和阿飘系的家伙被喷了一晚上，现在也习惯了。开始的时候还有妖怪面服心不服，后来听水鬼说真有飞将路过了水路进去了，而且好像还不止一个。这群家伙就当场学会了唾面自干，被喷算什么事，小命保住了就行。等到天快亮了，胡脸老太太轻轻摸着雀猫的脑袋，记得回去了带我问好，有空我来我老太婆这里玩，别的不敢说，老太婆烤鸡的本事那是一等一的好。好，一定。雀猫连连点头。旁边的猪王爷端起茶杯喝了茶，顺带着把茶杯也给嚼了。他站起身抖了抖身上的长衫，走了，这茶挺一般的，回头给你们点好茶，茶杯也挺一般的，批量生产的机器货，回头送你们一套。猪王爷环顾一圈，对俩阿飘招了招手，来，你俩过来。俩阿飘不敢说什么，低眉顺眼的凑了过来，跪下。猪王爷看了一眼其中一个独角恶鬼，一巴掌抽了上去，将独角恶鬼的脸都给抽歪了。回去告诉祁连山的老鬼，别一把年纪了还跟着瞎搞，这一巴掌就是抽他的。独角恶鬼一声不吭，都没敢否认他不是来自祁连山。猪王爷看向另外一个穿着长衫的枯瘦吊死鬼，又是一个大逼兜子抽了上去。好歹也是读过书的人，怎么就没点脑子？活该你考不上功名上吊。回去之后向烈阳部报备，让他们把你送到关中郡来，3天之内到不了，你就自己找个地再把自己吊死吧。走了，也不知道来的是哪位飞将，可惜没见上。老鬼迈着大步，头也不回的离开。剩下那些鬼物也都不敢多说什么，跟着各自离开。都散了吧，天快亮了。胡脸老太太拎起断了2条腿的红毛狐狸，向着来时路走去。一晚上都没说话的烈娘站在那里，恭恭敬敬地目送2位大佬离开。等到没人了之后，雀猫瞥了一眼烈娘，记住啊，大爷给的好东西可别给昧了。目送雀猫飞走，烈娘才长出一口气，这一晚可太煎熬了，幸好婉君提前一步做了准备，不然的话今天怕是就是他们俩的忌日。一路安安稳稳回到德城的时候，天都已经亮了。温言先给何馆长打了个电话，提前预约了一下高配豪华炉。等到他到的时候，老张已经完成了热炉的工作，随时都可以开猛火。到了殡仪馆门口，甘棠看了一眼殡仪馆，普普通通的殡仪馆，在他眼里就仿佛变了模样，腐朽深沉，充斥着压抑而恐怖的气息，最里面更像是有什么大恐怖，一切都是安静且危险。我就不进去了，在外面等你，你晚上最好也不要来这里。甘姨你放心，我上的白班，这里晚上也不营业。你去吧。温言拎着2个坛子进入殡仪馆，一路来到火化部，老张已经等着了，他还有些兴奋，直搓手。另外那座豪华炉都已经很久没用猛火了，开一次起码10万的耗材，10万重新保养维护。但看到温言拎着2坛子之后，立刻就收起了笑脸，整个人都严肃了起来。需要用豪华炉烧的东西越怪，那就是代表着越是危险。温言将假墨制成的骨灰坛亲手放进了高配豪华炉里，再将坛子打碎，关上了豪华炉的大门。而阿伯那一份，温言犹豫了一下，还是放到了普通豪华炉里消毒。虽然他知道阿伯走了，这些灰烬其实什么用都没有了，但他知道不代表别人不会有什么想法。大家都以为大直已经死了，但还是有人知道的，万一有人想利用阿伯留下的灰烬做什么呢？还是放到豪华炉里消毒，保险一点。2台豪华炉一起开火，用老张的话说，这是很久都没出现过的事情。尤其是那台高配豪华炉，每一次开炉都是要写报告，要馆长签字。隔着门，温言都能感受到那种火热的气息。这一次火化很安静，什么异样都没有出现。按照标准，1个小时其实就差不多了，温言却让老张多等会。2个豪华炉一起烧了2小时，又冷却了1个多小时，老张才开始按照标准程序收拢里面的灰烬，给阿伯准备了一个金塔，收拢了灰烬，封好了，以后再让张老西找个风水宝地安葬了。至于假墨制成的灰烬，按照标准程序走海葬吧。
这家伙也是走大运了，要是遇到别人，可没这种好事。高配豪华炉开一次就是烧钱，几十万呢。结束了这些之后，馆长这边也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对接好了一切。张老西开车载着温言他们继续出发，一路向南，直奔海葬地。3个小时到海边，登船，一路到了可以海葬的地方。温言便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来到了下风口，将假墨制成的骨灰一点一点地撒到海里。这一套流程全部做完，温言才算是长出一口气，终于了结了这件事。以前温言其实也曾疑惑过，既然有些人的骨灰可能有问题，那么撒到海里就没问题吗？后来想了想，这骨灰撒到这么大一片范围内，随着洋流早就被冲得到处都是，最后成了海中植物的肥料。科学上讲，如此低的密度，就算是有毒，那也是无毒了。而放到玄学上讲，死在路上的人把骨灰给扬到海里，那就是路上的没法管，海中的也没法管，彻底完蛋。化工厂领域后续的收尾工作还在继续，这可不是1天2天能搞定的。里面的僵尸和阿飘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僵尸已经能组成一个僵尸团了。虽然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行尸，可跳尸也有不少，毛将都有20-30个，尤其是专精尸毒路线的绿毛将都找到了俩。要是没有俩符师带着8个黑毛将战士帮忙，就这俩绿毛将弄不好就能让烈阳部的队伍团灭。但现在一切都很顺利，要是品阶都低，而且差距不大，僵尸的确不太好管，可品阶高了，差距也极大，那压制力就特别强了。蔡启东站在大坑的边缘，看着下方的黑暗，听着下属的汇报，基本情况已经探查清楚了。下面是好几个领域破碎之后形成的，领域和领域之间有一些无光的黑暗地带。按照我们的观测和预估，噬魂兽之前就已经遭受了重创，到底为何会这样？诈骗犯已经死了，我们也无从知晓。目前可以基本确定的是，这里已经存在很久了，在噬魂兽降临之前就存在，而噬魂兽降临的时候，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坠落的时候击穿了好几个领域，然后现在被折腾了好些天，大小已经越来越小，而且有坠向黑暗的趋势。听着手下的人汇报完，蔡启东站在大坑的边缘，沉默不语。他的一只手摸到了自己的腰间，从德成殡仪馆那借来的缰绳一直被他随身带着。这东西本来是他抱以最大期望的东西，如今看来也是用不上了。哪怕现在看起来是最适合使用缰绳的契机，他也不准备尝试了。一方面不节外生枝，维持现状是最好的结果；另一方面，这次因为噬魂兽的出现，假墨制成搞出来的这些事让他心有余悸。他已经听过秦坤简单的说了一些，说是因为假墨制成之前的身份太多，变成了多重人格，其中一个人格被一段语音搞破了防，他整个人就疯了。这肯定不是全部的真相，蔡启东也不准备细问了。秦坤都拿自己脑子不行，不太能说清楚为借口了，他还问什么？问谁？去问那位飞江吗？做人啊，做领导的基本的情商总得有的，人家肯来帮忙，那就是走大运了，还刨根问底做什么？这次的事他是真的彻底明白，普通人越来越跟不上时代了。就像这次进出领域都得下水，他们的大型机械什么的根本带不进来，个人的实力被无限度拉高。但就算强如秦坤这样的，据秦坤自己说，他都不是那个核心角色，对规则的理解和利用拥有特殊的能力，相对来说才更关键一点，是得多招收点职业者了，不然下次再遇到不适合他们大部队推进的情况，又会捉襟见肘。这件事风瑶之前就已经打过报告，做出了提议，只是以烈阳部往日的作风，很难轻易的招收职业者，没经历过训练，没经历过打磨的职业者，贸然参与到烈阳部的事业里，真未必是好事。但现在是真得想想后面该怎么办了。说难听点，不怕死的战士有很多，有些是可以拿命填，但还有一些是拿命都填不平的。吩咐下去，除了观察设备，其他人不准靠近这里，不准惊扰，不准贸然做任何事情。既然噬魂兽有消失的趋势，也有坠入黑暗虚空的趋势，那就别管了。最近成立了卫生清洁办公室，他收拢了被假墨制成洗脑的人，对南武军烈阳部的掌控提升了好几个档次，这倒是其次，主要是从这些人口中，他也抓到了不少蛛丝马迹。就假墨制成知道的一些事情，根本不是烈阳部一般的外勤或者内勤能知道的。他相信烈阳部里的人，大家在大目标上肯定都是一致的，只是有时候会有方法上的不合。他也相信烈阳部存在几十年了，若是有机会掌控噬魂兽，烈阳部里肯定也会有人不想放弃这个机会。噬魂兽不是什么死物，不是那些效果固定的特殊物品，那些神奇物品在规定范围内倒是能用一用，可活物还是算了吧。就现在这样就挺好的。蔡启东吩咐完之后，他的心腹立刻明白蔡启东的意思，也知道报告怎么写了。噬魂兽太过于危险，只能任其消散。这边做完，顺着水路回到临时营地里，就见风瑶从远处走来。什么事？风瑶看了看周围，刚才有俩小妖来自首，说是收了钱盯着这里。说着，风瑶拿出个平板，上面有一张照片，是一个脑壳都凹陷下去大半的大鸟，上面还给标注种类名字，旁边的括号里还有一个国一。我们的人去查了，这是现场照片，基本确定他们在营地外面的山林里盯着，看到温言离开的时候就一路追了过去，一路追上了高速公路，然后被一小节番茄梗隔了差不多1里的距离精准击杀。那位跟着温言的吧？蔡启东看着照片，眼皮直跳。是跟着的。我们的人查了，这个鸟妖还有那俩果子狸是在一个专门针对妖类的诈骗钓鱼网站上借的盯梢火。对方第一次给了他们一妖500块钱，承诺要是发现有价值的情报，一次给5000。钱是飞信转的，号主是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但那个号只用了这么一次，是在宇宙登陆的，而且那个设备也再也没有被用过，对方很小心。我们一时半刻是查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了，目前推测可能是第三方。
温言那边没事吧？那边一切顺利，他第一时间回了德城殡仪馆走流程。他做事很靠谱，已经开启了高配豪华炉净化过一次，算算时间，应该已经到海边开始海葬的流程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好，我知道了，这些事由你负责，你跟进一下。蔡启东回头看了一眼化工厂里面，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回到临时指挥部的帐篷里，立刻有内情汇报。部长，总部那边来电了，让你回来了，给回个电话。好，拨通了电话，蔡启东听着里面的声音，不紧不慢的道：我不知道总部这边是怎么得到的消息，竟然比我知道的还快。我才刚刚在领域里面亲自确认过。我的意思是，就现在这样，让其自然消散最好。我来到这边就是为了处理这件事，我有全权做主的权利。若是有人有不同的想法，想摘桃子也好，有别的想法也罢，谁有这想法，现在就来吧，我保证干脆利落的辞去现在的职位，给人让位。只要有人愿意来担这个责任，那尽管来。说完这些，蔡启东静静地听着电话里的音，面无表情。我还以为总部那边对我有什么不满，难怪了，我还以为总部又有什么新部门了。我亲自探查确认的情报，我都还没确认的时候，总部竟然都有消息了。这么厉害的人物，我是自愧不如的，退位让贤，当然是真心实意的。没有，我怎么可能有情绪？我实事求是。没事，你开着免提最好。桃子都喂到嘴边了，都不敢伸手，想要拿所有的人命去赌你能控制噬魂兽，还不敢站出来，真是废物。没胆子就闭上嘴，别让我知道前面所有人都赌上命的时候，是谁在背后瞎捣鼓。让我知道了，我回去了一定把你的头拧下来当尿壶。玩你妈的小心思呢，废物！说完这些，蔡启东啪的一声挂了电话。指挥部的帐篷里死寂一片。蔡启东轻吸一口气，环顾一周，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都愣着干什么？没见过骂人吗？咋地？平时被我骂的少了？蔡启东冷哼一声，背着手离开。俩后勤噤若寒蝉，等到蔡启东走了，才互相对视了一眼。刚才那好像是总部的会议电话，总部3位大佬都在的。卧槽，我们部长真牛逼！蔡启东之前一直都还挺和气的，他们谁也没想到蔡启东敢当着总部3位大佬的面公开骂人，还公开给下死亡威胁。京城烈阳部总部里一间会议室里，一群人听着电话里的忙音，面面相觑。坐在上首的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端着保温杯，呵呵发笑。我还以为他年纪大了，心气平和了，没想到还是这么大火气。行了，散了吧，就让他自己处理吧，这不处理的挺好吗？老人端着保温杯，盖上盖子，起身向外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老人回头看了一眼，看着会议室里的10几个人。不过启东有句话说的挺对的，咱们这能人是真不少。老人说完，转身离开。刚才坐在老人左右手的2人起身目送老人离开。等到老人都走了之后，左手那位沉着脸一言不发的离开，右手那位看了一圈剩下的人，谁搞出来的事情谁自己擦屁股，别想着别人帮忙擦。不多时，一个办公室里，总部3巨头重新坐到了一起。老者端着保温杯，看着其他2人面沉似水，不由得笑了笑。有人肯主动跳出来了，这不是好事吗？你们2个怎么这么严肃了？该怎么查就怎么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当时情报是怎么泄露出去的？谁泄露的？没有这个情报泄露，就不会有后面这么多事。想不丢脸，那就最好在启东腾开手之前先把这事解决了，不然的话，他要是回来了要杀人了，那我可不管。温言的别墅里围着大桌子坐了一圈。温言听说了他家吃洋气的东西，能让甘棠尝到味道了，立刻就招呼着回来一起吃顿饭。2个加高的儿童座椅上，小僵尸和雀猫排排坐。张老西去叫了一桌子菜，温言一挥手，给所有的菜都加持了洋气，连一直只吃番茄和洋气的小僵尸都吃了一小碗米饭。一顿饭大家都吃得很开心。中间温言还去给后排的老赵和5兄弟送了点饭菜，再加上一大把张老西搞来的好香。一顿饭吃完，甘棠就说该走了。温言有些不舍，甘移着大腿，他才刚抱上，还没横着走呢，就又要走了。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那也不急这2天吧。也是，那就再待几天，过几天再去一趟端州，到时候去看一眼那个水鬼。夜风徐徐，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男人坐在海边的礁石上，手里捧着一本相册。他翻动着相册，上面一张张照片都是化工厂领域里的照片。贾墨之城被阿伯一爪穿胸而过的照片，贾墨之城胸口上插着一支光剑的照片，还有温言蹲在地上收拢灰烬的照片。照片很多，甚至浮尸的照片都有，就是没有甘棠的，也没有噬魂兽的照片。男人看了看照片，叹了口气，心于此，亡于此啊。他继续向后翻看，看到了温言带着骨灰坛进入德城殡仪馆的照片，然后还有温言在船上撒下骨灰的照片。现在的年轻人可真够狠的呀，真就不留一丝余地。算了，那家伙已经被破防了，已经废了，也省得继续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去救他。他最后看了一眼贾墨之城的照片，看了良久。你比我狠多了，看看你招惹的都是些什么狠角色，你不死谁死？真以为你那个破能力无敌吗？他摇了摇头，合上了相册。这时2个来旅行的小姑娘拿着手机走来。大叔，能帮我们拍个照吗？行，没问题。男人举了举挂在胸前的单反，用我的吧，正好等了半天等不到景，闲着也是闲着。谢谢大叔。不客气。来，你们飞信加一下，我后面把图修一下给你们。拍了几分钟照片，几人就熟络了起来。小姑娘看着男人的相册，好奇地问了句，这里面是大叔拍的照片吗？只有几张是我拍的，剩下的都是别人拍的，我觉得特别好。能看一下吗？可以，随便看。相册打开，里面有风景图，也有拍的人物。小姑娘不太懂摄影，只觉得拍得很好，
尤其是光线特别好。三人相谈甚欢，聊到起风了，俩小姑娘才有些恋恋不舍，看着这位帅大叔离开。3天之后，温言一行人再次来到端州，这一次是要送甘棠，或者说送跟着甘棠一起出来的那几个大将回扶余山。甘棠也要回去跟扶余观当代的掌门人好好聊聊。甘棠亲自给蔡启东提了一嘴水鬼的事情，剩下的事情就不用管了。扶余山的大将插手水里的事情，绝对会适得其反。看着运送大将们棺材的大车离去，温言还是有些不舍，这大腿没抱住啊。小僵尸倒是没心没肺的趴在温言的背上，对着远去的大车挥手告别。看到温言情绪似乎不高，贴着他的脸嘤嘤嘤，然后立刻盯着旁边的雀猫。雀猫没好气的道：“他说干姨说了，这次是有别的事情要办，办完了就来看你们。那等回去了，赶紧给干姨收拾出来一个房间，把家具给买了。现在的那点东西，凑合2天还行，长期住可不能凑合。”温言立刻接了句，当场就拿出手机开始选家具。来，小家伙，你给看看，干姨喜欢什么风格的？是中式的还是现代的？顺便也给你自己选点，咱们家里好几个房间呢，给你也布置一间。张老西在旁边欲言又止，最后想了想，温言说的对，是得做到前头，大腿的确得抱紧了。我在端州认识俩做实木家具的老板，他们肯定不敢给我假货。那咱们抽空去看看。什么时候？就现在吧，反正王雪琪的事，干姨说不让我冒头，烈阳部这边还没处理完收尾的事，咱们闲着也是闲着。这边雷厉风行的离开，去看家具，进入了端州城区里。路过一个路口的时候，温言面色微微一变，他看向侧面，端州第2人民医院几个大字映入眼帘。靠边停车，你们在这等我下。他走下车，走进医院里，心里忽然的悸动愈发明显了起来。他循着那种越来越强的感应，一路来到科住院部。刚上来就看到裴土狗坐在椅子上，脸色有些晦暗。老哥，温言喊了一声。裴土狗一脸茫然的抬起头，看到温言后立刻站了起来。温言啊，你怎么在这？老哥，你怎么在这的？我小儿子又病了，来看大夫。温言看裴土狗神情，就道：大概什么情况？不知道，大夫也没查出来。前几天忽然间就吐得厉害，吃什么吐什么，好几天了，还蔫了吧唧的，什么都没吃。两人正说着呢，就见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婴儿从诊室里走了出来。砰砰，温言的心跳骤然狂跳了起来，那种悸动在这一刻变得尤为明显。温言走上前，看着闭着眼睛熟睡的婴儿，那种熟悉的亲切的感觉扑面而来。温言整个人都傻了。老哥，你这孩子什么时候捡的？在哪捡的？啊！裴土狗一惊，你怎么知道？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就上个月那天晚上，我听到树林里有什么声音，我看了一眼，就看到有个光屁股小孩躺在那里。裴土狗看着熟睡的婴孩，眉宇间带着愁色。他老是生病，可能也是身体不太好，才被丢了吧？但我看见了，总不能不管吧？温言感觉心态有些炸裂，他详细的问清楚了时间，心态更炸裂了。他看向那小婴儿，脑海中的提示就蹦了出来：噬魂兽转职中。恭喜你，你终于找到他了。无敌的噬魂兽是没有天敌的，他无敌的标签是免疫外界已知的所有伤害，所有的一切变化都只能让噬魂兽自己去做选择。你把你的灵魂给了他，一个不会被噬魂兽消化掉的灵魂，你也给了他一个选择，是维持不变，依然维持无敌，还是自己拆解掉无敌的标签，化作不是无敌，拥有天敌，但是位格却更高的存在。他做出了选择，一点一点拆解掉自己的无敌标签。他用了你的灵魂，开启了转职之路。不用怀疑，他的灵魂是你的，他的血脉是你的，他是你比血脉至亲还要亲的亲儿子。喜当爹了，意不意外？惊不惊喜？温言的表情似哭似笑。他听裴土狗说起具体的时间，一切都恍然大悟。因为在降临的过程中遇到了他，所以提前降临了。这小王八蛋比烈阳部精准到秒的降临时间早了好几个小时出现，而降临之后还真的跟烈阳部里记载的曾经的研磨一样。刚降临时就是一个弱到不可思议的小弱鸡，而降临的地方怎么就正好是裴土狗路过那里会发现他的？要说这小王八蛋不是故意的，温言是真不信。只有遇到裴土狗这种老实人，才会真的再犹豫，也一样会照顾着他。他娘的，我跟贾墨之城在这打生打死，烈阳部在这折腾了这么久，从来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裴土狗捡了个婴儿。因为所有人都相信烈阳部借用奇物预测的时间会精准到秒，绝对不会出错。谁会去注意几个小时之前有一个普通的老实人捡了个孩子，发现孩子生病之后就真的自己花钱给这个孩子看病？噬魂兽转职没失败，没有变回原来的噬魂兽，竟然就是靠一个善良的普通人一直没放弃。温言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一旁的裴土狗看温言表情变幻，忍不住问了句：温言，你怎么了？没事，你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会很好的。温言看着熟睡的婴儿，心里的复杂情绪一时半刻是没法平复下去了。他伸出一根手指，轻轻触碰了一下这小家伙，试着给加持了一点温润的阳气，果然可以，没有任何阻碍。看着裴土狗的媳妇满脸疲惫，看了看温言，又看了看什么都没说的裴土狗，犹豫了一下，也没有阻拦。放心吧，他没什么大问题，已经快好了。裴土狗的媳妇抱着小家伙去了病房，温言则跟裴土狗在外面聊。温言只是说后面会找个专业人士来给看看，裴土狗就把病历给了温言。看着病历本上只有裴土狗的名字，孩子的名字却没有，温言直接问了裴土狗。裴土狗脸上带着犹豫，有些纠结。这孩子体弱多病，从捡到开始大半时间都在医院，大夫说应该不是足月生下的孩子，先天不足。我妈说
这孩子能不能养到1岁都是一个问题，就别取名了。取了名字，后面就舍不得了，平白让一家人都难受。但现在就尽力吧，能做到什么地步就尽力做到什么地步。我捡了他就是缘分，总不能狠下心不管了。要是能养到1岁了，那再给取名。温言恍然，他大概明白了，听陪土狗的口音，像是神州北方的人，北方的确有一些地方会有这种习俗。体弱多病的幼儿不会给起大名，只有一个类似于古代贱民的小名，期待着好养活。还有一些地方也的确有一种习俗，捡来的任何东西，若是普通的物件，起了名那就不会丢掉了；若是活物，起了名那就是自己家的一员，代表着一种责任。家里但凡有一口饭吃，那就一定会分一份给家里的成员。温言曾经去帮人办白事的时候，就遇到过一家人，那家里有一头黄牛，活了40年。几十年前的时候，这头黄牛是家里最主要的劳动力，一家几口人1年的口粮都得仰仗这头黄牛耕地。那时候这头黄牛就有了一个名字。后来家里条件好了，不再需要黄牛耕地的时候，黄牛也老了，他们就一直养着，养到黄牛都活到了40岁才寿终正寝的时候，他们也是将其当作家庭的一员，给办了白事，正经的下葬，算是感念黄牛辛苦大半辈子，养活一大家子，让这么一大家子人没有一个人饿死。这名字是不能随便给的，就像有些地方有黄皮子讨封的传说，很多事都是不能随便应的，应了话给了名，那就得担起这个责任。当然陪土狗肯定是没想那么多，他们没给起名，纯粹就是因为怕有朝一日体弱多病的小家伙没挺过去，怕感情上投入太多，同时也只是为了寻个好兆头。我妈说，老一辈的人觉得没名字，那阎王就没法勾掉名字，那就有机会安安稳稳的长大。陪土狗说起老太太的说法，他虽然也不信这种说法，此刻却也期望这是真的。温言点了点头，这都是一些最朴素的美好愿望，普通的人可能懂得没那么多，但遇到困境的时候，却还是会寻找到一些能撑起希望的东西。那东西是真是假，其实已经并不重要，也没人会刨根问底的寻找这种事的真假。有些渺茫的希望，那总好过一点希望都没有。温言打开病历本，看着里面的内容。现在的病历本里，手写的内容已经不多了，不少都是打印的单子贴在上面，化验单更有不少。温言看着第一张单子上的时间，稍稍算了算，比烈阳部预测的噬魂兽降临的时间早了足足4个小时。再算上陪土狗捡到小孩，发现小孩不对劲，送到医院挂号检查等等，那起码还要再往前推1个小时。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各有心思，打生打死，搞出来这么多事的时候，小家伙就一直在端州，一直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身上还挂着一个被遗弃的婴儿，如此敏感的身份，就这都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因为陪土狗压根就没报过警，朴素的道德观念，朴素的想法，让他发现小孩好像生病了之后，第一时间想的就是先给看病。而医院这边也是先给看病了，没名字就先写个家长的名字，出生证明什么的统统都没有，那也先给看病再说。陪土狗说是捡来的，再加上孩子体弱多病，老大夫见多识广，瞬间就脑补出来了一通凄惨身世，也就什么都没多问，更没多事。儿科的老大夫也算是阅人无数，一眼就看出来，这孩子能被这家子人捡到，已经是走了天大的好运。这医院里的大夫要是报个警什么的，对小孩子来说可能真未必是好事。于是一切就这么顺顺当当的进行了下去，甚至孩子的治疗费用还有大半没有结清。大夫也告诉他们，后面给孩子上了户，办了医疗保险，按照现行政策，之前看病花的只要是3个月内的，那都还能给报销大半。温言看着病历本里夹带着的注意事项，上面就被这里的医生着重标注出来了几条，生怕陪土狗忘了。再看病历本里的各种单子，看着上面的时间，陪土狗跑到德城去要拖欠工资的时候，小孩陷入到昏迷状态，情况非常危急，检查的时候各项指标都很差。而且温言还记得那个时候陪土狗说他的母亲也生病了，也在住院。现在他彻底明白了为什么老实人被逼急眼了，那个欠薪不还的包工头真是活该被吊死在路灯上。他只是看了看病历，大概明白当时的情况，他都想去把那个家伙重新吊死一次。得亏那时候他遇到了陪土狗，被吓到了，然后就把当时银行卡里的几千块借给了陪土狗5000，不然的话真到了势不可为的地步，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时候噬魂兽应该已经从本体不断的拆解特性了，而且估计应该是拆解的初期。也正因为噬魂兽自己拆解特性，本体那边就不再是无敌的了，这又给了假墨之城搞事情的机会。假墨之城在那边瞎搞一通，让噬魂兽正在拆解特性的本体也开始出现问题。而温言又正好因为担心噬魂兽瞎吃东西再搞出来什么中毒事件，就有意无意的把进食过程给掐断了，多方面叠 buff， 结果就是噬魂兽的转职过程几乎停滞了下来，转化到一半的这个人类又在身躯就一直处于残血状态，表现就是体弱多病。而正好是3天前，小家伙开始狂吐不止，各种检查数据开始狂跌，那时候也正好是温言在给噬魂兽本体驱逐毒素、驱逐洗脑效果。后来温言终于弄明白那个我是嫩爹是怎么回事，就认下了这个10几公里大的好蛋，还把代表着真实的能力喂给了他。然后同一时间，这边医院里险些被下病危通知书的小家伙情况也稳定下来了，开始慢慢好转，3天的时间就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过来。到了今天，已经差不多比3天前的情况要好一些了，这时才能回到普通病房里。他来之前，陪土狗都一直在发愁这件事。陪土狗不太懂病历里的那些专业术语，却也能看出来，这个还没有名字的小孩可能真的不太容易养大，后面应该是一个无底深坑，以他现在的收入，可能真的有些扛不住。狠不下心不管不问，担子却又有些快扛不动了，压力自然大，自然会发愁。老哥，我们找个地方坐坐，聊聊。陪土狗看向病房，温言立刻宽慰了一句：放心吧，我给他检查过了，我也看了病历，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只需要慢慢养着就好。我等下再发给我朋友，找人给看一下。温言说着就拿出手机，对着每一个病例都拍了一张照。他带着陪土狗来到住院部院子里的吸烟区，有些惆怅的点了一根，思来想去，还是别跟陪土狗绕圈子了。老哥，我跟你说个实话，你不是猜我怎么一眼就认出来的吗？你肯定认识吧？陪土狗只是老实，又不是傻，自然猜出来点东西了。那是我儿子，算是我亲儿子。陪土狗有些意外，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了口。就算孩子身子骨差了些，那也不能丢了吧？我要说，我今天之前压根不知道有这么个孩子，你信不信？这我信。陪土狗恍然大悟，他其实也压根不信是温言把孩子丢弃了。温言年纪虽然不大，但第一次见面就愿意帮他忙，还敢直接借给他5000块，他根本不信温言是那种会丢弃孩子的人。他稍稍一琢磨，想起来之前他媳妇看电视剧的时候，他有意无意的看过的一些剧情，立马脑补出来了一出戏，肯定是前女友怀了孩子，然后没告诉温言，然后生下孩子之后，发现孩子体弱多病，实在是看不起病，也养不起孩子，就在那人来人往的路边小林里把孩子丢弃在那里。仔细想想，孩子丢在那里的时候，身上连个包裹着的毯子都没有。温言这前女友人品应该也不怎么样，怎么能这么狠心呢？陪土狗脑补出来一出狗血大戏，至于其他，他也没有太在意。温言都不知道有个儿子，怎么一眼就认出来那是他儿子的？那也简单，血脉至亲，第一眼就能确定。他闺女刚出生的时候，他也没见到孩子怎么生出来的，但是护士抱着孩子洗完澡出来，他看到那孩子的第一眼就知道那肯定是他孩子，没有理由。那种看到第一眼心里面就浮现出的悸动，是肯定做不得假的。当然，这些陪土狗其实都没细想，他只是相信温言的人品。温言这么一说，他就立刻信了温言的话。看着温言一脸惆怅的样子，他就明白温言肯定也在慢慢消化这个突发事件。孩子他妈呢？他没有妈。陪土狗一听这话，立刻不敢多问了。没有妈，那肯定是人不在了。这里面的事情恐怕有些复杂。他心里现在也有一些复杂了。养了这么些天，看着小家伙从一副快不行的样子，到现在好像长大了一点点，没有给起名字，那也是有感情的。保险起见，还是先验个 DNA 吧。温言掐灭了烟头，做了决定。不就还没女朋友，就多出来一个小王八蛋儿子吗？养着就是了，总不能不管吧？虽然这小王八蛋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看着多方势力打生打死，就是没一个人发现他，让温言感觉所有人都被这小王八蛋当猴耍。但这小王八蛋真的是他比血脉至亲的亲儿子还要更亲，灵魂都是他给的亲儿子。都说女的生孩子情绪会受到激素的影响，但温言现在觉得他也快被激素控制着上头了。他看到那小孩子都会忍不住生出一种赶紧先抱一抱这小家伙的想法。温言看陪土狗不说话，就拍了拍他的肩膀。老哥，要是验 DNA 也没错的话，你也依然是他爸，他会叫爸的时候就让他叫你爸。啊，陪土狗有些意外，还以为温言不想要，但跟着就听温言道，然后我是他爹，让他叫我爹，咱们各论各的。要不是你，他就没可能安安稳稳的长大了。等你老了，让他给你养老送终。他要是不乐意，那就是我没教好，我先打断自己的腿，再打断他的腿。陪土狗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以为温言要么不要孩子了，要么直接带走孩子，反正不管怎么搞，他其实都挺难受的。但现在他竟然也觉得温言这想法好像没那么难以让他接受。孩子找到了亲生父亲，而他还是孩子爸。老哥，最近在哪干活的？没有，这些天都没什么活。我妈也看好病了，差不多能动了。小家伙要是能出院的话，也能带走了。我媳妇现在也没什么工作，照顾家里老人孩子，实在不行了，我都准备回老家了。老家里起码还有地。温言又点了一根，想了想，做了决定。老哥，我说实话呀，我肯定不舍得小孩离开的，但是我也知道你肯定也舍不得。我更不想孩子有了爹没了爸。老哥，来得成吧，一切由我。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在殡仪馆工作，相关方面我也能帮你找一份薪水高点的。我们馆长最喜欢的就是你这种踏实肯干又老实的人。或者我这边也有朋友，帮忙找份稳定工作没什么问题。或者多干多得，时间灵活点的工作也行。你要是想开个店，那也没什么问题。嫂子，想做工了，那可以给找个工作，不想上班了，那也问题不大。你闺女来了，上学也肯定没什么问题。老哥，你觉得呢？我是我想到的最好的解决办法了，一切都为了孩子。听到最后一句话，陪土狗就已经做了决定了。温言已经把话说到他完全没法拒绝的地步了。我得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也对，老哥先跟家里人商量一下。陪土狗起身住院大楼走去，走出2步之后，想了想，又回头叫上温言。你不来看看孩子吗？温言咧嘴一笑，跟了上来。这些决定他想了很久，看着陪土狗一家子对小孩的感情，他也真不忍心就这么带走。而且他哪会带孩子啊？真让他自己带孩子，怕是能急养大，都算是这孩子命硬。再者，这小家伙情况特殊，温言也不敢随便请保姆帮忙带。最后的唯一最优解，那就只剩下让他有个爸，再有个爹。要是别人，温言可能还会犹豫，可这老哥的人品绝对是毋庸置疑的。跟着来袋颗，小家伙小拳头攥紧，睡得香甜，气色明显也比刚才好多了，证明他加持的阳气还是有些作用的。也应该是噬魂兽的转职已经顺利推进，这边的人形小家伙就会越来越好。这小家伙能扛到现在，8成都是因为噬魂兽本体上拆解下来的一些特性已经转移到这个小家伙身上了。陪土狗拉着温言给他媳妇介绍了一下，他媳妇立刻露出笑脸，对之前的事情表示了感谢。陪土狗拉着他媳妇出去说事，
只剩下温言看着小病床上的小家伙，伸出一只手，小心翼翼地触碰了一下。睡梦中的小家伙，小手扑腾了一下，攥住了温言的一根手指。噬魂兽，噬魂者，转职中。字面意思上的你儿子，你认可了他是你的儿子，他也认可了你是他爹。必要的程序已经完成，他从一个只会吞噬生灵灵魂的无敌兽类，进化成了一个智慧生灵。灵魂的定义从此刻开始，真正有了不一样的变化。这是亘古未有的巨大变化，至少对于他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升格机会。但同样的，灵魂的定义权，这个巨大的权柄开始发生变化。你做好准备了吗？温言暗叹一声，这提示话里有话，但他没做好准备又能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呗。往大了说，他是绝对不可能看着噬魂兽变成最初的样子。那般庞大的身形又能免疫所有伤害，吃光整颗星球的所有生灵，估计也用不了几年，到时候所有人一起完蛋。往小了说，温言的手指被小家伙紧紧地攥在手里，那种血脉相连的悸动也是做不得伪的。他也不可能让小家伙刚刚降世，还没好好看一眼这世间就再次离去。小家伙是什么职业，那都是次要的，主要的其实是他儿子。就算后面有什么，那见招拆招便是。小家伙，好好恢复，好好成长吧，多吃奶，多睡觉，就能慢慢长大了。病房外面，裴土狗拉着他媳妇在镜头的窗边低声诉说着刚才温言说的事情。他媳妇贾金凤将信将疑，听到温言主动说要验个 DNA 才算是稍稍放下了疑虑。你没问清楚吗？我怎么问？温言人怎么样？我清楚得很，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伤心事，哪能去揭人家伤疤？你那么多电视剧白看了，我都能想明白，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贾金凤面色变幻，立刻脑补出来一出跌宕起伏、狗血到底，起码能拍个60、70集的大戏。听着裴土狗的话，贾金凤连连点头。你说的对，人得朝前看，有些事的确不太好过分刨根问底。这小哥做事倒是周全，想法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带着这孩子这么多天了，我也不舍得。这孩子除了身子骨差了些，别的倒是乖巧得很，平时也不哭不闹，带起来也比咱闺女那时候省心多了。咱妈也喜欢这孩子，要是就这么被带走了，咱妈估计都接受不了。所以你答应人家了吗？还没有，我这不是回来跟你商量一下吗？再问问妈的意见。维州跟端州其实也差不多，你要是在那边能找到什么稳定的工作，那肯定是更好。不过具体的你问了吗？还没具体问，不过我信得过温言，他也是舍不得孩子，是真心为了孩子好，要不然就不会跟我说那么多了。贾金凤叹了口气，他一个大男人，还是在殡仪馆上班的，一个人怎么带孩子啊？想想都难。我其实没什么意见。温言这人吧，肯定没什么问题。我刚才见他了，也是斯斯文文的，很和气的人。你当家做主的，你做决定吧。反正怎么样，都肯定比回老家强。只要咱闺女上学没什么问题，我就没什么意见。咱们这家庭肯定也不介意你去殡仪馆之类的地方干，能赚钱就行。咱妈那边肯定也没什么问题的。那就行。裴土狗一听这话，就没什么犹豫了。他回到病房，看到小家伙睡着觉，一只小手还是紧紧地攥着温言的一根手指不撒手，立刻放缓了脚步，静静地看着。这到底是亲爹，就是不一样。他都没被这样对待过。小家伙虽然很乖巧，很少哭闹，却也总有种不太亲人的感觉。裴土狗回来给说了一下他跟媳妇商量的结果。老哥，不着急，这小家伙估计还得住几天医院，各种检查也需要时间。等我先安排好事情了，你们再来。这些天就还得劳烦老哥照顾一下了。嗨，这是什么话？我们照顾这小家伙，还说什么劳烦不劳烦的？温言也不客套了，找医院的大夫问了问，这家医院就是端州唯一一家有资质做亲子鉴定的，那就直接在这里做了。交钱的时候，顺便在小屁孩的账户上存了3万，补上之前的欠费，再算上后续的医疗费用。现在就让他把小屁孩带走，他也带不了，还是暂时维持原样吧。在医院里待了2个多小时，温言走出医院的时候，整个人都还是有些懵懵的。张老西还带着小僵尸在车上等着，看到温言回来，神情似乎不太对劲，张老西便关心了句：出什么事了吗？的确有点事，出乎我的预料，但好像又挺正常。刚才在里面遇到那位裴老哥了，回头这老哥要搬到德城来，到时候给安排一下。再问问咱们那片的老板，还有合适的空位置没有？还有小孩上学的事情。张老西一听这话，就知道肯定是出什么事了。温言这再怎么热心肠，也不至于给安排到这种地步吧？他也没敢多问，只是点头应下。这事，其实你问比我问合适的多。那片别墅区的老板未必觉得我有能力，可还是很相信你有能力。你去问，那就肯定有。别的事情倒是简单，不用风摇插手，我都能给办了。我在这边附近几个州混了这么多年，熟人还是有一些的。那老板的电话你有吗？有，我先打个电话问问。另外，咱们这次买家具恐怕得多订一些了。温言拿自己的私人电话拨出去张老西给的号，刚接通就听到里面传来个声音：温生啊，累猴啊。温言还没自报家门，对方就知道他是谁，显然是早就存下了他电话。这老板一口的标准南方口音，特别有特色。我叫吴庭生，久仰温生大名，只是没敢贸然打扰。温生是要买房吗？吴老板你好，我想问下，我那栋前面几排还有没卖出去的房子吗？最好是已经硬装好的，搬点家具就能住的。前面几排装好没有了，毛坯倒是还有，但后面这几排精装好没入住的还有的。温生想要的话，直接来我这里拿钥匙就好了，尽管住。不是，是我想买一套给我朋友住，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吴老板不用客气。吴庭生一听就听出来差别了，不是朋友想买，是买下来给朋友住。要是朋友想买，吴庭生可能还犹豫一下，但是温言想买，
温言自己去做人情的，那吴庭生就没什么可犹豫的了。他一直住在别墅区最东面边缘的那栋里，温言在家里做事的时候，其实还真没有时时刻刻都遮掩。温言在院子里练拳，还有一只长着猫头，像是猫头鹰一样的怪鸟，还有小僵尸，偶尔也会出门。还有后面那栋里走出来的老赵和歪瓜裂枣五兄弟，吴庭生可都有看到过的。他也看到过，脑袋掉了，脑袋都能以头发为足，健步如飞的老赵，在面对温言时那小心翼翼的样子。张老西那抱大腿的姿态，简直都快把不要脸这3个字写在脸上了。还有那个叫风瑶的烈阳部领导，天天往这边跑，经常给带饭带吃的。哪有领导天天给下面的人带饭，还给送上门呢？经常关注着这边的吴庭生，这么长时间了，也早就发现了不少事情。他不知道很多事情的内情，也知道温言肯定是真有本事的人。他知道温言明面上是德成殡仪馆的员工，反正打死他都不会信温言只是一个普通员工。他存下温言的电话号码好些天了，都没敢贸然打扰，今天终于等到了电话。听听一个普通员工哪来的底气，随手就掏出来个180万给朋友买套房。就殡仪馆那收入，小康之家没什么问题，想要大富大贵，随手掏出个100多万根本不可能。他可是清楚德成殡仪馆对于收家属红包的事抓得特别严，想要在那里靠倒卖骨灰盒、元宝纸钱、寿衣之类的赚钱，更是想都不要想。吴庭生念头急转，先给应了下来。温生啊，你什么时候来，随时都可以看，只要是没卖出去的，你看上哪栋都行。就算是已经卖出去的，有些业主其实也是想出手的，你也可以看，看上哪栋我去帮你谈，绝对价格公道。那就有劳吴老板了。客气客气了，温生你随时来啊，我最近天天在家，就在最东边这栋，院子最大的这栋。挂了电话，张老西也没问温言为什么要买，而温言手里有多少钱，他其实也大概清楚。我这有些存款，我暂时也不用，你要用了，你先拿去用。没事，不用，下个月5号就给发奖金了。我问过风瑶了，奖金绝对够我买套房了。咱们先去订些家具。到了张老西说的家具城，转了一圈，看着那些实木家具，温言就又开始担心，这家里有小孩，这些硬的要死的家具会不会不太合适？小僵尸也不喜欢这些家具，最后转了一圈，只订了甘棠那个房间的家具。回到德城，回到家之后，温言就带着张老西来到了吴庭生家门口。他这边刚走到门口，按了一下门铃，就见吴庭生带着笑，大步走了出来，亲自给开了院门。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啊！欢迎温生，欢迎张生啊！吴老板，打扰了，我来看看房。吴庭生也不拖延，立刻拿着钥匙就出门，亲自带着温言去看房。前面几排的确没合适的，空着的都是毛坯，想要装好，最快也得几个月，装好后再稍稍晾2月，最快也奔着半年去了。中间要是想等到手艺好的大师傅，1年能装好，就算是不错了。而后面几排大部分都没人买，买了的也都是想出手，赔钱卖都卖不出去。这里倒是有好几栋都是装得非常不错，有些也是吴老板自己找人装的，都是吴老板自己住的这栋装修用的大师傅，手艺和材料都没什么问题。那时候吴老板是真心想要做一片高端别墅区的，自然不会在这些地方省钱，哪想到后面变成了如今这样。温言很快就选好了一栋，就在他这栋东边，中间隔着张老西住的这栋，还有一栋是空的，离得肯定是够近了，而且是吴老板自己装修好的，就差搬个家具家电了。就这栋了，多少钱？吴老板给个实诚价。这栋精装好的，按照现在的市价150万，按平方算，单价可比楼房还要便宜了。温言稍稍一算，点了点头，的确没狮子大开口。那就这栋吧。吴庭生直接取下了钥匙，交给温言。这钥匙，温生你先拿着，要不去我那喝杯茶？我这也有点事，想要请教一下温生。温言手握钥匙，也不好意思拒绝，跟着来到吴庭生的这栋，喝着茶，聊得挺愉快的时候，吴庭生才道：其实我很早就想去拜访下温生了，有些事想请温生帮忙看一下，只是不太好意思贸然打扰。温言笑了起来，这家伙从他进来第一天就在那偷窥，温言可是知道的。不过他也听风瑶说过吴庭生，也就没太在意。温生，我知道市价，放心，只要帮忙看一看，就算没什么结果，那我也不能让温生做白工。温生刚买那套，我送你全屋的家电家具，要是能找出来问题，那套就算是谢礼；要是能解决问题，我另有酬谢。先不着急说这些，你先说说什么事吧。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温言也不好意思一口回绝。吴庭生叹了口气，是这么回事，我家仔啊，小时候不听话，都说了不准下水，还是去下水玩。他有一次下水就出事了，回来之后人就变得有些痴傻，医生说是缺氧时间久了，伤了脑子。可是我也请人看了，说我家仔是丢了部分魂。我试过很多种方法了，其实都没什么用。几个月前的时候，我家仔有时候就会忽然恢复一点神智，可是问题又来了，他有时候说的一些事情我都不知道。我找人查过了，那些事都是真的，我都怀疑我家仔是不是已经不是他了。温言看了一眼张老西，张老西立刻道：你没找人看过吗？看过了，都说我家仔在恢复了，他只是灵魂缺失，不是彻底没了魂。你儿子现在在家吗？在禹州呢，家母带着呢，我实在是待不下去，就自己回来住在这边了。温言了然，他其实还以为吴庭生是想问问能不能解决这片别墅区的问题，好让这片别墅区能卖出去，能抬价。这片别墅区的问题，温言那是真没办法，老赵那栋别墅的地下室，他到现在都没敢过去看一眼。只是没想到吴庭生的问题是另外的事情。风瑶说的没错，这位吴老板的身家估计已经不太在意这里的东西了。我最近比较忙，恐怕没空去一趟禹州，我明天就把我儿子带回来。那你儿子当时是在哪落水的？你还记得吗？记得，就在西江，离这里最多10几里地的地方。西江啊，温生，有什么问题？没事，
先看看人再说吧，没见到人，说什么都没有用。从吴庭生这里出来，张老西便先开口了：“我看这事吧，咱们还是别插手了，先看看再说吧。以后都是邻居，人家又这么客气，我只是觉得甘姨才说过，还是别招惹水系里的东西。这边王雪琪的事还在等烈阳部忙完，还没开始呢。这边又遇到一个牵扯到西江的事，而且我要是没记错的话，王雪琪溺死的那个水潭，那条小河也属于西江水系吧？”温言有种不太好的预感，总感觉甘姨要一语成谶了。他不想招惹，但是有时候吧，就不可避免的要招惹。就像是王雪琪的事，他就不可能完全不管不问。那既然都必须要招惹一次了，还不如一口气把事全给办完。张老西也有些担忧。没错，都是一个系统的。那条河里原本就有水鬼，8成这西江里肯定也是有东西，只是不知道有没有复苏。咱们浮鱼山的确跟水里的东西不太对付。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听说过，我上一代就有已经受录的师叔是溺死的。说到这，张老西话锋一转，我从滨海郡跑到这里，在这边厮混，除了这边风气比较合适，我好赚钱点，其实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南方这一大片靠海的那边祭拜是妈祖，跟咱们浮鱼山是一直没什么恩怨的。而维州这边呢，祭拜的是龙母，往前追溯1000年，也跟咱浮鱼山没什么恩怨。再者呢，这位龙母到现在都还有庙宇，能让祭拜，那肯定也是性情温和。我估计啊，应该没什么问题。真的吗？真的，应该是真的。张老西以前倒是挺有底气的，但自从这次见过甘棠，甘棠都说离水远点，他就没那么自信了。俩人面面相觑，显然都不是太有信心。端州化工厂外面，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风瑶凑到蔡启东身边，低声道：“部长，仔细找过了，没找到木甲面具，而且也没找到假墨制成的眼镜。”蔡启东眉头微蹙：“木甲面具不用找了，秦坤说了，是浮鱼山那位。飞江带走了，他带走了也好，这种危险的东西不太适合活人拿着。”风瑶轻吸一口气，心说：“早就知道被带走了，你不给我说，那眼镜呢？”秦坤可没说眼镜去哪了，那应该不是那位带走了。那位要是想拿，光明正大的拿走，也没人会说什么。再找找吧。降温了，大家注意保暖，这天气特别容易感冒。烈阳部这边收尾已经到了尾声，化工厂领域里行尸也都清理的差不多了，而这边也有专业人才做各种测试，挖掘这个化工厂领域的底层逻辑，挖掘出来这个东西，就有办法将其摧毁掉。按照他们的预估，是噬魂兽坠落的时候击穿了领域，借助黑水，以化工厂领域为核心，将好些个以前发现的或者未曾发现的领域链接在一起。如今只需要毁掉这片化工厂领域，噬魂兽就只剩下坠入下方那片虚无这一个结局了。按照噬魂兽目前日渐缩小的趋势，要不了多久，噬魂兽就会自行消亡，这就是最好的结果。现在一群人还在这里翻腾，就是为了找到假墨制成的眼镜，那是一个目前为止已知的伪装效果最强的奇物，不是简单的样貌变化，而是彻彻底底的改变。目前已知的各种检测，从指纹识别到虹膜识别，再到 DNA 检测，都是测不出来的。只有熟悉的人当面交流，才能在主观上找到不同的点。这种看似没什么直接危险，但是落到有危险的人手里，危险等级会暴涨的东西，肯定是得回收的。只可惜，据秦坤所说，当时乱糟糟一片，打得飞沙走石，旁边还有一个无底大洞，他也没注意到那副眼镜去哪了。最后假墨制成化成灰了，也依然没见到。秦坤说，温言带的黑毛将都战死了，当时心疼死了，哪有心思去管什么眼镜？这话说出来，也就那么1-2个人知道秦坤在这瞎扯淡。温言带的那是浮鱼山的黑毛将吗？那他娘的是大直，甚至最后时刻，大直估计都快进化到飞将的地步了。然后就这么没了，温言肯定心里不好受。眼镜没了，那肯定跟温言没啥关系。而甘棠带着人离了老远，抱着手臂看热闹，那也肯定不是甘棠拿的。甘棠带的符师也没那胆子当着甘棠的面偷偷拿什么东西，小僵尸那就更不可能了。就小僵尸那水平，都得让甘棠一直牵着，才能护着不出什么意外。最后乱糟糟一片，找不到了，那谁也没办法。风瑶从帐篷里出来，头疼的揉了揉脑袋，目测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一些地方每日口令都会常态化了。领导不管怎么办事，但他总不可能直接给温言打个电话，问一句你见没见到假墨制成的眼镜？这话要是问出来，以后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算了，爱咋咋地吧，反正留个心眼，把这事记录下来就行。对比第一优先级事件，附带着几个次优先级的事情，没找到一个奇物，只能算是小瑕疵了。浮鱼山，甘棠跟浮鱼观的太师叔祖好好聊了聊，他回头看了一眼，轻叹一声，他觉得再聊个3天3夜，才勉强能了解个大概。可惜太师叔祖年纪大了，实在是熬不住了，最后塞给他一台手机，让他想知道什么自己看。他拿出手机翻来覆去的看了看，之前他在温言那见过手机，只是没有主动去问。此刻按照太师叔祖教的方法，尝试着用手机，很快就查到了一些东西。他顿感世界发展太快，这些东西放到他年轻那会儿，绝对算得上是顶尖宝物，而现在却是人手一个，他拿着手机玩得不亦乐乎，大量在以前绝对值千金的情报知识唾手可得，这种感觉实在是让人上瘾。他玩着手机一路回到了僵尸洞，看得好好的，页面忽然打不开了，他沉默了一下，摇了摇头，这东西还是有些不太靠谱，回头还是找人聊聊吧。他收起手机，通过石门一路来到深处一间石室，大袖一挥，木甲面具便自行飞出，落在石室里的一个凹槽里。木甲面具对普通人的伤害还是太大了些，普通人是完全挡不住木甲面具上的力量的，被侵染之后化作形式的概率极大。但一些进化方向契合的僵尸倒是可以利用一下木甲面具里蕴含的经验，无论是错的还是对的，都很有价值。
相比之下，试错的价值可能更高一点。真进化到很强的僵尸，路线错一次就是万劫不复。他安顿好木甲面具，又拿出一个盒子，里面是一只金色的凤簪，这是扶余观的太师叔祖给他的，说是一位老妖朋友，因为感念温言救了他那一脉的最后一根独苗，又发现了小僵尸，知道是扶余山的人，就把这个东西送到了扶余山，表示感谢。甘棠触摸着凤簪，感慨良多。他在温言那已经见过另外一只了，小僵尸拿出来给他炫耀过，只是一只完全没有什么作用的，只能算是一个古董金簪，但两只都在，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也没想到，早就遗失了不知道多久的信物，一个被温言找到了，一个因为温言被送到了扶余山。他现在真的觉得温言跟13代完全不一样。13代年轻时风华绝代，肆意昂扬，热烈如火，要说13代会自己去抢回来，那他倒是信。但13代可未必能做到，在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让拥有这个东西的人主动将东西送到扶余山。就如同那位老狐狸早就知道这只凤簪是扶余山的东西，对大江来说意义重大，不是也一直没提，从来没说过要还回来，这一次却给主动还回来了，然后扶余山还得念人家的好。这一次苏醒，他其实也没有做什么，但他准备去做的几件事情却都已经被温言铺好了路。他收起盒子，转身一挥手，石室关闭，石门也飞速的化作石壁，消失不见。他一路继续深入，从袖中取出了一副半框眼镜。所有人都觉得他都光明正大的拿走了木甲面具，眼镜肯定跟他没什么关系，而且这副眼镜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用。哎，没想到吧，最后就是他顺手捡走了。这副眼镜其实就是他下山的主要目的之一。他戴上眼镜，身形样貌便开始有了细微的变化，样貌还有7分相似，就是那端庄舒雅的气质里多了一些英姿飒爽的英气，眉宇间多了一丝逼人的锐气。他身上开始有湿气流转，不断的侵入半框眼镜，渐渐的那些力量的气息似乎都受到了影响，开始了有一丝改变。他站在原地静候变化，十几分钟之后，他的气息气势都比之前强了一个层次以上。他的气势浮现，整个僵尸洞里的僵尸都尽数受到压迫，没有苏醒的也全部苏醒过来，跪伏在地，如同迎接王者驾临。扶余观里刚刚睡下的太师叔祖如同诈尸了一般坐了起来，他睁开眼睛，眼里都有了些血丝，之前差点被甘棠熬死。甘棠10天10夜不眠不休都不会有什么影响，他可不行。但这边刚睡着，就又有事情出现了。他以与他年纪不符的灵活性，飞速地穿上布鞋，来到后堂里。这里供奉着一尊祖师爷神像，祖师爷手里握着的一个铜铃无风自动，轻轻发出清脆的铃声，叮叮叮的声音穿透力极强。太师叔祖仔细记下铜铃敲响的频率，又数了数，总共响了12下。铜钟12响，世间传大丧。这大丧代表着便是有拔出事了。太师叔祖惊骇不已，对着祖师爷神像3跪9叩，然后取下祖师爷神像手中的法剑，立刻开坛做法，试图寻找到底是哪里有拔出事了。然而不过几分钟之后，他刚开始搜寻，神情便古怪了起来。他望向了后山，奇了怪了，后山有拔出事？不对吧？思来想去，太师叔祖按下了心中疑惑，收坛，将法剑放回神像手里，恭恭敬敬的上香叩拜之后，回去继续睡觉。反正不管怎么样，无论真假，那只要是自家的，问题就不大，还是赶紧睡觉吧，保命要紧。他都从来没想过，他这么大年纪了，还有差点被人熬死的一天。太师叔祖走出大殿，对着外面的几个老道士挥了挥手，无事发生，大惊小怪的回去睡觉。几个老道士望着太师叔祖远去的背影，面面相觑，什么情况？后山僵尸洞里，甘棠借助半框眼镜，画出他姐姐的样子，画出他姐姐的气息，大步向着深处走去。这件奇物放到那个普通人手里，只用来改变样貌身份，实在是白瞎了。要是有力量掌控的足够好，连气息都能伪装出来，用来唬人是1等1的好用。就算伪装出来的没有实际战力，却也能从这种伪装之中稍稍一窥下一个等级的些许东西，哪怕只能窥一般，感受一点皮毛，但切身感受过，也远比看别人要强得多。外物也好，神通也罢，以其为根本，那是舍本逐末，借助这些东西来增强自身的实力才是正道。正统山门从来都是将神通定义为外物或者护道手段。甘棠在意的其实也不是这些，他化作他姐姐最后一次见到他姐姐时的样子，一路来到洞穴最深处，一只手贴在尽头的石壁上，湿气弥漫出，侵入到石壁上，渐渐的石壁上便出现了一层灰色的水波纹。他伸出一只手探入其中，一步迈出便消失在水波之中。下一刻他便出现在一个封闭的墓穴之中，似是感应到有人进来，四面的墙壁上镶嵌的石头开始散发出荧光，照亮这里昏暗的环境。四周一圈，一排排架子上摆满了各种竹简，中心只有一座石棺，看起来非常简朴。甘棠走上前，推开石棺，里面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甘棠脸上略有些失望，这里是他的姐姐留下的洞天，只有他姐姐的力量才能开启。最后一次见到他姐姐的时候，曾经告诉过他，知道他肯定不可能甘愿当一个普通人活一生，所以这里的一切都留给了他，只有他足够强的时候才能打开。里面有要对他说的话，还有要留给他的东西，就是被这个东西吊着，甘棠才安安稳稳的等着进阶，等了1000年，就是想知道他姐姐给他留下了什么话。他等不及了，这一次就顺走了眼镜，借这个奇物配合他已经飞将的实力，打开了入口。进来之后，他有些失望，除了书架上密密麻麻的竹简，什么都没有。他进入到石棺里，躺在里面，盖上了棺盖，闭上眼睛，静静的平复心情。良久之后，他睁开眼睛，就看到棺盖内部密密麻麻的刻着不少小字。甘棠无媚，
恭贺你了，终于寻到办法入此地，想来是费了不少脑筋。看到第一句，甘棠就忍不住笑出了声。他姐姐的确了解他，知道他肯定会想别的办法，只是他天资的确不如姐姐聪慧，曾经想了很久，也没想到可行的办法。等了1000年，依然没有进来，这一次倒是找到个合适的奇物可以用。他继续看下面的内容，神情渐渐有些恍惚。他姐姐说，让他看完这里所有的书，该说的东西就都在里面了。他闭上了眼睛，神情复杂。他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姑娘了，哪里还看不出来？他姐姐只是为了保护她，她若是肯安安心心的潜修，等到能进入这里，能在这里看完这里所有的书，那时间就会过去很久很久了。当年的一切恩怨，一切纷争，一切危险，就都会离他远去，他就再也不会被牵扯进去。上面说，当年13代陨落，浮于山2、3代之后，必然会开始衰落，届时末法将至。而那时候，河伯和水军也必定是到了明争暗斗最激烈的时候，世上纷纷扰扰，各种乱象也都会出现。浮于山衰落了也好，起码没了锋芒，反而更容易活下去，避开乱世。甘棠看着上面絮絮叨叨做出的安排，眼睛都微微泛红。他的确避开了所有的一切，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浮于山沉眠，而当年的风流人物却都已经化作了岁月里的一个名字。只是这不是他想要的东西，他想知道，既然之前那位并没有那么强的大值都能留下东西，那么他姐姐是不是能留下更多？是不是真的有希望还在？但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在说他，没有一句话是说他姐姐自己的。甘棠眼睛红红的，心里既是酸楚又是感动，最后还是有一些难以压制的失望。他握着手中的小盒子，喃喃自语：姐姐，你也知道，你肯定劝不住我的吧？烈阳已经出事，很多事躲是躲不过去的。吴庭生的别墅里，温言站在2楼一个房间的门口，望向里面。里面是一间画室，各种温言都认不出牌子的工具到处都是，只是那张实木的桌子，温言估摸着都6位数起步。里面一个脸颊微微凹陷，显得很是消瘦的少年，正握着毛笔在桌上作画。看他的眼神非常专注有神，下笔也很是自信，一点都不像是吴庭生说的伤到了灵魂，影响了智商。温言微微眯着眼睛，静静地看着对方作画。等到那少年画完一幅山水图之后，温言立刻敏锐地察觉到一丝异样的气息浮现。他的脑海中也适时地跳出了一个提示：画家幼年在水中的遭遇，让他一部分灵魂缺失了。但灵魂的缺损，智慧的残缺，并不影响他的天资，反而促成了他绝对的专注。靠着绝对的专注，便可以一点一点收拢残破的缺损的灵魂，在现有的基础上，以其他部分补全缺损的部分，孱弱也总比残缺好。只是因为某人，导致了灵魂的定义出现了些许偏差。这位极其专注的画家，已经在完全没有主观意识到的情况下，开始本能的尝试。他在尝试着做出有灵魂的画，以画来修补自己缺损的灵魂。只是他之前就已经出了点岔子，出了点意外，填补了另外一个人的一部分灵魂。临时能力，做个人吧，欺负傻子就过分了。温言看完提示，少年也已经做完了画，放下笔的那一刻，他的眼神就变得有些呆滞茫然，透着一种很少见的清澈。他看着画良久，然后伸出手，将刚做好的画揉成一团，丢在旁边的垃圾桶里。温言瞥了一眼，那垃圾桶里已经有好几团废纸了。吴庭生想要进去，却被温言拉住。温胜，你等着，别管。温言迈步进入房间，那少年也完全没有理会他人，自顾自地低着头，重新铺好了纸，又重新执笔，开始继续绘画。我虽然不太懂绘画，但我也能看得出来，你这样是画不出有灵魂的画的。一直没有理人，连他老子都没搭理的少年，忽然停下了笔，一滴墨水滴落在宣纸上晕开。少年也没有在意，他缓缓地抬起头，有些茫然的眼神看向温言。你知道怎么做吗？我得问你点问题，你老实回答我了，我才能确定知不知道怎么做。门外面，吴庭生激动险些冲进去。他儿子平日里说好听点就是智商不高，但是乖巧不惹事；说直白点，那就是连家里的人都懒得理，自然不会出门招惹是非了。如今温言一句话就让他儿子主动回话了，他哪里不明白，这肯定是温言一眼就找到了问题所在，找到了最合适的切入点。他忍着冲动，紧握拳头，站在门口看着，没贸然进去打扰。温言见少年似乎在思考，也不着急，就这么静静地等着了。等了2、3分钟之后，少年似乎才捋清楚温言那句话的意思，他慢吞吞地问了句：你要问我什么？你填补的那一部分是从哪得到的？少年愣愣地看着温言，好半晌没说话，他理解不了这句话的意思。温言琢磨了琢磨，重新问：你之前拿到过什么东西吗？少年依然在发愣，愣了半晌之后，只是摇头，也不知道是听不懂还是不知道。温言果断放弃，还是去问吴庭生吧。你不要急着作画了，还是先找个老师，先好好学学，再一步一步来，慢慢的领悟多了，有时候灵光一闪的时候，才能画出来有灵魂的画。这般疯狂的机械作画是没有用的，至少对于你来说是没有用的。你可以先做点绘画之外的事情，比如每天按时吃饭。少年不是太明白，但大概听懂了意思。温言是第一个一眼就看出来他要做什么，还能表达出来的人，他本能的就相信温言说的话。吴庭生看着少年放下了笔，从画室里走了出来，顿时喜出望外，眼泪都快绷不住了。爸，我饿了。好，马上就吃饭。温言被留下，在这里一起吃了饭。少年很听话，让他好好吃饭，他就真的好好吃饭了。吃完饭就让他自己去看动画片。吴庭生跟着温言来到了书房。温生，多谢你了，只要能让他按时吃饭，我其实就已经很满足了。吴庭生拿出2个红皮的不动产权证，塞给了温言。你住的那栋之前就给烈阳部了，现在正好给一起办了证，另外那栋也给一次性办好了。温言有些意外，昨天才说的，而且1毛钱都没给，
事也没给办呢，吴庭生就先去把证给办了。一天时间，温言都不知道，这都能给办下来，吴庭生不但是下血本了，是还给办在了前面，没有看结果。这下温言就有些不好意思了，这要是不尽力把事办好，温言哪好意思收？温言将俩证推了回去，不着急，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做多少事拿多少酬劳，你现在给我，我也没法收。一样的，只是现在这样，我就很满意了，真的。我家在废寝忘食，我们家里人劝了不知道多少次了，都劝不住。他现在都已经有些营养不良了，再这么下去，我都怕他身体先撑不住。人没事其实就好，至于其他，就看他的缘法了。吴庭生说得很诚恳，已经向着最坏的方向发展了，稍稍好一点，他就满意了。他儿子这么多年都是这副样子，他早就习惯了，现在能求个身体好就行。温言沉默了一下，这个以后再说吧，先说重点。这次运气好，我正好能看出来他身上的问题。他身上的问题不止一个，不止一个什么意思？吴庭生一听这话就紧张了起来。其中一个问题是灵魂缺损的确是真的，80%是因为他小时候的遭遇。但是我先给你打个预防针，这么多年过去了，想要找到缺损的那一部分，希望很小，只能以后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弥补了。而另一个问题是，他缺损的那一部分被一部分别人的灵魂补上了一点。我记得你说过，他忽然之间知道了一些他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忽然有时候会清醒是吧？对，有这个我都记录着，就怕忘了。吴庭生拿出手机，备忘录里面记录着时间。温言只是扫了一眼，记下了就行。他看这个也看不出什么。他出现变化的那段时间，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事，去过什么特别的地方，或者家里添了什么特别的东西？好好想想，的确没什么特别事，也没去过什么特别的地方。那段时间压根没有外出过，家里那段时间也没有添加什么古董之类的东西。自从我家仔出事，我就把家里的老物件都搬走了，更别提往家里带了。我现在都不玩古董了，谁知道古董是什么来路，带了什么东西？我已经特别小心了。温言一听这话也有些头疼，都不出门的死宅，自然是遇不到什么事的。家里连有些念头的老物件都没有，这怎么找线索？既然是填补了少年一部分缺损，那自然本身也是缺损的。这种东西是不可能凭空出现的，肯定是有什么东西附带着。眼看吴庭生什么也想不到，温言只能道：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你好好想想，再问问家里人，任何微小的细节都不要放过，好好问问，好好回忆一下。另外，我建议你给他找个合适的老师，让他打好基础。我这种半吊子都能看得出来，他很有天赋，但是基础不太好，应该是没正经学过。他后面想要恢复，希望最大的方法还是靠他自己。明白，我这就给他找个老师。吴庭生送温言出门，一路将温言送到家门口，才重新折返。人家以礼相待，温言也没夸下海口。他能看出来问题，那也是靠提示，怎么解决，他可没有什么把握，还得让吴庭生自己先找到当时那段时间到底有什么问题。后面温言想摇人，那也知道去请教谁。现在连请教谁都没法确定，只能记下这事，后面去解决水鬼领域的时候，看看能不能顺便问问。过了3天，温言每天都会跟陪土狗打个电话，询问下小屁孩的情况。小家伙恢复得很快，现在已经是能吃能拉，吃饱了就睡，拉完了就哭，哭完了继续睡，睡醒了继续吃。估计过几天才能彻底放心下来，到时候再说搬家的事情。温言反正已经跟馆长聊过了，德城殡仪馆其实一直都缺人，不仅仅是待在馆里的工作，需要出外勤的人更缺。就比如收尸，工价年年涨，但就是没几个人干长的。尤其是这几年，不同寻常的事情逐渐变多。一般人可能没什么感觉，可能几十年都碰不到一次，但殡仪馆这些人天天跟死人打交道，这种事整体上数据占比再低，对于殡仪馆的人来说，那也可以确定一定会遇到这种事。网上之前就传出过一次，说什么收尸人一次就1、2千，一群人玩梗，最后还被一家殡仪馆辟谣了。德城殡仪馆当然也辟谣了，怎么可能每次都这么多？这价格也是浮动的好不好，寿终正寝，无病无灾，家境不算差，这种活给临时工那也是日常价。别看钱少，就因为安全，事少，活好干，肯干的人最多。像那些一次给开价到1、2千的，那多少都有那么点问题，要么是有情况，要么就是死了好几天，甚至是1个月了才被发现。反正各种活其实都不少的，就看想不想干。温言介绍来的，很夸了一通陪土狗，他是肯干，人很老实。馆长就什么都没说，就说只要肯做，跟着老张去学烧炉子都行。馆长没问也知道，温言愿意介绍到殡仪馆的人，那就不会是普通人。温言也不是那种会把普通人朋友介绍到殡仪馆的人，别人不知道这里什么情况，温言能不知道？跟馆长聊过，馆长也点头了，那温言就放心了。说真的，给介绍别的地方工作肯定也行，张老西那就有渠道，一个稳定工作不难，就是收入不一定多好。温言也问了陪土狗，陪土狗很实诚，就说想多赚钱，苦点累点都可以接受。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就来德城殡仪馆吧，这地方肯定比搬砖强。而且陪土狗这能力在这种地方的确更适合点，毕竟这地方不用担心，万一那个大煞星陪土狗冒出来了，把客户宰了会惹出大麻烦。客户本来就是死的。清晨打完电话，吃完早餐，张老西开着车载着温言一起直奔端州而去。小僵尸和雀猫就留在家里看动画片了，给雀猫留了个手机，让他想吃什么自己点外卖。给那位固定送这片的外卖小哥打好了关系，打赏了2次，那位小哥已经能做到每次都秒抢这片的单子。害怕倒是依然害怕，但架不住穷更可怕。白天就算了，要是半夜送外卖，那每次温言都会给那位小哥50壮胆。当然，要是雀猫自己点的，这50块就得雀猫自己出。温言坐着车，一边继续看烈阳部的资料，有关西江水系的这部分，他都看了2、3天了，还没有捋清楚。从古时候到现在的资料实在是太多了，
因为这不能单纯的看作一条江，这是一大片水系，就算是同一条主流的不同段，都是有不同的名字。若是再加上各种传说、各种变迁，那就更加复杂了。这片地方江边的传说中水神之类的名号，那叫一个多，那叫一个复杂。温言看的头都是大的，也没捋清楚。别看了，只有大学里那些专门研究这方面的学者才能勉强捋清楚。你2、3天想要捋清楚，纯属想多了。张老西看温言眉头紧皱，出言劝了一句：“我在这边混了这么久，有时候去某个村子做法事，那都得重新了解下那里供奉的到底是谁，别勉强了。”温言叹了口气，收起了手机。我之前是真没想到，这水系的情况会复杂到这种地步。哪怕一条小河，不同时期竟然都会有不同的水神被祭拜。再加上你们又说传说中祭拜的，可实际的掌控者未必是一个。你说这水系怎么这么复杂？我之前还真以为一条大江大河就只有一位河伯或者水君，没想到就算是淮水，其实也不止一位。而西江这片就更是复杂到让人头疼，是吧？是。温言点了点头，想了想，问了句：“所以浮鱼山是没招惹过这片的水系呢，还是招惹过的，早就不在位了？”张老西悚然一惊，他发现温言好像在奇怪的地方发现了盲点。他讷讷无言，一时都不知道这问题怎么回答。越想，他就越觉得温言提出的这个问题好像很有道理。幸好这次法事不是我来做的。俩人一路赶到端州，在白天赶到了水鬼领域里所在的那片区域，来到了那座水潭前。这里已经来了不少人，蔡启东更是亲自驾临，在这里压阵。做法事的道士是南武郡本地的道士，也是烈阳部聘请的专家之一，对南武郡的诸多习俗还有水系都比较了解。要不是这一次蔡启东都亲自驾临，滨海郡的秦坤也在，这位道长都不太想接这个法事。水鬼向来是最让他们头疼的，别的地方好好说，得罪了就得罪了，大不了以后不靠近，你水里的东西有本事上岸弄死我。但南武郡水网遍布，要想一直不靠近大江大河，的确有些难度。温言带着张老西到了，就混到人群里看就行了。到了正午时分，布下法坛的道长便开始了法事。他以法剑带起符箓，上面书写着祷文，伴随着道长含糊不清的吟唱，符箓呈灰烬落入到水中，一把线香燃起袅袅青烟，伴随着灰烬落入到水面之上，烟气在水面上飘飘荡荡，时而聚，时而散。这是进行到哪一步了？温言低声问张老西。你可以理解为先客气点，说点好话，有三声，有敬香，已经很有礼貌了。但是这片水系里好像没什么回应。等了10几分钟，水潭里依然平静一片。张老西眉头微蹙，低声道：“我刚才还以为是这片水系没什么东西，但现在好像不太对。怎么了？该走的程序都走了，那符箓上还有蔡部长的签名，面子已经给足了。要是没水神，水里应该已经有什么反应了。要么王雪琪会出现，要么王雪琪尸骨所在的地方会有异象。反正能找到，可以走下面的程序了。现在看起来更像是对方油盐不进，理都懒得理，而且捏着王雪琪的尸骨不给。这家伙的脸可真大，真的是一点面子都不给，都不屑语应一声。”张老西压低了声音给温言解释，但那声音就正好能让旁边的人听到。又过了10几分钟，蔡启东面沉似水，抬起手看了看手腕。我记得工程机械都还在的吧？去拉到上游去。上次没用到的大功率抽水机也给拉上个10几台过来。半个小时之后，做法事的道士来到蔡启东身边，低声说了几句。蔡启东的脸都是黑的，给脸不要脸，抽水。随着蔡启东一声令下，上游的挖掘机、土方车立刻开始的动作。半个小时，温言就看到水潭上方的潺潺流水逐渐缩小，最后直接断流。粗大的管子直接没入到前方的水潭里，几台大功率抽水机一开，水潭里的水位几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降低。还有烈阳部的人开着车直接拉来了一座河边的小庙，看起来不过几平米大，这是直接连地基都给挖了过来。水潭边架好了木柴，将那小庙吊上去，汽油都准备好，就等蔡启东一声令下，直接烧了这庙。之前王雪琪可是帮了烈阳部少忙，整个过程没一个人迷失在那片黑暗水域，也没有一个人淹死在那里。再加上王雪琪心地善良，而且烈阳部本身就要拔除这种水鬼领域，再加上甘棠都专门跟他提了一嘴，各方面原因加在一起，今日之事是势在必行。真有什么东西敢拦着，蔡启东可真敢烧。做法事的道士还在不断的烧了符箓，落入水中，好话歹话说尽，可就是没什么反应。王雪琪的尸骨也没有露出来。正在蔡启东都要亲自去点火的时候，铃音响了起来。温言左看右看，尴尬的拿出手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一看来电显示的人名，温言面色微微一变，立刻接起了电话：“喂，奶奶您好，对，是我，温言，您老啊。哦，您说，我听着。”温言听得面色变幻，连忙对蔡部长挥了挥手。蔡启东暂停了点火，来到旁边，等了片刻，温言将电话给蔡启东，却听到电话里嘟嘟的声音。这是？蔡启东有些不解。温言脸色有些尴尬，压低了声音道：“是那位胡老太太，她给我打电话，说这位水神之前是妖，现在电话打到老太太那里求救了。”蔡启东眉头微蹙，那他为什么不给个面子？放了那小姑娘不得了，可他放不了。温言凑到蔡启东身旁，声音越来越低，脸色也越来越尴尬，因为这条河不是他地盘。部长，你们找错人，挖错庙了。悄悄是别离的笙箫，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温言已经把声音压低到不凑到蔡启东耳边，蔡启东都未必能听得清楚的地步，就是为了别让大家一起尴尬，这事吧，肯定是不能大声嚷嚷出来的。温言心里都明白，为什么胡老太太不给其他人打电话，
那位老太太总不可能没法第一时间联系上烈阳部的人吧？甚至于蔡启东的私人电话号码，那位老太太可能都有，最后却还是打给了他。雀猫那天从水鬼领域里出来，记下了好几个位各种妖魔鬼怪的联系方式，还把他的电话号码也给了其中2位大佬。一位就是那只双尾红毛狐狸的奶奶，据说在妖类之中威信极高；一位是关中郡的老鬼，据说在阿飘之中不但威信比较高，实力也很强。温言当然记下了这大佬的号码，有备无患。哪想到他还没跟大佬打个电话问个好呢，胡老太太就主动先给他打电话。温言知道这是胡老太太为了不把事情闹大，给了斡旋的余地，至少让面上不会太难看了。温言跟老太太有私人交情，这电话也是私人电话，跟公家的事情不沾边。但温言给蔡启东说了关键信息，那就是温言这个烈阳部特聘专案组专家给蔡启东这个烈阳部部长提了个意见，事情被锁在了烈阳部内部。撑破天了，那也是烈阳部其他人出错了，或者是临时工去挖错了小庙，找错了人。但是烈阳部里的另外一个专家指出这是不对的。但若是一个妖告诉的蔡启东，或者是小庙已经烧了，那这就是一件会极其麻烦的错案。阿飘并没有什么明文保护的条例，西江这一大片水系里，这些所谓的水神几乎绝大部分都是未经官方册封，未受符照，自然也是没有什么明文保护条例。但若是没牵扯到案子，那肯定也不能随意打杀，更别说随意打杀一个还有妖身的水神，那牵扯的更多，会更加麻烦。可若是像现在这样，蔡启东都亲自到了，解决水鬼领域乃是名正言顺的证据，水神握着王雪琪的尸骸不撒手，就是不给面子。那蔡启东破山伐庙，起罢断流，毁其根基，将其打得灰飞烟灭，那也是讨伐邪肆的正义之举，谁也不能说个不对。当然前提是没有找错人，没有挖错庙。温言看着蔡启东面色忍不住的变换，跟变脸戏似的，他都替蔡启东感觉到尴尬。幸好现在还没有造成什么不可挽回的后果，要是再晚几分钟，这事情就闹大发了。温言回想着他这几天看的资料，西江水系这一大片情况实在是太过于复杂，他看得头昏脑胀，都还没捋清楚一个大概。再加上甘一说让他别在这件事上冒头，他都老老实实看热闹。哪想到烈阳部里的人找了相关方面的专家，竟然还是没有捋清楚，也给搞错了。蔡启东一回头看着烈阳部几十号血气方刚的外勤，再加上秦坤领头，还有上百号各种工作人员，都恨不得一头把自己栽进土里，太丢人了。本意是汇聚多点人，如此浓烈的阳气，真有什么事了也能直接一路碾压过去。没想到险些在所有人面前丢了个大脸，背个大锅。他要是下令点火，最后出任何事，自然是他这个领导来背锅。总部那边指不定就有人趁机给他上眼药，名正言顺的做点别的事情。跟着蔡启东就忍不住阴谋论，按理说烈阳部里的相关专家肯定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吧？这是不是也有什么内情？部长温言压低了声音提醒了一声，再拖延下去就不太说得过去了。正在这时，风瑶接了个电话，快步走了过来，凑到蔡启东身边，压低了声音：部长，刚接到报案，有个小孩在河边被一只会说话的江豚抢了手机，拨出去的电话是打给那位胡老太太。风瑶早就看出来不对劲了，温言又不是那种会不挑时候来捣乱的人，部长也肯定不会在这种时候忽然停下来听温言在那不知道扯什么。他这边接到信息，立刻赶紧找了个借口过来，反正给领导一个借口就行，这借口是什么都不一定重要。蔡启东暗暗松了口气，这里先暂停一下，有些意外情况。风瑶凑到温言身边，给温言使了个眼色，询问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温言的眼神有些怪异，似笑非笑的低声问了句：你真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风瑶感觉到有些问题，却又想不明白哪个问题。温言凑到他身边，低声道：你们找错人，挖错庙了，把人家都快吓死了，电话打到胡老太太那求救。风瑶倒吸一口凉气，顿时想抽自己一巴掌。怎么这么好奇？怎么这么多事？问什么问啊？蔡启东对着吊车那边挥了挥手，把那庙先搬下来吧。架好的柴火上都浇了汽油了，万一谁一不小心，一点火星掉上去，真把人家庙给烧了，那可就没法挽回了。蔡启东看着小庙被吊下来，重新吊到了车上，他暗暗松了口气，给风瑶和温言招了招手。风瑶，你跟温言去处理一下吧，看看那边到底怎么回事，这里的情况实在是太过于复杂了。说完这话，蔡启东想了想，拉着温言语重心长地道：温言啊，这次可真要靠你了，你看着怎么安抚一下，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先处理，只要不过分的，这边都可以答应。蔡启东当然也明白，为什么胡老太太一个字都不跟他说，说了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如今这样已经是给了他天大的面子了，他当然得督住这个面子，给对方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胡老太太不给别人打电话，给温言打电话，那当然要让温言来处理，给足了权限，这就是个先行的态度。风瑶没法拒绝这份差事，谁让他嘴贱，好奇地问了一句，温言还真敢告诉他。现在只能赶紧去办事了。临走的时候，温言对张老西招了招手，让张老西也跟上，然后跟蔡启东解释了一句：保险起见，我得找个专业人士，你看着处理吧。张老西开着车，三人匆匆离开，留下这里一大堆人面面相觑，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大概也都能看出来是出问题了。一群人在这边等着，张老西这边开着车，带着风瑶和温言飞奔了10几公里，来到西江的一处支流的河边。这里已经有烈阳部的外勤接手，在这里等着了。当然，明面上就是一只小妖抢了一个小孩的手机。风瑶好歹也算是个领导，过来询问外勤细节上的事情。而温言看着不远处脸上还挂着泪痕的小孩，看起来最多12、13岁的少年，手里握着一个手机，目光还频频向着河边望去。温言念头一动，走到少年身边，他蹲下身子询问小少年事发过程。少年也已经冷静了下来，犹犹豫豫地说起：
我在河边玩，忽然他就冲出来问我要手机。然后呢？然后他念了个号码让我打出去，打完他就让我把手机拿走了。你放心，这种敢抢劫的妖怪肯定把他抓起来，判他个死刑。啊！少年吓了一跳，犹犹豫豫，最后还是鼓起勇气说，也不是抢，他只是借我手机打个电话而已，能不能不杀他？他还送了我一条鱼，但是我没敢要。哦，只是借手机打电话啊？你确定？确定，确定。少年连连点头，眼中带着期盼看着温言。那就没事了。温言起身向回走，少年伸出手拉住温言的手臂。叔叔，我以后能来找他玩吗？叫哥哥。哥哥，我以后能来找他玩吗？不准下水。丢下一句话，温言就走了。少年伸长了脖子望向水面，没有了初次被吓到的害怕之后，他只觉得这是酷毙了。原来真的有妖怪，他可能还可以跟一个妖怪当朋友。他当然也不希望那只江豚妖怪被抓走。温言走回来的时候，风瑶还在听他外勤诉说各种细节。温言瞥了风瑶一眼，随口道：我问了，就是个误会而已，只是一个小妖借小孩的手机打了个电话而已，只是小孩没见过小妖，被吓到了。你没看人家小孩自己都不介意吗？刚才还跟我求情，让我们别抓走那小妖。风瑶点了点头，立刻跟着做了定性。就这样吧，没事了，你回去吧，就是个普通接个电话而已，最多就是小妖贸然现身，吓到小孩了，等下我会批评教育一下。来这里处理的外勤一听这话，立刻点了点头，交接完了赶紧走。这种小事能让上面的领导这么快来到这里，那肯定也是个有人的妖怪，再说也的确不是什么大事。风瑶看了看河边，还是你去吧，好说话点，我这身份不太合适。温言一步步走到河边，拿出手机，先给胡老太太打了个电话。喂，奶奶啊，是我，温言。没事了，我已经拦住了。烈阳部的人也是的，做事也太马虎大意了，怎么能出这种低级错误呢？我都替他们感觉到尴尬，实在是太过分了。要不是您接到电话，他们这不是瞎胡闹吗？错杀好人了，看他们谁能担得起责任。要不是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做的前期资料，我非当面吐他一脸，简直是尸位素餐，浪费国家的粮食，菜不长眼。是的，这么大的事情也不再三确认一下。这次的事我就是来看个热闹，长长见识，我都看了好几天的资料，真是太过分了。您放心，这是没完。您老给他们留面子，那我可不会给留面子。这事要是不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就直接去蔡部长办公室门口打地铺，他有本事就把我关起来。温言越说越气，声音越来越大，就岔气的跳脚，跳起来给蔡启东膝盖一拳。另一边，胡老太太看着摆在桌子上的电话，听着电话里的声音，有些不太高兴的脸上也不禁露出了一丝笑容。行了行了，没事就好，归根到底就是个误会。哎，奶奶，您放心，我肯定要让他们给出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我这边到河边了，但是没见到那位兄台，您老要不要给说两句？我还是得亲眼见到了，亲眼确认安全了，才能放心点。你开免提吧。好嘞。温言开了免提，就听电话里传出胡老太太的声音：小江。随着这个声音扩散开，温言就看到远处的水面上浮现出一丝丝波纹，一头深灰色的江豚小心翼翼地在水面上露出个小眼睛浮亏。温言露出个笑容，挥手给打了个招呼：奶奶的电话。小江，过来。江豚这次听清楚了，小心翼翼地游了过来。胡奶奶，是我，这位是小温，温言。之前就是他去救的你，你得好好谢谢人家。小温是个好孩子，后面的事情我就不方便插手了，你都听小温的。哦，我知道了，谢谢胡奶奶。江豚声音听起来也不大，很是礼貌乖巧。小温啊，后面的事就麻烦你了。看您说的，您放心好了，要是不让他们给出一个满意的处理方案，我以后也没脸去您那吃烤鸡。老太太笑出了声，乐呵呵的道：行，你随时来，我这里随时欢迎你。挂了电话，江豚的小眼睛看着温言，他也明白，电话里能聊得这么开心，能让胡奶奶这么信任，那肯定算是自己人，而且他肯定也没有什么危险了。兄台怎么称呼？我叫江艳艳，3个火的那个艳。嚯，这名起的真有个性。我以前没名的时候，在水里救了个算命的先生，他说我五行缺火，就给起了这个名字。温言看了看泡在水里的江艳艳，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他算的真准。那后来呢？后来他就住在江边，时常教导我，教我读书识字，给我讲了很多故事。可惜他没2年就去世了，我那时候才知道他得了绝症，没治了，就跳江了。被我救上来之后，发现我都不识字，就想教我几年再走。是个好人啊。温言暗叹一声，大概明白江艳艳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大概率是当时那个先生给开了个好头，做了好的引导。后来你怎么变成一地水神的？后来每年有2月都会有人往江里献祭童男童女，我听先生讲了很多故事，说是让人献祭童男童女的妖怪都没好结果，都死得很惨。我吓坏了，就把他们献祭的童男童女都给送了回去。然后后面时间长了，有一天就有一些人在岸边给我修了一个小庙，每年那2月都会有好些人来祭拜，我慢慢的就成了这一段的水神。有人在这一段江里献祭童男童女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了。温言越听越觉得这是怎么怪怪的。你说的那2月是不是7月8月？咦，你怎么知道？温言叹了口气，心说你都会打电话了，竟然不知道这2月是学生放暑假。但转念一想，这倒霉家伙天天在江里，怕是也没玩过手机。温哥，你能不能给烈阳部说一声，让他们管管，别往江里投童男童女了，我真不需要。我可从来没害过人，我每年这2月都害怕得很，老感觉他们就是想害我。万一有童男童女淹死了，烈阳部肯定把我抓走。行，我回头给说说。你放心吧，
这事肯定跟你没关系。一听这话，江燕燕才算是放松下来了点。能跟我说说，那边那段水域是谁的地盘吗？温言指了指水鬼领域所在的那一片。江燕燕摇了摇头，那段现在是谁的地盘，我不清楚，我只感觉那段很危险。我在这段水域才待了5、6年，我都感觉到那边已经换了3、4个水神了。我从来没去过那边，也不敢去。之前有人想引我过去，让我的地盘扩散到那边，我没答应，我跑了。温言眼神一凝，立刻发现问题了。记得当时是谁引你去的吗？人还是妖？是个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他只是在岸边问了问我，看我没异象，后来就没再来过。什么时间，穿什么衣服，你还记得吗？大概就是去年河里头的童男童女忽然多起来的时候，他戴着一顶帽檐很大的帽子，叫什么来着？哦，我想起来了，渔夫帽。他还拿着鱼竿在岸边钓鱼，钓了2天，什么没钓到就走了。这次你是遭受了无妄之灾，你放心，我肯定帮你找回公道。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肯定还是有内情的。你被人祭祀的过程肯定不是什么秘密，烈阳部再怎么样也不至于犯下这种低级错误，肯定是有人想要趁机借烈阳部的手害你。我觉得跟你之前的事肯定有关系，这就不是一次误会这么简单了。他们这一次没得手，下一次肯定还会再来。啊！江燕燕吓了一跳，眼睛都瞪大了一圈。不会吧？我叫俩朋友过来一起聊，行不行？一个是烈阳部的小领导，现在很受器重，另外一个是民间的高手，懂得很多，他们一起来给参考下。哦，好。江燕燕被吓了一跳，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温言给风瑶和张老西招了招手，让他们过来。温言将刚才的话给说了一遍，风瑶立刻皱起了眉头。西江水系里时常会有人自行立庙祭拜，整个西江水系都非常混乱，村村不同祭很常见，过一些年就又会换一个，也很正常。被祭祀得了些许水神力量，却没有得到正式承认的水神多不胜数。我之前也以为是他们的情报没跟上，才搞出来这种错误。风瑶拿出他随身带着的笔记本电脑，噼里啪啦的一顿敲，很快就在烈阳部内部的资料库里找到了一些记载，甚至在公开的网络上都能有一些记载。3年前就有人拍下过一小段模糊的视频，一只江豚驮着一个溺水的小孩，一路从江里送到了岸边，就是这段水域。而烈阳部能查阅的资料就更多了，还能查到去年的时候，有一位学者写了一篇论文，说的是西江水域各个支流、各个水段之间不同祭祀对象、不同水神与当地溺水人数之间的一些关系。江燕燕这段也是被重点拿出来提过的。江燕燕被年年祭祀，获得一丝水神力量的这几年，她这仅仅只有10几公里长的一下断水域里，每年暑假的溺水高发期，5年下来，只有1起孩童溺水身亡的案例。而后来这个数字也变成了0，因为5年暑期零溺水，对于本地领导来说，简直是笑傲整个南五郡的政绩。所以，唯一那一起就被着重调查了，最后确定那是一起凶杀案，是被人溺杀了之后抛尸江中的。江燕燕身负一丝水神力量，成为这一段水域被祭拜的对象，过程简单明了。在外人看来，那就是江燕燕看到有孩童落水，就主动上去将其送回到岸边。时间久了，次数多了，就总有一些孩童家里有钱有关系，还会念江燕燕的好，给江燕燕在江边立了个小庙祭拜。而这里安全教育到位，再加上连续数年暑期零溺水的战绩，每年暑假都会有家里有孩子的家长，或者是专门来祭拜，或者是路过的时候顺便祭拜。那2个月，那座小庙都可以算是香火非常不错了。要不是时间太短了，估计都有人愿意捐钱给盖一座大一点的庙宇了。别的可能未必能批下来，但江燕燕这个得到批文的概率极大，烈阳部肯定是不会卡的。风瑶越看脸色越是难看，江燕燕在烈阳部里可是有正经的备案的，而且江燕燕的地盘的确在水鬼领域隔壁是没错，可是在去年的记载里都还没有扩散到水鬼领域的范围的，今年在记载里却已经扩散到那边了。最后一次更改的时间就在3个月前，最后一次编辑这条记载的内情，好巧不巧的在2个月前退下去了。记录上说的是忽然发现肝癌晚期，人在上个月已经死了。看到这里，风瑶也明白这次为什么会搞出来这么大的乌龙，因为记录上的确是这样记载的，再加上江燕燕的地盘的确离得太近了，而且她的地盘在这几年也的确在扩大，从几里水域扩大到了10几里水域，再加上西江整个水系里都是这般混乱，自然没有人去过多怀疑。而且烈阳部里对于这种未被授符咒、未得到正式承认的祭祀，统统都是列为野祀，没危害的时候懒得管，有事情了那就是邪祀，重拳出击就完事了。别看江燕燕之前好事干得不错，可开始还不错，后来就走歪的野祀，那也是数不胜数，又不是多了解，自然也没人觉得不正常，也不会有人为了个不了解的野祀跳出来唱反调。风瑶看了眼温言，你觉得呢？我觉得你们烈阳部都快被渗透成筛子了。风瑶有些无力反驳，这就是为什么人手如此紧缺，却一直没彻底放开在社会上招募职业者的原因。这么做能力的确会变大了，很多事也更好处理了，但若是出岔子，那危害也会更大。只是招收普通人进来都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还不如以临时聘请模式来，有需要的时候请相关专业的专业人士帮忙，做一次事拿一次报酬，更高效单纯点。这你别问我，凡事都有两面性，我又不是领导，我就是个拿钱做事的。先说说现在这事。温言回头看了一眼张老西，老哥，你有什么意见吗？咱都自己人，随便说。我没什么意见，我就是觉得这是有人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早就准备好了，让江燕去挡枪，更多更深的，那我就不清楚了。为什么要挡枪？温言继续问，肯定早就知道自己要挨枪子了呗。什么人好端端的会提前知道自己要挨枪子？犯了什么事呗？那怎么抓到人？能让江燕挡枪，
那肯定也是同一类啊。温言和张老西在这快问快答，两人对话速度越来越快，风瑶有些跟不上了。你俩等等，你俩是不是已经想到什么解决办法了？你说。张老西笑了笑，指了指温言。那我就先说说我的想法了。温言指了指江燕燕，现在隔壁的水神，呸，不对，没得到承认，也没受符咒，算什么水神，顶多是乡间野司。那野司想要让江燕燕挡枪，我都跟胡奶奶承诺了，管了这事。那不把这个野司揪出来，那肯定不算完。所以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这一段加水鬼领域那一段都是江燕燕的地盘，记载的没错。烈阳部呢也没有搞错，但是有个野司悄咪咪的夺了那段水域，在那段水域搞事情。在西江水系，这种地盘变化也很正常吧？很正常。风瑶点了点头。所以我说那野司就是个邪司，地盘是江燕燕的，没毛病吧？没毛病，没毛病。那就给部长打电话，给个文件吧。江燕燕这些年的功绩，给个正式的承认，不算过分吧？温哥，江燕燕别的没听懂，这句话倒是听懂了，她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她这种野妖怪，被人立庙祭拜，都是走了大运，这要是得到正式的承认，那不就有今生了？你别说话，胡奶奶让你听我，你忘了？哦，江燕燕睁着小眼睛，乖巧的点了点头。她能知道温言在替她要补偿，但这么大的补偿，她都不敢想。我给部长打个电话，风瑶没敢直接应下。拨通电话之后，把现在探查到的情况大概说了一下，就把电话给了温言。温言拿着电话走远了些，压低了声音道：部长，我这可是为了咱们南武郡的烈阳部，我总不能承认是部长你带头做的事，却出了一个低级错误，险些冤杀了一个遵纪守法的国艺小妖怪吧？这妖怪还认识胡奶奶，有胡奶奶的电话，也不是什么毫无根底的野妖怪。再加上他还得到了群众祭拜，是这一段的水神。他的地盘里5年属欺凌溺亡，部长，你可别说你不知道，在西江水系遍布的南武郡，这有多难。这功绩就算没这次的事，给个正式的嘉奖也是应该的。要是给了正式奖承认，再给批了地盘，那这一次就不是咱们烈阳部犯了低级错误。顺便啊，你看江燕燕要是得到正式承认，成为这段的水神了，那水鬼领域就是他地盘，咱们现在做的事情就能顺顺利利的完成。这次就不是搞出乌龙了，是有邪司暗中作怪。再顺便也算是给其他妖怪立了个典型，胡奶奶那边肯定能交代得了，胡奶奶肯定也会帮着咱们说话了。再顺便江燕燕肯定也会帮我们揪出那个扣押着王雪琪遗骨的邪司。再顺便还能通过这个继续深入挖掘一下，这后面到底是谁。温言说的眉飞色舞，一副我是烈阳部大忠臣，完全为咱们南武军烈阳部着想的架势。另一边蔡启东听得忍不住揉了揉太阳穴，打断了温言的话。行，你可别说了，再说下去我怕是不答应就得遭天谴了。部长，那您觉得呢？给一纸文件正式承认，给予嘉奖，这倒不是难事，就是符照怕是有些难了。整个南武军烈阳部几十年下来都没有给任何一个水神申请过符照，就算是申请过了，那也得有道门祖庭之一亲自开坛做法，设立符照，然后经过宗教部的审批，再由上面确认，最后才能颁发符照。我们颁发符照一直很慎重，而祖庭那边怕背锅更慎重，那就先给个正式承认，给个嘉奖，这是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唯一解决办法了。部长，你是知道我的，我为了安抚住这边，行了，就按你的意思办了。蔡启东有些头疼，可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温言的解决办法的确是两全其美，主要还是因为江燕燕自己底子硬，这功绩真的是相当硬了。按照烈阳部的政策还有整体风向，这就是顺风局，绝对没人会提出什么异议。他挂了电话，立刻进入临时指挥车里，跟上面开了个小的视频会议，很快就定下了基调，都没什么意见，顺势而为的事情。总部3位大佬可比蔡启东敏锐多了，一眼就看出来，这就是有人故意挖坑，等着蔡启东往里面跳。大家平日里争没什么问题，都不争了，那反而问题大。但争也绝对不能以这种方法，若是同时引起水神、妖怪等几方阵营不满，后面再闹出大的骚乱，谁也背不起这口黑锅。那孩子叫什么来着？视频里须发皆白的老人在聊完正事之后，随口问了句：叫温言。温姓啊？老人不知是想到了什么，神情有些恍惚。部长有什么说法？蔡启东直接问出口。没事，挺好的，这孩子不错，你运气也不错，吃一次教训也挺好。您说的是？蔡启东老老实实承认，他这次的确是运气好，不然刚放肆了一把，喷完人自己立马犯下一个大错，这可不就是授人以柄吗？挂了电话，蔡启东就找来手下，飞速拟定了一份文件，签了名之后传到了总部。然后总部那边老人拿着文件，从一旁的盒子里取出一支有些年头的钢笔，随着他落笔，那钢笔上丝丝金色的荧光坠落，化作墨水，随着老人的笔迹化作一个名字。这是正式承认的文件。而后另一份嘉奖文件，按理说是不需要他签字的，蔡启东自己签字就行。但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做就把事情做好，顺水人情给到位，他就继续握住笔，再次签了一个名字。而后又在2号和3号的见证下，取出烈阳部的方章，印在2份文件上。下一刻，就见那2份文件飞出2道肉眼可见的金光，瞬间消失在天边。好了，咱们也得加快了，启东这进度可比我们还要快了。2号拿着一个平板，看着上面的文件，难得出一个妖还是水神，却赤诚走正道的，数年铁打的功绩也是做不得假的。按理说这种事我们应该早就知道的。老人笑了一声，有些意味深长的道：我们这个位置，除非是天大的祸事，否则其他事情我们可未必什么都能知道。也是，
除非是坏事，否则其他事情我们能知道的，也只是下面的人摆在我们案头的。我们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根本不可能有精力在不知道的事情主动去探寻这种事。这就是启东比我们强的地方，他起码愿意到一线。老人话一出口，其他俩人就一起苦笑了起来，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温言还在河边跟江燕燕扯淡，听江燕燕说起这些年的事情，说到这些年总有一些好心人天天来河边大包小包的喂鱼时，几人都忍不住笑出了声。等了不到1个小时，温言就见天空中2道金光飞速落下，直接落在了江燕燕身上。一缕缕金光在江燕燕身上流转，一种奇特的力量浮现了出来。温言立刻感觉出来，那种力量，那一丝神韵，就是他穿着烈阳部的防护马甲被阿飘侵蚀时激发出来的那种力量，而且神韵远比马甲强好几个档次。江燕燕飘在水面上，昂着头，闭着眼睛，仿佛在接受洗礼。同一时间，温言也得到了提示：河神转职中。濒危的江豚生出了灵智，得到了教导，其心性纯良，救人过千，因此得到了民众祭拜得一丝水中神奇的力量。如今他得到了正式的承认，得一丝神州气运加持，可以正式开启转职，向着成为一位真正的河神进化。这是他应得的，与其腰身毫无关系。临时能力1赐福，基于你额外固定能力烈阳进度已经超过 50%， 已满足前置条件，可激活赐福，让其短暂的化出河神金身，予以嘉奖。2焚身，基于你额外固定能力烈阳进度已经超过 50%， 已满足前置条件，可激活焚身，灼烧其神性，予以惩戒。温言感受着提示，忍不住挠了挠头。这个焚身他倒是能理解，他的职业毕竟是天敌，有针对的手段倒是挺正常。不过这个赐福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了？但他转念一想，当时遇到阿伯给的是烈阳，那时候他就没理解这个临时能力背后最核心的点。现在这个赐福他不理解，那也正常。蔡部长这速度可真够快的，这么短的时间就给出了正式承认的文件。不过那2道金光，另外一道是什么意思？温言看向风瑶，问风瑶，风瑶却一脸懵逼：什么金光？你看不到吗？没有。温言又看向张老西，张老西也摇了摇头：我也没看到。你看到了什么金光？温言看着江燕燕的变化，若有所思。他之前还真以为很多特效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就像是烈阳部制式防护服，在遇到特定目标侵蚀的时候会有一些独特的微光。没想到这东西还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张老西听到温言的话，立刻从车上取下东西，布置了一个简单法坛，在河边摘了几片合适新鲜柳叶，开坛给自己开了个法眼。开眼成功，他也看到江燕燕身上有一些奇异的微光。咦，他这是得了赤峰？不对啊，赤峰也没这么快吧？这时风瑶的电话响起，他接完电话，表情也有些意外。不是赤峰，走完所有程序的确没那么快，但应该没什么问题了。现在只是得到了上面的正式承认，其实已经算是成了。而且这一次是总部长亲自批的。除此之外，总部长还亲自批了一份嘉奖，这不是南武郡嘉奖，而是整个神州层面的嘉奖。蔡部长说，江燕燕本身的底子够硬，按照本地官方的统计，他这些年救的人加起来绝对上千了。按理说，起码早就应该有南武郡分部的嘉奖了。南武郡自己给立庙封神都不用请示上面的，本地也的确给南武郡烈阳部送过文件，可那些文件都被人冷处理了。推测可能是因为江燕燕是妖的原因，也可能是别的原因。温言斜了风瑶一眼，想说你可以细说下别的原因是什么。很显然，风瑶只是提了一嘴，直接略过这一部分。现在有总部长和2位副部长一起给的正式承认文件，再加上这份最高级别的嘉奖，后面再让朱家道庭之一看看谁愿意给一份符照，全部程序走完之后，他就是正儿八经的河神了。现在应该不用担心丹泽的问题了，应该不会遇到什么阻碍了。江燕燕身上的淡淡的光晕渐渐消散，她睁开眼睛，感受着自己的变化，小眼睛瞪得老大。温哥，我别我了，你心里得明白，这不但是好处，也是责任。要是别人，我肯定得先问问愿不愿意。你吗？我觉得你还挺喜欢的，就先给你要了这好处，算是给你的补偿，也算是你应得的。我明白，谢谢温哥。江燕燕开心的游来游去，不断的跃出水面。你先习惯一下，好好感应一下你扩大的领地。等一下，还要你给帮忙，有个不幸溺亡的小姑娘，在那边化作了水鬼，但人很好，从来没想着拉人垫背，还帮了我不少忙。现在我要捞她上来，为她入殓，但是找不到她的遗骨，那边原来的水神给脸不要脸，那就让她滚蛋，现在得靠你了。江燕燕听得两眼发晕，最后还是明白了重点。反正温哥让她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就好了，不用想那么多。我听温哥的。放心，那块地盘现在是你的，其他所有没被承认的，还敢来抢地盘的，统统都是邪肆。跟着烈阳部干了几次活，温言别的没学会，扯大旗扣帽子那是已经学到了点精髓。风瑶给部长电话，可以继续了。蔡启东接完电话，一颗心也算是放回了肚子里。温言还是挺会办事的，既然是搞乌龙搞错了，那直接把这块地盘也给他，那不就是没搞错吗？至于为什么没反应，很简单，有邪肆从中作梗，真是该死。他这边下了令，法事继续。那位做法事的道长已经有些妈了，他其实也察觉到不对劲了，只是没想到是找错人了，这么离谱。他开始有点后悔接这个活了。部长亲自请，他们道观总不好一点面子都不给，再加上烈阳部给的有点多，实在是不好拒绝。事到如今，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他重新开法坛，请符箓，上3声，以祷文入水，清香作箓，严格按照程序，连口中诵文的音调都是祖上传下来的。一通程序落下，
这一次就明显感觉到不同了，所有的力量不再是泥牛入海毫无反应，而是明显感觉到联系上了本地河神。河神还挺客气，传来个念头，意思是等一下，先去找找。找什么？河神竟然不知道水鬼遗骨在哪。道长面色肃穆，手执法剑，疏于身前，其实心里都是懵的，什么情况？他当道士这么多年了，还是南武郡本地的道士，自忖还是对南武郡的东西挺了解的，但这次这情况他真没见过。江燕燕的感应范围还在尝试着一点一点的扩散到新地盘，这边正好有道士指引，让他方便了不少。心里只能感叹，我温哥面子可真大，还能找个道长来指引他。他听着道长的话，也知道温言想让他做什么，他的感应就顺着指引来到那片水域，这里的力量不知为何非常弱。细细感应了之后，才发现这一段水域里的水流都已经断流，剩下那点水都快被抽干了。他感应的有些费劲，但也托了这种情况的福，他很快就察觉到有什么别的水神就在他的新地盘里，那里有浓郁的怨气暗藏，强大的力量隐藏在那里，而在其之下似乎还有一大片广袤无边的水域。江燕燕刚感应到这里，还想跟对方好好聊聊沟通一下，让对方老老实实将遗骨交出来算了，人家溺亡在水里已经很可怜了，你还扣着人家遗骨，有点过分了吧？再说了，你一个水神扣押人家水鬼的遗骨也没什么用啊，那水鬼又不能拉人溺死在水里。江燕燕老老实实的传递过去自己的意思，但下一刻他就感觉到那里的怨气爆发，强大的力量在那里浮现。江燕燕睁开眼睛，有些震惊。温哥，快让他们快跑，往高处跑。温言都没来得及问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电话就已经先拨了出去。蔡部长，让你的人快点跑，往高处跑。蔡启东话还没说出口呢，就已经有烈阳部的人喊了起来，上游决堤了，浪头很凶，快点躲开。一群人迅速向着山上跑去，不过几分钟，就见一道7、8米高、10几米宽的浪头从上游横冲直撞的冲了下来，沿途的树木被直接冲倒，山石泥土被裹挟着一起冲下。这种恐怖的力道，连大型机械都挡不住，更不可能是人力能抵挡的。就算是这里最强的秦坤，单纯论力量，极限爆发的情况下，他还不如一台小型挖掘机的1/3，哪里能挡得住这种恐怖的浪头？一行人站在山坡上，看着浪头横冲直撞而过，一个个脸色都不太好看。大，又不是没见识，一般山洪爆发都是一点一点涨起来的，哪有这浪头比后面的水流还要高好几米的情况？浪头奔涌而过，在这江燕燕小庙的卡车都被水流冲倒，淹没在里面，随着水浪涌过，小庙也消失在水中。另一边的河边，江燕燕难得的有些发怒了。温哥，他把我的小庙推了。温言眉头一蹙，向着旁边瞥了一眼，风瑶的笔记本上已经显示出那边的画面了。这么猖狂，他图什么？温言当即将赐符装上了临时能力的位置，他伸出一根手指，点在江燕燕的大脑门上，发动了赐符。烈烈阳气被激发，这激发的是靠着他自身的阳气。温言想了想，他害怕这力量不太够，万一江燕燕打不过怎么办？他毕竟是刚刚才开始专职成为河神，再万一伤到了根基怎么办？医院又不会治疗河神。想了想，还是激发了血暖玉里的力量，直接借用血暖玉里的力量激发烈阳，再以赐符点在了江燕燕的大脑门上。赤金色的光芒浮现，没入到江燕燕的体内。温言想了想，又赶紧回到车里，将他的纯君锏拿出来，以烈阳加持之后塞到江燕燕嘴里，叼着，看看能用上不？去，干他，别害怕，往死里打，打死了你也是有功劳。江燕燕闭上了眼睛，她的意识就仿佛被什么力量牵引着，以极快的速度落入到她的小庙里。小庙倒在水里，已经破损不堪，那里面的泥像上骤然间金光绽放，烈烈阳气加深，香火之气缭绕。忽然间，泥像上的光芒外泄，一个大脑门、小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金灿灿大剪的少年从泥像里走了出来。少年努力睁大着眼睛，稍稍习惯了一下，就仿佛这就是他天生的身体，天生就知道怎么走路，怎么奔跑，怎么用手。他看着自己的手，5根手指非常灵活，他咧着嘴笑了起来。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是他也有手，可以走出水了，就可以玩手机了。上次胡奶奶的孙子送他了一个据说是防水的手机，可以在水里面玩，可惜那手机不到1天就坏了，把他心疼坏了。不过现在他没工夫管这些了，他只是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小庙，心疼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是不太懂这些事，可是别人懂啊。刚才温哥的朋友，那个叫张老西的大叔说，他的小庙虽然材料不值钱，可意义完全不一样。那小庙的每一块砖，每一捧水泥，每一分钱都是不少人掏钱凑的。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多。人多了之后，每个掏钱的人都得是真心实意的主动给凑的钱，就像是百纳一的意一样，只有这样，他的小庙才会有作用，才会赋予他一丝河神的力量。要不是有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庙，他也没法感应到这一段水域里是不是有人落水，只能在那2月的时候辛苦点在这里巡逻。小庙被毁，江燕燕也有些上头了。他从水中浮现，手持金剪，踏浪而行，逆行而上，看起来威风凛凛。手中金剪挥下，落入水中，便见那暴躁奔腾的河水像是狂暴的恶犬，忽然挨了当头一棒，瞬间就老实了下来。河水平复下来，被卷入河水中的山中小动物们也都随着水流被冲上了岸。江燕燕被水浪拖着，一路直冲上去，一剪砸下去，便如水雷炸开，水中浓浓的怨气已经具象成滚滚黑色狼烟冲天起。但那狼烟刚升起，就被烈烈阳气强行蒸发掉了一些。天空中青天白日，大太阳出着，狼烟飘起不过几米高，就开始被蒸发净化掉。滚滚黑气里，一个面色铁青色、长发披肩的女人渐渐浮现了出来。她眼中带着浓浓的怨气，
浑身的黑气像是燃烧的黑火。不等他说什么，江燕燕已经手握金剑，大步走来，朴实无华的乱劈乱砸，就让那女人连连后退。山坡上，刚才做法事的道长脸都是绿的，这次他再也忍不住了，来到蔡启东身边。蔡部长，你这不是害我吗？小道才多少斤两，你就让我来对付一个都能化出金身还有法器的河神，把小道这180斤肉全部压撑上，撑都不带动一下的。蔡启东面沉似水，看着水面上的情况，他比道长还要猛，他完全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这不是才刚刚给了正式承认吗？怎么金身都出来了？他看着跟江燕燕打成一团，或者说被江燕燕压着揍的女人，果断转移了话题。那是水鬼王雪琪吧？道长看蔡启东眉头紧蹙，一脸严肃，就忍了下来。后面再说，先干正事。他仔细看了看，摇了摇头，不是，那是水鬼的遗骨，难怪之前不愿意给遗骨，原来是有邪祟侵占了水鬼的遗骨。不过这也不对啊，什么邪祟能在水鬼的溺亡地侵占其遗骨，还能让水鬼都不知道的？这地方不对劲的地方实在是有点多了。蔡部长啊，这是小道是真没辙了，小道上有耄耋长辈，下有嗷嗷待哺的小徒孙，实在豁不出去命来拼。再者，小道就算有这本事，也不敢真的去打杀一个能化出金身的水神啊。小道的道观经历诸多磨难，到今日勉强支撑，还得靠小道出门打拼。若是遭了报应，那些小徒孙实在是太可怜了。蔡部长，你见谅，实在是小道无能。道长说的一把辛酸泪，反正说什么都不愿意上手了。这眼泪一半是真的心酸，一半是被吓的。烈阳部的人可太莽了，你要说是来干一位能化出金身的水神，我就是打断自己腿，也绝对不会来。蔡启东看着一把辛酸泪的道长，都有些不知道说什么了。反正让他告诉外人这是个大乌龙引起的，那绝对不可能说。道长，接下来您看着就行，不用出手。其实这也有点出乎我们意料，蔡部长明白就好，实在是小道能力有限。道长给说说，现在这什么情况？我有些看不懂。道长仔细看着战况，心情也慢慢平复了下来。没什么问题了，本地的水神气息纯正，走的是正的不能再正的正道。他看起来虽然不善争斗，但龙精虎猛，底子极厚，又有法器在手。那邪祟肯定不是这位水神的对手，想来也是那水神专心正道，不问世事，才给了邪祟机会。如今那邪祟狗胆包天，竟然敢淹了水神的庙宇金身，彻底将水神惹怒。我们且看着便是，要不了多久就会出结果了。江燕燕得到了温言下血本的赐福，此刻手持金简，猛得一塌糊涂。那邪祟夺了王雪琪遗骨，滔天怨气、阴邪力量，统统都没了作用。被江燕燕拎着金简一顿猛砸之后，那怨气便渐渐消散，最后被一剪砸到了脑门上，只听一声惨叫，一个身上缭绕着香火之气的男人被硬生生的砸出了遗骨。王雪琪的身躯转瞬便化作一具白骨，跌落在水中。江燕燕一看到那身上缭绕着香火气的男人，顿时想到了温言叮嘱过他的话，他底气一壮，大喝一声：“哪里来的邪肆，过来受死！”江燕燕大步上前，拎着金简就是两击，将那男人身上的香火气都快打散，让其倒在水中奄奄一息的时候，他才走上前，一把拎着对方没入水中，消失不见。他没入水中，拎着男人顺水而下，速度飞快，回到了肉身所在之地。他从水中浮出来，站在水面上，将那已经有些半透明的男人丢在岸上。温哥，就是他，之前那边的水神夺了那位姐姐的遗骨养怨气，他肯定不愿意交出来。温言看着地上躺着的男人，说他像阿飘吧，又没什么阴气，还能白天出现；说他像别的吧，一时有说不上来这是什么东西。老谢，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我也看不出来。倒是一旁的风瑶看到这男人的样子，面色微变，他立刻打开笔记本电脑，飞速的寻找一份资料。很快，屏幕上就显现出一个男人的资料，果然是他。我就说看起来这么眼熟，你认识这家伙？温言一惊，还真是人死后所化的阿飘，不确定是不是他，但他这张脸还有他显化出来的这身衣服，的确就是这个人。风瑶将笔记本转向了温言，让温言看到上面的照片。他叫何长风，曾经是南武郡小有名气的富商，但是后来遇到了诡异，被诡异害了性命，死后尸身也有些问题，有一口怨气不散，要诈尸的意思。他的尸身当时就是在德城殡仪馆烧的，用的豪华炉，用豪华炉消过毒了，怎么还有这些问题？温言有些疑惑。可你也知道的，这豪华炉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现在的流程也不是一开始就完善的，现在的很多标准程序，那也都是经历过事情之后才一步步添加弥补的。这个何长风死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标准程序，那时候的标准程序都是豪华炉彻底烧成灰就完事了，一切流程其实跟正常的火葬流程一样，烧完了之后骨灰会交给家属，让他们自行处理。然后呢？温言不用问就知道，肯定是出事了。风瑶叹了口气，然后就出事了。他生前挺有钱的，那时候做外贸，后来又投资地产。他死的那年，当年的长丰公司刚刚进入起飞的风口，后来能一飞冲天，成为现在的长丰集团，很多大的战略方向都是他那个时候定下的。他这人吧，结婚的时候很穷，觉得亏待了媳妇，后来就玩命的赚钱，夫妻俩也恩爱的很。至少我这能得到的信息，这家伙有钱了之后，应该也没时间去找别的女人。他死后，他夫人痛不欲生，就把他的骨灰带走，用他的骨灰做成了钻石。但后来就出事了，还是我们烈阳部的人发现他夫人精神恍惚，险些出意外，然后拿走了他夫人天天戴着的钻石首饰，将其销毁了之后撒入大海里。自这件事之后，只要是经过豪华炉火化的遗体，统统都是走海葬的流程。他这样子，
还有身上穿着的衣服，就是跟当年死的时候一模一样，极大概率就是他了。温言瞥了一眼地上萎靡不振、已经半透明的何长风，原来骨灰做钻石的事就是他来着。看来你们当年并没有处理干净啊。那都是10年前的事情了，前面几十年都是微弱的灵气复苏，恢复速度极慢，顶多就是让一些东西多了灵性。就算是有了阿飘，那也非常容易处理。弱点的阿飘，但凡身强体壮的都能无视他们。要是厉害点的阿飘，来上一个排的壮汉，汇聚到一起的阳气都能震死他。要是不行，那就一个连，煞气重一点的，什么装备都不用，直接就能镇压。那时候哪有现在这么麻烦，也远没有现在的人这么厉害。就秦坤这实力，要是放到10年前，那可能真的是哪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他过去一巴掌就能解决了。那时候烈阳部处理很多事情也都是第一次，大家谁见过呀，都没经验，经验都是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就算是3山5岳的人，那个年代有真传的道长们，可能真遇到问题了，都得回去翻书，说不定古老的典籍里会有类似的东西，有解决的办法。要不然为什么现在3山5岳的地位这么高，人家祖上一代代留下的底蕴实在是厚。你别扯远了，这个是什么情况？你别问我，我也不清楚，后面还得去长风集团找他们那位女老板问问。现在这情况肯定是当年收拢的骨灰并没有全部处理干净，肯定是有遗漏的部分，而且这家伙肯定是赶上了灵气复苏加速的风口，才会有现在这样的机会。风瑶看着地上的何长风，忍不住多说了2句。你说这人到底是运气好呢，还是运气差？说他运气好吧，他刚开始赚大钱了，人死了；说他运气差吧，这家伙活着赶上了风口，让长风集团成了风口的猪；死了之后呢，又正巧赶上了风口，到现在还没死透。温言听了风瑶的吐槽，都忍不住点了点头。这人运气的确不错。长风集团他当然也听过，现在已经是南武郡赫赫有名的大集团。这家集团的掌舵人眼光极好，10年前的时候房地产萎靡着呢，他们就敢在那个时候下场。当时他们以外人看来孤注一掷的姿态，以当时不算低的价格拍下了不少地。大家都以为何长风死了，公司的人就开始瞎搞了。没想到第2年禹州的房价就开始了节节攀升。长风集团前1年花大价钱拍下的地，到了第2年就成了血赚，第3年就是大血赚。搞房地产搞了6年之后，他们拍地的数量就开始了直线下滑，又开始跨界投资了互联网行业。当时大家又以为他们的老板娘瞎搞，没想到过了2年又起飞了。他们投的就是现在的短视频背后的公司，而且是最大的那个平台的大股东。等到他们地消化的差不多了，房地产也开始萎靡不振了。闲钱多了，这些年投的杂七杂八的东西一大堆，只不过绝大多数都是实业，这2年才开始稍稍拿出点钱，投了游戏行业。据说这也是长风集团的太子投着玩的。烈阳部虽然是实权部门，权柄极大，但要是没有绝对的必要去盘问一个有几十万员工的大集团的大老板，恐怕也挺麻烦的。温言大概都清楚，这事要是没个强势领导出面，恐怕问都不太好问。按照现有资料来看，那位女老板这么多年都是孑然一身，她跟何长风那的确是有真感情在的，这事吧，8成跟那位女老板有直接关系。要是长风集团的现任掌舵人知道她老公还是有一丝希望重新归来，她恐怕不会放弃的。她不懂没关系，但她手里的钱可以帮她懂。温言念头一转，就知道这是牵扯出来的，恐怕有点大了。这事不是你能插手的，得让蔡部长来，我们今天就是来看热闹的。你说的对，我什么都不知道。风瑶扣上笔记本电脑，不准备掺和这事。看着地上已经半透明的何长风，温言再看了看江艳艳。江艳艳画出的金身、大脑壳、小眼睛，倒不是丑，而是透着一种纯真，傻乎乎的，还挺可爱的。就这派头，唬住人是肯定没什么问题的。越看温言越是觉得，这不正好吗？艳艳，有个事，正好请你帮忙去问一下。我有个朋友，姓吴，他儿子之前在西江边溺水，人虽然救了回来，但灵魂缺损了一部分。你能不能去给问问那边的水神，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温言拿出手机，打开地图，给江艳艳指了指是哪一段水域。江艳艳挠了挠头，那段不是我的地盘，我倒是能过去，但是过去之后可能就没现在这么厉害了，那边水神未必会理我。艳艳，你得支棱起来啊！你现在是画出金身的状态，直接金身过去，我看谁敢不给你面子。整个西江水系混乱成这个鬼样子，我就不信了。那段也不是什么重要地段，还能出来个跟你现在一样厉害的。不是我看不起西江这片的水神，西江连4毒都算不上，真正厉害的角色，现在要么没苏醒，要么肯定不会为难你。你尽管去，要是也是个邪四，直接朝死里打就行了。有什么事，烈阳部的蔡部长替你扛着，放心。江艳艳挺直了腰板，重重点了点头。那行，我去问问。江艳艳没入水中，消失不见。温言看着江艳艳离去，他伸出手摸了摸江艳艳肉身的大脑壳。你还别说，手感是真好，江豚可真可爱。嘿，干姨还说让他离水远点，他不去招惹北边的大佬不得了。咱得拉拢下本地的水系，就算退1万步，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去北方的时候，万一真招惹到了那2位大佬，咱打不过，难道还不能跑吗？跑到南武郡了，甭管西江水系的位格是不是比得上北方的大江大河，那2位总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让大河改到南下，就为了来锤死他吧。要是不带大江大河，只是本体来，那咱们西江水系的本地水神可就站起来说话了。反正先跟江艳艳搞好关系，起码不用害怕以后在南武郡被淹死了。让江艳艳先去招摇过市，不，是配合烈阳部宣扬一下，怎么当一个合格的水神，当一个兢兢业业干活不出错的好水神会有什么好处。江艳艳的确没想那么多，胡奶奶让她听温言的话，她听温言的话，不但不用担心死得老惨了，还得到了正式的承认，还有嘉奖，
那他当然要听温言的话。温言只是请他去打听一下，又不是什么特别为难的事情，他当然也照办了。只是江嫣嫣自己都不知道，他画出金身，手持金剪，从西江河里逆向而上，会把沿途各段水神吓成什么样子。整个西江从古至今，正经得到过朝廷敕封，也得到过祖庭符诏的水神，包括已经被褫夺位分的在内，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如今西江里主流和各个支流里所有的水神，其实都算是地方性很强的野寺，野寺还勉强算是个不好不坏的词，可若是有需要，那换成邪寺也没什么压力。这些水神都跟之前的江嫣嫣一样，顶多是因为有人祭祀，所以有一丝水神的力量在身，哪里见过正儿八经的河神金身。感受到江嫣嫣一路逆行而上，一个个吓得跟鹌鹑似的，有些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过什么坏事，有些都开始琢磨着是不是去烈阳部自首算了。江嫣嫣一路逆行而上，来到了温言说的那一段，稍稍感应了一下，就找到了本地水神。他深入江底，敲了敲江底的一块石头。你好，是本地水神吗？我有些事情想要请教一下你。那石头原地一滚，化作一只龟壳都有半米宽的老龟。老龟趴在江底，闭着眼，瑟瑟发抖。上神见谅，小妖不是本地水神，小妖只是活得久了些，有一点点水神威能在身而已。我有个事情问问你，前些年有个姓吴的小孩落入水中，后来被救起了，他灵魂在水中缺损，你知道是谁干的不？上神饶命啊，这是真的跟小妖没关系啊，小妖在这里生活多年，从未害过人啊，上次这里沉船还是小妖去救的人。那个孩子我记得，但真不是我干的，当时缠在他脚上的烂渔网还是我去给咬着扯下来的，他当时都快被淹死了，是他自己有神意，濒死的时候自己燃烧掉了一部分灵魂，保住了命。后来还有人在河边祭祀，我都没敢冒头。这话说出去谁信啊？要是被烈阳部知道，保不齐先把我拉出去炖了。啊，没人问过你？江嫣嫣有些意外，烈阳部的人倒是来例行问过，但是我没敢说我知道。上神可不知道那烈阳部凶猛残暴，我若是说我知道，必定被带出去盘问，要是带出去可就回不来了。我听说烈阳部的人凶残成性，什么都吃。上神可别以为我瞎说，我可是亲眼见过的。以前河两岸还有美女蛇，现在都被杀绝种了。要说那美女蛇里有凶残害人的，但是也有没害过人的，现在都死完了，太可怕了。老龟一股脑的一通输出，反正就是甩锅。要是烈阳部的人来，他还敢什么都不说，还敢隐瞒一点。可江嫣嫣画出金身，手持金剪，这气势实在是吓人，是他的直属顶头上司级别，他就不敢隐瞒了，老老实实的知道什么说什么。江嫣嫣面带不愉，盯着老龟。要说烈阳部里好人少，他还是相信的，可要说烈阳部里全是凶残的坏人，他可不信。他温哥好像都是烈阳部聘请的专家，这老龟这么一竿子打死所有人，看起来就有些狡猾。眼看老龟还在输出，江嫣嫣自己也判断不出来，就伸手一抓，抓住老龟的龟壳，一路在水中飞速前行。不多时，回到岸边，单手拎着老龟，将它丢上岸。温哥，这就是那段的水神，他有些不老实，我觉得他在诓我，我给他带来了。温哥，你问吧。温言眼中带着一丝惊讶，好大一只龟呀，而且看起来好像还不是国宝动物。老龟被江嫣嫣一路带回来，早就晕头转向了，他可从来没试过能在水里速度这么快。此刻一落地，率先看到的就是躺在一边已经半透快要消散的何长风。在感受到何长风身上的香火气息之后，老龟的心里就是哇凉哇凉的。一个快死的水神，上神竟然跟烈阳部是一伙的，他们竟然真的敢直接打死一个水神。再想到自己也不是国一，更不是国二，甚至连三友都不是，老龟的心里哇凉哇凉的。他一抬头，就像是看到了一口大锅已经被烧上了水，就等着他下锅了。自己说吧，别让我浪费口水再问一遍。温言板着脸，一听江嫣嫣这么纯真的孩子都说着老龟不老实，那还给什么好脸色？老龟被吓得够呛，四肢都不敢伸出来了，哆哆嗦嗦的哀嚎。大人啊，这真的不关我事，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真不认识这个人。温言一听这话，就知道肯定有内情，慢慢说，从头说，敢隐瞒一个字，当场就把你打死。那孩子快被淹死的时候，我还没有开智，那时候我就是想，怎么，你还想吃人？没有，我那时候没开智啊，我哪懂这些，就知道每天都吃不饱。然后我凑过去之后，那孩子的一部分灵魂就给我了，帮我开智。我懵懵懂懂就扯掉了烂渔网，把他推上了水面。后来烈阳部的人来问过，我哪敢说知道这事，就说不知道。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哪有本事吞掉人灵魂啊，更没有本事扯掉人灵魂的一部分，还能让人活着。小妖是真不知道。温言面沉似水，给江嫣嫣使了个眼色。江嫣嫣可没那么多心眼，一听老龟说的话跟刚才说的不一样，顿时气坏了。刚才就觉得这老龟不老实，果然不老实。他拎着金剪上去，就是一剪砸到老龟的脑袋上。老龟一缩脖子，金剪砸到龟壳上，就见密密麻麻的裂纹浮现，龟壳都险些被一击敲碎了。别，饶命，这些是真的，再敢隐瞒，下一剪就要了你的命。老龟瑟瑟发抖，眼看江嫣嫣再次举起金剪，立刻知道再不说实话就真死定了。被金身河神一剪打死，那就真的没地方说理了。这个人我见过一次，有人开坛给了祭祀，说他们知道是我吞了那孩子的一部分灵魂开智。他们问我，那孩子丢的是哪部分灵魂？我要是说了，每年都会有祭祀，他们还找了律师定下契约，绝对不会泄露，这消息是我说的。我要是不说，他们就要把我捞出来打杀了，跟打杀那些美女蛇一样。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只能说了。温言眉头一蹙，看了看地上的何长风，怎么就牵扯上何长风了？还牵扯到能定契约的律师？江嫣嫣说的真对，
这老龟嘴里就没一句实话。你说那个律师是不是叫诸葛婉君？老龟忽然瞪大了眼睛，无力地趴在地上，放弃了抵抗。人家连这个都知道了，他最后一点侥幸也没了。是叫这个名字？温言拿出电话，当场给诸葛婉君打了个电话。喂，婉君，问你个事。禹州，诸葛婉君在家休假，他要沉淀一些日子，老老实实安生一段时间。他没有去端州现场，但他人脉广，多少还是知道点内情的，知道扶余山竟然有一个飞将，带着2伏师、8个百战黑毛将出现。说实话，别看人不多，就这么10来个大将，但若是突袭，直接端了南武军烈阳部的驻地，应该难度不是特别大。15分钟之内快进快出，根本不给拓跋武神出手的机会。当然，一般有这能力的人也不会这么干，那代表着不死不休，逃到天涯海角都得被弄死。至少诸葛婉君知道，南武军烈阳部除了那位强到断层的拓跋武神之外，是再也拿不出这般强的力量的。那个贾墨志成死的毫无悬念，虽然不知道怎么死的，不知道太多细节，可有一个细节，诸葛婉君却是知道的，那就是杀贾墨志成的时候，飞将压根没出过手。飞将就是来给撑个场子，然后事就办完了。这才是诸葛婉君觉得可怕的地方。而且他以前听其他人说的多了，其实他多少也觉得扶余山没落至此算是废了，但一出手就是飞将带队，人家山门里总不可能再没什么力量守着吧，总不可能最强的人都出门，留下一堆老弱病残吧。老话还是说得好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且更别说骆驼还没瘦死呢。他还琢磨着什么时候去德城一趟，他电话响了，一看是温言的私人电话，他立马秒接。温先生，您这终于舍得给我打个电话了，我都等了好几天了。啊，您说，尽管问，没什么不合适的，您是我第一优先级客户，我得先维护着您的利益。我想想，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您稍等，我看看啊。诸葛婉君眉头一蹙，拿出一台网卡都给拆了的笔记本电脑，他搜索了一下他经手有参与的各种案子，但是找了找之后，却什么匹配的案子都没找到。然后他思索了一下，在另外一个文件夹里翻了翻，继续在电话里回话。我这边的确没有我直接参与的案子，要是我直接参与过，我肯定能想起来。不过你说这个是一份标准的保密协议，我就想起来，我最初成为律师的时候不懂事，有人出高价买律师契约，3份都是保密协议，我那时候特别缺钱，就卖了3份。当时我也觉得，就算我在场签订保密契约，那我也是不知道需要保密的内容，就按照对方的要求拟定了3份。按照我这里的记录，我当时陆陆续续感觉到，那3份协议都已经被使用了，其中1份使用的时间跟你说的时间重合，大致内容只要双方按照约定去完成需要做的事情，那双方都应该针对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和身份进行保密。违约代价，你等一下。电话里温言叫停了下来，你直接告诉我这么详细，不违反什么规矩吧？诸葛婉君展颜一笑，不违反，因为不是我现场签的，坏处是这事我是完全不可控的，对方用来干什么我完全不清楚，弄不好会牵连到我。那时候不懂事，理解的不透彻，踩了坑。但当时我留个心眼，没去现场签，只卖契约。好处就是我所有知道的事情都没有义务为其保密，因为无论是谁签，双方是谁都不是我的客户。那就好，你继续吧。违约代价是失去因为这件事儿得到的所有好处，并没有明确的指代，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好的，谢谢了。你那边这几天没人找你麻烦吧？那倒是没有，只有2位烈阳部的外勤来找我问了问话，别的就没什么了。你要是有任何事情，随时可以打我电话，我这个手机号24小时不关机的。诸葛婉君说得很客气，他当然知道烈阳部第一优先级任务代表着什么意思，意思是但凡有必要，他被关到死都是有可能的。别扯什么有的没的，能这么优先级的任务，必要的时候进入战时状态都是有可能的。而这一次的事情，他当然知道，只要向着最坏的方向发展，什么温情脉脉都是不存在的，一切可用的手段到时候都会用，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手段。他现在还能待在家里吹空调，不是走大运了，也不是他站队站得好，是因为温言这人没过河拆桥，还真的帮他说了话，他才能只被问话。一般人甚至烈娘都觉得他站队帮忙，跟人家帮他说话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实际上他自己最是清楚，这里面真没多大的必然联系。别说没签订契约，就算是签订了契约，只是踩着刚刚满足条件做，和真的把这事记心里了，好好做，那也是天差地别。他一直谨记一件事，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所以他得记温言一个超大的人情。而这一次他帮忙拦下的那些妖魔鬼怪，也会记他一个大人情。他是最血赚的那一个，哪怕欠温言一个超大人情，那赚的还是他。所以现在温言主动找他咨询事情，他就拿出了做案子的劲头。温言没有说，他稍稍一琢磨，大概也知道这后面牵扯到很重要的事情，必要的准备还是得做的。他在通讯录了翻了翻，翻到一个电话拨了出去，响了3声之后，他就挂了电话。等了3分钟之后，一个显示他没听过的地名的陌生电话打了进来，低沉又有些沙哑的声音传出：喂，婉君啊，有什么事？孟叔，买个情报，你报个价。你说，我当时卖给孟叔的那3份契约里，第2份卖给了谁？哼，婉君，你不会是忘了规矩吧？越过中间人是大忌。孟叔，你觉得我是不懂规矩的人吗？婉君说得很平静，对面沉默了一下。那份契约牵连到你了？是，孟叔，你是知道我的，我不得不提早做准备了。我也并没有越过孟叔跟人做交易的意思。你也知道，我现在根本不需要做这种事，也不缺那点钱了。具体是给谁的，我其实也不清楚。找我来买的人给的金条，
应该也是一个中间人，最终的客户非常谨慎。当时我要不是看条件其实不苛刻，价给的也够高，我也不会介绍给你。没想到都过去好几年了，还是出事了。孟叔，这不怪你，交易就是交易，我既然选择了，那对应的风险自然一力承担。我当律师最是清楚，就没有的完全没有破绽的合约，我当时也自认为不会牵连到我。孟叔，帮我查一下那份契约最后流到了谁手里，要多少？对方沉默了一会儿，既然不是为了越过中间人，那就不算不合规矩，这是不太好追查。2条大黄鱼定金，后面是难度来看，多不退少补，有问题吗？没问题，就直接从我在您那存的数扣就行了。好，你等着，快则1天，慢则3天会有消息。挂了电话，诸葛婉君想了想，对里面喊了一声：“烈娘，晚上不用做饭了，我要出门一趟。”厨房里，烈娘探出脑袋，有些疑惑地问了句：“不是休假吗？有案子必须你处理？”“不是，是我得去一趟得成。”烈娘听了这话，欲言又止。诸葛婉君笑了笑，安慰道：“我还没混到只用坐在家里，什么都不用主动去干，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地步。放心吧，只是去看看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应该没什么事，但态度总得有。”温言挂了电话，扭头斜了一眼那老龟，老龟的小眼睛里带着一丝惊悚，心里暗暗猜测，不会这妖巧吧？温言已经懒得跟这个满嘴瞎话、张口就来的妖怪继续拉扯。疯妖，话说妖要是吃人或者吞人灵魂，一般怎么处置的？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要吃人？那当然是立即抓捕。吞人灵魂也是一样，立即抓捕，若遇反抗，就地格杀。疯妖说的没有丝毫犹豫，别看现在国1国2之类的东西弄得人尽皆知，野外几乎全是国宝动物，那是因为放到普通人层面，维持物种多样化是有利于大环境，野味也不是太安全。在猎羊部的角度来看，那也是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平稳，安抚住群妖，拉拢一部分，让整个妖类没法团结起来，这样好管理。但遇到吃人灵魂之类的事情，一般抓到了，经过正儿八经的审判，那也是铁板钉钉的死刑。一般这类妖都知道这些，所以遇到抓捕的时候都是困兽犹斗，抵死反抗，绝大部分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当场击毙。温言点了点头，表示明白。江燕燕一看这架势，立刻举着金剪就要落下，温言伸出手拦着他，表情认真。之前开玩笑归开玩笑，但现在你不要管。你刚刚得到承认和嘉奖，你现在是妖类楷模，也是南武郡水神的楷模，你不要沾染妖类的鲜血，至少今天不行。你在旁边看着就好。温哥，江燕燕嘴唇抖了一下，眼泪都险些掉下来。你叫我哥，那我就得护着你，我不能让人在这个时候找到借口。温言自己手握着纯君剪，走到老龟身前。我把话给你说明白，省得你说我不教猪，咱们也走个程序意思一下。你签的契约，我知道上面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教你个好，说瞎话水平不高的时候，最好呢别说瞎话。你说你见过何长风，你怎么见的？说漏嘴了吧？你既然说你说的是实话，那么为何不见你违反契约，没遭到反噬呢？你还是没敢违反契约，怕失去你因为这是得到的好处。现在给你机会，可以跑了。老龟本来还死死的捏着最后一点点侥幸，但是听到温言点出来他的谎话，把契约内容都点出来了，被温言一提醒，他缩在龟壳里的四肢立刻就本能的伸了出来，转身就跑。可是他一回头就看到站在水面上的江燕燕，再一回头想要在陆地上跑的时候，温言已经手持纯君剪一跃而起，周身阳气骤然爆发，纯君剪上八面四刃，一枚枚符文浮现。温言手持大剪一击落下，便似大日坠落，裹挟千钧之力，不束手就擒就算了，竟然还敢逃跑。一击落下，老龟的眼神骤然变得锐利，他张口一吐，一道水剑如同镜石，裹挟着破空声与温言的大剪碰撞到一起，水剑被一击敲碎，化作漫天水花。温言咧嘴一笑，旁边的风瑶已经举着手机将那一幕拍了下来。重罪嫌疑妖负隅顽抗，按律就地格杀。温言一言不发，手持纯君剪，这些日子苦练的烈阳拳几乎已经练到本能了，不过脑子都能练出来，而且不会变形。他战斗经验少，但没关系，一力降十会就行了。这纯君剪在手，他也能明显感觉到跟烈阳拳非常配，就适合大开大合的战斗方式。他如今激发烈阳，能激发的阳气，能承受的阳气远远比之前多得多。而他手里的纯君剪也不知道是什么做的，上面的符箓是什么意思，能承载的阳气也多到离谱。他最大限度的加持，纯君剪竟然还有种游刃有余的感觉。他以烈阳拳的战法踏步前行，每一步整个人的气势都像是攀升了一截。3步之后，脑海中的旭日绽放出光华，让他的气势骤然攀升。那还想逃命的老龟忽然人立而起，四只利爪变长，半米宽龟壳也随之扩大，转瞬便仿若一只1米5高的大龟。他的利爪足有3寸长，嘴巴里也开始长出了尖锐的利齿，整个龟的形态也从一个两颊带着红斑的巴西龟转化成狰狞的恶龟形态。那可怜巴巴的小眼睛里也多了些许残暴的戾气。不让我活，我就先宰了你们。话音刚落下，便见温言手持大剪，如同乾坤附体，大步冲来，裹挟着一往无前的锐利气势，大剪如枪，转瞬便直接点在了大龟腹部的龟壳上。砰的一声闷响，一道白色的气浪扩散开，大龟四肢着地，向后滑行了7、8米远。再次抬头，就见温言手持大剪猛地砸下。落下的瞬间，那大剪在他眼中便仿若化作一轮大日，裹挟着不可阻挡的骇人气势，强压下他的战意。砰的一声闷响，大龟的脑壳挨了重重一击，他头上浮现出的坚硬厚皮对于这种钝击也毫无作用，一击他就两眼发晕，晃晃悠悠的快要倒下。温言可不会给他机会，他战斗经验少，那就听大师兄的话，只要出手了，那就朝死里打，别犹豫。
砰砰砰的闷响，如同惊雷般炸响，连续4、5击之后，大龟口鼻之中鲜血溢出，眼睛已经没了神。他倒在地上，脖子软趴趴的耷拉下来，彻底没了声息。温言后退几步，没有贸然靠近，现在就等着吧。退到原来的位置，温言散去纯军锏上的力量，将其收起。旁边的江燕燕瞪大着小眼睛，看得目瞪口呆。记住了，以后要是遇到需要下死手的，那就别犹豫，一定要记着，朝死里打。记住了，记住了。江燕燕连连点头，她心惊肉跳，着实没想到他温哥是真敢一言不合就下死手。他到现在其实还只是觉得那老龟特别不老实的阶段，还没想明白后面的。风瑶收起手机，自己看了一遍视频，没什么问题。尤其是最后这老龟卸去了伪装，凶恶之气一出来，那就彻底稳了。接下来呢？温言问了句，他还真不太清楚后面的程序。先等等，会有人来处理的，我先跟部长打个电话。水鬼领域所在的那片地方，洪水已经退去，一群人在泥里寻找王雪琪的遗骨。这一次很快就寻找到了，做法事的道长例行走了点程序，将王雪琪的遗骨请入棺材里，这事就算是结束了。后面的事情那就是烈阳部的事了。这边刚结束，蔡启东就接到了风瑶的电话，将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蔡启东一听长风集团，脑壳就又开始疼了。上一任南武军的部长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呀？怎么留下这么多烂摊子？此地本来的水神竟然是早就死了的何长风，又跟德城附近的一个水神多少牵扯上了点关系，又是契约，又是龟妖害人。死了吗？算了，打死了活该，真是胆大妄为。一个入侵物种竟然都敢打人灵魂的主意，随便吧。你拍下视频了是吧？那就行，写个简略报告就行了。这龟妖就是那的水神？什么水神？哪来的水神？就是个被不怀好意的不法人士，邪肆的恶妖而已。注意用词，死个也似也好，死个恶妖也罢，蔡启东都不是太关注。风瑶的视频发过来，他只是扫了2眼，看到那龟妖从一个宠物龟化作的恶龟的那一刻，他就没看后面的，因为没有必要看了。一个恶龟是怎么出现在西江里？是怎么化妖？是怎么被祭拜的？被谁祭拜的？这里面的问题太多了。真以为现在的普通民众跟100年前一样好糊弄啊？就现在信息传播的速度，只要有一点点蛛丝马迹，被一个人揪住了，这种也似水神立马就会翻车。蔡启东头疼的是怎么跟长风集团的老总谈一谈。要是有类似噬魂兽的事情，烈阳部就拥有绝对的权限，必要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做。可若是寻常时，一位南武郡纳税超级大户，手下几十万人跟着吃饭，辐射开影响到的起码有几百万人。那他这个部长也不能随意做什么，像什么请到局子里盘问之类的事情，肯定就不能随便做。要是事情能平平稳稳的解决，自然是最好的。目前来看，最大的可能是那位女老总想要复活她老公，这也不是太难理解。要是有钱有人，还有机会异地而处，蔡启东觉得自己也会这么干。只是这个过程怎么做，影响是什么，那就需要烈阳部管了。要是人家真的做到了，而且没有伤害其他人，烈阳部的确不太好插手。就像是贾墨之城曾经纯粹靠着自己的能力燃烧自己的寿命，凭空复活一个人几秒钟，这是吧？只要没伤害到别人，烈阳部其实真没法管，因为烈阳部里都没有相关规定不准复活。虽然目前已知的跟复活有关的事情都没什么好结果。前2年的时候，欧罗巴那边就有一个家伙，职业是圣骑士，据说圣骑士进阶到顶级之后能从墓地里将人复活，所以那边就有一个财团的掌舵人被忽悠到了，给了各种资源帮助这位圣骑士进阶。越是掌握庞大财富，身居高位，那自然是越不甘心就这么死了，有这么一丝希望就会给投资，反正失败了也不会伤筋动骨。但没想到那个所谓圣骑士耗费了大量资源，最后在一个小镇里搞出来了一桩惨案。那家伙压根就不是什么圣骑士，而是另外的职业。他献祭了那里大量的生灵，完成了他的转职，留下一地烂摊子，拍拍屁股跑路，到现在都还没抓到。相比神州之外执着于复活，神州内执着于长生的倒是更多一些。要不是变成僵尸，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算是没有神智的野兽，不少人可能都会想要变成僵尸。至少目前为止，的确没听说过有僵尸寿终正寝的。要是不介意已经死了，那僵尸的确算长生了。至于其他的能延寿的方法倒是挺多，长生的一个都没有。至少那种大家印象里的逍遥长生，目前是根本不存在的。蔡启东有些头疼，这些麻烦事怎么就这么多？他来到南武郡其实就没打算活着离开，但他也的确没想到噬魂兽的事情这么快就基本解决了。按照烈阳部目前的检测，噬魂兽那庞大的身形越来越小，而且在黑暗之中越沉越深，整个巨兽也都像是彻底瘫了一样，一动不动。估计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彻底歼了。但就算是这个案子结了，他蔡启东起码也得在南武郡干3年。这3年里，南武郡烈阳部就还是由他执掌，一应破事全部都得他来拿主意。看了看这里乱糟糟的情况，一群烈阳部的人还在讨论方才见到的金身水神。那道长眼看尘埃落定，为了表示不是小道无能，实在是对方太过于离谱，给烈阳部的人可着劲的吹，把烈阳部的外勤听得一愣一愣，不停的倒吸冷气。蔡启东揉了揉额头，让司机开着车离开，剩下的事他就不管了。他以温言那边的事为借口，先行闪人。而另一边，温言闲着无聊，看着倒在地上4脚朝天的大龟，心里面一阵痒痒。他卸下了临时能力赐福，换上了另外一个分身。因为江燕燕出现了2临时能力，一个赐福他已经试过了，他还想试试分身是什么效果。既然是试验，肯定不能拿江燕燕当小白鼠，这个大龟就比较合适了。换上之后，他伸出手指激活分身，指尖便多了一点指甲盖大小赤金色火焰，
他屈指一弹，那一点点小火苗飘飘忽忽落到大龟身上，顿时像是点燃了汽油。呼的一声，整个大龟都被火焰包裹。刚才还像是彻底死透，江燕燕都说他连呼吸心跳都没有的大龟，忽然就扑腾着四肢，嘴里发出凄厉的惨叫。江燕燕眼中带着震惊，脑壳都被敲得凹陷下去，鼻孔嘴巴里都在流出鲜血，整个脑子都像是被钝器震散的家伙，竟然真的没死。今天他算是长见识了，难怪他温哥都不去靠近，还专门叮嘱他一定要朝死里打。看看，这就是现场教学了。赤金色的火焰包裹着大龟，大龟身上一缕缕白气溢出，被火焰卷动着不断灼烧。大龟的叫声愈发绝望。那是什么？温哥，那是他作为水神的神性。温言点了点头。哦，原来这就是灼烧神性，予以惩戒的意思啊。但火焰灼烧了不过2分钟，就再也不见袅袅白气出现，大龟也停止了惨叫。这一次是真的彻底死了。火焰渐渐缩小，阵阵肉香味才随之飘散开来。温言走上前，看到那缩小到指甲盖大小的火焰里，还有一颗小米粒大小的东西在火焰里翻滚着。他伸出手接回了火焰，掌心里就多了一粒像是金粒的东西。小米粒大小的东西竟然能让他感觉到重量。他翻来覆去的感受了一下，也没感觉出来这是什么。尝试着以烈阳加持，烈阳竟然都没法加持，这是极其少数不能被烈阳加持的东西。燕燕，你认识这个东西吗？不认识。你能感觉到对你有用吗？感觉不出来，上面什么感觉都没有。温言有些意外，这是焚身火焰灼烧神性后练出来的东西，江燕燕这个河神竟然都感觉不出来。而且这个焚身的效果实在是有些离谱了吧，只是惩戒2分钟就将一个水神给烧死了，神性都被练出来了。风瑶，你认识吗？不认识。那你查一下，什么东西像是黄金，明明很小，感觉上去很重。风瑶欲言又止，心说你真当烈阳部什么都知道啊？他还是打开笔记本找了找，不出意料的一无所获，什么记载都没找到。他在自己的包包里翻了翻，翻出一个小证物袋，交给温言，装起来吧，不然这么小，一转眼就容易丢了。温言刚将那颗小米粒装好，揣兜里，蔡启东的车就到了。一下车，看着地上四脚朝天的大龟，嗅着空气中弥漫的肉香味，蔡启东忍不住道：宰了就算了，这种入侵物种就算是想吃也拉回去炖了呀，现场就烤了，也太心急了吧。部长，你误会了，真不是，是这家伙有一丝水神的力量在身，根本敲不死，所以才试一试别的方法。温言一脸纯真，蔡启东一看到温言这表情，就忍不住后退了2步。算了算了，这个我不管了，害人恶妖，竟敢袭击我烈阳部专案组专家，以邪肆之身，竟敢袭击神州官方承认的河神，实在是死有余辜，你们自己看着处理掉吧。江燕燕眨了眨小眼睛，心说没袭击他，但是他看了看温言，什么都没说，也就闭上嘴，什么也别说了。心里琢磨着，难怪胡奶奶说烈阳部的人，尤其是当部长的，心都黑着呢，小心被卖了还帮着数钱。难怪我温哥都不愿意正式加入烈阳部，这烈阳部的领导心可真黑啊。他小心翼翼地挪了挪身子，挪到温言身后。蔡启东没理会那大龟，而是看着倒在地上已经半透明，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彻底消散的何长风。他仔细辨认了一下，眉头紧皱，还真是他，这家伙的画像现在都还挂在长风集团的总部里，我上次去参观见到过。温言一脸纯真，也不说话。风瑶面色严肃，像是在沉思什么问题，也不说话。蔡启东想了想，露出笑容，走上前拉着温言的手臂。温言啊，你想不想赚大钱？部长，我工资够我花了，都花不完。温言心中警铃大作，立刻拉开了距离。那你以后要是找对象，要结婚了，不得买房啊，那可是一笔大钱。我帮人做了点事情，人家帮送了我一套别墅，那地方也不是什么好地方，哪有正经人在那里安家的？部长，你忘了我是殡仪馆的员工，天天推开窗户就是阴宅，多膈应啊。话不能这么说，那里不是阴宅，只是住着几个人挺好的阿飘而已。咱们烈阳部的规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部长，你这话说的不应该有歧视阿飘的嫌疑。蔡启东被噎了一下，心说温言这小王八蛋成长得可真快，话一套一套的堵我。第一次见的时候，眼睛里还有没被社会污染的清澈感，人还挺拘谨的。没想到啊，这才多久啊，就跟个老油条似的，知道要派活了，推三阻四的。可惜温言不是正式加入烈阳部的外勤，还是额外聘请的专案组成员，连借调都算不上，他当然不能硬给安排个活。当然了，想让人办事，还把事给办好了，就不能硬逼着来。行吧，我就直说了，我这有个想法，我先说说，你自己琢磨琢磨。你呢，把这个何长风带走，就当我没见到过他。你自己悄悄收起来的，报告上，这人已经消散了。后面呢，要是长风集团的人联系你，你就自己看着办。我目标太大了，烈阳部的目标也太大了，要是直接去长风集团问询，会引起很多麻烦。最主要的，总部那边有不少瓜皮盯着我，眼看噬魂兽的事算是解决了，就想给我上眼药。我不想引来额外的麻烦，所以你呢，目标小，你不是还认识禹州的人吗？到时候这个中间你能从长风集团捞多少劳务费，那就是你个人的本事。反正这事我是不知道的，我只要弄清楚这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就行。另外，有人刻意挟祀侵占水神之位，这也是绝对不允许的。这里面的水有点深，不太好大张旗鼓的来。现在承认了一个河神，你这一招就非常妙。正好你是全程参与的，这事你来做最合适不过，不会有人怀疑。蔡启东试图忽悠温言，温言瞪大着眼睛，震惊地看着蔡启东。他犹豫了一下，低声问了句：部长，何故将我当瓜皮啊？这话说的，我什么时候？部长，起码你得画个饼吧，饼都不画，就
就想让我去做事，过分了吧？蔡启东深吸一口气，算了，不跟这孩子计较，小小年纪怎么老是瞎说大实话？只要能获取到信息，不用全部信息，只要能有进展，我可以做主，让扶余山今年来南武郡的孤儿院里挑人，而且第一个挑3遍，挑到的孩子，后面到成年之前，所有的生活费都由我们出，而且只要是上学的，上完大学之前的所有学杂费、住宿费、生活费也都由我们出。南武郡烈阳部接下来3年的演武，扶余山都可以有5个名额，大江不占名额。之所以3年，是因为我下一届未必会在南武郡继续干。眼看温言不为所动，蔡启东一咬牙，又补了一句：几个月之后的罗天大教，除了固定席位之外，滨海郡应该没有扶余山的名额了吧？南武郡可以给出2个名额给扶余山，这足够诚意了吧？温言眨了眨眼睛，眼睛里透着清澈。他压根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他懂个屁的够不够诚意？但他却已经能感觉到，这事一定是非常非常麻烦，牵扯很大。否则的话，蔡启东不至于在这跟他扯半天。蔡部长，你等一下，我得先问问。温言快步来到张老西这边，拉着张老西询问了一下相关的事情，然后他才知道这是对于扶余山的影响有多大。扶余山招人，最近100年其实一直都是收养扶余山附近的孤儿，能被抛弃的孩子多少都有些问题，就算先天没有疾病在身，天赋其实也都不好。结果就是扶余山年轻1辈里，40岁以下就一个秦坤能拿得出手，而其他大山大派招收弟子，有的直接就是富家子弟，有的则是去孤儿院里领养，挑选的自然都是天赋更好的。扶余山没落之后，这个挑弟子哪怕在滨海郡都轮不得扶余山排在最前面，扶余山其实也不争这个。太师叔祖向来是觉得收养孩子这事本意就是这个收养，若是本末倒置就有违初心了，所以对这事吧一直挺佛系的。但要说不想要一些有天资的年轻后辈，那是不可能的。太师叔祖天天想着后辈里出几个有出息的，能在他100年之后扛得起扶余山大旗的弟子。而收养吧，扶余山也不是多富裕的山头，就算是想要养也养不起太多。到现在秦坤的收入每年都会有不少，专门送到扶余山，太师叔祖不要都不行。而演武，张老西不是特别清楚，他没参加过罗天大教，他更是两眼一抹黑，他连去会场的资格都没。反正蔡启东给开出这条件，肯定是下血本了。温言有些犹豫，蔡启东这人是真的坏，上来就掐他死穴，眼看给钱不行，就立刻换了个路径。他拿出电话给秦坤拨了个电话，又询问了一下秦坤相关的事情。秦坤长吁短叹，他知道的比张老西知道的还多，自然知道扶余山的情况，何止青黄不接，等最上面那一代的老道士们后面相继羽化，那就是青黄都没了。温言没跟秦坤说蔡启东的条件，他心里是已经有想法了。甘姨都亲自来了一趟，说是替小僵尸撑腰的，实际上温言清楚就是来给他撑场子，来护住他的。太师叔祖连他的面都没见到，就给了烈阳拳，什么能学就随便学之类的说辞，也就张老西对太师叔祖太过信任，才会信这种信口胡诌的话。要是真随便学，为什么网上一个字都找不到？要是只是打探点情报就能换回来这么多好处，温言起码是愿意试一试的。他回到蔡启东身边，低声道：蔡部长，咱们都自己人，我就明人不说暗话了。探查情报这事吧，我可以试试，你也放心，我肯定不会出工不出力，但能查到什么地步，那就不是我能打包票的了。而且你现在开的这个条件不够，还得加，所有条件再加一个档次，这是我权限下的极限了，不能再多了。蔡启东眼睛都没眨，直接给提了一个档次。温言轻吸一口气，草率了，还是让这老家伙套路了。我说的不是这个，那你说，我要一个跟我一样的专案组成员的名额，每月有固定补助的那种。你养的那只不知道是鸟还是猫的家伙，这事你找风瑶就行，不是这个，是另外一个人。这不行，这名额可不是随便给的，纯吃空饷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蔡启东立刻摇头，我就这么说，10年未必能用到一次，用到一次，你发20年补助都是血赚，行就行，不行就拉倒。蔡启东眼光一闪，立刻回忆之前1个月的所有的事情，想要寻找到蛛丝马迹。稍稍倒推，他就找到了跟温言有关，目前还没确定的一件事，一个高手。他露出领导的笑容，点着头拍了拍温言的肩膀。你看你这话说的，既然是你推荐的，那我肯定相信你的眼光，这事回头你找风瑶办就行了。蔡启东满面笑容，背着手哼着曲，乐呵呵的走了。温言觉得他肯定被这老家伙套路了，虽然以他对蔡启东的了解，他大概率是真拿到不小好处了，可还是被蔡启东套路了。因为蔡启东肯定觉得他付出的代价非常值。温言现在是真心觉得还是得多学习，千万不能停下来，不但要学习知识，还得了解别的东西，不然的话别人给开个价，他竟然都没法评估这个价到底算下血本了还是忽悠他。眼看温言望着蔡启东的背影，好半天都没说话，江妍妍凑了过来，小声逼逼：温哥，这人看起来不像好人，要不要等他哪天路过水面的时候，我偷偷请他喝西江水？温言轻轻拍了拍江妍妍的大脑壳，又好气又好笑：别逗，你以为蔡部长真的是普通人啊？看着只是个很弱的普通人啊。江妍妍有些意外，就是因为你去看都觉得很弱，那才更厉害。温言翻了个白眼：普通人？别逗了。温言虽然没听说过蔡部长的战绩，甚至烈阳部的资料库里也没有记载，但谁会觉得一个步入中老年阶段，按理说都开始缺钙的普通人，能从2楼跳下来，然后毫无停顿，再3两步跨越10几米距离，随手一拳打碎汽车玻璃，把一个100多斤的人如同拎着个小鸡仔一样非常丝滑地拎出来。那时候温言是真没觉得这有多厉害，可是自己练拳，尤其是已经将烈阳拳第1阶段练完了之后，
回头再看当初那一幕，才会发出感叹：卧槽，整个过程真是太丝滑了。尤其是将一个人从车窗里拎出来，没有丝毫停滞，还没有额外再伤到伤者，这丝滑程度，仿佛一切本就应该是这样，应该到根本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不只是他，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的。这才是温言觉得恐怖的地方，一切都是那么和谐，搞破坏的时候都是如此。这种境界就比秦坤高了。秦坤干架的时候，只要是眼睛不瞎的人都能看出来，秦坤气势如龙，如同下山猛虎，暴烈凶猛，骇人至极。秦坤也给温言讲过练拳、练武、练拳，刚猛霸道，所向披靡，如同古时候的冲锋大将，这其实是一种风格。按照另外一个流派的说法，这也算是一种境界。练武境界高的高手，一举一动都仿佛跟周围的世界融为一体，充斥着一种和谐的气场，做什么都不会给人突兀的感觉。这种高手动起手来，那也是看似没有什么威胁，要是不够强的人，他们的身体本能都不会察觉到那种不和谐，也就是危险。据说灵气复苏初期，还有以纯肉身气血练武的武者，最顶尖的大师，只是刚开始灵气复苏就已经再次突破。走和谐一道的大师出手过一次，把一个妖人打死了，那妖人都没察觉到自己死了，心脏都停止跳动几分钟了，那妖人才渐渐失去意识。这是因为早期的时候，练武就是各山各派为了应对末法不得已的备用方案，练武上很多东西都受到了极大影响。就如同这种武道境界的说法，多少就有些道门天人合一的说法影响。说实话，温言听说这些故事的时候，跟张老西的看法一样，那就是吹牛逼吹得太狠了，他都觉得是经过春秋笔法美化过。直到后来自己练拳多少有些感悟的时候，才忽然惊觉，原来我早就见过高手。当时这种感觉生出的瞬间，温言那一丁点自满也就瞬间消散了，遇到事就自己上去干架的想法也就随之消失。我还是太弱了，除非遇到弱鸡，或者是能被我阳气碾压的，否则还是能别动手，尽量别动手。燕燕啊，记住了，千万别飘了，你还不到飘起来的时候。温言语重心长的劝了两句，要是之前江燕燕肯定说不出这种话，小年轻很明显有点飘了。你还记得胡奶奶的孙子不？记得，那家伙就是有点飘了，被打断了一条腿，后来听说又被打断了一条，很显然是被打断一条腿不够。你觉得他的腿是谁打断的？胡奶奶。江燕燕有点不太确定。哎，对了，除了胡奶奶，谁打断他两条腿？胡奶奶还会乐呵呵的。江燕燕讷讷不敢说话。你要是飘了，你叫我生哥，那就别怪我狠心，也打断你两条腿，让你清醒点。可是我没腿啊。江燕燕说着，精神就散去，意识也回到了肉身里。那就打掉你尾巴。江燕燕看温言说的认真，就老老实实的点了点头。他尾巴被打断了，那可比腿断了还难受。等你什么时候能跟南武郡的拓跋武神过过招了，那你再想着要不要猖狂点的事。你看人家拓跋武神都这么厉害了，名气这么大，还不是照样很低调，继续天天练武。你才刚得到承认，你现在就是出头鸟，不知道多少人盯着你呢。枪打出头鸟，你没听说过吗？你可千万记住了，做人不能飘了，起码你现在还没飘的资格，记住了没？记住了。江燕燕乖巧的点头，她还是知道好歹的，知道温言是真心为她好。她可不像胡奶奶的孙子，有叛逆期。有叛逆期的妖，没人护着，没人引导，走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连改的机会都不会有。她是运气不错，开始的时候就遇到个好人，教了她不少东西，教了她生存之道，还让她保持着心地纯良。后来又遇到了妖里的大佬，再后来又遇到了温言，后两者甚至三者都是看在她心地纯良的份上才会护她。温言是真希望小江豚不要学坏了，有了对比，他才会特别讨厌那头恶龟。妖和妖的差别比人和人的差别还要大。回头给你弄个电话，防水的。不用。一旁的风瑶摇了摇头，他是得到正式承认的河神，就算没符照，在河边立一座庙，配个庙祝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到时候有事让他找庙祝打电话，那也行，这事我来安排就行了，很简单。温言点了点头，最后叮嘱了江燕燕一句：最近你不要冒头，低调点。哦。眼看温言要走，江燕燕还有些不舍。温哥，我能去找你不？以后再说，最近老实点。江燕燕依依不舍地游到江中，沉入水中，消失不见。温言瞥了一眼地面，半透明的何长风消散到现在都还没真的消散。想到刚才那只脑浆子应该都被震晕的恶龟都没那么容易死，何长风估计也是一样，因为有一丝神性在，一直吊着命。何长风还没有肉身，那么这一丝神性的吊命效果可能会更好。老西，帮忙收一下。张老西在随身的布包里翻了翻，翻出一块玉石，将何长风收入玉石里，再以符箓将其包住封好，交给了温言。他知道蔡启东要干什么，何长风出现在这，别看貌似知道的人不多，温言只是回想了一下当时的情况，心里就明白，只要是想知道的人肯定会知道。以他的身份来探查消息，来接触，的确会比烈阳部的人方便得多，甚至会更顺畅一点。不过在这之前还是得做做准备。温言先给陪土狗打了个电话，本来就是约好的，今天来这边看完热闹之后，就先带着陪土狗过去看看，然后再接家里的老人小孩过去。哪想到最后烈阳部出了一个大乌龙，胡奶奶一个电话打到他这里，就把他给架里面了，想不管都不可能。现在水鬼的事情算是解决了，遗骨找到了，水神也放人了，走完了程序，那剩下的事情让专业人士跟进一下就行，没什么难度了。王雪琪本人也不是那种怨念深重的厉鬼，随便找个比水平比张老西低一个档次的，基本都能给做法事。不过这个倒是不急，按照烈阳部的程序，出了这么多事，王雪琪的遗骨肯定也没那么快被处理，该走的程序，该排除的风险肯定也是要做的。温言自己也挺赞同这种程序，谁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知道的坑，等人人去踩。喂，老哥，
你带儿子出院了吗？哦，行，我现在就过去，你带点换洗的衣服就行。老人念旧，没关系，老人家什么不舍得丢下的都带上，没事。你不用管，我这边给约了搬家公司。挂了电话，温言跟张老西准备出发，风瑶想要走，被温言一把拉住。你别急啊，你现在去忙什么？你是去给处理那边的烂摊子，还是跟着我去处理点很轻松的小事？你这边可没什么小事。风瑶警惕得很。蔡部长答应我了，这边给安排个人挂个专案组成员的名额，你跟我去处理下，这事对你来说都算是休假了吧？真的？就这？真的？你打电话问蔡部长？风瑶还真的当场给蔡部长打了个电话，确认了一遍。确认了之后，风瑶有些惊疑不定，蔡部长刚才跟温言谈的什么，竟然下这么大血本，竟然能让温言安排个人吃补助。不过确认了这事，他也就不急着走了。相比之下，跟温言去办这些事，的确算是非常轻松，堪比休假。另一边那一摊子乱糟糟的情况，才是让他头大。江老龟搬上张老西的车，张老西开着车一路来到端州二院。温言这边也没麻烦风瑶，他自己联系的搬家公司也是别人介绍的，比较靠谱的那种。到了医院，陪土狗已经差不多给小孩办完出院手续。贾金凤抱着孩子在大厅里等着，陪土狗还在窗口处忙活着。温言这时候才忽然发现，小屁孩连个婴儿车都没有，几乎全程都是靠人抱着。他想了想，走上前：“嫂子，我来抱着吧，你歇一会儿。”“没事，我不累，我来吧，这些天嫂子是辛苦了。”温言接过小屁孩，小家伙还是睡得香甜，大厅里这么嘈杂的环境都能毫无影响。这才几天时间过去，小家伙的气色明显好了不少，小脸都有些肥嘟嘟的感觉了。温言伸出一根手指，轻轻给小家伙加持了点阳气，嘿嘿一笑，这小王八蛋可真可爱。温言抱着小孩叫了车，跟着一起去陪土狗的住处。家里有个闺女，看起来10来岁，看起来就是个乖乖女，见到生人很是拘谨。还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正坐在阳台上的椅子上，闭着眼睛晒太阳。一番介绍，老太太看着温言，仔细打量，最后点了点头。这是要麻烦小温了。大娘，你这么说就客气了。大娘您这要不要看着点？看看什么是要带走的？没什么要带的，租的房子，家具都是房东的，只要带着我这把椅子就行了。好嘞，您什么都不用管。搬家公司的人来搬东西，温言抱着沉睡的小屁孩跟老太太聊天。有些事还是得提前跟老太太通通气，省得过去了之后别吓到了老太太。但是温言没想到的是，这老太太可比陪土狗这个老实人虎多了，经历也相当传奇。当年参加过战争，还作为地下工作者深入过敌方探查情报。最后一次因为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身份暴露，送出去情报之后就抱着干死一个是不赔，干死2个是血赚的想法，没有向外跑，反而悄悄潜入到敌方情报组织的大本营里。而当时敌方哪想到过会这样，派出去了大量人手出去抓捕，他们那大本营里反而防守松懈了，被老太太潜入进去，把当时的情报头子给抹了脖子，就跟杀鸡似的，抹了脖子会扑腾一下，按住翅膀，没2下就老实了。这是原话。老太太跟温言聊得开心，吹得开心，顺手就从兜里抽出来一根点上了。陪土狗看到这一幕，连忙凑过来：“妈，大夫都说了，让你以后别抽烟，你怎么又？我都不抽烟带锅子了，抽点没劲的都不行。孩子还在呢，好不容易才出院，就你屁事多。”老太太瞪了陪土狗一眼，却还是顺手掐灭了烟。老太太跟温言吹牛侃大山，吹得正开心呢。要是往日里，老太太倒是也很少说这些，跟自己家里人吹嘘，家里人估计也不爱听了。跟外人吧，老太太也不会说。温言是儿子的亲爹，还是个没听过这些故事的。聊得开心之后，老太太就忍不住了。温言瞥了一眼在老娘面前畏畏缩缩的陪土狗，他大概明白了陪土狗为什么这么老实了。有个这么凶悍，手底下捏着好几条人命的老娘，陪土狗成长的过程中想走歪路，怕是都有些难。估计陪土狗小时候那些能带坏他的小孩还没靠近，就会被家长揪回去了。陪土狗老老实实的退下，温言继续跟老太太聊，他有些疑惑，就直接问出来了：“大娘，我听说咱们神州现在对您这种老兵待遇挺好的呀。当年他爹家里成分不好，我嫁了他爹。我年轻的时候性子太倔，又经历了一些事，最后工作也就没了，就回家种地去了。现在不是也挺好的？”老太太没细说，温言也没继续问，就凭聊的这一会儿，温言都能看出来，老太太年轻的时候那肯定是相当有个性。他以前也曾跟一些老人聊过，大概也知道老太太轻描淡写说出来的话，在那个时候，在其家里人看来，恐怕都算得上是大逆不道了。搬家结束，一群人坐上车，一路直奔德城而去。到了小院门口，温言抱着小屁孩下车，刚才还一直睡着的小屁孩，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睛，纯净的大眼睛瞪得大大的，就这么看着温言，也不哭也不闹。看什么看？咋地？第一次见到你爹？小屁孩挥舞着小手，抓住温言的衣服不撒手，身体还在襁褓里咕涌着，试图挣脱出来。老实点，一会儿给你喂饭。也不知道是不是听懂了这话，小屁孩就老实了下来，就这么瞪大着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温言。温言带着陪土狗一家子进入房内。大娘，你先选，看你想住哪个房间。这里有前院后院，院子虽然不大，但还是能种点东西的。能种菜不？我听说现在有些地方不让种菜。您尽管种，觉得地方不够了，我就在旁边，我那个院子您也随便种。那就行，不然闲下来总是不得劲。老太太自己选了1楼的一间房，老人不想爬楼梯。这时陪土狗凑了过来，温言，这是不是太好了点？这租下来得不少钱吧？没事，你们尽管住，不是租的，不要租金。只是几天的时间，这里缺的家具家电一应东西，各种检修都被吴庭生给解决了。
这家伙根本不给温言拒绝的机会，房都给了，就不差这点家具家电，主打的就是一个事既然办了，那就给办得漂漂亮亮，让人绝对的满意。就那些家具家电用的都比温言自己家里的还要好，而且这里给装的也不是那种金碧辉煌的样式，至少看起来是那种很舒服，外表不花里胡哨，实际上用料很下血本。裴土狗倒是有些局促，他之前干建筑的，当然知道这一套得多少钱，反正肯定不是他能买得起的。就算是不要租金，每个月物业水电等等也是不小的开销。老哥，你尽管住，我这是帮别人忙，人家送的，你什么都不用管。而且这地方其实并不是很好，后面你肯定能听到各种传言，反正先凑合住吧。至于物业水电什么的，你都不用管。你先带着老太太适应一下，后面我再给你介绍工作。你那有1寸照吗？先给我几张，还有你的银行卡号什么的都给我写下来。有的，我给你拿。温言带上了1寸照，抱着小屁孩离开，先带小屁孩认门。来到自家小院，温言将小屁孩抱起来，拖着他的脑袋，让他看到这里。看清楚了吗？这就是你爹的家，先认清楚了。小屁孩瞪大着眼睛，嘴巴微微张着，一脸的茫然。温言也不管这个小的小屁孩能不能听懂，迈步进入房内。进去就看到沙发上的雀猫玩手机，看得入迷，小僵尸趴在茶几上呼呼大睡。察觉到温言回来了，小僵尸立刻睁开眼睛就要扑到温言怀里，但半途看到温言怀里抱着个小屁孩，立刻一个原地下坠，落在了地上。小僵尸一脸疑惑，伸长了脖子想要看清楚。温言坐到沙发上，一屁股将雀猫给撅到一边，他将小屁孩凑到小僵尸面前，这是我儿子，以后都是一家人，懂吗？小僵尸凑到小屁孩面前，吸了吸鼻子，五官都快皱到一起了。怎么了？雀猫在旁边伸出个脑袋，猫脸上满是嫌弃。你儿子拉裤裆了。温言手忙脚乱，想要给换个尿不湿，都给解开了，才发现他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想了想，又手忙脚乱的给包起来，又给送到陪土狗那，交给了贾金凤。看着对方非常娴熟的给小孩清理屁屁，擦干之后给换了尿不湿，然后又用手背试了试冲泡好的奶粉温度，抱着小屁孩给喂奶。温言暗叹一声，养个小屁孩可真麻烦，让他一个人带，他恐怕是真的带不了。小孩子的身子骨太软了，软到他拖着都有种一个不小心都会伤到小屁孩的感觉。也就是这个小王八蛋命硬，气色越来越好，不知道是魂兽拆解下来的磁条，是不是陆续都换到这小家伙身上了。反正按照医院的说法，小家伙恢复速度非常快，身子骨越来越壮，能吃能喝能拉，一天一个样，让人看着就欢喜。儿科那群医生护士就喜欢这种孩子，小屁孩又不会说自己哪不舒服，看病的时候那叫一个麻烦，一个个整天累得跟狗似的。最好都像这个小屁孩一样，能吃能喝能拉，恢复极快，然后麻溜的出院。温言跟老太太又聊了几句，给交代了一下一些安全事项，炉灶或者洗澡什么的，剩下的就让他们自己适应吧。他回到家里，张老西和风瑶已经一人一把椅子在那泡茶。来，风瑶，先把正事办了。雀猫，过来拍个照。雀猫一听这话，耳朵瞬间支棱了起来，他站在茶几上，猫脸严肃的像是准备抓老鼠，眼睛睁大点，瞳孔放大点，看起来好看。不，这样看起来威武点。雀猫绷着脸，像是拉屎的时候在用力。风瑶给拍了张照片，几人一看都忍不住不忍直视，照片真像是隔壁家的傻猫。雀猫自己看了却觉得满意的很，很威武，一看就很凶。风瑶打开笔记本，噼里啪啦的填资料，给雀猫一个腰类编制，只不过他这个编制更像是每个月花点钱养着，让你别搞事情。风瑶在资料里写的都是毫无特异、毫无战力的类型，每天伙食费标准给高了一个档次，给到了100，给了身份，顺便还给办了银行卡，开了账户。要是雀猫在猎阳部里，那这个伙食费标准就是相当的高了，顿顿大鱼大肉都够了。可要是不在猎阳部折成现钱，那就是一天100。雀猫乐得眉开眼笑，嚷嚷着今天请大家吃饭。等办好了雀猫的事，温言将陪土狗的1寸照给了风瑶2张。咦，就是这个老哥？就是他。温言也没解释，风瑶也没问，反正蔡部长应下了，他照办就行，他又不用背锅。温言看着风瑶给安排上，资料里什么都没写，就写个名字，写上银行卡号，1寸照留着后面做证件用。温言这也不是薅猎阳部的羊毛，平白给陪土狗捞好处，他跟蔡启东说的那可是真的大实话。但凡能用上一次，的确是给10年补助，都是血赚。开始的时候，温言还以为是陪土狗跟人干了一架，打赢了才把人吊在路灯上的。后来听雀猫说起，才明白是他严重低估了陪土狗，那不是干了一架，而是一面倒的碾压，一个照面就随手把一个职业者吊死了。而会在半途做这种事，那就证明大煞星陪土狗其实也是有自己的灵智，会自己做出选择，不是那种机械的只会选定特定目标，完成特定一件事的机器。这差别就很大了。职业者的能力可都是会进阶的，陪土狗现在都还不知道自己有能力，看起来似乎触发条件不是太稳定，但以后就未必了。为了那个耍了所有人的小王八蛋儿子，他也算是煞费苦心。做完这些事，温言瘫在沙发上，盘算了一下现在要做的事情，收了人家好处，那就不能不做事，收钱不办事这种事他是干不出来，太败人品了。吴庭生的事现在有了头绪，可以继续往下做了。8成呢，吴庭生家的事情跟何长风也有关系。何长风这边呢，也联系到禹州的长风集团，答应了蔡部长，那长风集团那边肯定也是要接触，但不能主动去接触，得等着对方主动来接触他，后面的事情才会好办一点。温言在院中打了几遍烈阳拳，热了热身，就叫了一桌子菜送到陪土狗家里，再自己开火煮个汤圆，就算是开灶了。吃完饭后，风瑶准备走的时候，又被温言拉住。你又拉着我干什么？
做正事啊，有什么成效了，你给蔡部长汇报啊。关我什么事？你当时在场，还跟着我来了，那就关你的事了。我吹嘘蔡部长未必信，你如实汇报的，那他肯定会相信我的确尽心尽力了。风瑶呲着牙，这会儿才明白温言在这等着他呢，难怪拉着他一起来。张老西在旁边乐呵呵的看热闹，心说风瑶你可真天真，温言会好心的拉着你，让你休假，想什么好事呢？当时好奇心重的多嘴问了一句，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现在不找你找谁？温言拉着风瑶一起去了吴庭生的宅子。这位大老板整天闲得很，几乎已经到了不管事的阶段，整天就窝在德城，哪也不去。事情有进展了，那当然得给金主说一声。吴庭生早就知道温言回来了，那栋新宅子也有人住进去了。本来他还想去道贺，但发现没来什么宾客，他也就没去碍眼。如今温言主动来了，他就一如既往的热情，拉着温言就往里面走。事情有些进展，有好有坏，我这边来给你说一声。您说。吴庭生有些紧张，患得患失，想要知道进展是什么，又怕是更坏的情况。你儿子缺损的那部分灵魂肯定是找不回来了，时间太久了。他是被一个恶妖害的，那恶妖已经被我就地正法，但有些进展则是我差不多推测到你儿子身上多出来的那一部分灵魂是谁的。整体来说应该算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现在我有点想法，想要尝试下，看看你的意思。这是要做什么？吴庭生手都紧张的攥紧了，但跟着他就道，我其实也不太懂，一切就看你的意思，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试试能不能将他身上多出来的那一部分灵魂引出来。按照我的推测，若是成功了，他就可能变成之前的样子，但好处是他有可能可以补全自己缺失的灵魂，是有可能恢复正常，这就相当于一次比较危险的手术。毕竟你应该也能理解，有关灵魂的事情都很危险，看你怎么选择了。若是不做会怎么样？不做他暂时应该会维持原样，但以后会怎么样，那谁也不知道。吴庭生一言不发，沉吟了良久。若是试了，我家仔是不是会开心点？按照我目前掌握的信息，若是成功了，他的确有可能可以做出有灵魂的话，那就做吧。吴庭生站起身，对着温言行了一礼。生死有命，我想我家仔也宁愿拼死一搏，也不愿意余生都维持着现在这样。温先生放手做，无论任何结果我都可以接受，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尽力。温言很多话都没说出口，吴庭生就很敞亮的把话说完了，那他也就没什么犹豫的了。不过在这之前还是有个事情要先确认一下。您说现在还没找到我说的那些东西是吧？是真没有，我家的家具现在都用的速生林的木材，连材料都没有超过5年的。那你们家那段时间有没有新添的钻石、宝石之类的东西？钻石？吴庭生一怔，这我还真不清楚，我去问问我老婆。他去给打了电话，很快他就来到一间房里，取出来一个首饰盒。首饰盒里乱七八糟的一大堆各种首饰，他又去一个抽屉里拿出来一堆发票、单据什么的东西，对照着挑选了半天，跳出来10几件首饰摆在桌子上。这些都是那段时间买的。再没了吗？没了，我老婆不会将同一件首饰戴超过3个月。看着桌子上的10几件戒指、耳环、手链、项链，他伸出手一一触碰，最后挑选出来一个钻石项链。他触摸上去的时候，能清晰地感觉到一丝奇特的力量，一如何长风给他的感觉一样，像是阿飘又不是阿飘的感觉。这个东西在哪买的？经过谁的手？有记录吗？有。吴庭生拿出发票、证书、小票，温言将其递给风瑶，风瑶一言不发，打开笔记本就开始追查。只是几分钟，风瑶就停了下来，看向温言：你尽管说这是跟吴老板有关，他是正主，查到了，是一家连锁珠宝店里卖出去的，有记录，东西的照片也能对上，看起来没任何问题。但是卖项链的那个柜员在卖了这个东西之后，不到10天就移民了，只能知道他去了，后续查不到，资金往来也没有什么问题。此话一出，大家就都懂了，有些事就是这样，不需要最直接的证据。吴庭生沉着脸，拳头都硬了。好了，现在差不多确定了，可以开始了，我需要一间空房间。好。吴庭生给安排房间。到了房间，张老西先出手，在房屋4方上下都贴了符箓，防止魂体逸散走失，再将吴庭生的儿子带来，让风瑶和吴庭生都在外面等着。温言取出包裹，拿出那块玉石，让张老西将何长风放出来。之前听吴庭生说起，他儿子忽然之间知道了不少别的地方的事情，仔细对照了一下，跟何长风的轨迹倒是挺契合的。再加上老龟的事、水鬼领域的事，还有烈阳部曾经已经处理过一颗钻石的事了，如今有问题的钻石都对上了，温言就基本确定极大概率跟何长风有关。半透明的何长风跌落在地上，他神情呆滞，一副快要消散却就是消散不了的架势。而烈阳部当年处理那颗钻石的事也是有严格的程序的，不但有录像，还有记录，各方面都非常完善，可以非常确定当年烈阳部发现的那颗有问题的钻石肯定是被处理得干干净净。那现在还有何长风，温言就知道何长风肯定不止一个。吴庭生的儿子小吴神情茫然地坐在那里发呆，看到忽然出现的何长风之后，眼神就多了一丝变化。温言伸出一根手指，指尖浮现出一朵赤金色的火焰，缓缓地靠近地上的何长风。自己出来还是让我动手？你自己选吧，我动手了那就没后悔余地了。眼看小吴眼神有了点变化，却还是一动不动。温言的手指直接加速，带着火焰直接戳到何长风半透明的身体里。呼的一声，火焰燃起，火焰旋转着灼烧，一缕缕神性显化出的白气飘出，地上的何长风开始逐渐消散。小吴站起身，伸出手探入火中，他的身上也随之燃起了赤金色的火焰。
火焰之中，小吴的眼神骤然变得空洞，他的身后魂体在火焰里浮现，他的灵魂眉毛往上的部分都已经消失，脑壳都不见了，脑子的位置只有一个泛着一丝奇异光芒的脑子虚影驻扎在那里。伴随着火焰灼烧，丝丝白气没入其中，脑子虚影也被火焰灼烧着，跌落了下来，落入到何长风的虚影里。这时候，小吴的灵魂也回到了他的身体里，火焰自行从他身上退去，连他的头发都没烧到。地上眼神空洞的何长风，眼睛里也开始多了一丝光彩，他茫然的表情也化作了痛苦的挣扎。再烧下去，他就真死了。张老西在旁边适时的提醒了一句。温言收了火焰，顺势收回了手，手中再次多了一颗小米粒大小的精力。难怪那老龟打死都不敢说，他到底吞了小吴哪部分灵魂？他敢说出来，一样是就地格杀的结局。吞了小吴的智慧，才有了后面的成就，还被别人知道了，签下了保密契约。他只要敢说，反噬一来，他扛不住就会变回一只愚蠢的恶龟，指不定哪天就被人炖了。面对温言不断逼迫，当然是拼死一搏，最坏的结果也只是被人当场击杀，总比失了治好。这些野妖一向是把灵智看得比命都重要。温言没理会地上明显已经有些神智的何长风，他来到小吴身边，点在他的眉心，给他加持了阳气。看着眼神已经变得呆滞，表情还有些痴傻的小吴，轻声安慰：有不属于你的灵魂在，你永远都画不出有灵魂的画，也永远都补不了你的灵魂。我想站在你的角度上，若是你自己能选择，你肯定也会选择这样吧。走，我带你去画画。小吴听到画画这两个字，眼神才有了点焦距，他任由温言牵着他走出房间。而后面张老西也是一言不发，直接以玉石将何长风收了起来，重新加了3层符箓封好。温言拉着小吴，伸手制止了要说话的吴庭生，一路带着小吴来到画室。小吴茫然痴傻的眼神就立刻多了些鲜活，不用温言说，他就自己走到桌前，熟络的研磨，不骄不躁。研好了之后，他就立刻动笔，笔锋落下，水平比之上一次见还要差了好几个档次，简直就是小孩子的涂鸦。他画出一个小人牵着另外一个小人从大片的黑暗里走出来，很简单，小孩子涂鸦水平的画，意思却表达得非常清楚。小吴看着这幅水平跌落到谷底的画作，反而咧着嘴笑得非常开心。他拿着画纸，眼中带着一丝期待，拿到温言面前，双手递给了温言。送我的。小吴傻傻的点了点头，依然笑得非常开心。好，我收下了，谢谢你。温言郑重的收起这幅涂鸦，他都可以清晰的感觉到上面最真挚纯真的情感，这是小吴之前水平还不错的画里完全没有的东西。温言收起画，一抬头就收到了提示：画家灵魂绘画师转职中。灵魂的缺损，智慧的缺失，也并不影响一个少年最真挚最纯粹的情感。他只是不懂得如何表达，但他纯粹的灵魂却都散发着常人所没有的光芒。托你的福，让灵魂的定义已经不局限于一处，从未有过的新职业开始了衍生。而他终于画出了第一幅拥有灵魂的画。然而他并没有将第一份灵魂用来补全自己的灵魂，而是送给你，表达一份最真挚的谢意。建议不要辜负对方的好意，接受也是一种善意。灵识能力银镜。温言听人劝，放弃了将第一份拥有灵魂的画让小吴自己消化的想法，他郑重地收起了画，牵着小吴的手，带着他走出画室。吴庭生站在门口，看着自己儿子笑得这么开心，他又是哭又是笑。哪怕他也能看出来，他儿子的智商比之前还要低，但他现在已经觉得很满足了。他之前能感觉得到，他儿子很痛苦，不是因为智慧，而是画不出自己想要的东西，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他其实还有很多事想要问，可现在他不准备问清楚了，没有必要了，就这样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以后也一定会更好。幸不辱命，结果比预想的还要好得多，他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建议你要是给他找老师，不要抹杀他的个性，只需要教教他基本功就行了。吴庭生看着他儿子发自内心的笑容，自己在旁边笑着抹眼泪。等到安顿好小吴，他带着温言来到书房，一进来他就双手握着温言的手，神情异常认真。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虽然我对如今的情况已经非常满足，但我猜这后面肯定还有不少事，我就不问是什么事了。我只说一句，我打拼这么多年不算多顶尖，但我若是拼了身家，几百亿应该没什么难度。后面的这些事，你有任何需要搭把手的地方尽管说。我最开心的日子就是买下这片别墅区的地皮时，那时候有雄心壮志，有聪明伶俐的儿子，家庭幸福美满。我没什么别的本事，只有俩臭钱，认识一些靠钱结交的朋友。金钱与我如浮云，不要了就不要了，无所谓的。温生，你可千万不要跟我客气，我说认真的。吴庭生说的非常认真，两只手死死地握住温言的手，生怕温言以为他说客套话。温言其实并没有说得太明白，风瑶也没说得太明白，但吴庭生生意能做大，可不是简单的说一句会做生意能概括的。基本的察言观色、举一反三的本事，他还是有的。他知道能做到那些事，背后肯定是有大势力的，而无论是哪方面的，不外乎有权有钱。现在可能还要加一个拳头，够硬够大。很不巧的，他吴庭生别的没有，就是钱多。这些年他没有盲目扩张，生意看起来不温不火，一点冲劲都没有。但是他掌控的集团负债率远远低于同行，现金流从好些年开始就多到每年坐等贬值。就那点负债率，其实更多的也只是为了保持一些关系，算是固定成本。每年大把大把的给股东分红，股东们最后都觉得，要不你还是再搞点别的吧，就算是赔了，大家也能接受。然后吴庭生就成了投资人，这些年撒出去的钱不少，几乎99%都赔了，但股东里却没人在意，反而感谢吴庭生成立投资公司的时候带着他们一起玩。现在吴庭生这般佛系的经营，
大家也都觉得挺好，因为投的几百个项目都赔了，有2个赚了，一个是做无人机的，一个做电池的。尤其是做无人机的那个，最开始就是抱着撒币的心态支持大学生创业，全当是散财童子，在大学刷好感度，最后没想到一步步走来，10来年过去，不知不觉成了掉炸天的存在。仅算大概市值的话，这家公司里换算下来，吴庭生个人的那份估计都有个3、400亿，反正也没公开的财报，也没上市，也不是直接掌权人，知道的人也不多，要不然吴庭生也不会大片别墅只送不卖。这片别墅区因为民生等各方面的原因，一平还没楼房高，但一栋别墅加装修加家具加电什么的，一套下来没个2、300万也是肯定拿不下的。实际上装修钱比房子都贵，吴庭生也不在意这些，就图个我乐意。这里顶多算是零花钱，但现在他觉得身家也不重要，大不了就拿出来搏一搏的时候，那性质就变了。风瑶在旁边听得心惊肉跳，冷汗都冒出来了。这些人手里的钱可不仅仅是钱，运作的稍微不错点，撬动个20、30倍的资金跟玩一样简单，极限点100倍也不是不可能。而且吴庭生可是干实业的，所有的投资也全部都是投的实业，只要他想腾一手都不用公开喊，随便找个能吃下的，对方都会乐呵呵的给溢价，想要找人搭把手，立马就会收获到善意。也就是他当年遭受打击，没了举债滚雪球发展的冲劲，投资也能受得住前期不断投入，不在乎短时间内是不是赚钱，最后赔钱了也无所谓的态度，可是血亏了不少钱，这才在广撒网之后真捞到了金鱼，别人是真羡慕不来。风瑶可是知道牵扯到何长风，牵扯到长风集团的，他都险些忍不住开口了，最后看了看温言，还是忍住了。现在他知道为什么蔡部长只是听说了这些事之后下血本也要让温言来插手了，因为别人插手真的可能没用，尤其是不能让烈阳部直接插手，否则可能会有反效果。你能指望一个为了傻儿子连身家都不在意的富豪去放弃他儿子？这咋还没喝就多了？这要是让吴庭生知道，让吴庭生闹翻天，再加上长风集团甭管谁输谁赢这种问题，那绝对是字面意思上的闹翻天。温言都没敢让吴庭生看到何长风，当然是不想让事情闹大。他伸出另一只手拍了拍吴庭生的手，吴老板，你这话严重了，我说实话，我开始可能是收了好处不太好意思拒绝，但现在我是真挺喜欢小吴的。这世上魑魅魍魉太多了，自己都开始被污染的时候，那就越是喜欢小吴这样的。而且我收了小吴的礼物，多少钱都买不来的礼物，这就够了。温言举起小吴送他的那张涂鸦画，说得非常认真，非常真诚。这世上第一幅由从未有过的职业灵魂绘画师画出来的有灵魂的画，而且目前为止全世界仅此一幅，这的确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吴庭生看着温言的眼睛，大受触动，内心里波涛汹涌。他信温言说都是真的，他为他的儿子觉到高兴。温言没有看不起小吴，更没有同情可怜小吴，温言是真心觉得小吴很特别。吴庭生觉得自己的一双眼睛要是没瞎，那就绝对没看错，是不是客套？他耳朵要是没聋，也不可能听错。别叫吴老板了，太生分了，要是看得起我，肯给个面子就叫吴叔吧。吴叔，你这就太客气了。温言当然得给这个面子，人家都这么说了，他还能咋办？哎，好，好啊。吴庭生的心绪大起大落，不断起伏，他已经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了。他拉着温言，非要跟温言一起喝酒，从他的地下室里搬出来一箱一看就很贵的酒，让人做了一桌子菜。吃饭的时候，小吴也乐乐呵呵的乖乖吃饭，虽然此刻智商低了点，却也不用人喂，还知道了自己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整个人都变得鲜活。小吴吃饱饭就回去看动画片，然后看画册，再自己去画室练画。吴庭生自己却喝醉了，醉到不省人事。温言3人将吴庭生送到卧室，确认了他被家里照顾起居的阿姨照顾得很好，才放心离开。临走的时候，保姆还推出来一个小推车，说是吴庭生之前就交代好的，让温言临走的时候带回去，里面都是刚做好的饭菜，都在里面保温着。然后还有几瓶不一样的酒，说是吴庭生自己收藏的好酒，让温言带回去尝尝，看看哪个喝着顺口点。出了吴庭生的院子，风瑶都有些酸溜溜的道：我今天起码把我3个月的工资和奖金吃进肚子里了，你还不爽？张老西拍着肚子咧着嘴嘲笑：那倒没有，是太爽了。风瑶仰天长叹，糖衣炮弹实在是厉害，他实在是太大方了，人还特别贴心，别说温言了，我都快把持不住了。有一说一，吴叔的确会做人，知道留了我们在这吃饭，家里的人就得自己吃了，还提前给准备好了，怕我推辞，开始的时候也没说。这么多吃的我们都吃的差不多了，家里就个雀猫也肯定吃不完，那肯定是连带着陪土狗一家都给考虑到了。人家一个大老板考虑事情都能考虑到这么细的地方，难怪人家有钱。温言也感叹出声，有句话没说，那就是吴庭生不是最出头的那些资本家，恐怕也是因为他这人重感情，心不够狠，不够冷，不然的话这么多年过去，生几10个儿子，生意比现在再大10倍都很正常。他推着装满各种美食的保温小推车推到了陪土狗这，正好到了晚饭点，让他们趁热吃了，就说是这里的老板送的，算是给的乔迁贺礼。陪土狗实诚人真信了这话，还要先去当面感谢人家一下。温言说吴老板都喝醉了，他才作罢。温言再看了一眼小屁孩，小屁孩在床上睡得正香，嘴巴还一嘬一嘬，小鼻头轻轻一皱，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做梦。温言笑了笑，正准备走的时候，就看小屁孩睁开了眼睛，努力歪着头盯着温言拿在手里的那幅画，小嘴巴吧嗒吧嗒的不停，口水都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温言一惊，连忙伸出手将小屁孩的脑袋给扭过去。你这小家伙吃上倒是智商飙升，睡着觉都能发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准吃，也不准乱吃东西，记住了。小吴以后画出来有灵魂的画，
你也不准随便吃，你得有点长远目光。人家小吴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修补灵魂了，你把画里的灵魂都吃了，他怎么修补？不修补以后怎么画出更多有灵魂的画？你这是杀鸡取卵，杀鸡取卵懂吗？可惜小屁孩懂个屁呀，他就感觉到了好吃的，想吃，温言不给吃，然后他的本能就告诉他怎么处理了，他张着大嘴哇哇哇的哭了起来。听到哭声，贾金凤连忙走了上来，检查了一遍，尿了，没事，你不用管了。那嫂子你弄吧，我喝了点酒，身上味道有点大，我先回去了。去吧去吧，早点休息。温言临走的时候还是有些不放心，低声念叨了一句：我是嫩爹，不准乱吃东西，今天你爹就先给你上一课，哭也没用，不是想要什么东西哭就能给你的。似乎是听到温言的话，第一次感受到了做人没那么容易的小屁孩哭得更伤心了。温言走出院子，听着小屁孩穿透力极强的哭声，忽然就感觉到这片区域里立马多出了些活力，不再是往日那般死气沉沉。嘿，还挺好。他带着给雀猫带着的半只大虾，乐乐呵呵地往回走去。张老西回了隔壁那栋睡觉，风瑶也不愿意来温言这边借宿，也跟着张老西去了。温言自己回到家里，将大虾给雀猫加餐，再给小僵尸一个加持了阳气的番茄。然后他来到地下室，在阿伯的骨灰坛前给上一炷香。阿伯，来，先尝尝新买的香。自顾自地聊了几句，回到一楼客厅，温言还是觉得家里有点冷清，哪怕以前阿伯也从来不说话，但少了个就是少了个。还好傻儿子现在就住在旁边了，而且那一家子带傻孩子极好，陪土狗在，安全肯定也没什么问题。睡了，今天先睡个好觉，明天该上班了。洗了个澡，温言倒在床上就开始呼呼大睡。睡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僵尸也睡在旁边，抱着温言的一只手臂，却猫睡在床尾，脑袋架在温言的脚腕上，睡着了还打呼噜。整个别墅区北部也都渐渐的安静了下来。隔了2栋，陪土狗这栋露台上，老太太坐在她的摇椅上吹晚风，有些嫌弃的看了看手中的烟，还是觉得没烟带锅子有劲。陪土狗看向后排老赵的那栋，妈，那一栋是不是？是什么事？你爹当年一直葬在咱家院子后面，也没见你这么多事。陪土狗立刻不敢多嘴了，他其实也不在意，甚至还觉得有些缺点他才敢接受，目前这条件已经好得过分了，他只是没忍住多嘴问了句。老太太吹着晚风，抽完一根烟，叮嘱了一句：好好做事，踏踏实实做人，别学上面一辈的人，尤其是你那些叔伯还有你爹，无论做什么都得对得起良心。我明白。陪土狗老老实实的听训。我知道。老太太带着笑容，她对自家儿子非常满意，虽然有些过分老实，但起码没学坏，赚不赚钱她也不是很在意，有吃有喝，有个屋头挡风遮雨就行。我去看看文文准备的怎么样了，明天得送他去上学，新学校不知道他适应不。陪土狗下楼忙活去了。老太太看向老赵的宅子，她起身站在露台的边缘，目光向着那边扫了一眼。在窗边偷窥的五兄弟立马齐刷刷的缩回了脖子。好大杀气啊，肯定杀了不少人吧？温言带来的，怕什么？咦，就是啊，我们怕什么？就是老赵，看把你吓的，丢不丢人？一旁的老赵抱着手臂，拉长着驴脸看着五兄弟，这都能扯到他头上。半夜，吴庭生睡醒，起来喝了杯保姆晾在床头的白开水，来到其中一间满是监控画面的房间。他看着其中3个画面，那里监控的就是老赵那栋挂满黑窗帘的那栋。他坐在椅子上看着画面良久，神情有些恍惚。很少有人知道，那栋别墅里的贡品就是他安排的，甚至于那栋别墅仿若阴宅一样的布置也都是他安排的。他常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也是为了自己盯着，自己看着。当年他遇到一个满口科学道理的道长，那道长说此地的问题他解决不了，但是那栋之下连接着别的地方有神意，这里一定会时不时的出现阿飘。他儿子灵魂丢了一部分，他若是真想找回来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那便是他在这里守着，自己呼唤，自己作为引路灯。若是他儿子灵魂是丢了，那的确有一丝可能会因为他的呼唤，他在这里，他儿子的灵魂能自己从那栋别墅里走出来。当时那道长为了让他相信这是其实非常科学，给他扯了一大堆什么磁场啊，什么3维4维，什么量子力学之类的东西，试图让他理解。他自己也见过几个从里面走出来的阿飘，他也请人查过，那几个阿飘的确都是心里有惦记的事情，也有人惦念着他们。吴庭生自然是信了这种话，今天他才明白为什么等了这么多年，他儿子的灵魂却还没有走出来，因为那部分灵魂不是丢了，而是被害了。他看不到灵魂，却能看出来他儿子的变化，只是看到他儿子变得跟以前一样，他就知道他儿子身上的那部分别人的灵魂没有了。他信任温言，是因为他儿子这些年从来没对谁另眼相看过，唯独对温言第一次见面就搭话，还愿意听话，这一次更是主动送话。他儿子画的话都没给他送过。他伸出手关了监控，关上门，将其锁好。出来的时候碰到保姆询问，他想了想，明天我要回禹州，有些事情要处理下，有些人也要去走动下了，就有劳无一照看下这里了。好，保姆点了点头，应了下来。神州东北角雪山下的松林里，一位头发半白的老人驾着一辆马拉着的平板车行走在小路上。他拿出个老款的直板手机，看着上面的新信息，摸到刺猬，扎手，调子不够养伤。看完下面一段信息之后，老人眉头微蹙，这意思是查到了禹州长丰集团，牵扯到其老总，查不下去了，再查就会引起对方警觉，现在的价码不值得冒更大的风险，也没必要。老人叹了口气，嘿，婉君当年的不谨慎还真成了回旋镖，赚了这么多年砸到他身上了。他给诸葛婉君打了个电话，把这事说了一下。挂了电话之后，
他便随手将电话捏碎，丢入了小火炉里烧掉，然后轻轻挥动马鞭，驾！吐着白气的大马拉着马车开始加速，行出不过100多米，小道上便再也没了人影，人和马车都不知所踪。东北的针叶林下，只有沧桑的破锣嗓子吟唱的民谣还在这里回荡，却一个人影都看不到了。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那声音尚在林间回响的时候，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德城别墅区外面的小道上，沧桑的歌声在这里浮现。穿着大袄坐在平板车上挥舞着马鞭的老大爷停止了歌声，他环顾四周，感受着这里的温度。南方啊！他闭上眼睛，细细感应了一下，能让他都没反应过来，直接放弃了在那里的交易，直接跨越几千里出现在这里，那只有一种可能了。这里有世上独一无二的特别宝贝，才会吸引着他直接来到这里，而且绝对值得他一次跨越几千里来一趟。老大爷脱下身上的大袄，拿出一个新手机，完成了一下定位。嘿，德城，南武郡，这一次跑得可真够远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宝贝。他手脚利落地收起了大袄，换了一身短裤拖鞋，将衣服收进平板车上的一个箱子里。他来到那头大马身前，轻轻拍了拍大马的脖子：“老伙计，到南方了，入乡随俗，换换装喽。”随着老人的一只手轻轻拂过，大马飞速的缩小，化作一只四眼土狗，身后拉着的平板车也无声无息地化作一辆三轮车。老人将四眼土狗放到三轮车的车厢里，蹬着三轮车开始在附近游走了起来。等到他靠近到别墅区最外围的围栏时，他从腰间拿出一根烧火棍一样的东西，轻轻画了个圈，摇摇一指，前方的围墙便自行向着两边裂开，地面上出现了一条新的小道。他蹬着三轮车进入别墅区的瞬间，陪土狗的房子外面不再吊上的口哨声突兀地响起，全身衣裳像是在鲜血里抛过，此刻还在滴着血的陪土狗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内部的道路上。他吹着口哨，一步一步地向北走去，很快就在内部的道路中间拦住了骑着三轮车的老大爷。陪土狗龇牙一笑：“老子今天心情不错，加上搬家第一天不宜杀生，给你个机会，老子数到3。”陪土狗伸出3根手指。对面的老大爷面色微微一变，立刻放弃了忽悠普通人的说辞：“我只是来做个生意。3，我并没有恶意，我只是想要交易个东西，可以谈谈，我可以给出双方都满意的价码。2，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东西，全世界仅此一样，但是……”老大爷话都没说完，就忽然感觉到恐怖之极的杀气扑面而来，陪土狗也不见了。下一刻，一条血色的绳子已经系在他的脖子上，他的身体也像是失去了控制。更可怕的是，他的意识都仿佛被束缚住了，限定了思索的范围，让他根本没法自救。陪土狗带着笑，露出满口大白牙：“老子忽然反悔了，装文明人太累了，瞧钱还是得见点血。”三轮车里的四眼土狗刚叫唤了一声，被陪土狗瞪了一眼。今天本不想杀人的，看在都是狗字辈的份上，饶你狗命，再叫一声吵！我儿子睡觉，明天就拿你祭灶。四眼土狗倒是不想怂，可是那一眼恐怖的杀意裹挟着杀气，直接灌入其双目之中，如同让其意识陷入到一片残酷可怕的炼狱之中。周围到处都是尸体，屠夫机械的屠宰、放血、剥皮、分割血肉。陷入幻境的瞬间，四眼土狗便双眼一翻，倒在三轮车上，不停地抽搐着。陪土狗牵着血色的绳子，一步一步走上路边的路灯，将老人挂在上面，重新走下来。看着老人的身体重重坠下，他转身向回走。标准的管杀不管埋，反正这里有个殡仪馆的员工，还埋什么埋？他路过温言房间的时候，横着走上墙壁，蹲在墙壁上敲了敲温言的窗户。温言还没睡醒，却猫耳朵一抖，睁开眼睛，看着窗户外面笑得灿烂的阳光大男孩，差点吓尿出来。小僵尸则跟瞬移似的挡在了床前，而温言这时候也生出感应，忽然睁开了眼睛，看到窗外的人影，他也吓了一跳，但是看清楚是陪土狗的脸，不是陪土狗之后，他就稍微放心下来了。他立刻爬起来，来到窗边：“狗哥，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温言心跳加速，看着横着蹲在墙壁上的陪土狗，那满身鲜血散发出的恐怖的杀气，刺激的他身体本能都开始向着肾上腺素狂战进化了。他还是第一次真正见到陪土狗，比当时没出现的时候还要恐怖得多。我不喜欢埋人，但是家附近有人掉在那里，万一吓到了闺女儿子也不太好。你睡醒了，去给处理下，烧了也行，剁碎了喂狗也行，你看着办吧。眼看陪土狗说完就要走，温言就急了，赶紧拦住：“狗哥，别急啊，聊两句。啥事？你也知道，白天的老哥肯定是闲不下来的，肯定得找个事情做。我呢，就给狗哥在溧阳部挂了个名，跟我一样，都是编外的专案组成员。做事呢非常自由，每个月有保底的补贴，有5险2金，做事有额外奖金。有这身份呢，咱妈看病呢有家属待遇，孩子上学也可以直接在附近的学校上。至于正常上班呢，白天的老哥想去我们殡仪馆，毕竟多劳多得，待遇也不错。我要是平白无故给塞钱，老哥肯定也不会要，心里也不踏实。我早想跟狗哥说说这事了，要是不得已的时候，狗哥能稍稍搭把手不？”陪土狗想了想，撇了撇嘴，也没说不行，毕竟温言已经给考虑得非常好了。行了，我知道了，有事你喊我，记得早点把人埋了，闺女明天早上要早起上学。行，你甭管了，交给我。洗地这事，我好歹也是专业出身。陪土狗顺着墙壁走下去，吹着口哨消失不见。温言也不睡了，赶紧爬起来，洗了把脸，清醒一下，把陪土狗老哥一家都请过来住，果然是太明智了。有大煞星陪土狗在，他是真敢睡得昏天暗地，毫无防备心。来的第一天就先给吊死了一个，我的妈耶，这杀气可太重了。不过温言没见到被吊死的是谁，也没觉得对方冤枉。陪土狗杀气是重了点，动辄就下死手，可这么久了也没见这位老哥吊死过几个人，
还是非常克制的。今天把人吊死，那就肯定是有绝对需要的理由。他走出院子，一路向北走，走到最后一排的时候，就见路灯上吊着一个人，下面还有一辆三轮车，上面有一只四眼土狗，正倒在里面不断的抽，明显是已经被吓尿了。只是当温言靠近的时候，就看到那人的胸口浮现出一个又粗又花哨的白金十字纹章，光辉覆盖上去。被吊在路灯上的老人消失不见，转瞬，老人就在别墅区的铁栅栏围墙外面出现。老人脸色有些发白，气色不是太好，他摸着自己的脖子，长叹一声。他向着里面望去，看着穿着拖鞋跟散步似的温言，当然也不会认为温言是普通人。草率了，他没敢再踏进别墅区一步，只是遥遥对温言挥了挥手。小哥，能帮忙把我的三轮车还有我的老伙计带出来不？温言上下打量着这位老爷子，再抬头看了看路灯上渐渐消散的血色绳子，颇有些惊奇。好家伙，竟然从陪土狗的手里逃了一命，真牛逼啊！他回头看了看，发现那边没什么动静，陪土狗好像也不打算出来了，全权交给他处理。温言想了想，哪有胳膊肘向外拐的道理，平白无故的他来帮这个老头干什么？他没理会老头，推车三轮车就往回走。这老家伙二半夜的在别墅区北部开了一条新路出来，悄悄潜入别墅区，被陪土狗吊在路灯上，怎么看对方都不像是好人。老头一看温言直接把他三轮车推走，顿时有些急眼了。我拿东西给你换，绝对的好东西。温言撇了撇嘴，你愿意拿好东西换，那当然是这破三轮车价值更高，我跟你扯那么多干什么？这东西就当你潜入这里的赔礼。他一回头，这一次一直没什么反应的天敌职业终于有了反应。流浪商人，流浪在各地买卖各种稀奇古怪玩意，兼顾买卖情报的商人。你要是有什么东西想要鉴定或者出手，找他准没错的。虽然无商不奸，但作为一个流浪商人，专业水平还是在线的。他会出现在你的附近，必定是他感觉这里有值得来一趟的宝物。你可以尝试着跟他做点交易。友情提示：警惕奸商。临时能力：精准估价，可以让你在对方心理价位底线上左右横跳。温言感受到提示，再看了看三轮车上的几个箱子，顿时眉开眼笑。做个屁的交易啊！对方擅自开路进入别墅区，又很明显犯了狗哥忌讳，能把老实人惹成这样，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人。那还跟他客气什么？先带走再说。他就这么推车三轮车走了，将三轮车放到自己院子里。看着还在翻白眼的四眼土狗，温言伸出手摸了摸土狗的脑袋，不准乱动，不准咬人，不然会被宰了。土狗还在翻着白眼，像是在做什么噩梦。他尝试着打开那几个大小不一的箱子，可惜任凭他怎么尝试，就是打不开那几个连锁都没有的箱子。试了半晌，那只在做噩梦的四眼土狗不知什么时候安静了下来，悄悄把眼睛睁开一条缝，偷偷窥视着温言。别装了，来说说吧，这怎么回事？四眼土狗睁开眼睛，眼神清澈，就这么夹着尾巴缩在三轮车的角落里。你可别装了，流浪商人养的东西连灵智都没，你逗我呢？四眼土狗的耳朵耷拉下来，有气无力的道：别试了，别人都是打不开的，这是规则，要是流浪商人那么好抢，大家都去抢了。算了，明天捐给烈阳部。四眼土狗一脸惊悚的看着温言，完全没想到温言这人这么狗。捐给烈阳部，那天王老子来了都别想拿回去了。烈阳部想研究一些带有空间相关特性的东西，惦记了很久了，曾经还想找老孟借点东西研究用，老孟没借。想买吧，老孟不卖，而别的东西老孟也没找到合适的可以卖的。哪想到今天就趁着死了一次的机会，载具都被人轻松带走了。有话好好说，咱们有话好好说，别说这么可怕。先说说你们怎么来的？别忽悠我，看到隔壁车上的那头龟吗？看到了。本地的水神想说瞎话忽悠我，我懒得听，当场打死了，拉回来炖汤。我这人还是最好说话的，你要是惹到刚才那位，才懒得听你们逼逼，出手就是下死手，你想好了再说。四眼土狗没见到老孟，老孟很显然也不敢再进入这片别墅区了，他现在六神无主，只能老老实实说实话。察觉到什么独一无二的宝贝，还当着我狗哥的面说，为了来买走那个独一无二的宝贝。哈哈哈！温言忍不住笑出了声，他看着四眼土狗有些茫然，心说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宝贝，对于那老哥来说，可不就是自家的闺女和刚得到的便宜儿子。有一说一，这流浪商人别的不说，胆子真的是一等一的大，敢在陪土狗搬家的第一天，当着对方的面说这种话。有一说一，我说实话，你别不信。老哥仅仅杀那老爷子一次，肯定是因为今天乔迁，明早一个孩子要上学，另外一个孩子在睡觉，不想弄出大动静，所以才有些心慈手软了。要是在外面，那老爷子的肠子早就被抽出来，挽个花套在他脖子上了。那老爷子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或者什么奇特宝物逃过一次，但很显然，要是平时我那老哥能蹲在那，杀他180次当乐子。四眼土狗耷拉着耳朵，他还真相信这种话。那么大杀气，说是早上起床先杀几个人当晨练，他都信。对方肯定也能察觉到老孟耍花招了，但没有再出现，可不就是今天不宜杀生吗？你就说怎么才肯把东西还回去？这么厉害，自己召回去不得了。只有他死了，这些东西才会被下一位流浪商人继承。这次你就是在他死的时候拿走的这些，你钻了个不可能出现的漏洞。他是真死了。温言有些好奇的是这个，算是死过一次了，只不过他有一个宝物是当年在欧罗巴换来的，叫做复活十字架，有一次复活的机会。那这是真死了再给复活，还是替死一次？我哪知道这个？给我10个，不算了，5个复活十字架，东西我就全部送给他。四眼土狗倒吸一口凉气，5个？你想什么好事呢？老孟才只有1个，还浪费在这里了。那还说个屁，睡觉去了。别啊，
有话好好说，你去跟老孟谈。不，我担心我被奸商忽悠了，还是跟你谈。谈好了，你去告诉他，行了就行，不行了我明天早上起床就把这些东西还有你一起捐给烈阳部。四眼土狗气得想呲牙，这人怎么这么狗啊！眼看四眼土狗不说话，温言还真就回到了屋子里。四眼土狗看着周围没了动静，他犹豫了一下，一咬牙骑在了三轮车上，准备那三轮车给开走。但是刚开出院子，他就感觉到危险了，有什么东西盯着他。他回头一看，别墅的门廊下，一个小僵尸坐在台阶上，捧着个番茄，笑眯眯地嘬着番茄汁。门廊上面还有一只猫头鸟，一脸不屑的斜眼看着他，压根没人阻拦他。四眼土狗想了想，还是怂了，转了个圈，又把三轮车给骑进了院子里。可我就试试，以前没骑过，老孟不让我骑。眼看没人理他，四眼土狗就跳下了三轮车。我去跟老孟谈谈，毕竟你这也不算抢的，是在他死的时候带走的，也算是符合规则。四眼土狗看着没人拦他，走出院子，试探性了几次之后，就直奔北面而去。刚到后院，就看到后排别枣里窗户上5颗歪瓜裂枣的脑袋叠在一起盯着他，另外一个窗口面沉似水的老赵也在那盯着他。四眼土狗心说，老孟这次是栽了，闯入了什么鬼地方啊？这都是些什么人啊？还是之前几次都太过顺利，让老孟飘了，这次就踢到铁板了。要不是有一个复活十字架在手，真就到此为止了。四眼土狗跑到围墙边，看着铁栅栏外面的老孟，有些惴惴不安的把事情说了一遍。老孟眼角都快裂开了，什么意思啊？我确认过了，意思是那些箱子是属于你的，但是载具他还真有一部分所有权，这是符合规则的，你还是吃点亏吧，不下血本不行了。老孟捂着额头，草率了，他哪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会有这么多妖魔鬼怪。他看了看旁边开出来的小道，就这个东西他就没处说理了。理论上要是普通人的小区那就没什么，但是若不是，那他不请自来，以特殊手段翻了墙进入了别人的地盘，这种情况被吊死了，那也是因为他先没守规矩，死了活该。老孟自己都觉得他是被这种横跨几千里的感应冲昏了头脑，刚才被吊死一次的确没什么毛病，很合规矩，所以他只是想要回他的载具，他的箱子。现在听四眼土狗一说，他就有些头疼，他竟然被人卡 bug 了。他说要什么？6个复活十字架。四眼土狗眨了眨眼睛，一脸老实相。他怎么不去抢？我都只有一个。他说只要这个，我估计他是为了要保命的东西，你给别的他估计也乐意。他不把箱子还给我，我怎么给他别的？你叫他来，我跟他谈。他说你是奸商，不跟你谈，只跟我谈，你报个名字，报个数，我去告诉他。一根9钱的正宗长白山野山参，有灵性，绝对是能救命的那种，一颗龙虎山的安宫续命丸。老孟想了想，一咬牙又加了一句，再加1道刑天符箓。四眼土狗有些震惊地看着老孟，你还真下血本啊？你懂个屁，我不下血本能怎么办？他拥有载具一部分所有权，他不还我，难道我去硬抢？一人一狗看了看别墅区，当然明白硬抢是肯定不可能的，走其他渠道施压也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会付出的更多。只有干脆利落的给好处，让人家把载具还回来。很明显的，发现箱子打不开之后，人家立马就对箱子没什么兴趣了。但那个载具其实才是更关键的东西，是流浪商人的核心配套。你去告诉他吧，一口价，这是我能拿出来的最大诚意了。四眼黑狗又重新跑回去。老孟叹了口气，拿出手机拨出去一个电话。喂，婉君啊，你还在禹州吧？你知不知道德城有一片很诡异的别墅区？就是这里。我这摊上点事，你要是认识的话最好，能当个中间人给说和一下不？不知道叫什么？对，其中一个就是你说的这样。好，我等着你。另一边，四眼土狗进入院子，蹲在房门口，向里面看了一眼，把老孟给开的加码说了一遍。温言不紧不慢的道：来，先具体说说。那只野山参我见过，炉头虽然断了点，但还是能看到还有20多个炉碗，几十年了才只有9钱，这是正经的救命宝物。你可别以为那东西跟普通的没区别，区别大着呢。救命的东西全是在那种恶劣环境下的次生产物，养的跟萝卜似的那种是没有这效果的。安宫续命丸是龙虎山秘药，号称剩下一口气都能给救回来，寿终正寝要死的人都能多给续7天的命。这东西没人敢光明正大的卖假货，会被龙虎山和烈阳部重拳出击。老孟能拿出手的东西，最起码肯定没假货。至于那道刑天符箓，也是保命的奇物，据说是初代张天师亲手制作成的，就算是脑袋掉了，都能照样保住命，护住灵魂。要是有手艺高超、专精手术的医师救治，速度快点，脑袋接回去都能恢复正常。老孟说一口价，诚意拉满了。他是真没复活十字架了，要是有，他也不会不敢进入这片别墅区了。再加一条，以后我去他那买东西，我也不说不让他赚钱了，给我底价。这简单，我替老孟答应了。四眼土狗咧着嘴笑了起来，转身就要走。你别急，奸商说话我不太信，立字据。行，我替老孟答应了。不着急，我找个见证人，你先回去告诉他。等到四眼土狗走了，温言看了看时间，犹豫着要不要给诸葛婉君打个电话。婉君的电话就打来了。我在家。哦，原来你认识啊？你正好在德城啊？行，那你过来再说吧，我正好想找你签个东西。等了15分钟，就见婉君穿着小西装，踩着高跟鞋，从旁边的小道上走了过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诸葛婉君有些好奇，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展开。他白天其实就已经到了，只是没来打扰而已，没想到晚上就真用上他了，而且还是他完全没想到的地方。
孟叔给他说的肯定不是那么详细，他想听温言怎么说的。还能什么情况？有个家伙破开围墙，闯入这里，被我一邻居老哥弄死了一次。现在他想让我把这些东西免费送给他。诸葛婉君看了一眼三轮车，再看了看那几个箱子，他当然认出来这是什么。他还是没忍住，笑出了声。孟叔的载具还有箱子被抢了。温言斜了诸葛婉君一眼，他一眼就看出来诸葛婉君的想法。我这可不是抢的，是他当时死了，这是我捡的。然后他复活了，又想免费要回去。他闯入这里，现在哪还有这种好事？我要这些东西也没用，又打不开。你给帮忙拟定一个合约，我跟他签一下。另外，你觉得条件合适不？的确是下血本了，保命的东西向来都是最珍贵的，没人会往外卖。诸葛婉君实话实说。那就行，其他的买卖条款也都给加上。我买他的东西，一口价抵价，他要是心里能接受，就不能还价。我卖给他东西，他也不准坑我，我给个估价，他心里能接受，就不能乱砍价。就这？诸葛婉君有些不解。我也不指望以后要是有买卖，他都亏本，做买卖都亏本，做不长久。我只是指望他别坑我就行。明白了。诸葛婉君点了点头，刷刷刷的开始拟定合约。一式2份，完成了之后，诸葛婉君便跟温言一起出门。看着那条四眼土狗，温言念头一转，你去把三轮车骑上。真的？四眼土狗眼睛一亮。真的，你骑着跟上。一路来到了别墅区北部的铁栅栏围墙边，老孟就坐在围墙外面，看到诸葛婉君，他不禁感叹，这世界真小。孟叔，您这什么时候又来这边了？刚到，察觉到这边有什么值得收购的东西，就来了。哎，算了，不说了。孟叔，你看看契约有什么问题不？老孟仔细看了看，的确发现了有一些地方有小漏洞，但人家肯还回来就行了，别纠结太多了。至于补充的交易条款，他也没在意，一看就是预防被坑的条款，只要不是坑他的条款，他也都能接受。两人在诸葛婉君的见证下，干脆利落地签下了契约。温言给后面的四眼土狗使了个眼色，土狗便吐着舌头，开开心心地骑着三轮车过来。下来。老孟黑着脸让四眼土狗下来。四眼土狗傻乐着道：他说让我骑的。老孟黑着脸没再说什么，因为就算温言把载具还给他了，其实温言还是有一部分所有权的，这是谁都没法更改的。温言当面看着的时候，只要没说不行，别说一只狗了，谁来骑都行。老孟也知道自己这老伙计惦记着上载具很久了，今天终于让他得偿所愿了，这也是在威胁他，要是不给骑车，他就告诉温言，温言那一部分所有权是没法去掉的，温言自己想送出去都不行。老孟不说话，打开了箱子，从里面取出3个盒子，一个里面装着一只细细小小的野山参，一个里面是一枚蜡封的药丸，一个木盒里是一道被封在玉盒里的符箓。老孟将3样东西交给温言，还叮嘱了一下，其他俩就算了，没什么好说的。这只野山参灵性很强，曾经还曾遁地逃走，这一部分其实是他遁地之后留下的一个诱饵，他的一部分所化，灵性很强，药性也很强，要不是到了要救命的时候，可千万别乱吃，若是身体健康的人吃了，弄不好会补出事。多谢提醒。温言看了看墙边新开出来的小道，好奇地问了句，这是怎么弄的？老孟拿出一根烧火棍一样的东西，这是我跟一个鬼佬交易来的，上面铭刻了一个开路咒，其实没什么鸟用，只能对这种普通的地方有用，一个小玩意当赠品送你了。老孟随手将烧火棍塞给了温言，使用很简单，念诵上面的咒语就行了，一天能用3次，恢复原样不算次数，不管的话，最多1个小时就会自己恢复原样。要不是开路咒能直接打开围墙，开出一条小路，他也不会认为这里是普通小区了。归根到底，除了他有点被冲昏了头脑，还是被这个魔杖坑了。他本来就不想要了，以后也不打算用这种东西了。多谢了。温言拱了拱手，他多少还是有些佩服老孟的，被吊死了一次，浪费了一枚复活十字架，竟然还能心平气和。要是搁到别人身上，弄不好就会变成两边必须有一个人彻底死了。这商人的想法还真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我这有点东西，能给鉴定一下吗？拿来我看看。温言拿出来这些日子收藏的东西，从鬼骨到绿毛酱的指甲，再到刚收集到了2粒小米精力。恶鬼的鬼骨品质不错，烈阳部回收价格挺高的，高端耗材，供不应求，有多少要多少。你这个1块3条小黄鱼，我可以收。绿毛酱的指甲用来磨碎了当药引，只要不是专经尸毒路线的飞浆之下的尸毒，配合其他药材都能给解了。这几枚加起来1条大黄鱼。老孟只是看了2眼，就给鉴定出了结果，还给报了价。但是看着那里2粒小米里大小的精力，他倒在手里细细感受了好半晌，才有些不确定的道：高度聚合的神性凝聚物，好像还是经过炼化，去无存精。这也行。老孟喃喃自语，然后回过神来，两眼里放光。我也不坑你，我的确没见过这东西。20条大黄鱼，要是收贵了，我也认了，就当长个见识。温言拿回小精力，装回证物袋里。没看到这袋子上写着什么？这东西不卖。温言其他的也没准备卖，就是白嫖个鉴定。老孟有些急了，别急啊，我这买卖只收黄金，你卖的东西可以先在我这存着，后面你需要什么东西，需要什么情报，都可以直接打个电话就行，我就直接从你账上扣，就不用当面交易了，非常方便。你要是觉得价格低，30条大黄鱼1粒。温言默默地将临时能力换上了精准估价，然后他看了一眼他给的东西，鬼骨和绿毛浆的指甲倒是跟老孟的报价差的不多，可以说是老孟为了保持一定的利润。但是他一看小精力，眼皮就一跳，小的那1粒估价80条大黄鱼，稍稍大一点点的那粒估价100条大黄鱼。温言心说，这可真是奸商啊，
难怪老孟不担心契约的问题，让温言自己来报价。按照他的预期，漫天要价，估计最高也就要个80条大黄鱼。老孟收了小金粒之外的其他东西，心里还是惦记着温言手里的2粒小金粒。我再加20条，一口价。算了，那你说多少？你报价吧。温言也不报价，这东西他是不准备卖了。那你还有别的东西吗？我免费鉴定。老孟还是不死心，到现在还惦记着那件独一无二的珍稀宝物。温言拿出来的小金粒虽然也珍稀无比，可明显不是独一无二的。没了，就这些。老孟有些失望，要么东西不在温言手里，要么就是那东西不需要鉴定。遭了这么大罪，哪怕收购不了，看一眼也值了。可惜看都看不到。温言回到围墙里面，挥舞着烧火棍，对着新开出来的小路念诵上面的咒语，小路便消失不见，恢复成了草坪，两侧的围墙也重新合拢，恢复成原样。还别说，那边的东西也挺好用的。别急着走啊，留个电话，有什么东西需要鉴定，直接给我打电话，我都给免费鉴定。要是你肯卖，那我就高价回收。留了电话，温言招了招手，走了，回去睡觉了，明天白天还要上班。老孟啊，我就不留你了。婉君，你回不回？我等下就回，没事，你不用管我。温言挥了挥手，带着东西离开。等到温言走了，老孟又抽出来一根烧火棍，对着围墙一指，开出一条路来。婉君，好久没见了，聊聊。婉君看着老孟手里那根烧火棍，莞尔一笑，走出了围墙。老孟再把围墙恢复原样。孟叔，你这些年送出去多少根了？还没送完吗？没呢，鬼佬太坑了，当年吃了不会外语的亏，那鬼佬给了我一堆附魔魔杖抵账，我当时都没听懂，所有附魔魔杖都是附的同一种。哈，诸葛婉君没忍住，笑出了声。不过我也没亏，他拿一堆破烂坑我不懂外语，我也拿他一枚复活十字架坑他不识货。说起这个，老孟就叹了口气，这次真是血亏，吃了个大教训，浪费了一枚复活十字架。这东西他还真的只有一枚，不过无所谓了，既然温言能拿出来他都没见过的好东西，以后也有的是机会，来日方长。深夜的街道上，老孟骑着3轮车，诸葛婉君走在人行道上，俩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最近的很多事情。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不谈生意，大家在闲聊里交换了一下情报，事事都扯到生意上，人情就淡薄了。我其实都不想来南武郡的，只是这次不受控制，直接来了这边。你最近不要牵扯太多事情，尤其是跟长风集团有关的，你别瞎掺和。我只是一个律师，你知道就好。老孟沉默了一下，念及诸葛婉君这次出面来帮忙，他就多给了一条情报。还有，最近你不要靠近西江水系里的任何一条河、一条江。有个情报，我其实不是很确定，只是我推测，今年南武郡演武可能不会太平。而且我才得到的情报，南武郡有一座龙庙出现了异样。这2年，有些职业者的能力晋升速度实在是有点快了，影响力早就不知不觉地扩散开了。烈阳部内部好像也有问题。诸葛婉君一怔，你是不是进阶了？是，刚进阶没多久。我也进阶了，要是以前我可没这本事，横跨几千里，从东北角来到南武郡。诸葛婉君面色微微一变，老孟嘿嘿一笑，看出来诸葛婉君的想法。你是不是觉得你进阶是因为你踏踏实实一步步努力得来的？这想法的确没错，但这世上跟你一样踏踏实实非常努力的人可多了去了，比你更努力比你更玩命的人也多了去了。凭什么你进阶了，别人没进阶？因为这也是需要契机的。诸葛婉君听了老孟的话，若有所思，他努力回忆了一下他为何进阶的。仔细想想，的确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最多就是遇到了一些事闯过去了，才自然而然的进阶。他之前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现在被老孟提醒，他才忽然发现，不是所有人都能遇到这些事，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利的解决，解决了也未必能进阶，这的确需要运气的。孟叔，你为何会进阶？因为我的契机到了，我感觉到有独一无二的东西出现，在我没反应过来之前，我就已经抵达南武郡了，完成了这一次超限度的跨越，就完成了进阶。能不能进阶，主要并不是我能控制的。老孟难得说了句实话，他说着就不由自主地向着别墅区里看了一眼，此刻心绪慢慢平复了下来，进阶的波动也随之消散，跟诸葛婉君聊了几句，反而看得更清楚了。仅仅一件独一无二的东西，应该不至于成为他进阶的契机，让他本能地抓住。可能这里有不止一件，不止一种。这种独一无二不是寻常奇物，因为不少奇物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更可能是其能带来的影响，还有背后的意义远超一般奇物。再加上不止一件，扎堆之后，才能让远在几千里之外的他都完全没法抵挡。刚才那个年轻人，你了解吗？那是我的第一优先级客户。诸葛婉君笑了笑，后面就什么也没说。能说这一句，已经是看在往日的交情上。老孟恍然，难怪诸葛婉君来这么快，原来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对方应该是诸葛婉君不希望二人之间出现什么不可调和的冲突。你倒是眼光独到，那除了他之外，这里住的人，你还认识别的吗？跟其他人倒是没有什么交集。这片别墅区，南部基本都是普通人，北部基本都是空着的。老孟点了点头，表示了然。方才那位一身杀气之重，绝对他此生仅见。那杀气重到，对方明明在笑，心情似乎还不错，不想杀人，都仿佛还在行凶似的。怎么看那家伙都不是正常人，而能压得住这位，没有搞出来大乱子，能让他都从来没听说过有这号人，想来肯定是能全方位压制此人的存在。南武郡真是卧虎藏龙啊，死这一次是真不冤枉，总好过后面踩个更大的坑。老孟看了一眼诸葛婉君，事关进阶的事情，我就不劝你了，你好自为之。有什么事情了，给我打电话。
老孟最后看了一眼黑灯瞎火的别墅区北部，可以免费送你3次情报，但是这边要是有什么东西要出手，你要第一时间通知我，我另外给你情报费。好，诸葛婉君应了下来。我走了，南武郡跟我八字不合，我还是少来为妙。老孟穿着人字拖、大裤衩站起来猛蹬3轮，三轮车的速度越来越快，行进出去不到100米，就见那3轮车消失在道路上。诸葛婉君站在半夜的街头，笑得倒是挺开心的。他本来到德城，一方面是准备在这边开一个分部，另一方面是看看温言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哪想到过来只是签了个普普通通的契约，就平白得到了3次免费的情报机会。老孟这奸商他还是知道的，啃下血本，这说明老孟觉得这样会获得更大的好处。他琢磨着老孟的契机理论，心说弄不好他的契机还真的就在温言这。他想了想，又给温言打了个电话，将老孟为什么来这里的事情说了一遍，顺便再给详细介绍一下老孟是什么人。说完之后，他就自行离开，自己步行着回到临时的住处。而另一边，温言抱着3样东西回到了家里，将东西放进个柜子里，转而查看柜子里的另外一样东西，小吴送给他的那幅画。陪土狗未必是理解错了老孟的意思，但很显然老孟那句话在陪土狗那有上杆子找打的意思。温言琢磨着，能被一个流浪商人称之为独一无二，其实还真不少。小吴送的这幅画，世上第一幅有灵魂的画。他伸出左手的中指，黑色的指甲大致消散之后，唯一剩下的东西，小经历老孟都没见过，他能鉴定，估计也是因为流浪商人的职业能力，勉强也算是独一无二。最后这片别墅区里，老赵住的那座别墅，要是再算上人的话，傻儿子是魂兽，不对，现在应该叫是魂者。小吴第一个灵魂绘画师，应该还是唯一一个。陪土狗他这个老实人竟然是个职业，现在温言都已经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了。还有他职业天敌，的确都可以算是独一无二。仔细想想，这鬼地方好像是有点不太对劲。温言在诸葛婉君那确认了，再加上天敌职业的提示，他就不太关注老孟的事了。起码不用担心老孟事后报复，人家是真心不想结仇。诸葛婉君说，老孟这奸商缺点就是奸商，优点是从来不会出手假货，而且甭管闹得有多不愉快，只要他愿意跟你做交易，那其他的事他都不在意。温言收好了小经历，这东西能让一个奸商都没忍住两眼放光，那就一定不简单。那2句喃喃自语，他可是听着呢。之前觉得这东西可能暂时没大用，普适性没那么强，是因为他们都说水神的修行更多的就像是积累功业，人人都不同，地地都不同。如今他倒是明白这东西可能有些什么用了，将其暂时收好，明天再找个人把那幅画装裱一下，挂在宅子里，省得等到回南天来的时候受潮损坏了。看了看时间，他也无心睡眠，就在后院练拳。这几天忙各种事情，练拳都有些荒废，不复之前那种玩命练拳的状态，没有了烈阳会消失的焦虑感，感觉都不一样了。如今大事总算是尘埃落定，他没加持烈阳，先不紧不慢地练了2遍。2遍之后，他才感觉到自身阳气如同流水一般的流逝。他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练第3遍。3遍之后，他已经感觉身上的阳气快到跌落到没练拳之前的状态了。第4遍之后，他就开始感觉到了冷，感觉到夜晚的风有种阴寒感。第5遍练完，他便感觉身体虚弱，阳气近乎彻底耗尽。抬起头，目之所及的一切都仿佛比往日多了一层不一样的感觉。他看到了老赵那栋正散发着灰色的阴气，阴气被束缚在别墅的范围之内，散发出来大部分如同化作一个巨大的烟囱，直直地冲向天际。整片别墅区在夜晚的时候，地面上都在散发着阴气，比别墅区之外更浓郁一些。而有人长期居住的房子，那里的阴气明显被人的阳气镇压着，一种奇特的感觉在他的心中升起，让他忍不住好奇，要是没有烈阳，这么练烈阳拳，是不是就相当于逆练烈阳拳了？越练阳气越低，低到极限之后会怎么样？毕竟他又没有灵魂。他正想着呢，耳边传来小屁还穿透力极强的哭声。温言暗叹一声，算了，还是别作死了。他拿出暖玉，激发烈阳，阳气加持己身，继续练拳。这一次就是跟往日里一样的练法。等到练了2遍，让自身阳气充盈，达到盈满自溢的阶段之后，他就开始琢磨，是时候开始烈阳拳第2阶段了。这天下练武的武者基本都是大差不差，第一个阶段都是壮大自身气血，再壮大阳气。只不过温言这是走的不一样的路，以烈阳界外武，先壮大阳气。阳气只要一直保持着充盈的状态，不断冲刷，先行构建出一个粗略的大枝干，完成全身的循环之后，再继续下一步壮大血气。跟一般武者倒是截然相反的，一般武者不易血气，靠的就是吃肉，吃补药。所以一直有传说，古代大将1顿10米1斗，食肉10斤，喝酒1壶，大概约等于1顿吃米10几斤，吃肉10几斤，喝酒一次20-30斤。尤其是第1阶段和第2阶段的时候不断精进，那食量更是猛涨。穷文富武，便是现在其实也没多少家庭能经得住每天顿10几斤牛肉。这么一算，买点劣质暖玉用来练拳倒是省钱得多。秦坤说，练拳稍稍有些天赋的弟子，正常拳法第1阶段从小开始打基础，等到青春期的之后正式开始练拳，差不多3-4年就成了。但大部分其实也就是到这个阶段了，可能熬到个20多岁，在精力最旺盛的时期更进一步。然而这种前途基本都是一眼望到头的，再加上现在这社会，练拳练到第2阶段也就那样，还是一发撂倒。真正有用的，一方面是强身健体，一方面则是抵御阴邪鬼魅之类的东西，跟人好勇斗狠，那都会下乘。
自从灵气复苏之后，特别是10年前灵气复苏的速度加快，基础的拳法早就已经悄无声息的在一些地方铺开了。军中或者执法部门里基本都练过，不求能有什么成就，就图个强身健体、壮大阳气。真有天赋的，在一开始就被挑走了。温言倒是不骄不躁，稳扎稳打的练，有烈阳，他只要肯努力，早晚有秦坤的成就。烈阳拳第一阶段就是阳气冲刷全身，自行按照最适合自身的方式构建出主要的大枝干。这一阶段，烈阳拳壮大血气的效果一般。但第二阶段开始为这个主要的大枝干添加枝叶，用现在的话说，便是在人体3大循环系统之外，额外再添加一个新的大循环系统，然后让这个大循环系统开始跟其他3大循环系统产生联动，以此来推动血气壮大，身体变得更强更壮，精力更加旺盛，更不容易疲惫。第二阶段消耗的阳气那就更多，而且需要更加细致和耐心，一般人是真练不了烈阳拳。温言激发了烈阳，一块烈至暖玉里的阳气被彻底激发，加持在己身，烈阳气流转之间开始自行在体内流转。那粗糙的主干大循环之外，开始慢慢的衍生出新的主要分支。他脑海中一轮旭日高悬，照耀着全身，任由那些阳气自行按照最适合他的方式流转构建。他听秦坤说过，大部分练武的人都是会被卡死在第一阶段，根本难以跨越到第二阶段，倒不是所谓冲关的难度，而是根本养不起来第二阶段所需要的阳气。练成第一阶段再养气3年都算是正常的。秦坤当年都是下了不小苦功，耗费了几个月时间，而现在温言却根本没感觉到什么冲关，一切都自然而然。9成9的阳气虽然都浪费了，可开辟出来的分支却是最契合他的。分支与大血管贴合在一起，相互交错着，大有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觉。随着阳气流转，温言就已经察觉到效果了。他体内的血液流转之间都会时时刻刻承受着温养，原本应该随着时间渐渐衰败的血气，现在就有了一种能维持住不衰败的意思了。随着时间流逝，那后面血气就会越来越壮。老赵的宅子里，老赵站在窗边，在他眼里，温言立身之地简直就像是一直在散放着光，那种不会伤到他的阳气实在是让他舒坦。五兄弟也是站在窗边，全当是晒鬼物特供的太阳了，真是可怕啊！这才多少天，他一身阳气在练拳的时候都已经做到覆盖方圆100步了。我还活着的时候都从未见过进如此之快的人，实在是快到让人害怕。那是最强的武者赤手伯龙，也是练了10年才能有他这般可怕的阳气。若是那狗皇帝知道有这么个人，恐怕不能收为己用，便会不惜一切代价诛杀吧。还好时代变了。老赵站在窗边，一边眯着眼睛晒阳气，一边喃喃自语。五兄弟听到他的话不禁大奇，哇，老赵你想起来以前了，真是可怕。老赵你还认识你那时候的最强武者啊？看来老赵你活着的时候很有钱啊。废话，没钱啊有资格被车练？有屁用，还不是要吃我们的白切鸡。五兄弟一唱一和，一想到老赵生前再怎么大人物，现在也还是要跟他们抢白切鸡，也就没了吹嘘老赵的兴趣。老赵眼神茫然，他自己都没明白他刚才为什么那么说，他其实什么都没想起来，只是上次被温言加持了一次阳气之后，他就开始时不时的想起一些零零散散的东西，有时候还会很自然的说出一些他都不明白的话。这一次他依然没明白，但是却记得刚才念头一转想起来的事情。他推开门走了出去，站在门口承受着温言的烈烈阳气，很舒服，却已经有了一种秋日的正午时分晒太阳时依然有些毒辣的感觉了。温言练了几遍拳，天都快亮的时候，他收手收敛了阳气，对着对面的老赵挥了挥手，迈步走出了后院。老赵你恢复的怎么样了？温言大步走来，一靠近就二话不说先给老赵加持了一下阳气。老赵为了帮他险些把自己搞消散，温言可是记着呢。眼看老赵能自己走出来了，想来是恢复的还可以，恢复的挺好。老赵感受着新加持的阳气，咧着嘴笑了起来。我找你有点事，你昨天拉回来的那头龟里面可能有一层内壳，要是有的话，能把那个内壳留给我吗？行。老赵都没说完，温言就痛快的点头应下。那头龟温言还没找到人处理，张老西说这东西的肉一般人吃不了，他想给人分享都得悠着点，也就那些练武的能承受得住，要是能给精通草药药膳的人来给仔细处理下，说不定一般的道士也能吃。所以温言昨天晚上就给秦坤发过信息了，准备直接让秦坤带走，看着给送到浮鱼山，就当给那些年纪比他小的弟子们加餐了。现在也就是多提一嘴的事。老赵看温言问都不问干什么，就直接答应了。他还是主动说了出来，我要用来占卜，我好像记得这种凶龟若是有内壳，用来占卜凶事会很好用。老赵你还是先好好休养吧，先别搞这些了，别把自己搞消散了。没事，我最近好像想起来一些东西，我真的懂风水。是，没人说你不懂，你先养好再说。我真会。老赵有些急眼了，当场就掐指推算了起来。温言眼皮一跳，立刻感觉到老赵身上刚被加持的阳气简直跟开闸泄洪似的流逝。快停下，你算个锤子啊！老赵身上被加持的阳气消散，他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本来还想帮你算一下，但我忘了怎么算了，只感觉到有人来找你了，从东边西边都有，吉凶参半。温言已经顾不得老赵说的什么了，他立刻伸出手，再次给老赵加持了一次阳气。你要是再搞这些东西，我就不给你留龟壳了，万一那龟壳给你拿来，你是不是一个不小心就给表演个原地消散？老赵讷讷无言，他其实也解释不清楚，只是偶尔想起来一些事情，不由自主的就上手了。我不是说阻止你，而是你明显是控制不住，一不小心就过头了，一过头你就可能会死了。温言想了想，
抬起头看向窗边叠在一起的5个脑袋，对他们挥了挥手，让他们过来。5兄弟排成一列，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来，在温言面前排成一排。找你们有点事，你们平时能不能看着点老赵，别让他把自己玩死了。说着，温言就伸出手，分别在5兄弟的脑门上点了一下，给他们加持了些阳气。5兄弟伸长着脖子，一脸陶醉。没问题，没问题，小事而已。老赵要是死了，我们都没法甩锅了。瞎说，本来就是老赵的问题。说得好对，都是因为老赵，我们都是无辜的。温言每次看到这5兄弟，心情都会挺不错的。这歪瓜裂枣5兄弟倒是越看越可爱了些。虽然说话颠三倒四的，但真让他们做点什么，只要给吃的，他们都会非常专注。温言挥了挥手，5兄弟便冲上来，拖着老赵就往回走。我真懂风水，真的，我肯定能想起来怎么算。老赵不太乐意，嚷嚷着还要算。眼看老赵挣扎，5兄弟又将老赵给肢解了，一人抱着一部分冲回了宅子里。老赵的脑袋以发为足，嗷嗷叫着在后面追着。温言乐呵呵的看着他们闹腾，没有绝对的必要时，温言是真不想麻烦老赵，还是等老赵恢复点再说。上一次老赵差点直接消散了，可是把温言吓了一跳。老赵能消耗他加持的阳气来推算，温言其实是有点想法的，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的事是经常干的。只要充电的速度超过消耗的速度，那问题就不大。当然，这是肯定不能给老赵说，敢给他说了，这家伙就敢奔着把他自己玩死的玩法去做，还是让他平时消停点吧。温言回到后院继续练拳，一直练到天亮。第一缕晨曦微弱却势不可挡，以无敌的姿态横扫天地之间的阴霾。温言轻吸一口气，顿觉今天的第一缕阳光里似乎多了点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练拳效率还要再次增加了至少30%，而这个加持维持了足足1刻钟的时间。难怪那些人都是早起练拳，那是真的有好处的。以前他都没感觉到好处这么明显。眼看时间差不多了，温言拿出手机叫了一份早餐，又练了一遍拳。洗漱完的时候，早餐也差不多送到了。温言站在前院门口，看着那辆熟悉的电动车以冲刺的姿态冲过来，温言都微微一愣。温先生，您的早餐麻烦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麻烦给个好评。骑手小哥脸上挂着笑容，没了夜晚时的警惕和难以压制的恐惧。我今天换了个平台，怎么还是你？小哥轻轻拉了拉身上的蓝色工作服，露出里面的黄色工作服。我什么都干，外卖、闪送、代买。温先生要是有需要，可以加我飞信，无论刮风下雨，只要上线，我就都能接。小哥态度极好，他来这里送了好几次外卖之后，隐约能察觉到不太好的感觉，但每次晚上来这里送餐，只要把餐挂在门口，只要客户满意了，每次都很大方，每次都额外给50，这50可不会被资本家抽成，抵得上他送10几次外卖了。他当然喜欢这种大方的客户，别说这里只是传闻多，就算真有阿飘又怎么样？只要给真钱，阿飘点外卖他都敢送。温言想了想，还是加了这小哥的飞信。小哥脸上带着笑，临走的时候还非要顺手帮温言把垃圾扔了。看着店门拧到底的小哥，电动车都开出了一种风驰电掣的感觉。温言想了想，还是多给了些，再给留了一句言，让小哥注意安全。骑手小哥刚走出别墅区，卡在面前的手机上便弹出了窗口。小哥眼疾手快，眼睛都还没看清楚内容，手已经接下了单。他停在路边，拿出手机查看了一下，订单很平常，是一份牛奶云吞面。他看着店家的名字，印象里这一家好像压根不做外卖吧。再往下一拉，果然是代买，而且钱已经给付过了。他立刻火速赶到店铺，买了一份牛奶云吞面，直奔订单地址。送餐地址是德城第一院的新院，之前听说新院明年才开始正式运作的，最近倒是已经有一部分楼已经开始接待病人了，也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的，毕竟但凡这种工程，只要不出幺蛾子，提前完成都是标准操作。小哥仔细查看过客户的留言，不打电话，直接送来，送来之后直接打开盖子放在哪个桌子上，非常详细。他也不在意，这都算是正常的要求，离谱的要求他也见得多了。反正只要给好评，那他能满足的自然都会尽力。像那位温先生一样，事不多还次次给打赏的客人，那才是堪比大熊猫的珍稀存在。他带着外卖来到德城新院，再次看了看房号，一路来到消化内科，按照房号来到其中一间病房。病房的门开着，他敲了敲门，里面无人应答。他进去之后，就见其中一个病床上躺着一个还在沉睡的老人。对了一下床头的名字，他也没敢多问，按照备注的要求，将牛奶云吞面打开，放在病房中间那个医用床头柜上，再拆了筷子放在碗上。做完这一切，他就赶紧离开。窗外的风轻轻吹来，吹动落在另外一个空病床上的病历。胃癌晚期，不能进食。清晨的微风缓缓吹来，吹动着牛奶的香气，盘旋着化作一缕缕香味，落在病床上的病人鼻尖。枯瘦的老人嘴角翘起一丝微笑，已经模糊的意识好像变得清醒了一点。这个熟悉的味道，他想起来了。他第一次见到老伴的时候，发现了一家新开的云吞店，这家店里竟然还有牛奶。他为了在年轻的姑娘眼里留下一个好印象，就咬牙点了一碗牛奶云吞面。但是他兜里只有5毛钱，本来的计划是一人一碗云吞面，剩下的钱刚好再一人一根冰棍，现在就只够一碗牛奶云吞面了。然后他就只点了一碗，硬着头皮说他出来的时候在家吃过了，不饿。只是那牛奶实在是太香了，香得他不停地流口水，肚子响得跟醒尸骨似的，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尝尝那牛奶的味道了。他老伴那时候笑起来是真好看，眼睛又大又亮。然后他老伴就去找老板要了一个空碗，告诉他好东西是要一起分享的，不是全部给一个人。那时候他就觉得这辈子死也要娶这个姑娘。时间流逝之后，渐渐的他就只记得当时的牛奶云吞面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后来这铺街店家肯定是偷工减料了，再也吃不出当时的味道了。死铺街，偷工减料，活该几十年了都只有这么一家小店。如今被这香味勾着，往日的回忆非常清晰地浮上心头，他才想起来，原来不是味道变了，只是没有人再跟他一起分享同一碗牛奶云吞面了。他感觉好饿，好久都没吃东西了。他努力地睁开眼睛，感觉好像他的老伴来接他了。他挣扎着坐起来，眼前模模糊糊的人影坐在旁边的床上，像是跟他说着什么。他耳朵背，听不清楚了，但他看明白了，这是要跟他一起再次分一碗牛奶云吞面。香味飘散，落入他的鼻尖，一种久违的饱腹感涌上心头，再也找不到的熟悉美味，在这一刻也重新出现了。他带着笑站起身，跟他的老伴牵着手一起消失不见。2分钟之后，一个中年人走进病房，看到床头柜上摆着的牛奶云吞面，微微一怔：“爸，谁给你带的？大夫说你吃不了这个东西。”病床上的老人却没反应，他的嘴角带着笑，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爸！中年男人走上前，也发现不对劲了，然后喊医生。医生来看了看，本来是准备开始抢救的，这是避免麻烦的程序。但看到老人嘴角的笑容，一脸平静满足，还有床头柜上那碗牛奶云吞面，犹豫了一下，还是道：“你爸惦记这一碗牛奶云吞面已经好几个月了，意识都不清醒了，还是嚷嚷的要吃。其实昨天我就想跟你说一声，你爸就这2天了，要不然就满足一下你爸，没想到今天你就给你爸带来了。”中年男人愣了一下，面色复杂，便换了半晌，无力地叹了口气，让医生别折腾了。他爸已经好久都有在笑过了，几个月的折磨早已经有些不成人形了，能笑着离去可能也挺好的。他看着那碗已经凉了的牛奶云吞面，心里其实还在琢磨这是谁送来的，但这已经不重要，都是旁枝末节了。还在送外卖的小哥看到新的好评，咧着嘴笑了起来，当看到客人很满意，又额外给了50块，他就更高兴了。这次不是那个大方的温先生，是另外一个客人。另一边，温言一家3口吃完了早餐，小僵尸吃完饭又回去睡觉，却猫蹲在沙发上舔羽毛，顺带擦嘴。温言在门口等着蹭车，却听张老细说风瑶今天早上不上班，要在这等烈阳部的物流。他有些遗憾，去陪土狗家里转了一圈。陪土狗这跟打仗似的，问闺女这个准备了吗？那个准备了吗？最后老太太看不下去了，骂了一声，陪土狗才安静下来。小姑娘很乖巧，看到了温言就立马站起来叫人：“温叔叔，你们准备好了就走，我顺路带你去认认路，离得不远，走路也就10来分钟。”温言自己在1楼看着还在睡的傻儿子，凑过去看了看。傻儿子瞪大着眼睛，看到温言就试图翻身翻到另一边去，不理温言。嘿，小王八蛋才多大点就开始记仇了，好，非常好。逗了会儿粉嘟嘟的傻儿子，时间差不多了，温言才带着陪土狗和他闺女一起出门。到了学校，跟学校的领导寒暄了一会儿，亲自送小孩去了班上，他才叫了车，带着陪土狗一路来到德城殡仪馆。老哥，你会开车吗？开倒是会开，那就行，以后上班我蹭你的车，我不喜欢开车。啊，我没车呀，马上就有了。带着陪土狗进入殡仪馆，先带着去馆长的办公室转了一圈，先认识一下，认认门。至于工作，不像温言这样是正儿八经考进来的，进来就有编制。陪土狗暂时是合同工，但干满1年，拿一个管理的编制问题不大。难的只是干满1年而已，而且只要能吃苦，收入可比温言这种有编制的还要高得多，上不封顶，多劳多得。除了遗体处理部里那种需要技术的活，别的只要肯干，都能去干。老规矩，来的前几天都只需要看着学着就行。温言带着陪土狗转了一圈，让他认认人，再看他自己想干什么。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去出外勤，因为这个赚的最多，标准的多劳多得。看着陪土狗跟车离去，温言来到馆长办公室。这个是你亲戚？放心吧，只要单位别拖欠工资，钱给到位，他能干到咱们单位破产。那不会，咱们单位几10年了，从来没有过拖欠工资。那就行，反正馆长你信我，只要不拖欠工资，那馆长你就写赚。职业者，馆长倒是很敏锐，算是吧，但平时肯定没什么用。这老哥就是人老实，踏实肯干，特别适合咱们这。馆长点了点头，别的他其实不太在意，只是见了一面，他就看得出来，这是少有的那种人，很踏实很老实，还肯吃苦耐劳做事的人。不止他们单位就缺这种人，哪个单位都缺。反正钱也不是他的，该给多少，他肯定不会吝啬。王雪琪的遗骨送到咱们这了吧？送到了，吊唁大厅下午没人用，到时候会有人来给超度，没什么问题。要是不行，那就上豪华炉，总是能解决的。那不至于，我是要让他解脱，又不是要让他魂飞魄散，这有什么区别？有，温言说得很认真，乍一看解脱出来是消散，魂飞魄散也是消散，但区别肯定有。温言好几天没来了，又跟混子似的，在各个部门转了一圈，去跟遗体处理部的叶大姐聊了会儿。叶大姐说天冷了，又送她一小盒自制的蛇油护手霜，说是这蛇还是个妖蛇，前2天隔壁州烈阳部在河里发现了一头害人的妖蛇，重拳出击，将其打死了。然后尸体送到了德城殡仪馆，在豪华炉里走了一遭。叶大姐在处理尸身的时候，刮下带来点蛇油，给做了几盒护手霜，效果会非常好。那种年年皴裂或者是皮肤出鱼鳞、冬天掉皮的症状，用几次就会彻底好了。总共就3盒，叶大姐自己用1盒，剩下2盒就专门给温言留了1盒。也是那蛇妖运气不好，有个龙虎山的紫袍大佬在隔壁州访友，正巧碰上了这事，就立了法坛，相隔10几里地，招来天雷，当场将那蛇妖给劈得魂飞魄散。要不然这蛇油叶大姐也不敢随便用。温言听说了这些事，一通彩虹屁，夸了叶大姐好半天，然后问了问叶大姐，
龟妖身上有什么可以用的不？可惜没用。他只能暗暗记下来哪些东西是有用的，下次遇到合适的，给叶大姐送点。人家叶大姐都送了他好几次东西了，每次送的东西效果都挺不错的。这次这个护手霜更是珍贵。温言收了礼物，就不好拿着礼物就闪人，就在这陪着叶大姐聊各种化妆品，聊哪些东西的效果好。到了下午，吊唁大厅里来了不少人，都是来送王雪琪最后一程的人，基本都是烈阳部的人。当时在黑暗水域里进进出出，没王雪琪一直引路，在场的人少说要有一半会永远的迷失在那里。今天来给送行也是理所当然的。温言穿着一袭黑色的工作服，看着王雪琪的彩色照片，笑得很是灿烂。这也是王雪琪自己的意思，黑白照片太丑了。他看着照片上笑颜如花的姑娘，喃喃自语：一路走好啊，你要我办的事情，我这边也都托人给你办了。而第一排的椅子上还放着几个人的照片，是王雪琪的那几位朋友。温言将他们的照片放在这里，算是告诉他们了结局，也让他们自己来跟王雪琪一起互相送别。德城殡仪馆正在举行送别仪式，也算是一个简单的追悼会。烈阳部的人都很喜欢那个善良的小姑娘，尤其是知道了那小姑娘改变了水鬼格局，开辟出了一条新路之后，就带了些敬佩的心理。今天到场的人看起来只有那么几十个，实际上是更多的人，想来也没有空来，都忙得要死，根本脱不开身。告别仪式加超度法事算是一起进行的，温言在旁边看热闹。今天从主持到各种工作人员其实都没他什么事，他在这边看了一会儿，忽然看到馆长竟然也来了，就坐在最后面。温言有些意外，馆长可很少会出现在这种场合的，除非是真私交很好，不然的话就算是什么领导，他也只会客气一下，来露一面就走了。馆长看到温言看他，点头示意了一下。温言想了想，还是凑了过来，不能让领导有种没人鸟他的感觉，毕竟馆长对他挺不错的。向来都是下面的人给领导送礼，但馆长却给他送了东西，那颗血暖玉他到现在都当成压箱底的底牌用，平时练拳都是消耗的劣质暖玉。馆长看到温言凑过来，没好气地道：你凑过来干什么？我又不是叫你，我这不是看您一个人坐在这，过来陪陪你吗？你这嬉皮笑脸的也不看场合。王雪琪怕是更希望我们开开心心的送他最后一程，要是有人哭了，他估计更难受。馆长抬头看了看那张笑得很开心的彩色遗照，也没法反驳温言的话。以往这么干，还可能有人说你不尊重死者，现在死者自己的决定，那你多逼逼一句，那你就是不尊重死者。等了一会儿，馆长看着温言，要是有什么别的动静，记住员工守则。说完这句话，馆长就走了。温言眉头一蹙，什么意思？馆长总不至于平白无故的说这句话吧？他立刻拿出电话给风瑶打了个电话。风瑶在哪呢？忙着给你处理那头龟妖，妖类尸身，要是不走豪华炉的路子，那就要经过好几道程序验证。不过你要送到浮鱼山可以省略一些，但正常的封禁程序还是要走的，就算有什么问题，到了浮鱼山也蹦跶不起来。那头龟妖肯定死透了。算了，不管这个，今天给王雪琪送行，你怎么没来？你可别说送龟妖这活更重要，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你想多了，那我直接给蔡部长联系。行行行，你可别说是我说的，赶紧说，事情有些复杂，三言两语跟你说不清楚，那就慢慢说。西江水系混乱，你是知道的，但是这里其实还是有几位龙神的，其中一位最近可能是已经复苏了，不太安生，可能是想搞个大事件。前2天落月郡里有一条大蛇伤了人，那大蛇就是一位龙神的后裔。风瑶说到这，温言忽然问了句，是不是就在我这隔壁，离我只有200-300公里的那个州？就是。温言想到叶大姐送他的护手霜，忽然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为什么他在这边压根没听到什么动静，本地烈阳部里也没什么动静。他才想起来，德城虽然不算是南武郡的西部，可从这里向着西北方向只要200-300公里就离开南武郡了。那条大蛇是落月郡发生的事情，他这边在忙别的更大的事情，南武郡这边自然没什么人关注这事。你继续说。这事呢挺复杂的，不但提前跟一位龙虎山通气，还有一位紫袍大佬亲自来了，还要借助河神，再加上你们殡仪馆，最主要的是得王雪琪也配合。所以这事我不知道，可我说句难听的，你别介意，你和我本来都是没资格知道这事的，我也是刚才知道的，而且我知道的也不全。王雪琪没主动告诉你，肯定是怕你担心，因为这事成不成他都会消散，但怎么消散不太确定。其实他若是被超度脱离水鬼身份也是消散，他愿意配合部里搞一波大的，成了他其实是有机会飞升的。至于其他，你别问我，我也一头雾水，只知道这个大活在那些老道士口中叫飞升，但是也会让一些水神特别不高兴。我挂了，我这边来电话了。风瑶挂了电话，温言忽然想到，馆长今天问他的话都是消散，怎么消散？有区别吗？他环顾一周，已经看不到馆长的身影了，馆长不知道去了哪里。吊唁厅里法事还在继续，但温言心里明白，这里的法事肯定是毫无鸟用，只是做给活人看的那种，难怪今天做法事的人都换了一个。他想要驱车去端州问问王雪琪自己的想法，但刚转身他就知道，他就算是这个时候想办法见到了王雪琪，估计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也劝不住王雪琪了。他现在所求只剩下2件事：一，不拉人来继承水鬼的职业；二，解脱，或者说也是一件事。他没理由因为他的想法去说什么或者阻止什么。他拿出烈阳部手机，赶紧查查这个所谓的飞升是什么意思。查了一下，没什么明确的东西，想了想，还查什么查？他直接按照秦坤给的电话拨通了浮鱼山热线。同一时间，西江在落月郡的那一段一处江边的平台上，这里已经布置好了法坛，
中心有一座半人高的古朴香炉，里面袅袅青烟不断飘动。一位身穿紫袍的老者正站在法坛前，手持经卷，上面以朱砂为墨，以隶书书写了祷文。老者面色肃穆，目中蕴含神光，高声诵读祷文。平台周围一堆道士各自手捏印法，一起低声诵读。平台之外，换了一身正装的蔡启东面沉似水，单手负背，静静地站在那里。随着仪式进行，平静的西江水面上开始泛起了波涛，万里无云的天空中开始飞速地汇聚出云气，水汽蒸腾，如同化作一道道白色的龙卷，飞入高空中。很快，蓝天便被遮掩，云层越来越厚，渐渐地化作黑压压的黑云。平台上，紫袍老者长袍猎猎作响，老者目中的光彩却越来越亮。他昂首挺胸，直面下方波涛汹涌的江水，还有天空中的千云，诵读之声越来越响。轰隆！一声惊雷炸响，黑云之中雷霆扩散开来。平台之外，有些人被吓得后退一步。蔡启东沉着脸，一动不动，身上忽然有了一丝冤沉月至之感。等到平台上的老道吟诵完，蔡启东一挥手，从手中拿出一沓子红头文件，迈步来到平台上。我，南武军烈阳部部长蔡启东，代表烈阳部，代表神州，宣布如下决定：允许龙虎山代为主持飞升仪式，并允许水鬼王雪琪，身份证号4401XXXX飞升。他走上前，将文件丢入到巨大的香炉之中。熊熊火焰在那座巨大的香炉里燃烧，伴随着狂风，卷起黑色的灰烬，冲天而去。蔡启东走出几步，来到平台边缘，望着翻腾的西江，身上的压迫感开始越来越强。他那似乎已经开始衰败的气血，都开始如同燃烧起来了一般。他望着江面，左右观望，脸色带着一丝冷冽。谁有意见，可以露个头。水鬼领域所在的地方，黑云压顶，一道惊雷骤然落下，直接劈在了那座水潭里。此地白天不会出现的水鬼领域被强行劈开，此地的空间都开始了扭曲变换。谁会想到蔡启东玩这么大，找个稳妥点的道长就能超度的事情？蔡启东直接请了一个龙虎山的紫袍大佬，搞这么大，这跟高射炮打蚊子没什么区别，投入这么大资源，什么水鬼领域都是被平推的结果。水潭里，王雪琪白天出现，她顺流而下，从这条小支流里进入到江里。江燕燕自然是感受到了这一切，她身为河神，哪怕现在应该还算是代河神，那也是有河神权柄的。这里也是他的地盘，蔡启东让一个紫袍大佬，也都可以算是祭天的规格，正儿八经的走程序。他当然都听到了，听不懂也能直接明白意思。现在龙虎山联合烈阳部加上神州政府批准了王雪琪飞升的程序，还直接助他飞升，然后这又直接关系到西江水系的众位，谁赞成？谁反对？江燕燕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这些不重要，他认识王雪琪就行了。他游到王雪琪身边，不等王雪琪询问，他便口吐人言：我哥是温言，我是本地河神江燕燕。啊，你好，我是王雪琪，我送你一程。江燕燕不太明白现在是什么情况，但看王雪琪一脸期待，大步向前。而他听过的故事里，飞升好像就是飞升成仙吧。他没那么多复杂的想法，就乐乐呵呵地送了王雪琪一程，以借了河神的力量画出一道水浪，拖着王雪琪一路逆流而上，一路送出了他的地盘。可惜他本身的能力远不足以画出金身，他本身的实力也不足以化形，不然的话，他要是有金身，现在肯定就一路送过去了。出了江燕燕的地盘，王雪琪前进的也没什么阻碍。这里的江面虽然有些不太平静，却也跟海中没法比。江中的各种生灵，什么水神啊，什么妖魔鬼怪，也都不敢在这个时候跳脸得罪本军烈阳部部长。但是，一路逆流而上，离开南武郡范围之后，目之所及，黑云压顶，江中妖气阵阵，仿佛整条大江都带着难以压制的恶意。王雪琪在水中前行，便如同湍流之中逆行而上的鱼，越发艰难。而这里出现的恶意也开始越来越多。德城殡仪馆内，温言还在听太师叔祖诉说所谓的飞升到底是怎么回事。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忽然就在外面响起，温言回头看了一眼，就看到浓浓的硝烟升腾而起，有人放鞭炮。他瞬间想起来馆长之前说过的话，记住员工守则。不等他做什么，殡仪馆的员工已经有人拿着灭火器冲了过去，还有人拿着一个大扫帚，将燃起的鞭炮扫到一座垃圾桶旁边，然后猛地将那个略有些卡通的垃圾桶倒过来，直接将鞭炮扣住。垃圾桶底部连接着软管，里面内置的抽风机立刻开始运转，将里面鞭炮燃起的硝烟抽走。但还是有一些硝烟升腾而起，硝烟的味道也开始弥散开来。同一时间，馆长站在后山的边缘，一手拎着一个铜铃，一手握着一把3寸长的小剑，轻轻敲了一下铜铃，叮的一声轻响，声音徐徐扩散开。站在吊唁厅门口的温言，汗毛瞬间就炸立了起来。他一抬头，周围的人就全部消失不见，吊唁厅的墙壁仿佛经历了千百年的腐朽风化，变得残破不堪。天空变得昏暗，透着不祥的昏黄色光芒，周围变得黑压压一片。四周的山峦上黑雾弥漫，而他向着殡仪馆后方望去，就只看到如山一样庞大的阴影坐落。殡仪馆三方都像是有巨人在俯瞰着这里，那种浓重压迫感仿佛凝固了这里的空气，温言呼吸都觉得有些吃力了起来。但这种感觉只是一瞬，周围的一切一闪又恢复了原样。温言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后背上的冷汗唰的一下就冒了出来。怎么了？电话里传来太师叔祖关切的声音。温言把刚才那一闪而过的情况说了一遍，太师叔祖便在电话里破口大骂：何健，我去你大爷的！蔡启东，我去你大爷的！狗东西，2个狗东西，不是个东西！太师叔祖，现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那小姑娘遗骨在你这，你去护着她遗骨，给予烈阳，助她一臂之力，剩下的你不用管。太师叔祖挂了电话，气得险些砸了手机。
他娘的，浮云山没活人吗？一群老家伙，赶紧来活动下身体！太师叔祖一边骂，一边给从其他房间里走出来的3个老道士交代，让他们现在就开坛。烈阳部的狗东西蔡启东不是个东西，他想借那个特殊的水鬼飞升来搞一波大的。德成殡仪馆的那个何剑也不是个东西，为了威胁整个西江水系都敲钟了，再让他敲2下，弄不好真让他唤醒个大杀器。赶紧开坛，助蔡启东那个狗东西一臂之力。其中一个胖胖的老道士一惊：师叔，什么意思啊？那咱们不就又把西江水系也给得罪了？怕什么？得罪了又能怎么样？西江水系的有本事就跨过长江来报复，龙虎山骑在他们头上拉尿都不怕得罪他们，我们还能怕了？老道士还想说什么，太师叔祖脸一黑：实话告诉你们，咱们浮云山的当代烈阳就在德成殡仪馆呢。蔡启东那狗东西肯定是知道了烈阳，不然他没这么大把握，根本不敢这么干。烈阳2字一出，3个老道士面色大变：师叔，真的假的？我管那个姓蔡的爱死不死！此话一出，刚才还怕得罪人的胖胖老道士眼里就开始冒杀气了。无量天尊，师叔，你往日里老说贫道养气功夫不行，贫道也看了，就是养气功夫不行。西江那群家伙，若是敢伤我浮云弟子一根头发，便别怪贫道羽化之前大开杀戒。些许阴魂加无毛畜生全宰了，也就化解了这段因果。旁边另外一个瘦瘦的老道士摇了摇头：师弟，你这话说的不对了，我等乃是顺天而行，绝对不会得罪人的，不要这么大火气。若是有人阻拦我等，那便是他们逆天而行，那是他们得罪了龙虎山，得罪了神州朝廷，还有烈阳部，顺便得罪了我们。3个老道士说着话便已经手脚麻利，配合默契的立了法坛。太师叔祖还去祖师大殿里借了法剑出来。太师叔祖没亲自上手，他继续拿着电话给温言打了过去。温言来到木棺旁边，无视了其他人的目光，伸出一只手点在了王雪琪的遗骨上，激发了暖玉的力量，阳气直接加持在王雪琪的遗骨上，阳气贯穿，瞬间覆盖其遗骨。同一时间，刚进入落月郡不远的地方，王雪琪也遭遇到了阻碍。阻碍他的不是水神，也不是妖怪，反而是2个水鬼。这俩水鬼狰狞恐怖，像是尸体被水泡的发胀了似的。他们冲上来，一个又抓又挠，一个拖住王雪琪的腿就要让深处拉。王雪琪同为水鬼，又没害过人，也就被温言加持过几次阳气，才勉强没那么弱，加上也没什么打架经验，一时之间手忙脚乱的。只是他本就是水鬼，当然不会被淹死。他冷静下来之后，看着俩水鬼，还想试图劝说他们。蔡部长告诉过我，飞升其实跟消散一样，只不过若是能成功了，以后所有的水鬼都可以得到好处，都有走出不一样路的机会。你们是最不应该拦着我的。这么多人来配合我，我相信这肯定是真的。若是成功了，对大家都好，你们不想解脱吗？王雪琪还在苦口婆心的劝说俩水鬼，可是那俩水鬼狰狞狠厉，身上怨气很重，戾气也很重，明显是害过人的。他们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也就是在水中没那么容易被烈阳部发现，不然的话，只要被发现，别看在水里，那也一样得死，就是死得早和死得晚的区别。同为水鬼，凭什么王雪琪就有机会解脱，还有机会飞升，他们却要跟臭水沟里的老鼠一样，时时刻刻都得小心翼翼的躲着。俩水鬼身上怨气翻腾，说什么都要拦住王雪琪。眼看时间一点一点流逝，王雪琪身上开始有烈烈阳气从那儿外的浮现，她感觉到了那种熟悉的阳气，回头向着东方看了一眼，她展颜一笑，知道这是温言在帮她。那阳气扩到她全身，2个怨念深重的水鬼触摸到王雪琪，就仿佛触摸到了烧红的烙铁，惨叫着松开了手。王雪琪没理会这俩水鬼，继续逆流而上，继续前行。温言看着加持了阳气的遗骨，翻出电话，太师叔祖的电话又打了过来。他顾不上其他人的眼神，来到吊唁大厅门口接电话。太师叔祖，我按照您说的做了，您继续说吧。所谓飞升，说好听点就是飞升成仙，位列仙班，实际上就是死了才能飞升。3山5岳各家仙辈其实都有飞升的，道门底蕴能积累，而不是要求每一代都有天纵奇才，就跟这个飞升有直接关系。现在的飞升，最早的时候是初代张天师牵头搞出来的，就是为了将自身化作整个道门的底蕴，就算是死了，飞升之后便化作了神通。后人纵然学艺不精，那也可以开坛做法，以路为证，引下飞升仙辈的神通，就像是撒豆成兵，画出天兵天将，实际上便是当年的黄金力士。只不过这些引下的天兵天将无神智，无自我，就是神通所化而已，是当年一代代不断添砖加瓦之后的结果。整个体系里，受禄就是最重要的一道程序，所以这个程序一向是慎之又慎。就算是能力足够，那也要考察多年才会进行这个仪式。温言大概也明白蔡启东要做什么了，也明白为什么王雪琪一定会答应。所以只要王雪琪成功飞升，将自身的力量烙印在所谓的天庭里，那他走出来的这条路便不再是只有他一个特例，而是被固定死了。从此之后，所有的水鬼都会额外多出来一条路可以选择，是吧？太师叔祖长叹一声：无上太乙救苦天尊，你理解的这只是一部分，对于那个小姑娘来说，这是莫大功德的事，以她心性，必然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蔡启东这狗东西可不就看中了这点吗？若是那小姑娘飞升成功，她便会有了自己的封号，甚至于她乃水中水鬼飞升，位列仙班，便是水中神仙。只要是有这个权限，受禄的时候都可以选择她这一系，而她这一系必然会有一个特性，那便是不会被淹死。而我等人对上水系中的所有东西，最大的天然限制和危险就是被淹死。所以蔡启东这个狗东西虽然绑架了一堆人帮他做事，但他做的事情的确是真的让人无话可说。
三山五岳、烈阳部，甭管是哪家，都会在这件事上支持他。而同样的，水系之中不仅仅是西江水系，便是四毒水系里的，恐怕现在都恨不得掐死他，因为他搞出来这么一件大事，就别说什么平衡了，放天平的桌子都给掀了。太师叔族嘴上骂着，却也不得不承认，蔡启东这狗东西真的是有魄力。扶余山虽然跟水系里诸位大半都有恩怨，但也不至于一口气把所有水系都给得罪死了。人家蔡启东就敢一口气把所有水系的仇恨拉满，可能会有些并不介意这件事本身的，但对蔡启东也肯定生不起好感，这是屁股决定的。现在你们馆长那个狗东西也陪着疯，起码会震慑住大部分，但这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扶余山也立了法坛，给蔡启东那个狗东西摇旗助威，再加上龙虎山亲自冲在最前线，烈阳部肯定也已经调动了兵力，随时准备应对。别的地方问题应该是不大了，最大的问题还是那个小姑娘自己，路得她自己走，她自己的心智纯正，毫不动摇，也得她自己走过最后这段路，自己亲手冲破可能会出现的阻碍。但她一个没害过人的水鬼，哪里有什么力量？蔡启东这狗东西不当人子，就是知道我们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君子可以欺之以方，我去他大爷的！太师叔祖被气得不停地骂人，吹胡子瞪眼。温言也听明白了，他给王雪琪的遗骨加持烈阳可能作用不大的意思。想到了，他就直接问了出来。那是他的遗骨，甚至比直接面对他的水鬼本体效果还要好，只是仅仅加持烈阳可能不够的。蔡启东那狗东西不学无术，懂个屁呀！那他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向着所谓的神仙转化了？从他踏上这条路就已经开始了，而且绝对没有回头路可言。听到这，温言瞬间就明白了，他想要那天给江艳艳加持，让江艳艳化出金身，而江艳艳肯定是没这种本事的。这些事其实并不难查。这时他哪里还不明白这是要干什么？温言气得跳脚，在吊唁大厅门口破口大骂：蔡启东，我去你大爷的！吊唁厅里，一群烈阳部的成员一起转头，惊骇地看着温言破口大骂。温言脖子一梗，怒目而视：看什么看？蔡启东在我面前，我也要骂他，我还吐他一脸！温言气呼呼地握着手机，在门房拿了把车钥匙，便猛踩油门冲了出去。他要去见江艳艳一面，只有江艳艳那有一个合适的临时能力，他现在就需要这个临时能力来帮王雪琪冲破最后一段路。他给风瑶打了个电话：你在哪？能联系上江艳艳不？让他往我这边来，我现在过去要见他一面。能，他毕竟已经是被正式承认的河神了，庙宇虽然还没盖，但临时的庙祝已经有了。挂了电话，温言系好安全带，油门全程踩到底，在高速上一路狂奔。大半个小时之后，温言距离端州还有过半距离的时候，就接到电话，江艳艳已经来到这边的江边了。温言下了高速，来到江边，就看到江艳艳咧着嘴，瞪着小眼睛在水面上出现。新的提示覆盖了前面的，温言立刻暂时将赐符给装备到临时能力上。温言伸出一根手指，点在江艳艳软乎乎的大脑门上，给予了她赐符，然后丢给她一部手机。我还有忙，手机里跟你说。温言坐上车，又是一路狂奔回去，在路上给江艳艳打电话说起，王雪琪是要去飞升，最后一段路得她自己走过去。但是这个事会让不少水系里的水神不高兴，本来是不打算让你掺和的，但在其他人眼里，你的屁股恐怕早就坐到烈阳部这边了。既然如此，就别当墙头草两头摆，不然两边都没好结果。你给胡奶奶打个电话，先问问胡奶奶吧。挂了电话，温言就专心开车，一路狂奔。江艳艳一头雾水，化出了金身之后，立刻开开心心地玩起了手机。还别说，有手就是好。她给胡奶奶打了个电话，说起温言说的话。另一边，胡老太太拿着手机，遥望着天边，仿佛看到那边了黑云滚滚。胡老太太感慨不已，温言是真给自己人捞好处啊，给江艳艳拿到了正式承认。现在那个水鬼小姑娘要飞升，不知道是否也是温言说服了蔡启东。蔡启东这家伙，没想到年纪大了，比年轻的时候还能搞事情。他是真的敢啊！你听你哥的，你哥肯定不会害你。而且你哥说的对，关键时刻墙头草两边倒，事后绝对是最遭恨的。尤其是你刚得到承认，那你就更不能明哲保身，你得学会投桃报李。你去了不用做什么，你本身也做不了什么，你去站个台，表个态就行了。你是妖出身，这是抹不掉的。这些年妖和烈阳部的关系其实还不错，这种时候没必要为了水神拖后腿。那些家伙又不能给你一毛的好处，你尽管做，不要害怕，不懂的话就什么也别说，人去了就行。胡老太太细心地叮嘱了些细节，挂了电话。她才不信蔡启东自己敢做这些事，肯定是温言那好孩子，为了完成小姑娘的愿望，说服了蔡启东。毕竟那小姑娘她也是知道的，这件事受益者很多，但最大的受益者肯定不是那个水鬼小姑娘。而温言那孩子估计也不在意这些，他肯定只在意完成小姑娘最大的愿景。真是有魄力啊！飞升仪轨是什么？老太太可是非常清楚。老太太现在越来越喜欢温言了，有心办事是一回事，还能兼顾各方利益，让对方心甘情愿的来帮忙，还能把事办成了，那就不简单了。那他多少得帮帮场子。他拿起电话，一个又一个电话拨了出去。而另一边，好孩子温言正咬牙切齿骂蔡启东，然后猛踩着油门一路狂奔。另一边，西江在落月郡的那段里，天气阴沉，江水奔腾愈发凶猛，今天的水运都提前给通知暂停了，岸边也早就发了通知，说是上游会开闸泄洪，让各地有关部门注意。王雪琪一身阳气，在水中艰难前行，越是前进，他就感觉到阻力越来越大。水中除了水鬼之外，仿佛还有更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明着暗着的阻拦他。
那些平日里对他没什么阻碍的水，此刻也仿佛不断地推着他往后退。能让水鬼开启新的道路的人，意志呢自然是异常坚定。他现在唯一想要完成的事情就是这件事了，没谁能让他退缩。他的意志绽放着光辉，在水中一步步前行，缓慢且稳定。忽然，周围浑浊的水仿佛渐渐消退，化作那片黑暗且无垠的深海。深海里，一双硕大的树瞳在黑暗之中睁开，恐怖的威压降临，压在他的身上，让他再也难前进一步。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知道，我只是想给一样的不幸一个新的选择。树瞳盯着王雪琪，也不再说什么了。很显然，王雪琪根本不知道这是其他的意义。威压镇压在王雪琪身上，只是阻拦着王雪琪前进，现在只需要耗着就行，耗过了时间，一切都会恢复原样。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江边的平台上，香炉里插着一根粗大的线香，那香已经快要烧完了。所有人都沉着脸，那位紫袍道人抬起手腕，看了看时间，时间快到了，来不及了。冲天侯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发射。除了水鬼，其他稍微有名有姓的都没有直接动手。那这就是劫，也是仪轨的一部分。渡过了，那便成；渡不过，便万事皆休。我们也不能直接出手，出手了就会影响结果，说不定还会帮倒忙。我又不是直接帮忙动手，今天有个临时工算错了坐标，演习里的一个冲天侯落在了西江某一段支流里，又不算直接插手。蔡启东面色不变，预言了一下今天会发生的事情。紫袍道人叹了口气，无奈地笑了笑，也不说话了。不过，就算现在这样做，也来不及了。他来不及赶到，也来不及登天梯了。能来得及，放心吧。同一时间，江艳艳画出的金身站在西江江面上，他在执行他的职责，平复江波。从落月郡涌来的江水进入他的地盘之后，立马变得风平浪静。他也不说话，就是板着脸站在水面上，望着上游，表达一个态度。其他地方，山林里相继有大妖怪出现，但大妖怪只是站在那里看，就是表达个态度。有妖出场，水中的一些妖也就渐渐退去，哪怕有些妖是奉命行事，那也是出工不出力，深谙摸鱼的精髓。同一时间，温言也冲到了德城殡仪馆。他行进之间，龙行虎步，不自觉的就带着点烈阳拳的真意。大步行来的时候，就有一种煌煌正道、横推而来的架势。他大步来到吊唁大厅，直接激发了谢暖玉的力量，一直点在了王雪琪的遗骨上。既然从王雪琪踏出第一步，那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水鬼，开始向着神仙迈出了脚步，那么此刻就一定是可以用的。赐福，温言激发血暖玉，以最极限的激发烈阳，再给予赐福。霎时之间，遗骨上都开始有了玉化的趋势。同一时间，还在黑暗深海水域里被镇压着动弹不得的王雪琪，就像是看到一轮旭日在黑暗之中升起。温言站在他的对面，一直点在他的眉心。赐福，去吧，既然你想做，那我就助你做到。虽然说实话，你都没提前告诉我，连我都瞒着，我还是有一点不高兴的。我就算想骂人，也是会骂蔡部长。你想去做的事，我肯定不会阻拦你。啊，对不起，蔡部长说不让我告诉你的，他说你肯定会拦着我。王雪琪有些不好意思，脸上还带着笑容，仿佛现在不是去赴死。我就知道。温言恍然，你去吧，别犹豫，谁还敢拦你？蔡部长肯定会干碎他们。王雪琪没忍住，笑出了声。当他看着温言消失在眼前，笑着擦了擦眼泪，他周身金光灿灿，身上开始浮现出一层彩色的长裙。他望着前方一双巨大的树瞳，勇敢地迈出一步。霎时之间，金光绽放，一步便撞碎了前方的黑暗。他又出现在江水之中。他一袭彩衣，身上绽放着璀璨的光华，一步步踏浪而行，水浪在他脚下拖着他的身躯逆流而上，一步落下便已经是100米。江边的平台上，蔡启东望着远方继续靠近的光华，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来了，我就说了，肯定能赶上。紫袍道人有些震惊地看着踏浪而来，一身彩衣华服，周身金光灿灿的王雪琪。金身，这就有金身了。不等他们反应过来，就见王雪琪衣袂飘飘，水中浪头扶摇而上，浪头如同化作一道道阶梯，直冲天际。而王雪琪赤脚踏浪，石尖上带着笑容和美好的愿望，一路直冲天际而去。金光自下而上的绽放，天空中的黑云便似被从中劈开，金色的烈日光辉落下，与那水浪阶梯重合到一起，好似化作了一道金色的阶梯。王雪琪一往无前，没有丝毫犹豫地冲了上去。霎时之间，漫天金光洒下，雨过天晴，黑云退散。随着漫天金光洒落，紫袍道人面露微笑。无上太乙救苦天尊，神女有大人性、大毅力、大功德，请受贫道一拜。紫袍道人后退3步，取了3支香，恭恭敬敬的3叩12拜，这已经是最高礼节了。这不是敬的地位，而是敬王雪琪的功绩，敬王雪琪本身。王雪琪飞升以后都不知道会救多少人。水鬼这个最古老的职业，堪称诅咒的职业，从今天开始算是正式被瓦解，至少在神州之内是这样了。紫袍道人自忖，他这一生恐怕都不可能有这般影响力的大功绩了，能来参与一手已经算是莫大幸运。他站起身，取出了准备好的盖着红绸的牌位，又重新祭拜了一遍，将香插入香炉之中，揭开红绸，牌位上书写着解水神女王雪琪。而后紫袍道人又开坛，取出一卷黄绸，上面已经画满了符文和云露，只有中心的胆还是空白的。他将其摆在牌位前，那黄绸受了天上金光洒落，最中心渐渐浮现出一个从未出现过的新符文。他满意的行礼道谢，谢神女赐路。这便是王雪琪飞升位列仙班之后多出来的一道路。龙虎山亲自来主持了飞升仪轨，也是冒了巨大风险的，不成了，道人就要受到影响。若是成了，那龙虎山便多了一道可以受禄的符箓，解神女路。同一时间，
浮于山里，3个老道士的法坛前，天空中金光洒落。3个老道士一惊，立刻取出黄绸，飞速书写，也多了这一道符箓。另一边，德成殡仪馆里，温言的一根手指还点在王雪琪的遗骨上，他怕王雪琪力量不够，就一直在给加持，时刻保持着极限状态。那颗血暖玉都快被消耗殆尽了。忽然，已经近乎玉化的遗骨里，所有的力量都开始了逆转，所有的力量都倒着反过来反馈给温言。温言的脑海中也随之出现了提示：获得额外固定能力，解厄水官路。你为一位水鬼飞升做出了最关键的贡献，解厄神女王雪琪感念你无私的心意。她虽然已经不在，意识消散，化作了解厄神女，但她原本的心意却还是无法抹去的。她最后想对你说一声谢谢，她已经满足，远超她最初的期望，这已经是她期待的最完美的结局。她送给你了她唯一一道最初的路，解厄水官路。解厄水官路，天授符箓之一，故有基础特性，永不溺水。获得新称号水鬼天敌，佩戴此称号，对所有水鬼拥有100%压制、100%真伤、100%无视免疫，拥有17%的概率触发完全抹杀，拥有17%的概率抹去水鬼职业的继承特性，可替换称号大值天敌。当前可同时佩戴称号数量1。温言看着自己手背上浮现出的一道符箓，面色复杂，他心里遗憾，可是想想这个结果的确是将王雪琪想要做的事情给做到极致了，他的确是带着万分的满足离去的，没有一丁点遗憾。而那刚才都已经有些玉化的遗骨，此刻也已经恢复成了普通的骸骨，再无半点神意，也跟王雪琪没了什么联系。温言神情复杂，有些失落地走出大厅，就坐在吊唁大厅门口静静地坐着。馆长不知道何时也搬了把椅子坐在温言旁边，这已经是比你最初的预期要好得多的结果了。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骂人。那你骂吧，别骂我就行，我也是被老蔡架起来的。你应该也看过神话，看过历史，你应当知道我神州的神话史还有历史书说约等于一部对抗水的历史书，不算太过分。当发现那个小姑娘心底善良，还给水鬼开了新路，这条新路里还有一个你可能觉得很平常，但是在老蔡看来却极其炸裂的特性，而且这也完全契合那小姑娘自己的心意。这个时候，那没有老蔡也会有老何或者老王，这一切都是顺应了所有人的心意，最主要的是顺应了那小姑娘自己的心意。她若是没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不是她唯一的心愿，她的意志不够坚定，那初代张天师复生也逼不了她。我知道，温言叹了口气，他当然也懂，所以这就牵扯到我们殡仪馆经常会看到的问题，到底是家属觉得好重要，还是客户觉得好重要？有时候这两者是不能两全的。口口声声说着尊重亡者，但我在这么多年了，也没见多少真的尊重亡者。这座大厅里的一切也都是在安慰生者而已。馆长，我都懂得，我也真的为他高兴，但这也丝毫不影响别的事情，一码归一码。温言看着吊唁大厅里烈阳部的人，他们都在这等着。再向着门口的方向望去，就见蔡启东背着手，面带微笑的走来。温言轻吸一口气，大喝一声：何健，我去你大爷的！然后又看向蔡启东，沉声大喝：蔡启东，我去你大爷的！骂完之后，温言哼了一声，转身就去推着王雪琪的遗骨前往火化部。他倒是想给王雪琪的遗骨留着，但他怕有其他人有歪心思，还是火化了，一切干干净净。馆长被当众骂了，还是面带微笑，乐呵呵的，毫不在意。蔡启东被当着一群下属骂了，看着那些下属惊疑不定，面色怪异。蔡启东也是唾面自干，乐呵呵的，就当没听到。今天温言就是吐他脸上，他都能乐呵呵的自己给抹匀了。他可是知道温言的，温言嘴上怎么瞎吹都行，实际上一个没灵智的大旨陨落了，温言都难受了好些天，现在都还给供着，时不时的给上一炷香。这天下目前恐怕也就温言一个人还会给大旨上香。要是让温言提前知道，最后可能他依然会被王雪琪说服，但这个过程可能就会有了变数。温言固执的认为超度消散、飞升消散，还有被豪华炉火化消散，那就是不一样，这是正常的感情原因，很正常，还不如先开车再买票，那温言就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帮到底。当然这么做肯定是得被骂的，那都是小问题，唾面自干而已。蔡启东正面带微笑，在这跟和馆长聊着呢，秦坤也来了。他走上前行了一礼，有些不好意思的道：部长，实在不好意思，得罪了，我太师叔祖被气得都没法开坛了，险些被气死，我把太师叔祖劝住了，但我太师叔祖这一巴掌还是得落下了。秦坤客客气气的躬身一礼，然后拿出手机打通了一个视频通话，然后交给馆长：劳烦您给拍着点。然后就见秦坤的身形如饿虎扑食，一巴掌裹挟着千钧之力，以极快的速度啪的一声抽在了蔡启东的左脸上。蔡启东的身躯就像是没了重量一般，被一巴掌抽的向着侧面飞去。他一脸撞碎了俩垃圾桶，翻滚了不知道多少圈，然后后背直接撞在了10几米外的围墙上，将那围墙都撞塌了。蔡启东低着头靠在那里，身子一抽一抽的，在场所有人都惊得愣在原地，好几秒之后才一阵鸡飞狗跳，赶忙冲过去看看蔡启东是不是被打死了。部长，部长，你醒醒，快叫救护车！秦坤接过手机给馆长道了声谢，然后将视频画面切回前置摄像头。太师叔祖抽完了，您看到了吧？我肯定没留手，您安心休养，小师弟也好着呢，我过些日子就带小师弟回去看您。好。太师叔祖长出一口气，起码这口气算是顺了。聊了几句之后，秦坤挂了电话。就见墙脚下被坍塌墙壁掩埋了一半的蔡启东忽然抬起了头，他脸上还挂着微笑，看着旁边围着的烈阳部成员。好什么好，
嚎丧吗？我还没死呢，秦坤会真打死我。这是巧劲，你们懂不懂？平白无故的利用了人家，总得有个人来背黑锅的。我不背，难道让你们背？蔡启东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心满意足的一声长叹。这口黑锅背的爽啊！说实话，我都很久没有背黑锅背的这么爽过了。远处，秦坤看着蔡启东站起来，毫发无伤，脸都没有肿，目光顿时一凝。他走的刚猛路线，可没有本事能把一个普通老人给抽得连飞带滚的飞出去10几米，还撞碎一面墙，还能让老人毫发无伤。他是真的实话实说，刚才那一巴掌可没收着劲。他知道那一巴掌肯定不会出什么大事，但也没想到搞出来这么大动静。蔡启东好像都没受伤，顶多是看起来灰头土脸的，不太好看。蔡启东推开其他成员，拍着身上的土，抖了抖头发上的灰尘，重新走了过来。部长，见谅，我要是不来……蔡启东无所谓的挥了挥手，打断了秦坤的话。我懂，不用说了，我还得谢谢你。你要是不来，老前辈心里这口气顺不下去，万一真的亲自下山了，我起码在床上躺半年。老前辈若是开坛，可收不住力。秦坤也不说话了，心说还在这装呢，那一手卸力的手段，说是出神入化，一点都不夸张，把他这种走刚猛路线的人克制的死死的。我去看看我师弟。秦坤也不想跟蔡启东说话了，找了个借口就往后面走去。温言没管外面的事情，他亲自送了王雪琪的遗骨来火化部，老张接手，温言也全程跟着。高配版豪华炉里走了一遭，他就在这等着。秦坤来了之后，就说了一下之前的事情，他替太师叔祖给了蔡启东一个大逼兜子，其实这意思就是这一巴掌之后，这事就到此为止了。要不然蔡启东会挨了一巴掌还乐呵呵的。要是浮玉山没表示，蔡启东才会发愁，他估计也得自己把脸伸过来，主动让抽一巴掌。你们蔡部长肯定不是传闻中的身手不错，他那何止是不错，我早就知道蔡部长不简单，总不能这10年里所有人都在飞速进步，他却原地踏步吧？再说了，他这也不依靠自身战力吧？说的也是。秦坤点了点头，他还真有点刻板印象遮掩了。毕竟在大家印象里，烈阳部的这些领导都是在刚开始灵气复苏那几十年里上来的，经验丰富，本身又不是依靠自身战力的人。这10年灵气复苏加速，那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把上面的领导层全给换了。蔡启东上一次亲自出手也是很久之前了，按照那时候的实力放到现在来看，其实也就那样，撑死了也就1/10个秦坤。秦师兄，这什么时候就做出这些决定的？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应该是几天前在为化工厂领域收尾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决定。西江水系复杂，水系里的水神也很混乱，绝大部分都是野祀，可还是有很久之前就祭祀的正经水神的。近来落月郡有明显痕迹，显示有一位龙神有复苏的趋势，这都是要做准备的。而王雪琪就给了一个机会，最重要的可以兜底的机会。其实事后我想了想，也就我这种不再关注、不太往深里想的人才会没在意吧。可能其他人，比如蔡部长这样的，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些，给江燕妍正式承认，上面肯定也有考虑到今天这个事了。我就没想到。温言摇了摇头，你不一样，你之前压根就不知道飞升仪轨这种事，这种事都多少年没发生过了，谁会想到这个啊？而且以往都是3山5岳里德高望重又有神通在身、道行精深的前辈才有资格飞升，这一次谁会想到会允许那小姑娘飞升？虽然事后想一想，的确挺合情合理，而且很有必要。温言想了想，问了句：情况是不是不太好？若是没有绝对的必要，上面也不会这么痛快的允许吧？龙虎山也不会这么轻易的答应下来吧？落叶郡的情况我不是太清楚，但我大概了解过，西江水系里若是有一位龙神复苏还没有抱着善意的话，那影响的确非常大。水系水神一向是很麻烦的事情，尤其是年岁古老还有肉身的水神，就算是想杀都不是那么容易的。让拓跋武神去水中击杀一位龙神，估计都不太可能成功，而一次不成功，对方的报复就会让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极端的路线，不是所有事都能靠打打杀杀解决的。要是那样，反倒是简单了。听你说话说的，之前是有例子吗？有，差不多30年前吧，就有一头恶蛟在沉眠之中复苏，他那时候力量远没有恢复，当时的环境也不足以他恢复一点，就算如此虚弱，他依然能引动风云，牵动水系，淹了不少地方，最后被引入陷阱里，80门机炮将其打成了筛子。秦坤想了想，回忆了一下蔡启东的履历，那个时候蔡部长应该也是在那里任职的，那时候他应该还不是领导，就是不确定他参与这件事了没有。温言没有继续多问，他想到了老赵以自杀式推算的方法给他的一个提示，东边西边都有来人，吉凶参半，他不知道分别代表着什么。今天听秦坤这么一说，提起了西面的落月郡，温言就琢磨着，弄不好他还真要走浮玉山的老传统，得罪水神。而西面最有可能的，应该就是那位刚复苏的龙神。东面目前有可能有接触的，就只有那个长风集团。又跟秦坤聊了聊，送出去的那头大龟什么的，时间就差不多到了。老张亲自出手给收拢了骨灰，封好之后交给了温言。一天的班到此就算是上完了。他带着王雪琪的骨灰给走了标准程序，开着车出海，在海上将其一点一点撒入海中，彻底断了有人利用的可能。他的骨灰跟阿伯不一样，阿伯是大职师，完成大职之后就消散了，有人想利用也没用。而王雪琪飞升了，多少还是有些联系的。温言可不想有人利用这种联系。坐着船上了岸，刚回到德城就接到了馆长的电话。温言啊，事情办完了吗？办完了。馆长您这有什么事要吩咐吗？不是，是宇宙来了的老朋友，托关系托到我这了，想请你帮个忙，想约你吃顿饭聊聊。温言看了看时间，撇了撇嘴。馆长，都快6点了，
约人吃饭。我这刚弄完，到德城都7、8点了，还约了我大师兄去我家里吃饭，改天吧。没事，我就跟你说一声，这都是老关系了，抹不开面，话给带到了，剩下的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那就行，馆长你就直接说就行了。挂了电话，温言看向旁边跟着他一起来的秦坤，秦师兄正好来了，就去我家里坐坐。推书幼苗，我的怪谈手册，作者不如早睡。他把他的脸摘下来丢进了角落。他住在了无人的宿舍，却并不孤独，因为他知道还有一个看不见的舍友陪伴着他。人头阔鱼爬得很远，在地面留下道道泪痕，真是个诡异的世界。还好我是个正常人。善良越飘越远的人头气球，如此想着。秦坤本来是闲得没事，刚揍了蔡启东，又不方便跟烈阳部的人混在一起，才跟着一起来的。他还以为温言就是拿他当个借口拒绝下别人，哪想到温言还真来啊！秦师兄，都快6点了，难道你还想自己去吃饭？那也行，咱们一起随便吃点就行。都说了去我那坐坐啊，家里还有人呢，也得一起吃饭。温言拿起电话准备叫点菜，顺便再跟秦坤喝2杯。秦师兄一顿能吃半头牛不？想什么呢？我一天最多也就10斤肉。哦，懂了。温言按照10个人的量叫了一桌子菜，在过老板的飞信，直接把钱先给他转了过去，省得一会儿万一天黑了，老板不敢来送。秦坤有些无语，自己这小师弟着实是太实诚了点，难怪被蔡启东那黑心的家伙坑了。今天早知道就先爆气，出手再重点，最高奔着直接把人打死的力度去，不然这实在是不解气。别说太师叔祖不解气，他都有些不解气。那一巴掌多少带着点个人情绪，但没想到蔡部长比预想的起码强了3、4个档次。这天下强者还是有些太离谱了，尤其是这几年大家进步都太快了，战力膨胀的速度都让他觉得有点跟不上了。回去了之后还是得加紧苦修，不能懈怠。什么时候能一击让蔡部长吐血了再说。噗！开往端州的一辆房车上，蔡启东一低头，猛地喷出一口黑血，喷到了洗手池里。一口鲜血喷出之后，他那如常的脸色便瞬间变得惨白。一旁的风瑶面色微变，部长，现在他知道了为什么部长走的时候要带上他和一个心腹司机，还开着他私人的房车。蔡启东对风瑶摆了摆手，擦了擦嘴，漱了漱口，从床头的一个小柜子里拿出一个小玉瓶，从里面倒出来3颗老鼠屎一样大的小药丸，放进自己嘴里吞了下去。他躺在后面的床上静静调息。部长不是说没事吗？怎么？蔡启东抬了抬眼皮，嘴角抽抽了一下。你当我飞升了吗？怎么可能没事？秦坤好歹是滨海郡40岁以下的最强者，便是放眼神州走刚猛路线的武者，同年龄段里纯粹的力量能跟他比一比的，一只手都能数过来。他那一巴掌哪怕没用武技，却也没有收着力道。他那种人形怪兽能把人活活打爆的可怕力量，只要是血肉之躯，硬生生挨了他一巴掌，就不可能没事。我都提前吃了保命药了，再加上拼尽全力，才将那怪兽一样的力道给卸去了90%多啊！剩下不到1成力道，就让您伤成这样。风瑶都有些震惊，秦坤这么强吗？屁，是我强撑着压住了伤势，压到现在放开了，伤得更重了。风瑶无话可说，心说他之前还真的信了秦坤用的是巧劲的说法，哪想到部长在人前装逼呢。蔡启东靠在床上，耷拉着眼皮看风瑶，当然一眼看出来风瑶的想法。你要是以为我跟你们年轻人一样是为了装逼，那就是我高看你了啊！风瑶一怔，立刻仔细思索了起来。片刻后，蔡启东问了句：想明白了吗？能想到部长是为了平事，但为什么平事往深了想的不太透彻？你以为我不知道，只是请来龙虎山一位紫袍，压根不可能成事。那应该挺难，我看了相关资料，飞升仪轨最主要的还是看飞升的主体，其他人最多辅助。是啊，龙虎山的人来就是个摆在明面上的幌子，扯一个龙虎山的虎皮而已，能接手飞升仪轨的又不是只有龙虎山。实际上这事要成，得有神州政府和烈阳部的英语出正式纸质文件，盖章签字按手印的那种，就像是高原郡的大和尚转世都得先得到批准再说。后面还得有当地的正经河神亲自站台，代表着当地水系，那些也似水神不行。除了龙虎山，还得有其他一座底蕴深厚的大山大观来给站台，代表着这不是龙虎山一家搞出来的事。还得有大妖来站台，表示本地的大妖也支持这事。还得有阿飘里有实力有地位的人帮忙站台，震慑其他的阿飘。别看这次是送一个阿飘飞升，但最有可能反对，而且下黑手的就是其他阿飘。最后还得要有最核心的助力，在没有亲自到场、没有亲自出手的情况下，助王血气飞升。蔡启东叹了口气，又服下3颗药丸。这次的事其实是顺势而为，但我去请别人也未必会给我面子，因为我是烈阳部部长，他们反倒是不能这么明显的给面子，因为这件事支持我，那就是站队。所以后面这5件事其实都是需要借温言还有浮玉山的面子，最主要的还需要让温言帮忙。成了，那我挨这一巴掌，那就是我活该，因为我没提前跟浮玉山沟通，半道上把人绑上船了。能挨这一巴掌，意思就是浮玉山给我个台阶下，而我挨了还得乐呵呵的，不能受伤，再给浮玉山一个台阶，让大家都觉得这是互相给个台阶下，不是结仇。打个哈，这事就过去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这就是最好的结果。风瑶能理解蔡启东的意思，但还是有些震惊，伤成这样了，还好啊，没忽然失去了心智的大将从天而降，砸了法坛，一不小心把我砸死。下雨天没到天雷，正巧落在我头上，把我劈死。也没哪位大佬养了几10年的飞剑，迷路在外，一不小心把我撞死。我也没喝水的时候，一不小心拿错了杯子，被尸毒毒死，诈尸了之后尸体都被带走。
更没有一觉睡过去，灵魂莫名其妙出窍，再也回不来了。只是挨了一巴掌，养个把月就能好了，这要是不算好结果，那什么算好结果？风瑶在旁边听得冷汗直冒，心说不至于吧？真敢宰了一郡分部的烈阳部部长吗？至于，非常至于，这次要是没成，万一反噬影响到某些人身上，导致严重后果的话，你信不信总部部长会亲自在我意外死亡的报告上签字？风瑶不说话了，只是静静的听着。他再傻也看出来了，部长是在栽培他，给他机会，后面要给他加担子了。总部之前想让我往上走的，但是我给拒绝了。我这性子不适合开会的时候坐在最前面那排。像噬魂兽的事，我觉得太过于危险，那就谁也别碰了。那是几个别人的野心。这几天南武军烈阳部里被我送走的人都好几个了，但这次看到了机会，我就想抓住了。无论如何都得把这个路给铺上。铺上了这一次的路，给了开端，那后面就好说了。以后都没法估计会少死多少人。我也知道我这性子不够稳，所以我就适合来做事，不适合再往上走了。再往上走，犯一次错，可比在下面做事犯一次错的代价高太多了。你记住了，以后做事先想一想，你能不能扛得住代价，愿不愿意去扛。要是愿意扛，也能扛，那再去做。事后承受了代价，那也别怨别人。受教了，我明白了，部长。风瑶认真的点了点头，明白就行。你接下来这些天跟着我吧，帮我做点事。我这伤被我卸力的时候强压成内伤了，至少得养1个月才能好。还是低估了秦坤的力量，这家伙怎么进步这么快？这才没多少天，都能感觉到他明显又变强了些，实力比几个月前起码强了3成以上，真是可怕的天赋。风瑶没说话，心说能不闪不避，硬生生挨了秦坤一个全力大逼兜子，之后还能强行压住伤势，让伤势变重了之后，还能在这跟我说话，您这藏得更深吧？德成老菜馆馆长又是在这招待客人，他在外面打完电话进来之后，就跟里面一个白头发的老者道了声歉，就说温言要招待他大师兄，实在没空来。一听大师兄是秦坤，白发老者也没话说了，他自忖还没那么大脸，能让温言丢下秦坤来见他这个陌生人。来尝尝这家私房菜，别看门面不咋地，但做菜的味道那是真不比宇宙的大酒楼差，尤其是这几道招牌菜放到宇宙的大酒楼里，那也是招牌菜级别的。何健热情的招待老友，还开了一瓶自己带来的老酒，推杯换盏之间把气氛搞得很是愉快，但每一次都是将白发老者要说的其他话给不着痕迹的堵回去。他念及几十年的老交情，念及当年一起奋斗的纯粹友情，几十年没什么利益掺杂的友情，他不想临老了却让这份老友情给掺杂点别的东西，让其变味，也又不想因为他让温言掺和进一些事情里，所以他压根不想听对方说为什么要来德城。一顿饭吃完，喝到微醺，两个中老年人碰到一起，最喜欢的自然是聊起年轻时的开心往事，聊得很开心。饭后何健还给叫了车，把人送到酒店门口才离开。白发老者看着何健坐车离开，最后悠悠叹了口气，他是真的聊得很开心，也看出来了何健一直在打岔，最后自己也还是没忍心破坏了这难得的开心时刻，也没忍心让两人多年友情掺杂别的东西。他回到酒店房间，拿出电话，刘总，我这边和馆长的线怕是没用了，都没见到人，你今天好好休息吧，过几天再说，这几天别去了。电话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白发老者有些意外，不是很急吗？怎么忽然就不急了？不过他倒是松了口气，没这么着急了就好。别墅区北部，温言带着秦坤回到了家里，他在院子门口向着陪土狗的院子看了一眼，果然多了一辆看起来有些老旧的私家车。馆长可真抠啊，竟然给了一辆手动挡，这车的年纪比陪土狗的闺女都大了。看着那边亮着灯，隐约能听到说话的声音，还能听到贾金凤辅导闺女作业时音调逐渐变高。温言带着秦坤进入院子，里面的门便自己打开，小僵尸探出半个脑袋看了看，看到秦坤之后立刻将脑袋缩了回去，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哈，温言笑出了声，他自己走上前拿钥匙开了门。秦师兄，里面请。秦坤向着侧面看了一眼，他刚才好像感觉有什么东西看了他一眼。进入温言这房子，看着这里的布置，一个小僵尸，一只雀猫，还有没收拾的外卖盒子。温言见怪不怪，随手给收了起来。傻猫，你是不是自己叫外卖吃饱了，却容易饿？你不知道我叫个外卖怎么了？我自己的钱爱怎么花怎么花。你吃过了，那你没口福了。没事，猫都是少食多餐，我还能吃。雀猫从沙发上飞下来，客客气气的跟秦坤问好。倒是小僵尸一直躲起来，看起来还是有点怕秦坤。算了算时间，温言正准备打电话问问饭菜都送到哪的时候，听到了外面传来推车的声音，就见一个穿着带着反光条黄马甲的人推着一辆保温餐车一路来到院子里。温言一看来人，哑然失笑。小哥，怎么又是你？我什么活都接，这片别墅区北部的活基本都是我的，现在好多人都知道了，店家直接打电话让我来送的。骑手小哥咧着嘴笑得很开心，把东西从小区门口送到里面，过3个小时再来把餐具都收走，就这么简单，100到手了。中间这3个小时闲得没事，正好是奶茶烧烤的时间段，再去送3个小时外卖，运气好的话可能一个地点就能送好几个单，少说还能再赚个80。他当然开心了。骑手小哥推着小车给直接推到了房门口，他倒是想给直接服务好，可惜这位温先生挺好说话，直接让他走了。屋内，温言打开保温餐车，将里面一盘盘菜端出来，又把那天吴庭生送的酒开了一瓶。临吃饭前，他一挥手，所有的菜都给加持了阳气。再去将小僵尸抱下来，放到儿童座椅上之后，照顾好他和雀猫，给小僵尸一杯番茄汁，给雀猫一杯西瓜汁，温言才举起酒杯。
来，大师兄来我们家做客，我们一起敬大师兄一杯。秦坤看着温言照顾俩小家伙，敬酒都要带着，顿时笑了起来。都自家师兄弟，不用这么客气。秦坤也举着酒杯，跟小僵尸和雀猫一起碰了杯。两人一将一邀，倒是吃得开心。小僵尸在那嘤嘤地说起以前被秦坤吓到的经历，雀猫添油加醋的翻译。一桌子10个人的菜，对于俩练武的人来说也没什么压力。酒足饭饱，师兄弟俩又在后院练了会拳。温言抓住机会，就让秦坤指点了一会儿。自从彻底确认他是真的没灵魂了，他就觉得修道的想法，一门心思好好练武。俩人又在后院稍稍过了过招，秦坤晚上也就在这里住下了。入夜，秦坤站在窗边看了一眼后面，有些失笑的摇了摇头。这地方真是相当古怪。温言说后面住的邻居是阿飘，旁边是张老西。张老西今天不在，在隔了一栋，旁边的洞里，他也感觉到那里之前好像有人看了他一眼。能直接激得他生出本能反应，估计也不什么善茬。但是听温言说那户还是他给安排的，人都介绍到德城殡仪馆上班了，秦坤也就不多问了。到了后半夜，秦坤忽然睁开眼睛，他细细感应了一下，想了想也没急着做什么。别墅区北部，一个一身黑衣戴着头套的人，一个翻身就越过了围栏，进入到别墅区里。落地之后，这人便像是融入到阴影里，消失不见。那人看着一栋栋黑压压的别墅，仔细数了数，翻过栅栏，进入到张老西的后院。他左右环顾，拿出工具，半蹲在那里撬锁。隔壁的露台上，秦坤有些无语地看着这一幕。老赵的房间里，老赵也和五兄弟凑到窗边，看着外面。那人在干什么？你傻呀，在撬锁，肯定是要偷东西。我那天好像看到张老西在门上留了宝贝。那我们要不要管？被偷了可不太好了。而另一边，裴土狗家的露台上，裴土狗也已经无声无息地出现。他靠着墙，歪着脑袋，也有些愕然地看着这个小贼。他都懒得理会那小贼。果然，那小贼敲开门的瞬间，就见锁眼里忽然喷出一团烟雾。那小贼受了惊，掐着自己的脖子，连忙翻墙逃走。裴土狗抬起头，就看到秦坤在楼台上探出脑袋，看向他这边。裴土狗咧嘴一笑，露出2排白牙。闲来无事，玩玩。秦坤笑了笑，欣然应允。秦坤一个翻身，落在了地上。裴土狗顺着墙壁，横着从墙上走了下来。二人默契的一起向着别墅外面走去。你是我儿子他爹的师兄，我就不用绳子了，咱们练练拳脚功夫。秦坤看着手臂上的汗毛都在根根炸立，对方的杀气重到没特意针对他，都能让他激起本能反应的地步，如此气势实在是平生仅见。难得见到个没听过名字的高手，那是相当的欣喜。至于他有些没听懂前半句，也不重要了。白天才见到一个深不可测的蔡部长，晚上就又有高手。秦坤顿觉南武郡卧虎藏龙，比他强的高手真是相当的多。秦坤一起大步离开别墅区，来到北部外面，这里再向北就是德城准备新开发的新区，只不过现在还看不出来什么。两人来到荒野里，稍稍见礼之后，就立刻干了起来。几招之后，秦坤眼皮微微跳动，他不知道对面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所有的招式，所有的动作，统统都是奔着杀人去的，一招比一招狠辣，看起来就像是刚刚从战场上下来的，一切都是为了更有效率的杀人。他的感应非常敏锐，自然能感应得到对方杀气重，招招为了杀人，却没有什么杀意，不是真的要杀他，而是人家就是这风格。但这种类似生死之战的体验，却激发着他战意升腾，越来越感兴趣了。他也不用武技，就是纯粹的力量和拳脚功夫，两人在这大打出手。另一边，刚潜入进来的小贼一路溜着墙边，融入到墙体的阴影里，飞速前行。他一手捏着自己的脖子，感觉呼吸都开始不畅了起来，可他也不敢松手。他没想到有人在自己家门锁里下毒，只要开锁，立马就会喷出来，拿钥匙开锁也一样。但是一琢磨，好像人家拿钥匙开锁也不会被喷一脸，只有他这种撬锁的才会被喷到脸上。本来以为简简单单的活，谁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他在阴影里一路前行，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脸有些麻木了，那种麻木感还在顺着脸往下走，意识都开始渐渐模糊，最后直接倒在了墙体的阴影下。他的脸贴在地面上，隐约看到远处好像有俩人在打架，那声音跟看电影似的，出手就砰砰砰。最后一个念头闪过，小贼便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他的身体融入在阴影里，路边偶尔有车辆路过，却也没有一个人看到他。过了好一会儿，远处秦坤站在原地，周身血气沸腾，阳气盘旋流转全身，而裴土狗一身杀气都快显现出来了，他露出2排大白牙，笑得开心。不用神通，只靠拳脚，倒是打得比咱2个人还要痛快。他拱了拱手，裴土狗。秦坤还了一礼，扶于山。秦坤两人都没继续打，再打下去弄不好就得伤一个，这一次就是先是试水，大家互相摸摸底。两人一路返回，路过围墙的时候，一起瞥了一眼隐藏在阴影里的小贼。裴土狗想了想，今天心情好，再加上还是不要在自己家门口杀人，不太合适，算了，算这小贼运气好，他交给你了。裴土狗转身进入别墅区，2步之后便消失不见。秦坤来到阴影下，伸手一抓，就从阴影里拖出来一个全身黑衣，戴着黑色头套，像是在 cos 超级英雄似的家伙。秦坤揭掉对方的头套，就见对方面色乌黑，明显是中毒了，而且看样子还是个最多17、18岁的小孩。他有些无语，就这水平也敢来这种地方玩潜行啊？旁边住着个打架都只会一击毙命杀招的大煞星，中间住着的张老西，别看练武水平不行，修道水平也不高，但各种乱七八糟玩意玩的可比其他人都溜。在旁边还住着温言、雀猫、小僵尸，后面就是住着几个阿飘。不过想想也对，也就这个大的小屁孩才会出生牛犊不怕虎，什么都敢做。秦坤伸出手摸了摸对方的颈部，确认没死，看
看着对方稚嫩的像是没经过社会毒打的脸，他叹了口气，单手拎着对方一跃进入到了院子里。他感应了一下，温言还是睡得很踏实，呼吸均匀，一点变化都没有。小僵尸倒是察觉到动静，探出脑袋看了一眼。秦坤对着他招了招手，来，帮忙给这小屁孩解个毒，我有事问他。小僵尸皱着鼻子，有些不太乐意。那我去叫醒温言了。小僵尸轻轻一吸鼻子，地上小家伙中的尸毒就被吸引了出来。小僵尸的五官都快皱在一起了，他呸了一声，将毒吐在地上，嘤了一声。雀猫睡眼惺忪，摇摇晃晃地走出来，习惯性的翻译。他说这尸毒太低级了，还混杂了其他东西，味道很差。秦坤伸出手拍了拍少年的脸，别装了，起来吧，不要喊，别人在睡觉，也不要逃。你这次逃了，再惹得其他人不高兴，把你宰了，你也是活该。少年睁开眼睛，有些无力地坐了起来。我只是撬个锁而已，不至于吧？你撬普通居民的锁，的确是顶多抓住你关几天，但是你去撬禁区军火库的锁，被当场击毙了，也是合情合理合法。这能一样吗？秦坤想了想，张老西都敢在锁眼里下毒，还是能毒死人的，那他家里收藏的东西可能还真比寻常枪支弹药危险。性质差不多，说不定你撬这边的锁，性质更严重点。少年吓了一跳，脸都白了。不至于吧？我可是提前打听过的，这里就是普通的居民区吧？先说说吧，谁让你来的？你是谁？你又不是旁边别墅的业主吧？少年眼睛一转，还是不想老实回答。你想好了，我拿出我的证件，那这事就得公事公办了。还有，我找人帮你解了毒，你不应该先谢谢我吗？基本的礼貌总得有吧？少年被说得面色发红，就老老实实的嘀咕了一句：谢谢大叔救我。看了看旁边的小僵尸和雀猫，少年又补了一句：谢谢你们救我。好了，说吧，怎么回事？少年犹豫了一下，拿出了手机，在手机上点开一个咬着金币的骷髅头的图标，他点到其中一页。啊，就是这个，我今天看到有人在本地发了个悬赏10枚论坛的骷髅金币，说是要来这里那座别墅里确认一下那里有没有一样东西，一个被黄符包裹着的玉石。我仔细看了好几遍，不是要来偷走，只是确认一下。那我就来试试。10枚骷髅币就算是私下里换成钱2、3万了，不换成钱，在这个论坛里还能买到一些而别的东西，比如我身上这身夜行衣就是我攒的骷髅币买的。知道烈阳部吗？知道东西不少啊，那你怎么还这么勇？少年低着头不说话了。秦坤无奈地叹了口气，很显然这少年在今天之前就没挨过毒打，但翻车一次就险些丢了命。少年也明显不是一般的小窃贼，那他去撬张老西的门锁，死了烈阳部都只会来给收尸，因为张老西那真的有危险品，而且还是合法合规持有的危险品。窃取烈阳部认定危险品，自己翻车挂了，谁也没法说什么。秦坤拿着少年的手机翻了翻，看着里面的帖子，什么悬赏都有，但大体上都是踩在灰色地带上的东西。他看到有个悬赏杀人的帖子，刚看到就发现下面有管理员说着帖子违规，直接将其账号封禁了。再一刷新，帖子就没了。这算是一个比较标准的黑市论坛，注册是需要人邀请的，没有登录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一个游戏论坛。烈阳部也知道有这些东西，可惜这东西就像是所有男人喜闻乐见的东西一样，永远经不完的。一般只要不是做太大了、太猖狂了，或者是越线的，一般都是不太管的，只要能压制在一定范围内就行。小家伙，想明白你这是什么情况吗？想明白了，探路排雷的。少年有些丧气。嘿，你倒是清楚，说说吧，叫什么名字？身份证号多少？在哪上学的？秦坤跟少年正聊着呢，温言打着哈欠，端着个水杯，有些茫然地向着后院望去。看着后院里的人，他才稍稍清醒了点。听秦坤说起发生了什么事，温言打量着少年，拿走了秦坤手里的手机。上高3了，晚上还有空出来撬锁？闲得慌，撬锁哪学的？网上有视频。温言顺手将手机揣兜里，看看，这就是玩手机的危害，手机当证物没收了，回去好好上学，瞎搞什么呢？温言眼看少年还想说什么，他继续道：当个盗贼就只想到了撬锁，这就是不好好学习的下场，格局太低了，回去好好学习，以后再好好想想应该做什么。少年面色一变，到嘴边的话硬是咽了回去，再也不敢反驳什么了，更不敢要手机了。他现在大概理解了，他闯入的是什么地方，随便出来个人都能一眼看穿他的职业，他可是没有跟任何人说过的。温言看着论坛里的东西，进房间里拿出点东西，账号密码写一下。他将纸笔交给少年，又顺便塞了部新手机交给少年。这手机是备用的，本来是给雀猫和小僵尸一人一部的，但这俩就喜欢趴在一起看手机，一直没用。里面有电话卡，而且是加密处理过的，高考完之前不准打开，你提前打开了再中毒，那就没人救你了。少年手一抖，险些将手机扔出去，但是看着新款的手机，他又很是喜欢，本来出来跑个任务就是为了赚点钱。少年老老实实的写下了账号密码，知道这个手机号还有论坛账号都跟他没什么关系了，今天能捡回来一条命已经算是万幸。温言没为难这个少年，让他带着新手机赶紧滚蛋，明天不上学吗？只是问了个名字。温言用烈阳部的手机一查，对方在哪上学，家住在哪，上次月考成绩如何，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都是一目了然。一个本地普通家庭里的普通孩子，银行账户里就只有1000多块，近期最大的一笔消费是买了一套撬锁的工具，就那么几个小工具，被奸商坑了200块。买这种东西竟然还用自己的账户付钱，不用现金，真是带着学生特有的天真。傻不愣登的，温言也懒得跟他计较，反正是本地的，以后再说。放了少年离开，温言继续翻着论坛里的内容，指了指发悬赏帖的那个账号。秦师兄，
这个人能查到不？应该可以吧？你找专业的人问问。温言总觉得哪不太对劲，帖子里的内容一说，他就知道对方要找的是什么，肯定是收走何长风的那块玉佩。知道是玉佩，还用黄符包着，其实也没什么难度。张老西收阿飘的时候，一直都是这一套标准程序。他只是觉得，就算长风集团的人想要，也应该是走正常路线来。就像是今天馆长请他吃饭，说禹州来的人还要找他，而不是找张老西，他就知道80%是长风集团的人，这才是正常渠道。发个帖子悬赏，请人来偷吧，段位太低了，而且还只是确认下在不在，而不要求偷走，这要求就更古怪了。不过温言仔细想了想，若是真有接悬赏的人找到了这个东西，那80%不可能只看一眼拍个照吧。最后的结果基本可以确定是贼不走空，顺手带走。只有那个明显是刚获得盗贼职业没多久的少年，还傻乎乎的认为只要求看一眼，又不是真的偷走。想了想，温言半夜拨打了风瑶的电话，等到明天说不定就晚了。还跟着蔡启东的风瑶正迷迷糊糊的打盹，被电话吵醒，立马接起了电话。我是风瑶，什么事？有个事请你帮个忙，我怕明天就晚了。哦，温言啊，你说。风瑶这时才发现是温言的电话，他看了看旁边，蔡启东也被吵醒了。温言将事情说了一下，风瑶立刻打开笔记本电脑，打开其中一个软件，轻车熟路的找到了那个黑市论坛，找到了温言说的那个帖子。不到3分钟，他就给温言回话。帖子就是在德城发的，手机是一个普通人的，而且他手机昨天丢了，准备明天去补办手机号。那手机最后的定位是在西江边，看他自己在电脑上跟人说的，应该是当时西江水忽然涨了起来，都有浪花了。他当时在岸边钓鱼，以为是上游泄洪力度大，急急忙忙走的时候，手机掉水里了。话说到这，风瑶都有些忍俊不禁笑出了声。这家伙对现代科技有什么误会啊？普通人都有不少人跟不上变化的速度，你指望水里的东西能跟上变化的速度？温言都不用去验证，肯定是水里的什么东西。以为不用自己的手机，手机原主人第2天就去补办手机号，这些事就能藏得住吗？现在能定位一下，那手机在哪吗？定位不了。行了，多谢了，你继续睡吧。你还在德城不？明天约个饭？没，我已经在端州了，后面事情还很多。那算了，你忙吧。挂了电话，温言挠了挠头。水里的东西难道也要找到何长风吗？想想倒是也正常，何长风之前就是端州那片的一位水神，还是有些联系的。只是对方这手段着实有点让人绷不住，估计对方也没想到自己的悬赏会被一个生瓜蛋子接了。温言暂时没理会对方，继续睡觉去。第2天早上起床吃早饭的时候，才见张老西开着车从外面回来。老西，昨天去哪了？一晚上都没回来。有个老客户家里闹鬼，吓到了孩子，我过去看了看，处理完了。小问题，很容易解决。你家昨天来贼了。温言将事情说了一遍，张老西听了都直挠头。我那毒还真有人中招啊，都快过期了，我才给用在门上。你能不能给做一个玉佩，用黄符包裹着，最好玉佩上有阴气，还有什么其他气息，做个以假乱真的。外表像真的倒是容易，可是我可放不出来一个真的阿飘，还长得跟何长风一样。没事，外表像真的就行。那倒是容易。张老西带着温言进入屋内，在一间摆满各种稀奇古怪东西的房间里，一顿不明觉厉的捣鼓，交给温言一个玉佩。触手冰凉，颜色泛着灰黑，以黄符将其包裹起来之后，那种森寒的感觉顿时消散。乍一看，的确跟真的一模一样。这里面可放不出真的阿飘，只能发出来一些怨气，一些阴气。我懂，这就刚刚好。温言眉开眼笑，拿着东西就走了出去。回到家里，他拿出来从少年那没收的手机，登录了论坛，啪啪啪的在那个帖子下面回复，发现了有这么个东西，还给附带了一张只有楼主可看的照片。等了一会儿，楼主就给他发私信，东西你带走了吗？带走了，那个保险柜上还贴着很多黄符，特别难开，打开了肯定要带走。30个金币，你先把前面的悬赏结算了。几秒钟之后，温言就看到提示一个悬赏的金币到账了。他继续给对方回复，看在你这么爽快的份上，100个金币给你打8折，80个金币，今天就可以给你交易，给你10秒钟考虑。温言回完话，转头就开始编辑新帖子，把刚才那张照片贴上去。这东西有人要吗？一口价80个金币。编辑完帖子，10秒钟也到了，他毫不犹豫地点了发布。温言当然知道，一张照片里其实会蕴含不少信息，也知道发个贴也不是删除了就会再也没有痕迹，他就是要留下痕迹。他都能轻而易举地查到那个少年，别人想要查的话，只要有渠道，肯定也能查到。从那个少年掺和这件事开始，就别想轻而易举地置身之外了。温言愿意不跟那少年计较，但别人可没温言这么好说话，动辄丢了性命才是职业者的常态。就像是温言当初在碑林里看到的一样，人均横死，区别也只是死得早和死得晚而已。也就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以前有一半小型挖掘机之力的就是小超人，但现在一声令下就能拉出来上百台大型挖掘机，加上重卡，1个小时之内就能让一条小河断流。有强势的镇压，才压得住了绝大部分职业者，能老老实实的。不然的话，手握利器，杀心自起，有了常人眼中的超能力，还会老老实实安分守己的，那才是少数。温言这边发完帖子，几秒钟之后，刚才的楼主就有些急了，80就80，你赶紧把帖子删了，先交易，交易完了我就删，你不要，总有人要。好，这就交易，你赶紧删帖。那你倒是给金币啊。等了一会儿，温言就看到提示进账了80骷髅金币。好，你说个地方，中午了去交易。你来江边。
将东西扔进江里就行。好，你是买家，你说的算。温言再将刚才发的帖子删除，乐呵呵的关了手机，扣了电话卡，再顺手拆了手机，把电池也给抠出来。有点瑕疵，问题也不大。吃完早餐，陪土狗已经开着车到门口了，要接温言一起去上班。老哥，你先去，我今天有别的事情。中午你要是忙的话，你就不用管闺女了。我中午正好有空，我顺便去接一下闺女。温言光明正大的摸鱼翘班，估计今天馆长也没空理他。早上送走了秦坤，临近中午放学的时候，他自己叫了车来到附近的中学。他拿出自己的加密电话，给昨天晚上送给那少年的手机打了个电话，还真接通了。喂，我在你们学校旁边的店里，放学了吧？过来。少年兴兴拿到了新款手机，还是加密手机，哪里忍得住，昨天晚上回去就全副武装，戴着防毒面具给打开了。打开了之后才发现被温言耍了，里面压根没下毒。但现在接到电话，少年就有些后悔，他要是不拆，不就不会接到这个电话了吗？他也不敢不去，就戴着帽子鬼鬼祟祟的来到温言说的地方，在包间里见到了温言。你看，我就知道你这家伙不会听人劝的，年轻人都是这样，不挨一顿毒打永远不会知道疼。你这是挨了毒打还不知道疼，早晚得完蛋。早知道我就不接电话了。少年满脸后悔。你应该都不知道你卷入进去的是什么事，你不接我电话你更完蛋了。现在我是来带你给这件事收个尾，把矛头转移出去，不然的话你以后最好离水远点，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温言说完，看着少年，发现少年真的在老老实实的听，没什么不耐烦。他点了点头，取出一个装着赝品的密封袋。中午回家的时候，路过江边的时候，将这个东西丢到江里。后面的事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有人再怎么查，也只会知道你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贼而已。而后面我会代表猎阳部给你留下个备案，走完流程你就安全了。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知道该怎么说吗？不知道。温言拿出一页纸，上面打印着温言昨天跟卖家的对话，看一下，大概就是你接了个悬赏去撬锁，然后进去看了一眼，看完之后你顺手把东西带走了，然后敲了对方一笔，就把那个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按照对方要求丢江里了。然后你因为撬锁被我找到了，我把你教育了一顿，给你做了备案，看在你还年轻的份上，就没对你做什么处罚，让你继续上你的学。这就是全部过程，懂了吗？懂了。少年老实点头，他经历的事情少，但人又不傻，现在大概明白他肯定卷入了什么很复杂也很危险的事情里。那就照做。可是我回家不路过江边，那就路过一次。少年带着温言准备的赝品，骑着自行车来到了跨江大桥上，将东西丢进江里，赶紧转身回家吃饭。而另一边，温言也接到了陪土狗的闺女，带着一起回了家。他拿出手机看了看少年的手机定位，看着对方的行动轨迹，确认了路过了一下江边，已经安全回到家了，他就收起了手机，不管了。现在他大概明白谁里会有东西找他，长风集团的人也要找他，可能都是因为何长风。那把何长风送出去不完事了。至于赝品，那哪是赝品，就是真品。何长风身上的神性当时就被画出金身的江艳艳给毁了，后面是张老西在家里立了法坛，在温养着何长风，不让他消散。但是这个过程被一个小盗贼给打断了，简单粗暴的带走了何长风，以至于功亏一篑。然后何长风被丢入江里，后面因为有人操作不慎，何长风消散了，这多正常啊。中午吃完饭，温言就装模作样的露了次面，揪住了少年，让他填写了个单子，算是在猎阳部备案了。以后这边要是有什么离奇点的盗窃案，那这家伙就是嫌疑人之一。眼看温言似乎真的是猎阳部的人，少年彻底死心了，决定还是好好上学吧。另一边，水中一只大王八游动着浮出水面，叼着那个随波逐流的密封袋，沉入水中消失不见。宇宙的一栋高楼上，一个看起来30-40岁的女人坐在椅子前，眉头紧蹙，跟人视频。老板，刚查到消息，骷髅黑市上有人在卖我们的目标，是有人发布了悬赏，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贼接了任务，还成功了。刘启颖眉头紧蹙，有些不太相信。是真的，我们没敢监视那里，而且那里的监控几天前就被人关了。但是我们还是得到了点信息，昨天晚上秦坤也在那里，他跟人在外面打了一架，大概率就是那里的未知强者。正巧就是这个时间段，那个运气非常好的小贼去了，就得手了。那小贼敲了那个发帖人一笔，按照我们推测，发帖的人也是西江里的东西。这是我们从骷髅黑市里买到的情报。屏幕上直接显示出来了温言跟那个人的私信聊天内容，还显示出来了那张照片。我们查到了，那小贼是德城一个学生，他应该只才学的撬锁，也是胆大包天。今天中午他将东西跟对方交易了，丢进了江里。画面里显示出来一段视频，正好能在监控视频的一角看到那少年向江里丢了个东西。那东西被截取下来，放大修复，基本可以确定就是照片上的东西。去找那个小孩聊聊，不太方便，他去丢完回来没多久就被那个温言抓到了，现在已经在猎阳部备案了。刘启颖揉了揉太阳穴，本来昨天就是去找温言聊聊的，但是昨天西江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他实在是不太好当天去惹人厌，这种事他也不想卷进去。没想到只是一晚，事情就发生了巨大变化。沉思了一会儿，他开口道：去跟西江里的水神聊聊，看看是谁拿走的。算了，直接联系那位复苏的龙神吧，告诉他把玉佩还回来，我会帮他在西江边修龙王庙，请人撰写他的故事，每年都会给赞助，让那边搞起来一些活动。那位恐怕不是那么好说话吧？西江里有人故意发帖选上那块玉佩，肯定是他，还有别的想法。他有什么想法，那都是以前了。昨天之后就等于猎阳部
龙虎山、浮鱼山都拿到了一把可以指着水系里所有东西脑袋的枪。我不管他有什么想法，不还回来，那我就直接找烈阳部合作。南武郡的这位新部长可不是以前的那位，他是真的敢想敢做。我们又不是非要一条道走到黑才能达成目的，他敢拦我，那就别怪我。我明白了，刘总。那温言那边还需要接触吗？继续接触吧，不要让人反感了就行。还有一件事，吴庭生来禹州了，而且前几天关了监控的人就是吴庭生。他来做什么的？他准备出售一部分股权。听到这话，刘启颖眉头一皱，闭目思忖了片刻。他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不确定，但看他心情似乎挺不错的，还跟他夫人一起在外面吃了顿饭，应该是因为结婚纪念日。但他们已经有好几年的结婚纪念日都不在一起了。刘启颖闭目思忖良久，思索着现在的情况。也就是说，何总的一部分已经不在了，也被西江里的那位带走了。视频里的人没敢说，但他刚才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这样。良久之后，刘启颖睁开眼睛，替我约见一下吴庭生。好的，刘总。关了电脑，刘启颖站在窗边，遥望着不远处穿城而过的大江，喃喃自语：臭长虫，你可别逼我，把我逼急了，我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西江水底，一头老鳖叼着蜜蜂袋，一路逆行而上，越过某个节点之后，就像是进入到了一片无垠的黑暗深海里。黑暗之中，一双树瞳亮起，那蜜蜂袋被打开，包裹着的黄符被拆开，露出里面的玉符。无形的力量浮动，下一刻就见那玉符之中，阴气怨气汇聚成一个勉强能看出人形的幻影飞出，转瞬便四散开来。那一双树瞳都微微一怔，细细感应了一下，有一丝阿飘消散时特有的波动，这就消散了。坏了，上了大当了！正在这时，一个水鬼飘了过来，水鬼手里握着一个套着蜜蜂袋的手机，欢喜的大喊：大人，禹州那边给传来话，给开了个条件，说咱们只要把那个东西送回去，就给立庙著书立传，每年给一次庆典。大人的龙王庙终于要给立起来了。但是跟着水鬼就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那一双树瞳里只有冷冰冰的杀机，扑哧一声，像是什么东西刺穿了东西。那水鬼握着手机，一脸不可思议。下一刻，他的鬼体轰然崩散，消失得无影无踪，冷冽而压抑的气息扩散开。树瞳的主人哪里还不明白，被坑了，被自己的手下坑了。说什么现在什么事都能用手机做，手机上就能发出悬赏，只要有钱就什么都能做到。难怪这么容易就拿到手了，原来何长风的神性早就没有了，马上就要消散了。这么一个烫手山芋，人家估计正发愁怎么处理呢，他们主动接了过去。现在好了，坏菜了。那疯女人知道是他们带走了何长风，还给开出了优厚的条件，只要立庙那一套下来，他立马就能站稳脚跟，重新在这个时代飞速恢复。现在可不是以前了，不是想立就能立的，朝廷不批准，谁也立不起来。这条件越是丰厚，那女人若是知道何长风在他手里消散之后的报复，那就越是疯狂。上了大当了！一家私人会所里，吴庭生受到一个老朋友邀请，来这里私下里聊一下。但是当他来到这里之后，就看到刘启颖一个人坐在那里。吴庭生面无表情，转身就准备走。刘启颖站起身：吴总，既然来了，就聊一下，你肯定会感兴趣，一件可以温养修复灵魂的宝物。吴庭生脚步一顿，目光一凝，他转身看向刘启颖：你想说什么？吴总请坐。等到吴庭生坐下，刘启颖便拿出一个小盒子，打开之后，里面是一颗不规则形状、指甲盖大小，像是天然晶一样的东西。刘启颖将东西推到吴庭生面前：佛光舍利子，真货，是我在国外高价弄到的，是给我老公准备的东西之一，有温养灵魂、修复灵魂损伤的效果，算是给吴总的见面礼。吴庭生面色不变，也没伸手，他只是看着刘启颖。刘启颖神态诚恳：吴总，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今天请你来是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开诚布公的谈谈。没什么好谈的，吴总，我说实话，你儿子灵魂受损，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也承认，我有利用你儿子，因为他是我找到的唯一一个是灵魂的脑袋受损，却没有灵魂消散，也依然活着的人。我虽然有利用你儿子，但是我也可以说，我跟你一样，特别害怕你儿子出什么意外。我不知道你这些年找了多少帮你儿子的东西，但是其中3样有修复灵魂效果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出去的，是我专门给你的。说到这，吴庭生的眼神终于微微变了一下。刘启颖神态诚恳，脸上还带着一丝无奈。我其实也知道，那些东西并不会带来质的改变，只能维持着不会变得更坏，或者只是略微的修复。我若是有别的办法，我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我跟你一样，你想让你儿子恢复，我也想让我老公的灵魂恢复，但是我不会把事情做绝的。我其实也希望你儿子能恢复，那就代表着我老公也有机会。我可以将我所有有关修复灵魂的资料全部都给你。我为之前的事情道歉，现在我希望我们能握手言和，毕竟我们都有一样的目标。说着，刘启颖又拿出一个硬盘，推到吴庭生面前。这里就有我目前找到的国内外所有相关的资料，甚至还有一些我尝试过的记录，都可以给你。吴庭生沉默了好半晌，他的确被刘启颖弄得有点猛，他也的确没想到刘启颖能这么痛快地承认了。当时温言虽然没让他看，也没说得太明白，但吴庭生自己也是有自己的渠道的，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很容易就找到了目标。不确定，但是也有了猜测。他是相信刘启颖敢这么做的，但没想到今天就直接当面承认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刘启颖知道这问的不是之前的事情，而是问的今天的事情。我老公的一部分已经脱离了吧？吴庭生点了点头。刘启颖闭上眼睛，最坏的情况还是出现了，他被人偷走了，
我要把所有精力都用来处理这件事。我不想跟你斗得两败俱伤，让别人捡便宜，而且这跟我们的目的没有任何益处。我能理解你为了你儿子，我相信你也能理解我为了我老公。我那还有一些可能对恢复灵魂有帮助的东西，都可以分你一半。加上这些资料，足够维持着情况不会变差。若是有机会恢复，我想你也肯定不会把精力放在其他事情上。吴庭生的火气经过这么多年早就磨得差不多了。他虽然特别想给刘启颖一耳光，但有一点刘启颖说的的确没错，他也宁愿把所有精力都用来帮他儿子恢复，而不是去别的地方发泄怒火，跟人斗得你死我活。从私人会所里出来，吴庭生便让司机开着车离开了宇宙。他没有拒绝刘启颖给的东西，只要对他儿子有一点帮助，他并不介意东西是谁给的。他也能冷静地思考利弊，分辨如何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刘启颖这女人态度诚恳，说话也干脆利落，根本没有什么遮掩，颇为符合传闻中的刻板印象。但吴庭生跟他有一样的期许，一样的感受，自然最是清楚。这女人疯起来可比男人极端多了。思来想去，吴庭生还是觉得起码暂时没必要。他的第一要务还是让他儿子赶紧恢复。他跟刘启颖不一样，因为他儿子开始好转了，那种肉眼可见的好转，整个人的气质都有了一丝鲜活的少年气。他没必要跟刘启颖当面翻脸，好处先拿了再说，至于怎么用怎么做他不知道，因为他其实也并不信任对方。他心里面判断现在的刘启颖说的话应该是真的，但他依然不信任。那个硬盘从他拿到手就没有插在电脑上看过，那颗佛光舍利子他也再没打开过，也没有触碰过。将其放入有屏蔽层的保险箱之后，他就直奔德城。到了德城，他也没有回家，也没有进去别墅区，就坐在车上在别墅区门口等着。等到看到温言下班坐着车回来了，他才打开车门对温言挥了挥手。老派的作风，在求人的时候为了表达诚意，就得在没有打扰到别人的情况下顺路说事情，打电话说的再怎么天花乱坠，也不如面对面有诚意。温生下班了呀？吴叔，好巧啊，听说你出门了，这是回来了吗？是啊，刚从宇宙回来，正好有些事情要请教你一下。吴庭生抬了一下手中的箱子，给温言示意，先上车，我们找个地方聊。行，吴叔安排就行。温言一看那箱子，就知道吴庭生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从外面带回来的可能有益的东西，他都不敢带回家，连别墅区的大门都不敢进。温言瞥了一眼入口，心说吴庭生自己肯定也是找人指点过的，这般谨慎，就算是真有什么东西，也肯定影响不到小吴。很多东西，就比如神像、画像、门神等等，想要带回家，都要用到请字，这其实就是一个自古以来的规矩，不请不能来，不能进。如今的很多异类，也都是天生就要遵守这一条规则，尤其是有完整自主的灵智时，有些规则都是要遵守的。所以，尤其是很多阿飘，就算是跨越界限附身，也不会自己强行破坏这种规则，大多数都是迷惑人，让人发出邀请。跟吴庭生来到不远的一座茶楼里，吴庭生拿出箱子放在桌子上，他没急着打开，而是先一五一十的将刘启颖说的话复述了一遍。温言稍稍有些诧异，吴庭生这么平静吗？吴叔，你想做什么？吴庭生将箱子往温言这边推了推，一事不烦二主，我就不看了，全交给你处理了，我没有任何意见，都听你的。温言这次是真有些意外了，这怎么忍得住看也不看的？吴庭生给温言斟了茶，轻叹一口气，我能理解那个女人的想法，可惜她无法理解我的想法。我俩做的事情虽然差不多，但是却也有本质上的不同。她为了达成目的，辛辛苦苦搜集到的资料和宝物，都能毫不犹豫的给我，就是为了别让我跟她斗，到时候两败俱伤，影响到她要做的事情。她以为我看了这些东西，发现了方法，就会跟她一样，不可能不去尝试。吴庭生向着家的方向看了一眼，取出了钱包，打开之后，钱包的两侧，一侧是一张全家福，一侧是一片巴掌大的纸片，上面画着一个佩奇爸爸的涂鸦，还给上了色。虽然画得很简单，也只是一个动画人物，可温言一眼就看出来，那个佩奇爸爸还真有吴庭生的神韵在里面。我家仔送我的。吴庭生面带笑容，还带着一点得意和炫耀的意思。温言一眼看出来，这只是一幅普通的画，就像是小孩子用水彩笔涂出来的。但很显然，吴庭生很开心，他儿子这些年第一次送他一幅画。我也怕我看了就会忍不住想要去尝试。我心里其实也清楚，这硬盘里肯定有不少方法，但是应该也会有很多不那么正经的方法，可能不正经的反而更有效。我怕我忍不住去做了，万一以后我家仔恢复了，他会因此不开心。这就是我跟姓刘的不一样的地方，他只要结果，可能什么都敢去尝试，什么都敢做。我要过程，也要结果，更要让我家仔自己愿意，自己开心。所以我就厚颜，将所有事情都交给你了。你是直接烧了砸了都行，我不问为什么。我相信你无论做什么，都肯定有你的理由。我手里的资源，你若是需要，你也尽管说。吴庭生说得很诚恳，他不信任刘启颖，但是也的确觉得跟刘启颖井水不犯河水了，会对他儿子恢复更有利。说难听点的，他儿子可是有机会恢复的，那他就没必要去跟一个越来越看不到希望的疯婆子硬碰硬。温言听了这些话，其实是暗暗松了口气的。他也不希望吴庭生去跟长风集团直接干架的，所以当时他都没敢让吴庭生看到何长风，就怕吴庭生能认出来何长风，而且是真没必要，而且会越闹越大。主要还是得不偿失，他还真有点怕吴庭生上头了。但很显然，吴庭生比他想的还要冷静得多，好处拿到手，自己还能忍得住不跳可能存在的坑。最主要的，他儿子身上已经没了何长风的一部分灵魂，他不想让刘启颖的目光再放到他儿子身上。毕竟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要是能做到这些，他忍下一口气，那也是值了。
温言心里琢磨着，默默算了算时间，那个长风集团的老总恐怕是准备特别充分，他这边才刚做了个赝品，让那个小盗贼扔江里了，1天都不到，人家就知道了这事。他之前还真有点担心，他留下的线索是不是太隐晦了，人家可能抓不到。现在看来，他留下的线索可能还有点明显了。不过，对方应该并没有在意那些小细节的简单粗暴。对于他来说，这么处理的确有些粗糙。可若是处理这些事的是那个小盗贼，那就显得特别谨慎，刚刚好。从吴庭生这里确认了这些消息，那基本也可以确定西江上游可能的确有一个龙神复苏了。但是到现在烈阳部那边也一样，只是有一些侧面的消息，并没有第一手确切的实证。难怪蔡启东搞这么大，非要助王雪琪飞升。这一步目前来看的确是非常重要。这一步之后，哪怕什么都没做，新的路尚未授受，那也能让水系里的东西都老实一些。要是真让温言来处理，温言压根都不知道飞升的事，8成就是直接将王雪琪超度了，送他解脱。想起这个，温言就觉得蔡启东这老家伙是真的狗。临走的时候还把风瑶带走了，温言就觉得蔡部长是不是又要搞什么事情，拉着风瑶，省得风瑶泄露给他。禹州烈阳部驻地会议室里，蔡启东靠在椅子上，显得有些有气无力的，像是没睡好似的。南武郡烈阳部分部里的高层今天都齐聚一堂开会，这是要定下一些章程。蔡启东到达南武郡之后，烧的3把火倒是一把比一把旺，大部分章程都是走程序，其实没什么可讨论的。而现在讨论下面的章程，分发文件，就有人开始皱眉了，让扶余冠来南武郡的孤儿院里挑人，而且是先挑。南武郡烈阳部管了这些孤儿毕业之前的所有学杂费、生活费、住宿费之类的费用。接下来3年，南武郡的演武都有扶冠5个名额，还特别说明了扶余山的僵尸不算人数。更过分的，这一次的罗天大教都得给扶余冠云2个名额。南武郡虽然没什么特别当顶的名山大派，可人口众多呀，很多事情人多了，那竞争就特别激烈。平白让了名额，那其他所有人都得竞争得更加激烈。蔡启东靠在椅子上，不紧不慢的道：“之前绝对第一优先级事件，扶余山是出了绝对的最大贡献，毫无争议可言。我虽然是空降来的，但既然来了，那就要以南武郡的利益优先。我费了很大力气，才让这份功劳落在南武郡。你们要是有意见，不妨说说，没关系。开会嘛，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都微微一变。这时候再看这一份显得特别优厚的条件，好像全部都是南武郡出的，一点总部出的都没有。众人念头急转，哪里还不明白蔡启东话里话外的意思？意思是绝对第一优先级事件的功劳，你们以为这是南武郡烈阳部的功劳？扯什么犊子呢？实际情况怎么样，大家心里都有数。这次事件因为那个化工厂领域进出实在是太过于麻烦，南武郡烈阳部顶多是给个苦劳。占有绝对大功劳的是扶余山的大将，是秦坤，是温言，而后两者都可以算是扶余山的人。硬要蹭，那秦坤也不是南武郡烈阳部的人，是滨海郡的。温言也只是一个编外的专案组专家，人家扶余山最后还损失了一位大将，这是谁都没法反驳。就算是那个帮了大忙的水鬼，那也是托了扶余山的福才恢复了灵智。你南武郡烈阳部想让这份功劳落在南武郡，你有这个条件吗？扶余山为什么来？人家是备案过的，是因为有僵尸欺负了扶余山的人，人家来找僵尸出气的。人家不是你南武郡烈阳部请来帮忙的，现在什么都不想出，想吃屁都吃不到。再看文件上罗列清楚的条件，大家就都觉得这条件其实也就那样，可能还是部长费尽口舌压价后的结果。蔡启东环顾一周，继续道：“既然都没什么意见，那就继续说下面的。这次飞升仪式，半道上把扶余山绑上了船，我把锅背好了。具体过程，你们不少人都是有直接参与的，仅靠我们的准备，有没有1%的希望，你们心里也有数。更具体的，我就不说了，说了你们估计也不敢听。反正我一个人把锅背好了就行。上面那些条件，在全部整体加一个档次。另外，每年额外拿出一笔资金赞助扶余山。仓库里让温言和秦坤自己进去选一样东西，不限种类。温言算是我们南武郡烈阳部的人，编外的也算，那再给提一提权限，提点补助什么的就不提了。现在开始讨论，畅所欲言，想说什么就说。蔡启东靠在椅子上，端起保温杯，也不看其他人。有人刚想说什么，旁边的一位40多岁的女人便立刻拉住他的手臂，对他轻轻摇了摇头。等了好半晌，都没有人有什么意见。都没意见吗？我有一点意见。哦，后勤的陈主任啊，有什么意见尽管说。陈香翻了翻文件，环顾四周。我盘算了一下，我们分部的情况，让扶余冠优先选人没什么问题。我觉得应该再额外给这些孩子加一个奖学金，品学兼优者，每年都会有额外奖学金。扶余冠的教导跟寻常人上学10几年还是有区别的，让那里的孩子正常考试有些浪费时间了。我跟禹州不少大学打交道也比较多，品学兼优，某些方面有特长的可以有特招名额。那些有特长的学生毕业前，我可以安排来烈阳部实习。至于其他，就按部长的意思来。还有秦坤和温言去仓库里选东西，既然是任选，按照目前功绩，任选3样也不过分。部长你可能才来，不太清楚仓库里的情况，我建议就3样吧，其他的我没有什么意见了。陈香说完，旁边那人神色变化了一下，最后什么都没说。都有不同意见吗？复议，复议，全部复议，没有人有意见。刚才还没想到更深处的人，现在被陈香这么一加码，反而都明白了。传闻怎么样？他们不管，他们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扶余山一位飞将亲自驾临，那是做不得假的。而这一次解厄神女飞升，扶余山插了一手，
肯定也是有了给门下弟子受解厄神女路的资格。那现在人是从南武郡挑的，钱是南武郡出的，再加上给奖学金，再给优厚条件，让人以后上大学的时候优先来选择南武郡。嘿，那不成扶余山给南武郡培养人才了吗？甭管最后能有多少来南武郡烈阳部效力，只要有那么2、3个，各方面都不错，被受了解厄神女路的弟子能留在南武郡，那以后南武郡西江水系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就都得老老实实的。就西江水系里的那些水神，到时候谁敢造次，南武郡烈阳部就敢重拳出击。现在掏点钱怎么了？给优厚条件怎么了？部长这是在让南武郡出血吗？不，部长这是费尽心思的壮大南武郡烈阳部，这些必须是我们南武郡出，我们南武郡绝对不给上面伸手，上面也不容易啊，我们南武郡烈阳部体量上面，所以我们就咬牙大出血了。名额嘛，大家挤一挤，让出来几个那也无所谓了。至于给个人的宝物，让那些宝物在仓库里落灰也是浪费，物尽其用不是很正常吗？会议室里的气氛忽然就变得非常和谐，大家都乐呵呵的给补充细节，一个个放血还都放得很开心的样子，生怕这血让别人给放了。反正就是在蔡启东给的条件的基础上，各自给继续加码。蔡启东靠在椅子上，耷拉着眼皮喝着保温杯里的药，也不意外如今的场面。风瑶坐在蔡启东旁边，嘴角忍不住抽了一下，难怪人家能来当部长，这么多年了，这等场面风瑶还真的从未见过。他只见过各部门各州分部都在为自己的部分争，什么时候大家一起放血还能放得这般争先恐后，最后还都得念着蔡部长的好。蔡部长这边整完，转头又能从扶余山那边拉好感。风瑶想了想，心说是不是之前给温言摆条件的时候，部长就已经计划好后面的事情了？难怪这几天都没见部长在部里好好说起这些事，今天才拿出来说。开完会，蔡启东端着自己的保温杯，将里面的药喝完，慢悠悠地转身离开。等到蔡启东离开会议室，旁边的一位感叹：部长的压力肯定是太大上火了，都开始喝凉茶了。刚来的时候还听部长说喝不惯凉茶太苦了。风瑶面无表情看着剩下的人，心里暗道：神 TM 凉茶那是药，治伤的药。风瑶跟着收拾好会议记录，再次来到蔡启东办公室的时候，一进来就听到蔡启东在那吹嘘，他都不用问就知道肯定是给温言打的。你看我说话肯定是算话的，你骂我都没说什么，回头就给再次加码，保准你们满意。具体的初步细则这边已经商量好了，等下让风瑶发你们可以看看，要是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提，都可以商量吗？嗨，我之前不是不想告诉你，而是规矩在这，我肯定不能直接告诉你，但是风瑶泄露给你的那就是风瑶的问题。谁想到风瑶死心眼，竟然真的不说，还好结果挺好的。你记得回头抽空来一趟禹州，去仓库里选东西，你可别以为任选3样很少了，任意选择这个本身就是极大的奖励，一般情况下都是按照公计给拿出来3样符合的，让你选1样，现在让你自己进去选，性质就不一样。对，哪怕你在里面找到了传国玉玺，你都可以带走。我说的你录，你尽管录音，就是我说的。蔡启东搁着吹嘘忽悠温言，但给的好处也的确是实打实的，而且比之前的条件还要再加码一次。另一边温言不知道蔡启东这又是给他下的什么套，但好处实打实的给了，他总不能不要吧。这次太师叔祖为啥非要亲眼看着秦坤带他抽蔡部长，温言心里可清楚着呢。那做点能让太师叔祖高兴的事也是应该的。你让我查的事情我也查到点头绪，长风集团的老总的确是想要复活何长风，他给了吴庭生一些资料，应该是想要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具体资料是什么我刚拿到手还没看，他应该是想腾开手了，去对付西江上游的那位刚复苏的龙神。部长确认那位龙神是什么来头了吗？蔡启东有些懵。你等一下，他跟那边的龙神有什么矛盾啊？部长你没看报告吗？新的备案也不关注吗？封着何长风的那块玉佩被个小贼偷了，丢到江里了呀，事情当然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呀。蔡启东没急着说话，他打开电脑查看了一下，看着看着他就忍不住皱眉，战术后仰。你可别告诉我一个傻傻的学生能从你那偷到东西，不是从我这是张老西家里，嗨，机缘巧合谁会想到呢？蔡启东对风瑶招了招手，让风瑶来查。很快风瑶就将一个监控画面放了出来，那少年在跨江大桥上丢下去一个东西，那东西被切出来不断的放大修复，蔡启东一看两眼就一黑，好家伙，温言这家伙越来越黑了，这一手祸水东引，别人就算是看出来了也拿他没辙，至少长风集团的人肯定懒得在他这浪费精力了。那龙神目前还没确定是谁，西江水系一直很混乱，自古至今能被立下龙王庙的其实有好几个，谁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但目前来看这家伙不是太老实。结合古籍记载，西江水系里的东西一直都是不太老实，因为这地方不像中原一直都有大量人口聚居，绝大部分时候权力和经济中心都在那一大片地方，就算后来南移那也是在长江那片，所以现在这个能让他老实点最好，开打是最后不得已的选择。这家伙要是想鱼死网破，造成的破坏那可就太大了。目前推测应该是西江某一条支流的水神就在落月郡。挂了电话，蔡启东长叹一声，老话说得好，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也不知道温言跟谁学的。风瑶抬头看了一眼蔡启东，什么话也没说。你看我干什么？这小混蛋本来就这么黑，只是之前能装而已，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风瑶又看了一眼蔡启东，欲言又止，还是什么都没说。他可不像温言，敢当众骂领导，
领导还会乐呵呵的受着。不过有一说一，他们部长是有些不要脸，还有些黑了。另一边，温言挂了电话，看着风瑶发来的文件，他有些意外，竟然是一份会议记录。他看了看之后，就往地上呸了一声：“蔡启东可太不要脸了！看看人家风瑶都看不下去了，都没法整理好的文件，直接给发的会议记录。”他仔细看了看，抛开蔡启东这操作有点不要脸之外，给的好处的确挺多，比之前的条件好。现在这是已经开会确定过的，后面就剩下开始执行了。他拿出电话给太师叔组拨了过去：“太师叔组啊，我这有些事需要跟你说一下，还需要咱们福玉山来点人配合一下。有人欺负你了？”太师叔组言简意赅：“没有，是我之前跟南武军烈阳部谈的，咱们出力了，总不能什么都不要，做好人好事吧。古有子贡赎人的故事，孔夫子说的多好。太师叔组啊，你看咱们这2次出这么大力，要是什么都不要，那不是把其他人都架起来了吗？以后说起来了，人家烈阳部就说人家福玉山做了这么大贡献，都什么没要，你们做这点事就好意思要劳务报酬，咱们不要那不是得罪人吗？”福玉山太师叔组将手机放在石桌上，开着免提，旁边还有3个一脸严肃的老道士。听到温言这话，那胖胖的倒是没忍住，当场笑出了声，而那瘦瘦的道士抚须含笑，连连点头。太师叔组都是面带笑容，想说你这是什么歪理，但一想到温言把孔夫子都搬出来了，这意思吧，好像还真是那么个意思，就是感觉哪怪怪的。温言在电话里把条件都详细说了一遍，4个老道士越听面色越是严肃。太师叔组大概就是这些，更多具体细节给咱们福玉山派人来接洽一下，具体施行那也得咱们的人来，您老人家看着给安排点人来。好，你辛苦了。太师叔组您这么夸我，我可就飘了哈。几个老道士一起笑了起来。挂了电话，瘦瘦的老道士连连点头，引句经典，有理有据，甚有道理，甚有道理啊。这娃娃倒是有心了，就是还年轻，别被人骗了才好，不如贫道亲自去一趟吧。胖道士主动请缨。太师叔组看了看几人，好像也就胖道士年纪最小，身体最好，舟车劳顿估计也问题不大。第一次让晚辈们去处理，的确不太合适，那你就去一趟吧。听说南武郡最近不太太平，带着大江吧。太师叔组点了点头，有事打电话。几个平日里都不太管事的老道士都来了兴致，还没见过面，对温言的好感度就已经拉满了。这么多年了，这种好事还是第一次轮到福玉山，而且还是在南武郡拉来的，那就更不容易了。稍稍一想，他们就知道温言还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危险，出了多少力，立了多少功，才能让太师叔组口中的狗东西蔡启东这般大出血。一想到持续没落的福玉山以后有人能刚顶了，有天赋的新鲜血液又会注入，其中一个老道士就忍不住抹了抹眼角，平日里有些低沉的精神头现在都好似活跃了过来。瘦瘦的老道士回到自己的屋子，从枕头里取出一个盒子，打开之后就见里面一柄3寸3长的无柄小剑，小剑通体乌黑，上面云纹贯穿，纹路泛着乌金色。老道士伸出手轻轻拂过小剑，那小剑便忽然颤抖了起来，嗖的一声自行从盒子里飞出，环绕着老道士旋转。老道士露出笑容，老伙计，我就知道你肯定也不想跟我一起入土。小剑飞到老道士掌中，轻轻颤动。我懂，我本来以为此生到此为止，能守得住这山门，不给山门惹下大敌，那便是入土了，也勉强赶去祖师面前请罪。如今我们烈阳出世，还是个难得的好孩子，那说不得以后就得老伙计出面办点事了。老道话音落下，便见嗖嗖嗖的细微破空声不断响起，那小剑已经快到肉眼无法捕捉，房间里只有锋锐寒光不断闪烁。另一边，胖胖的老道士晃晃悠悠的来到僵尸洞，他敲了敲石门，贫道要下山，恐有凶险，道友可愿一起？随着胖道士的声音传出，就见一个石头棺材盖从远处飞来，轰的一声砸在老道身前，直挺挺的立在那里。胖道士哈哈一笑，道友你沉睡多年，怎么这火气比贫道还要大？莫要误会了，贫道不是说你有凶险就不敢了，贫道只是叫你起床而已。黑暗之中，一个手脚都带着锁链的大江从里面走了出来。大江本来还有些火气的，但是出来之后看到胖道士的脸，微微一怔，叹了口气：你怎么老成这样了？生老病死，人生常态，不若死后来我这里吧。不，贫道寿数应当还有一些年，还可搏一搏，说不得就能羽化飞升，为我山门留下点什么。纵然留不下天寿福禄，必要的时候能留下点力量，给予后辈借用，那也值了。啊，死胖子，不是我贬低你，就你别想飞升了。胖道士哈哈一笑，也不在意。当年他能忽悠走这位跟着他，俩人互喷还不翻脸，可是重要原因。如今多年不见，再次见面就又被喷了，反倒是觉得亲切。温言待在家里，将台式机的网线拔了，再将那块移动硬盘插了上去，看着里面密密麻麻的资料，分门别类，他都看得有些头皮发麻。打开了几个看了看，就找到了其中一种方法，是养残魂神智的。找个智慧被夺，外在表现就是灵魂没了脑子，却没有消散，人也没死的人，将一部分代表灵智的残魂温养其中，借魂养魂。这法子倒也不是多邪恶，实际上对双方都是有一定好处的。互相互补之后，一个能得到滋养，慢慢恢复一些神智，另外一个被补全了之后，灵魂便没了继续消散的可能。若是再用上其他滋养灵魂的办法，双方都有好处。看到这，温言就明白了为什么刘启隐敢直接跟吴庭生坦白。想了想小吴之前的状态，温言就确信资料里的内容并没有用春秋笔法美化，就是实事求是。若是在噬魂兽转职之前，这法子说实话
的确没什么问题。那时候就算没何长风，小吴也不可能画出有灵魂的画，也不可能以这种办法修补自己的灵魂。但自家傻儿子出现之后，灵魂的定义出现变化，小吴可以转职成灵魂绘画师之后，何长风的那部分的确就成了阻碍。当然，其他人可不知道这些，吴庭生看了，找谁来看，那都是没什么问题的。被利用是真的，互补了也是真的。后面还有道门养魂法，以及为合适的洞天为根基养残魂。可惜这一条内部的资料里显示了不少记录，但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跟着温言就找到了祭祀养魂法，让一部分残魂受祭拜化为水神，有一丝神性在，起码就保住了下限，但缺点是极慢，特别慢，起码100-200年内是没戏的。在之后就是其他乱七八糟的方法都被列为不靠谱，或者就算是有什么成效，养出来的也是凶恶野兽，就如同养厉鬼一样。在后面的就是神州之外的一些歪门邪道办法，像什么在某些特殊的地方满足特定的条件之后，血祭就可以让残破的灵魂恢复。可惜只是看了看地方和所需要献祭的数量，就知道压根不可能了。在某个地方的城市内部搞出来这种大事件，绝对不可能成功，会死得很干脆。还有的就是献祭足够宝贵的东西，比如灵魂，召唤魔鬼，跟魔鬼做交易。温言看了看记录，明显都是刘启颖都看不上的东西，只是搜集到了就收集起来。那位长风集团的老总心气也是很高的，根本看不上那些明显缺陷极大的方法。他比吴庭生的要求还要高，他想要的是这个人的灵魂完全恢复，人也能完全复活。温言不知道他清不清楚，想让一个人完全复活，那代价究竟有多大？就算是之前的真实构架师，拼着燃烧了寿命，都只复活了一个人几秒钟。这事吧，不是说愿意付出代价就一定能成的。看完之后，温言关了电脑，拔了移动硬盘。吴庭生倒是清醒得很，他压根就不看，自然能一直保持着想法，纯粹不动摇。看了，说不定心里就会被种下种子，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开始疯狂长草，最后变得跟那个女人一样疯狂。温言没管这些，他要是早知道背后牵扯到一个想要复活她老公的女人，他才不会插手何长风的事情。惹谁都别惹这种人，他们真的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他拿出烈阳部的手机，继续查阅资料，看看西江水系里的那位龙神到底是怎么回事。看着看着，他就感觉头疼。这西江水系怎么这般复杂？别说不同年代了，就算是现在，那些专家学者都可能会搞错，再加上可能还有人故意搞错，那就更麻烦了。思来想去，他想到了上次遇到的流浪商人，他给拨出去一个电话，那电话响了响就被挂断，然后又有个归属地是西乌州的电话打了过来。温言哑然失笑：“老孟啊，你怎么跑那么远了？南武郡跟我八字不合，德城跟我八字相克，我找人算过了，我到德城必然会遇到与我相克的大凶克星，死一次都算是运气好，那也不至于跑到几千里之外吧？你再跑点就跑出神州了，这算得特别准，我肯定不去了。”温言想了想，心说陪土狗就是你这奸商的命里克星，说的倒是真准。我找你买点情报，你尽管说，我保准给报个最低价。一听要花钱，老孟顿时来了精神。温言在他这存的小黄鱼可不多，要是不够，那可不就得再卖点东西吗？只要肯定卖就行，他有的是办法，勾着温言慢慢加码。我想知道西江上游里最近复苏的那位龙神到底是哪位？这个呀，这价格可不便宜，我得去查。你先说，你能查到不？那必须能，只要你能出得起价。那一条大黄鱼，你在逗我吧？不行就算了，我也没那么多，咱们以后有机会再合作。温言遗憾叹了口气，挂了电话。另一边，老孟听着电话里的嘟嘟声，整个人都懵了。哪有这么做生意的？他想了想，还是惦记着温言手里的东西，没见过的就算了，那2粒精力就让他抓心挠肝。过了几分钟，他长叹一声：“他娘的，被个小年轻拿捏了。行，就当第一次给你打个折。”他又给温言拨了回去。不等温言说话，老孟就道：“你别说话，听我说，我做生意这么久了，还没做过亏本生意。你第一次在我买东西，我就当给你打个折，价格就是你在我这存的那点钱，我去帮你查，不可能做息大循环。老孟，你放心，我这要是有要出手的东西，绝对只会想到你。”温言毫不吝啬地说了2句老孟喜欢听的话。老孟听了，心里倒是舒坦了点，他可不就图这个吗？而且温言想买什么情报，能第一时间想到他，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次8成是要亏本，算了，就当是前期投入了。行，你等着，我这就去帮你查。温言也没问老孟怎么查的，这是人家的机密，估摸着跟流浪商人这个职业有关，不然的话，就老孟这种天南海北到处跑的架势，有些事也没法查，纯靠人脉来查根本是不可能的，肯定是开挂查的。他也不是忽悠老孟，要是这次老孟真的给力，能搞到一些南武军烈阳部目前都没搞到，还没捋清楚的情报，那他以后就搞点他不用的好东西卖给老孟。本来祸水东引之后，这事跟温言关系就不大了，温言只是想要点安全感，自己有点安全感之后，该关注还是得关注一下。那个女人比预想的还要疯狂，再加上牵扯到个龙神，他可是住在下游呢，他可不想看到最后事情发展成一个龙神发狂，玩一波鱼死网破。最主要的，他丢出去的是赝品，真品还真的还在他手里呢，他还没想好怎么处理。还有就是今天温言敏锐地发现了一点，刘启颖获取信息的速度简直太快了。有了烈阳部对比，他才明白对方获取信息的速度快到不可思议。到现在没有再来找他，也没有再理会那个小盗贼，那肯定也是清楚的知道那个小盗贼被备案了，甚至也看到了温言记录在案的过程。要说有钱能使墨推鬼，温言倒是信，但刘启颖能做到这些，就肯定不是只有简单的超能力，要么他手下有人有能力，
窥视到烈阳部的一部分保密级别不高的资料，要么就是烈阳部里有人把那些保密级别不高的资料告诉了他。温言估计是后者，风瑶现在私下里都跟他吐槽，禹州烈阳部在上一任部长的带领下，简直都快被渗透出筛子了。维州和端州这边都没有禹州那边离谱，据说还是因为蔡启东降临之后手握大权，对人事也有绝对的大权，是总部支持的，所以禹州那边还已经收敛了很多了。不然的话，之前的南武军烈阳部简直跟西江水系一模一样，各个部门各自为政，各自管各自的事情，上午开会的内容，中午吃饭的时候就会传到外面。现在倒是没这种事了，蔡启东威信和手腕整合南武军烈阳部难度并不大，尤其是刚来就被人送了一大波人手，组了个卫生清洁办公室之后，难度就再次暴跌。可惜蔡启东来的时间还是太短了点，没那么容易让整体风气彻底扭转过来，以至于现在都还有人敢给外人查一些保密级别不高的事情。蔡启东倒是清楚，他要是让烈阳部里那些老油子去调查长风集团的事，只要加派人手，知道的人超过一只手，这边开完会，那边人家可能就知道了。说不定这边人手还没布置好呢，刘启颖就自己来到烈阳部驻地，主动交代一些事情，让烈阳部将目光从他身上转移走。以那个刘启颖的性子，他肯定能干得出来这种事。他愿意给台阶，主动来交代的话，以温言目前看到的资料来推测，他虽然有点疯，但是分寸却一直把握得极好，就属于那种他要是主动交代，配合做一些事情，甚至再拿出点特别重要的情报，那烈阳部综合考量之后，不会给过激的处罚是肯定的，说不定人都不会被扣押。温言想了想，要是这次老孟给力的话，那就请他查一查这位长风集团的老总，不然他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收起了资料，温言晃晃悠悠的来到陪土狗的宅子，陪土狗不知道去了哪里，贾金凤还在给孩子辅导作业。这位平日里很和善的嫂子，特别担心她闺女转学之后学业跟不上，每天的调门都跟血压一样高。温言都没敢去触眉头，自己在这逗儿子。小王八蛋长得很快，体重每天都有明显的增长，能吃能拉。给喂奶的时候，温言给加持了一点点阳气，小家伙就抱着奶瓶，吃奶的劲都用上了。你以后这么大的时候，可别跟你姐姐一样专治低血压。温言压低了声音，在儿子耳边逼逼，也不管小屁孩能不能听得懂。这边刚吃饱，温言鼻头一嗅就闻到了臭味，他想了想，自己尝试着给换尿不湿，清洁卫生，搞得非常认真。但是小屁孩忍不了温言这么慢吞吞的，哇哇就开始哭。贾金凤急忙冲了过来，将温言拉到一边，手脚麻利的给处理干净。温言干笑一声，那嫂子你来吧，我去给闺女辅导作业。到了小姑娘房间，不到3分钟，温言就跟小姑娘同仇敌忾。语文就算了，为什么这鸟语分数跟语文一样？对对对，我也这么觉得。小姑娘的小脑袋瓜连连点头。数学就忍了，毕竟是基础学科，尤为重要，这鸟语凭什么？对对对。小姑娘眼睛里放光，就像是看到了知己，终于有一个开明的大人。毕竟这数学啊，不会就是不会，得看天赋，笨一点的人学不会很正常。可是这鸟语，数学考20分的人也会背几个单词吧？对对对。小姑娘继续点头，就是忽然觉得哪不对劲了。我看你数学差1分就能及格了，也不算笨人啊，这鸟语比数学分还低。小姑娘不点头了，她开始有点怀疑，还是稍稍背背单词吧，比数学分还低。我想劝劝你妈，都不太好帮你说话。小姑娘有些不情愿，那眼神温言太熟悉了，是有些自闭，还有些自卑，最后更不愿意学了。她笑了笑，下次考试要是全部能及格，我让你爸给你买个手机。还是算了，学校也不让带，我爸工作也很辛苦的。小姑娘摇了摇头，那这样吧，你全部科目能考及格，你妈的时间就多了，就能照顾弟弟了。你妈照顾弟弟了，我的时间就多了，我时间多了就能多赚点钱了。到时候我送你一台，很合理吧？小姑娘的 CPU 都快烧了，一时没捋清楚，怎么就从她考试成绩扯到这的？努力了就行，最后成绩不好或者不喜欢，那是另外的事情。到时候你妈要是骂你，我让你爸帮你挡着。温言看着小姑娘两眼茫然，哈哈一笑，转身离开。他小时候有一段时间跟小姑娘现在的心态很像，学不好就不想学了，就想着赶紧出去赚钱算了。可后来才明白，养成的习惯，磨练的意志，比当时的成绩还要重要的多。坐在教室里，比2半夜去给人抬棺材，肩膀都磨破皮，要轻松太多了。他也希望小姑娘明白，对于他来说，可能过程比结果重要的多。讲道理是理解不了的，还不如一台手机来的简单粗暴，道理就让他自己去领悟吧。老太太坐在客厅里，遥遥看着温言忽悠自家孙女，她孙女一脸茫然，怀疑人生的表情。老太太笑得后槽牙都露出来了。等到温言走后，小姑娘面色凝重，看着桌子上的书本，如临大敌，最后一咬牙，还真认真学习了起来。也不知道是受奖励激励了，还是实在不想承认自己的确是笨。老太太看了看表，超过5分钟了，她就满意的点了点头，离开了客厅。老人家不懂辅导作业，但懂态度。入夜吃完饭之后，温言又在后院练拳，这就是他当年下狠心磨练出来的意志。他可以专注一件事，玩命的做，而且感觉并不是多么辛苦。练拳到半夜，温言才回去休息。第二天一大早，他刚吃完早饭，准备去上班的时候，就接到秦坤电话，说是七师叔祖下山了，要来禹州，带着人处理接下来的事情。伏于山硕果仅存的几个长辈之一亲自来了，那温言当然得去见一面。正好他也趁机去南武军烈阳部的仓库里选3样东西。临走之前，他又去看了一眼小吴，小吴气色很不错，虽然眼神还是有些呆傻的感觉，可身上已经没有了阴郁之气，能吃能喝，瘦弱的身体都感觉稍稍有了点肉。这边没什么事了，温言就自己买了高铁票，直奔禹州而去。到了禹州的南武军烈阳部总部，看着这里像是区委大院一样的风格，门房那还有个靠在椅子上睡着的老人，温言再三确认就是这里。
南武烈阳民俗文化兼考古特别行动部旁边挂着的条牌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甚至这条牌都不是白底黑字，而是南武郡特色的不锈钢条牌。这边人是真喜欢不锈钢。温言迈入其中，门口靠在椅子上微微张着嘴巴睡觉的老人依然没什么反应。他就这么进入其中，跟其他的单位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就是进入大楼的瞬间，他就感觉手臂上的汗毛炸立了起来，这里比他想的要危险得多。他刚进来就见一个烈阳部的外勤有些惊喜地看着温言，是德成温言吧？来办事吗？走走走，我带你去见部长。温言客套了一句，努力回忆了一下，他绝对没见过这位仁兄，但看对方这般热情，他就跟着一起走。到了蔡启东的办公室，一进去就见到蔡启东靠在老板椅上，抱着个保温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温言嗅了嗅鼻子，总觉得这里的味道有些熟悉。部长，我去接我七师叔祖，这边有安排车吗？有，就在下面，一会儿就出发。你是现在就去挑东西吗？不，我主要是来接人的。蔡启东抬了抬眼皮，嗤笑一声，让您大驾光临宇宙一趟，可不容易啊。部长，你这是在喝药吗？蔡启东脸上的笑容瞬间收敛。祛湿凉茶，时间不早了，怕会堵车，你赶紧去吧。温言出了办公室，蔡启东低头嗅了嗅保温杯里的味道，风瑶这个本地人都认证过了，就是某种凉茶的味道啊，怎么温言都能闻出来不是凉茶的？总不能风瑶在诓他吧？温言坐着烈阳部给安排的车，一路来到机场，等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在接机口看到了一个胖胖的老道士，腰背挺直，一步步落下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稳固的感觉。老道士身后跟着个脸色蜡黄，戴着个大墨镜，身高估计接近2米，胳膊比温言大腿还要粗的壮汉。看到第一眼，温言就感觉到一种压迫感扑面而来。符师，铜甲师，全身皮膜血肉，犹如金铜，刚硬却又韧性十足。字面意思上的刀枪不入，9牛2虎之力，再加上丰富的战斗经验，绝对是字面意思上的人形怪兽。乖了，快去给这位师叔祖见礼。温言大步走上前，也不管周围人的眼神，一板一眼的行礼。温言拜见七师叔祖，然后又稍稍调整了一下方向，对着壮汉行了一礼。拜见师叔祖，再对着这2位大佬身后的几人行了一礼。拜见各位师兄叔伯。那近2米高的壮汉跃重而出，蒲扇一样大的巴掌，一巴掌拍在温言的肩膀上，浓厚的压力裹挟着极强的精神压迫压来，他就仿佛看到这位符师恍若一个巨人，一巴掌就要把他拍死。他的脑海中旭日照耀，温言立刻悄悄激发了一块随身带着的暖玉里的阳气，加持自身，他一动不动，硬生生的挨了这么一下。砰的一声闷响，温言肩膀微微一震，面色不变的再行了一礼。师叔祖见谅，我眼拙，未认出来师叔祖是哪位。符师感受着温言身上近乎燃烧起来的阳气，咧着嘴笑了笑，全练得不错，比坤儿的天资还要高，我排行第8。见过8师叔祖。7师叔祖瞪着8师叔祖，一巴掌拍掉8师叔祖的手，没轻没重的，也不看看地方。8师叔祖笑了笑，罕见的没回一嘴。他这副模样，除了个子高了点，别的倒是不算太扎眼，戴个墨镜，一般人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特别的。可不像那些面色铁青色或者浑身长满毛的毛将，基本不太可能坐飞机来。他这次能坐飞机，那也是因为7师叔祖带着，而且他是7师叔祖的伙伴，也是有正儿八经有牌位、有道号的。7师叔祖本来还想着，既然来南武郡了，就看什么时候合适了，见见温言。哪想到温言是真懂事，一声不吭，直接来接机了。上了车，温言跟7师叔祖坐在一起，他还有点怕南武郡烈阳部这边下面的人办事给玩套路，但聊了几句之后，温言就觉得是他想多了。7师叔祖亲自来，只是为了表示重视，真干活的人还是那些年轻的师兄，还有俩师伯。这些人虽然练武的天赋不行，修道的天赋也一般，但不代表别的地方也不行，让他们办事那是肯定没什么问题的，不用担心这个了。温言跟着聊了一会儿之后，就开始说起了要去烈阳部仓库选东西的事。7师叔祖，您也知道我是没什么见识的，恐怕好东西放到我面前，我都未必能看得出来。蔡启东那狗东西，恐怕也不会同意我陪着你去。温言装作没听到前半句，前面开车的司机也是目不斜视，装作没听到。那我怎么选合适点？就算我用不上，拿回去孝敬诸位长辈，不是也挺好吗？我听说这边好东西不少。7，南武郡的烈阳部里能有什么好东西？你有空去关中郡，那里好东西才多。关中郡真是得天独厚，一个郡的分布能镇压一地的宝物，比其他几个郡加起来还要多。你要是实在不知道怎么选，那就靠感觉来吧。别看年代年岁久远的，也未必是什么好东西。感觉灵性高的，那就一定不差。你闭上眼睛，能感应到契合你的东西，就选那个。你留着自己用，咱们这不缺那2样东西。7师叔祖说着，伸出一只手，轻轻在温言的脑门上一拍，温言顿觉眼前一黑，但是黑暗之中却能明显的感应到7师叔祖所在的位置有亮光，还有后面的车上也有亮光。感觉到了吧？就是这种感觉，不要靠眼睛，用别的办法。懂了。温言若有所思。这仓库自选其实就是开盲盒，上限可能会远超平日里的奖励，但可能下限也很低，会开出来没什么鸟用的东西。车行进到一半，7师叔祖忽然手捏一个法印，目光一凝，望向一个方向，然后他从随身背着的布包里取出一个手机。喂，老家伙，你有感觉到吗？后面的车里，大江摘下墨镜，露出一双瞳孔如同针尖大小的眼睛，他向着一个方向望去，感叹了一声。都说南武郡的鬼老多，没想到还真是，刚来就能感应到有人在这召唤。这是魔鬼还是恶魔来着？我也忘了，要弄死一个给咱小徒孙当见面礼吗？别乱插手，你忘了几十年前的事了？万一又是外宾呢？你可别刚到南武郡就给惹个大事。7师叔祖劝了一句。
八师叔祖想了想，只能感叹一句：“说的也是，刚才路上都看到好多鬼佬了，召唤个魔鬼，好像也挺正常的，说不定就是某个魔鬼不想赶路。哎，也不对啊，那他这不就是偷渡了吗？”这一人一将，一唱一和，开车的司机，烈阳部来招待的人，脸都快绿了。有人在城区召唤恶魔或者魔鬼，温言脸上的笑容都僵在了那里。很显然，他是知道的，南武郡的风气还没开放到可以让人在城区召唤魔物的地步。他拿出电话，直接拨给了蔡启东。喂，部长，哦对，我接到2位师叔祖，还有几个师兄师伯了。我不是说这件事的，是我2位师叔祖在路上的时候感应到好像有人在召唤魔鬼或者恶魔，我就问一下您，这家伙是偷渡进来的，还是在咱们烈阳部备案过的？这种事怎么可能会通过备案？蔡启东的血压都高了。哦，那我帮您问一下大概在哪？温言捂着电话问了一下，七师叔祖摇了摇头。我刚才只是忽然感应到一点而已，当年跟这些鬼佬有过接触，隐约记得。恶魔可以宰了，处理过之后有些部位可以吃，能祛湿；不能吃的部分也能入药，制作成一些外敷的膏药，能治疗风湿。可惜当年遇到个魔鬼，灵智跟人差不多，当年神州说要顾及影响，就没烹了。药王山的人可惜了好久，说已经推演出好几个方子了，还有几个祖师爷传下来的方子都没了原材料，现在好不容易有契合点的，还想试试呢，最后也没试成。那个魔鬼也给送出了境，鬼佬那边给了不少好处。七师叔祖脸上带着一丝怀念，然后看向窗外，问了问八师叔祖，离我们大概15里远的地方，应该是在楼里面，不确定是魔鬼还是恶魔，我是一直觉得这俩区别不大。温言听到转述之后，就原话告诉了蔡启东。蔡启东此刻已经站在了指挥大厅里，吩咐下去之后，立刻就有人做出了推算，屏幕上也显示出一个圈。那里是什么地方？是风力公司的办公大楼，是长风集团旗下的一个公司，整栋楼都是长风集团的。蔡启东沉着脸，立刻开始安排人手。没抓到现行就算了，现在被抓到现行，那就不可能什么都不做了。正好扶余山的一位寿禄大修在，还有一位大将在，秦坤也在禹州，不借一下力，他都觉得亏了。风力大厦里最高一层里，这里的地板和天花板上都设置了魔法阵，周围也摆着各式各样的东西。魔法阵里，一个3尺高，脑袋却都有1尺，尖嘴猴腮长鼻子的小人站在那里，捧着一颗猪头啃噬。我要知道我老公现在在哪，这价码远远不够。那我要知道我老公现在怎么样了，再加3份祭品。刘启颖从旁边推来一个小车，直接将小车上7、8个新鲜猪头都给倒进去。那小人张开大嘴，一口一个吞噬完之后，才拍了拍肚子，没消散。小人摸着自己圆滚滚的肚子，一脸满足，还是神州的土猪味道足，看在你这么大方的份上，就再给你点更详细的。他虽然很虚弱，神性几乎溃散，但是的确还没消散。好了，还有别的事情吗？下次问事情就不是这个价码了。神州太危险了，为了点祭品送命不划算。我要知道西江上游复苏的一位龙神，他的名讳。不可能，别的事情还可以占卜一下，这种事我可不敢沾，沾上了就死定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南武郡的人什么都吃，恶魔都吃过，我可不想被吃了。刘启颖冷笑一声，你们还在乎被吃了？那倒是不太在意，就是烹饪方式有点不太能接受。那欧罗巴的贝尔，他的烹饪方式你们就能接受了？小人讷讷无言，好半晌不知道该怎么反驳。最不能接受的就是那位的烹饪方式，什么拧掉头就可以吃了，连恶魔都嫌太粗糙了。有人来了，我走了。小人钻进魔法阵里就想要离开，可是他一头撞上去，却像是撞到了铜墙铁壁，浓重的威压镇压在这里，直接干扰着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没法正常运转了。下一刻，就见一把沾染着血迹，刀口崩裂了好多的长刀，直接刺破了玻璃，刀身插在了天花板上。刀身上凝固的血迹都开始恢复了原本的样子，鲜血在刀身上流转，冷冽的杀气在这里流转。刘启颖微微一怔，向着窗外望去，就见远处的高架桥上，一个戴着墨镜的壮汉站在那里，看向这边。小人惊恐的尖叫：快放我走，快放我走，我们交易已经做完了，我该做的已经完成，接下来的事情与我无关了，我得去自首了，你自求多福。刘启颖反应迅速，他不知道这次为什么会被人发现，这里的屏蔽都没有作用，但这些都不重要了。他敢这么干，就是因为被发现了，问题也不大，因为他只是在问事而已。他主动在门口等着，不多时就见秦坤最先出现，后面跟着全副武装的烈阳部外勤。刘启颖举起了手，是我召唤的魔鬼，我只是问他一些事情。刘启颖非常配合，看着小魔鬼被塞进一个特制的箱子里被带走，他也没有任何反应。反正烈阳部问这次的事情，问什么他就老老实实的回答什么，给秦坤都搞得有些不会了。需要你跟着回部里一趟。好的，没有问题。刘启颖非常配合，老老实实的跟着一起离开。另一边，帮忙定住了那里情况的八师叔祖确认尘埃落定，让秦坤带回来他的佩刀，就继续前往烈阳部。只是一个小魔鬼而已，宰了也剔不出2两肉，算了，回头有机会了，给你宰个恶魔尝尝。听说南武郡比较湿热，到时候给你驱湿。温言带着笑应了下来，他可不会没眼色的说，他有烈阳在身，应该不会湿气寒气重。很显然，七师叔祖和八师叔祖对投喂晚辈这件事非常有热情。温言到了烈阳部，将扶余山的人安顿好，也没在这里多待，更没有去见刘启颖。他总觉得那个女人有些危险，见面了可能就会被盯上。趁着时间还充裕，他先去了仓库，趁着七师叔祖刚才拍那他一下，带来的感觉还在，赶紧先去试试。他先给老孟打了个电话，还没查到呢，别着急。你急什么啊？啊，老孟，你很烦我？那我挂了。没有，
我正在跟你查东西呢。我找你不是为了这事。哎呦，看你说的，你什么时候找我都行，24小时都在。你找我有什么事？老孟的语气里不可抑制的带着点期待。我呢，刚立了功，有机会去烈阳部仓库自选东西。我年轻，见识少，你也知道，所以想向你请教下怎么选才好。沙漠的边缘，靠着骆驼休息的老孟立刻坐直了身子，眼睛亮得跟夜晚的胡狼似的。哎呦喂，这你可算问对人了。什么价？什么价不价的？我可不是那种什么事都死要钱的人，这点小事提前就伤感情了。旁边的骆驼斜着眼睛瞥了一眼老孟，实在没忍住，呸了一口。老孟坐直了身子，眼睛里闪烁着光芒，飞速思考之后，带着点循循善诱的语气道：我听说啊，南武军烈阳部曾经在入海口诛杀了一头巨兽，那巨兽的。温言听着老孟的话，脑海中瞬间就蹦出了提示：流浪商人，警惕奸商，警惕奸商，警惕奸商。临时能力，精准估价。他咧着嘴无声地笑了起来。老孟果然没让他失望，只是稍稍一提奸商，老孟就火速上线，隔着电话都能激起了提示。等老孟一股脑地说了半天之后，温言才问了句：您说，我记着呢，除了具体东西之外，还有别的辨别方法吗？别的方法呀，那也简单，东西的级别高不高，厉不厉害，其实都不重要，一定是得契合你。老孟这奸商还是给了点干货。聊了10几分钟之后，温言才挂了电话，心满意足地将手机收起。他跟着掌管后勤的陈主任一路刷卡坐电梯，来到地下不知道多少层，又通过了掌纹、声纹、虹膜、证件、卡片、口令，还有一间满是符文的房间里的不知道什么认证，折腾了10几分钟才走过了最后一段路，进入到一间地下仓库里。里面一眼望不到头，摆满了各种货架，上面摆满了一个个箱子，每个箱子上都贴着标签。你可以任选3样，有3个小时的时间可以选，3个小时之后你要是没选够，那就会随机给你1样，我没资格进去，你自己进去吧，记得看时间。好的，谢谢。温言进入其中，看着最近的一个货架，上面是木箱子封着的，上面贴着标签：3982号林女士，不死癌细胞，无需养分亦不死。试了试精准估价，3条大黄鱼。再看下一个，是一个玻璃罐子，里面泡着一颗人头。8345号预言者头颅，不建议使用，必定坏结果。精准估价6条大黄鱼。那头颅似是感应到有人靠近，忽然睁开眼睛，带我出去，我给你一次必定好结果的预言。温言没理会那颗头颅，他看着这里的一切，要是一个一个看，看到明年估计也看不完，只是简单的名字和一句话，恐怕信息也不够详细，鬼知道有什么坑。他闭上眼睛，静静的感应，一个个亮点在他周围亮起，密密麻麻的，根本数不清有多少。那光亮颜色各异，亮度也都不一样，有的频繁闪烁，有的恒定不变，还有的将注意力放上去就忽然会亮一下，似乎要刺瞎他的眼睛。温言不知道这地方这么多鬼东西到底是怎么保证这里不出问题的，但有灵性的东西着实是有点多了。想了想，他闭着眼睛感应着那一个个亮点，大喝一声：我是嫩爹！一句话下去，他就感觉到那一个个亮点里不少都是瞬间绽放光华，周围也变得吵吵闹闹，各种声响不断闪耀，滋滋的电流声夹杂着电火花炸裂的声音在周围不断响起。温言还是相信烈阳部既然敢将这些东西存放在一起，就肯定能保证这些东西不在里面出乱子。果然，那声响很快就平息了下去。温言仔细观察着感应之中的光亮，那些反应太激烈的先都剔除掉，而被他地图炮嘲讽都亮不起来的也都给剔除掉，剩下的足够明亮还足够稳，算是第一波筛选结束，剔除掉大半。然后第二波他又激发了烈阳，让自身阳气肆无忌惮的绽放，看到对他的阳气能生出感应和共鸣，代表着契合度高，再筛选一波，在剩下的部分里又剔除掉大半，最后只剩下10几样东西。他闭着眼睛也能感觉到两侧货架上的亮点，一路来到第一样东西面前，这是最亮的一个，睁开眼睛就看到一个木箱子，里面是一尊有些风化的石雕，像是山猫，但是有3条尾巴，表面细节已经都看不清楚。上面的标签是7773号山梨石雕，可晋升。温言又试了试精准估价，298大黄鱼。温言一惊，好家伙，看起来不咋地的东西，估价这么高吗？他手里让老孟眼睛珠子都放光的精力，才只有这件1/3的价格。温言没急着选，继续下一样备选目标。这一次是一盏黑漆漆的油灯，里面还有凝固的灯油，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标签上写的是长明灯，出自关中郡，盗墓贼盗出，风吹不灭，阳气点燃，推测还可燃烧3000年。这是目前看的一些介绍最长的一样东西，还专门标注出出自哪里。精准估价500大黄鱼。温言先把这一件放到小推车里，甭管具体有什么用，但经过前来2轮筛选，再加上估价，就不用犹豫了。继续看其他的，看了10几件，温言有些遗憾，最低都是估价150条大黄鱼，可惜有些他感觉实在是用不上，还有些危险，也不敢送人。最后选的第一件估价最高的长明灯，第2件事就是那个石雕，第3件温言找了很久，选了一个货架，一个看起来跟其他货架没什么区别的组合货架。这个是没有标签的，但是他确认了好半天才确认这个货架就是经过他2轮筛选过后的，而且其他货架都是1条小黄鱼不到，但这个货架估价是470条大黄鱼。其他的东西他也是过了，有冷兵器，但是给他的感觉差了纯军简起码2个档次。也有别的，可惜灵性太高，都有意识了。温言觉得危险，不想选。最后他推着小推车走出去的时候，陈主任看着足有2米多高的货架，
还有上面摆着的2样东西时，一脸懵。陈主任，我选好了，就这3样。货架，货架也算样，没什么问题吧？你等下。陈主任没让温言直接离开，而是快步走到外面，给蔡启东打去了电话。不到2分钟，蔡启东就龙行虎步而来。蔡启东皱眉看着温言推着的小推车上的东西，一个货架，一个布满油污包浆的油灯，一个风化的差不多的石雕。别的就算了，你怎么还搬走一个货架？这机会可是很难得的，你好好选，别选出去之后，你巴师叔祖又该骂我了，说我坑你。不，就这个。你还是部长，我就知道你肯定说话不算话。我怎么说话不算话了？你打我电话试试。蔡启东有种不好的预感，他拨通了温言的电话，就听温言放在门外面的电话响起了铃音。哪怕你在里面找到了传国玉玺，你都可以带走。我说的，你录，你尽管录音，就是我说的。我说的，你录，我说的，带走。鬼出国的录音在外面的走廊里回响，烈阳部的人齐刷刷地停下了脚步，看向框子里的那台手机。蔡启东的脸都是绿的，声音都变了调。你还真录音啊？还做成铃音？部长，这可是你吩咐我录的，可不是我偷偷录的。丧心病狂！滚！赶紧带上你的东西滚蛋！好嘞。温言乐呵呵地推着小推车，推开门，拿起还在响的手机，顺手就给接通了。喂，部长，那我带走了呀？滚！温言推着小推车开开心心离开。宇宙烈阳部里的人一个个看向他的眼神都带着一丝怪异。仓库这里的工作人员，除去几个日常整理的人，余下的人里不少都是在外面监察的。每个编号的东西还在不在，位置动了动没动，重量变没变，有没有能量变化，暗中都是有实时监视的。别看里面的货架看起来都很普通，但实时监察是有好几条路线并行，互相之间也有配合。温言选的东西除了那个货架着实出乎意料之外，剩下俩这里的人多少都有点印象。别看里面的东西不少，其实大部分都是鸡肋或者没什么鸟用的东西。就比如有一把平口螺丝刀，说是只要能对齐就能拧开任何一字口螺丝，锈死的也可以，但实际上太大的或者太小的卡不住就没用了。而正常用任何一把2块钱的螺丝刀基本也能做到一样的事。温言带走的那个石雕摆在那里好久了，说是能晋升，实际上就是石雕自己会发声，然后周围就只剩下石雕的声音，自然是晋升了，能用到的时候极少，至少在神州用处不大。唯一一次用到这个东西是一次海上局部摩擦之中，拿这个东西的噪音压过了一只海妖的歌声，但这个东西本身的声音就让人绷不住。另外那盏油灯是一个盗墓团伙在关中郡盗墓挖出来的，那边一个不小心让一个盗墓贼跑路到了南武郡，被南武郡的烈阳部捡漏了，别的文物什么的都还回去了。这盏油灯最开始的时候是以政务的理由扣下的，后来关中郡烈阳部的人来看了2眼，撇了撇嘴，直接走了，也不打算要了。后来听说这种长明灯在关中郡，在大人物的墓里那是标配，一点都不稀缺。最好的万年长明灯都在出土的超大型手办区里发现了3个，也就南武郡的土包子没见识，才会为了个3000年的长明灯耍心眼。南武郡烈阳部里的人被气得够呛，就给塞到了仓库里，还专门给标注了来历，说那边能让一个区盗墓贼得手了，还能带着东西跑路到南武郡，这盏灯就是证据。今天这个东西被温言挖出来带走了，再加上那个最让人绷不住的货架，压根没编号的普通货架，都有人觉得是不是温言只选到了俩，最后一个任性了一把，随便搬了一个仓库同款货架回去之后用来摆东西用。有在监视仓库内各种参数的人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趁着例行检查的时候查了查，确认了里面是不是只被带走了3样东西，然后还真是普通货架里的一个。温言就在大家诡异的眼神里乐呵呵的离去。他其实也没法解释，因为他对这3样东西的理解可能还真没这里的工作人员多，他只是觉得自己实在是不知道选哪个好，那就选经过重重筛选之后价值最高而且还没危险的3样。温言是走了，但后面的蔡启东脸色还是有些发绿。他刚才还在看刘启颖的审讯呢，但其实审讯不出来什么。刘启颖被带回来之后，立马就一堆人利用各种渠道想要从南武郡烈阳部这里获取信息，明着暗着的都有。不只是南武郡的人，有近半都是其他郡的人，甚至还有一位宜郡烈阳部分部的部长，电话都打到蔡启东这里问到底是什么情况。人家给出的理由也没法说什么不对。刘启颖明天就要去那边开会谈合作，跟那边有一个大项目已经洽谈到后期了，最后要是项目落成，后面几年内预估会解决10万人的就业，再加上形成产业集群之后辐射开影响到的人，那再翻几倍问题也不大。所以人家就问问是不是你们南武郡不想长丰集团去那边搞大头？你们南武郡太过分了，自己吃肉都不准别人吃点肉渣吗？最后蔡启东都是有些上头，直接明说了是刘启颖在城区召唤魔鬼被抓了现行，这才堵住了那边的嘴。他们这边的审讯更难受的是刘启颖太配合了，什么都给摆在明面上，就说了她要恢复她老公的灵魂，然后她老公的灵魂被西江上游一个刚复苏的龙神拿走了，她慌不择路，采购了点新鲜猪头，想要尝试着看看能不能召唤个魔鬼问问情况。没想到还真成了，她的确只是问了这点东西，确认了她老公的灵魂尚未消散，仅此而已。想问更多，那小魔鬼太贪婪了，他准备的东西不够，然后他就被抓了。一切都一目了然，非常配合。但越是这样，烈阳部这边就越是不太好处理了。查出来的事情就是这样，那个小魔鬼也不是什么硬骨头，本地的审讯人员刚开口，那小魔鬼就被吓得够呛，然后就把刘启颖给卖了，口供也没什么问题。所以这事要说危害性吧，
也就那个召唤法阵危害性最大。但偏偏那个魔法阵，按照他们勘察，没有任何普适性，所需要的材料，就算是在神州之外，有钱那也是要费老鼻子劲，耗费好几年时间才能凑齐一份。其中几样单独存在也是合规的东西，是上个月才过的海关进入神州的。那时候可没人知道，这鬼东西竟然能作为召唤材料。这些过程都是烈阳部很容易查到的东西。而后面顺势问起何长风化作水神的事，刘奇颖也是非常痛快的交代了。他就是在尝试各种方法，因为那段水域的水神竞争激烈，最容易插手，他就用超能力推何长风上去了，借助水神的位置，试试能不能修复灵魂。要问细节，有问必答。有了刘奇颖的回答，烈阳部很容易就确认了不少信息，确认了水神何长风是压根没神智的，就是在那修复一部分灵魂，其他事情也的确跟刘奇颖这边没什么关系。这女人什么事都做在了前面，似乎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暴露的准备，最多就是踩在灰色地带上，绝对不越线。越是这样，就越是显示出她是真的想得很长远，不单单只是想要让她老公恢复就完事了，还想到了恢复之后的事，给他们留了后路。蔡启东看着审讯就开始头疼了，因为审讯不出什么东西了，而他们也不可能无限期的因为这个事扣押刘奇颖。说难听点，这件事的危害还真不如前2年北方发现的某个动手能力和智力都高的可怕天才职业者，那家伙竟然在城区里尝试着手搓反应堆。蔡启东哪里看不出来，刘奇颖之前可能的确没料到烈阳部会发现他召唤小魔鬼，但他之前所有的动作都精准的踩在合规线之上，这次被发现了，立马顺势主动配合。到了烈阳部之后，就差直接表明了，为了我老公做这种事，我也不后悔，有什么惩罚我都可以认，现在就签认罪书都行。就是因为这样，蔡启东才有些头疼了。这女人无比配合的表象之下，隐藏着疯狂，蔡启东都可以确认，这次不成，那么除非烈阳部24小时贴身盯着，否则他后面还会给整个大活。除非烈阳部把那个本来就有些不老实的龙神给收拾了，把她老公的灵魂带回来。这件事没做成，那她后面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次是个小魔鬼，下次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就在什么进展都没有的时候，他电话来了，听说了温言拉出来一件没编号的东西，蔡启东吓了一跳，急急忙忙的赶来，一来就感觉到自己的脑袋被捶了好几下。温言这家伙电话录音了，给做成鬼畜灵音就算了，最后还推出来一样他意料之外的东西。别看是个货架，那也是没编号的。蔡启东汗毛都炸立了起来，这才发现这里的仓库一直都有一个巨大漏洞，那就是仓库里工作人员开的小推车上方几盏大灯其实都是有编号的，但是仓库里数量最庞大的东西，那些货架全部都是没有如同物品一样的单独编号，只有一个第几排第几座之类的标记。理论上整个仓库里的所有东西，只有这些货架全部都不在监管范畴之内。但话都说到前面了，现在自己打自己脸，他倒是无所谓，打了烈阳部的脸，其实正常时候也无所谓，只要这是对烈阳部有利，那他就可以乐呵呵的背起黑锅，被人喷一脸都行。可这次的事是内部奖励，他要是反悔了，就特别伤士气了。再加上温言这狗东西还给做了个灵音，敢反悔，保准明天这个灵音就各地烈阳部员工人手一个，他反悔的事迹也必定会跟着传的到处都是。他觉得那东西很不对劲，浮于山的前辈来的路上才专门教过温言，温言不可能瞎选的，他这么选一定是有原因的。他倒不是不舍得，只是他得弄明白那个货架到底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思来想去，他拿出手机拨出去个电话，对，你去那边路过一下，帮忙打包一下，走我们烈阳部的物流渠道，给他送到家里，然后你好好检查一下。不用，检查一下就行，你们得有格局点，别老是想玩什么小动作，上不了台面还被人笑话。没关系，我都说了，咱们这的人只要是获得自选机会的，就算是能从里面挖出来传国玉玺，都尽管拿走。不管是谁，我都是这句话，对，我说的，我录你大爷，以后谁都不准在我面前提录音这俩字，谁提了就别怪我心狠，给调去看水库。蔡启东狠狠地挂了电话，气得手机都想摔了。温言搞这套他都能忍住，可是眼看消息传这么快，大家都知道了录音梗，他就有点破防了。另一边鉴定科里，几个人围着电话，一个年轻人跃跃欲试，录下来了吗？录下来了，快发给我，这都是宝贵的素材。坐在椅子上的中年人哭笑不得地看着周围几个年轻人，心说现在的年轻人可真是不拿领导当领导。行了吧，我可是冒着得罪大领导的风险帮你们满足了你们的愿望，你们接下来要是不好好看，或者出了纰漏，让部长抓住了借口，挨骂的人可是我。主任，您放100、1000个心，我们肯定不掉链子。几个年轻人拍着胸脯保证。行了，我去忙了，一起，我们跟着学习一下。鉴定科主任看了看那几个年轻人，没忍住笑出了声。我还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话虽如此，他却没拦着几个人跟着，他们一起向着楼下走去。这边刚到路过大厅，就看到温言推着个小推车从电梯里走了出来。他们一起走上去，说是帮忙打包封存，然后走烈阳部的物流渠道给送过去。温言开始还有点纳闷，这几个人什么情况，但是看到那几个年轻人眉飞色舞的凑过来，请他分享一下那段录音，原版给我就行，我业余爱好就是做鬼畜的，我做好了再发你一份，保证水平。温言这下懂了，单位里的消息传得可真快，他乐乐呵呵的给众人分享，还互相加了飞信，等着下次换铃音。温言这边跟几个年轻人交流鬼畜心得，背后一起吐槽部长，倒是很快就热络了起来。而这边办公室里，鉴定科的主任戴着一副眼镜，拿着个放大镜，仔细的查看货架。透过放大镜，一缕缕整齐排列的能量波纹倒映在他的眼中，他有些意外，这个货架还真有问题。但上上下下仔细检查了之后，
也只是发现这个货架附着着一层特别规整和谐的能量，而且非常稳固，没有任何的外泄。为了方便运货，将货架拆开，也没有影响到那些能量运行分毫。再三鉴定，他收起了放大镜，让人将东西都打包封存好。出来之后，他给蔡启东回了个电话。检查完了，那个货架可能是长时间在仓库里，受到了那里奇特物品的影响，表面有一层非常稳固的能量流转，大概就相当于鲁伯特之类，内部应力极大，异常坚固，难以摧毁。但这个东西却没有鲁伯特之类的小尾巴，没有致命弱点。时间有限，除此之外，我没鉴定出来别的问题。知道了。蔡启东松了口气，他的确有点担心温言搞出来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他再次来到审讯室旁边的监控室里，询问了一下，依然没什么进展，或者是已经审完了。按理说已经该走下面的流程了。蔡启东挥了挥手，让人按照流程走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继续拖下去也没什么意义。走出监控室，另一边，审讯人员也带着刘启颖离开了审讯室。刘启颖看到蔡启东，脸上带着一丝愧疚，言辞恳切：“实在是对不起各位，是我考虑不周了。能让我打个电话吗？我那里还有一些资料，我让人送过来，说不定会有一点帮助。”“什么资料？”“西江水系的资料。这些年我请人在图书馆里查阅县志，走访各地，询问当地的老人，慢慢整理出来的，算是比较详细吧。西江水系的各种变迁，还有各地的各种传说故事等等。”蔡启东眼神一凝：“来了。”蔡启东最清楚，就西江水系这混乱程度，这些资料得是个多大的工程，需要耗费多少财力人力。烈阳部肯定没法直接拿钱这么硬砸的，只能跟大学合作支援个课题。但长风集团可以不惜血本的硬砸钱，连续多年砸钱搞这个毫无收益的项目。这女人是想借烈阳部的力，但至少目前为止，她都是在全力配合，真没法硬说人家是在威胁。你搞不定，那就用我的方法来。刘总有心了，应该的，无论有任何处罚，我都接受。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我都全力配合。目送着刘启颖被带走，蔡启东回到办公室，给温言打了个电话。看着电话，他脸色就不由得一黑。算了，忍了，来我办公室一趟。不是录音，不是录音的事。你有完没完？我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我找你有正事，我好歹是部长，你能不能正经点？挂了电话，蔡启东坐定之后，等到心绪平复下来，给自己切了切脉，长叹一声。秦坤这一巴掌影响可真大，受伤之后都有些沉不住气了，还是快点养好伤吧。片刻之后，温言敲门进来，关上门，蔡启东便拿出个遥控器一点。整个办公室上下左右前后六面都浮现出一个器械，六面微光屏障，将整个办公室封死。蔡启东递给温言一根烟，有些语重心长的道：“现在没外人，也不会泄露消息。我问你点事，你老实回答我，何长风是不是在你手上？”温言眨了眨眼睛，还没等他说什么，蔡启东就立刻伸出了手，亲自给温言泡了杯茶。你这家伙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放什么屁。你别说话，你喝茶就行，听我说。温言端着茶杯喝茶，还真就一个字都不说了。蔡启东长叹一声，一脸忧虑：“我跟你说实话，那个女人被抓来之后非常配合，简直比那些来自首的傻妖怪还要配合。就差直说，我现在就签字，现在就进去踩缝纫机。要是不够进去踩缝纫机，那就把我拉进去拘留几天。她太配合了，然后还主动给了一些资料。但是我话里话外听到的，我这么配合了，你们还是没解决那个不老实的龙神，把我老公带回来，那我就自己用我的方法去解决。长风集团的摊子铺得太大了，子公司再加上合作的公司，每天进进出出的货量都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我知道他手里肯定还有别的材料在，但我们也不可能往前追溯几年，清查每一份材料，把烈阳部所有人都拉上，几个月时间都清查不完。仅仅单据全部打印出来，起码都有1000多万页，这怎么查啊？鬼知道这表面冷静，内心疯狂的女人会搞出多大的场面。她诉求非常简单，就是名牌了。我也知道，让她去砸钱，帮忙探查消息，帮忙对付那个刚复苏的龙神会非常好用。我们的确没那么多经费去玩命的烧，按照我们的人预估，他手里那份有关西江水系的详细资料，砸钱砸了5年了。5年时间，每年都要因为这事烧掉好几亿，加起来起码烧了30亿以上，真的是不差钱，完全不在乎。而且我之前都不知道，竟然有这么多其他郡的人都跟他有关系，看起来关系还挺密切。他仅仅只是被带来协助调查，就一堆人忽然蹦出来为他说情，连一郡部长都有，影响实在是有点大了。总部那边到现在还没人给我打电话，那这说明上面肯定已经知道，但是有大领导看着，让他们俩去死掐，的确挺不错的。但我得确定，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踩刹车，重点是刘启颖这边的刹车。所以你能踩刹车不？温言端着茶杯，看着蔡启东一脸严肃认真的样子，差一点就承认了。他放下茶杯，同样一脸认真的回了句：“部长，何长风真的不在我手里。我没问你这个，我就问你，必要的时候你能踩刹车不？我有别的办法，可以试试，但什么事我都没法保证。”蔡启东靠回了椅子上，端着保温杯开始喝药，一颗心算是放回了肚子里。温言也坐在那喝茶，反正他已经从蔡启东这学到了一个精髓，很多事可以做，但一定要嘴硬到底，绝对不能直接承认。背着牛头也不能认账，更别说他现在还没把牛头背在背上。何长风的确不在他手里，他后面还真的放在张老西那里封着。他一直有个想法，没合适的时机去试试，现在倒是差不多刚好了。回去了之后就试试能不能唤醒何长风的意识，跟何长风聊聊。刘启颖要复活她老公倒是没什么问题，那为什么西江上游的那位龙神也想要何长风？那龙神总不至于想用何长风要挟刘启颖做什么事情吧？
这事倒是不急于一时，不是非得急着做。温言想了想，问了句：“部长，西江上游那边不需要把刹车掌握在手里吗？”已经有了，解厄神女路就是龙虎山已经有弟子选择了解厄神女路，而且下山之后至少会在南武军烈阳部上3年班。好家伙，这么快？他们已经有仪轨了吗？能开坛做法了？温言有些惊讶。有了，目前开坛做法，走完完整程序之后，就可以给一个人加持秘路神通，入水不溺。这个月之内，若是无法解决，我就亲自去请拓跋武神下水，将那个刚复苏的龙神打死了拉倒。屠龙这种事，前辈们做的，我们难道做不得？真有拓跋武神吗？温言忍不住问了句。说实话，当初贾墨制成借力没借到，再加上这些天就算是处理噬魂兽的事，那个拓跋武神都没出现，还得让秦坤来作为武道纲顶人。温言都觉得是不是压根就没这么个人，是南武军烈阳部暗中造出来的某个底牌，根本是没法用的，只是摆在那，借个名头用来镇压一郡之地。不然的话，最近这么多事，怎么一次都没见过？真的有？蔡启东斜了温言一眼，要是没有的话，你以为那威慑是怎么来的？仅靠传言就能震慑？你是把其他人想得太蠢了，还是太聪明了？行吧，什么时候能引荐一下？规矩就是不能带人去，没有绝对的必要，不能找他。温言撇了撇嘴，什么都没说。从蔡启东这离开，温言就去找七师叔祖了。今天下午没事做，他们就已经先去本地的孤儿院转悠了。温言去选东西，耽误的时间比预想的要多，现在才跟着去。一路到了地方，再往里就是一条小街，车辆不太好进去，进去了应该也没地方停车。温言看了看路牌，起点路，顺着不宽的小道向里面走了110米，就看到了目的地的大门。看风格少说也有30年以上的时间了。旁边有牌子，写的是禹州起点儿童福利院。温言这边刚迈进大门，就看到七师叔祖亲自来到这里，还带着不少吃的，正在给一堆小朋友发。八师叔祖没见到人，也不知道是不是没跟着一起来。温言刚向着那边看了一眼，眼前就忽然出现了一个红色感叹号。天敌职业有了反应，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明显是警告的提示。起点孤儿，天命无父无母，克父克母，幼年命运多舛，苦难繁多，扛住了便坚韧不屈，一路逆行，扛不住便一蹶不振，沉入泥潭。强烈建议不要使用第一固定能力，因为它会当真。对应天克，建议不要头铁。临时能力，一个脆弱的小卡拉米，不值得如此针对。温言面色变幻，有些绷不住了。好家伙，竟然能有个天克他第一固定能力的人！我是嫩爹，是针对傻儿子特定的100%契合的能力，但是针对其他人就是强嘲讽效果。没想到这里又遇到一个100%契合，而且还是另类契合的小家伙。他要是这么用，8成是扛不住反噬。不然的话，天敌职业也不会为了一个完全不值得给予提示的小家伙，特意给予了郑重警告。温言觉得以后自己还是得小心点了。第一固定能力，强嘲讽效果挺好用，用来做排查也挺好用，以后还是悠着点，尽量别开地图炮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万一他开地图炮的时候把这个起点孤儿给囊括进去，那得多冤枉啊！温言进入院子，打量着这里的小孩，至少看起来不是那种枯瘦的类型，基本伙食都是有保证的。温言看着目标人物，一个7、8岁的小男孩，坐在后面走廊旁边的石凳上，静静地看着这里的一切，看起来还有些不太合群。温言走了过去，顺手在七师叔祖派发的一堆零食里拿了几个核桃。他坐到小男孩旁边，单手捏着核桃，轻轻一捏，就将核桃捏开，剥开之后，一半丢进自己嘴里，另一半顺手递给小男孩。小男孩一愣，接过核桃，谢谢哥哥。你叫什么名字？郭道全。哟，这名字何该你跟我们有缘，愿意跟我们走吗？郭道全没说话。温言又是拿出一个核桃，2根手指轻轻一捏，就将核桃捏碎。他单手捧着捏碎的，另一只手从里面捡出来碎裂的核桃。郭道全愣愣地看着这一幕，一只手的手指无意识地比划了一下。想学吗？郭道全没说话。温言拿出一小块核桃壳，屈指一弹，就见那核桃壳飞出，砰的一声飞到旁边的砖墙上，在砖头上留下一个明显的小坑。郭道全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咽了咽口水。想学吗？想，但是很辛苦。我不怕辛苦，那就跟我们走吧。郭道全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低声道：他们说我会带来灾难，被领养了2次，2次的新爸爸妈妈都受伤了好几次。巧了，我们这是门派，只有师兄弟、师叔师伯、师叔祖、太师叔祖，就是没有爸爸妈妈。真的？郭道全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亮光。真的。温言笑呵呵地看着小家伙。但是啊，我们这边很严格，也很辛苦的，不但要上学学习功课，还得练武锻炼身体，吃不了苦的人可不会有什么成就。我不怕吃苦，我会洗衣服，我也会给弟弟妹妹换尿布，我还会炒土豆丝，我考试都是优。行，我去说。温言坐到七师叔祖旁边，指了指郭道全。七师叔祖，把这个小家伙也带上吧。咦，你能看出来什么？反正咱们浮玉山都是一起教的吧，别给他单独找个师傅就行。温言对着郭道全招了招手，让他过来。七师叔祖伸出手给郭道全摸骨，骨相一般，练武的天赋也一般，给他个机会试试呗，反正该怎么教导就怎么教导，最后能走到哪一步，主要还是看个人。那行吧，就带上吧。七师叔祖也不挑，反正浮玉山平日里的新弟子基本都是这水平，可能小时候还不如这个郭道全懂事。这一次由大户给出钱，当然无所谓多一个了。温言也不在乎多一个，只是碰上的特别的就加上呗。一个明明看到个机会，却还懂得不去伤害别人的小孩，起码心地不坏，慢慢教就行了。而且浮玉山挑人也从来没指望过所有人都有所成就，跟着浮玉山的人转了半天，跟着熟悉了一下程序，
天黑了之后，温言就自己开车回了德城，他得回去接收今天发过去的那3样东西。等到他开了好几个小时车，抵达别墅区门口的时候，就看到了烈阳部的运输车停在那里。送货的本地烈阳部成员宁愿在这里干等，都不愿意进去，多少是知道一些事情的。温言有些无奈，你给我打个电话不得了，在这等这么久。没事，到点了我就回去了，这是标准安全程序。行吧，那我自己带回去。温言推着个简易小推车，自己推着打包好的3样东西回到家里。他带着东西来到地下室，拆封之后，自己将货架组装好，将其靠着墙角摆好，再将石雕摆上去的瞬间，温言的目光便微微一凝，货架靠着的墙壁仿佛忽然就消失了一块，仿佛那里忽然开出来一个窗户，透过窗户能看到外面漆黑一片，杂草丛生。他拿起石雕，一切瞬间就恢复了正常。他摆上石雕之后，轻轻拉动了货架，也会立刻恢复正常。经过反复试验，只有货架靠在墙角摆在那里，再将石雕摆上去的时候，货架的2块板子之间就像是出现了一个窗户，能看到一片杂草丛生的地带。温言取下了石雕，看着眼前的货架，难怪在仓库里那么久都没人发现这个货架不对劲的地方。仓库的货架前后都是通道，四面都没有墙，更没有墙角。温言拿出自拍杆，带着手机探出敞口，向外面转了一圈，拍了拍，拿回来看了看，那里荒郊野岭的，杂草丛生，看那里的植物应该不在南武郡，具体在哪里暂时无法确定。他又取下石雕，将那盏长明灯摆上去，货架后方黑漆漆一片，一点光亮都没有。他又拿着自拍杆将手机探出去拍了拍，当他的手机探出去的一瞬间，外面就呼呼呼的亮起了火光。他立刻将手机拿回来，这才发现里面是一座地道，有些地方已经坍塌，似乎是感应到了动静，石壁上的烛火自行燃烧了起来，照亮里面的一切。温言赶紧将长明灯拿下来，货架后方的通道也随之消失不见。他好像有点明白这个货架是干什么用的了。想了想，他低头看向旁边看热闹的雀猫，雀猫连忙后退几步。你看我干什么？你想干嘛？温言抓住雀猫，将雀猫放到货架上，货架后方灯火通明。温言只是看了一眼，就确定那是南武郡烈阳部的仓库。他赶忙将雀猫抓下来。你刚才在想什么？温言神色认真。雀猫嘀嘀咕咕，老老实实地道：我在想，我要是这么死了，那就太亏了。就这？真的就是这个？那你再想想别的，比如关中郡烈阳部的仓库，那里肯定有一样你非常需要的宝物。温言再次将雀猫放到货架上，后面依然是南武郡烈阳部的仓库。温言有些失望，看来不是任意门，应该是固定的。他问雀猫，雀猫也说不上来个1、2、3。温言想了想，来到阿伯的金塔前，上了3炷香。阿伯，请你帮个忙。他将阿伯的金塔放上去，立刻看到了后面墙壁上浮现出了一幅熟悉的画面。温言快步来到1楼，就看到1楼客厅墙上浮现出一个1米多宽、半米高的窗口，窗口里就是地下室。温言这下就有点懂了，只要将货架靠着墙角，贴着墙放好，那摆上去的东西就会开启一个通往这个东西心底最想去的地方的窗口，应该是这样吧。他回到地下室，将阿伯的金塔放下来，然后让小僵尸过来将小僵尸放上去，却没有任何变化。温言想了想，自己孤勇上去，墙壁上也没有任何变化。雀猫一看这种变化，顿时有些炸毛了。这鬼东西什么意思？意思是只有东西放上去有用，活物放上去没用。温言试探性的回了句：胡说，我难道不是活的？那我就不知道了。雀猫自己飞了上去，货架后方忽然就没什么反应了，只有温言拿着它将其摆上去，墙壁上才会出现窗口。温言试了试，3层货架最底层和第2层都有这种反应，没什么区别，但是最上面一层就没用了。推测可能是需要在2块板和框架之间才能构建出窗口。温言看着雀猫，忽然想到他怎么跟雀猫相识的？你是不是还惦记着你先祖的尸身？没有，你都说没有了，我还惦记什么？雀猫言不由衷，眼睛不由自主地看向旁边。你这猫说谎都跟猫一样，都不敢看人。好吧，那又不怪我，都怪那个贾墨之城，他都死了，我还是忘不掉。你说有没有可能你先祖的尸身就在南武郡烈阳部，就在烈阳部的仓库里，就在对面吗？温言压根不上手，雀猫自己飞上去也没有窗口显示。你是不是疯了？对面是烈阳部的仓库，你想去那里偷东西？你信不信你这边刚进去，1秒之后就会被击毙？温言一看雀猫瞳孔放大，眼睛瞪得跟弹珠似的，就知道这家伙心里还是惦记着他先祖的尸身，而且是已经彻底入脑的那种。你先祖的尸身到底有什么用，让你这般惦记？能让我变强，重拾先祖的荣耀？什么荣耀？就是……雀猫愣了一下，小脑袋瓜疯狂加速，都快烧起来了，也回答不上了。行了行了，我下次再得到机会，我就去把你要的东西拿出来。要是早知道，这次就给你拿了，起码是确定有用的。温言安抚了一下雀猫，省得本来就不聪明，再把脑子烧坏了。他说的还真是大实话，他这次拿出来的3样，他自己都不知道具体有什么用，就是秉持着费这么大劲才获得的机会，不能亏了，哪个价值高拿哪个。要是有确定的目标，那自然是拿预定目标喽。那要不要先去找个目标？雀猫跃跃欲试。温言斜了他一眼，你去吧，尽管去，想干谁尽管去，我保证不拦着你，就算你想死在烈阳部仓库里，我都可以成全你。雀猫瞬间变成飞机耳，干笑一声，这不怪我，都怪那个贾墨之城。温言没理会雀猫，他在琢磨这个货架应该怎么用才合适。用雀猫试验的结果应该没有普适性，他把小僵尸抱上去没有反应，其实也说明不了什么。小僵尸也没有普适性，他都不太确定小僵尸到底算活着呢还是死了，还是不死不活。
还是得多试试。想了想，他从后门出来，敲响了老赵家的房门。房门打开，五兄弟一起探出半个脑袋，看着温言，异口同声：“要开饭了吗？”“对，你们一起来我家吃饭。老赵呢？”五兄弟一个闪现，消失不见，不到2秒钟，就见五兄弟拖着一脸懵逼的老赵出现在门口。“老赵啊，一会儿来我家吃饭，另外借你人头用一下。”“啊！”老赵啊了一声，他的脑袋就跟身躯分离，被五兄弟塞到温言手里。“你太见外了，我们什么关系？”老赵多好的人，会不乐意？你没直接拿，就是看不起老赵。看不起老赵，老赵不高兴了，得2只白切鸡。温言看着老赵的头，哭笑不得。行，一会儿给你们加1只白切鸡，盐焗鸡吃吗？吃，不挑食。五兄弟异口同声。行，一会儿记得来。温言拎着老赵的头，老赵还是一脸懵逼。这是要干什么？我刚得到一件奇物，想让你来帮忙测试一下。我已经测试过妖，测试过僵尸。到了地下室，温言将老赵的头放到货架上，等了半晌也没见什么反应。温言有些遗憾，他先给叫了菜，再去自己包了米饭，然后晃晃悠悠的来到隔壁，眼看傻儿子没睡觉，正在瞪大着眼睛，小手在那挥舞着，跟空气斗智斗勇。温言跟贾金凤打了个招呼，抱着傻儿子回到家里，看着傻儿子一无所知，瞪大着眼睛，一副不知道要看什么的架势。温言将他放到了货架上，等了好几秒也没见有什么反应，温言就彻底死心了。看来真的是活物不行，自己上去的不行，被放上去的也不行。这个活物应该是囊括妖魔鬼怪人在内的一切东西，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雀猫自己上去不行，被放上去了就可以了。8成是雀猫比较特殊，那雀猫试验的结果可参考价值应该就不高了。活物不行，那被放上去的东西心里最惦记的东西所在的地方，这个推测可能就没有多大的普遍性。被摆上去的东西的来源地或者是应该属于的地方，这种推测应该更靠谱一点。他打开手机查看刚开拍到的视频，长明灯打开的通道里墙壁上的花纹，还有亮起烛火之后泛着青灰色的墙壁、砖石的颜色、地板的颜色，最重要那种独特的气质。温言一眼就能认出来，这地道或者说典型的墓中甬道绝对是在关中郡，因为温言见过类似的，当然是在关中郡的一些开放的遗迹里，跟视频里拍的基本风格没有什么区别，这跟长明灯的来历就能对上了。倒是通过石雕打开的窗口拍的视频看不出来具体在哪，他最多是通过月光照射的角度推算下大概在什么范围，更具体的那就得找更专业的来判断。温言将石雕放在货架上，又将长明灯放上去，果然刚开启的窗口就随之消失不见，一次只能开启1个窗口。温言回到1楼客厅，雀猫和小僵尸趴在小屁孩旁边，雀猫不停地嗅着鼻子，小僵尸举着手机跟小屁孩一起看，看了一会儿又咔咔的一起拍了2张自拍照。小屁孩也不哭不闹，就瞪大着眼睛看着满屋子的妖魔鬼怪，看了一会儿也不知道这小家伙这么小怎么能看到挂在好几米之外墙上的涂鸦画，口水就开始顺着嘴边往下流。按理说这么大小屁孩1米之外就是人畜不分了。温言抱起小屁孩，小屁孩就开始哇哇的哭，嚎了半天眼角一滴眼泪都没有，全从嘴角流下来了。温言轻轻拍了拍小屁孩的屁股，这么小还不能吃辅食，好好吃奶就行了。他抱着小屁孩离开院子，小屁孩眼看没用，立马不哭了，大眼睛还是恋恋不舍地盯着屋内。将小屁孩送回去，临走的时候看了一眼小姑娘还在用功学习，看起来是真下狠心了。温言就拿出电话，备忘录上记下待办事项，下个月发奖金了，给小姑娘送个手机或者平板。他估计下个月发奖金应该会有不小的一笔钱，起码足够他用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天天练拳，练到第2阶段之后，阳气的浪费比例减少了不少，但暖玉的消耗量却开始增加。论经脉的劣质暖玉倒是还能用，就是每天消耗量不小。他推测可能第2阶段练完之后，劣质暖玉继续用，效率可能就太低了。按照现在的消耗量推算，到时候练一遍拳，先消耗几斤劣质暖玉，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毕竟那些劣质暖玉都是同一块暖玉原矿上切下来的劣质边角料，想要一整块大的，里面可能就有劣质暖玉的部分，也可能夹着一块邪暖玉，那价格就比劣质暖玉高了起码2个量级。1斤原矿指不定就几千块上万块，以他目前的消耗量，可能也就3天的量，大致一算，1个月就10万，氪金开挂，实在是有点氪不起了。还是未雨绸缪，想点办法，多赚点外快了。回到自己家，等着熟悉的外卖小哥送了菜过来，温言顺势请老赵和五兄弟一起吃个饭。一顿饭吃的最开心的就是五兄弟，吃了个爽。吃到一半的时候，瞎聊得开心，聊到温言带回来的石雕和长明灯时，老赵就脱口而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当年不少人从秦王那片经费搞他们自己的项目。这种鲛人灯就是一点成果而已，这种灯本身不是特别珍贵，珍贵的是你手里这盏灯，看样式，灯芯、灯油应该是正经的鲛人灯，应该是从鲛人那弄到的材料，不是拿精油糊弄的。后面人都说那是鲛人油，瞎说，鲛人油又不是没见过，压根不是这样，这就是鲛人那交易的某种材料，再添加了其他东西炼制成的。后来就失传了，这灯肯定是秦王那个时代的东西，错不了。那石雕倒是没看出来什么，风化太严重了。老赵握着个鸡腿，看着周围都没人说话了，都在安静的听他吹牛逼。他抬起头，有些茫然。你们都看我干什么？我差不多吃饱了，听你讲故事呢，继续呀。我讲什么了？我不知道啊，我瞎说的，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忽然想起来了。温言有些遗憾，大佬老赵现实上线就上了这么一会儿，又变成平时那个老赵了。没事，继续吃，喝酒不？我这有点好酒。酒足饭饱，温言将老赵和五兄弟送回去，也再也没让老赵忽然想到什么。
温言来到地下室，将货架拉开了点距离，还在墙角放了其他东西，预防出意外。大佬老赵限时上线给的信息，温言还是信的。甭管长明灯开的窗口那边是了，他都不准备再开了，做这种大死。以前他还相信关中郡那边开了几个超大型手办区之后，是因为挖掘难度还有保护难度等问题，放弃了后续挖掘。毕竟他也是看过资料的，那些大手办刚出土的时候色彩鲜艳，栩栩如生，水平那是相当的高，而且每个都没有重复的，面容都不相同。只是挖出来没多久，色彩就全部褪去，变成现在的样子。最近才知道，几十年前就开始灵气复苏了。温言就不得不开始阴谋论，开始脑补出一出大戏。说不定当年关中郡的烈阳部挨了一顿毒打后，才放弃了后面的一系列事情。温言当然不想因为好奇心钻进墓道里，然后旁边忽然蹦出来个10掌大手办，带着几个大手办将他一顿毒打。适当的作死还行，这种做大死的行为还是算了，还得防止别人做大死。温言将雀猫和小僵尸都拉过来，认真的叮嘱了好久。为了让这俩家伙知道事情严重性，温言给放了狠话，这件事谁乱来就给送走。到了半夜又睡不着觉了，温言继续在后院练拳，烈烈阳气不断的扩散，照耀附近。他的阳气越来越盛，尤其是练拳的时候，80%阳气其实都是浪费掉了，这些阳气就化作常人看不到的光晕，照耀附近的一切。一人的阳气就压住了附近几10米内蒸腾而起的阴气。老赵站在窗边例行晒夜晚的太阳，晒着晒着，他的眼神就从五兄弟式的智慧慢慢变成了深邃。他是自己都不知道，他练拳时绽放的光辉对于鬼物们代表着什么呢？还是他知道了，其实也并不在意？应该是后者吧，跟传闻中的初代天师可真像啊。老赵微微闭上眼睛，眼中的深邃消散，他继续晒着太阳，那种感觉让他感觉仿佛活着一样。神州西北角，这里才刚刚的入夜不久，老孟靠在一面废墟土墙上，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混杂着些许内脏碎片。他取出一个小试管，将小试管里红色的药剂吞下。随着时间流逝，他的脸色渐渐恢复了不少。亏大了，亏大了，亏大了呀！旁边骆驼眼中带着担忧：“你没事吧？你的复活十字架都用了，万一再死，是不是就真的死了？你要不要提前准备点东西给我？必要的时候我还能救你一下。”老孟看着骆驼冷笑一声：“狗东西！哼，好心没好报。你以为我惦记着你那些宝物，对我有屁用？没必要。你为什么想要替死祈物？”骆驼嘟嘟囔囔，含糊不清的不知道说什么。老孟有些无力的靠在土墙上，喃喃自语：“你懂个锤子哟！这次帮他探查情报，我只收了1条大黄鱼，附带几条小黄鱼。这瓶药剂就不止这点价了。我哪知道连4毒都算不上的西江水系，混乱到一条支流里都有好几个水神。这种鬼地方竟然真他娘的有龙啊！不是龙的水神哪敢叫龙神？”骆驼一副看傻子的样子看着老孟：“你懂个屁！真要是每个龙王庙都对应龙，那神州的龙没1000也有800了。尤其是水系里的龙，有水神之位在身的，基本都是其他东西。能有一个算得上是蛟的东西，就算是了不起了。能算得上是龙的，掰着指头都能数得过来。我没想到西江里一段水域的水神，竟然他娘的真的是龙。一个龙竟然只是一条江里一段，甚至只是一条支流的水神，你懂吗？这太不合理了，既不科学也不玄学。”老孟说着就拿出电话给温言打了过去：“温言啊，我稍微查到点消息了。”“咦，老孟你怎么了？”老孟就等这句了，噼里啪啦的一顿抱怨。当然这不怪你，谁也不怪，我也没想到这些。我以为就是个成精的大长虫，就用我的方法尝试了，哪想到一头撞到铁板上了，牵扯太大，位格太高。我只是被反噬，12指肠都差点吐出来，肺都吐出来好几块，应该还死不了。有劳你了，下次见面我这有东西让你鉴定下。”“好，不收你鉴定费。不过那龙神是龙，不是应该的吗？”“文盲！”老孟气得直接挂了电话，顺便又看着旁边的骆驼一起骂了一句：“你也是，都是什么没文化的文盲啊！”另一边温言一脸懵，他说什么了？奸商竟然直接挂了他电话，他还没说要卖什么呢。他其实是准备把长明灯里的灯油挖出来点卖给老孟，毕竟不能真朝死里薅羊毛，多少得有点正经的交易。话说他是真一直觉得西江里的龙神就是龙啊。他顺手又给蔡启东拨了个电话，然后电话里传出声音：“您好，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被拒接了，再尝试，这一次都没了打通时的嘟嘟声，直接就是提示无法接通。得，这被拉黑了。蔡部长这人太小心眼了吧。过了不到1分钟，电话响起，蔡部长给他回了过来：“几点了？有什么事？”“有个重要问题想请教一下部长，西江里那个复苏的龙神真的是龙，还是只是叫龙神？”“什么意思啊？怎么可能真的是龙？当然只是叫龙神了。地位高的异类水神基本都是尊享龙王庙的待遇，所以都叫龙神，代表着曾经的地位和实力。你2半夜打电话就为了这个？”“不，部长，我自己花了大价钱请人查到了点东西。”“什么？”蔡启东坐起身，被半夜吵醒的起床气也没了。那个龙神真的是龙？蔡启东面色一变：“真的？真的龙？怎么只是一段水域的水神？你消息哪来的？确定吗？”“买的。”“买的？哪买的？”眼看温言不说话，蔡启东立刻补了句：“我不是要打探这个，我意思是靠谱吗？部里给你报销。按照规矩呢，我不能随便乱说消息来源，但以我对那位的了解，不会卖假消息。老孟这人呢，奸商的确是奸商，但据诸葛婉君说，老孟就属于那种骂归骂，但真有事还是会捏着鼻子找他。
因为老孟那从来不卖假货，他被人坑了，收的玩具魔杖不算假货，老孟都是当赠品送人，从来没卖过。老孟自己都觉得卖这个东西，他丢不起那个人。你再帮忙问问别的，要多少？不理给报销。那估计挺贵的，起码10条大黄鱼起步。蔡启东一听这话，就再也不怀疑了，爆了句粗口就从床上蹦了下来。只有那个神出鬼没的流浪商人，买卖东西都用大小黄鱼结算。烈阳部当然知道有一个流浪商人在贩卖回收各种各样的东西，但那流浪商人就算对烈阳部没什么意见，也是一直绕着烈阳部走，加上那家伙简直神出鬼没，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在另外一个地方。烈阳部以前还追踪过一段时间，想跟对方谈谈，哪怕招揽不了，合作一下也行。但没想到流浪商人直接润了，在神州之外玩了好一段时间的考斯普雷，留下了一些传说之后，被外面的鬼佬坑了一把，后面又搞出来一些恩怨，这才重新回来。回来后，烈阳部就放弃了跟对方联系。后来倒是跟中间人在对方那里买过一些东西，但价格实在太黑，后来就算了。蔡启东听是听说过的，他也对老孟奸商之名有所耳闻，也听说过一些人骂老孟骂得可难听了，但也从来没人说老孟卖假货。不过这家伙现在连情报都卖了吗？他还是相信情报真实性的。只是蔡启东有些上头，也不睡了。真的是龙，和只是叫龙神，约等于普通龙王庙祭拜的龙神，那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件事必须踩刹车了，不能放任下去，绝对不能让事情继续发展变化。你懂我意思吧？你买情报的钱报上来，下个月给你报销。挂了电话，蔡启东就直奔部里而去。温言挂了电话，心说竟然真的是他理解错了。可是资料里就是写着龙神，张口闭口都是这样，只有说起子嗣的时候才会提一下是什么，他哪想得到会是这样。再说了，烈阳部里有关这位龙神的资料那也是非常少的，到现在都还没确定那个龙神是谁，要不然他也不会去请老孟帮忙了。到了第二天早上，都准备起床吃早餐的时候，温言看了看隔壁，张老西又是大清早才开着车回来。老西，吃早饭没？还没。那一起吃吧。吃完早饭，温言跟着张老西来到他这栋。进门开锁都是先取出一个符箓折成的小人，施法让小人从门缝里先进去，在里面捣鼓了一下之后，张老西才拿钥匙开门。你那些徒弟呢？年龄小点的寄宿上学，年龄大的能上学的就上学，实在学不动的就放出去实习吃苦，挨不了社会毒打就会老老实实上学或者学东西，扛得住的那就是真喜欢就跟着去实习。你这几天都很忙啊，那边的事情还没弄完吗？弄完了，但是还有别的事情，有些麻烦，一天2天弄不完的，有需要帮忙的吭声。行，你这是要拿走那个东西吗？是，我有些想法，想要试试，正好七师叔祖来南武郡了，有七师叔祖看着保险一点，带我跟七师叔祖问好，我这实在是走不开。没事，我跟七师叔祖说了，七师叔祖说你既然接了事，那就给做好，比当面去问安要有诚意，事没做好没做完，就别急着去他面前丢人现眼。哈哈，张老西大笑一声，信了温言的话，这是七师叔祖会说的话。张老西来到1楼的一间房里，手捏法印，执香引燃，拜了拜之后，将其插入香炉，然后才挪开了神像，在神像之下拿出了被符箓包裹着的玉佩，拿到了封着何长风的玉佩，温言起身出发，前往禹州。路过端州的时候，在河边跟江燕燕见了一面，从江燕燕这取了个临时能力换上，一路赶到禹州，又因为限号，在城区边缘重新打了辆车，来到了另外一个孤儿院。七师叔祖乐此不疲，今天又亲自出马，亲自来挑人。温言看了一圈，今天倒是正常多了，没收到提示。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到了一个小包间里，温言才拉着七师叔祖。七师叔祖，有点事想请你帮忙。揍蔡启东那个狗东西吗？我不开坛，怕是打不过他。那狗东西特别会藏拙，现在什么实力，谁也不知道，得让你八师叔祖出手。不至于，不至于。温言余光一瞥，就看到七师叔祖和八师叔祖竟然同时露出一丝遗憾的表情。这两位大爷不会是真的想找个借口揍蔡部长吧？不会吧？那是什么事？一会儿找个安静点、方便点的地方，我给七师叔祖说。行。饭后，温言跟着两位师叔祖散步，一路来到一座公园，爬到半山腰，大中午的附近也没人，没监控的时候，就见八师叔祖一跺脚，脚下的地面便他陷了下去。他跳入到土坑里，挥动着两只手臂，泥土就像是忽然变得很听话，自己向着两边散开。等了几分钟，七师叔祖便顺着土坡向下走去，温言跟着一起下去。一个小洞口下面竟然已经多出来一个几十平大的小山洞，后方的洞口泥土都自行合拢。七师叔祖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俩灯挂在墙壁上，说吧，你八师叔祖造的洞相当靠谱，可以屏蔽信号。温言拿出封着何长风的玉佩，我想问问七师叔祖，看看能不能让他恢复点意识，我有事情要问他，但是我自己不敢贸然做什么，怕掌握不好分寸，直接将他给整消散了。七师叔祖打开符箓，伸手一指，就见半透明的何长风落在了地上，而这一次何长风的脑袋明显比身躯和四肢凝实得多。七师叔祖打量着何长风，啧啧称奇，这人的灵魂碎成这样了，竟然还没消散，也是奇了怪哉。不是因为神性没消散吗？不是，是他的灵魂本身就是碎片，却没有更进一步消散，这是他灵魂本身特殊性，他是不是才重聚了一部分灵魂？是，才补上了一部分，就在脑袋上，应该是他的脑子。温言将之前的事情说了一下，七师叔祖啧啧称奇，这种方法还真的只有那些旁门左道里有，竟然还真有用。照你这么说，那应该是那位神女生前机缘巧合在那里离世，而这位就是被推上去的水神，偏偏他没有意识。
神女生前的尸身落入那里，她本能的吸纳怨气，侵占了肉身。因为这样，她这一部分灵魂碎片恢复得快，但是也因为将怨气吸纳了，侵染到了灵魂碎片里。而神女还是水鬼的时候，也因此几乎没有被怨气侵染，被你一点便苏醒了，意识还维持着纯粹。之前飞升也是有惊无险，倒也少不了这些原因。嘿，这倒是有意思了。祸福相依啊，这个人也因为吸纳怨气，导致了现在明明一部分灵魂都恢复了，意识却是无法复苏，一直被压制着。想复苏就得拔毒，那怨气是毒，神性对他来说也是毒。灵魂碎片恢复的越好，就越是没法复苏意识。那些怨气我倒是可以帮忙拔掉，但那些神性力量我就无能为力了。温言装备了灵石能力，焚身，伸出一根手指，只见一团小火苗浮现。其实叔祖，我有这个，之前收拾一个妖龟水神的时候用过，但一不小心将其烧死了，就是我送回浮玉山的那个大龟。七师叔祖和八师叔祖感受到火苗的瞬间，同时后退一步。八师叔祖有些震惊：你的烈阳都到这种地步了？是啊，我掌握不好这个度，我怕将它烧消散了。他媳妇挺疯狂的，还特别有钱，我要是将它烧消散了，那可就结下死仇了。而且为了防止他媳妇失控，肯定不能让他消散了。七师叔祖和八师叔祖感受着温言指尖的小火苗，面面相觑之后，便是大喜过望。他们之前听秦坤说过，温言点化的大值没有灵智，只是有一点本能，能听从温言的话，仅此而已。他们也知道，觉醒烈阳没多久，能点化就不错了，就别管效果好不好了。哪想到这才多久啊，温言这神通就进化到这种地步。本来他们预计，就算是跟13祖一样的天纵奇才，起码也得7、8年以后才能达到现在这个地步吧。哪想到1个多月而已就进阶了，明显还进阶了不止一次。好，你能凝聚出可以焚化神性的神火，那这就很简单了。你尽管烧，听我指挥。七师叔祖来到温言对面，看着我的眼睛。对视的那一刻，七师叔祖伸出一只手，轻轻拍了一下温言脑门。他眼前一黑，熟悉的感觉再次出现。他的双目里看到的一片漆黑，只有七师叔祖和八师叔祖身上的力量在这里是光亮，而眼前的何长风也是淡淡的金光之中混杂着黑气。可以开始了。他伸出手将何长风点燃，瞬间他就看到黑气和金光都被火焰点燃，在火焰之中不断的汇聚。按照你的想法，一点一点去除炼化那些东西，不要着急，这是你的神通，你不需要学习如何掌控，你天生就会掌控，如同你天生就会用你的手，专注一点，用你的想法来，慢慢来，对，就是这样。在温言眼里，他看到火焰裹挟着金光和黑气，一点一点的向着中心汇聚，等到金光和黑气消散，他才看到下面还有白光。慢慢来，等到金光完全消散，黑气也被拔出大半的时候，七师叔祖开口了：好了，到此为止，再继续下去，他承受不住了。温言感觉眼前恢复了正常样子，他掌中托着一团火焰，里面有一黑一金2个小颗粒，而何长风的身躯比之前还要透明一些，倒是脑袋却更加凝实了。他脑袋上凝实的部分开始扩散开来，2个灵魂碎片开始融为一体。等到温言拿出俩证物袋，收好了2颗小颗粒之后，何长风无神的双目开始慢慢聚神。苏醒了？你是？何长风坐起来，有些茫然地看着温言，还有旁边2个给他极大压力的人。我叫温言，是我唤醒的你，我有些事情想要问问你，我能先问几个问题吗？你问。我死了多久了？10年，快11年了。我老婆呢？好着呢，而且现在特别有钱。何长风松了口气。你不问问她过得怎么样？怎么变得这么有钱的吗？万一再嫁了呢？不问，好着呢就行，问太多了不好。何长风笑了笑。温言有些惊讶，好家伙，他说话能做得了假，但他灵魂里还没被拔除干净的怨气可做不了假，难怪刘启颖对他这般死心塌地。开个玩笑，看看你恢复的怎么样，看起来还行，你灵魂里残留的怨气，你自己应该能压制得住，刚意识复苏，看到的不是你老婆，是不是有点意外？何长风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我说了不让他管我，但我估计他不会听。你们肯定认识我老婆吧？你们是他请来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你老婆，也不是他雇佣的人，我算是烈阳部的人。之前因为你发生了很多事情，我需要当面问问你。你老婆在城区召唤魔鬼，被抓了个现行，而且有之前很多事情都跟他有关，有些事情必须要问你。你从头开始说吧，把你知道的都说了。我说了，你们能放了他吗？你如实交代，就不会有太大处罚。而且我可以请示我们部长，让你们见一面。何长风沉默了片刻，就自己诉说了起来。片刻之后，你说什么？你老婆其实是死了，你把你老婆复活了？温言瞪大了眼睛，脑海中已经惊雷闪现。好家伙，他现在终于懂了，为什么刘启颖做那么多事都能这般顺利，为什么别的郡都有大人物帮他说话，为什么西江上游的龙神都想要何长风？这不是准备要挟刘启颖做什么，而是为了何长风本身。何长风叹了口气，是，当时出了意外，我老婆当场就没了呼吸，我想救她都没法救，我修复了她的身体，却也没法让她活过来，我只能趁着刚刚离世，用了最后的手段做了尝试，我将她复活了，代价就是我得死。我告诉过她不要做什么，看样子她并没有听我的，我能感觉到我的灵魂不完整，也是她在帮我重塑灵魂吧。温言没说话，他看了看七师叔祖和八师叔祖，八师叔祖直接摇头，别看我，我什么都不知道。七师叔祖也是眉头微蹙，神州的确有复活的例子，只不过代价都极高，要求也极高，但一般情况下都是死的时间越久，难度就成倍的提高，1天、3天、7天，
难度就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若是寿数未尽，刚刚离世，有神通能在付出极大代价之后让人还阳，倒也不是不可能。温言皱眉看着何长风：“你什么职业的？”“圣骑士。”温言上下打量着何长风，天敌职业也没有给予任何提示。他总觉得何长风有什么地方没说实话。想了想，他请七师叔祖出手，将何长风重新封到玉佩里，再以符箓封好。七师叔祖，您觉得呢？你怎么看的？七师叔祖没回答，反问了一句：“我觉得这家伙说的大部分都是实话，但肯定有一些是假的，也隐瞒了一些。那你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做。我们老了，脑子可没有你们年轻人快，需要出手的时候，你喊我们就行。”烈阳部关押异类的地下监狱里，一间牢房里，小魔鬼嘿嘿笑着，掏出一团绿矢，糊在摄像头上。监控室里的工作人员眉头一皱，立刻切换了另外一种成像模式，以其他感应元件构建出的一个只有线条形象的画面。有人立刻将小魔鬼换了一间牢房，但小魔鬼又精准了找到了摄像头隐藏的区域，用绿矢沾染在那里，挡住了摄像头。如是3次之后，这家伙就被打了麻药，被放翻了绑起来。第4间牢房里，小魔鬼忽然睁开眼睛，如法炮制，挡住了摄像头，然后他伸出手指，划破自己的肚皮，沾染着自己的鲜血，在4面墙壁上飞速地勾勒出一个个诡异的符号。然后他自己来到最中间，狂笑着划开了自己的胸膛，将胸膛里跳动了2颗心脏都拿出来，摆在了魔法阵的中心。哈哈，傻女人，召唤魔鬼这么多次，怎么可能只有这点代价？就差这最后一次了，这次肯定足够了。小魔鬼倒在那里，脸上还挂着满足的笑容。那魔法阵发动，吞噬了2颗心脏，带着一丝奇特的波动，瞬间消失不见。同一时间，烈阳部总部里警报声响起，一直打开着的末日电脑上再次浮现出了提示：世界 BOSS 痛苦魔王即将降临。后面显现出的字迹闪烁了一下，化作了得成。下面还有一个倒计时出现：3:0冒号0:0。1秒钟后，2点23分59秒59。温言跟着7师叔祖和8师叔祖离开地下洞穴。8师叔祖一挥手，身后的洞穴便恢复了原样，只剩下地面有一块光秃秃的地。温言跟着2位师叔祖继续下午的事。坐在车上，他就开始拿出烈阳部给的手机，查看烈阳部内部的资料，搜索了有关圣骑士的东西，一大堆资料蹦了出来，比预想的还要多。温言有些意外，烈阳部里有关魔鬼的资料都不是特别多，但有关圣骑士的竟然还不少，而且还有相关详细案例。稍稍一看，就发现前2年欧罗巴那边就有一个闹得很大的案例，就跟圣骑士有关。温言没看多久，就觉得这个案例好像很眼熟，之前看过。他拿出自己的私人手机，在自己的观看记录里搜索了一下关键词，果然找到相关视频。这是有人转载了外面一个阴谋论博主做的视频，内容是欧罗巴那边有个小镇在一场大火之中付之一炬，而且当时正好是周末，很多人都汇聚到教堂里，然后死了不少人。这位外网的阴谋论视频博主还亲自去那边探查，说出了很多疑点，就说按照公开的报告，肯定没那么快将整座建筑点燃，里面的人肯定有机会逃生，不可能全部遇难。就算最后说是人为纵火，那也不可能一个活口都没留下。这里更像是当时在本地流行的某个小教派在做什么邪恶祭祀。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时，温言还没应聘到德城殡仪馆，就是当故事看的。收起自己的私人手机，再在烈阳部手机上看资料，果然就是这件事。而烈阳部这边的资料里的说法是，有一个家伙假装圣骑士，用圣光忽悠了个巨有钱的家伙，然后获得了大量资助，帮助他进阶。最后这家伙压根不是圣骑士，借助这些资源不断进步之后，又搞出一个转职仪式，留下一堆烂摊子跑路了。这是当时在外面闹得特别大，就算是神州内都能看到相关的新闻报道。只不过报道上说的都是灾害，后来藏不住了，就说经过调查是人为纵火搞出来的惨案，而纵火嫌疑人因为被逮捕的时候持枪激烈反抗，被当场击毙了。现在甚至还能找到抓捕的录像，还是直升机上拍的，清晰地拍下了当时的抓捕过程。正因为这个事件，再加上牵扯到复活这个关键词，圣骑士就在上了各国职业者、类似烈阳部的部门、各类妖魔鬼怪等人群内部的热搜。开始的时候资料还是不太好找的，就算是教会都得去内部那座庞大的图书馆里慢慢翻书。到了后面没多少天，卖情报的、卖资料的人血赚了一笔之后，相关资料和情报就开始直线掉价，因为想趁机捞一笔的人越来越多。这个人500万买了全套资料，转过身就开始100万卖全套资料，随便卖出去几份就回本，再卖出去就是血赚。几天时间10几倍收益率，有人趁机血赚，立马有人跟进，卷了没几天。烈阳部在欧罗巴那边出差的人就花了1万块买到了一份全套有关圣骑士的资料。这资料又不像是不可复制的宝物，资料随便找个上过学的人都知道怎么复制，只要收回成本，后面再卖出去的都是纯赚。资料里说的很详细，圣骑士这个职业的确有可能将人复活，但是限制也特别大。第一，不是随便哪个圣骑士都行，得是进阶到顶级的圣骑士，而且必须是走救赎路线的救赎圣骑士，到了顶级之后可能就拥有将人复活的能力。注意啊，只是可能，不是一定会有。第二，被复活的人必须是有全尸，而且是已经经过正经程序下葬的，然后复活的时候也要走正经程序，严格按照仪式来，最后才有可能将人从墓地里复活。温言看到第一条必要条件的时候，就可以确定何长风在扯犊子。烈阳部的这些资料是那段时间欧罗巴奸商们卷出来的最靠谱最全面的一份资料，奸商也得讲信誉的，不然下次就坑不到人了。何长风肯定不是最顶尖的救赎圣骑士，按照他所说，他当时为了抓紧每一分每一秒，根本不可能走完了圣骑士复活人所需的必要程序。果然没说实话，不过也对，
要是我死了这么多年，被一个陌生人拉起来，我也不能傻乎乎的全说实话，但为了安全，还得抛出点诱饵，吊着胃口，争取时间。温言想了想，觉得何长风的意识刚复苏，灵魂也不完整，能有这种表现的确算非常好了。只可惜何长风怎么也不会料到，他死了好几年之后，欧罗巴那边有人搞出个大事件，圣骑士上了热搜，再加上奸商互相卷，一下子就把圣骑士相关的机密资料给搞得烂大街了。温言只需要拿起手机，在烈阳部的资料库里搜一下，就能直接发现他在扯淡。温言还正在查看的时候，电话忽然响了起来，蔡启东的电话。来不理一趟，来我办公室。说完这句话，蔡启东就直接挂了电话。温言眉头一皱，部长这是搞什么鬼？语气好像有些不太对劲啊。他收起手机，7师书组、8师书组，蔡部长找我，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去了。你们尽管选，要是好苗子尽管收，只要能管得住，其他的不用担心，差不多就行了，太多了也未必好。7师书组摇了摇头，很冷静的没有朝死里薅羊毛。虽然有心给傅玉山添加些新种子、新苗，但太多了，必定不可能全部教好，还不如少点，差不多就行了。他第一次亲自来，也是给后面打个样，省得下面的晚辈没个分寸，考虑不全面，真给一次捞来几百号人。那好吧，7师书组做主就行，我先过去了。温言到了烈阳部驻地，一路跟驻地里的人打着招呼，来到蔡启东办公室。这边刚进来，蔡启东就拿出个壁厚足有10厘米的大箱子，手机什么的都关机放进去。温言瞥了一眼，蔡启东自己的手机都放了进去。他将电子设备全部放进去之后，蔡启东扣上箱子丢在一边，轻车熟路的启动了上次温言见过的屏蔽光幕。蔡启东看着温言，长叹一声：“我刚接到总部通过绝密路线传给我的消息，总部给出了提示，新的世界 BOSS 即将降临。这次的世界 BOSS 叫做痛苦魔王。”这么快？温言有些震惊。除了噬魂兽之外，上一次世界 BOSS 降临是在3年前吧？这一次噬魂兽都还没彻底解决呢。听蔡部长说，实时监控之中还可以确定噬魂兽的本体还没彻底消失呢。那怎么又来一个了？不是吧？这东西降临难道完全没有规律可言吗？但跟着他就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这种事蔡启东为什么会第一时间告诉他？他隐隐生出一丝不好的预感。部长，为什么告诉我这个消息？因为降临地点又是南武郡。蔡启东看着温言，长叹一声，而且是德城，所以必然是要让你知道的。因为德城本地能拉出来的最强战力就得靠温言了。温言知道了，那么正好温言的7师书组和8师书组都在。温言摇人拉来的战力绝对是碾压德城所在的维州的战力。而且温言推荐的那个人他也看过了，资料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只是发现那个陪土狗曾经去德城要账，当天晚上那个欠薪不还的瓜皮就被吊死在路灯上了。蔡启东就知道这件事肯定是这位陪土狗做的，但当时的记录，这个陪土狗一直在端州，任何间接点的证据都没有，更别说直接证据了。这个陪土狗是什么职业，他也不准备问了。他问过何馆长，那个人是个真老实人，干活认真踏实，为人也踏实，尤其是按数量和难度算钱的情况，干起来简直跟玩命似的。蔡启东自己看了当时陪土狗的资料，都觉得能把这么个老实人逼到这种地步才被吊死，那倒霉蛋的运气可真好。有这么个人，再加上秦坤现在也在南武郡，所以既然是降临在德城，那自然是得让温言先知道。德城，温言脸色发绿，声音都有些干涩，直接降临在城区吗？这么多人怎么疏散？就算不在城区，德城管辖范围就那么大，在郊区距离城区也不远。上面已经在讨论紧急疏散的问题了，不是讨论要不要做，而是在讨论怎么做才会不引起大乱子，而且能有序的完成疏散。蔡启东的脸色也不是很好看，他拿出一些资料摆在桌面上。2次世界 BOSS 降临，目前的共同点是体型可能都很大。炎魔降临时只是小火苗大小，但是很快其本体就变得极其巨大。噬魂兽身长按照预应该有17公里长，也异常巨大，而且噬魂兽也遭遇了未知削弱，可以被伤害到了。按照前2次的共同点来看，都是可能会引起巨大灾难，再加上降临之后会遭到未知削弱，可能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强。说着，蔡启东又拿出一些资料，这是之前抓到的那个小魔鬼，他死了，自己掏出了自己的2颗心脏。我们的人还在研究那里残留的东西，但是小魔鬼死的时间跟总部收到提示的时间几乎完全重合，而且那小魔鬼临死的时候还说了些什么，也被录下来了。我们的推测是刘启颖那个女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召唤魔鬼了，她虽然已经非常谨慎，从来没有放魔鬼出来，每一次都只是问事情，可人是无法凭空联想自己认知之外的东西的。她每一次召唤其实都是在锚定坐标，这一次那个小魔鬼就是完成了最后一次锚定坐标，完成了坐标构建，那位痛苦魔王就要降临了。温言面沉似水，他就猜这个冷静之中暗藏着风的女人早晚要搞出来一件大事，却没想到不是她主动搞出来的大事件，却也是她一点一点铺垫出来的大事件。他知道这事吗？不知道。那真的要将整个德城的人全部转移吗？保险起见，必须全部转移，上百万人3天内全部转移。用什么借口？在这边化工厂或者化工相关的借口非常好用，上一次虽然转移的不多，但过程非常顺利。这边做好准备之后，几个小时后的凌晨，之前端州化工厂的残余漏网之鱼丧心病狂，在德城旁边的高速路口劫持了一辆载满一类危化品的运输车辆，然后因为偏移了固定路线被发现，最后慌不择路，开进了德城城区边缘，与另外一辆大卡车相撞，发生了侧翻，引起了重大泄漏事故。加上另外一辆大卡车上
装载着别的东西会引起未知反应。为了保护居民的安危，明天早上天一亮就会进行了大范围疏散。不愿意疏散的人，明天中午就会看到网上出现视频，有人中毒器官衰竭死亡。有些屁股爱的所谓网红一直留着，现在不正好用上吗？他们会被大数据推送这条没人看的视频，然后明天天黑之前自行疏散的人和被疏散的人就起码要达到 50%。3天倒计时结束之前，整个德城里就只会剩下烈阳部的人，还有烈阳部请来的3山5岳的援军。温言看着蔡启东预言了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那像是在陈述式的语气，就证明他肯定能做到这些。蔡启东看着温言，再补了一句：这件事上我拥有绝对的第一优先级，必要的时候我可以调动一切力量，包括当代张天师，包括当代天师总部接下来就会给打招呼。上一次其实也是打过招呼的，只是我们仅仅寻找噬魂兽就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按照当时的预估，就算是天师出手其实都是无用的，噬魂兽的词条太过于离谱，包括拓跋武神自然也是包括的。蔡启东微微一顿，这次他出不了手，赶不上。温言轻吸一口气，也不继续多问了。我懂了，有需要我做什么的尽管说。你去见一见刘启颖，他应该会知道一些我们还不知道的信息，怎么说服他那就看你了，他这种人逼迫是没有用的。温言看了蔡启东一眼，心说这不会是已经知道了他把何长风唤醒了吧。蔡启东散去了屏蔽，拿回他的手机，开机之后立马就弹出了几条提示，有几个电话打过来，然后一份文件传递了过来。蔡启东经过验证，很快就拿到了新的信息。拿到最新信息了，你自己看吧。温言看着手机上浮现出的信息，痛苦魔王特性1，痛苦之源，痛苦是他的力量来源，也是他的补品。特性2，痛苦不死，在有痛苦力量吸纳的时候无法被彻底抹杀。温言叹了口气，转身离开。当他离开蔡启东办公室，走出没多远，他就忽然感觉到了脑海中生出了莫名的感应。那一瞬间，他的意识就仿佛再次进入到梦中。他看到了一片无垠的虚空，看到了噬魂兽的本体不断的远离，深入虚空深处，体型已经缩小到巅峰时1/4大小。然后他看到了虚空中一道不祥的流光正在飞速靠近，尚且很远的时候，他就已经能感觉到强大的压迫感，脑海中也不由自主地浮现出4个字：痛苦魔王。紧跟着，他的视角就忽然变成了噬魂兽的第一视角。他看到噬魂兽的一根触手在相隔甚远的时候抽了过去，激烈的碰撞在虚空中绽放，噬魂兽的触手不断的崩断，然后又有新的触手飞出去。温言忽然悟了，噬魂兽降临遭遇的削弱来源是他，而现在痛苦魔王降临遭遇的削弱来源就是噬魂兽。他也明白总部给的预言为什么会降临在德城了。我的傻儿子啊，他这种极端却不复杂的力量不应该伤到你的，根本不需要完整的无敌标签，只是一部分对应词条就足够了。随着温言的话音落下，噬魂兽不断崩裂的触手受到的伤害就开始飞速减弱，短短几秒钟就再也不会受到伤害了。那触手无视了那团流光里所有的力量，直接探入其中，卷住了一个什么东西，强行将其从流光里拉了出来。但是被拉出来的瞬间，温言都没看清楚是什么，那东西就忽然消失不见了。而原地的那团流光在虚空中轰然绽放，化作一团蔓延几十公里大的黑雾，向着四方溃散，然后消失在虚空中。温言都能感觉到那种弥散开来能让他感觉到痛苦的力量在虚空中消散了。刚才被强行拉出来的是灵魂吧？不过魔鬼难道也有灵魂吗？仿佛只是一瞬间，温言重新睁开眼睛，周围的一切依然还是原来的样子，也没有人发现他的意识已经离开过。他在窗边向着德城的地方望去，自家傻儿子好像很有想法，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想法，只是本能的这么做而已。回忆了一下刚才只是感受到的力量，那种仅仅靠着气势就能在相隔起码10几公里之外的地方将他镇压，而且受到影响之后仿佛无时无刻都在承受着痛苦，这还应该只是略微影响到他。这家伙可能没有巅峰状态的噬魂兽那么无敌，但看情况这位痛苦魔王肯定是有灵智的魔鬼，而且本身的力量也很强，也是可以大范围影响生灵，本身也是有位格在身，也有保命的特性。若这位降临在城区，温言估计按照对方的特性，就算是龙虎山天师亲自出手都杀不了对方。向着外面看了一眼，温言就仿佛看到了空气中弥漫着痛苦的力量。一座城市里最不缺的就是这种力量，在城市里这位痛苦魔王肯定有不死 buff 加持。蔡启东果断开始撤离计划，的确是非常有必要，也幸好是在德城，要是在禹州，这里都快没了什么郊区城区，所有的地方都有人，人口密度极大。要是痛苦魔王降临在有近2000万常住人口的禹州，烈阳部还是赶紧洗洗睡吧，把蔡启东当场打死，他也没法做出撤离决定，因为没法撤离。也就是德城城区很集中，而周边也的确还有其他地方可以暂时安置，180万也还在承受范围之内。温言都觉得，要是没有傻儿子插一手，按照他感应到的趋势，还有刘启颖召唤魔鬼的地方，那只小魔鬼最后给予坐标的地方，原本80%是真的要降临在禹州的。温言心里虽然也不愿意，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至少一个经历了大削弱之后的痛苦魔王降临在德城，的确还有希望能解决。而一个全盛状态的痛苦魔王，若是降临禹州，那是真的无解了。他一路前行，来到暂时扣留刘启颖的地方，走到门口的时候，还看到诸葛婉君跟着西装革履的家伙在跟烈阳部的人展开唇枪舌战。温言有些意外，对着诸葛婉君招了招手。诸葛婉君立刻迈步向着温言走来。你怎么来这了？为了刘启颖？是啊，刘总是我们律所的大客户之一，一般情况下都是轮不到我们的。长风集团有自己的专职律师团队，只不过这一次牵扯到烈阳部，所以用上了我们。那你是跟着走过场呢，
还是真想捞他出去的？诸葛婉君一听这话，就感觉到事情可能跟他想的不太一样了。看需要，看能力，能的话，自然不会放过这么一个大客户。你还是跟着走过场吧。温言没说更多，诸葛婉君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他听懂了温言给的建议，只是以律所里律师的身份摸摸鱼就行，别把自己搭进去。温言转身离去，诸葛婉君看着温言的背影，在宇宙烈阳部里如入无人之境，一路前行，任何阻碍都没有遇到。他想了想，就彻底放弃了用别的人脉的想法，跟着混混走过场得了。温言一路穿过层层大门，来到暂时扣押刘启颖的地方。温言敲了敲门，进入其中。一个很普通的单间，有床有空调，还有卫生间，卫生间里还能洗澡。刘启颖坐在一张小椅子上，旁边还泡了一杯茶。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温言，自然是认出温言了。他只是有些意外，来的人会是温言。温言拉了把椅子，坐在刘启颖对面。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刘启颖，但没想到第一次见面就给了他意外的收获。魔女，一位被钻了空子复活转化而成的魔女，很普通的魔女，拥有布置魔法阵、召唤恶魔和魔鬼的能力，在有些地方会被误认为女巫，歪打正着的赐予他们烈火之刑。临时能力，若不是因为他让痛苦魔王降临，一堆柴火就能让他完蛋。温言一看提示就懂了，原本他都不配得到提示。你没有感觉到出事了吗？温言自己去旁边打开了一瓶没拆封的矿泉水。刘启颖瞥了一眼温言手中的矿泉水，什么都没说。温言想了想，伸出左手中指，在水里面涮了一下，矿泉水微微一黑，转瞬又恢复了正常。这下好了，甭管这水里有没有毒，现在肯定有了。他喝了2口水，等着刘启颖的回答。刘启颖一言不发，看来你什么都没感应到。也是，你只是一个普通魔女，感应不到也正常。听到这话，一直没说话的刘启颖目光一凝，依然一动不动，面色不变，也不说话。你不想说，那我就来说，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从哪开始说呢？哦，就从你死的那一刻说起吧。何长风一个圣骑士，又不是走救赎之路，同时还不是最顶级圣骑士，肯定是没能力复活你的。要我说啊，他修复了你的身体，却还是无法让你复活的那一刻，心态肯定是稍稍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都没法复活他最心爱的人，这烂怂圣光不要也罢。让我想想，哦，想起来了，在欧罗巴古老的故事里，曾经有一个能在家族名前冠以圣的顶尖战斗圣骑士，为圣光而战，最后却只能看着家人纷纷惨死。他心态崩了，受到了魔鬼的引诱，直接堕落，化作了堕落圣骑士，而这也给予了他之前没有掌握的力量。他复活了他的亲人，可惜资料里没有写，他的亲人被复活之后是化作了魔女。教会的资料里其实也是没有魔女这个词的，因为魔女在他们看来跟邪恶的女巫没什么区别，别说他们了，那些魔女和女巫自己都未必能分清楚。何长风心态崩了，为了复活你，当然不介意堕落，也不介意为了强行复活你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而你应该是成为魔女之后，也的确了解到一点东西，就如同他不会放弃你，你也不会放弃他。你为他举办了葬礼，让他走正常程序下葬，然后你将他的骨灰拿回来，做成了钻石，借助钻石凝结时天然带着的力量，汇聚出他的灵魂碎片，然后再从灵魂碎片开始慢慢修复重聚他的灵魂。而这个过程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可能是非常庞大的。以当时还是长风公司的情况，没倒闭就算不错了，想要再发展起来，最后还能依然让你掌控，那不是一般的难。资本是最真实的，你最初的时候也曾经亏过不少，但后来还是有人给你投钱。我想了很久，你到底是怎么讲故事才可以在呢种情况下继续勾引着人给你投钱，让你去烧，直到这次你被抓进来，忽然就有很多人从各种渠道帮你说话，而我正巧看到了一个2年前发生在欧罗巴的事件，那我就明白了，唯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服那些人不在意烧钱，不在意利润。圣骑士啊，复活啊，那些手握大笔钱没处烧的家伙，恐怕没几个能经受得住这种诱惑，而且还是在有成功案例摆在眼前的情况下，就更难忍住了。说到这，温言的脸色忽然有些古怪，他拿出手机再次看了看之前看到的资料。2年前那个假圣骑士事件里，提供了大量资源的势力是梅斯家族掌控的，而这个梅斯家族掌控的企业也有在神州投资。继续搜了下信息，果然这个企业在1年多以前就在南武郡投资，跟人合资建厂了，而合作方就是长丰集团的一个子公司。这个梅斯家族应该也是听过这个故事吧，应该也是相信了是吧？让我看看，长丰集团是在6年前就在那边有业务了，应该就是6年前到2年前听过了这个故事，但是这个梅斯家族的掌权人很显然是有别的想法，所以他2年前被一个假圣骑士给骗得很惨，1年多以前就又来找你了，对吧？刘启颖面色不变，他只是没料到温言竟然能知道这么多。温言看着刘启颖的眼神有些没绷住，还真是这样。刘启颖在神州讲了一个有关圣骑士的故事，逆向输出到了欧罗巴那边，把一个大资本家给坑了，在那边热闹了好一阵子，成了经久不衰的笑话。而且因为这件事精准刺破了何长风意识刚复苏时自认为非常谨慎的谎言。温言觉得刘启颖要是知道这些，心态一定会稍稍有一点变化。行了，既然这些都没错，那咱们就说点重点。你自己知道你每次召唤魔鬼其实都是在构建坐标吗？我不知道你召唤了多少次，但很显然次数已经足够了。你这次召唤之后，那个坐标已经构建完成，一个非常麻烦的大家伙已经利用这个坐标开始降临了，而烈阳部也因为这件事需要在3天之内完成一次100万人级别的大撤离。所以啊，无论后面会有什么结果，你恐怕都别想再出去了。这一次任何人为你说话都没有用的。你应该听说过烈阳部有一个绝对第一优先级吧？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不说拉倒，走了。温言握着矿泉水瓶，拉开椅子向外走去。这时候，一直不说话的刘启颖盯着温言，忽然问了句：“我老公没有被偷走，是吧？”温言回头看了他一眼，撇了撇嘴：“你让你老公的灵魂碎片在那吸纳怨气，还夺了一个水鬼的遗骨，那你知道他这般吸纳，灵魂恢复的越多，其实距离真正的恢复就越远吗？他还加持了水神的力量，什么乱七八糟的，他的力量越强，他的意识就越是不可能恢复。你是不是还觉得是我们打断了你老公的恢复过程？实际上是，要不是我们，他已经朝着永世不得翻身的路上一路狂奔了。我们把他拉出来，神性都给他打散了，实际上那是拉了他一把，让他重新有了一丝机会。就单单这件事，你就得给我磕一个。”之前温言说前面的，刘启颖都还能一直镇定，面色不变，定力极强。可是说到何长风，他的脸色终于变了点。他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被温言一点，他自己就想明白了这点。他也知道温言说的肯定是真的，然后他就毫不犹豫地站起身，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重重地给温言磕了一个。温言被吓了一跳，忍不住后退了2步，就见刘启颖砰砰砰地给他磕了3头，他的神态真挚严肃，特别认真。这件事上，谢谢你，谢谢你们。温言说实话，有些被吓到了，这女人可真是干脆利落。他想的没错，真要是让何长风消散了，这女人真的什么事都敢做。现在还得加一条，只要是帮何长风恢复了意识，同样的，他也是什么事都愿意做。温言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觉得痛苦魔王的事情更重要点。他是真不想搬家，他费这么大劲玩命才有的宅子，之前还订了家具，这个月还得再添加点东西，他都住习惯了。主要是大别野住着是真爽。亲自确定了刘启颖的想法和果断之后，温言就拿出了被封着的玉佩。他打开包裹着玉佩的符箓，一直很平静的刘启颖就显得有些激动了。他其实已经猜到点东西了。温言伸出一根手指，点了点玉佩，略有一些透明的何长风便被放了出来。当看到何长风眼中神光凝聚，向他望来时，刘启颖就彻底确定了心里的猜测，她老公恢复意识了。温言看着泪如雨下的刘启颖和何长风深情对望，完全忽略了旁边的人，他就轻咳一声。他灵魂里不但有神性，还有怨气，如同混杂着2种剧毒。我请了我七师叔祖帮忙，才勉强为他把毒拔了大半，让他恢复了意识。至于能恢复多久，维持多久就不确定了，毕竟他的灵魂不完整。别怪我杀风景，你们没工夫慢慢叙旧，慢慢诉说曾经了。你搞出来的坐标，现在惹下了大麻烦。不管后面结果如何，你不死也得进去把缝纫机踩到报废。现在我给你指条明路，你要是能在这次事件里立下大功，让我们成功解决了，还能少去踩2年缝纫机。你和你老公以后还有的是机会，在家里慢慢腻味。要是这次大事件解决不了，我估计啊，你也没机会再见到老何了。今天就当我大发善心，让你们最后见一面。温言搬了把椅子，坐在离这2口远点的地方，就这么看着这2口子在那深情对望，低声细语的诉说着什么。他也懒得听，拿出手机看完这2张就走。他愿意来这浪费时间，就是因为刘启颖可能知道点其他人不知道的信息。而发现刘启颖其实是魔女之后，温言就觉得他可能知道点关键信息。看完2张，收起手机，抬起头就看到刘启颖又砰砰的给磕了2响头。这次是谢你帮我老公恢复意识。温言眼皮一跳，这女人不会是以为他有什么恶趣味，就喜欢看人磕头吧？我并不喜欢受跪拜，刚才只是开个玩笑。刘启颖似是有些意外，他站起身看了看何长风，你想好了吗？想好了怎么立功就赶紧，我时间很紧。刘启颖想了想道，是痛苦魔王吗？看来你是知道点什么。我最初能召唤到的就是痛苦魔鬼，他们能感受到我的痛苦，受到召唤。后来召唤最多的就是痛苦魔鬼，可以问他们很多问题，他们有很独特的能力，可以通过痛苦感应到很多东西。温言瞪大着眼睛，心态有些炸裂。你还召唤过其他魔鬼？其他的只有1-2次，也没放他们离开过召唤阵。一般召唤魔鬼也并不会留下坐标，应该是痛苦魔王从一开始就给下了套。我学到的召唤魔法阵从一开始就有问题。刘启颖不恋爱脑上头的时候倒是非常冷静，思维敏捷，很快就尝试着追溯根源。怎么对付这些家伙合适点？你知道吗？痛苦是他们的力量源泉，他们非常喜欢痛苦。外面也有痛苦教派，他们的日常礼拜就是在神像前折磨自己，以自己的痛苦作为祭品。失去痛苦就是他们无法接受的事情，所以这个教派的人从来不去医院。若是在痛苦折磨之中去世，他们认为是升华。只有2种方法能对付这种魔鬼：第一，直接杀了；第二，不让对方吸收痛苦的力量，或者让他失去痛苦。比如说，温言试探性地问了句，比如说受用麻药，你试过了？长风集团参股过一个受用药工厂，专门留着备用的，而且因为经营不善，好几种为大型动物准备的麻醉针销路不佳，每年都会有不少的库存。试过几次？温言还是得问清楚。2次，一次实验，一次改进。第2次，无论是放倒正在承受痛苦折磨的人，或者加大10倍剂量放倒痛苦魔鬼，效果都一样，都可以阻断他们吸收力量恢复。我见过的痛苦魔鬼也挺乐意配合我实验，他们也在寻找新的痛苦，无论是自己的痛苦还是别人。我一直觉得这些实验是非常有必要的，毕竟人太多了，多到他们几乎不会缺少力量。但痛苦魔王应该跟普通魔鬼不一样。温言心说，那是相当不一样。指望经过改进的受用麻药干翻痛苦魔王，还不如指望秦皇是我亲哥，一个电话把人摇过来，开着战车把痛苦魔王拖走了慢慢炮制。亦或者还不如指望傻儿子发力，或者指望陪土狗把痛苦魔王吊起来的时候，痛苦魔王 M 发作，觉得一直吊在那里很爽。不过刘启颖的话倒
倒是给温言提了个醒。痛苦魔王有没有能力召唤更多小魔鬼？这我不清楚，我也没见过，我只是听小魔鬼说过，再加上我从外面得到的资料来看，能叫魔王的基本都有召唤眷属的能力。温言点了点头，那麻药无论能不能用上，都得备着。温言比较担心的，其实还是他被傻儿子牵引，却压根没看到痛苦魔王，压根没激发天敌职业。不然的话，面对痛苦魔王，天敌职业必然会有所反应，他也肯定会获得更多信息。只是听刘启颖说起小魔鬼的一些能力，温言就在心里将刘启颖提到这些能力提升几个档次之后来对标痛苦魔王。从上次噬魂兽的预言看，烈阳部有关世界 BOSS 的预言还是非常精准的。从蔡部长那里出来，他就在想，现代社会尤其是神州人口密集，南武郡本身人就特别多，若是痛苦魔王的特性覆盖范围稍稍大一点点，那他就可以说是完全不死的存在。而按照外面的资料，尤其是教会那边历来对魔王级别的描述，最保守的估计，痛苦魔王在有痛苦力量时的不死特性，覆盖范围都是100里起步。若是全盛巅峰状态下，直接覆盖半个世界也不是不可能。毕竟这种魔王核心都不是单纯的力量，而是其身负的位格。这么一想的话，可能被傻儿子强行拘束的东西，不是痛苦魔王的灵魂，就是他最核心的位格。而痛苦魔王裹挟的力量，在失去了核心之后，直接爆掉消散了。痛苦魔王肯定还会降临，一如烈阳部预言的那样，只是不确定会如何降临而已。温言有些苦恼，连带着看刘启颖都非常不顺眼。要不是这个疯女人，哪有这么多事？刘启颖的心态倒是平和了，他苦苦追求这么多年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也碰壁了很多次。如今他也算是明白了，他有钱有诱饵，其实也依然触碰不到很多东西核心的地方。就像他费那么大劲，看起来是让何长风恢复灵魂，实际上是将何长风往万劫不复的境地推。而真正身后有底蕴的人，却可以做到他砸了那么多钱也做不到的事情。他也明白了，他一直小心的没有越线，最多踩在灰色地带，也是屁用没有。有关这种神秘力量的事情，每一次迈出微小的一步，可能都是在他无法理解的情况下，为后面的翻车做铺垫。这一次的大事件，的确是因他而起，他8成是要完蛋了。完蛋之前，看到何长风恢复意识，他其实已经满足了。我可以尽我一切所能来做出弥补，帮忙解决这件事。就算是后面我被判死刑，我都坦然接受。我只希望不要牵连到老何。你们也知道，老何什么都不知道。温言伸出一只手拦住对方继续说下去，另一只手有些头疼的捂着脑袋。快别说了，现在扯这些没用，先解决事情。你的结局如何跟我没关系，也不是我说了算。我现在只想能一切顺利解决这件事，然后3天后我还能愉快的躺在我得偿的家里，愉快的叫外卖。至于何长风，的确是我全权在处理，这就不劳你费心了。我费劲巴唧的把他唤醒，又不是为了弄死他。温言拿起玉佩对何长风招了招手，自己进去吧，你不能留在这里，我来见他只登记了我一个人，让你见他，严格说已经违规了，别让我难做。何长风有些不舍得跟刘启颖告别，自己化作一团白雾钻进了玉佩里。温言将玉佩封好，刘启颖拿出纸笔写下一个纸条交给温言，你去找我的秘书，他会带你去我的一间办公室，那里有其他资料，你随意处理，全部带走也没关系。温言拿着纸条离开。等到温言离开几分钟之后，刘启颖站起身，又恢复了往日里从容不迫的样子。他打开门，对着外面的守卫挥了挥手，我要见蔡部长。蔡部长很忙，交代过了，这几天他不开口，谁也不见。10分钟500亿。片刻之后，刚跟温言草草聊过的蔡启东沉着脸来到这里，他看到刘启颖更没什么好脸色。刘启颖也没了例行的客套，直接道，我要我的电话，接下来我会全力配合烈阳部的一切行动，库存的没有销售出去的特制麻药都捐给烈阳部，长风集团也会配合烈阳部接下来的所有行动。长风集团可以配合捐出包括物资在内的500亿资金，我个人也会捐出100亿，用于各种善后的问题上。我那里有很多资料，全部都是有关魔鬼的，温言可以带你们去。还有，刘启颖什么要求也没提，更没提交易，上来就是一大堆主动配合的内容。蔡启东沉着脸听着，刚才温言只是大致说了一下情报，也没详细慢慢说，他也不知道温言怎么跟刘启颖谈的，能让刘启颖这么配合了，估计还是因为何长风。何长风果然还是在温言手里，他就知道什么小贼这么大本事，能从温言住的地方偷走东西。最主要的，偷走东西之后，还能让温言这小王八蛋轻易放过了。按照温言的尿性，就算没有得理不饶人，那也一定会让那小贼感受一波社会的毒打，从此沉迷学习不能自拔，再也不出去搞事情。蔡启东并不是太在意何长风怎么样了，一个已经死了这么多年，灵魂都破碎的家伙，刘启颖费这么大劲，搞这么多年都没太大起色，还能怎么样？反正温言能说服刘启颖好好配合，这种时候别拖后腿就行。至于剩下的事情，解决了痛苦魔王降临的事情之后再说，现在任何事情都得为这件事绕道。蔡启东在这里待了不到5分钟，就谈完了事情，后续的接洽都由烈阳部的人继续跟着，蔡启东自己则前往维州准备接下来的事情。长风集团能全力配合，自然是最好的，愿意出钱出力，自然也更好。烈阳部倒不是拿不出这些钱，而是烈阳部这里的每一分钱都是有预算的，都是得花在更有必要的地方。每年各个部门争预算都是例行节目，钱是永远不够花的，永远不够照顾到所有项目。600亿听着很多，但是平摊到得成100万人身上，一个人也就6万。当然，要是顺利解决的话，几天时间用这些钱给予补偿也好，善后也好，其实是够用了。但账不能这么算，这100万人疏散就是打乱了原本的社会运行，影响远不是只影响到得成，整体损失非常大。
而且算起来也不是一天两天能算清楚。不过有钱，很多事情的确会容易很多。入夜，相关方案都已经筹备妥当，舞台也已经搭建好，就差演员上岗了。温言连夜回到了德城，天快亮的时候，他站在德城边缘的一座楼上，遥遥看着城区外面的高速公路。时间一到，他就看到一辆危化品运输车开向了德城城区，然后又有另外一辆车从另外一个方向出现，两辆车相撞，火焰裹挟着滚滚黑烟升腾而起。远处一栋楼的楼顶，一个身高2米的壮汉手持一把3米多长的巨大蒲扇，猛地扇动，霎时之间，凌晨的风变得急躁了些，风一路向北吹去，连带着那里的黑烟都被卷着远离城区。10分钟之后，他就看到周围热闹了起来，几个穿着防化服的人出现，还有一些人开始了初步的疏散工作。政府部门的人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出，面对突发情况时，曾经准备的各种预案就开始派上用场。西江水系年年治水，基层也有应对类似事情的经验，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他们动员能力、行动能力的时候了。温言看了看，一切看起来都很乱，但乱中却有秩序，一切都按照预期来进行。今天开始，2天之内将一座100万人口的城市变成一座空城。趁着黑夜，一部分人也开始行动。第一步就是绞杀下水道系统里的老鼠和蟑螂之类的东西，而这些南武郡也是有长期经验的。这一次调动人手和资源来做这些事，效率那也是相当的高。很快，本地群里信息就开始流传，有人拍了小视频，地下的蟑螂和老鼠都在向南跑，而且很多跑出来没多远就死在路上，说是危化品流入下水道毒死了老鼠蟑螂。危化品运输车爆炸泄漏的消息也传开了，安排撤离的事情也是摆在明面上的。很快，恐慌开始蔓延，但更多的人没亲眼看到，其实也没太大感觉。到了下午，一个对着病人脸拍的小视频被上传，然后被大数据精准的投送到了一个吃反贼流量的网红那，节奏带起来。2个小时，德城本地的人刷到那条危言耸听视频的人就越来越多，再加上一直有人在安排疏散任务进行的便顺利了许多。温言刷着视频啧啧称奇，难怪蔡黑子要用这招，这带节奏的确效果很好。他将自己家里的重要东西打包，带上陪土狗一家，坐上吴庭生安排的车，让他们先行离开。他想把老赵和五兄弟都带上的，但老赵死也不想走，所以温言只能让五兄弟将老赵分尸，然后将他封在玉符里，再拿出一个玉壶，将老赵的玉符塞进去，再让五兄弟进去看着老赵。1天时间过去，入夜，德城就忽然变得萧条，街上都看不到几家还开着门的店铺，看不到几辆车了，而疏散却还在继续。第2天一大早，温言自己开着车，看着街道上被风吹起的落叶和垃圾，才忽然发现，原来只是1天没人打扫，干净的街道竟然就会有这么多垃圾和落叶。武装到牙齿的外勤人员开始一条接一条街的扫楼，都不用一家一家敲门，基站、热成像仪，各种设备拉满，一路扫过去，漏下的、没走的都能给找出来。疏散开始的第2天，整体进度完成度就已经超过预期了。这一切跟温言都没什么关系，他也插不上手。他在配合着烈阳部的人查看从刘启颖那拉来的一大堆资料，试图在里面找到可能有用的信息。按照他这些日子的经验，生成的临时能力有些可能都是曾经出现过的，他还是得提前做功课，省得到时候天敌职业生成出对应能力，他却不知道怎么用。一座云雾缭绕的群山里，一位须发皆白的老道士坐在悬崖边，他的身后是一座占地至少上千平的高规格完整法坛，这里劲风浮动，老者夫家而坐，岿然不动，身后的法坛上连纸都没有被吹动。后方一个紫袍道人走上前，天师，烈阳部又来发出邀请了。老道士睁开眼睛，看了一眼悬崖前面的云海，这里的事情绝不容有失。上次的事情贫道算过，不能出手，出手了也没用。这次只是一个外域来的魔物而已，只是不死，什么用都没有。紫袍道人有些无奈，天师，我就是这般说的，但烈阳部不可能拿一成人的性命来赌，你将我法剑送去即可，到时候我会在这里开坛做法。一个没什么见识的魔物，怕是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这些所谓的恶魔和魔鬼都不敢踏足神州。一把木剑飞出，落入到紫袍道人手中。我明白了。紫袍道人行了一礼，带招法剑离去。天师来到悬崖边，看着云海开始翻腾，他轻轻一跺脚，便见法坛之上烛火骤然大放光明，云海之中雷声大作，轰隆隆的雷光在云海翻腾，几息之后就恢复了平静。老天师继续坐在悬崖边，闭目调息，一动不动。1日之后，德城除了工作人员，已经几乎空无一人。时间快到了之后，连普通的外勤都开始撤出城区。硕大的城市，上百万人，2天的极限时间，全部乱中有序的撤离。而以德城为中心，方圆100里之内都给撤走，100里范围的边界也有烈阳部的人封锁要道。不要太担心了，只要能放开手，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7师叔祖在旁边安慰温言，正好宰个魔鬼给你补补身子。8师叔祖比较实在，温言都没开口，这2位师叔祖就跟着来了。这边这么大动静，他们想不知道都难。我看过那些资料的，你有想过为什么外面那么猖獗，跟教会斗了上千年，我们这边却几乎没有吗？7师叔祖问了句，为什么？我看那些资料，想起来咱们浮玉山的一条记载，能跟那些所谓恶魔和魔鬼对上号。当年圣火教还在的时候，最初的时候，他们的教义也好，祭拜也好，其实都很混乱。那时候妖国所在之地其实是诸国林立，妖国想要一统周围林林总总的小国，祭拜的东西里就有一个魔物。我们跟圣火教最初的恩怨，就是因为13族险些将那个打不死的魔物给活活炼死，那魔物远遁而去，再也没出现过。而这就是跟圣火教结怨的开端。如今看了一下新的资料，按描述看，
那魔物应当是一路向西逃到了极西之地，几百年后应当是恢复了一些，跟教会对上了。温言有些愕然，还有这种事？巴师叔祖撇了撇嘴，有些不屑。那些魔物其实都不太喜欢来神州这边，主要还不是因为有些不是很愉快的经历，足够他们记很多年。要不是巴师叔祖，要不是什么？要不是13代英年早逝，我们浮于山里现在少说收藏着2颗魔王头骨。巴师叔祖轻飘飘地回了句。温言打量着巴师叔祖，总觉得巴师叔祖刚才要说的不是这句。不等温言继续多问，就见巴师叔祖从袖中取出一块婴儿拳头大、通体暗红色、形状也不太规则的石头塞给他。这是库存的烈阳玉，是当年13祖命名的，效果比血暖玉高不少，你留着护身。然后七师叔祖又将一个带着背带的木匣塞给温言，背着护身，别弄丢了，要还回去的。这是什么？当代天师的法剑。一片黑暗之中，只有幽火散发着微光，照亮黑暗的路。一团翻滚的乌光从天空中坠落，重重地坠落在道路上，在黑暗之中不断的翻滚。而乌光周围时不时出现一个个面色麻木、双目空洞无神的阿飘，都顺着这条路盲目前行。随着时间流逝，乌光光芒收敛，化作一团像是烧焦的黑肉，在路上翻滚着前行。再渐渐的，那团黑肉逐渐化出了形态，变成一个面色惨白、眼窝深陷、头发都没几根的鬼老形象。他看着周围的一切，回头向着黑暗的天空望去，眼中还带着一丝惊惧。好不容易终于锁定了坐标，开启降临了。半路上却碰到个莫名其妙的东西，没有痛苦，还能无视他的力量，无视他的防御，直接将他的位格给掏了出来。要不是他反应快，当机立断，以舍弃那具身体，舍弃了那具身体里的力量为代价逃遁，后面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鬼地方，这么多失去意识的幽灵，但不重要，他依然还能感应到坐标的方向。他要去这个小魔鬼都能感受到痛苦、吸纳痛苦力量的世界。只要降临，那失去的力量很快就会再次回来。他循着感应，在黑暗之中一路前行，走着走着，就在这条无边无际的黑暗道路上看到了一条岔路，而他感应之中的坐标就在这条小路上面。他顺着小路前行，渐渐的，小路变成了黑暗之中的阶梯。他顺着阶梯爬了不知道多久，终于看到了光亮，迈出一步之后，出现在一座小屋里。他顺着小屋里的楼梯走上来，推开了门，就看到外面一排排长得一样的房子。他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这里的阴气让他感觉很舒服，而空气之中淡淡的痛苦力量也让他感觉特别舒畅。他张开双臂，拥抱这个新世界，这里残留的淡淡痛苦力量尽数被他吸收。他那残破且孱弱的新身体被飞速的修复，光秃秃的脑壳上都开始长出了新头发，略有些佝偻的身躯也重新挺直了起来。他的双目从完全的漆黑渐渐转化成黑白分明，红魔的眼也渐渐的化为了妖异的明黄色。他赤身向着城区的方向走去，那里是他能感觉到痛苦力量汇聚最多的地方。路过一个店铺的时候，还顺手捡了一套合身的西装穿上来了。蔡启东看着高空中无人机拍下的画面，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痛苦魔王竟然是从老赵那栋别墅里走出来的，而且出来的时候明显是脆弱且虚弱，一副快要嗝屁的样子。出来之后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了状态，行动之间速度也开始越来越快，力量也明显的越来越大。没人怀疑这个家伙到底是不是痛苦魔王。在倒计时结束的时间，整个德城里唯一一个出现在室外的人，还是一副鬼老形象的家伙，就一定是痛苦魔王。卫星、无人机、各种远程设备，包括整个德城里的摄像头，再加上烈阳部里的一些特种设备，都在捕捉着痛苦魔王。然后立刻开始了各种评估，从最基础的身体数据到能量数据，再到可能会引起路上哪些符箓的变化，无数的数据汇聚到一起。蔡启东看着另外一个屏幕上显现出来的数据，那个痛苦魔王跟之前总结的经验一样，降临的时候似乎是遭受了某种削弱，而且是极大的削弱。但是出现在城区之后，各种数据就开始急速攀升，攀升到一定阶段之后，攀升速度就直线暴跌。按照之前的推测，城里的人全部转移，也会残留了不少可以被对方吸收的力量。而对方恢复的速度这么快就停滞，那也可以推测出来，对方的能力此刻的覆盖范围绝对不会超过100里方圆。这边没急着出手，还在利用各种设备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而另一边，痛苦魔王走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吸纳着这里残留的痛苦力量，跳着奇奇怪怪的舞蹈，嘴里哼着让人听不懂的家乡小曲。他看着街上还亮着的灯牌，轻轻吸了口气，这里一个人都没有。他也能感觉到，在不久之前，这里还有很多人，多到让他兴奋到颤抖的人。不知道如此多的人为什么忽然全部消失了，他也并不在意。曾经被召唤过的小魔鬼告诉过他，这个世界的人特别多，多到每时每刻都会有人在承受着痛苦，每一个瞬间都会有人在哀嚎，不断的绽放痛苦的力量。不着急，慢慢来吧。他的目光看向一边，道旁的路灯上贴着一张符箓，随着他触摸那道符箓，符箓便忽然化为了灰烬。一种奇怪的力量仿佛在驱逐他，他并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只能感应到那力量用来驱逐一个最弱的小魔鬼，肯定是足够的。这就是这个世界的人掌握的力量吗？可惜还是太弱小了。当他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忽然抬起头看向周围，他看到几个奇奇怪怪的金属东西，上面没有任何他能感觉到的力量，但偏偏好像是有点威胁。下一刻，就见烈阳部设置好的可以远程操控的枪械被激发，一瞬间，四面八方嗖嗖嗖的破空声不断出现，一支支麻醉针无差别覆盖整个十字路口。痛苦魔王避无可避，他架起双臂挡住了面部，身上却刷刷刷的插了100-200根麻醉针。这里的麻醉针每一支都能放倒体重1000公斤之内的大型动物，而且还针对魔鬼进行了优化。
更多没有破开他防御的麻醉针都跌落到地上，射到地上的麻醉针也尽数爆开，里面的药剂飞速蒸发，大量的麻醉药剂汇聚成一片，泛着一丝粉色的雾气笼罩在那里。痛苦魔王只是在针头刺破皮肤的那一刻感觉到了一丝细微的痛感，但是下一刻痛感便消失不见了。他感觉到痛苦好像在远离他，他不理解这种力量到底是什么，但他感觉不是很好，所以他伸出一只手直接插进自己的胸口，将自己的心脏掏了出来，他的身体轰然爆开，那些足够他喝饱的麻醉剂伴随着身体爆成一团血雾，被简单粗暴的全部驱逐出了身体。爆开的血雾重新在那颗心脏周围汇聚，重新凝聚出他的身体。他凝聚出身体之后，轻轻吸了一口粉色的雾气，眼睛一亮，这东西真不错。他抬头看了看四角上架设的枪械，伸出指甲划破掌心，一只手贴在地面上，鲜血自行流出，向着四周扩散。同一时间，烈阳部的仪器上传来警报声，能量波动开始飞速攀升。下一刻，就见地面上一团团鲜血泛着涟漪出现，一只只大大小小的魔鬼从鲜血里哀嚎着冲了出来。十几秒钟的时间，街道上就密密麻麻的出现了大量魔物。那些魔物出现之后，便开始自相残杀，鲜血横流，断肢乱飞。痛苦魔王站在原地，微微闭着眼睛，感受着大量的痛苦力量汇聚而来。他此刻孱弱的身躯，低迷的力量开始飞速恢复。去吧，我们要将痛苦传播到整个新世界。痛苦魔王大手一挥，周围源源不断涌出的大小魔鬼们便嗷嗷叫着向着四方扩散开来。这里架设的枪械不断的射击，特别优化的受用麻药的确比普通子弹好用。真正的子弹打在这些魔鬼身上，只要没有一击毙命，反而会让这些魔鬼获得更多的力量，而一发特制的麻醉针反而能让那些小魔鬼摇摇晃晃的倒在地上，力量越来越弱。刘启颖那个女人提前制作了大量麻醉针、麻醉剂，每年都会卖不出去多少，每年却都会继续生产一样数量的麻醉剂。那工厂里有现成的自动流水线，火力全开，1个月的产量就足够他们卖10年也卖不完。如今却正好用上了，麻醉弹不够，那麻醉剂也管饱。蔡启东站在指挥部里，看着一幅幅画面里越来越多的魔鬼，他转头看向了温言的2位师叔祖。我们耗不过他，必须趁着他还虚弱，尽快解决了他，变强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就算我们撤离了平民，他也能召唤出大量的魔鬼，为他补充力量。我去试试，不过你们别抱希望，我算了算，我应该杀不掉这种邪门玩意。八师叔祖丢下一句话，便转身离开。七师叔祖想了想，看了看温言，你跟我走。啊？温言一愣，咋地？干架还有他的事？温言啊了一声，也没继续多问，反正七师叔祖肯定不会害他就是了。他们走出前线指挥部，八师叔祖已经摆出架势，向着德城的方向急冲而去。几步之后，就见八师叔祖周身气浪翻飞，如同一个人形猛兽，裹挟着可怕的劲风消失在远方。温言自己开着车，带着七师叔祖向着德城城区前进。这时，七师叔祖才开口：“我看了看，大概明白为什么老天师不亲自来了。他根本用不着亲自来。这个魔物虽然比较特别，身躯爆开都不会死，可他如今刚降临，本身的力量并不强。老天师的法剑到了，已经足够了。那带我干什么啊？那里的场面我去了也没什么用啊。”温言倒不是不想出力，他只是看了看就知道，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没多大用。不是谁都有机会使用老天师的法剑的，也不是谁都有机会能让老天师配合着使用他的法剑。这种好事当然不能让给别人，而且你的确是最适合的那个人。到时候你尽管尽全力激发烈阳，按我说的做就行了，好好感受一次，说不定你就能开始修道了。这种机会不可能有第二次了。当年13祖可是惊天伟地的修道奇才。温言不说话了，他有心说他是真的字面意思上的无魂之人，老天师亲自帮忙，他估计都没戏。但眼看七师叔祖兴致勃勃，带着期待，他也不好给泼冷水。他大概也明白2位师叔祖主动来，恐怕就是为了给他争取这个机会。蔡黑子什么都没说，估计也是知道目前南武郡里的受禄道长能有七师叔祖这么强，还愿意来前线的，恐怕就只有七师叔祖一个人。另一边，八师叔祖已经先一步抵达，他一路狂奔，就像是战场上横推的前锋大将，裹挟着烈烈劲风从魔鬼群里横冲而过，紧紧卷起的劲力就将路上遇到的小魔鬼们全部给卷飞，离得近一些的更是当场被撕碎。痛苦魔王站在原地，看着远处一道白色气浪急速靠近，他眼中带着一丝惊叹。就算是他巅峰时期纯粹的身体力量，也没有这位这般强横。一眨眼，就听一声大喝，如同惊雷炸响。八师叔祖急速奔来的身形，裹挟着全身的力量，骤然轰在了痛苦魔王身上。八师叔祖的身形骤然停在原地，所有的劲力全部宣泄出去。痛苦魔王脸上带着一丝愕然，下一刻就见他刚凝聚出来的身体骤然爆成一团血雾，而血雾之中的那颗心脏伴随着2次爆开的劲力轰然爆开，恐怖的力量向着四面八方宣泄而去。两侧街道上所有的玻璃齐齐炸裂，从中间向着四周扩散的劲风裹挟着乱七八糟的东西，将道旁的一个个卷闸门都给扭成了麻花。八师叔祖看着周围的一切，看到那鲜血在远处汇聚，痛苦魔王的身躯再次重塑，他脸上还带着一丝惊愕，因为他第一次遇到了这种情况，对方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身躯爆开的速度太快了，力量太强了，对方对力量的掌控也让他无法理解。那速度快到他都没来得及感受到任何痛苦，就被直接打爆了。八师叔祖也不气馁，他出发之前就知道会是这种情况。他身为大将，还是身躯强横的大将，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打不死的东西。要不然的话，就这个痛苦魔王如今孱弱的样子，他一个人就能把这里
包括痛苦魔王在内的所有的魔鬼全部打爆。我很久没有放开手过了，现在刚好就拿你热热身。八师叔祖咧嘴一笑，顺便出来活动一下，立立威，让那些没见过大江出手的人见识一下。痛苦魔王感受着他恢复时消耗的力量，神态也认真了起来。这种纯粹的巨大消耗没有丝毫补益，他可不是太喜欢。他的额角上长出了2只角，身后也开始长出了尾巴，鼻尖开始变得又尖又长。他立身原地，一只手抬起，灰色的能量在他的掌心汇聚，另一只手抬起，一道道法阵在他身前浮现。不死强者，你有资格知道我的名字了，我叫……砰！他身前的黑色法阵瞬间炸裂，他的身躯也再次在尚未感觉到痛苦的情况下再次爆开。八师叔祖一口黑色的浓痰吐到血雾里，除了你的能力之外，你还太弱了，没资格让我知道你的名字。痛苦魔王一次次被打爆，心态开始稍稍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还是因为他死得太快了，感受不到被打爆时的痛苦。指挥部里，摄像头、无人机清晰无比地拍下了这个过程。蔡启东面无表情，看着这里其他人有些震惊的表情，心说这些人恐怕都是第一次知道浮鱼山的大江跟外面的野生大江到底有什么区别。不是品阶，不是力量，而是同样品阶、同样力量的情况下，浮鱼山的大江能一只手将外面的10个大江按在地上摩擦。战法、经验、意志、力量的掌控天差地别。浮鱼山的这位同辈之中排行第8，正儿八经的入了浮鱼观的大江，别看只是浮尸，可一般的飞江都未必有他战力强。生前就是百战不死的战士，精锐之中的精锐，一生鏖战几十年都没有死在战场上，化作僵尸之后，蒙昧期都远比浮鱼山其他大江短。这位大爷要是能硬生生将那个痛苦魔王磨死，蔡启东都信。温言开着车进入德城，七师叔祖打开木匣，露出里面看似普普通通的木剑，无形的力量扩散开，所有靠近车辆的小魔鬼都无声无息地化为齑粉。当他们开车赶到，温言就看到八师叔祖大发神威，每一次都是直接连同痛苦魔王的身躯和心脏一起打爆。七师叔祖，这还用我们？七师叔祖抬头看了一眼，你八师叔祖杀不了他，哪怕这家伙刚降临，非常孱弱。他那个是叫魔法吧？这个魔法的感觉是真惹人厌，他的力量特别容易影响到普通人，这是烈阳部无法容忍的。开始吧，你按我说的做。温言抬起头，在痛苦魔王再次被打爆重塑之后的瞬间，他的天敌职业也终于有反应了。